这个世界武道兴盛，各类武学层出不穷，而少年本是武道废柴，注定此生无缘武道，却意外走上一条另类的武道之路。只因他绑定了武学离家出走系统，顾名思义，所掌握的武学能通过系统离家出走，而自己能通过武学出走的交易目标带回来的反馈，提升修为以及武学感悟。苏雨的目光变得有些火热，看着眼前系统任务，苏雨毫不犹豫选择了出走。丁，由于宿主第一次出走，本次出走免费。丁，您的基础剑法因为你资质太差，选择了离家出走，来到武侠世界，正寻找你的交易目标。伴随着提示音的落下，苏雨的眼前顿时出现了一幅画面。山谷中，一个中年人气息极其萎靡，不远处站着几个散发强大气息的蒙脸黑衣人。我还能够通过系统看到这个世界之中发生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能偷学其他世界的武学功法？似乎是察觉到了苏雨的目光，中年人朝着苏雨这边看来，他仅仅只是看到自己面前有一团虚幻的金色的光辉，光辉之中隐隐约约有着人影闪烁。中年人原本死寂的眼中竟然迸发出了无尽的渴望之色。您是仙人吗？帮帮我，只要能够杀死眼前的人，我愿付出一切。中年人跪在地上不断的磕头，本就重伤临死的身躯显得更加虚弱。请选择是否交易。系统的提示音再度于苏雨的耳畔响起。交易。顿时一团乳白色的光辉从苏雨的体内剥离，没入中年人体内。中年人的身躯一震，脑海之中突然多了关于基础剑法的信息，双眸之中涌现出了狂热，整个人就像突然顿悟一般。源自高武世界的基础剑法，乃是无数武者前辈改良的普适性极强的剑法，远不是武侠世界中普通剑法能比的。哈哈，仙人赐法，今日李某必然手刃仇敌。中年人大笑一声，气息瞬间震动开来，竟然直接突破了。恐怖的气息席卷而出，中年人抓起腰间的佩剑，瞬间杀出，一道道剑芒宛若黑夜之中的白光一般，瞬间闪过。手起剑落，顷刻之间，原本还占据了优势的黑衣人瞬间被斩杀。做完这一切，中年人胸口不断起伏，体内生命力流逝，即便是境界的突破，依旧没有阻拦他生命力的流逝。多谢仙人传法。话音落下，中年人的身上同样是飘出了一团乳白色的光晕，涌入了苏雨体内。画面戛然而止。丁，恭喜宿主基础剑法带回20年内力。伴随着提示音在苏雨的耳畔炸响，轰然之间，苏雨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气血就像是突然沸腾了一样，瞬间点燃。体内的气血就像是波涛汹涌的浪潮一般，不断的拍打着苏雨的全身。紧接着，一股强悍的波动自苏雨的体内弥漫出，一股独属于气血武者的气息从苏雨的体内一点一点弥漫出来，甚至能够看到淡淡的气血宛若丝带一般缠绕在苏雨周身。气血1层，气血2层，气血3层。这时，苏雨身上的气息这才一点一点的停了下来。大概过去几分钟，苏雨缓缓睁开双眸，眼中好似红色光辉闪过。在蓝星，武者的等级大概可以分为准武者、合武者，而在武者之中还有诸多的境界。第一个境界便是气血境界，气血之上便是炼脏、断骨、炼神、金身。至于金身之上，苏雨就不得而知了。毕竟到了金身境界，已经能够被称之为宗师了。即便在整个江南城，都未必能见到一位金身境强者。我真的突破了！苏雨的脸上有着一股欣喜若狂的表情。天知道苏雨沉浸在准武者多长时间了，明天又是武道集训班的筛选，以至于这段时间苏雨都沉溺在昏昏沉沉的情绪之中。而现在，伴随着修为的突破，往日笼罩苏雨的乌云就像是被一缕缕金色的阳光驱散了一般。苏雨忍不住点开系统。丁，因为宿主改变中年武者李峰的命运，造成世界变动，奖励250点世界点。苏雨忍不住眯起了眼睛，旋即看到系统信息：栏位1，距离下一次出走还剩3天，当前可选择世界武侠世界，下一个新世界解锁需1000世界点。丁，第一次出走属于新手礼包，免除世界点扣除，下一次出走需要花费100世界点。剑法第一次出走就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大提升，那么下一次出走，一时间苏雨心中充满期待。翌日，当阳光轻轻透过的窗户落在了床榻之上，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缓缓睁开了双眸。一晚上的时间，苏雨都在巩固修为。自从突破到了气血境之后，即便是一晚上没有休息，苏雨也不会感觉到任何的疲倦。差不多了，也是时候去学校了。苏雨起身，简单的洗漱了一番，便是走出了家门，朝着一中的方向奔去。高388班，据说通过修为考核能够奖励一本武者功法，若是能够修炼，再通过系统出走。就在苏雨思索的时候，一个戴着金色眼镜框的中年人缓缓走进来。8班班主任李红。在李红的带领之下，8班的学生有秩序的朝着体育馆的方向走去。进入体育馆，苏雨发现在体育馆的中央，不知道什么时候摆放着一块巨大的黑色仪器，而在黑色仪器的附近，还有其他班级的学生正在检测。边令辉，气血3层。一个身穿武者协会服饰的中年人望着仪器上面的数据，双眸之中闪过惊讶，看向仪器之中的青年，那是一个平头青年，身上充满爆炸般的肌肉。气血3层，在江南城所有的高3学生之中都算顶尖的了。一些8班的学生望着边令辉，露出了羡慕的神色。苏雨站在人群的后方，望着边令辉的成绩，眉头轻轻挑动。气血3层吗？不知道现在的我和边令辉相比，谁更强一些？若是以往，苏雨自然不会和边令辉相比，但是现在突破气血3层后，苏雨的心中早已一扫往日的颓丧。下一个，苏雨。苏雨深呼吸一口气，朝着仪器走去，随后按照那位武者协会的工作人员的提醒，将自己的手掌贴在了仪器上面。紧接着，气
气血涌动，动，仪器微微一震，下一刻，一道猩红的数字出现在了仪器的显示屏之上。3，所有人都是瞳孔瞬间一缩。苏雨竟有气血3层的修为，怎么可能？本以为这个班级出了个边令辉，已经是极限了，没想到竟然还出了一个苏雨。伴随着苏雨的修为检测结束，今日的武道集训班的考核也算是告一段落了。突破武者的同学跟我来，你们可以选择一本气血境的武者功法。听到李红的话，苏雨的呼吸忍不住急促了起来。武者功法，气血境界的功法往往都是功法和招式一体的，特殊的修行法搭配独特的招式，便是气血境功法。功法的强度决定了武者在气血境的实力高低。蛮牛诀，气血境功法，附带招式蛮牛九拳；天山心法，气血境功法，附带招式天山步。苏雨的目光一个个扫过，很快便是停留在了一本秘籍。星剑，气血境功法。此功法入门简单，普适性极强，是用剑武者最优选择。修炼至3层之后，根据修炼者性格、境界、武道阅历等等不同，爆发出来的效果也不同。注：与常规气血境功法不同，此功法注重招式，修炼速度与剑法境界挂钩。竟然还有如此特殊的功法！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有些诧异。星剑，这门功法普适性强，入门简单，稳妥起见，这门功法很适合我。而且，一个想法也是在苏雨心中油然升起。星剑是根据不同的人物性格和阅历来的，那么若是让星剑出走呢？李老师，我选好了。苏雨将星剑递给了李红登记。你小子深藏不露啊，这10几天冲刺一下，若是能进武道集训班的天骄班，那才是真正的机缘。苏雨点了点头，眼神闪烁。今日只是简单的筛选，真正的还是15天之后的实战测试。所谓的实战测试，便是和同等级的武道傀儡交手，从而判定实战能力，进入不同的武道班。而众多的武道班之中，最好的自然便是天骄班了。只不过天骄班整个江南城只有40个名额，而想要进入天骄班最低的要求，便是要击败一个气血5层的武道傀儡。随后李红又是简单的嘱咐了一些，便是让苏雨回去了。回到家，苏雨在床榻之下掏出一个破旧箱子，打开木箱子，里面赫然躺着一张银行卡。拼一把！苏雨握紧了手中的银行卡。随后苏雨走出了房子，来到了一处专门购买修行物品的店铺之中，将所有的积蓄用来购买气血丹。所谓的气血丹，便是能够恢复和增加气血、辅助修行的东西。这玩意儿对气血境的武者有很大的效果，当然价格也是极其昂贵的，3000块一瓶，一瓶之中只有5枚。苏雨狠下心，直接购买了13瓶的气血丹，回到了家中。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拿出今天得到的星剑。基础剑法对于气血境的我来说作用极小，哪怕再给我增加20年内力，也很难通过实战测试。既然如此，不如拼一把，2天半内掌握星剑。苏雨拿起了一瓶气血丹，将瓶中的气血丹一股脑服用下去，顿时一股股暖流流淌在苏雨的体内。苏雨没有浪费丝毫的时间，拿出了星剑，开始修炼。手持着练习长剑，苏雨对照着星剑上的一招一式开始练习起来。气血伴随着剑招在一点点的壮大，星剑就是在这一招招独特的剑招中锻炼武者的气血。时间如水，匆匆消逝，却无任何的感觉。2天半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卧室内，苏雨披头散发，整个人的双眸之中都遍布了猩红的血丝。哪怕有气血丹的补充，苏雨也感觉到持剑的手已经麻木了。终究还是成功的将星剑入门了。接下来就是让星剑离家出走了。系统开始出走。苏雨毫不犹豫地点开了系统。叮，您的星剑因为您的资质太差，选择了离家出走，来到了武侠世界，正在寻找交易目标。伴随着苏雨的选择，顿时苏雨面前的视野开始一点点扭曲。紧接着一幅画面出现在苏雨面前，一座山巅之上，云雾飘渺，时不时能够看到白鹤在云层之间腾飞，俨然一片仙家之景。而在那山巅之上，一个身穿黑衣的青年挥舞着手中的长剑，他眼中充满坚毅，眼底藏着一丝深深的仇恨。剑声阵阵划破空气，出剑之快宛若闪电一般。不多时，李长风也就是李风之子手中的长剑脱落而出，重重的摔在地上。李长风猛然跪在地上，脸上有着一抹痛苦之色。修武10年了，10年的时间我竟然还无法步入先天，何时才能够给父亲报仇啊？李长风跪在地上，宛若一只歇斯底里的野兽，手指苍天，怒吼着：贼老天，你为何要如此对我？李长风嘶吼着，大哭着。山风吹拂着李长风的发丝，看上去更是让人有些心疼。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清脆的剑鸣声在李长风的耳畔响起。只见的身前空间猛然扭曲，淡淡光辉出现在李长风面前。光辉之后，似乎有一道模糊身影，双手负背，睥睨着自己。仅仅只是看上去一眼，李长风便是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好似要被那道身影汲取。突然之间，李长风直接跪在了地上，望着苏雨那模糊的身影，感受着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威压。李长风心中有着一个可怕的念头浮现：难道这是传说中的仙人？李长风的心神微微一震，是了，一定是仙人，唯有仙人才能够凭空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猛然抬起头，目光炽热地望着那一道模糊的身影。长风斗胆，请仙人赐法。而这个时候，机械般的声音也在苏雨的脑海之中响起：丁，宿主是否选择交易？苏雨面色平静，苏雨并没有立即选择答应，而是在心中多了一个猜测，一个关于系统的猜测。仙人。李长风眼见着苏雨一直没有开口，
内心顿时有些慌乱，茫然的抬头看向模糊的身影，两者目光顿时碰撞。李长风仅仅只是感觉仿佛有着一股强烈的刺痛在脑海之中传荡开来，紧接着李长风感觉自己的头顶似乎有人轻轻的抚摸着，只见得苏雨缓缓伸出手掌，轻轻贴在李长风头顶之上，确认交易。苏雨在心中默默的念着，随着一道道微鸣声响起，下一刻星剑的修炼方式通过苏雨的手掌瞬间涌入李长生脑海之中。这一定是仙法，多谢仙人赐法。李长风缓缓睁开双眸，眼内的狂喜之色流于表面，然而那道模糊虚影却是光芒暗淡，逐渐消失在这片天地。长风拜过仙人。李长风对着苏雨所在的位置郑重一拜，开始尝试起星剑。仅仅是练习了2招半，李长风便错愕地发现体内习武多年的暗伤竟有了些许恢复的迹象。仙人扶我顶，结发受长生。随后收敛了情绪，手持长剑立于山巅之上，任凭风吹雨打，开始修行星剑。南星。苏雨的意识从系统画面中离开，而苏雨的双眸之中却是有着淡淡的思索之色浮现出来。武侠世界似乎和我想象的有些不一样。首先就是时间流速，1天等于5年。苏雨还有一个更大的猜测，或许交易可能要以交易目标死亡为结束，也只有这样才能从交易目标身上收回反馈。毕竟这一次交易并没有得到反馈，而在上一次的李峰身上，也是在李峰陨落之后，自己才是得到了李峰的功力反馈。苏雨的目光缓缓落在了那光幕之中，让我看看你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吧。其实苏雨选择李长风的原因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李长风要复仇，无论成功与否，以第5世界的医疗环境来看，李长风的寿命都将大大缩短，这样苏雨也能够在以最短的时间之中收回交易，从而能够在15天之后脱颖而出，进入天骄班。天骄班和武道班之间的差距很大，不管是师资力量还是资源的分配，都不是武道班能够比拟的。苏雨要想走得更远，甚至在将来的武道高考之上取得很高的名次，系统或许是苏雨最大的帮手，但同时资源和师资力量同样是帮助苏雨的外部力量。让我看看你的表现吧。苏雨呢喃着，微微眯起了眼睛，目光落在了系统创造出来的画面之中。仅仅只是苏雨回到蓝星的一会儿，在武侠世界之中却是已经过去了1个月的时间了。画面传来一阵阵的波动，只见得在那山巅之上，一袭白衣的李长风手持着长剑，在山巅之上翩翩起舞。剑法挥舞之间，李长风的体内更是有着淡淡的气血之力弥漫了出来。星剑便是再一次又一次的剑招之下，壮大气血，强大实力。此刻的李长风的体内，苏雨通过系统的链接，赫然发现李长风要突破了先天之境。这么快？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再度将目光落在了李长风的身上。在苏雨看来，或许仅仅只是过去了几分钟、10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在李长风的世界之中，距离他拿到仙人传法之后，已经过去了足足1个月的时间了。不愧是仙人之法，短短1个月的时间，我已经掌握了星剑第2层，马上就要突破先天了。李长风内心极其激动。1个月的时间之中，李长风从星剑的入门，也就是1层，直接修炼到了第2层，甚至于距离突破第3层都只差半步了。然而就是这么半步，却是让李长风微微有些吃力了。只是这第3层又应该怎么突破呢？李长风按照星剑的方式挥舞着一次又一次的剑招，体内的气血在剑招的挥舞之下不断的壮大，可就是相差那么临门一脚。李长风不知道的是，自己的一切都在苏雨的目光之下进行着。差一点吗？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而就在这个时候，系统那机械般的声音在苏雨的耳畔响起：叮，宿主是否选择追加交易？第一次追加交易需要耗费50点世界点，第2次追加交易翻倍，以此类推。听着系统传来的提示音，苏雨忍不住看向了自己桌面上仅剩的3瓶气血丹。沉吟了片刻之后，苏雨将其中1瓶气血丹拿了过来，目光看向了李长风：小子，这可是3000块啊，你要是浪费了，我可就吃土了。苏雨嘀咕着，心中默念：追加。叮，扣除50点世界点，进行第2次交易。叮，开始交易。伴随着系统的声音响起，在山巅之上，李长风依旧在不停地修炼着星剑，但是偏偏这临门一脚，他是怎么也无法突破。泪水打湿了李长风的衣衫。突然之间，李长风赫然发现自己面前的虚空竟然一点一点开始扭曲了，伴随着一阵阵的金光闪耀着，透过那金光能够看到一道模糊的身影缓缓浮现。看着眼前这一幕，李长风的瞳孔微微一缩。仙人！紧接着李长风激动了起来，眼前的这般情景不正是和1个月之前的一模一样吗？难道是仙人知道了我的困境，特来助我？李长风的心中如此想着，随后猛然跪了下去。长风，见过仙人。李长风跪在地下，将头低得很低。这小子果然上道。苏雨见状，心中微微一笑，挥手之间，通过系统将气血丹传送到了武侠世界。嗡嗡嗡，伴随着一阵阵的微鸣，李长风听到这个声音，忍不住抬起头来，只见得一瓶透明的瓶子静静地悬浮在了自己的面前，而在那瓶子之中，更是有着一颗颗血红色的丹药静静地躺在瓶子内。仙人，这是？李长风茫然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幕，忍不住地问道。苏雨沉吟了片刻，看着李长风淡淡道：服用此物，可入先天。话音落下，苏雨便结束了交易，挥手之间断开了自己和武侠世界的联系。而在李长风的面前，
苏雨的身影则是一点一点的变得暗淡下来，最后眼前的虚空也是一点一点恢复了平静。唯有那一瓶静静悬浮在半空之上的气血丹，证明着苏雨的来过。李长风握着气血丹，将其中一枚气血丹拿出来，端倪了一会儿，感受着丹药之中蕴含着的强大的气血之力。李长风的双眸之中有着金光闪烁着，再度跪在了地上，对着苏雨之前出现的地方猛然磕了3个响头。长风，拜谢仙人。说罢，李长风连忙服用了一枚气血丹，按照新建的招式开始修炼了起来。在气血丹的加持之下，李长风仅仅只是感觉自己体内好似有着一股暖流流淌在体内，整个人的力量更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快速的增长。有用！李长风眼睛一亮，挥舞着剑招的频率不由得加快了几分。仅仅只是过去了半天的时间，李长风的体内传来了一道闷响，紧接着一股汹涌的气血之力从李长风的体内喷涌而出。先天，我入先天了！李长风惊喜的大喊了一声。紧接着，李长风闭上了双眸，手中的长剑之上更是有着淡淡的血雾弥漫着。下一刻，李长风猛然睁开了双眸，手中的长剑瞬间斩出，血红色的剑光闪耀着，有着一股疯狂之意蕴含在这一道剑光之中，速度之快，宛若闪电。噗嗤，剑光闪烁，只见的李长风的身前，一棵古木在剑光之下瞬间炸出了无数的木屑，更是在古木之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这是星剑第3层血杀之剑。李长风微微呢喃着。蓝星，苏雨望着画面之中的一切，眉头轻轻一挑。先天嘛，看起来也就是气血1层的层次，不过这家伙的剑法天赋是真的好啊。苏雨感慨了一番。血杀之剑吗？以仇恨之力创造出来的杀伐之剑，我喜欢。说着，苏雨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在看到李长风突破了先天，更是步入了星剑第3层，成功创造出了血杀之剑之后，苏雨才是满意的关闭了画面。有了血杀之剑之后，想来10天之后的实战测试应该没有问题了吧？这种以仇恨之力创造出来的杀伐之剑，可谓是杀伤力强悍，用在实战测试之中，必然一鸣惊人。行了，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苏雨伸了伸懒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便是昏昏沉沉的睡去。这段时间，苏雨疯狂修炼星剑，已经2、3天没有休息了。如今一切都步入正轨了，苏雨内心的紧绷也是稍微松懈了几分，陷入了昏睡之中。翌日，阳光轻轻敲打在窗户之上，透过缝隙没入了房间，最后爬到了苏雨的脸颊上。感受到刺眼的阳光，苏雨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慢悠悠地坐直了身子。简单的在洗手间内洗漱了一番之后，苏雨点开了系统，准备看看一晚上过去李长风那边怎么样了。点开系统，武侠世界的画面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经过了一晚上的时间，在武侠世界之中已经足足过去了1、2年的时间了。在突破了先天之后，李长风便是下山了，找寻当初杀害他父亲的凶手。1、2年的时间内，李长风顺藤摸瓜，通过零零散散的消息，也终于是发现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似乎是来自于一个强大的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在整个武侠世界之中都有着庞大的力量。拜见山庄，也许是李长风的调查惊动了这尊庞然大物。在这几年的时间中，李长风时不时便是遭受到了对方的追杀。可是李长风已经跨入了先天，在武侠世界之中已经算得上是一流的高手了。而在无数次的追杀之中，李长风依靠着星剑之中领悟出来的血杀之剑，多次化险为夷，甚至于就连自己的实力、剑法也是在无数次的追杀之下，一点一点成长了起来。看到这里，苏雨突然意识到，这一次自己怕是捡到宝了呀！李长风提升的越快，等李长风陨落之后，自己能够得到的反馈也就越多。所以，当看到李长风如此恐怖的剑法天赋之后，苏雨心中有一个预感，或许这个李长风会给自己带来一个巨大的惊喜。看了一段时间的李长风之后，苏雨便是收回了自己的目光，拿着练习长剑，在房间一处空旷的位置开始修炼星剑，依靠一招招剑招打熬身上的气血。虽然还没有收回星剑的反馈，但是苏雨通过观摩着武侠世界之中李长风的修行，自身对于星剑的领悟也是在一点一点的加深。天赋不足，那就靠着时间堆；如果时间堆都不行，那就靠着金手指。时间总是流逝的飞快，眨眼之间3天的时间过去了。蓝星的3天对标武侠世界却是过去了15年了。这一天，当苏雨再次打开画面的时候，李长风已然30多岁了。此刻的李长风也是越发的成熟了，下巴上点点胡须冒出，脸上更是有着一种经历了风霜的沧桑感，身后背负着梨花木打造而成的剑匣，整个人举手抬足之间，宛若一位行走在世间的剑仙一般。饶是苏雨已经看了很多次了，都忍不住感叹一番李长风的变化之大。当初还是一个懵懵懂懂在山巅之上练剑，苦无报仇之力的少年，如今已然成熟了起来。而且在10多年的时间之中，在不断的受到拜剑山庄的追杀之下，李长风在江湖之中也是闯出了赫赫威名，更是江湖人称血杀剑神。一手血杀之剑更是压得整个武侠世界诸多剑者抬不起头来，以至于李长风的剑法苏雨都已经看不明白了。星剑或者说独属于李长风的血杀之剑早已达到极高的层次，所以自己一边观摩李长风修炼星剑，到现在都还没有跨入星剑2层。但此时李长风也遇到了瓶颈，他已经走到了武侠世界的顶峰，
先天巅峰，星剑也早已抵达巅峰。今日，李长风更是决定手刃自己的仇敌拜剑山庄。当初追杀李峰的那群人，赫然便是来自于拜剑山庄。拜剑山庄在整个武侠世界之中都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存在。望着眼前的这一幕，苏雨深呼吸了一口气，或许我马上就能够得到反馈了。就在苏雨言语之间，李长风已然杀入了拜剑山庄之上，身如惊鸿，犹如化作了一道猩红的幽冥一般，杀入拜剑山庄之中。刹那之间，惨叫声、叫喊声在整个拜剑山庄之中此起彼伏，鲜血洒满了整个拜剑山庄，甚至于哪怕是透过系统观看的苏雨都能够嗅到天地之间那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儿。现在的李长风已经不是当初的小孩了，在10多年的追杀闯荡之下，李长风已然走到了这个世界的巅峰。一人一剑，哪怕是独自面对着整个拜剑山庄都无所畏惧，有的仅仅只有那无尽的仇恨。拜剑山庄深处，李长风的白衣已然被鲜血染红，犹如一位从血海之中爬出来的杀神一般，目光坚毅，凝望着眼前的老者。而那老者赫然便是当今拜剑山庄庄主。哼，当初的小娃娃，我心存善念，如今却是成为了颠覆我拜剑山庄之人。拜剑庄主冷笑一声，手持3尺清风，气血激荡之间杀向李长风。今日了断恩怨。李长风轻轻开口，修长的手指轻轻扣响了长剑。嗡嗡嗡，一阵阵的剑鸣响彻天地。下一刻，李长风的体内鼓动着磅礴的气血，长剑化作了猩红之色。刹那之间，血色于天地之间炸破，血杀之剑，一道极其迅速的血色剑光呼啸而出，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了这一道血色。怎么可能？拜剑庄主的瞳孔微微一缩，他仅仅只是看到了惊鸿一般的血色，紧接着自己的胸口传来了一阵阵的刺痛。噗！鲜血就像是泄洪的大坝一般从拜剑庄主的口中吐出，这是出神入化。话音落下，拜剑庄主的身躯重重地跌落在地上，而李长风也是耗尽了全身的力量，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他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了。不过在最后的须弥之际，李长风的剑法却是突破了这个世界的极限，跨入了出神入化之境。苏雨透过画面望着眼前的这一幕，沉吟了起来。一个想法在苏雨的脑海之中缓缓升起，或许李长风不用这么快就死了。苏雨望着半跪在地面上的李长风，此刻的李长风已然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此刻的他哪怕是一个小孩子路过都能够轻易取走李长风的性命。即便是李长风在临死之时剑法更上一层楼，自身境界也即将突破，只是碍于第5世界能量匮乏，突破终究是镜花水月。但是这临门一脚，苏雨却能够做到。武侠世界能量匮乏，但是苏雨这边有办法将能量送过去啊！气血丹就是最好的能量。现在的李长风已经走到了极限，只需要再稍微加一把力，就如同当初李长风突破先天一般。只是不知道这一次李长风还能不能突破了。苏雨看向了最后2瓶气血丹，最后叹了口气。现在若是将气血丹给李长风的话，李长风或许能够活下来，甚至还能够突破武侠世界的极限。但苏雨的交易反馈恐怕不能现在收回了。此时离实战考核还有10天不到，也就是武侠世界不到50年。以武侠世界能量匮乏的程度，即便是让李长风突破了桎梏，也未必能够活50年的时间。毕竟他的身体受伤太严重了，不是简单的境界突破就能够修复的。所以在实战测试开始之前，自己还是能够得到新剑的交易反馈的。沉吟了片刻，苏雨心中默念：系统开启第2次追交易。丁，正在进行第2次追加交易，扣除100点世界点。丁，第2次追加交易开启。嗡嗡嗡，伴随着一道道清脆的微鸣声响起，苏雨的身影缓缓出现在了李长风的面前。此刻的李长风浑身的力气都彻底的耗尽了，依稀之间能够看到一道模糊的身影静静的站在自己的面前。这一道模糊的身影依旧是睥睨着自己，宛若凌驾于众生之上一般。看着眼前这一道熟悉的身影，原本已经油尽灯枯的李长风就像是回光返照了一般，猛然睁开了眼睛。仙人，是你吗？仙人。李长风原本已经死寂的内心突然活络了起来。如果说这一辈子李长风最挂念的几人，除开了他已经逝世的父母之外，便是这位神秘的仙人了。本以为这一辈子都无法再见到仙人了，但是在这弥留之际，终究还是看到了。嗡嗡嗡，一阵阵微鸣声响彻，在李长风的面前，2瓶气血丹静静地悬浮在虚空。看着熟悉的气血丹，这个被他称之为仙丹的东西，李长风顿时愣住了。没有过多的解释，苏雨挥手之间断开了系统和武侠世界的联系。仙人，这是在救我吗？李长风微微呢喃着。随后李长风一咬牙，努力地将那气血丹握在手中，最后服用了下去。伴随着气血丹吞入口中，浓郁的气血瞬间在李长风的体内流淌着。有了这些气血的帮助，李长生体内的伤势开始一点一点愈合。片刻之后，将2瓶气血丹全部服用完毕之后，果然如同苏雨的猜想一般，李长风活了下来。只是苏雨想象中的突破终究还是没有到来，或许这已经是这个世界的极限了。在得到了苏雨的气血丹之后，李长风恢复如初。虽然没有突破这个世界的极限，但是李长风的实力已经是这个世界的巅峰了。随后李长风收服了拜剑山庄的势力，打服整个武林，却在威名最高的时候以藏为名，改名为藏剑山庄。
血杀剑法也再没使用过了。相反，李长风开始修身养性，时不时的钓钓鱼。退隐幕后，逍遥自在，俨然过起了退休的生活。苏雨通过系统的画面，却是发现了一丝丝特殊的东西。在多年的修身养性之中，李长风竟然感悟到了第二种心剑。心剑本来就是依靠着不同人物的性格，乃至是生活阅历，领悟出不同版本的心剑。上半生，李长风沉浸在报仇之中，性格有些疯狂，领悟的乃是杀伐至极的血杀之剑。而下半生，李长风没有了仇恨，结婚生子，开启了退休田园生活，又是另外一种心态和阅历。两种不同的心态阅历，导致李长风也是同时掌握了两种不同的心剑。看着这一幕的苏雨心中也是充满了惊喜。李长风掌握了两种心剑，一旦收回交易反馈，这两种心剑都能被苏雨掌握。终于又是8天过去，武侠世界中过去了40年，李长风老了，神智也疯狂了，身上气息衰弱，就连说话都变得有些艰难了，口中不断念叨着想要再见一面仙人。只是李长生的家人并不知道李长风口中的仙人到底是何人，也从来没有听李长生说过，只当是李长风老了，脑子有些不清醒了。而苏雨透过系统，算是在这几天内见证了李长风的一生，内心也是有些惆怅了起来。伴随着李长生濒死，武侠世界内不少的顶尖高手、武林同道纷纷齐聚藏剑山庄，准备送李长生最后一程。其中更是有着李长风的仇敌，他们更是打算在李长风濒死之际覆灭藏剑山庄。藏剑山庄，李长风最后一场盛大宴席之上，这一生招惹的仇敌纷纷出手，每一个都是当时顶尖的先天高手。李长风手持长剑，以一敌十。然而如今已经老朽的他，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战力了。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便是在诸多仇敌的手中纷纷败退。苏雨看着这一幕，忍不住眉头微微一皱，只因为直到这一刻，李长风都没有使出第二种心剑。最终仇敌的剑刃刺穿了李长风的胸膛。苏雨心中微微叹息，点开了系统，准备回收交易反馈。嗡嗡嗡！藏剑山庄的广场之上，苏雨的身影沐浴在金光之中。原本已经被仇敌刺穿了胸膛的李长生看到了这一幕，浑浊的双眸之中突然有着金光爆射而出。哈哈哈！仙人，你终究还是来了！我李长风临死之前能够再见仙人，足矣。李长风癫狂地大笑着，而整个武侠世界唯有李长风这个交易的对象能够看到苏雨，其他的人都无法看到。军士以为李长风疯了，准备给李长风最后一击，纷纷爆发出恐怖的杀伐，杀向李长风。然而李长风的眼中似乎并无他们，有且只有苏雨一人。这一刻的李长风好似变成了之前那独自在山巅练剑的青年。仙人赐我仙法，今日让仙人一关。我李长风还没有让仙法蒙尘。李长风大笑着，有着泪水从他的眼眶之中滴落，只不过这些都是开心的泪水。仙人看好了，今日我李长风为仙人舞剑。嗡嗡嗡！伴随着李长风的爆喝响彻，手中的长剑仿佛充满了灵性一般，瞬间发出了一阵阵的剑鸣声。苏雨沉默地望着眼前的李长风，不知道为何，看着眼前的这一剑，苏雨仿佛在这一剑之中看到了李长风的一生。这一剑，李长风一生的浓缩，是孩童时期的仇恨，也是中年时期的意气风发，更是晚年时期的落幕。他将这一剑挥向仇敌。今日我李长风剑开天门，这凝聚了他一生之阅历的一剑，所向披靡，无人可挡。他自认仙人在儿时选中他，就是因为这一剑。一剑出，仇敌泯。这一剑炸破了天地。砰！天地之中似乎传来了一道闷响，伴随着这一道闷响的响起，整个天地都好似发生了一种极其微妙的变化。紧接着李长风的境界随之突破，心剑也随之蜕变。嗡嗡嗡！剑鸣阵阵，整个藏剑山庄之中都响起了一阵阵的剑鸣声，仿佛在为这一位剑神哀鸣一般。整个武侠世界的上限也因为李长风的这一剑拔高了一截。汹涌的剑光之下，一位位李长风的仇敌陨落当场，鲜血再度洒满了整个藏剑山庄的大地。一如的当年，挥出了这一剑，李长风望着苏雨的身影，脸上露出了笑容，发自内心的笑容，一如当初山巅之上少年得仙法的那种喜悦，一如当初手刃仇敌中年人开怀的喜悦，也是当今弥留之际再见仙人的喜悦。朦胧之间，李长风仿佛看到在自己的前方好似有着两道身影，虽然看不清容貌，但却能够从哪两道身影之中感受到无比的温暖。母亲，父亲！李长风的声音有些颤抖，泪水再度落下，他笑着哭着，一步一步朝着两道身影的方向走去。母亲，父亲，等等，孩儿！孩儿来了。伴随着李长风的落幕，苏雨感觉自己的胸口好似有着什么东西堵住了，眼前的画面开始一点一点消散。最后苏雨回到了现实世界之中，盘坐在床榻之上，苏雨面无表情，直到机械般的声音在苏雨的耳畔响起：叮，恭喜宿主星剑带回星剑9层，血杀之剑感悟。叮，恭喜宿主星剑带回60年内力。叮，恭喜宿主星剑带回天剑感悟残缺。叮，因为宿主改变李长风的命运，造成世界大幅度变动，奖励3000世界点。叮，因为宿主提升武侠世界上限，造成世界大幅度变动，奖励出走栏位增加。一道道机械般的声音在苏雨的耳朵之中响起。苏雨深呼吸一口气，缓缓站起身来，手持着练习长剑，剑招随着新剑的招式不断的挥舞着。
消化着这一次的反馈。这一次的反馈带来的60年的功力，瞬间涌入了苏雨的体内。苏雨依照着新建的剑招，一点一点地消化着李长风的60年功力。同时，在苏雨不断炼化着60年功力的时候，于苏雨的脑海之中，竟然同时浮现出了2柄虚幻小剑，一柄呈现出血红色，整个小剑之上有着浓浓的杀意浮现着，仿佛有着一种要斩尽众生的感觉。另一柄小剑则是呈现出白玉色，只不过这一柄小剑看上去残破不堪。2柄小剑均是散发着一种极其恐怖的波动，于苏雨的脑海之中回荡着。这分别来自于血杀之剑和天剑的反馈，存于苏雨的脑海之中。在修行新剑的时候，苏雨可以一点一点地感悟其中的感悟。同时，小剑存于脑海之中，更是能够作为杀招，诛杀敌人。依靠着系统带来的反馈和关于新剑的感悟，苏雨的实力提升得飞快。眨眼之间，便是1天的时间过去了。苏雨在空荡的房间之中，不停地挥舞着新剑的剑招，汗水打湿了苏雨的衣衫。而在苏雨的体内，同样是有着一股极其浓郁的气血波动，一点一点弥漫了出来。突然之间，苏雨手中的长剑猛然刺出，汹涌的气血呼啸而出，伴随着一股闷响，砰！仿佛有着什么东西突然破碎，又好似什么东西突然喷涌出一般，一股更加汹涌的气血波动于苏雨的体内弥漫了出来。气血7层，苏雨的气息瞬间暴涨，直接来到了气血7层。1天的时间，苏雨成功的炼化了来自于李长生的60年功力，修为也是直接从气血3层暴涨到了气血7层。这便是气血7层的实力吗？果然恐怖。感受着体内那犹如奔腾河流的气血，苏雨疲倦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不仅仅修为提升到了气血7层，甚至于新剑也是成功达到了2层巅峰，距离第3层感悟属于我自己的新剑只差最后一步了。苏雨呢喃着，新剑的反馈并不会直接帮苏雨提升到9层，而是以一种感悟的方式存在于苏雨的脑海之中。在苏雨的修炼过程之中，则是可以通过这种感悟掌握这种新剑方式。更重要的是，即便是苏雨新剑没有达到9层，但通过那存在于苏雨脑海之中的小剑，苏雨却是能够爆发出9层的血杀之剑，极其的特殊。9层血杀之剑可以留作底牌，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血杀之剑的感悟，提升我自身新剑的感悟。有了李长生的经验，我继续再修炼起来就变得很快了。之前苏雨一人修炼了10来天都未能修炼到第2层，可是有了李长生的经验之后，仅仅只是1天的时间，苏雨就已经将新剑修炼到了2层的巅峰。不过天剑的感悟似乎有些特殊，苏雨的眉头微微一皱。血杀之剑苏雨能够感悟到，但是天剑任凭苏雨如何调动脑海之中的天剑虚影，都无法感悟到其中的意境。莫不是需要将新剑的层数提升上去？若是苏雨没有记错的话，当初李长生感悟天剑也是在将血杀之剑提升到了9层之后，换了一种生活方式才是感悟出来的。先不管了，这次的出走不仅仅给我带来了诸多的好处，更重要的是3000的世界点和新的出走栏位。苏雨收起练习长剑，简单的洗漱一番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床上，盘坐下来，点开了系统。栏位1，距离下一次出走还剩15天。栏位2，可出走，当前可选择世界武侠世界，下一个新世界解锁需1000世界点，世界点3000。看着自己的页面，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竟然需要15天才能再次出走吗？上一次李峰也才仅仅只等了3天啊！苏雨呢喃着，莫不是交易对象交易的时间越长，所需的间隔时间越长？李长风交易了10来天，所以间隔了15天，而李峰仅仅只是半天不到，所以间隔了3天。苏雨渐渐摸清楚了系统的规律了，出走的时间越长，间隔时间就越长，甚至如果交易目标没有死亡的情况下，也无法收回交易反馈。看着新增加的出走栏位以及之前解锁的附加交易的方式，让苏雨陷入了沉吟之中。苏雨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扣响了床头柜，发出清脆的声音。像李长风这样的交易对象，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终究还是少数。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我的帮助下达到突破一个世界上限的程度的，而世界等级的上限提升能增加出走栏位。经过多次使用，苏雨心中对系统也越发了解了。与其说出走对象是那些武者，倒不如说出走对象是那一个个世界本身。我帮助出走对象，而出走对象的天资足够出众的话，就可以提升世界的等级上限，从而让我增加出走栏位，并且收到更多的反馈。这本身就是一件互利互惠的事情。以后若是遇到天赋出众的出走对象时，类似李长风这类，完全可以大力资助，使其尝试提高世界上限，让我的出走栏位也随之增加。而若是遇到天赋一般的话，也可以准备一些普通的或者说速成武学，尽量提升对方的实力，保证这一次出走不会亏。随后苏雨看向系统，在脑海中模拟道：系统，解锁下一个世界。丁，解锁下一个世界所需1000世界点，请问宿主是否确认？确认。丁，扣除1000世界点，成功解锁下一个世界。丁，下一个世界确认中。诡异世界，诡异世界。看着最新解锁的世界，苏雨眉头微微一挑，这又是一个什么世界？苏雨摇了摇头，将其放在一边，而是将目光落在了武侠世界之上。如今新解锁了一个出走栏位，苏雨自然不可能浪费的。只不过诡异世界和武侠世界，就目前的苏雨来说，苏雨还是宁愿选择武侠世界的。第一，诡异世界苏雨目前还没有看过，也不知道里面的人适不适合用新剑交易。第二，武侠世界经过李长生剑开天门，世界桎梏已然上升了一个档次，
先天境界已经不是武侠世界的巅峰了，未来可能诞生越来越多的先天之上的武者，整个武侠世界都将处于一种动荡的局面之下。这些武者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殒命。这样一来，收回交易反馈的速度就加快了。丁，您的基础剑法和新剑，因为您资质太弱，选择了离家出走。丁，每一次出走只能选择一个功法，请宿主确定功法。丁，因武学世界上限提升，当前出走需消耗200世界点。系统的声音响起，苏雨依旧选择了新剑，只不过这一次苏雨并没有特意的选择交易目标，而是随机选择了武侠世界之中的一人，如同之前交易李长风一般，将新剑交给了出走目标之后，苏雨便是退出了系统的画面之中。做完这一切，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只因为明日便是实战考核的日子了。翌日，温和的阳光复苏了整个江南城，苏雨也是从修行之中醒来，简单的洗漱了一番之后，苏雨便是匆匆的朝着学校的方向跑去。就在路上的时候，耳边传来了系统的声音：丁，交易目标已死亡，可领取交易反馈。这么快，苏雨的面色变得有些怪异。武侠世界桎梏提升必然会动荡，但是苏雨也没有想到这一次交易的目标竟然仅仅只是一个晚上就死了。即便是放在武侠世界之中，也才2-3年的时间吧。和李长风一比，这一次的交易目标只能说很一般。不过话虽这么说，但对于苏雨来说，只要能够有交易反馈，就是一个好的交易目标。收回。苏雨心中默念：定，恭喜宿主新剑带回新剑3层水行之剑。定，恭喜宿主新剑带回3年内力。定，因为宿主改变王二狗命运，奖励世界点200。顿时，一股浓郁的气血在苏雨的体内回荡。只不过3年的功力并没有增加苏雨多少的修为。脑海之中，一柄蓝色的小剑缓缓浮现，有着一股温和的波动弥漫出来。只不过和血杀之剑和天剑相比，水行之剑就显得要弱得多了，甚至于在苏雨的脑海之中都只敢占据角落的位置。这一次的出走并没有给苏雨带来太多的反馈，奖励的世界点和出走扣除的世界点相互抵消，3年功力勉强增加了苏雨一丢丢的修为。唯一不错的便是这最新的水行之剑了。苏雨看了一眼系统，2号出走栏位同样是陷入了冷却之中，冷却时间3天。果然，李长风那样的对象很少见。正如之前交易李长风的时候，苏雨想的那样，随机交易对象有风险，收益还比较小。苏雨感慨了一番之后，朝着江南一中走去。江南一中高3、8班，苏雨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或许是因为之前苏雨修为测试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气血3层的修为，使得苏雨在教室内时不时便是能够感受到众人敬畏羡慕的目光，甚至于边令辉这个班长也是时不时的在苏雨的身边嘘寒问暖的。苏雨一一回应了下去，静静的等待着。不多时，戴着金色眼镜框的李红进入了教室，目光落在了边令辉和苏雨2人的身上。同学们，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也就不说了，现在让我介绍一下这一次实战考核的负责人，来自天骄班的负责人赵勋赵老师，同时也是一位断骨境的强者。伴随着李红的声音落下，从8班的门口走进来一个身穿黑色风衣的中年人。中年人的身躯极其的魁梧，即便是风衣都差点遮盖不住他那魁梧的身躯。唯一有些不和谐的是，魁梧的身躯却是长着一双阴翳的双眸，鹰钩鼻，看上去阴沉无比。我叫赵勋，是天骄班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这一次实战考核的负责人。赵勋一双目光扫过了整个高3、8班，语气顿了顿。现在所有通过修为检测的学生可以自行选择武道班和天骄班，但是你们需要记住，天骄班和武道班的实战考核是不一样的，一旦选择了之后不可更改。若是天骄班考核无法通过，虽然也能进入武道班，但是因为没有参加武道班的考核，势必会影响你们进入武道班的名次。此话一出，整个8班中都掀起了一阵阵的哗然。边令辉皱起了眉头，本来按照他所想的，倒是可以参加一下天骄班的测试，若是运气好通过了，那简直就是太好了。而现在赵勋的话无疑是打碎了他们这种想法。苏雨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色平静，并没有因为赵勋的话面色有任何的动容。毕竟气血7层给苏雨带来了强烈的自信啊。赵勋将一众学生的反应尽收眼里，在苏雨身上的时候，目光微微停留了几秒钟的时间，但还是很快就收回了。现在开始选择班级。赵勋淡然开口，一旁的李红也是将手中班级选择的表格递了下去。有了赵勋的那一番话之后，原本一些想要进入天骄班的学生也是纷纷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在这样的规定之下，除非对自己有着极大的自信，否则谁敢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所以8班的所有人除开苏雨之外，哪怕是边令辉这位班长都选择了武道班。在轮到苏雨的时候，苏雨站起身来，将表格递给了赵勋。赵勋看着苏雨的表格，眉头微微一挑。苏雨选择的是天骄班。此话一出，8班所有学生的目光都汇聚在了苏雨身上。面对着众人的目光，苏雨的面色依旧极其的平静。或许是因为看尽了李长风的一生，苏雨的心态也有了一丝丝的改变，能够在众人的目光之下岿然不动。老师有什么问题吗？苏雨望着赵勋。赵勋咧嘴一笑，拍了拍苏雨的肩膀，道：没有问题，你的勇气我很喜欢，但仅仅只有勇气可是不够的啊，想要进入天骄班，至少也要气血5层的修为，你要不要再考虑一番？之前在观察8班学生表情的时候，苏雨的平静让赵勋对苏雨有点印象，所以在看见苏雨选择天骄班的时候，赵勋还是出言提醒了一下。气血5层吗？苏雨微微一笑，
下一刻，苏雨的身躯微微一震，紧接着一股汹涌的气息从苏雨的身上迸发而出，淡淡的血雾在苏雨的身上环绕着。这是气血7层。站在门口的李红感受着苏雨体内的气血波动，忍不住惊呼一声。一瞬间，整个高3、8班都彻底的哗然了。什么？苏雨竟然修炼到了气血7层？怎么可能？是啊，15天之前苏雨不也才气血3层吗？怎么半个月的时间直接提升到了气血7层？这个速度未免太快了吧！众人心中震惊无比。边令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呆呆地望着苏雨。明明15天之前两人的修为还是一样的，但是现在苏雨却已经是气血7层的强者了。苏雨同学这么厉害的吗？边令辉呢喃着。不仅仅是这些同学震惊了，就连赵勋这位断骨境的强者，在感受到苏雨体内的气血的时候，都忍不住眯起了双眼，双眸之中有着淡淡的光辉闪烁着。气血7层，小子很不错嘛。赵勋咧嘴一笑，同时拿出了手机，快速的输入一串信息，给我查一下江南一中高3、8班苏雨的信息。很快，手机那边便是传来了回应。看着上面回馈过来的信息，赵勋的眉头微微一挑。上面的信息赫然是苏雨这段时间做的所有的事情。15天之前还是气血3层，孤儿吗？购置了13瓶气血丹，有魄力，很好，这个小家伙我喜欢。看着上面的信息，赵勋心中对于苏雨的感官越发的欣喜了起来。在赵勋看来，苏雨的天赋是挺高的，甚至还很有魄力。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独自修炼到气血3层，并且面对实战考核，也有魄力花费全部存款购置气血丹，奋力一搏，从而达到气血7层。这样的天才正是赵勋所欣赏的。所谓武者，与天争，与地争，武道必争，唯有这样才能够走得更远。殊不知，赵勋的想法正是苏雨想要让他们这样认为的。系统的存在自然是不可能暴露的，但是由于系统的存在，自己的修为必然会快速的增长，所以为了能够掩盖修为快速增长的异样，苏雨只好将自己伪装成天才。天才虽然会受到瞩目，但却能够以天才之名掩盖系统带来的异样。而且在这高武世界，只要你足够天才，也能够受到保护。即便是有人对自己感兴趣，但由于自己天才的身份，也不敢轻易的下手，自然也就没有人会联想到系统这样特殊的存在了。很好，赵勋望着苏雨，眼中有着难以掩饰的欣赏之色。我同意了。在苏雨递交了表格之后，赵勋简单的整理了一番，大手一挥，现在跟我去参加实战考核。说罢，走路如风一般，快速的走出了教室。一众学生见状，也是纷纷蜂拥而出。实战考核依旧是在一中的室内体育馆内，只不过天骄班和武道班完全是分开的。在安排了那些接受武道班考核的学生之后，赵勋将苏雨带到了另外一个室内体育馆内。进入体育馆，仅仅只能够看到三三两两的人坐在分散的位置，而在体育馆的中央站着几个中年人，每一个中年人的身上都散发着强悍的气血波动。找个位置坐下。赵勋简单的说了一声，快步走到了几个中年人的面前。赵老师。几个中年人对赵勋倒是极其的恭敬。苏雨看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随便找了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闭上眼睛调整自己的状态。很快，赵勋的声音响起：本次天骄班考核很简单，你们面前的这个武道傀儡是星空研究所的最新产品，搭载智能芯片，精通上百种武学招式，质地坚硬，其实力可以在气血1层到气血9层之间调整。听到赵勋的声音，不少学生纷纷将目光看向了体育馆的中央。只见得赵勋的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高达2米大小的机械傀儡，更重要的是，这傀儡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极其强悍的波动。赵勋接着说道：当然，我已经将这傀儡的实力设定在了气血5层。作为天骄班的最低准入资格，必须要有气血5层，或者你的战斗力达到了气血5层。另外，如果你的实力超过气血5层，那么傀儡的实力也会随之上调，会根据你们的战斗情况进行评分，合格者方能进入天骄班。说着，赵勋拍了拍身边的傀儡，顿时傀儡的双眸之中有着一道猩红的光辉一闪而过。现在，第一个，杨云。赵勋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坏笑。被叫到的学生走到了体育馆内，望着面前的傀儡，杨云深呼吸一口气，气血激荡开来，赫然是一位气血5层的天骄。开始。伴随着赵勋的声音落下，傀儡瞬间暴动，速度之快，更是在场地之上留下了一道道残影。我操！杨云失声道，脸上有着慌乱之色。还没有等他做好准备，傀儡的拳头已然重重地轰击在了杨云的腹部。咚！伴随着一道闷响，杨云的身躯直接被击退了10多米远，最后昏死了过去。考核失败，下一个，李明。赵勋站在场地之外，拿着一个文件夹，手中的中性笔在上面写写画画，头也不抬地说道。接下来又是好几个学生接受考核，甚至还有气血6层的天骄。然而，面对实力同步提升，还精通100种武学的傀儡，即便是气血6层的天骄，依旧是坚持不了多久。来来回回，已经有了10多位的学生接受了考核，而最强的一名气血8层武者，也就是堪堪在傀儡手中坚持了10分钟，才勉强通过考核。一时间，整个体育馆内都弥漫着一种低沉的情绪。这个傀儡战斗的时间越长，他实力就越强，而且他还精通100种武学，一般人很难坚持到通过考核。不愧是天骄班的考核，难度很高啊。苏雨望着下方的考核，分析着。很快，赵勋的声音再度响起：下一个，苏雨。
听到赵勋叫到自己，苏雨站起身来，在众人的目光之中来到了体育馆的中央。赵勋也是在这个时候抬起了头。对于这个身世可怜、有着大魄力、敢孤注一掷的少年天才，赵勋是欣赏的，也是唯一一次看向了考核的学生。小家伙，让我看看你的极限吧。赵勋咧嘴一笑，眼神之中有着期许。哎，这个傀儡太猛了，没有点战斗经验，还真的很难击败他。这家伙怕是也要落败了。这哪里是什么天骄般的实战考核呀，简直就是来打击我们的。望着体育馆中央的苏雨，不少学生心中微微叹息。实在是现在已经有10多个学生进行考核了，然而能够通过的仅仅只有1、2位罢了。其中一位还是气血8层，精通了一门武学才勉强通关的。在他们的眼中，苏雨无疑也是一个炮灰。开始，伴随着赵勋的话音落下，苏雨的身躯微微一震，浓郁的气血瞬间浮现，手中长剑摆出星剑剑招，5道傀儡双眼闪烁着红光，杀向苏雨。那金属铁拳挥动，更是有着一道道的残影浮现。苏雨面色凛然，手中的长剑也是瞬间呼啸而出，自然是星剑的剑招。然而，傀儡对于武学实在是太精通了，仅仅只是一拳就破开了苏雨的剑招，裹挟着更加强悍的力量杀向苏雨。苏雨面色凝重，若是抛开李长生带来的9层的血杀之剑的话，苏雨本身的星剑只有2层，自然不能算得上精通。仅仅只是依靠着自身星剑的剑招，在傀儡那宛若狂风暴雨的攻势之下，苏雨陷入了劣势。但是苏雨的眼神却是在这劣势之中逐渐变得明亮了起来。原本对于自己的星剑，苏雨还没有任何的头绪，但是在今天赶来学校的路上收获了水行之剑之后，苏雨心中却是有了一个想法：我身负系统星剑必然会多次出走，每一次出走都会给我带来不同版本的星剑。既然如此，为何我的星剑不能够容纳诸多的星剑海纳百川，塑造成全新的星剑呢？伴随着苏雨的这个念头响起，脑海之中蓝色的水行之剑、红色的血杀之剑纷纷发出了一道道清脆的剑鸣声，有着淡淡的红蓝2种不同的能量涌入了苏雨的体内。而在别人看来，此时的苏雨依旧是落入下风。那些坐在看台之上的考生望着这一幕，也是纷纷摇头。这样下去，这个气血7层的武者也坚持不了多久啊！是啊，这傀儡精通100种武学，根本没法打呀！赵勋更是拿起了中性笔，准备在苏雨的档案之上写下自己的评语。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股玄奥的气息从苏雨的体内悠然而生。赵勋的眉头微微一挑，看向了苏雨所在的方向。只见得苏雨整个人都仿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般，手中的剑招瞬间变得极其的熟练，更是有着一股淡淡的意境弥漫了出来。这股意境之中，有着一股包容的感觉充斥在苏雨的体内。这是……赵勋眯起了眼睛，双眸之中有着淡淡的震惊之色。只见得苏雨手中长剑仿佛充满了灵性一般游动了起来。苏雨的眼神微微一凝，星剑瞬间突破第3层。此剑命名为百川之剑，海纳百川。苏雨的低喃声响起，淡淡的蓝色的光辉涌入了长剑之中。下一刻，那长剑就像是顺滑的流水一般缓缓流动，看似柔和，但是却充斥着一股锋利。噗嗤，长剑轻轻松松地弹开了傀儡的功法，瞬间在傀儡那庞大的身躯之中留下了一道道剑痕。这个小家伙竟然在战斗之中突破了！这个波动轨迹是星剑。赵勋微微有些惊讶，而且星剑突破后，这小子居然能压着气血7层的傀儡打了，说明这小子领悟的星剑很强啊。虽然3层的星剑不算什么，但是能够在战斗之中突破，可是极其罕见的呀。尤其是赵勋调查过苏雨的资料，在赵勋看来，这15天当中，苏雨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提升修为之上，武学造诣基本没有什么练过，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于战斗之中突破，实属罕见了。而此刻，苏雨脑海之中关于3层的水行之剑和血杀之剑也是一点一点融会贯通，涌入了百川之剑当中。脑海内一柄纯白色的小剑缓缓浮现，嗡嗡，剑鸣阵阵。水行之剑，苏雨低喝一声，长剑呼啸而出，犹如那奔腾的河流一般杀向傀儡，竟然直接将那傀儡硬生生的压制了。而傀儡的实力此时也随着时间来到了气血8层，但却依旧被苏雨死死压制住了。死！看台之上，原本对苏雨已经失望了的诸多的考生，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人怎么回事？一上来被傀儡压着打，现在居然占据上风了。这还是第一个将傀儡压着打的狠人啊！天骄竟然恐怖如斯吗？有人惊呼一声。赵勋同样是惊讶了一番，这小子是将傀儡当作磨练自身的磨刀石了吗？赵勋苦笑一声，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在天骄班的考核之中将考核傀儡当作磨刀石来用的人，而且还是2种不同的星剑。以赵勋断古境的修为，自然能够看出苏雨2次使用的星剑都有所不同。这个小子果然给我带来了惊喜啊！赵勋微微一笑，该结束了。苏雨眼神越发的明亮，在一次次的压制之下，他对于星剑的感悟也是越发熟悉。血杀之剑，苏雨暴喝一声，有着淡淡的血色在长剑之上弥漫出，血杀一出，必斩仇敌。这是李长风的道。噗嗤，长剑刺出，没入傀儡体内，瞬间将那庞大的傀儡硬生生的炸开。这是……看着血杀之剑出来，赵勋的瞳孔猛然一缩。第3种星剑，而且
这种威力真的是气血境的人能够斩击出来的吗？赵勋的脸上充满了震惊之色。3种星剑，虽然都只是刚刚入门，但是能够同时领悟3种星剑的，要么就是生活阅历极其丰富，那种老牌的武者，经历了一生，对于人生有着不同的感悟，或许能够领悟出不同的星剑；要么就是天赋极其逆天的存在，即便是没有丰富的阅历，也能够通过自身的天赋将其修炼出来。就年纪而言，在赵勋看来，苏雨就是属于后者。这样的天骄，竟然在我江南城出现了！望着苏雨的身影，赵勋这位断骨境的强者竟然激动了起来。或许今年的高考，我江南城要出现一位黑马了呀！赵勋现在是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于苏雨的欣赏了。等等，这小家伙竟然对星剑这么的有天赋，或许……赵勋的眼珠子转动了一下，他突然想起自己好像知道一个关于星剑的传承之地，而那个传承之地极其的特殊，唯有修炼过星剑的人才能够进入，而苏雨恰好就是这样的人。苏雨通过考核，没有任何的犹豫，赵勋直接宣布了苏雨通过了这一次的天骄班的考核。而在苏雨的档案之上，星性上佳，天赋上佳，悟性上佳。评语：学习星剑不过半月，便领悟3种不同的星剑，气血7层，便能彻底摧毁5道傀儡。此子天赋惊人，可作为天骄班首位种子培养。在苏雨的档案之上将文字写下来之后，赵勋的脸上才是露出了一丝丝的笑容。在通过了考核之后，苏雨并没有在体育馆之中逗留，而是直接回到了家里。不多时，手机上便是传来了一道信息：苏雨同学，恭喜你成功通过天骄班考核，请于明月前往天骄班营地进行学习。后面附带着天骄班营地的位置信息。苏雨看了一眼，便是将手机收起，坐在床上，苏雨沉吟了起来。我现在已经成功通过天骄班的考核了，就资源来说，肯定是不缺的。但是系统的存在，注定了我的修为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而想要掩盖修为增长过快带来的异样，就必须在天骄班内崭露头角。而且，即便是有了系统，想要快速的提升，也需要大量的资源，不管是出走还是附加交易，资源武学都是不可或缺的硬要条件。总不可能每一次出走都是星剑。苏雨呢喃着，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唯有崭露头角，或者成为天骄班的第一人，才能够获取最大的资源，从而壮大自身，同时准备未来的高考。渐渐的，苏雨对于自己的未来逐渐有了一个大致的规划。这一切都需要天骄班资源的支持。苏雨目光闪烁着，心中已然下定决心，要成为天骄班的第一人。至于其中的困难，苏雨一笑而过。想着想着，苏雨便是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睡去了。这段时间，苏雨的神经可谓是紧绷的，已经很久没有睡一个安稳的觉了。在通过了天骄班的考核之后，苏雨身上的压力也是得到了放松，所以没过多久就传来苏雨那有规律的呼吸声。翌日，良好的生物钟使得苏雨7点钟便是早早的苏醒过来。在睡了一晚上的好觉之后，苏雨仅仅只是感觉自己的身上充满了力量。简单的洗漱了一番，苏雨收拾好东西，就按照手机上天骄营地的位置走去。天骄营地的位置并不是在江南城内，而是在城外。当苏雨来到天骄营地的时候，发现已经有很多人在天骄营地等着了，这些都是通过了天骄营考核的天骄。看着前面的人群，时不时传来一阵阵骚乱的声音，苏雨眉头轻轻的挑动，忍不住走上前去。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啊？是啊，我们都来了，还让我们在外面，这不是膈应人吗？我们都是通过了考核的人，为啥还不让我们进去？一众天骄望着站在天骄营地的2个守卫，不满地说道。能够成为天骄营守卫的人，自然也不是什么普通人，每一个都是练脏劲的武者。面对着众人的不满，2人面无表情，只是淡淡的说道：想要进入天骄营地，就乖乖的在外面等着。虽然你们都通过了天骄班的考核，但还要经过一轮的测试，决定了排名之后，你们才有资格进入天骄营地。听着守卫的话，众人也逐渐平息了下来。而这个时候，苏雨却是从人群之中挤到了前面，探出了一个头，露出了看八卦的表情。咋了咋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了？2个守卫的目光看向了苏雨。当他们看到苏雨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顿时发生了变化。你就是苏雨？一个守卫拿出了手机，在上面看了一眼，随后肯定的说道：就是他，你可以进去了。守卫的态度顿时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苏雨闻言一愣，有些懵逼，但却已经被其中一个守卫拉着拽出了人群。守卫拍了拍苏雨衣服上的灰尘，笑呵呵的说道：苏雨是吧？你可以进去了。苏雨还是有些懵圈的看着2人，但还是在2个守卫的推搡之中，一步一步朝着天骄营之中走去了。而后面的众人在看到苏雨轻易的进入了天骄营地之后，瞬间炸开了锅。什么情况？凭什么他不用参加第1轮考核啊？是啊，为什么他就能够比我们先进去？能够通过天骄班考核的，要么是江南城内的天骄，要么也是4城筛选出来的天才，哪一个不是心高气傲的主？如今看着苏雨进去，他们却要在大太阳底下等待排名考核，心中的不满瞬间再度爆发了。人家是内定的第1，你们能行吗？2个守卫看着苏雨进入了营地，重新恢复了面无表情的模样，淡淡的说道：凭什么内定第1啊？他谁啊他？有本事和我打一架啊！有脾气暴躁的天骄顿时叫嚣着：是啊，凭什么他就第1啊？都没有比试过，我不服！一众天骄再度咆哮了起来。其中一个守卫看着眼前的画面，冷笑一声：好啊，你们谁能够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同时掌握3种不同的星剑，你们也能够进去。来来来，让我看看，你们当中有谁能够做到？听着守卫的话，原本还沸腾的天骄们，此刻就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样，瞬间沉默了下来。
开玩笑，星剑虽然入门极其简单，但是想要掌握不同的星剑，简直就是难如登天。更不要说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同时掌握3门了。苏雨在进入了天骄营地之后，按照天骄营内守卫的指示，来到了天骄营地的一处广场之中。此刻唯有苏雨一人进入了天骄营地，所以在广场之中，除开了苏雨之外，并无其他的人。苏雨干脆也直接在天骄营之中找到了一个练习长剑，在广场之上开始修炼起了星剑的招式。殊不知，苏雨的一切都被天骄营的负责人，也就是赵勋看在了眼里。一处房间之中，赵勋以及天骄营的几个教官坐在里面，而在他们的面前，则是一个巨大的屏幕。屏幕直接被划分了2个板块，一个板块则是此刻还在天骄营地之外的那群等待着测试的天骄，而另一个板块则是广场之上的苏雨。看着苏雨在进入了天骄营地之后，并没有懈怠下来，反而开始练习了星剑，赵勋的脸上便是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抹笑容。赵勋双手环抱于胸，淡淡的说道：“怎么样，这个小家伙还可以吧？”一个天骄营的教官微微一笑，道：“不错，即便是成为了第1名，还不浪费时间，抓紧时间打磨自己的武学，此子的心性很高。”听着其他教官对苏雨的评价，赵勋的脸上也是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毕竟苏雨可是他力排众议选出来的头号种子选手，小家伙没有让我失望。赵勋心中微微的呢喃着。很快，天骄营地之外的天骄也是通过了天骄营地的最后一个考核，划分了名次之后，纷纷进入了天骄营地内。当他们来到广场，看着不断磨练星剑的苏雨，也是不由得感慨了一番。在察觉到众人到来之后，苏雨也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摸了摸额头上的汗水，收起了练习长剑，站在广场的角落，静静的等待着。很快，广场之上的一处高台之上，几道身影走了出来，为首之人赫然便是赵勋了。在赵勋的身后，同样是有着3位身影。赵勋的出现，原本还有些喧哗的广场顿时变得安静。赵勋的目光扫过了众人，在苏雨的身上微微停留了几秒钟，也是很快的掠去。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赵勋，是本次天骄营地的总负责人，你们也可以叫我总教官。在我的身后，则是天骄营地的3位教官，都是炼脏境巅峰的强者。未来一段时间，将由我们对你们进行特训。赵勋的声音极其的响亮，哪怕是不依靠着气血的加持，也能够清晰的响彻在广场的每一个角落。苏雨闻言，不由得眉头微微一挑。3位炼脏境巅峰，以及赵勋这位断骨境的武者，不得不说，天骄营地的师资力量是真的不错呀。这时，广场之外走过来一群天骄营地的守卫，将一个个通讯手表递给了每一位天骄。赵勋的声音再度响起：“这个通讯手表是你们在天骄营地的凭证，在里面记录了你们的信息以及积分排名。天骄营地从来不是培养废物的地方，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天骄。”赵勋严肃的声音响彻广场：“排名，你们刚刚也经历了一次测试，测试的成绩就是你们目前的排名，当然苏雨例外，直接成为第1名。”听到这一句话，广场之上顿时传来了一道道喧哗的声音，更是有着一道道的目光落在了苏雨的身上。这些目光之中有嫉妒、不甘，甚至是怀疑。这一切都被赵勋看在眼里，而这也是赵勋想要达到的效果。苏雨感受到一道道炽热的目光，眉头微微一皱。虽然说第1名很好，但是单独将自己拿出来说，这不是让自己犯众怒了吗？苏雨抬起头，刚好和赵勋那戏谑的目光碰撞在一起。苏雨的嘴角微微一抽，得了，这老梆子是故意的。苏雨心中略微有些不满，不过很快，赵勋接下来的话却是让苏雨内心的不满稍微得到了释放。同时，排名每周都会变动一次，排名第1者每周将会获得500积分。按照我天骄营的算法，这500积分足以兑换5本气血境的武学。至于那些排名靠后的，尤其是前50开外的人，不好意思，每周只有50积分。顺便告诉你们，在天骄营地内，积分就是一切。只要你的积分足够，任何资源、武学、武器，甚至是富含灵气的美食，都能够兑换到。并且，你们当中应该有些家世不错的人，应该知道加入天骄营的最大好处，那就是拥有5级武库权限。赵勋的话传入了每一个天骄的耳畔，一时间，广场之上响起了一阵阵粗重的呼吸声。5级武库，苏雨听到这句话后，心中也是惊喜不已。武库，那是容纳了9州所有武学的武学库藏，是9州无数武者的心血结晶。而5级武库权限虽然并不算高，但对于苏雨这些天骄们来说，这是他们在外界很难接触到的权限。哪怕是那些家世不错的天骄，也很难拥有武库权限。所以，对他们来说，天骄营的最大好处就在这里了。而且，听总教官的意思，只要拥有积分，就能兑换5级武库中蕴藏的武学。苏雨默默想到，积分，一个足以在天骄营地之中兑换任何资源的存在。赵勋的意思很明显，想要在天骄营地内拿到资源，甚至是优先培养，必须要积分。而这个积分，就目前来看，唯有提升自己的排名才是最快的方法。顿时，又是一道道目光落在了苏雨的身上，不少天骄的眼神闪烁，心中有着属于自己的打算。诚然，苏雨乃是气血7层的强者，但是不好意思，在天骄营地之中，气血7层可不仅仅只有苏雨一人啊！一时间，这些气血7层乃至之上的天骄直接盯上了苏雨。原本就因为考核，这些天骄对苏雨并不服气，此刻更是因为赵勋的话，将他们内心对苏雨的不服气彻底的勾了出来。高台之上，一个教官看着下方广场中的一众天骄的表情，不由得眉头微微一皱。老大，你这个法子会不会太直白一些了？
这不是纯纯将苏雨推到这群人的对立面吗？要是这小子被打击了，颓废了怎么办？赵勋面无表情，双手环抱于胸，淡淡的说道：“我说了，天骄营地要的是天骄。既然是天骄，不仅仅天赋必须逆天，心性、毅力这些都要逆天，唯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天骄。若是这点挫折都扛不住了，他又有什么资格占着头号种子的位置呢？”赵勋淡淡的说着，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若是苏雨连这点困难都扛不住的话，那一处关于星剑的特殊传承之地，苏雨也就没有去的必要了。毕竟想要进入那一处地方，心性是最关键的。一时间，赵勋的目光缓缓落在了苏雨的身上。可看着苏雨的模样的时候，赵勋的表情逐渐变得有些怪异了，因为他并没有在苏雨的身上看到任何的慌张之色，反而有着一丝丝的喜色。什么情况？赵勋不知道的是，苏雨并没有察觉到四周那虎视眈眈的目光，亦或者说，即便是察觉到了，苏雨也没有在意。此刻的苏雨全身心的注意力都落在了通讯手表上面，看着通讯手表上面的信息，苏雨的目光逐渐变得火热了起来。只因为在通讯手表上面写着诸多资源的兑换积分。当苏雨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资源的时候，苏雨心中顿时欣喜无比。果然，天骄赢的是来对了，这么丰厚的资源，甚至一些在外界拿钱都买不到的丹药武学都位列其中，不愧是天骄赢啊！苏雨内心窃喜着。我现在既然是第一名，那我这周就有500积分，500积分，让我看看能购买什么。天骄赢的通讯手表自动加在了5级武库的权限。苏雨呢喃着，目光快速的在通讯手表上面的清单扫过，清单上各种功法、各种修炼设备让苏雨看花了眼，一门门在外面很难找到的武学，在5级武库的权限中都能轻易找到。突然，一个武学的名字出现在了苏雨的视野之中，吞丹法。看着吞丹法的介绍，苏雨的呼吸逐渐变得炽热起来，甚至于眼睛之中都有着明亮的光辉在闪烁着。所谓的吞丹法，便是吞服各种各样的丹药，快速的吸收丹药之中的特性，壮大自己的修为。这种武学对于修为的提升极其的迅速，甚至是同等气血境武学的数倍。但是这样的武学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容易造成根基不稳定。一个强大的武者不仅仅需要强大的气血作为支撑，同时更是需要雄厚的根基作为支撑。唯有根基强大了，才能够走得更远，才能够在同境界之中爆发出更加强大的战力。所以吞丹法的存在一般都是给实验室之中的实验人员准备的，一方面能够帮助实验人员测试丹药药性，另一方面实验人员没有时间修炼，就依靠着这样的功法提升修为。毕竟在灵气复苏的世界，一个好的实验人员同时也必须具备一个不错的修为境界，毕竟武者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若是在外界，这种武学你不加入研究所都很难获取，而现在在5级武库的权限下，这种武学自然也是会被武库收纳的。但是对于苏雨来说，这种功法简直就再契合不过了。苏雨若是修炼吞丹法的话，仅仅只需要入门就行了，然后通过出走这门功法，再通过附加交易赠送大量气血丹，这样一来就可以快速提升交易对象修为。吞丹法虽然会造成根基不稳，但是对武侠世界中那些天赋一般的武者来说，这可是实打实的绝世武学。如果我遇到天赋一般的武者的话，就可以考虑将这门吞丹法出走给对方。对于苏雨来说，李长风拥有的星剑已经足够他这段时间感悟了。而眼下面对即将到来的排名考核，最重要的是提升自身的武道实力。通过交易反馈得到的功力，经过了系统的提炼之后，对于根基不仅仅没有任何的影响，甚至于还能够强化根基，简直就是一举两得的完美功法。看着吞丹法，苏雨内心激动无比，默默地将名字记下来，准备一会儿结束之后将这门功法兑换了。之后赵勋又是将天骄营地的一些规矩给众人说了一番，便是让众人回到属于自己的营帐之中。来到营帐，身为排名第一的种子级别的选手，苏雨的营帐自然也是豪华无比的，甚至抵得上苏雨2个家那么大了。不过苏雨可不在意这些，连忙从通讯手表之上调出了吞丹法的信息，选择了购买，然后又是用剩下的400积分购买了40瓶的气血丹，彻底的将500积分清空。苏雨这才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有了吞丹法之后，我的修为便能够迎来快速的飞跃。苏雨的双拳忍不住握紧了，随后静静的等待着工作人员将武学和丹药送过来。什么？他买了吞丹法和40瓶气血丹？教官办公室内，赵勋看着苏雨的购买记录，声调都不由得拔高了几分。赵勋的眉头锁成了一个川字，一旁的一个教官同样是眉头紧锁，道：老大，你说苏雨会不会是因为1周之后重新进行的排名考核产生了压力，想要通过这种快速提升修为的武学，在短时间内强化自己的修为？听着这个教官的话，赵勋的脸色不由得有些阴沉。荒唐！那吞丹法固然提升迅速，但是身为天骄，怎么能够不顾自己的根基胡乱学习？不行，我得好好的劝一劝这家伙。赵勋马上站起身来，苏雨是他亲自选择的头号种子，可不能因为这点小事情坏了自己的根基，这样可得不偿失啊。赵勋急匆匆的从一个工作人员手中将要给苏雨送过去的武学和丹药抢走，快步的朝着苏雨的营帐走去。很快，赵勋便是来到了苏雨的营帐所在，撩开帘子，赫然便是看到苏雨在营帐之中修炼着星剑。看着苏雨废寝忘食的模样，赵勋脸上的怒容也是被融化了几分。总教官，您怎么来了？苏雨也是注意到了赵勋的到来，收起了长剑，任凭头上的汗水滴落在地上，有些手忙脚乱的收拾好东西。
虽然怒容减少了，但赵勋还是板着一个脸，重重的将吞丹法和40瓶气血丹摔在了桌子上。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情况？苏雨看着上面的东西，眼睛一亮。这不是我兑换的武学吗？怎么是总教官您送来了？苏雨嘿嘿一笑，刚刚准备上前将那东西拿过来，便是听到赵勋冷哼一声：“哼，你小子知不知道，吞丹法虽然对修为提升极其的迅速，但容易破坏根基。你这样是会废了自己的前途的。”赵勋恨铁不成钢地说着，以至于四周营地之中的天骄都听到了声音，忍不住探出头看向苏雨营帐的方向。难道就因为想要保持自己第1名的成绩，为了眼前这点利益，就白白浪费自己的天赋？苏雨眉头微微一挑，他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原来是为了这个。不过看赵勋的情况，似乎是认为自己害怕1周之后排名考核跌落第1名，才做出这样的选择。系统的存在，苏雨自然不可能说出来，只是顺着赵勋的话微微点了点头。不过教官，我有把握保证不会造成根基不稳。看着苏雨如此倔强，赵勋心中不由得有着一阵无名怒火，瞬间燃烧了起来。你简直就是朽木不可雕也！赵勋心中虽然愤怒，但望着眼前的苏雨，他依旧强压怒火。吞丹法会影响武学根基，若是你想快速提升实力，还是换一本功法为好。这本养气法是我在气血境时期修炼的武学，比你那本吞丹法好多了。说完，赵勋将功法递给苏雨，离开了帐篷。看着周围营帐探出的头，赵勋面色更加阴沉了，对着四周便是咆哮一声：“看什么看？信不信老子扣了你们的积分？”一时间，那些探出头的天骄身子微微一颤，迅速地钻回了自己的营帐之中。赵勋走了，走之前还冲着营帐之外的天骄发泄了一下自己的怒火，使得这些天骄瑟瑟发抖。直到赵勋离开了10几分钟之后，他们才是缓缓探出了自己的脑袋。总教官似乎发火了，什么情况？我看总教官是从苏雨的营帐之中出来的，难道是因为苏雨？众人窃窃私语。有靠近苏雨营帐的天骄忍不住说道：“我好像听到苏雨似乎是因为修炼了吞丹法，总教官劝解苏雨，结果苏雨不听，总教官才发了这么大的火气。吞丹法就是那个能够快速提升修为，但是会破坏根基的功法。这玩意儿苏雨也敢修炼？他是不怕自己根基断绝，以后连炼脏境都无法跨入吗？”众人听到这个消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看向苏雨营帐的眼神都发生了变化。有人冷笑一声，之前还以为他是一个人物，半个月内掌握3门不同的新剑，但是现在看来似乎也成不了什么大器。敢修炼吞丹法，当真是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说罢，众人纷纷收回了自己的脑袋，不再关注这件事情。而一切在意苏雨的天骄，在得知了苏雨修炼吞丹法之后，也是纷纷不再关注苏雨。诚然，这功法能够快速的提升修为，可是对于这些天骄来说，修炼了吞丹法就是白白浪费自己的天赋。这样的人以后又怎么可能和他们处于同一水平？看来1周之后的第1名也该换一换了。营地之中有天骄自信满满的说道。苏雨的营帐内，看着赵勋怒气冲冲的离去，苏雨微微沉默了一番，心中叹了口气之后，苏雨也便是将那吞丹法拿起来翻开，开始修炼。系统的存在自然是不可能说出去的，让赵勋误解也很正常，毕竟一个天骄修炼吞丹法本来就不正常。若不是天骄营拥有5级武库权限，苏雨也很难接触到这种特殊的武学。将内心的烦躁抛之脑后，苏雨静下心来，一点一点揣摩着吞丹法，准备将其入门。而在这一段时间之中，天骄营地之中诸多的天骄也是依靠着得到的积分，开始在天骄营地之中的各式各样的修炼设备之中修炼，争分夺秒，就是为了能够在1周之后成功拿到前面的名次。毕竟排名越高，积分也就越多呀。苏雨第1名的500积分，可是受到了不少天骄的垂涎。眨眼之间，2天的时间过去了。营帐内，苏雨缓缓睁开了双眸，双眸之中有着一丝丝的疲倦之色。在2天的时间之中，苏雨终究还是将那吞丹法彻底的入门了。没办法，苏雨的天赋不行，要是换做其他的天骄，仅仅只是半天的时间，可能就入门了。而苏雨花费了2天的时间，2天了，冷却时间也应该到了吧？苏雨呢喃着，点开了系统。栏位1，距离下一次出走还剩12天。栏位2，可出走。当前可选择世界：武侠世界、诡异世界。解锁世界暂不可解锁。世界点2000。看着可出走的第2栏位，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系统出走。定，您的基础剑法、新剑和吞丹法，因为您资质太弱，选择了离家出走。定，每一次出走只能选择1个功法，请宿主确定功法。吞丹法。苏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吞丹法。定，吞丹法，选择了离家出走，请选择出走世界。出走世界吗？苏雨的目光在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之中扫过，最终苏雨还是选择了武侠世界。吞丹法的效果，苏雨仅仅只是理论上可行，至于最终是什么效果，苏雨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苏雨选择了最熟悉的武侠世界。这样一来，即便是中途之中出现了什么变故，也能够在苏雨的控制之中。丁，此次出走需消耗200点世界点。丁，您的吞丹法，因为您的资质太差，选择了离家出走，来到了武侠世界，正在寻找交易目标。丁，交易目标选择成功。伴随着一系列机械般的声音在苏雨的耳畔响起，于苏雨的眼前顿时出现了一幅画面。武侠世界一处豪华的房间内，一个小胖子苦恼地躺在椅子上，双目无神地望着天花板。哎，天天修炼，到底啥时候才是一个头啊？
父亲也真是的，我就不是一个练武的苗子，为什么还要逼我修炼？要是能有一个靠吃就能变强的功法就好了。要是真有这样的功法，让我变得够强，享受一辈子荣华富贵，哪怕是享受完就死，我也愿意啊！小胖子忍不住地发泄道。一想到这段时间被自己的父亲折磨，天天扛着石盘跑步，小胖子泪水顿时不争气地落了下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在小胖子的面前，虚空微微的扭曲，淡淡的金光照耀在了豪华的房间内，伴随着一阵阵的仙音袅袅。紧接着，一道模糊的声音在小胖子的耳畔响起：“朱能。”苏雨看着系统上面关于小胖子的信息，淡淡开口：“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小胖子被眼前突然出现的苏雨吓了一跳，尤其是看不清苏雨的面容，更是让小胖子惊呼尖叫：“鬼啊！我打死你！”小胖子或许是受到了惊吓，整个人迸发出强大的潜力，一招猛诛扑食就要杀向苏雨。然而，小胖子的身躯竟然直接穿过了苏雨的身影，苏雨那模糊的身影就像是镜花水月一般。什么情况？朱能小胖子彻底有些懵逼了。苏雨也有些无语的望着这家伙。经过这番，苏雨也大致知道了眼前的小子是个什么德行。既然你自己想要能吃就变强的武学，那我就传你吞丹法吧。苏雨默默想到。随后，苏雨大手轻轻一挥，淡淡的光辉瞬间笼罩了朱能的身躯。朱能身躯微微一颤，他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脑海之中突然多了一门武学的信息。而在看清楚武学信息之后，朱能的眼睛之中突然迸发出了强烈的光辉。依靠着吞噬丹药就能变强的武学。朱能目光炽热地看向苏雨，我刚刚还想要这样的武学，没想到就落在我的头上了。突然，朱能的脑海之中闪过了一个传说，据说在数十多年前，藏剑山庄庄主李长风便是受到了仙人指点，从而剑开天门，走到了整个世界无人抵达的宗师之境。而现在看着身影模糊的苏雨，朱能的小心脏忍不住跳动，口干舌燥地说道：“你不会是传说中的仙人吧？”也不知道是因为心理作用还是啥，朱能越看苏雨的身影，越觉得对方就是传说中的仙人。一时间，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多谢仙人赐法，多谢仙人赐法。说着说着，朱能更是直接跪在了地上，对着苏雨就不停地磕头。苏雨看着这一幕，嘴角微微一抽。好家伙，武侠世界的人都这么懂事吗？之前的李长风也是直接把自己当作仙人了，现在的朱能也是。不过吐槽归吐槽，该有的环节还是必须要有的。苏雨挥手之间选择了附加交易。丁，正在进行第一次附加交易，扣除100点世界点。丁，扣除成功，开始附加交易。苏雨注意到这一次的出走仅仅只是第一次附加交易，世界点就扣除了100。难道随着武道世界的上限提升，附加交易的世界点扣除也越来越多？苏雨的眉头微微一皱，随后直接选择了10瓶气血丹，通过附加交易落在了小胖子的面前。恢宏的声音从苏雨的口中响起：“吞丹仙法，吞噬万千丹药，只需要不断吞噬丹药就能够提升修为。此为造化先天丹，服用此丹，依靠着无传授于你的吞丹仙法，快速步入先天。若是造化先天丹服用完了，依靠着吞丹仙法，吞噬普通的丹药，也能够快速的提升修为。”苏雨脸不红心不跳的将吞丹法和气血丹改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不过你须得注意，吞丹仙法虽然能快速提升武道修为，但是也容易造成根基不稳。听着苏雨的话，朱能的小眼睛珠子之中更是有着明亮的光辉在迸发着。多谢仙人，多谢仙人。朱能磕完头，目光火热地望着眼前的10瓶气血丹，他现在只想快速修炼吞丹仙法，从而快速提升修为。对于苏雨的叮嘱，他则压根抛在了脑后。有了这等仙法，老爹总算不会让我天天练武了吧？不愧是仙人啊！朱能感慨着，刚刚想要抬起头看向苏雨，结果却是赫然发现苏雨的身影竟然消失不见了，唯有那悬浮在半空之中的气血丹证明苏雨来过。没想到我朱能这辈子也能够有如此机缘，有了这样的仙法，说不定我就能够如同藏剑山庄的创始人一般，剑开天门，步入传说之中的宗师之境。朱能连忙小心翼翼地抱着气血丹回到房间内开始修炼。仅仅只是1天的时间，依靠着吞丹法和10瓶气血丹的效果，朱能直接修炼到了先天中期，堪比蓝星之中的气血5、6层的强者了。武侠世界的先天相当于蓝星的气血劲武者，先天之上则是堪比蓝星的炼脏境强者。仙人果然撑不起我。感受着体内传来的雄浑的能量，朱能小胖子的脸上就忍不住露出了兴奋的笑容。以我现在的修为，即便是老爹也不是我的对手了吧？嘿嘿，看你还敢不敢让我天天修炼。朱能盘坐在床上，兴奋的手舞足蹈。只是朱能看着已经吃完了的气血丹空瓶，没有了仙人的造化先天丹，我后面想要提升修为可就要慢很多了。朱能在武侠世界之中家境也算不错了，也吃过很多的顶尖丹药，但是和气血丹相比，明显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天下。不管了，反正只用吃丹药就能够提升修为，还管那么多干什么？以我现在的修为，放眼整个世界也是一流的强者了。另一边，营帐内，苏雨在看到朱能修炼到了先天中期之后，便也不再关注。现在吞丹法也已经交易过去了，只需要等待最后的反馈了。看朱能的样子，一天吞噬这么多的气血丹，恐怕要不了多久，他根基就会不稳了。他似乎压根没把我的提醒放在心上。苏雨的微微摇头，对于朱能，他并不是很在意。朱能的心性在苏雨看来太过一般，根本没那个可能打破世界等级上限，所以苏雨并不打算全力去帮助朱能提升。也不知道这一次能够给我带来多少的反馈，但是这段时间
还是要感悟李长风的血杀之剑，将星剑提升到9层之后，才好领悟那天剑。对于李长风回光返照展出的那一剑，苏雨可谓是眼馋得很啊。苏雨能够肯定，自己若是掌握了天剑，自己的战力必然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于是，苏雨拿起了练习长剑，开始修炼星剑的剑招，同时脑海之中血红色的血杀之剑也是一点一点开始感悟了起来。很快，4天的时间过去，在4天的时间之中，苏雨每时每刻都在修炼星剑。虽然苏雨的天赋不行，但是李长风反馈来的关于血杀之剑的感悟，可是就印刻在苏雨的脑海之中，只需要花费时间将其中的感悟一点一点消化就行了。这个对于天赋的需求可就低很多了，更是类似于传说之中的醍醐灌顶。4天的时间内，苏雨也是成功的将血杀之剑修炼到了第7层。至于水行之剑本身就只有3层的感悟，苏雨自然也是毫无进展。这一天，苏雨停下了修炼，打开了系统，观看起了武侠世界之中的发展。蓝星的4天在武侠世界之中可是足足过去了20年了。当初的朱能此刻也是成为了冠绝武侠世界的顶尖高手了。依靠着吞丹法，朱能更是修炼到了先天巅峰之境。由于其喜好吞噬各种食物、天材地宝以及丹药，更是被江湖人称猪王的称号，一时间风光无限。但是透过系统，苏雨一眼便是看出了朱能体内的能量极其的混乱，根基也是极其的薄弱，就像是没有打地基的高楼大厦一般，随时都是摇摇欲坠的状态。无数药材、丹药药性的积累，早已让朱王体内混乱一团。只不过这家伙并没有察觉到体内的异样，还在不停的吃喝着。其武道根基恐怕要不了几年就会彻底崩塌，导致武道修为全废。虽然和李长风同样处于先天巅峰，恐怕李长风一剑就能够废了这家伙。苏雨算了算时间，自从自己修炼吞丹法开始，用了2天的时间，而交易的时间也是过去了4天，距离下一次的排名考核也就在明天了。明天就是排名考核了，或许今晚这朱能就能给我带来反馈了。苏雨叹了口气。入夜，繁星点点挂满了整个夜幕。一座偌大的庄园内，一个体型极其肥硕的中年人整个人蜷缩在硕大的椅子之中，身边更是摆放着诸多的美食。中年人一把抓起了一个极其肉泥的猪肘子，大口大口的吃着，足足吃了1炷香的时间，中年人都没有停下的意思。此人赫然便是几天之前苏雨通过系统交易的人，朱能，如今更是江湖人称猪王。对于这个称号，朱能不仅仅没有恼怒，反而有些得意的样子。别看如今的朱能体型极其的肥硕，但是一身实力在整个江湖之中的都是数1数2的存在。唉，朱能吃着吃着突然叹了口气，眼神之中有着一丝丝抑郁之色。卡在先天巅峰已经这么多年了，以前还有着仙人赐下的先天造化丹，我能够快速的提升到先天中期，而在没有了仙人的先天造化丹之后，我的修为进步的越来越慢了，足足10多年才堪堪从先天中期修炼到先天巅峰。朱能摇了摇头，年幼的他不喜修炼，可是伴随着苏雨赐下的吞丹法之后，朱能在整个武林之中已然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却是有些止步不前了。在尝试了强大的武力带来的荣华富贵之后，朱能心中更是萌发出了一个巨大的野心，他想要如同当初的李长风一般，剑开天门，走到先天之上的境界。毕竟他可是天赐之人啊！在他看来，有仙人传法的他已然成为了这个世界的气运之子，若是连他都无法跨入那一步的话，整个武侠世界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做到的。在朱能叹息之间，眼前的虚空微微的扭曲，有着淡淡的金光开始在虚空之上迸发。这是看着眼前的金光，朱能的双眸猛然一缩，这熟悉的感觉，熟悉的画面，一瞬间朱能兴奋起来了，丢下了手中的猪肘子，猛然站起身来。轰隆隆，庞大的身躯踩在地板上，更是将地板都踩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然而朱能就像是没有察觉到一样，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的虚影。仙人！朱能兴奋地大叫着。朱能，当年传你吞丹仙法的时候，我叮嘱过你，吞丹仙法容易造成根基不稳，而你似乎完全没有在意。你可知道，你现在的武道根基要不了几年就会彻底崩碎？苏雨看向朱能的眼神中有些无奈。朱能闻言，豆大的冷汗从宽大的额头滴落。仙人，这可如何是好？我这些年也隐隐察觉到了武道根基不稳，可我没想到根基会差到这个地步啊！还请仙人救我！朱能毫不犹豫，直接跪在了苏雨面前。苏雨则淡淡开口：难，极难。这些年你体内药性堆积，武道根基绝不是说改善就能改善的。不过有个法子，你倒是可以尝试一番。苏雨话锋一转：你可知当初的李长风为何能剑开天门？为何剑开天门？莫不是？朱能呢喃着，而后双眸之中有着金光闪动。难道那李长风也是仙人赐法之人？朱能大叫一声，兴奋地说道。苏雨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你现在的武道根基坚持不了几年了，不如进行最后一番尝试，若是能够突破，也许就能重铸武道根基。是否要最后一搏，全看你自己。苏雨说了2句后便不再开口，而眼前的朱能却是通过苏雨的这一番话脑补了许多情节出来。那李长风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家伙，却能够一跃成为武林霸主，原来是有仙人赐法。既然那李长风能够剑开天门，为何我朱能不能吞噬天门？刹那之间，朱能的心中荡起了一种豪迈的气息，他猛然跪在地上，对着苏雨便是一拜：还请仙人赐我仙丹，
助我跨入宗师之境。我朱能虽然贪生怕死，也怕吃苦，但既然现在情况差到那种程度了，我朱能也愿意最后一搏。朱能语气狂热，双眸之中更是有着炽热的光辉在闪烁着。看着眼前朱能的情况，苏雨也是点了点头。他没看出来，这朱能虽然心性一般，但关键时候也有闪光点。既然朱能想尝试，那便给他一次机会。想到这里，苏雨挥手之间，30瓶气血丹涌入系统当中。系统附加交易，苏雨心中默念着。丁，正在进行第2次附加交易，扣除200点世界点。丁，扣除成功，开始附加交易。一系列的机械声音在苏雨的耳畔响起，紧接着30瓶气血丹凭空出现在了朱能的面前。看着眼前熟悉的丹药，朱能的双眸之中有惊喜之意。这是造化先天丹。仙人，您这是？朱能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抬起头来看向苏雨。对此，苏雨仅仅只是淡淡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苏雨挥手之间断开了链接，虚影也是化作了点点的金色的光辉碎片，消散在了天地之间。到虚影消失之后，朱能感慨了一番，不愧是仙人，如此手笔，竟然眼睛都不眨一下。不过，朱能的目光落在了眼前的30瓶的先天造化丹之上，双眸之中有着炽热的光辉闪烁着。现在的我也有了跨入宗师之境的资格。翌日，武侠世界江湖之中突然传出了一个劲爆的信息：诸王即将在以前的藏剑山庄的旧址突破宗师，以仿昔日血杀剑神的事迹。一时间，整个武林彻底的震动了。有人质疑，有人激动，也有人怀着怀疑的心理。这些年，李长风当年的事迹早已成为了一个传奇，无数先天武者效仿，却终究没有一人能够突破宗师之境。诸王即将突破的消息传出来，无疑是在河水之中扔下了一个炸弹一般，瞬间溅起万千浪潮。于是乎，诸多武林高手纷纷前往了藏剑山庄的旧址。藏剑山庄旧址，那一日，诸王当着众多武林高手的面，一口气吞下了30瓶的气血丹。在气血丹浓郁的能量的加持之下，诸王更是将吞丹法运转到了极致。刹那之间，气息涌动，风云变化，有恐怖的力量从诸王的体内瞬间喷涌而出。哈哈，昔日血杀剑神剑开天门，今日且看我诸王吞噬天穹。诸王的大笑声响彻藏剑山庄的旧址，气势如虹，一如当年的血杀剑神一般。底下的众多武林高手心神荡漾，震惊地望着虚空之上的诸王。宗师之境，诸王跨入了宗师之境。然而，就在所有人都震惊的时候，诸王的身躯却是微微一颤，紧接着他的脸色变得扭曲了起来。他分明感受到，在突破了宗师之后，自己体内的气血竟然瞬间紊乱了起来，变得极其的暴躁，以至于他的肌肤都因为暴躁的气血而变得通红无比。这怎么回事？诸王虽然有所准备，但此时依旧是惊慌无比。嗡嗡嗡！苏雨的虚影缓缓浮现在诸王的面前，看着眼前模糊的虚影，诸王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欣喜地望着眼前的虚影。仙人救我！然而，在朱能喊出这一句话的时候，便是后悔了。他知道自己彻底失败了，而眼前的仙人恐怕也帮助不了他。仙人，我朱能这是彻底失败了吗？不，仙人，您一定有办法的，您一定有办法帮助我的，求您了，求您了，求您救我呀！而苏雨面对朱能的请求，却只能无奈一笑，随后缓缓道：“我救不了你，你这最后一搏终究还是失败了。”对于朱能，苏雨也给予了他足够的实力，也给予了他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光，就连最后一搏的机会，苏雨也给了朱能。苏雨说完这句话后，双眼之中只剩下了平静，除了这种情绪外，朱能再也看不出其他情绪了。朱能的心神微微一震，虽然早有失败的心理准备，当面对失败的结果时，在这最后的生死关头，朱能还是觉得自己无法接受。仙人，您为何不语？仙人，您无所不能，您一定能够救我吧？昔日赐下仙法的仙人，此刻在朱能的眼中就如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朱能不甘地怒吼着，而下方的武林高手仅仅只能看到朱能对着一处空气怒吼，却是连苏雨的身影都看不到。朱能怎么了？什么情况？众人面色不解，窃窃私语。然而，即便是朱能再如何的不甘，苏雨依旧是面色平静，静静地望着朱能。朱能见状，如何还不能明白自己已经彻底没救了，而仙人也不会再帮他。想到这里，朱能心中却对苏雨充满了仇恨。仙人，你为何见死不救？既然见死不救，当年又为何传我仙法？朱能惨笑一声：“仙人，哈哈，仙人误我，哈哈哈哈，仙人误我呀！”朱能惨笑声，声音传遍整个藏剑山庄的旧址。下方的一众武林高手看着宛若癫狂的朱能，心中越发的不解了。仙人？哪里有什么仙人？不对，当初血杀剑神突破宗师之境的时候，似乎也提起过仙人二字。不少武林高手心神震动。哈哈，哪里有什么仙人？你不是仙人！朱能惨笑着，手指指着面前的苏雨：“你分明就是一个邪魔呀！”伴随着朱能最后一个音节落下，下一刻他再也无法压制体内那暴躁的气血之力了。咚！一道闷响在整个藏剑山庄的天空之上响起，漫天血雨再度挥洒了整个藏剑山庄的大地，一如当年血杀剑身突破至极，一剑诛杀10位先天巅峰一般。所有人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心神犹如激起了千层浪潮。朱能弥留之际说的话语，竟然和当年的血杀剑神所说的一模一样。一时间，在整个武侠世界之中，突然有了一个传言：欲登宗师，须直面神魔。丁，
恭喜宿主吞丹法带回60年功力。丁，因为宿主改变猪能的命运，造成世界小幅度变动，奖励1500世界点。伴随着系统的提示音响起，苏雨面无表情地关闭了系统。蓝星营帐内，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缓缓睁开了双眸，眉头也是在这个时候皱了起来。只有60年的功力吗？苏雨呢喃着，不由觉得这个猪能和李长风相比，简直就是废物了。伴随着交易反馈的回归，60年的功力瞬间涌入了苏雨的体内。在系统的转化之下，60年功力逐渐化作了汹涌的气血，在苏雨的体内不断的冲刷着。伴随着气血的冲刷，苏雨的气息也是在一点一点壮大了起来。气血境的提升越到后面越难，而且武侠世界的内力虽然是60年内力，但其本质远不及气血之力，在转化时也有一定的损耗。气血8层，气血9层，一直到了气血9层，体内的功力都还没有转化完毕，但是苏雨却压制了修为的提升。剩下的功力虽然还有一些，但是想要继续晋升是不可能的了。苏雨站起身来，拿起了练习长剑，按照新剑的招式一点一点修炼了起来。脑海之中血红色的血杀之剑微微的颤抖，有着诸多的感悟涌上苏雨的心头。渐渐的，苏雨的招式越发的熟练，对于血杀之剑的感悟也是越发的深厚了起来。一夜无眠，翌日，骄阳轻轻地爬上了天穹，阳光挥洒下来。营帐内，苏雨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汹涌的血杀之意。在一晚上的时间中，依靠着海量的内力和脑海之中李长风反馈而来的血杀之剑的感悟，苏雨也是成功的将血杀之剑领悟到了第9层。此刻的苏雨战力已然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雨缓缓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即便是一夜无眠，但是伴随着修为的突破，苏雨的精神反而无比的充沛。苏雨简单的洗漱了一番，趁着距离考核还有一段时间，苏雨打开了系统页面。栏位1，距离下一次出走还剩8天。栏位2，距离下一次出走还剩8天。当前可选择世界：武侠世界 LV2， 诡异世界 LV4， 解锁世界暂不可解锁。世界点3000。看着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系统页面，苏雨的眉头微微一蹙。世界多了一个等级。苏雨沉吟了片刻，他赫然的意识到，原来世界是有等级的，而且世界的等级不同，那么出走所需要耗费的世界点也是不同的。原本的武侠世界仅仅只是1级世界，但是伴随着李长风剑开天门，打破了世界桎梏，强行将武侠世界提升了一个等级之后，下一次出走的世界点则是翻倍了。还有这个诡异世界，苏雨看着诡异世界后面的等级，眼睛微微眯了起来，竟然是4级世界。还好自己没有轻易尝试出走诡异世界，否则以诡异世界4级的等级来看，在自己没有完好的准备之前，恐怕得不到什么好的反馈。不过等下一次出走冷却结束，我就能够尝试出走诡异世界了。苏雨很清楚，就目前来说，武侠世界的反馈已经不能给自己带来太多的提升了。自己若是想要通过反馈的功力提升到炼脏境的话，至少都需要100年的功力，而武侠世界之中最高的也不过就是60年功力罢了。简单的思索了一番之后，苏雨关闭了系统页面，重新站起身来，目光清澈无比。现在的我，气血境已经没有对手了吧？气血9层，9层血杀之剑，3层水行之剑，3层百川之剑，更是有着领悟了血杀之剑第9层之后领悟的天剑。苏雨的双眸之中有着金光闪烁着，这一次的第1名依旧只能是我啊！苏雨淡淡的声音回荡在营帐内，旋即迈开步伐，缓缓朝着广场的方向走去。今天乃是排名考核的日子，苏雨缓缓来到了广场，等待着赵勋他们的安排。不仅仅是苏雨，天骄营地内的其他的天骄也是纷纷汇聚在了广场之中，一道道目光隐晦的在苏雨的身上扫过，每一道目光都带着炽热的光辉。苏雨的第1名现在可是被不少人觊觎着啊！尤其是几天之前，赵勋因为苏雨的事情大发雷霆，更是让这些天骄以为找到了机会，能够在这一次的排名考核之上夺走苏雨的名次。这些隐晦的目光自然是没有逃过苏雨的感官。在提升到了气血境9层之后，苏雨的武识已经达到一种极其恐怖的层次。要知道的是，气血9层放在武侠世界之中，已经算得上是先天巅峰的层次了。不过苏雨并没有在意这些目光，而是微微闭上了眼睛，假寐等待着赵勋等一众教官的到来。很快，赵勋带着天骄营地的3个教官缓缓出现在广场的高台之上，一双虎眸扫过了下方的一众天骄，在看到苏雨的时候，面色明显阴沉了几分。直到现在，赵勋都还因为苏雨选择了吞丹法耿耿于怀。今日开启排名考核，跟我来。或许是因为苏雨的存在影响到了赵勋的心情，赵勋并没有多说些什么，只是板着脸说了一句就朝着一处走去。众人也没有在意，乖乖地跟在赵勋的身后。很快，众人便是来到了一处巨大的房间之中，在房间内更是摆放着一个个宛若休眠舱一般的东西。不少天骄看着眼前这种新奇的玩意儿，忍不住露出了好奇的神色，不断地打量着。这时，赵勋的声音继续响起：今日的排名考试便是进入虚拟舱之中，以大逃杀的方式进行排名。大逃杀？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对于这样新颖的方式，苏雨倒是有些好奇。不仅仅是苏雨，其他的一众天骄听到赵勋的话，也是露出了好奇的神色，等待着赵勋介绍规则。赵勋淡淡的开口道：每人依次进入虚拟舱之中，通过虚拟舱在虚拟世界中形成人物，在虚拟世界之中会根据虚拟舱内扫描出来的信息，保证你在虚拟世界内的实力。可以说，除了在虚拟世界死亡现实并无任何影响之外，虚拟世界内和现实没有什么两样。
听着赵勋的话，苏雨微微有些惊讶，现在的科技已经这么刁了吗？同时，赵勋顿了顿，所有人随机出现在地图的各个地方，击杀对手可获得1分，根据被淘汰时身上的分数和被淘汰时间决定最终的胜者。所以，在这场考核之中，不仅仅考验你们的生存能力，更重要的还是实战能力。当然，你们也可以选择抱团，并且赵勋的目光缓缓落在了苏雨的身上，击杀第1名，奖励10积分。此话一出，苏雨顿时感受到停留在自己身上的目光骤然变多了。本来不服苏雨的人就很多，此刻在听到赵勋说的击杀苏雨，分值更是达到了10积分。一瞬间，一道道炽热的目光在苏雨的身上扫过。天骄营地之中也就200人，平均下来7、8积分已经能够占据很高的名次了。而现在只需要击杀一个苏雨，就能够保证自己的积分占据前列。此刻，不仅仅是那些想要不服苏雨的天骄，甚至于就连那些排名靠后的天骄都忍不住对苏雨心动了。看着众人的表情，赵勋心中对苏雨的怨气也是稍微减少了几分。这个规则并非是赵勋独立加进来的，而是排名考核的一贯规矩。听着赵勋的话，苏雨也是眉头微微一皱，但是很快也就释然了。现在各自进入虚拟舱。赵勋大手一挥，让工作人员开启了虚拟舱。一众天骄纷纷来到了一个虚拟舱内，随后躺下。苏雨自然也是如此。只是苏雨刚刚来到虚拟舱旁边，一个平头青年笑呵呵地拦住了苏雨。占据第1名的滋味如何？你说，你这一次要是从第1名跌落下来，会不会想不开啊？苏雨这边的情况瞬间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那不是江北的王猛吗？他竟然也盯上苏雨了，看来这一次苏雨要倒霉啊！可不是嘛，这位可是这一次排名考核之中最有机会拿下第1的狠人啊！看着苏雨和王猛这边的情况，不少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不是因为苏雨，而是因为王猛。在营地的这段时间，苏雨一直没有走出过自己的营帐。反观是江北城的王猛，这段时间渐渐在天骄营地之中闯出了名声，更是被赵勋亲自指点过一次，惹来了不少人的羡慕。众人没有想到，还没有进入虚拟空间，王猛竟然直接就找上苏雨了，这是打算硬碰硬啊！更有人戏谑地望着苏雨，想要看到苏雨吃瘪的模样。然而面对着笑呵呵的王猛，苏雨却是疑惑地开口：“不好意思，请问你是？”或许王猛这段时间在天骄营地之中名声颇高，但是苏雨还真的不认识。王猛脸上的笑容顿时变得僵硬了，他深深地看了一眼苏雨，甩下一句狠话道：“哼，你最好祈求在虚拟空间内遇不到我，然后呢，遇到了会咋样？”苏雨依旧疑惑地看着王猛，真诚永远是最好的必杀技。苏雨的连续追问，瞬间让王猛心态有些崩了，强忍住在此刻动手的冲动。王猛深呼吸一口气，道：“咱们走着瞧。”说罢，或许是不想看到真诚的苏雨，王猛转过身去，就朝着自己的虚拟舱走去。看着王猛的背影，苏雨的嘴角微微勾勒出了一抹弧度，转身躺进了自己的虚拟舱。躺在虚拟舱内，伴随着一道道红色的光线扫过了苏雨的全身，苏雨的身躯微微一抽，眼前的画面瞬间扭曲，紧接着一束光亮出现在了苏雨的视野之中。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束光芒逐渐变得耀眼了起来。渐渐的，一幅绿油油的景色出现在苏雨的视野之中，四周无数的参天古树静静的扎根大地，伴随着清风的吹拂，树叶哗哗作响。苏雨缓缓站起身来，心念微微一动，手中竟然直接浮现出了一柄金刚长剑，有点意思，竟然还能够直接幻化出武器来。苏雨淡淡一笑，目光环顾了一下四周，手握着长剑，一步一步朝着森林树海之中走去。狩猎该开始了呀！房间内，当所有天骄都进入了虚拟舱后，房间内升起了一个巨大的光幕，光幕之中赫然便是每一个天骄的画面了。赵勋和一众教官则是惬意地坐在房间内，看着面前的光幕。光幕之中，不少天骄在进入了虚拟世界之后，便是开始找到同城的天骄，准备联手。毕竟天骄营地是5城联合开办的，其中不仅仅只有江南城的天骄，还有来自于其他城市的天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尤其是赵勋专门提醒了，能够抱团之后，大部分的人第一念头自然是找同城的人抱团，除非是那种对自己的实力极其自信的天骄，才会选择单打独斗。但这种终究还是少数，毕竟这一次的排名考核不仅仅是猎杀其他的天骄，更重要的还是坚持的时间。至于苏雨，已然成为了这些天骄的眼中钉，哪怕是江南城，也是有诸多的天骄对苏雨不服气的。画面之中，不少天骄已然抱团取暖，开始在虚拟世界内小心翼翼地生存着。而在苏雨的画面之中，苏雨宛若一只独狼一般，游走在森林树海之中，直接开始猎杀其他的天骄。苏雨并没有直接将血杀之剑展现出来，而是选择了百川之剑猎杀天骄，以推动对百川之剑的感悟。噗嗤，伴随着长剑刺入血肉的声音响起，苏雨轻轻松松的便是将一位落单的天骄斩杀，随后尸体化作了斑驳的碎片，消散在虚拟世界之中。第3个了，苏雨微微呢喃着，同时双眸之中也是有着一阵阵的光辉闪烁着。在连续猎杀了3位落单的天骄之后，苏雨在百川之剑的造诣也是在一点一点增加，希望这次的考核能够让我的百川之剑更上一层楼。苏雨呢喃着，随后面无表情的继续遭森林树海之中找寻落单的天骄。而这一幕也是落在了赵勋等人的视野之中。一个教官看了一眼，忍不住摇了摇头，道：“可惜了这样的好苗子了，竟然能够修炼到气血9层，看来这小家伙最终还是没有忍住修炼吞丹法啊！”
其余的2个教官同样是点头认可。要知道，气血境到了后期，想要突破本就极其的困难，而苏雨却能够在短短1周的时间晋升到这一步，不是修炼了吞丹法，又是什么？然而，在3个教官的前面，赵勋双手环抱于胸，目光死死地盯着画面之中的苏雨，双眸之中更是有着一抹金光闪烁着。这个小家伙的根基竟然如此牢固。身为断骨境的强者，赵勋的眼光自然是其他3位教官不能比拟的。其他的3位教官看不出苏雨的根基，但是赵勋一眼便是看出来了。可是这个小家伙又是怎么做到的？一时间，饶是赵勋都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眼界太低了？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有这种天才？哪怕是修炼速成功法，也比一般人拥有更加扎实的根基。当下，赵勋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苏雨的画面之中。虚拟世界内，苏雨的面前有一位天骄的身躯化作了一阵阵碎片，消散在天地之间。这已经是苏雨猎杀的第7位天骄了。此刻，苏雨的分数也是来到了恐怖的7分。但是越到后面，还能够存活下来的天骄也就更加强大。刚开始的时候，苏雨甚至能够看到气血5、6层的落丹天骄，但是到了后面，更是只有气血7、8层的天骄落丹了。而苏雨的百川之剑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杀戮之中，从3层提升到了4层。现在苏雨仅仅只是依靠着百川之剑都有些吃力了。毕竟能够留在后面的天骄，哪一个不是将气血进功法修炼到后期的妖孽？苏雨能够以仅仅4层的百川之剑将其击杀，都还是因为强悍的修为支撑着苏雨。苏雨继续在森林树海之中行走着，没有半点隐藏自己身影的冲动。很快，苏雨缓缓停下了脚步，只见得在苏雨的面前有着3道人影，正在以一种炽热的目光看着苏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散发着一股强悍的波动，赫然都是气血7、8层的天骄。苏雨为首之人望着苏雨，顿时露出了欣喜的神色。这段时间，这个3人小队依靠着强大的实力和抱团，也是成功击杀了不少天骄。但所有杀的天骄得到的分数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个苏雨啊！毕竟苏雨的身上可是有着10个积分的奖励的。然而，苏雨望着眼前的3人，却是不由得叹了口气。而这一幕落在了3位教官的眼中，这是准备放弃了吗？不过也是，即便是苏雨达到了气血9层，但是仅仅只是掌握了4层星剑的他，面对着3位气血7层之上的天骄，还真的不一定是对手。一个教官不由得惋惜地说道。然而一旁的赵勋却是摇了摇头，眼睛微微眯起了。不一定。为啥？3个教官听着自家大哥的话，不由得疑惑了起来。赵勋的嘴角微微上扬，淡淡的说道：“这个小家伙可不仅仅只是掌握了一门星剑啊！”听到这一句话，3位教官的身躯微微一震。这个时候，他们才是忽然想起，苏雨之所以能够以第1名的身份进入天骄营地，是因为对方同时掌握了3门星剑。可是1周的时间，即便是苏雨还掌握着其他的星剑，也未必能够提升到很高的层次吧？有教官疑惑地说道。1周的时间，即便是依靠着吞丹法，想要修炼到气血9层，都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更不用说还要提升功法了。这在3位教官眼中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赵勋深深地望着眼前的屏幕，要是换做别人，或许不可能，但是这个小家伙，我可看不透啊！赵勋的声音在房间之中回荡开来。虚拟世界，苏雨望着面前的3人，微微叹了口气，手中的金刚长剑轻轻舞动了一个剑花。下一刻，苏雨的眼神变得极其的凌厉，一抹血红色在长剑之上一闪而过。嗡！伴随着一道清脆的剑鸣响起，苏雨的身影宛若一道猩红的幽灵一般，瞬息之间便是闪烁到了3位天骄的面前。血杀！淡淡的低喃声响起，3个还在兴奋的天骄表情瞬间凝固了。紧接着，3人的身躯瞬间被斩成了2段，化作了星光，消失在了天地之间。砰！房间中，3位教官猛然站起身来，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屏幕。这是9层星剑，9层星剑！房间之中，3个坐着的教官猛然站起身来，目光骇然地望着屏幕之中的画面。画面之中，苏雨宛若一位血色杀神一般，以一种极其霸道锋利的气势，瞬间斩出一剑，血色的剑影呼啸而出。仅仅只是一瞬间，3位最弱都是气血7层的天骄，竟然直接陨落了。如此恐怖的战力，在苏雨的手中，竟然无法坚持一个呼吸的时间，这是什么概念？而且更恐怖的是，房间内的教官最差的都是炼脏境巅峰的强者，他们很清楚，若是能够在气血境就将武学修炼到巅峰的话，甚至有机会在炼脏境就掌握意境。赵勋双手环抱于胸，手指更是忍不住的颤抖，双眸之中有着金光爆射而出。气血境掌握9层星剑，此子有望在炼脏境掌握5道意境。赵勋的内心在咆哮着，他很清楚，苏雨若是想要进入那一处特殊的传承之地的话，必须掌握星剑的意境。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天骄班测试的时候，赵勋看到苏雨掌握了3门不同的星剑的时候，毫不犹豫将苏雨定为了头号种子，就是因为掌握的星剑越多，说明对方对于星剑的领悟越强，领悟越强就越能够领悟意境，从而进入那一处特殊的传承之地。只是让赵勋没有想到的是，短短1周的时间，苏雨竟然直接将血杀之剑领悟到了第9层。如此恐怖的天赋，即便是赵勋这辈子也没有见到如此恐怖的妖孽啊！原本赵勋对苏雨的失望，在这一刻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重视。这样的天骄，又岂是我这般眼界能够指点的？此子的天赋远超5成所有天骄。
赵勋心中激动着，同时他也做了一个决定，之后苏雨的任何选择他都不会插手，他可不想因为自己那浅薄的见识而毁了苏雨。其实这个想法从苏雨修炼到气血9层，根基反而无比的凝实之后，赵勋就有了。而现在苏雨展现出来的9层血杀之剑，更是让赵勋笃定了这个想法。虚拟世界之中，苏雨没有继续锤炼自己的百川之剑了。他很清楚，百川之剑的等级实在是太低了，此刻已经算是这一次考核的后期了。若是继续锤炼百川之剑的话，不仅仅提升不快，甚至于还要拖苏雨的后腿。毕竟积分可是决定着排名啊！在斩杀了3位天骄之后，苏雨的身影宛若一只血红色的幽灵，快速的在森林树海之中闪烁，猎杀的效率直接翻倍。时不时便是能够看到苏雨找准那些3、3、2、2的天骄，依靠着血杀之剑极致的速度和杀法，瞬间秒杀。仅仅只是过去了10多分钟的时间，苏雨身上的积分已然来到了57分。而此刻还在虚拟空间之中的天骄，也仅仅只剩下了36人。能够在这个时候还存活于虚拟世界之中的天骄，最弱的都是气血8层的妖孽。房间内3个教官和赵勋望着屏幕，剩下的36人，除开了苏雨之外，其余的天骄更是分成了3个团体。最大的那个团体更是足足有着20人。另外2个团队，一个是7人团队，另一个则是一个8人的团队。领头的赫然便是之前在虚拟仓前欲要激怒苏雨，反而被苏雨激怒的王莽。就目前的分数来说，没有人的分数比苏雨还高。现在苏雨只需要潜伏下来，增加存活时间，第1名自然就保住了。只是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呢？赵勋眯起眼睛看着苏雨的画面。森林树海之中，苏雨站在一根粗壮的树枝之上，远眺着整个森林树海。依靠着高位，苏雨的自然而然地发现了其他团体的存在。这就是抱团的缺点了，或许有着强大的战力，但是却极其容易被发现。我现在的积分应该没有人比我高了，第1基本上是保住了。只是苏雨微微沉吟了片刻，苏雨很清楚自己身上的异常实在是太耀眼了。当然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天才更加不例外。只是苏雨身上的秘密尤为重大，想要掩盖住自己的秘密，就需要让自己的天才之名更加的出众，用绝世妖孽的称号掩盖自己系统的存在。名声有时候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武器，尤其是在这个世界，武者的地位极其高超，天才武者更是凌驾于普通武者之上，也只有这样才能收获更多的资源，才能掩盖身上的秘密。苏雨深呼吸一口气，眼睛微微眯起，咧开嘴巴，露出了雪白的牙齿。那就让他们看看真正的天才是什么样的吧。话音落下，苏雨从树枝之上一跃而下，顺着脑海之中记忆着的那7人团体的位置快速的掠去。他要主动出击。他想干什么？房间内有教官看着苏雨的动作，忍不住惊呼一声。他现在的分数已经很高了，为何还要主动出击？在他看来，这分明就是不明智的选择呀。即便是苏雨现在的分数已经很高了，但是排名可不仅仅是分数，还有存活时间啊。一旦苏雨失败，即便是有着如此高的积分，也未必能够保住自己的名次啊。赵勋深深地望着屏幕之中，沉声道：肃静。赵勋微微昂起头，凝望着画面，双眸之中有着欣赏之色浮现。这小子是想要向我们证明啊，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极限到底在哪里。此刻这些天骄也是察觉到了一丝丝的不对劲儿。安静，实在是太安静了。整个森林树海之中，除了微风吹拂着树叶发出的沙沙作响，竟然没有任何的声音。7位天骄站在原地，有人眉头微微一皱。为什么？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到了这个时间段，众人的神经已然紧绷了起来。一时间，众人纷纷警惕地望着四周，以防有人偷袭。然而让7人有些惊讶的是，在他们的面前，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青年手持着一柄长剑，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前缓缓走了出来。青年步入7人的视野，缓缓抬起头来，露出了雪白的牙齿，笑容之中宛若有着血腥之味浮现。诸位好，现在是打劫时间。苏雨，7人瞬间就认出了苏雨的身份，有人的眼睛在一瞬间就亮了。没想到你竟然敢冒头，真的是天助我等！你身上的10积分，我们可是收纳了呀。为首之人舔了舔嘴唇，双眸之中有着兴奋之色浮现。击杀苏雨可是能够获得10积分的呀。而要知道的是，他们这个团队存活到现在，他也才仅仅只有10来分。若是能够击杀苏雨的话，自己的积分必然能够暴涨，甚至于成为这一次所有人之中的第1名。如此海量的积分，他们又怎么可能放弃呢？上！为首的天骄暴喝一声，一瞬间，7人纷纷爆发出了恐怖的气血波动，每一个竟然都是气血8层的强者。7人极其的自信，刷刷刷，一道道功法被打出，眼花缭乱的招式蜂拥朝着苏雨杀去。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嘴角泛起了一抹弧度，手中的长剑更是闪烁着点点猩红的光辉。苏雨的脚掌微微用力，下一刻，个人就像是被弹射出去的炮弹一般爆射而出。唰！苏雨的身影宛若一只血红色的幽灵一般，轻而易举的便是躲开了众人的攻法，手中的长剑瞬间斩出，血杀，血光漫天。一个气血8层的天骄瞬间被苏雨斩杀，身躯化作了斑驳的光辉，消散在天地之间。而一个同伴的被杀，也是彻底的激发出了其余人心中的戾气。该死的，这家伙竟然当着我们的面杀人！一起上，不要给苏雨逐个击破的机会。为首的天骄暴喝一声，苏雨刚刚瞬杀自己的同伴，已然让他感受到了威胁了。
但也仅仅只是威胁罢了。他很自信自己7人，即便是依靠着人数堆也能够将苏雨堆死。然而9层的血杀之剑可不是闹着玩啊，已经无限接近于星剑的巅峰了。尤其是这还是李长风感悟了数十年的血杀之剑，对付这种群战简直就是杀人利器。苏雨面无表情，游刃有余的在6人的围攻之中游走，抓准机会便是一剑斩出。嗡嗡嗡，战场之上有着淡淡的剑鸣声响彻。刹那之间，苏雨找准对方攻击的间隙，双眸微微眯起，手中的长剑呼啸而出，血色的剑光迸发，宛若死神的镰刀一般。2位天骄一个不注意，剑芒落下，轻易而举的便是将2人的身躯斩断。3个，苏雨斩出一剑之后，并没有任何的停留，而是冷静地望着剩下的4位天骄，身影在战场不断的游曳着。操，该死的！为首的天骄极其的愤怒，自己7人不仅仅没有伤到苏雨，竟然还被对方反杀3人，简直就是丢人啊！苏雨躲躲闪闪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和我硬碰硬啊！他怒吼着。然而给予他的回应的仅仅只是苏雨的一剑。噗嗤，血色剑芒呼啸而出，瞬间没入了他的脖子。下一刻，他摸着自己的脖子，脸上更是露出了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随后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化作了斑驳的星光，消散在天地之中。苏雨站在原地，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在连续斩杀了4位气血境8层的天骄之后，即便是苏雨的修为达到了气血9层，也有些气喘吁吁了。而其他的3人看到这一幕，心中的恐惧顿时被压制了下去，发疯似的朝着苏雨杀去。苏雨面色冷漠，手握长剑杀向3人。几分钟之后，苏雨半跪在地上，手中的长剑插入大地。苏雨握着长剑支撑着自己不倒在地上，身上有着鲜血流了出来。诚然，在刚刚的战斗之中，苏雨也是受到了不小的伤势。当然，7人团体也是被苏雨抹除。64分，苏雨微微呢喃着，身子微微摇晃，缓缓站起身来，脚掌微微用力，一跃而起，站在了一棵参天古树的树枝之上，目光眺望着远方。很快，苏雨便是找寻到了自己的目标，最后一个团体。诚然，在苏雨和7人小队战斗的时候，另一边那最大的团队也是和另外的一个8人队伍交手了。此刻也是分出了胜负，8人队伍毫不意外的被淘汰了。但是在淘汰之前，也是成功的将20人的小队淘汰了5人，只剩下了最后的15人。苏雨深呼吸一口气，在看清楚了现在的局势之后，苏雨从树枝之上跳下来，坐在古树旁边，开始抓紧时间恢复体力和气血。房间中，赵勋和3个教官看着苏雨的画面，一个教官忍不住摇了摇头，道：现在的苏雨已经是穷途末路了，虽然击败了7人小队，但是后面要面对的可是15人小队啊。是啊，苏雨已经重伤了，而反观那15人的小队，虽然也有伤势，但他们的伤势并不影响战斗。苏雨已经走到了他的极限了。3人交谈着，就连赵勋望着画面之中的情况，也是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这个小家伙尽力了，缩小生存范围吧。赵勋挥了挥手，虽然有些惋惜，但是规矩就是规矩。苏雨即便是分数最高，但是只要没有坚持到最后，第1名的位置依旧不是他的。随后，有工作人员开始调整虚拟世界内的生存范围。虚拟世界之中，苏雨静静地盘坐在原地，恢复气血。突然，远处传来了一道惊呼之声：找到了！苏雨在这里！伴随着这一道惊呼声响起，四周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苏雨缓缓睁开双眸，却是发现自己竟然被一群人包围了。为首之人赫然便是王猛了。此刻的王猛脸上洋溢着开怀的笑容。啧，没想到还真的让你生存到了最后，只是可惜你身上的10分注定是留给我的了。王猛居高临下的望着苏雨，那模样就好似一个猎人看着自己的猎物一般，戏谑无比。苏雨淡淡的望着四周的众人，缓缓站起身来。苏雨，认输吧，你只有1人，而我们却有15人，你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的。王猛淡淡的开口。在他看来，苏雨即便是认输还是不认输都是一个样的，认输的话至少还能够体面的离开虚拟世界。然而听着王猛的话，苏雨的脸上却是不由自主的露出了一抹笑容。我等你们很久了啊。什么？听着苏雨的话，王猛的眉头微微一皱。什么叫等你们很久了？啥玩意儿？哼，装神弄鬼。王猛冷哼一声道，既然你不愿意认输，那就只好打到你认输为止。上！王猛挥了挥手，四周的天骄瞬间迸发出强悍的修为，杀向苏雨。房间之中，赵勋等人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却是不由得眉头一皱。都这个时候了，这个小家伙还不认输，是在等什么啊？赵勋有些不解，他发现即便是自己都有些看不穿苏雨了。然而就在王猛的队友杀向苏雨的时候，苏雨却是缓缓抬起了手中的长剑。还想要抵抗吗？只是7人小队都能将你重创了，15人小队你能行吗？赵勋呢喃着，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屏幕。还是说你有什么底牌？赵勋的心中突然有着一个可怕的念头浮现了出来，但是很快就被赵勋压制了下去。不可能，整个蓝星都没有气血劲武者掌握那个东西，苏雨又怎么可能做到？赵勋摇了摇头，目光有些复杂地望着屏幕。面对着四面八方杀向的天骄，苏雨依旧心如止水。在见证了李长风的一生之后，苏雨发现自己的心态也是在一点一点转变了，不像是同龄青年那般浮躁，反而变得古井不波。苏雨缓缓抬起手中的长剑，微微呢喃着：
让这个世界的人看看你一生的杰作吧。伴随着苏雨的话音落下，脑海中白玉色的残破小剑突然猛烈地震动了起来。枪！有着清脆的剑鸣声在苏雨的脑海之中响起。下一刻，一股汹涌的感悟瞬间涌入了苏雨的脑海之中。正如苏雨之前所想的那般，李长风在领悟了9层血杀之剑之后才领悟出来的天剑，需要将新剑修炼到第9层之后才能够领悟。如今，在李长风的感悟的加持之下，苏雨已然将血杀之剑修炼到了第9层。虽然苏雨本身没有掌握天剑，可是依靠着系统反馈回来的李长风的感悟，苏雨一样可以动用啊！嗡嗡嗡嗡！刹那之间，以苏雨为中心，竟然有着一缕缕极其细微的剑气缓缓浮现而出，伴随着一阵阵的剑鸣声。这是……房间之中，赵勋突然暴喝一声，双眸之中有着难以置信的神色浮现而出，仿佛就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般。意境！赵勋的声音在房间之中回荡。不管是赵勋也好，还是3个教官，亦或者是天骄营地的工作人员也好，他们都呆呆地望着屏幕之中的画面。意境，唯有将气血境的武学修炼到极限之后，才能够领悟出来；唯有炼脏境的武者才能够掌握的意境。如今竟然出现在了苏雨这个不过气血9层的小家伙的身上。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的话，不要说附近的5城了，就算是整个南域都要震动。画面之中，伴随着剑鸣阵阵，有着一道道极其细微的剑气悬浮在天地之间。苏雨此刻整个人的心神无比的平静，消化着来自于李长风的感悟。这一刻，苏雨仿佛又一次观摩了李长风的一生，年少的仇恨，中年的义气，晚年的沉淀，都在这一剑之中。忽然，苏雨猛然睁开了双眸，一道剑光在苏雨的双眸之中一闪而过，身后仿佛有着一位白衣剑客的虚影缓缓浮现，对着眼前的15位天骄缓缓挥出了一剑。此剑唤作天剑。嗡！伴随着这一剑的斩出，整个虚拟空间和房间内仿佛都只剩下了这一道剑鸣声。白色的剑光冲天而起，宛若月牙，裹挟着一股极其锋利的气息，瞬间划开了天地。下一刻，苏雨面前的诸多天骄在剑光的闪耀之下，直接化作了一道道斑驳的光辉，消散在了天地之间。全军覆没。做完这一切，苏雨缓缓抬起头，看向了天穹。而在赵勋的画面之中，苏雨抬起头，正好和他的目光相互碰撞。苏雨咧嘴一笑，露出了雪白的牙齿，那无声的笑容仿佛在说：“我赢了。”笑容戛然而止，苏雨的身影也是因为大逃杀的结束，缓缓消散在了天地之间。房间内一片死寂，只能够听到赵勋和3位教官那沉重的呼吸声。一人诛杀15天骄，更是以气血9层的修为掌握5道意境，如此恐怖的战力，如此恐怖的天赋，让身为天骄营地教官的他们都陷入了沉默之中。许久之后，赵勋嘶哑的声音缓缓响起：“把虚拟舱打开吧。”宣布成绩。房间内的工作人员点了点头，从之前的震惊之中恢复过来，开启了虚拟舱。伴随着虚拟舱的开启，整个房间之中依旧是陷入了死寂之中。一位位天骄坐起了身子，目光缓缓看向一处，其中也是包括了王莽。那一处，苏雨缓缓从虚拟舱之中坐直了身子，面色平静。哪怕是所有人的目光汇聚在苏雨的身上，都不会让苏雨面色有任何的改变。而那些死在了苏雨手中的天骄，更是面色复杂的望着苏雨。考核之前，众人还信誓旦旦的想要拿走苏雨的第1名，可是在考核之中，苏雨的战力可谓是摧枯拉朽一般，基本上1对1，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苏雨的手中坚持2招以上。本次考核第1，赵勋的声音缓缓传来：“苏雨，积分79。”此话一出，本来就安静的房间更是寂静的可怕，哪怕是一根针掉落的声音都能够清晰的听见。79分，什么概念？整个天骄营地200位天骄，除开了苏雨之外，每击杀1人可得1个积分，相当于苏雨在虚拟世界之中足足杀了78人，接近于一半。这一刻，这些天骄的傲气彻底被苏雨压制了，无人不服，也无人敢不服。哪怕是那些没有被苏雨淘汰的天骄，均是如此。在得到了这一次的考核第1名之后，苏雨也是全身心投入了天剑的感悟之中。然而，即便是有着李长风带来的感悟，苏雨对天剑的领悟依旧极其的缓慢。无奈之下，苏雨只能够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百川之剑和水行之剑当中。因为血杀之剑已经提升到了9层，所以以血杀之剑的感悟推动百川之剑和水行之剑，反而效率提升了许多。这一周的500积分也被苏雨统统购置成了恢复用的丹药和训练设备使用。在不计成本的修炼之下，苏雨在1周的时间当中，终于还是将水行之剑以及百川之剑均是提升到了7层。修为虽然还是气血9层，但是苏雨现在的战力比起1周之前已经强大了许多。相反，天骄营地内的其他天骄，或许是因为上一次的排名考核被苏雨彻底的打击，进步反而比较缓慢。这一幕落在赵勋等一众教官的眼中，虽然有些焦急，但是却也有些无奈。他原本是想以苏雨作为鲶鱼效应中的鲶鱼去刺激那些天骄，却没想到苏雨哪里是鲶鱼，而是一头巨鲨。而这头巨鲨更是将其他的天骄打击的彻底没有信心了。现实便是如此，一个成绩好的人能够带动周围的人学习的积极性，可若是这个成绩好的人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人，那么其他的人也就摆烂了，因为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人啊。教官办公室内，看着这一周天骄营地各个天骄的数据，赵勋不由得有些头疼了。老大，你说苏雨这家伙不会是给这群家伙带来心理阴影了吧？这一周过去了，
气血8层的数量竟然没有任何的增长，咋办啊？一个教官忍不住在赵勋这里诉苦。本来就有些头疼的赵勋，在听到了这一番话之后，头更疼了。赵勋皮肉不笑地望着这个教官：“你问我，我问谁去啊？他娘的，我怎么知道苏雨这小子这么的逆天？尤其是那王猛，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苏雨一剑诛杀了他们15人之后，本来还有着第2名的实力的，结果这段时间竟然变得浑浑噩噩的了。一时间，整个办公室内都陷入了一片死寂当中。或许……”赵勋的手指敲打在桌面上，发出了清脆的声响。是时候带苏雨去那个地方了。原本那处地方至少都需要掌握意境，也就是炼脏境之后才能进入的。但是就苏雨排名考核的那一幕来看的话，苏雨已经足够了。正好苏雨的离去或许减少一些天骄营地天骄们的压力。就这么办。赵勋敲定了这个方案。与此同时，在苏雨的营地之中，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目光中有着一丝丝的期待。只因为今天2个出走栏位的冷却时间都到了，又可以出走了。苏雨点开系统页面，栏位1可出走，栏位2可出走。当前可选择世界：武侠世界 LV2， 诡异世界 LV4， 解锁世界暂不可解锁。世界点3000。苏雨的目光在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上面扫过。现在的苏雨实力卡在气血9层，想要突破更是需要海量的能量。武侠世界的内力只能算是比起气血更弱一点的能量。按照苏雨的估计，想要依靠内力突破炼脏的话，至少需要100年内力。然而，即便是武侠世界的等级提升到了2级，想要找到可以修炼出100年内力的人，基本上都不可能了。连李长风那样的都很难找到。所以这一次苏雨的目标落在了诡异世界上面。系统出走，选择诡异世界，出走新建。丁，世界选择成功，开始出走。就在苏雨静静的等待出走目标的时候，系统突然传来了一道提示音：检测到特殊交易目标命运的双生子，是否动用2格出走栏位？苏雨一愣，命运的双生子，什么玩意儿？竟然还能够直接动用2格出走栏位？苏雨当即选择是。丁，扣除800点世界点，开始出走。1级世界出走是100点世界点，4级世界自然就是400点，但是由于苏雨一次性出走2格栏位，则是付出了800点的世界点。伴随着苏雨的选择，顿时苏雨面前的视野开始一点一点扭曲，紧接着一幅画面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昏暗密室内，一群黑衣人正在为石桌上的2位婴儿祈祷，石桌上还点燃了一圈蜡烛。2位婴儿，一个是红发，一个是白发，是一对双胞胎。诡异的声音从这群黑衣人的口中响起，仿佛在朝着虚空中不可知的恐怖存在祈祷。苏雨的目光在2个婴儿的身上扫过，沉吟了片刻之后，将心剑出走在了那白发婴儿的身上。一团虚幻的光辉没入了白发婴儿的体内。然而异变却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本应该作为功法传入婴儿脑海之中的心剑，在靠近白发婴儿的一瞬间，竟然直接化作了一个特殊的小剑挂饰，挂在了白发婴儿的身上。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苏雨不由得愣住了。但是很快苏雨便是反应了过来。世界规则，在不同的世界之中有着不同的世界规则。比如在武侠世界之中，先天境对标蓝星的气血境已经能够短暂的在空中腾跃，但是在蓝星气血境就做不到。而这个诡异世界的世界规则或许和蓝星以及武侠世界都不一样，武学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奇妙的东西，亦或者神秘。在想明白这一点之后，苏雨又是将9层的血杀之剑出走在到了红发婴儿的身上。果然正如苏雨所想，红发婴儿的脖子上同样是出现了一个小剑挂饰，只不过却变成了妖异的血红色。而这个时候，周围的黑袍人也停止了吟唱。看着2个婴儿脖子上的小剑，一群黑袍人愣住了，但还是按照仪式继续进行。他们先是将白发婴儿举起，靠近了水晶球，水晶球没有任何的反应。随后又是将红发婴儿举起，靠近了水晶球。刹那之间，水晶球内迸发出了一道道耀眼的白光。白光笼罩之下，所有的黑袍人都露出了狂热和虔诚的神色。为首的黑袍人更是直接将红发婴儿高高举起，高呼一声：“神的注视降临，他将成为教会最英勇的骑士，守卫教会，成为教会最锋利的矛。他是命运之子，命运之子乃是神灵注视之人，他将带领教会走向辉煌。”为首的黑袍人高高的将红发婴儿举起，嘴里念念有词：“吾将其命名为但丁，命运之子但丁。”黑袍人高昂的声音在狭小的房间中回荡，四周的黑袍人均是露出了狂热的神色，望着被高高举起的但丁，发出了一阵阵欢呼：“但丁，但丁！”至于那双生子白发婴儿，则是直接被其扔到了桌面之下，顿时哇哇大哭了起来。或许是哭泣的声音让黑袍人有些不耐烦了，将这个没用的废物给我扔出去！是一个黑袍人恭敬地半跪在地上，抱起那哇哇大哭的白发婴儿走出了房间。苏雨看着这一幕，不由得一愣，什么情况？这就扔了？那自己耗费了400世界点，岂不是打水漂了？苏雨眉头微微一蹙，跟在了那黑袍人的身后。若是这家伙真的将白发婴儿扔了的话，自己可就倒霉喽。也不知道是命运的原因，当黑袍人抱着白发婴儿走出房间之后，婴儿竟然止住了啼哭。看着白发婴儿宛若玉石一般滑嫩的肌肤，黑袍人愣了一下，一股恻隐之心在黑袍人的心中浮现。哦，可怜的孩子，刚出生就要被丢弃了，哎，主慈悲，还请让我拯救这个孩子吧。
黑袍人一只手在胸膛快速地划了一个十字架，目光缓缓看向了远处，在那里有一个农户。最后，黑袍人终究还是将白发婴儿放置在了农户的门口。那户农户极为贫穷，是一对老夫妻，膝下无子。片刻，或许是察觉到了房间外的动静，老人打开了房间，看到了躺在门口的白发婴儿。在看到婴儿的那一刻，老人先是一愣，随后内心的善意涌上头，他们决定收养这个小孩，给他取名为维吉尔。小屋漏风，维吉尔蜷缩在老妇人的怀里，瑟瑟发抖，喝着稀薄的米水以及老人好不容易才讨来的羊奶。维吉尔的小脸苍白，但在闻到食物味道的那一刻，还是充满求生欲，不断地喝着羊奶和粥水。而另一边，在金碧辉煌的教堂内，但丁躺在软融融的大床之上，四周更是有着数十位身穿着白色侍女服的侍女服侍着他。但凡但丁的脸上有任何的不满，都会有容貌较好的侍女上前，温和地安慰着但丁的情绪。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宛若天上地下一般。苏雨看着这一幕，不由沉默了起来。这便是命运的双生子吗？苏雨叹了口气，挥手之间关闭了系统的画面，回到了现实之中。武学出走的同时，苏雨也没有闲着，依旧开始修行着水行之剑和百川之剑。夕阳西下，苏雨停下了修行，擦去身上的汗水，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点开了系统画面。而在看到画面的时候，苏雨愣了一下，时间流速似乎有些不对劲儿。苏雨微微眯起了眼睛，看着画面之中维吉尔依旧是婴儿的模样，躺在老妇人的怀里。半天过去了，维吉尔还是婴儿的模样，不过看样子似乎已经有6、7个月大小了。观察着维吉尔，诡异世界和武侠世界的时间流速莫非不一样？要知道，在武侠世界，半天的时间过去，恐怕已经过去2、3年了。然而在诡异世界之中，仅仅只是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时间流速，蓝星的一天，在这里大概也就是1年的时间。看来这一次想要收回反馈，时间有点长了呀。苏雨无奈地摇了摇头。可嗨嗨！画面之中，老妇人抱着维吉尔，面色苍白，时不时的还咳嗽着，甚至于咳嗽的时候，还有淡淡的血丝在老妇人的口角溢出。一旁的老人则是蹲在地上，默不作声地抽着旱烟，烟雾笼罩在破旧的房间之中，硬是给房间之中笼罩了一层压抑的气息。老妇人病了，若是放在普通的人家，生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对于这对农户来说，本就贫穷的生活，此刻更是雪上加霜。要不将维吉尔卖了？听说雾都那里有人购买婴儿的心脏，价格不菲。老人迟疑了一下，将手中的旱烟重重地敲在地上，艰难地说道。苏雨听见这一幕，眉头不由得微微一皱。卖了心脏？老子的交易目标还没有成长起来就要死了，不行，绝对不行！苏雨顿时关闭了系统的页面，在通讯手表之上用积分兑换了一些金银财宝。虽然不知道那个世界的货币是什么，但黄金永远是流通的。很快便是有着营地的守卫将黄金送来了。苏雨连忙开启了附加交易系统，开启附加交易。丁，正在进行第一次附加交易，扣除200点世界点。丁，扣除成功，开始附加交易。伴随着系统机械般的声音响起，苏雨手中的黄金顿时消失了。紧接着，在维吉尔胸口的小剑之上闪烁着一阵阵乳白色的光辉，黄金通过系统的力量出现在了小剑的附近。这是老人和老妇人自然也是注意到了维吉尔胸口上的光辉，在看见黄金的时候，死！老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手中的旱烟更是握不住的掉在了地上。这是黄金！维吉尔的身上出现黄金了！老人瞪大了眼睛，目瞪口呆地望着维吉尔的胸口。神呐，这是神迹！老人猛然站起身来，手舞足蹈着，就连身子虚弱的老妇人都激动得止不住地咳嗽着。可嗨嗨，老头子，这天赐，一切都是天赐！老人兴奋地大叫着，这孩子是上天赐予我们的，黄金更是天赐之物。老婆子，你有救了！老人兴奋地说着。看着这一幕，苏雨内心也算是松了一口气。虽然这一次附加交易有些亏，但至少保住了维吉尔的性命。苏雨深深地看了一眼懵懵懂懂的维吉尔，这下应该顺利了吧？在得到了苏雨交易过来的黄金之后，老人拿着这些黄金兑换了不少的金币，请来好几位医生，却无人能够治好老妇人的病。于是农户一家做了个决定，搬到雾都。这农户一家倒是很有理智。看到这一幕的苏雨默默点了点头，毕竟获得黄金的事情在请来医者后已经被人知晓，既然再无法救治老妇人后，搬离这里已经是最近选择了。雾都是在农户一家认知之中最大的城市，在农户的认知中，雾都拥有最好的医生，最好的一切，所有雾都之外的人都渴望进入雾都。然而雾都不是那么好进的，需要大量的金钱。若是以前，农户一辈子都无法进入雾都，但是现在不同了，在他们看来是天赐之子的维吉尔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黄金。两个老人抱着年幼的维吉尔登上了蒸汽火车，在火车的轰鸣中缓缓驶向了雾都。所谓雾都，便是一座笼罩在废气浓烟之中的城市，无数工厂坐于此处，无数人依托工厂而生，工厂排出的浓浓废气烟尘久久不散。就算大雾终日笼罩住整座城市，雾都依旧人来人往。蒸汽火车嗡嗡作响，两个老人望着窗外，露出了向往的神色。老妇人怀里的维吉尔对此仅仅只是露出无辜的大眼睛，看上去极其的憨厚可爱。很快，在蒸汽火车的驰骋之下，农户来到了雾都之外。那是一座笼罩在迷雾之中的城市，城市宛若一只钢铁巨兽一般屹立在山谷之中。在黄金兑换来的丰厚的金币的作用之下，农户成功带着维吉尔进入了雾都。雾都笼罩在浓雾之中，
哪怕是在城池内部，都被淡淡的大雾笼罩着，时不时都能够在雾都的街道之上看到一个个戴着宛若乌鸦嘴一般的面罩行走在街道之上。而在苏雨的视野之中，整个雾都之中都弥漫着一股令人瘆人的气息。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看来，他们享受着蒸汽时代带来的进步，享受着一切最先进的科技，却是幸福至极。最后农户在雾都扎根，而老妇人的病情也是在雾都的医生高超的医术下逐渐治愈了。看到这里，苏雨也便是不再关注诡异世界之中发生的一切，关闭了系统。苏雨从床榻上站起来，拿起了练习长剑，开始孜孜不倦地淬炼着新剑。一夜无眠，翌日阳光轻轻洒落大地，苏雨也是收起了练习长剑。在突破了气血9层之后，苏雨的精力也是十分充沛的，哪怕是3天3夜不眠不休都没有任何问题。就在苏雨洗漱完毕之后，赵勋的身影出现在了营帐内。总教官，苏雨诧异地望着突然出现的赵勋，放下了手中的洗漱用品，来到了赵勋面前，好奇地问道：总教官，你来我这里干什么啊？赵勋深深地看了一眼苏雨，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赵勋伸出手指，轻轻地敲打在桌面之上。有一个机缘，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试一试？机缘？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内心的好奇被赵勋勾了出来。什么机缘？苏雨也是找了一个小马扎，坐在了赵勋的对面，兴致勃勃地望着对方。一个可以让你的心剑更进一步的地方。赵勋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同时也是所有星剑修炼者向往的圣地，我们将其称之为剑冢。听到赵勋的话，苏雨的眼睛不由得就亮了起来。剑冢？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星剑对于苏雨来说可谓是极其重要，不同的星剑爆发出来的效果也是不同的。尤其是苏雨的脑海之中那残缺的天剑小剑，苏雨心中一直都有一个念头，或许自己若是能够领悟其他的星剑，或者将其他的星剑提升到9层，自己就能够逐渐掌握天剑，甚至于将天剑完善。所谓的剑冢，便是无数修炼星剑的武者在老死之际，将自己传承放在一处地方，供以后修炼星剑的后生领悟之地。刚开始的时候，仅仅只是一片普通的秘境，但是久而久之，随着越来越多的修炼星剑的武者留下传承，这一处也便是成为了一处特殊的秘境。赵勋的声音缓缓响起，只是想要进入剑冢，至少都需要练脏劲的修为。练脏劲的修为？苏雨的眉头微微一皱，露出了无奈的神色。总教官，我还只是气血9层，你这么早告诉我，不是在吊我的胃口吗？苏雨忍不住吐槽道。不，赵勋正色道，之所以需要练脏劲才能够进入，是因为唯有练脏劲的强者才能够掌握意境，而意境便是进入剑冢的凭证。但是你不同，你虽然只有气血9层，但是却在气血9层掌握了武道意境，自然也能够进入。武道意境？我？苏雨微微一愣，但是很快苏雨便是反应了过来，或许赵勋将天剑之力当做了是武道意境了，所以天剑是李长风感悟出来的意境吗？可惜并不是很完善啊。苏雨心中微微叹了口气，在临死之际，李长风剑开天门，达到了宗师之境，而武侠世界中的宗师对应的便是蓝星的炼脏境了，所以天剑也算是一种意境了。怪不得需要将血杀之剑领悟到9层，才能够领悟天剑出处原来在这里。苏雨很清楚，想要领悟意境，必须要将武学修炼到巅峰，而星剑的巅峰不就是第9层吗？所以你去不去？赵勋看向苏雨，询问道。苏雨待在天骄营的，给天骄营地之中的天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得这些天骄进步缓慢。去剑冢不仅仅是为了苏雨，还是为了整个天骄营地的天骄。去？怎么不去？苏雨顿时站起身来，兴奋地说着。好，赵勋也不废话，直接将这个事情定了下来。这样，今天你好好收拾一下，明天早上我带你去剑冢。对了，这里是20瓶气血丹，还有一些必需品，你整理一下，进入剑冢，这些可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赵勋指了指桌上堆放的东西，随后走出了营帐。还有这种好事儿？苏雨揉了揉鼻子，看着桌子上的20瓶气血丹，嘿嘿一笑。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之后，苏雨便是继续开始修炼星剑了。说是收拾，其实苏雨也没有什么可以收拾的东西，除了这20瓶的气血丹和必备品外，也就是一点衣物了，几分钟就收拾好了。翌日，苏雨早早的就收拾好了行李，背着一个背包就走出了营帐。也不知道是不是苏雨自己的错觉，苏雨感觉当自己走出营帐的时候，有着一道道目光落在了自己的身上。不过苏雨并没有在意，而是按照和赵勋的约定来到了营地的大门口。很快，赵勋的身影出现在了苏雨的身边。收拾好了？收拾好了，那就出发。赵勋大手一挥，顿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停靠在了营地的大门口。苏雨和赵勋两人坐上轿车，车门关闭，发动机启动。轿车刚刚驶出，身后的天骄营地顿时传来了一阵阵欢呼。芜湖，苏雨终于走了，真好啊！这家伙在天骄营地一天，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做自己了。营地之中，王猛终于是走出了自己的营帐，看着那不断驶出的轿车，大吼一声：“这个杀星终于走了，老子要当第一！”诸如此类的声音不断的在天骄营地之中响起。留守的3位教官听着这些声音，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没办法，他们想要将苏雨当作鲶鱼来刺激这些天骄，谁知道苏雨就是一条鲨鱼，使得这些天骄一个个都被刺激的无法发挥自己的极限。如今鲨鱼离开了这片海域，海域之中的鱼儿再度恢复了生机。轿车之中，苏雨脸色怪异的望着一旁的赵勋，沉默了片刻，
随后说道：“总教官，我的人缘这么差的吗？为什么感觉我走了，他们的好日子就来了？”赵勋的嘴角微微一抽：“你特么的考核的时候，一半的天骄都死在你的手中，他们没有心理阴影才怪。不过，身为总教官，他自然是不能这么说的。”赵勋只能是安慰的说道：“可能他们在说我吧。行了，你就安安心心的前往剑冢，剑冢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若是能够成功领悟1、2种新剑，你的战力也能够提升。”听着赵勋的话，苏雨不由得白了一眼赵勋，真当自己是傻子呢。不过苏雨也没有揭穿，将这件事情抛之脑后，反而对于即将到达的剑冢愈发的好奇了起来。不知道开了多久，黑色的轿车缓缓驶入了一片山谷之中，在山谷中心有着一处破旧的祭坛，静静地屹立在山谷的中央。很快，轿车停了下来，赵勋和苏雨两人走下车，缓缓来到了祭坛所在的位置。看着祭坛，赵勋走到了祭坛的一角，将一块蓝色的晶石放入了祭坛之中。顿时，一缕缕蓝色的光辉在祭坛之上不断的闪耀着，更是有着淡淡的能量波动从祭坛之中弥漫而出。紧接着，一座古老的门户从祭坛之下拔地而起，轰隆隆，大地微微的震动，石块跳动，蓝色的光辉蔓延在了门户之上。行了，看着这一幕，赵勋拍了拍手，笑呵呵地望着眼前的蓝色的门户，而苏雨的目光则是彻底被眼前的模样吸引了。这里就是剑冢吗？苏雨呢喃着。没错，赵勋淡淡一笑。不过，想要进入剑冢，还需要最后一步，将你的意境输入门户之中，就能够进入剑冢了。同时，一旦进入剑冢，就只有1个月之后才能够出来了。在1个月的时间之中，你能够感悟多少就全靠你自己的造化了。赵勋面色凝重地嘱咐着，将意境输入门户，得到了剑冢的认可，你就能够进去。进去之后，直接进入悟道之地，就能够进行考验。这些考验都是当初那些将传承留下来的修炼星剑的前辈化作的一缕心念，我们将其称之为剑影武者。你要做的便是击败这些剑影武者。你准备好了吗？赵勋望着苏雨，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目光落在眼前的蓝色门户之上，嘴角微微上扬，自然是准备好了。苏雨上前一步，缓缓走到了蓝色门户的前方，将手掌贴在了门户之上，闭上了眼睛。脑海之中残缺的天剑伴随着苏雨的心念移动，嗡嗡嗡，天剑发出了清脆的剑鸣声。刹那之间，一股玄奥的波动在苏雨的身上环绕着，竟然就直接被眼前的门户吸收了进去。下一刻，门户之上爆发出更加璀璨的蓝光，门户之中更是有着蓝色的漩涡在旋转着，一股强大的吸力从门户之中迸发出来，仿佛有着一只手直接拽着苏雨的身子一般，直接将苏雨从那门户之中拽了进去。苏雨仅仅只是感觉自己眼前的世界开始旋转了起来，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才是传来了一阵阵脚踏实地的感觉。苏雨缓缓睁开了双眸，眼前的世界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眼前已然不是在山谷之中，而是在一片荒野之中。荒野之上横七竖八地插着不同的剑刃，每一柄剑刃之上都闪烁着一股锋利的波动，但是每一股波动却都是不同的。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这便是剑冢吗？果然神奇。苏雨淡淡一笑，缓缓迈开了步伐，朝着荒野之中走去。就在苏雨跨出一步的时候，苏雨的身子缓缓停了下来，随后苏雨眯起了眼睛，缓缓看向了自己的正前方。只见得在苏雨的正前方有着一道黑色宛若影子一般的存在缓缓走了过来，黑影手中握着一柄虚幻的长剑，而那长剑的模样正好便是苏雨身边插着的剑刃的模样。苏雨深呼吸了一口气，双眸之中有着金光在闪烁着，这便是总教官口中的剑影武者了吗？剑影武者，历代修炼星剑的武者陨落之前的一缕灵念。苏雨微微眯起眼睛，望着朝着自己走来的剑影武者，想起了自己进来的时候赵勋提醒自己的话，欲要得到星剑传承，必须击败剑影武者。剑影武者的实力是和进入者的实力维持在同一水平的，因此气血境进入对我来说也有一定优势。苏雨舔了舔干涸的嘴唇，目光之中有着金光闪烁。那就来吧。下一刻，苏雨的身影瞬间冲出，手中的剑刃仿佛有着水波在上面荡漾一般。水行之剑，嗡！清脆的剑鸣声响彻，蓝色的光辉刹那之间暴涨，而对面的剑影武者也是猛然抬起了手中的剑刃，有着汹涌的火焰在虚幻的剑刃之上燃烧着。噗嗤，水波荡漾在了火焰之上，竟然直接将那火焰彻底的熄灭了。没有了火焰的阻挡，苏雨手中的长剑轻而易举地落在了剑影武者眉心之间。长剑斩出，面前的剑影武者瞬间化作了泡沫，消散在了天地之间。伴随着剑影武者被击败了，黑色的身影凝聚成一缕能量，涌入了苏雨的脑海之中。苏雨的身躯微微一颤，脑海之中原本残缺的天剑仿佛就像是一个吃到了美味佳肴的人一般，迫不及待地将那一股能量直接吞噬。紧接着，苏雨赫然地发现自己过去1周都没有感悟的天剑，竟然在一点一点地熟悉了起来。所以，击败了剑影武者之后，就能够感悟天剑，甚至于完善天剑。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抬，这剑影武者击败之后留下来的那一股能量，竟然和天剑极其的相似。在得知了天剑便是意境之后，苏雨瞬间了然了。不过，还是要实验一下。苏雨看向了四周的插在大地之上的剑刃，缓缓走向了另外一柄剑刃的位置。1个小时之后，苏雨轻轻松松地将一位剑影武者击杀，能量涌入脑海之中，瞬间就被天剑吞噬了。
而苏雨对于天剑的感悟也是越发的深厚了起来。这一刻，苏雨才算是彻底的确认了，击杀剑影武者之后得到的玄奥的能量就是意境。通过不同的剑影武者的意境，足以帮助苏雨快速的领悟，甚至是掌握天剑，同时还能够将残缺的天剑完善。这简直就是一块福地啊！苏雨目光之中闪烁着光芒，看向四周剑种的眼神之中全然都是兴奋之色。那么接下来就是打怪升级的时刻了。苏雨的低喃声在剑种之中响起，身影在一处触插着剑刃的剑种之上停留。眨眼之间，5天的时间就过去了。苏雨盘坐在荒野之上，闭着眼睛，脑海之中的天剑涌现出无数的感悟，在苏雨的脑海之中不断的流转着。苏雨再一次观看了李长风的一生，少年的仇恨，中年的逍遥，晚年的落寞，死前的辉煌，一幕一幕的画面仿佛印刻在了苏雨的脑海之中，成为了苏雨感悟之中的一部分。忽然之间，苏雨猛然睁开了双眸，明明只有18岁的苏雨，双眸之中竟然罕见的浮现出了一缕沧桑，宛若经历了万千岁月一般。天剑，苏雨微微呢喃着，手中的长剑瞬间腾空而起，有着宛若白玉一般的光辉在长剑之上闪烁着。下一刻，斩！长剑呼啸而出，有着一股冲天而起的剑光瞬间迸发，宛若月牙。轰隆隆，伴随着一道轰鸣响彻，荒野大地之上在这一剑之下瞬间被斩出了一道狰狞的裂缝。看着这一幕，苏雨的双眸之中有着喜悦之色浮现而出。天剑终于掌握了，苏雨嘴角微微上扬。5天的时间过去了，也不知道诡异世界如何了。苏雨忽然想起自己的武学还出走在诡异世界之中，如今5天过去，在诡异世界之中已然流逝了5年的岁月。苏雨连忙打开了系统，进入了诡异世界的画面之中。诡异世界，一座阴森的牢狱之中，一个身穿红色衣衫的红发孩童，手中握着一柄猩红的剑刃，剑刃的模样竟然和孩童胸口处的红色小剑极其的相似。鲜血从剑刃之上滴落，渲染了大地。苏雨看着孩童，一眼便是看出了这是命运双生子之中被教会带走的但丁。如今的但丁已然5岁了，然而稚嫩却好像缺席了但丁的童年一般。小但丁的身上充斥着一股暴虐之色，在他的面前尸骸遍地。没劲儿！但丁淡淡的望着眼前的这一切，转过身缓缓离开了牢狱之中。苏雨沉默的看着身上充斥着一股暴虐之气的但丁，并没有说些什么，目光顺着但丁的身子移动。但丁离开了牢狱，回到了金碧辉煌的大厅之中。婶子，这是今天的早餐。有样貌绝美的侍女推着餐车，恭恭敬敬的来到了但丁的面前。但丁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只是静静的看着眼前的早餐。按照您的要求，今天的牛肉面并没有放葱。侍女低着头，宛若蚊子一般的声音传来。唉，但丁突然叹了一口气，也正是因为但丁的叹气，侍女整个人的身躯都颤抖了。下一刻，一道血光瞬间闪烁，鲜血瞬间喷洒，侍女的身躯突然失去了力气，软绵绵的躺在了地上，生机流逝。但丁面无表情的擦了擦手中的剑刃，端着眼前的牛肉面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一边吃着一边呢喃着：可惜我不吃牛肉啊。这一切不仅仅被苏雨注视着，同时也被一个身穿红袍的中年人看在了眼里。此人便是猩红教会的教皇，虽然暴虐了一些，但却对我们猩红教会的胃口。教皇看着但丁的动作并没有阻止，反而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容。不愧是被神明选中的人，仅仅5岁便是如此的冷静出众。只可惜不知道是哪一位神明选中了他。教皇摇了摇头。苏雨看着这一幕，沉吟了片刻，挥手之间将视野调转到了维吉尔这边。农户一家经过了维吉尔带来的黄金，成功在雾都之中安家。老人夫妇的身体也是日益好转，甚至于如今的已然60的老妇人居然怀了身孕。怀孕了！苏雨看着这一幕，表情不由得怪异了起来。要知道，苏雨第一次看到这农户夫妇的时候，两人至少都有着60岁的年龄了。如今5年过后，竟然还怀孕了，这未免就有些奇怪了。不过，就农户家里面来看，似乎都洋溢着一种幸福的感觉，仿佛对这一切都不在意，就像是本就该如此的模样。只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孕妇的性格总会是发生一些变化，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妇人的心态更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怀孕之后，更是时不时的就对着维吉尔大骂，言语刻薄无比。仿佛维吉尔的存在对于老妇人来说就是一个恶魔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仅仅只是对着老人诉说着对维吉尔的厌恶，后来老妇人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尖酸刻薄，甚至当着维吉尔的面咒骂着维吉尔。饭桌之上，老妇人吃着食物，面色阴翳地盯着眼前的维吉尔。突然，老妇人就像是看到了什么厌恶的事情一般，指着维吉尔就大骂着：你这个蛀虫，你就是家里的蛀虫，你在吸收家里的营养，在破坏我们这个家庭。然而幼小的维吉尔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是以为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才让养母厌恶了。维吉尔吃东西的时候也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起来，生怕因为自己的不足惹来老妇人心中的不爽。一旁的老人却并没有反驳的意思，只是笑呵呵地吃着桌上的饭菜，时不时地看向老妇人的肚子，眼神之中却是有着一股可怕的温柔。苏雨看着这一幕，沉吟着，这个诡异世界倒是有些超出苏雨的想象。再看看吧。苏雨盘坐在剑种的荒野大地之上，一边击杀剑影武者，一边望着系统之中的画面。转眼之间2天过去，而在诡异世界之中则是过去了2年。然而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2年的时间，老妇人的肚子越来越大，但是肚子里面的胎儿却并没有出来的征兆。这种特殊的情况让老人和老妇人不由得变得有些慌张了。老头子，要不去请个医生来看看吧，我害怕。老妇人挺着巨大的肚子躺在床上，整个人的脸上全是汗水。一旁受削的老人听到这一句话，站起身来，在身后的衣柜里面找着金币，打算去请一个医生来看看。老妇人的目光缓缓从老人的身上挪移到了乖巧的站在床位的维吉尔的身上，原本还苍白的脸色瞬间变得狰狞无比。看什么看？你这个蛀虫！再看，我把你的眼睛挖了！老妇人嘶哑的声音怨毒无比。经过2年的时间，维吉尔也变得沉默了许多。虽然这2年的时间，老妇人经常对着自己破口大骂，但是善良的维吉尔还是并没有在意。维吉尔心里知道，若不是自己的养母和养父，自己早就在多年之前就死掉了。养母的谩骂对于维吉尔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儿，他只想要好好的守护2个老人，任劳任怨。我去找医生，你在这里好好照顾你母亲，若是出了什么差错，我打死你。老人终于从衣柜之中找到了金币，瞪了一眼维吉尔，随后快速的走了出去。事情关乎了老妇人和肚子里面的孩子，老人自然是心情了起来。维吉尔乖乖的点了点头，在老人走后，端了一杯热水在老妇人的床头，轻声说道：“母亲，要是渴了的话就喝水吧，需要什么跟我说一声，我去弄。”听着维吉尔温和的声音，老妇人的面色明显的缓和了几分，但是很快就变得狰狞无比。蛀虫，你给我滚开！我不需要你这个蛀虫的帮忙，滚！老妇人尖叫着，手舞足蹈着。维吉尔仿佛习惯了这一幕，默默的退后了几步，寸步不离的站在原地，照顾着老妇人。老人便是带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匆匆的回来。医生，快看看，为何我爱人的孩子一直都无法出生？医生拎着箱子，将箱子放在了旁边，看了看老妇人的眼睛和口腔，尤其是拿出了听诊器，倾听了一番。奇怪了，并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医生小声的嘀咕着，但还是被旁边的维吉尔听到了。随后，医生从箱子里面拿出了内窥镜，打算看一看肚子里面孩子的情况。这一刻，不管是老人还是老妇人，亦或者是年幼的维吉尔，都显得极其的紧张。或许对于农户一家来说，老妇人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吧。然而，就在医生使用内窥镜观看的时候，维吉尔猛然的发现，医生整个人的脸色变得极其的苍白，仿佛是看到了恐怖的事情一般。但是眨眼之间，医生整个人的面色就变得正常而来起来，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是维吉尔的错觉一般。检查结束，医生将内窥镜收了起来，笑呵呵的说道：“没什么，就是婴儿的骨骼密闭稍微比起正常人要大一些，多补充一些营养就行了。”医生笑着，在老人感恩戴德的话语之下，缓缓送出了房间。维吉尔看着这一幕，不由得沉默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维吉尔的错觉，维吉尔分明感觉医生的在检查结束之后的笑容有些不对劲儿。沉吟了片刻，维吉尔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睡去的老妇人，一咬牙跑了出去。维吉尔跟在医生的后面回到了医生的家中，看着比起自家还要宽敞的房屋，维吉尔皱了皱眉头，奇怪了，并没有什么怪事儿啊，难道真的是我感觉错了？维吉尔内心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精神太过于紧绷了？维吉尔摇了摇头，准备回家。而就在这个时候，咚！医生的房间之中传来了一道闷响。维吉尔猛然转过身去，看向房屋，最后从房间的左边的窗户之上看到了房间内的情况。只见得医生整个人被白色的绳子悬挂在半空，脚下则是被踢翻的凳子。刚刚的声音赫然便是凳子被踢翻传来的声响。医生自杀了，从自己家看了病回去，医生自杀了，这件事情未免也太奇怪了吧？不仅仅维吉尔心中如此想着，甚至于就连苏雨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什么情况？那妇人的肚子里面到底是什么？本来老妇人2年都未能将孩子生出来，就已经让苏雨感觉有些奇怪了。现在医生的离奇死亡，更是让苏雨心中的疑虑放大了不知道多少倍。这个世界真特娘的诡异啊！苏雨忍不住说道。医生的死亡在维吉尔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创伤，以至于维吉尔在房子旁边停了很久，才哆哆嗦嗦的反应过来，随后撒腿就跑，一直到回到了家中，匆匆忙忙喝了一大瓶水，维吉尔内心的恐惧才是一点一点驱散了。吱呀，维吉尔房间的门被打开了，只见的老人一脸阴沉的望着维吉尔：“你刚刚跑哪里去了？我不是让你在家照顾你母亲吗？”老人的声音极其的嘶哑，有着怒火在他的心中迸发。维吉尔畏惧的望着自己的养父，又是回想起医生死亡的画面，小脸变得极其的惨淡。哼！老人冷哼一声：“给我好好的在家照顾你的母亲，否则我打断你的腿。”老人留下了一句狠话，就离开了房间，只剩下维吉尔一人蜷缩在房间的角落。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医生说的那句要补充营养的缘故，老妇人的胃口突然大开，一顿饭甚至要吃掉维吉尔和老人2人总和的2倍的饭量。甚至于在某天的深夜，维吉尔起夜，还发现老妇人一人在厨房里面拿着那些血淋淋的鲜肉就疯狂的啃食。这一幕再度给幼小的维吉尔的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家里越来越诡异了，维吉尔心中恐惧着。一天清晨，维吉尔从床上醒来，睁开眼睛便是看到自己的养父站在自己的床头，目光一直停留在自己的胸口之上。维吉尔一惊，连忙蜷缩在被子里面。父亲，你这是？维吉尔有些不解地望着老人，然而老人仅仅只是盯着维吉尔的胸口，眼神变得极其的狂热，猛然将维吉尔从被子里面拉出来。他拉着维吉尔的小手，激动地说着：“我亲爱的维吉尔，再赐予我们一些黄金吧。”小维吉尔，
你也看到了，我们家里已经没有金币了，再让老天赐予我们金钱吧。老人目光狂热地盯着维吉尔的胸口，希望维吉尔的胸口能够再度出现一些黄金。然而维吉尔对这一切都茫然不知，只是害怕地望着老人。父亲，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看着维吉尔的模样，老人似乎知道黄金并不会再出现在维吉尔的胸口了，脸色瞬间变了，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眼神重新变得阴翳无比，死死地盯着维吉尔，破口大骂：蛀虫，你就是这个家里的蛀虫，废物！老人大骂了一顿维吉尔之后，转过身就离开了房间，离开之前还重重地将房门关闭。砰！维吉尔听到刺耳的声音，幼小的身躯忍不住一颤，最后抱着自己的双腿，将脑袋埋在了双腿之间。他不明白为何自己的养父母的变化会这么大，明明之前他们都还很爱自己的啊，难道是自己做的还不够好？维吉尔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苏雨看着这一幕，不由得叹了口气。虽然很想再将黄金交易过去，但是世界点不是这么用的。最后苏雨也无动于衷，或许是老人的那一番话让维吉尔知道了家里已然没有了多余的钱财，所以维吉尔选择了去报社订购一批报纸，每天在街道之上售卖。虽然赚的钱比较微薄，但也足够一家人勉强生活了。对此，老人和老妇人倒也没有拒绝，反而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维吉尔赚回来的钱。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一天，维吉尔拿着从报社进货的报纸，在街道之上售卖报纸养家糊口。突然，老人找到了维吉尔，兴奋地说道：哦，我亲爱的维吉尔，你的母亲要生了，你就要有弟弟了。维吉尔闻言先是一愣，随后露出了开心的表情。要出生了吗？虽然对于这段时间农户两人的态度感到诡异，但是听到孩子即将诞生的时候，善良的维吉尔也是发自内心的开心。随后也不管还没有售卖完毕的报纸，维吉尔跟着老人就回到了家中。家里老妇人躺在床上，肚子挺得很大，但是身子却无比的消瘦。或许是肚子里面的家伙即将出来，强烈的疼痛使得老妇人时不时发出一阵阵无意识的哀嚎，眼神也是逐渐变得模糊起来。老婆子，坚持住啊，我们的孩子马上就要诞生了。老人抓着老妇人的手，激动地说着，转过头又是恶狠狠地盯着维吉尔，大叫道：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接一盆水过来啊！维吉尔连忙跑去厨房端来了一盆水。老妇人躺在床上，肚子一阵阵的蠕动，每一次的蠕动都给老妇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啊！老妇人惨叫着，肚子蠕动的频率却是越来越大了。一夕之间，甚至能够看到老妇人的肚子之上有着一个轮廓浮现。老妇人的眼神逐渐变得迷离起来，迷糊之间，老妇人陷入了一场回忆之中。早在收养维吉尔之前，老妇人便是怀孕过一次了。然而那个时候，农户一家生活极其的困难，不要说生孩子所需要的营养了，就算是大人所需要的营养都供应不上。最后，胎儿并没有成功生出，而是死在了老妇人的肚子里面。再加上没有钱做流产，使得那死去的婴儿尸体一直留存于老妇人的子宫内。几十年的时间过去，婴儿尸体的骨骼已然钙化，但却是不知道为何，在如今农户一家生活水平上去之后，得到了充足的营养，本应该死去的胎儿竟然活了下来。回忆戛然而止，老妇人原本模糊的双眼却是在一瞬间清醒了起来，猛然看向了维吉尔，眼神之中流露出了浓浓的后悔，随后大叫一声：维吉尔，快逃！听到老妇人的话，维吉尔先是一愣，目光落在老妇人的身上，随后瞳孔微微一缩，撕拉！突然，老妇人的肚子就像是被一股残暴的力量直接撕裂了一般，鲜血瞬间喷涌了出来，黑色的身影在那被撕裂的肚皮之中不断的蠕动着。一旁的老人脸上却是露出了无比兴奋的神色，嘴巴里面不停的呢喃着：要出来了，要出来了！肚子被撕裂所带来的强烈的疼痛，使得老妇人发出了一道哀嚎。老妇人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大喊着：我亲爱的维吉尔，快逃啊，快逃离这个家！听着老妇人的话，维吉尔仅仅只是感觉脑海之中传来了一阵阵危机感。就在维吉尔想要转头离开这个家里的时候，一道巨大的力量拉着维吉尔，使得维吉尔怎么也无法逃走。逃！维吉尔，这里可是你的家啊，为什么要逃？只见的老人抓着维吉尔的胳膊，苍老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和蔼的笑容，只不过这个笑容落在维吉尔的眼中，却是显得无比的恐怖。父亲，父亲，你要干什么？维吉尔惊恐地望着老人。让你赐予我们黄金，你不干，正好我的孩子就要出生了，他需要营养。医生说了，他需要营养，就让你给我即将出生的孩子补充营养吧。老人大叫着，也不知道为什么，老人那瘦削的身躯突然爆发出强大的力量，拉着挣扎的维吉尔就朝着老妇人走去。维吉尔心中惊恐，但更多的还是一股愤怒。苏雨看着这一幕，眉头微微一皱。即便是他想要帮助维吉尔，依靠着气血丹抬维吉尔一手，但时间也不够了。毕竟，即便是将气血丹交易过去，维吉尔也是需要时间服用的。但是就目前来看，维吉尔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啊。不过，苏雨的心中却有一个念头，能够被系统认定的交易对象，应该没有这么容易死去吧。尤其是系统的那一句命运双生子，另一个双生子都还活着好好的，维吉尔应该也不会有事儿吧。怀着这个念头，苏雨再度将目光落在了画面之中。下一刻，从那血淋淋的肚子之中，一头黑色的婴儿模样的怪物突然冲了出来，睁着猩红的双眸，一口就咬住了老妇人的脖子，锋利的牙齿刺入皮肤，将老妇人的鲜血吸入口中。老妇人的瞳孔瞬间涣散，生命力流逝。母亲！
维吉尔看着这一幕，牙眦欲裂，悲痛欲绝地哭喊了起来。嘶嘶嘶！黑色婴儿怨尸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不断地汲取着老妇人体内的鲜血。伴随着鲜血进入黑色婴儿怨尸的体内，怨尸的气息也是在一点一点增强着，甚至于婴儿怨尸的肌肤都伴随着气息的增长而变得更加的黝黑了。此刻，老人也是拉着维吉尔的手走到了怨尸的旁边，看着狰狞恐怖的怨尸，老人反而露出了一抹宠溺的神色。他伸出手想要触摸怨尸。孩子，我知道你需要营养，我把营养给你带来了。父亲给你带来营养了，吃了它，你就有营养了。维吉尔听着自己的养父说出这样的话，小脸变得惨白。父亲，他不明白为何自己的父亲要把自己送给一个怪物。黑色婴儿怨尸似乎听到了老人的声音，缓缓转过头来，猩红的双眸之中有着一抹暴虐之色。孩子，老人看着黑色婴儿怨尸看向自己，顿时露出了笑容。然而下一刻，伴随着一道黑影闪过，老人的尸首瞬间分离，黑色婴儿怨尸抱着老人的头颅就窜到了一个角落，大口大口地啃食着，鲜血顺着婴儿怨尸的口中流出，滴落在地板之上，将地板都染红了。整个房间之中更是游荡着一股极其浓郁的血腥味儿。父亲，维吉尔看着这一幕，小脸之上顿时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泪水在维吉尔的眼眶之中打转，心中更是莫名地燃起了一阵愤怒的火焰。虽然近段时间老人和老妇人的状态和以前截然不同，变得有些不对劲儿，但是在早年的时候，农户两人还是将维吉尔精心照料着，不然维吉尔也活不到现在。嘶嘶嘶！在将老人的头颅啃食完毕之后，黑色婴儿怨尸缓缓抬起头，看向了维吉尔，眼神就像是一个多年未曾进食的人看到了美味佳肴一般，嘘的一声就朝着维吉尔扑杀了过去。面对着诡异的怪物，维吉尔内心的愤怒仿佛驱散了恐惧。维吉尔站起身来，猛然怒吼一声：“我要杀了你！”而就在这个时候，维吉尔话音落下的一瞬间，维吉尔胸口之上的小剑突然闪耀出了一阵阵乳白色的光辉，紧接着悬浮在胸口的小剑突然暴涨，直接化作了一柄巨大的重剑，出现在了维吉尔的手中。维吉尔的双眸全然被愤怒冲填，巨大的重剑在维吉尔的手中仿佛没有任何的重量一般。砰！一剑狠狠地斩出，竟然直接将黑色婴儿怨尸击飞，足足将一堵墙撞碎，才堪堪停下了横飞的身躯。这一击似乎给婴儿怨尸带来了强大的伤害，足足用了好几分钟，黑色婴儿怨尸才是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嘶嘶嘶！怨尸朝着维吉尔发出了愤怒的咆哮，但是盯着维吉尔手中的重剑，怨尸却是露出了一抹恐惧的神色，仿佛在那一柄重剑之中有着抹杀他的力量一般。苏雨看着这一幕，眼睛微微一亮，这玩意儿还能这么用？虽然心中知道维吉尔不可能如此轻易的就死去，但是看着突然具象化出来的重剑，苏雨还是惊讶了一番。所以武学出走到诡异世界是成为具象化的物品吗？苏雨摸索着自己的下巴，那这柄重剑就应该是新剑了。维吉尔看着面前的怨尸，又看着养父母那被撕裂的残肢，眼中尽是悲痛。父亲、母亲，对于维吉尔来说，他的养父母虽然这些年态度因为怨尸的缘故，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养母死前恢复清醒，第一件事就是让维吉尔快跑，足以说明养父母对维吉尔爱的深沉。母亲，维吉尔心中原本的畏惧在这一刻完全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愤怒，无比的愤怒。手中的具象化的重剑似乎也感受到了维吉尔的心情，散发出耀眼的白光。怨尸此时竟畏惧的不敢上前，而是低低的弯下身子，发出一声声嘶吼：“你不是要拿我作为你成长的养分吗？那就来啊！”手持着与自身幼小身体不相符合的巨大重剑的维吉尔，此刻竟主动出击。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将眼前的怨尸斩断。重剑在维吉尔手中仿佛没有任何重量，他不断的挥动着，一剑又一剑，狭小的房间内的一切都被重剑斩断，而怨尸也在危急，而疯狂的攻击之下被一剑斩断。在怨尸死亡后，一丝灰色的气息涌入了维吉尔的重剑之中。苏雨注意到这一幕，眼中闪过一丝意外。新剑在维吉尔身上具象化后演变了重剑，并且还能随着维吉尔的情绪的变化而产生变化，而且在那怨尸死亡后，重剑的强度似乎提升了不少。苏雨暗自思忖，新剑是根据使用者心性的不同而产生不同效果的武学，而在诡异世界具象化后，显然也是继承了这一点。维吉尔的新剑是纯净的新剑，在养父母死后，维吉尔激发了新剑的效果，变成了一把惩罚或者说惩戒一类的重剑。而但丁则不同，但丁被苏雨赋予了9层的血杀之剑，这使得并不是但丁影响新剑，而是新剑影响了但丁自身的性格。有意思，这诡异世界的想必会给我带来很大的惊喜。也不知道当手持着惩戒重剑的维吉尔和手持着杀戮之剑的但丁两个命运双生子相遇的那一天，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惊喜。随后苏雨将意识再度关注到了脑海中的画面上，画面中维吉尔此时正一个人呆呆地看着养父母的残破身体。在怨尸死后，维吉尔愤怒的情绪得到释放，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恐惧和寂寞。母亲，纵使斩杀了怨尸，纵使维吉尔是命运的双生子之一，可哪怕再早熟，维吉尔终究还是个小孩子。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根本让维吉尔无法承受。维吉尔小心地蜷缩起身子，靠在养母的胸口，小心地用小手将养母的睁开的双眼闭上。战斗后的过度劳累和变故导致的痛苦，让维吉尔那颤抖的小身体就这样浅浅睡去。
一如当年被养父母收养时的那样。在维吉尔睡着时，他们一家的小院周围出现了一群身穿深蓝色兜帽的人。速度点，这家院子就是异常气息的来源。根据气息的强度，这里出现的异类实力最强不过一级。为首的是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子。女子接着说道：“这次行动主要是让新加入的2人熟悉一下环境。记住了，面对异类必须谨慎再谨慎，任何沾染异类气息的东西都要净化，哪怕是你们一旦被异类感染，也不例外。”随后，这高挑女子推开了院门，眼前出现的一切让这女子愣住了，特别是那熟睡中还抱着重剑的维吉尔。先天超凡。看着维吉尔终于安全后，苏雨也是放下了心。维吉尔，命运的双生子吗？确认了命运双生子的安全后，苏雨也不再关注脑海中的图像。剑种之中，苏雨通过气血丹恢复了之前和剑影武者战斗的消耗。说起来，这剑种之中的剑影武者，某种程度上和诡异世界中具象化的星剑有异曲同工之妙。苏雨回想起诡异世界中维吉尔那具象化的重剑和剑影武者虽然并不一样，但归结其本质都是星剑的具象化。这剑种能够让那些前辈的星剑具象化，并且击败后还能获得感悟。如果我能够掌握诡异世界那种让星剑具象化的方法，再结合这剑种创造剑影武者的方法，我是不是也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剑影武者，帮助战斗？苏雨心中顿时生出了一个想法，甚至我还能通过星剑在出走其他世界的时候创造剑影武者，这样一来，岂不是能够依靠剑影武者强制收回交易目标？想到这里，苏雨接着朝着剑种中央走去。剑种按照总教官赵勋的说法，共分为3层：外层、内层以及最中间的核心层。苏雨现在位于的正是外层。外层的剑影武者某种程度上都是残破的星剑感悟，而越靠近内层，剑影武者的实力就越强，提供的星剑感悟就越多。很快，苏雨走过了外层，来到了剑种内层边缘。和外层不同，苏雨注意到这里地面上插着的长剑很少有残破的，大多数都十分完善。外层的剑影武者提供的感悟就让我天剑得以完善，也不知道这内层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惊喜。苏雨深吸一口气，跨出一步，缓缓踏入了内层之中。随后，苏雨看向了自己的正前方，只见苏雨正前方一把青绿色的长剑之上，一道虚影浮现。虚影身穿一袭青衣，面容模糊，但苏雨却从这虚影之上感觉到了不小的压力。下一刻，青衣虚影拔出了地面上的青绿色长剑，并朝着苏雨抱拳。果然，内层的难度和外层完全不一样。这剑影武者的实力，还有这动作，看起来就强了不止一截啊！苏雨握紧了手中长剑。经过这些天的战斗，苏雨手中的长剑已经有了些许残破。那青衣虚影在抱拳之后，便垂下双手，似乎是在静静等待着什么。这是在等我主动出手。苏雨错愕，随后眼中闪过一丝跃跃欲试。下一刻，手中长剑迸发出一道血色光华，血杀之剑。这门源自于李长风的星剑，虽然不是苏雨最强的星剑，但却是苏雨使用最多的星剑。嗡！剑鸣声响起，带着肃杀的凛冽，血色光华在刹那间暴涨。而那青衣虚影也是在这一刻抬手，一道青绿色的剑芒浮现。虽然是后手，但是声势要比苏雨更加浩大。这居然是剑意，内层的剑影武者居然掌握的是完整的剑意。苏雨心中震动，顷刻间剑光交错。苏雨只觉得平日里无往不利的血杀之剑，在这一刻被死死地压制住了。青衣虚影的剑法一招接着一招，连绵不绝，竟有生生不息之意。一时之间，苏雨居然被压制得连连后退。这样下去，多半要败。苏雨咬牙，下一刻气血爆发，血杀之剑。苏雨猛地挥出一剑，借助这一剑的威势，将那青衣虚影短暂击退。和天剑剑意不同，这青衣虚影掌握的剑意更注重压制。血杀之剑终究还是不及真正的剑意。既然如此，我便以剑意对剑意。苏雨思考着，手中长剑顿时闪过白玉般的光辉。下一刻，苏雨主动冲向青衣剑影，斩！领悟了完整天剑剑意后，我还从未尝试过在战斗中使用天剑。长剑呼啸而出，冲天而起的剑光瞬间将青衣剑意覆盖。嗡嗡嗡！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剑鸣交错声，苏雨手中那早已残破不堪的长剑也在这一刻彻底断裂，而那青衣剑影也在苏雨这一招天剑之下化为虚无。而那青色的长剑之上，静静地垂落在了地面之上。为何击败了剑影武者后没有得到感悟？苏雨不免有些好奇。随后，他伸出手握住了青绿色长剑，顿时一股信息涌入了苏雨的脑海。这是刚刚那青衣虚影使用的星剑，名为生生不息。苏雨眼中闪过惊喜。和外层的残破感悟不同，苏雨注意到这青绿色长剑中蕴含的感悟无比完善，只要消化后便能完整的掌握生生不息星剑9层。虽然不能直接掌握生生不息的剑意，但是能够掌握9层的生生不息星剑也很不错了。意境本质上还是武者对于武学的感悟境界。能掌握天剑，我都是依靠李长风一生感悟才得以掌握。苏雨心中不免有些遗憾，意境终究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不过虽然无法直接掌握意境，但我却能够通过在内层击败剑影武者，掌握多种9层的星剑。这样一来，我自身的百川之剑也将得以提升，到时候说不定便能领悟百川剑意。哪怕无法领悟剑意也无妨，多一种星剑便是多一种出走的选择。苏雨握紧了手中的青绿色长剑，在稍作休息后，
苏雨开始调整下一位剑意武者。很快，剑冢内层，苏雨的身影不断的前进着，一种种新剑也被苏雨不断的获得。每掌握一种新剑，苏雨都会将那把掌握新剑后的长剑归于原位。这些长剑对苏雨来说只是临时的兵器，一旦完全掌握其中蕴含的新剑感悟后，也就失去了作用。就这样5天过去，无休止的战斗中，苏雨所带的补给品已经消耗了大半。终于，苏雨停下了脚步，倒不是因为他累了或者剑意突破了，而是因为苏雨注意到脑海中的画面在这一刻发生了剧烈的变故。维吉尔和但丁这对命运双生子在婴儿时期分开后，在这一刻终于相遇了。雾都北郊，这里坐落着数个百余户人家的小村落，村落中间有着一间小小的教堂。附近的村民都知道这里有个相貌英俊的少年人，年岁不大，但是待人总是很和善，并且还有着一手不错的医术，因此前来小教堂祷告的人总是络绎不绝。祷告室内，一对夫妇正在进行祷告。仁慈的猩红之主，您忠诚的信徒，祈祷您的保佑，祈祷您保佑我们的女儿平安归来。这对夫妇风尘仆仆，衣服也是打满了补丁，两人的脸上充满了担忧和惊慌。这时，一道温和的声音响起：猩红之主必然会保佑他虔诚的信徒，你们的女儿必然会平安归来的。一红发年轻人面容温和地宽慰着这对女儿走丢的夫妇。这人正是但丁。但丁神父，我们的女儿真的能回来吗？而且听附近的村民们说，他们的村落中也有很多人走丢了。妇人紧张地问道：您能帮我们吗？看得出来，已经濒临绝望的他已将眼前的但丁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但丁笑了笑，随后缓缓说道：会的，我已经联系交团总部了，再过不久，你们就能和你们的女儿团聚了。但丁似有意无意地在团聚这2个字上加重了读音，只是这对夫妇并未听出来，而是连连感激，随后被但丁送出了教堂。但丁站在教堂中央，正午的阳光从天窗中洒落，照在但丁身上，将但丁整个人显得圣洁无比。很有意思，不是吗？但丁忽然说道。丢失了女儿的父母一次次绝望地在猩红之神的面前祷告，而他们却不知道但丁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打开了祷告室的侧门，侧门中被绳索束缚、衣不蔽体、身上充满了各种伤痕的少女，此时正绝望地看着但丁。她的喉咙早已被铁丝洞穿，铁丝的另一头挂在墙上，她早已发不出任何声音。她的眼中之中充满了绝望和深深的恨意。他们的女儿就在猩红之神的注视下，就在他们最信任的牧师的手中。但丁突然癫狂起来，哈哈哈哈，太有意思了，真的太有意思了！这种场景我真是看多少遍都看不过瘾啊！但丁走上前，捏住少女的下巴，温和地说道：不过不必担心，过不了多久，你们一家就能在死后团聚了。待到教团的计划成功，整个雾都都将化为我成长的养分，而你和那些之前死去的人不过只是个开始罢了。苏雨注视着这一幕，他没有干涉，而是默默地思考着。但丁虽然一开始被血杀之剑影响了思维，但是李长风的血杀之剑绝不会这么的另类。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但丁现在身上的血杀之剑早已演变成了另一种新剑，一种基于但丁自身性格的特殊新剑。而且但丁这么做似乎是想引起当年赐予他力量的神明的关注，也就是我的关注。苏雨轻叹。而此时的画面中，太阳开始落下，正午的阳光逐渐消散。当太阳彻底落下后，夜幕降临，但丁也结束了他的施暴。他拍了拍手，教堂中顿时出现了2名身穿红色斗篷的人，将这尸体处理掉，另外再帮我找个新的来。其中一名斗篷人有些迟疑地说道：神子，您这样做真的能取悦神明吗？附近失踪的人已经够多了，再这样下去可能会被秩序之眼的人察觉，到时候万一影响教团大计。斗篷人话还没说完就被但丁打断。哦，你难道不知道我是神子？我是从出生开始就被神明选中的人，我的做法自然就是最能取悦神明的做法。但丁语气平静，但2名斗篷人却被吓得冷汗直流。无他，只因为一把细长的猩红色长剑出现在了但丁手中，一滴滴鲜血从长剑上溢出，将但丁脚下的地面变成一片血泊。是，神子，我们这就去为您准备新的猎物。说完，这2名斗篷人迅速离开了教堂，而但丁依旧站在教堂中央。猩红之神，当年赐予我力量的神明，这样的杀戮，这样的罪业，还是不能取悦于您吗？您卑微的信徒但丁，只求您再一次展现神迹。猩红教团的本身并没有真正信仰的神明，只是在但丁展现神迹的那一刻，赐予但丁力量的神明才被猩红教团正式称之为猩红之神。只是这10来年过去，猩红之神再也没有展现出神迹，而但丁的实力提升速度也十分缓慢，这也导致身为神子的但丁在教团中早已有地位不保的迹象，所以但丁才会不断尝试各种杀戮、各种罪孽，去取悦那当年赐予他力量的神明。苏雨思考片刻，既然你这么想见我，那我就见见你好了。思考间，苏雨启动了附加交易系统，开启附加交易，交易目标但丁，丁，正在进行第一次附加交易，扣除200世界点，丁，扣除成功，开始附加交易。下一刻，在但丁的视线中，一道无法看清的模糊身影出现在了教堂中央。在但丁看来，此时夜幕落下，而这道突然出现的身影却在黑夜中显现。在但丁眼中，这道身影仿佛源自于太古之初的黑暗，代表着猩红，代表着杀戮，代表着这世间一切的罪孽。但丁也从这道身影上感觉到了那熟悉无比的气息，
那是和他的血色长剑同出一源的气息。神，猩红之神！但丁狂喜，他惊呼道：“您终于愿意关注您最虔诚的信徒了吗？”而苏雨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但丁这个被命运笼罩的人。下一刻，苏雨则开启系统面板，选择交易星剑感悟。苏雨在这5天里掌握了数十种星剑，其中就有3种极为适合但丁：杀伐之剑、罪孽之剑、屠戮之剑。但丁，既然你渴望力量，那我就给你力量。只不过承受力量必要付出代价。3种星剑，3种达到了9层的星剑，每一种都不比血杀之剑来得弱。此刻，但丁手中的猩红的长剑开始颤抖起来。下一刻，长剑之上一道道裂痕浮现。我的剑为何会裂开？但丁惊慌不已。然而下一刻，一股剧烈的疼痛涌入但丁的脑海。一时间，但丁跪倒在地，脸色惨白，甚至连嘶吼的力气都没有了。他面容变得极为狰狞，脸上的皮肤下血管在不断的扩张。神，为何？我可是您最忠诚的信徒啊！但丁难以置信地看着黑暗中苏雨的身影。苏雨冷漠地注视着但丁。这诡异世界的规则能够将星剑具象化。之前接收了血杀之剑的但丁，经过这些年，早已完美掌握了那把猩红长剑带来的力量。而现在，一下子灌入3种不逊色于血杀之剑的星剑，这使得但丁那把猩红长剑和自身的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暴涨了。命运的双生子，如果不出我所料，应该不会这么容易死。苏雨看着但丁不断挣扎抽搐的身体，心中静静地想到：既然如此，不如让我做个实验，研究一下诡秘世界的规则。想到这里，苏雨开口了：但丁，这便是获得力量的代价，熬过去，你将获得远超常人的力量，那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若是熬不过去……苏雨后半句没有说出口，但丁却心知肚明。伴随着疼痛，但丁能敏锐地察觉到自己体内的力量在飞速提升着。但丁死死地握紧手中的长剑，一刻也不敢松开。那把猩红长剑的碎裂速度也开始减缓了。但纵使是这样，那把猩红长剑也布满了裂痕，似乎马上就要破碎了。如果这把剑碎了，就代表但丁这一次失败了。到那时，恐怕但丁也会死了吧？苏雨冷漠地注视着但丁。对苏雨来说，即使但丁死了也无妨，反正现在收回反馈，至少是不亏的。不过，命运双生子真的这么容易死吗？但丁似乎看出了苏雨的冷漠，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慌。神，猩红之神，我会让您看到的，我会让您看到我对您的忠诚，以及我对力量的渴求。但丁连忙道，似乎是适应了这种痛苦。但丁挣扎地站起身来，而他手中的长剑依旧在不断地碎裂着。血刃，你是神赐予我的武器，也是从我出生开始就陪伴我的伙伴，我是不会让你破碎的。同样，我也不会死。但丁的脸上浮现了疯狂之色。下一刻，他将手中的长剑狠狠地插入了自己的胸膛。原本即将破裂的血刃，在这一刻竟然痛饮起但丁的鲜血，开始修复起自身，并且诡异的是，这把血刃此时正在一点点地融入但丁的身体之中。果然，不愧是命运双生子吗？苏雨看着但丁的动作，并不意外。但丁虽然变态了点，但是骨子里对自己也够狠。就如同那维吉尔，虽然平日里看上去很懦弱，但从不缺少决心，甚至维吉尔还很努力。苏雨见到但丁这里安定下来后，也是结束了附加交易，将意识关注到了维吉尔那边。画面中，维吉尔正身穿一身蓝色斗篷，在其小臂处绣着一个3角符号环绕的独眼，秩序之眼。自大养父母死后，维吉尔因为先天超凡的缘故，被秩序之眼的收下了，这也使得维吉尔重新找到了心灵的寄托。经过5年的时间，维吉尔早已通过那把重剑融入了秩序之眼中。此时，秩序之眼驻地雾都市中心一处隐蔽的地下室内，维吉尔正挥动着手中的长剑，汗水从他额头滴下，将上衣完全打湿。不过，维吉尔并不在意，而是坚定无比地挥动着手中的重剑。维吉尔，你已经练了一整天了，可以休息了。一名高挑女子走了过来，让维吉尔休息。这人正是当年选择收下维吉尔的那人。好，贝姐，等我最后一轮，我就休息。说话间，维吉尔的动作并未停下，而是依旧坚定地挥舞着重剑。苏雨看着这一幕，也是有些意外。当年我赋予维吉尔的星剑，只是最普通的星剑心法，而这些年，经过维吉尔自身的努力，以及那把重剑杀死诡异，能吸取诡异能量的作用，使得维吉尔现在居然也达到了星剑9层，有点意思，不愧是命运双生子之一。看着勤奋的维吉尔，苏雨的嘴角忍不住泛起了一抹弧度，微微上扬。贝姐看着勤奋的维吉尔，不由得有些无奈。从自己将维吉尔带到秩序之眼之后，这家伙在刻苦方面从来没有让自己失望过。贝姐叉着腰，轻声道：“行了，今天的修炼就到这里。”听着贝姐的话，维吉尔不由得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疑惑地看向贝姐。贝姐越发的无奈了，维吉尔这家伙脑子里面怕是只有修炼了吧？好了，有任务了，跟我一起。贝姐招呼着维吉尔，一边说着，一边朝着外面走去。任务！听到这2个字，维吉尔的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立马放下了手中的东西，朝着贝姐跑过去，一边跑着一边说着：“贝姐，是不是有诡异啊？这一次的诡异是什么等级的？”自从养父母一家陨落在了鬼婴的手中之后，维吉尔对于诡异向来是充满杀意的。贝姐自然也是知道这一点，缓缓停下了自己的身子，高挑的身躯使得贝姐比起维吉尔还要高出那么一截。维吉尔的头刚刚能够触碰到贝姐那巍峨的双峰，贝姐突然的停步，使得维吉尔差点一头就撞进贝姐那软绵绵的部位。一下子，
维吉尔的脸颊就变得通红了。即便是过去了好几年，维吉尔终究还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小男孩罢了。贝姐看着维吉尔窘迫的模样，不由得觉得有些好笑，撩动着自己的刘海，脸色一下子就变得严肃了起来。这一次的任务跟猩红教会有关。猩红教会？听到贝姐的话，饶是苏雨都忍不住眉头微微一挑了，目光戏谑的垂落下去，落在了维吉尔的身上。莫非命运双生子就要碰面了？苏雨不由得觉得有些有趣，抿了抿嘴唇，苏雨轻轻的呢喃着：若是真的相遇了，维吉尔这个小家伙怕不是但丁的小子对手啊。别看这几年维吉尔加入了秩序之眼，在秩序之眼的培训之下提升了不少，更是优秀的完成了好几次的猎杀诡异的任务，但是就苏雨看来，命运双生子两人要说手段，还是但丁那家伙更胜一筹。一个是连生命都漠视，宛若饿狼一般的存在，一个是心存善念，犹如小绵羊一般的家伙。怎么看都是饿狼胜算更大一些啊。或许距离收网的时刻不远了。苏雨静静的等待着，或许是察觉到了苏雨内心的变化，系统的画面开始转变。紧接着，眼前的画面直接回到了一处教堂之中。教堂内有着一个个身穿猩红斗篷的人，在教堂内匆匆的走着，似乎有着什么东西在驱使着他们一般。而在教堂的最后方，一个被珠宝点缀的座椅之上，一个满头红发，容颜更是近乎妖异的青年慵懒的坐在上面，手中端着一个水晶打造而成的酒杯，酒杯之中醇厚的红酒更是宛若鲜血一般，整个人的身上都透露着一股贵族的味道。但丁轻轻地品尝了一口红酒，眉头却是微微一蹙，这东西果然不如鲜血啊。或许是回想起了鲜血的味道，但丁忍不住眯起了眼睛，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回味的神色。不过很快，但丁就恢复了过来，他轻轻地摇曳着手中的红酒杯，透过那醇厚透亮的液体，看到了整个教堂的模样。整个世界在但丁的视野之中，犹如变成了猩红一片。时间差不多了，也是时候该晋升位阶了。但丁的嘴角泛起了一抹弧度，双眸之中更是有着一丝丝的癫狂浮现而出。教会的那群老不死的，真以为我得不到神灵的认可吗？等我跨入了升位阶，我会让针对我的那群人一个一个匍匐在我的脚下求饶，甚至于在教团接下来的计划之中，我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就能够继续向神灵祈祷了。结！教堂内响起了但丁近乎于偏执的笑声。教堂之外，两个身穿蓝色斗篷的身影灰尘仆仆地出现在了这里。就是这里了。其中一个身材高挑的身影传来了一道悦耳的声音，果然是猩红教会的踪迹啊，这群人真该死。另一道略显得矮小的斗篷之中传来了冰冷的声音，两人赫然便是从雾都赶来的贝姐和维吉尔了。和秩序之眼这种半官方的组织不同，猩红教团这样的存在就是异端，一旦出现在秩序之眼的视野之中，就会遭到秩序之眼的疯狂打击。可以说，猩红教团的存在就像是下水道的老鼠。贝姐伸了伸懒腰，即便是在斗篷的作用之下，都无法遮拦她那令人着迷的娇躯。小家伙，姐姐我先上了。贝姐冲着维吉尔做了一个鬼脸，却是让维吉尔的小脸一下子就又红了。当维吉尔反应过来的时候，贝姐已然冲入了教堂之中，身躯四周有着一道道锋利的丝线瞬间激射而出，每一根丝线都好似那锋利的刀刃一般，划破了天地之中的空气。这就是贝姐的能力，操控丝线。贝姐全身的衣服都是由超合金金属打造而成的，这些丝线甚至能够轻易地划开诡异的肉身，甚至于面对这升位阶的诡异都能够伤到对方。这还是仅限于贝姐只有超凡巅峰的实力。一群肮脏之物，都该死！维吉尔的双眸一下子就变得凌厉了。嗡！胸前的小剑佩剑突然闪烁出了一道光辉，紧接着一柄重剑出现在了维吉尔的手中。下一刻，维吉尔的身影也是爆射而出。什么人？这里是猩红教团，不是你们放肆的地方。教堂内也是有猩红教团的人发现了两人的存在，顿时暴喝一声。然而两人就像是没有听到这一道声音一般，直接杀入了教团之中。这些教团之中的人虽然有一部分超凡之人，但是大部分都还是普通人，在维吉尔和贝杰两位超凡巅峰的强者面前，无疑是螳臂当车。噗嗤！整个教堂之中仅仅只能够听到武器划入血肉的声音，刹那之间，鲜血瞬间铺满了整个地面，使得本就猩红无比的教堂看上去更加的血腥了。这群人是真的废物啊！贝姐轻轻松松解决了四周的敌人，笑眯眯地对着维吉尔说道。维吉尔面无表情，手中的重剑狠狠地将一位猩红教团的超凡强者砸成了肉泥。在维吉尔的眼中，猩红教团的人不过是披着人皮的诡异罢了，他们做的事情甚至比起诡异还要更加的让人厌恶，都是该死的蛀虫。维吉尔冷冰冰地说道。不多时，两人便是彻底的将教堂之中的敌人杀死。看着空荡荡的教堂，两人甚至都还有些意犹未尽。秩序之眼，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们盯上了呀！而就在这个时候，教堂的深处缓缓传来了一道冰冷的声音，两人顿时脸色一凝，看向了教团深处。只见得昏暗的空间内缓缓走出了一个红头发的青年，青年的肌肤宛若白玉一般，极其的嫩滑，即便是贝姐这样的高挑美女都比不上青年的肌肤。青年身披红色的衣袍，整个人看上去显得有些妖异。此人赫然便是但丁了。此刻的但丁心情极其不好，本来自己就在突破升位的关键时刻，偏偏两个秩序之眼的人冲了进来，打断了自己的突破，这让本来性格就有些偏执的但丁彻底的疯狂了。一双令人汗毛耸立的双眸扫过两人，令得贝姐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但是在扫过维吉尔的时候，但丁的那平静的可怕的瞳孔
却是明显的波动了起来。这家伙，但丁有些愕然地望着维吉尔，怎么有一股让我熟悉的感觉？维吉尔和但丁两人对视一眼，双方的心中都是不约而同地浮现出了一股亲切感。这种感觉仿佛就像是见到了血浓于水的亲人一般，令人有些捉摸不透。不过这个情绪可影响不到但丁。但丁一双妖异的眸子缓缓地扫过两人，嘴角泛起了一抹狰狞的笑容。区区两个秩序之眼的超凡，就以为能够和本神子抗衡了，真是搞笑啊！但丁缓缓将自己的手掌放在了自己的脊椎之上。下一刻，在贝姐和维吉尔目瞪口呆之中，但丁竟然直接将自己的脊柱硬生生地抽了出来。猩红的脊柱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淡淡的红色的光辉包裹着脊柱，竟然直接化作了一道狰狞的古剑。贝姐和维吉尔两人看着这一幕，均是忍不住瞳孔微微一缩。这家伙有点奇怪。贝姐面色凝重，手掌之间有着一缕缕透明的丝线缓缓探出。维吉尔同样是面色凝重，双手紧紧地握着自己的重剑，只不过在看向但丁的眼神之中，却是有着一股疑惑。这个家伙为何会让自己产生亲切感？死！但丁突然暴喝一声，身影瞬间呼啸而出，宛若一道血红色的鬼魅一般，身影快速地闪烁而出。速度之快，贝姐、维吉尔两人仅只是感觉自己的眼前一花。下一刻，噗嗤，古剑划入血肉的声音响起，贝姐和维吉尔两人的身上瞬间有着鲜血爆炸而出。仅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两人在但丁的手中已然受伤。不好，此人不是简单的超凡巅峰！贝姐的瞳孔微微一缩，惊呼一声，强忍住伤势带来的疼痛。贝姐看向但丁的眼神之中都多了一丝丝的忌惮。死！维吉尔感受着大腿传来的疼痛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有着硕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滴落下来。这家伙竟然比我遇到的任何一个诡异还要强大！一起上！维吉尔暴喝一声，率先杀向了但丁。贝姐见状也是加入了战斗，和维吉尔两人一起杀向但丁。然而面对着两人的联手攻伐，但丁依旧显得游刃有余，甚至于将两人当作了猎物来戏耍一般。仅只是片刻的时间，维吉尔和贝姐两人就已经精疲力尽了，而但丁依旧是站在原地，身上的衣衫都没有任何的破损。但丁居高临下的望着两人，眼神之中的戏谑之色越发的浓郁，道：“这就是秩序之眼吗？也不过如此，真以为随便让两个废物过来就能够覆灭我猩红教会了吗？正好，好久没有品尝秩序之眼的鲜血了，今天可要品尝个够啊！”但丁一步一步朝着两人走去，贝姐咬着牙齿，强忍住身上的疼痛感，趁着但丁靠近了自己，身上的衣衫瞬间破碎，化作了无数的丝线，直接将自己和但丁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紧接着，贝姐对着半跪在地上的维吉尔大喊一声：“维吉尔，快走！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让秩序之眼的强者过来！”贝姐，维吉尔看着这一幕，瞳孔微微一缩，脸上露出了悲愤之色。心中虽然悲愤，但是维吉尔也很清楚，这是贝姐为自己争取的机会，若是自己无动于衷的话，贝姐的一番苦心可就彻底浪费了。虽然心中极其的不甘，但是维吉尔也只能收起了重剑，朝着教堂之外逃去。看着维吉尔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视野之中，贝姐也是忍不住露出了一抹笑。然而贝姐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你以为就凭你就能够困住我吗？但丁淡淡的声音在贝姐的耳畔响起。下一刻，那些足以伤到升位阶的丝线竟然瞬间炸开，但丁猛然弹出自己的手掌，一把握住了贝姐那白嫩的脖子。看着赤裸的贝姐的身躯，但丁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着迷的神色。贝姐被但丁锁住脖子，整个人都无法动弹，只能够任由那但丁将自己的鼻子凑到了自己那洁白的身躯之上，不断的掠过。竟然还是处子之身，我喜欢。但丁妖异一笑，一口直接咬住了贝姐那洁白嫩滑的脖子，鲜血顺着但丁的嘴角溢了出来。伴随着鲜血的流逝，贝姐体内的生命力也是快速的消散。片刻之后，贝姐的呼吸已然终止，最后被但丁重重的扔在了地上。但丁舔了舔嘴角的鲜血，本就妖异的面容，此刻在鲜血的渲染之下，更是显得妖异了几分。可惜了，位置暴露了。但丁摇了摇头，走到了教堂的一处密室之中，通过猩红教会特有的联系手段，联系上了猩红教会的教主。什么事？很快，在密室之中浮现出了一道红色的身影，身影极其的虚幻，仿佛一阵风就能够吹散。然而，看着这一道红色的身影，但丁却是将自己的头埋低了，只因为这一道红色身影的主人便是猩红教会的教主，升位阶巅峰的存在。在这个诡异世界之中，有3个等级：超凡、升位以及半神。超凡对应的是蓝星的气血境，而升位则是对应蓝星的炼脏境。不过在诡异世界之中，升位阶极其的恐怖，已经不能够用人来形容了。到了这个阶段，即便是四肢断裂，都能够依靠着能量达到断臂重生，这一点是蓝星的炼脏境无法做到的。至于半神，整个诡异世界之中都是存在于传说之中的存在。我们的踪迹被发现了，但丁恭敬的开口。所以呢？教主的声音极其的平静。但丁的身躯微微一颤，最后猛然抬起头，双眸之中有着猩红的光辉闪烁。我已经得到神灵的赐福了，即将跨入升位阶，我申请提前计划。教主猛然注视着但丁，此刻但丁的样貌极其的狰狞疯狂。苏雨通过画面看着但丁和猩红教会教主之间的谈话，眉头微微一皱，最后舒展了开来。苏雨的手指轻轻地敲打在地面，发出了清脆的声响。所以这个猩红教会的计划是要将整个雾都的生命都献祭给邪神。邪神？
这个世界真的有什么？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心中也是越发的好奇了起来。苏雨听着但丁和猩红教会教主的谈话，在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便是将画面转移到了维吉尔的身上。从教堂逃走之后，维吉尔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可是维吉尔仅存的理智告诉他，现在可不是报仇的时候。想要报仇，必须要将消息传递给秩序之眼，让更加强大的强者对教会进行打击，才能够报仇。贝姐，维吉尔的双拳紧握，一想到连自己两人联手不是对手的但丁，在自己离开之后，贝姐又怎么可能是但丁的对手呢？维吉尔的身影在道路上疯狂地奔袭着。很快，维吉尔回到了秩序之眼的据点。有同伴认出了维吉尔，不由得问道：“维吉尔，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和贝姐不是出任务了吗？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为何贝姐没有回来？”同伴询问着，直到看到维吉尔那苍白的小脸以及灰尘仆仆的样子，顿时意识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立马站起身来。发生了什么？维吉尔目光呆滞地望着同伴，嘴巴微微张开。猩红教会据点出了一位即将突破升位阶的超凡者，贝姐。贝姐为了救我，独自一人纠缠住了对方。现在恐怕……话还没有说完，维吉尔整个人直接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嚎啕大哭了起来。虽然维吉尔这些年常年和诡异战斗，但终究还是10来岁的少年。同伴听着这一番话，面色瞬间变得严肃了起来。你确认一个即将突破升位阶的超凡？一时间，整个秩序之眼的据点都变得紧张了起来。一个升位阶的存在，可以说是极其恐怖的存在。要知道，哪怕是秩序之眼这样的半官方的组织，也只有一位升位阶。猩红教会能够在秩序之眼的打击之下还能够存活下来，也是因为对方的教主同样是升位阶的存在。而想要突破升位阶极其的困难，基本上整个诡异世界99%的人都无法突破。这个消息的传出，瞬间让秩序之眼彻底的震动。一时间，这个消息通过不同的据点逐一上报，最后落在了秩序之眼的高层的手中。仅仅只是10分钟不到的时间，便是有着命令下达。从现在开始，所有秩序之眼的成员取消休假，全部进入行动之中，严厉打击猩红教会，尝试捕捉猩红教会那即将突破升位阶的超凡者信息。普通人组建成军队，对整个雾都以及雾都之外的区域进行扫荡；超凡者组建成小队，时刻支援军队。伴随着一道道信息的下达，整个秩序之眼就像是一个机器一般，有序地执行了起来。一时间，整个雾都都彻底震动。宵禁开始，大街小巷之中，时时刻刻都有着秩序之眼成员组建而成的军队走过。一座座高楼大厦之上，更是有着超凡者利用自己超乎常人的能力观察着整个雾都，甚至于在雾都之外，也是有着军队大规模的扫荡着。仅仅只是一天的时间，竟然直接将好几处猩红教会的据点连根拔除。然而，面对着秩序之眼所做的一切，猩红教会仿佛害怕了一般，竟然没有任何的动作，安静的可怕。对于这一系列的情况，不仅没让高层欣喜，反而担忧了起来。秩序之眼和猩红教会是老对头了，一个是半官方的组织，维持着整个雾都之中的秩序，一个则是如同下水道的老鼠，人人喊打。以往这个时候，这些老鼠甚至都敢咬人，可是这一次，这些老鼠竟然异常的安静。莫非猩红教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计划？有秩序之眼的高层思索着。而维吉尔也是跟在了一个超凡者小队之中，时刻支援普通军队，更是自这段时间之中斩杀了不少猩红教会的成员。但是如此安静的猩红教会，却是让维吉尔的心中极其的不安，总觉得猩红教会的这个举动还有另外的一层计划。而时间也是在秩序之眼的不断扫荡之下，一点一点流逝。苏雨透过系统的画面看到了猩红教会的动作。整个雾都乃是诡异世界的核心，时时刻刻都有着无数的蒸汽火车驶入雾都，最后驶出。所以一条条铁路更是宛若那封印的纹路一般，将整个雾都都渗透了。而此刻，在雾都之外的一条铁路之上，一个身穿猩红斗篷的身影静静地站在铁路不远处的一棵古树之上，目光停留在铁路上。而在铁路的附近，则是有着几个身穿铁路公司制服的人围在一起。在苏雨的视角之下，自然能够看出，这些身穿铁路公司制服的人都是由猩红教会的人打扮的。猩红教会的成员将四周清扫了个遍，直到确定没有人之后，这才小心翼翼地将一瓶瓶装着猩红液体的瓶子打开，最后用鹅毛笔在这些铁路之上刻画着一个个奇形怪状的符号。猩红的符号看上去极其的瘆人，不过这种符号的刻画极其的困难，即便是好几个猩红教会的成员，也是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才是将这些符号彻底的刻画完成。最后，这些猩红教会的成员念念有词，嘴里捣鼓着连苏雨都听不懂的音节。不知道是不是苏雨的错觉，伴随着这些猩红教会的成员念念有词，这些符号上面的颜色竟然在不断的减退，最后变成了如同铁轨一般的颜色，肉眼很难分辨出来。做完这一切，那站在古树之上的红色斗篷身影也才是消失在了这里。苏雨眯起眼睛看着画面，沉吟了片刻之后，将系统画面放置在了整个雾都的上空。透过那系统的画面，苏雨这才是看到6大硕大的铁路就像是一根根铁链一般插入了雾都之中。如果将雾都比作是一个心脏的话，而这6根铁路就是一个心脏之中最重要的血管。6条铁路更是组成了6芒星一般的图案，牢牢地将整个雾都都笼罩在了一起。这是阵法吗？苏雨摸索着自己的下巴，有点意思。只是这个阵法到底有什么作用？难道就靠着这几个图案就能够召唤他们口中的邪神？苏雨百思不得其解。罢了，估计这个世界有他们不同的能力吧。
苏雨摇了摇头，也便是不再关注猩红教会这边，重新将画面转移到了维吉尔的身上。在几天的时间之中，秩序之眼都在疯狂地打击着猩红教会，但是猩红教会也很聪明，即便是有诸多的分部据点，但都是将这些分部坐落在雾都的郊外。既然你雾都之中有秩序之眼，我猩红教会无法开战工作，那我就放在郊外。再加上雾都之外的人们普遍认知比较低，对于猩红教会这样的打着就是旗号的组织，自然是心生信仰的。所以这么久，秩序之眼都无法有效地打击猩红教会。但是这一次，猩红教会即将诞生出第二个升位阶，已然触碰到了秩序之眼的底线。你们可以在外面搞事情，我们也懒得搞你们，但是你们想要诞生第二位升位阶，我们都没有，那么自然不会看着你们拥有。大部分的超凡小队直接派出了雾都于郊外打击猩红教会的分部。维吉尔跟在一个超凡小队之中，来到了一处村落之中，直接冲入了教堂，看着那猩红教会的图案，直接大开杀戒，鲜血再度充斥了整个画面。也不知道是不是猩红教会故意放出的消息，每一次超凡小队拔除的猩红教会的分部都是一群小喽啰。有成员忍不住抱怨到什么事儿啊，就为了一些猩红教会的杂鱼，天天的出任务，我都已经连续1周都没有休息了。才1周，老子他妈的刚刚执行完一个任务，就马不停蹄的开始扫荡猩红教会，就这群杂鱼也会有新的升位阶诞生？要是真的有，以猩红教会那群人的性子，早就冲上门来搞我们秩序之眼了。你们说，这个猩红教会即将诞生第二位升位阶的消息，会不会是假的？此话一出，不少人闭上了嘴巴，眼神忍不住的在维吉尔的身上扫过。维吉尔握着重剑，静静地坐在台阶之上。对于同伴的目光，他早就察觉到了，只不过表面上并没有表现出来罢了。贝姐，我好想你啊！同伴的不信任，唯一信任的同伴贝姐，却是为了让自己活下来，死在了但丁的手中。维吉尔的心中充满了彷徨。伴随着一个个超凡小队走出了雾都，雾都之中的超凡小队的数量一度削减。然而，秩序之眼不知道的是，这一切正好应了猩红教会的想法，因为猩红教会的目标正是雾都。在解决了郊外的这个猩红教会的据点之后，维吉尔走出了教堂，目光忍不住看向了雾都。突然，维吉尔的身躯微微一怔，只见的本应该被白色的迷雾笼罩的雾都，此刻却是不知道为什么，迷雾的深处却是有着一抹猩红的光辉，一点一点的浮现出来。看着这一幕光辉，维吉尔的心中的那一股不安瞬间强烈到了极致。下一刻，猩红的光辉瞬间吞噬了白色，整个迷雾瞬间化作了血雾，直接笼罩了整个雾都。不好，雾都出事了！维吉尔惊呼一声，四周的同伴也是齐刷刷的看过去。当他们也看到那血雾的一瞬间，瞳孔猛然一缩，顿时众人猛然朝着雾都所在的方向奔去。雾都中央的钟楼之上，钟楼乃是雾都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在建筑的最上方有着一个巨大的时钟，足以让任何一个雾都的百姓抬起头都能够知道时间。而此刻，在钟楼的最上方多了2道身影，两人都穿着猩红的斗篷，一人双手负背，静静地站在顶端，而另一个人则是坐在天台的边缘，双脚悬空，整个人看上去更是极其的慵懒。坐着的这人赫然便是但丁了。至于另外一人，则是猩红教会的教主。此刻，他们站在雾都的最上方，俯视着脚下的芸芸众生。多么美好的生命啊！可是在这个让我无法停下脚步的世界，只能让这群蝼蚁成全我自己了。教主眯起眼睛，嘴角泛起了笑容。可惜1日不入生位，便不知道生位的苦楚。我不想死，所以只能让这群人替我去死了。教主的声音极其的嘶哑，但丁闻言却是淡淡一笑。这一句话也是但丁最近不久才理解的。一旦进入了升位阶，任何人都无法停下，要么一路异化成为半神，要么放弃异化走向死亡。而想要成为半神，不同的超凡者成为半神的方法都不同，都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猩红教会教主的条件就是需要吞噬大量的生命，才能够跨入最后的半神境界。这个方法也是被称为升位仪式，也就是升位阶的由来。教主缓缓看向了一旁的但丁，嘴角带着一抹儒雅的笑容。但丁，你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孩子，刚刚出生的你就得到了神灵的认可，现在的你更是成为了我猩红教会除了我以外的另一位升位阶强者。等我成为了半神之后，这里所剩下的能量都归你了，你我一起成为半神，统治整个世界。教主说着说着，给自己都说激动了，忍不住张开了双臂，仿佛拥抱整个世界一般。诚然，在上一次被维吉尔和贝姐打断了突破之后，但丁又是在教主的帮助之下，成功的突破了升位阶。而苏雨通过系统也是赫然的发现，此刻的但丁实力竟然已经堪比一些炼赃境6、7层的武者了。不得不说，但丁的实力有些恐怖。但丁听着教主的话，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多谢教主。教主深深的看了一眼但丁，下一刻，整个人直接对着悬空的后方直接倒下，身躯在坠落之中直接幻化成了一缕缕猩红的血线，血线呼啸而出，就像是密密麻麻的触手一般，将一座座建筑彻底的包裹了起来。最后在无数的血色丝线之中，缓缓凝聚出了一个血茧，血茧横空，一条条纤细的血丝顺着那血茧之中瞬间呼啸而出，缠绕住了四周的建筑，继续朝着更远处的方向掠去。与此同时，在雾都之外6条主要的铁路之上，一道道红色的光柱冲天而起，形成了一个血红色的6芒星于大地之中浮现。啊！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我感觉大地都在颤抖？迷雾怎么变成红色了？天哪！天上怎么出现一个巨大的血茧？到底是什么情况？难道是神明震怒了吗？
整个雾都瞬间混乱了起来。无的普通民众望着天穹之上那一颗巨大的血茧，眼神之中流露出了无尽的恐惧。钟楼之上，一道道身穿血红色斗篷的身影瞬间浮现，站在了但丁的身后。但丁依旧坐在天台的边缘，双脚悬空，目光停留在天穹之上那巨大的血茧之上。保护好教主！但丁淡淡的开口。是。身后一道道身穿血红色斗篷的身影快速的散开，占据了附近的建筑，警惕的望着四周。这些都是猩红教会的成员，在布置这一次的阵法之前，更是被猩红教会的教主以特殊的手段强化过的。虽然比不上升位阶那么强大，但也不是一般的超凡境的强者能够抗衡的。所有的猩红教会的成员纷纷散开，以至于没有人注意到但丁在看向天穹之上那一个巨大的血茧的时候，眼中带着深深的忌惮。但丁舔了舔自己的嘴唇，如果我将你吞了，半神之位是不是就是我的了呀？但丁呢喃着，不过但丁最终还是没有动手，只是静静地坐在天台的旁边，一双淡漠世间的眸子居高临下的望着茫茫众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血丝涌入了雾都的大街小巷之中，大地之上的血红色的六芒星也是越发的耀眼了。一些体质稍微弱一些的民众，更是在这个时候直接被血色吞噬，整个人的血肉快速的消散，最后化作了只有一层皮贴着的骨头。血肉被血丝吞噬了，放肆！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气势十足的怒吼声在整个雾都之中响起。但丁的神情微微一动，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的一个身穿黄金铠甲的身影踏着虚空快速的走来。秩序之眼的那一位终于舍得动了吗？但丁疯狂一笑，但是双眸深处却是有着一缕缕的忌惮浮现了出来。诚然，这位身穿黄金铠甲的身影便是当今秩序之眼的创始人，同为升位阶的强者米格。米格望着悬浮在天穹之上的血茧，眼神之中有着浓浓的怒火浮现了出来。不过他的怒火不是针对于教主吞噬了雾都之中的民众，而是因为猩红教会教主破坏了他的升位仪式。米格跨入升位阶的时候取悦了秩序之神，而他想要跨入半神的途径就是维护秩序。如今雾都在他的所创建的秩序之眼的保护之下，维持了数十年的平静，眼看着马上就要跨入半神了。结果猩红教会教主的出现却是打断了他的升位仪式，这让米格如何不能愤怒？还想突破半神，给我滚下来！米格怒吼一声，手中的黄金长剑瞬间展出，有着一道金色的剑芒瞬间拔地而起，宛若金色的月牙一般呼啸而出。然而剑芒甚至都还无法靠近血茧附近，就被四周的血丝化作的触手硬生生的抽碎了。该死的！米格见状，眼神之中的怒火更加的浓郁了。若是无法破开教主的升位仪式，到时候不仅仅教主会成为半神，而自己甚至也会死。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心中的愤怒，使得米格的理智瞬间就被冲垮了。下一刻，米格的身躯瞬间膨胀了起来，原本只有1.8米的身躯就像是充气娃娃一般疯狂的膨胀。咚！身躯炸裂，唯有一颗眼球静静的悬浮在半空，眼球不断的暴涨，那眼眸的深处更是有着恐怖的能量在一点一点的汇聚着。一根根紫色的触手从虚空之中探出，将那一颗巨大的眼球直接包裹了起来。嘶嘶嘶！眼球发出了嘶吼，声音更是化作了风暴，四周的建筑瞬间夷为平地。已经异化到了这种程度吗？天台之上，但丁的眉头微微一皱。唉，但丁无奈一笑，摇了摇头，缓缓站起身来，血色斗篷在狂风的吹拂下不断的响动。但丁活动了一下脖子，发出了噼里啪啦宛若爆豆一般的声响。真的是一刻也不让人休息啊！但丁缓缓将手放在了自己的脊椎之上，猛然一拽，脊椎化作的骨剑瞬间被抽出，背部更是长出了一对猩红的双翼。但丁的双眸在这一刻瞬间变得猩红无比，更是有着浓浓的暴虐之色从但丁的双眸之中浮现而出。那就让我看看，到底是你强一些，还是我更胜一筹。话音落下，但丁的身影瞬间消失，再度出现的时候，已然闪烁到了虚空之眼的附近。血色的剑光呼啸而出，和虚空之间交战在了一起。苏雨平静地看着这一幕，双手轻轻一挥，紧接着视野变化，出现在了维吉尔的身上。此刻，维吉尔和超凡小队的众人已然来到了雾都之外，望着已经彻底被血红色的迷雾吞噬的雾都，众人竟然怎么也无法进入了。任凭一个个超凡者将自己的能力施展开来，竟然连在这些血雾都无法撼动丝毫。该死的，雾都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有超凡者忍不住怒吼一声，维吉尔的心中更是焦虑万分，心道：到底什么情况？难道有升位阶的诡异诞生了？此刻的维吉尔心中更是宛若有着成千上万的蚂蚁在爬着。苏雨看着这一幕，沉吟了片刻，这家伙提升的太慢了啊。苏雨摇了摇头，系统开始附加交易，交易目标维吉尔。丁，正在进行第2次附加交易，扣除400点世界点。丁，扣除成功，开始附加交易。下一刻，在维吉尔的视野之中，一道无法看清的模糊身影出现在了血雾之中。那是……维吉尔先是一愣，仔细地看着那模糊的身影，甚至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虽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可不知道为什么，维吉尔的心中突然有着一股极其熟悉的感觉，仿佛这一道身影在自己的生命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一般。你是？维吉尔小心翼翼地询问着。就在维吉尔开口的一瞬间，苏雨缓缓睁开了双眸，一双眸子注视着眼前的维吉尔。然而，维吉尔在看到双眸的一瞬间，
整个人的脑海之中犹如掀起了一阵阵的惊涛骇浪。维吉尔感觉眼前的这一道身影，仿佛来自于开天辟地之处，沐浴混沌之中，行走星河之上，举手抬足之间，更是有着一股足以轻易地抹除世界的威能。维吉尔的脑海之中，仅仅只是出现了一个字：神灵。眼前的这一道身影，莫非就是传说中的神灵？维吉尔身为秩序之眼的成员，自然知晓想要成为升位阶，甚至于走到最后的半神之位，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取悦神灵，得到神灵的赏赐。没有任何的犹豫，维吉尔猛然跪在了地上，对着苏雨的身影就是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还请神灵赐予我诛杀诡异的力量。苏雨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点开了系统面板，选择了交易吞丹法。吞丹法苏雨曾经交易过给诸王，乃是一门快速提升实力的功法，而唯一的缺陷就是容易造成根基不稳。虽然在这个诡异世界之中，并没有功法这么一个说法，在诡异世界的规则之下，应该会转化为一种特殊的能量。果然，就在苏雨交易之后，维吉尔顿时感觉自己手中的重剑传来了一阵阵的饥饿感。重剑乃是维吉尔的能力所化，和维吉尔自成一体。重剑传来的饥饿感，自然也是让维吉尔同样是感受到了，甚至于还极其的强烈。维吉尔一愣，忍不住看向了苏雨。苏雨仅仅只是张了张嘴，想变强就不断的吞噬吧。声音之中充满了一股极其诱惑的情绪。紧接着，苏雨的身影缓缓消失在了血雾之中。吞噬吗？维吉尔双手紧握重剑，眼皮子低垂，有着思索之色在他的双眸之中闪烁着。随后，维吉尔抬起头来，看向了四周的超凡者同伴，询问道：“你们身上有具有超凡之力的物品吗？”众多的同伴微微一愣，不明白维吉尔想要干什么。时间不多了，诸位要是相信我的话，就将这些东西给我。维吉尔也不想废话，赶紧的说道。众人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将自己身上那些带着超凡之力的物品拿了出来。虽然之前对于维吉尔多有抱怨，可同为秩序之眼的成员，相互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信任的。收集着众人递过来的那些具有超凡之力的物品，维吉尔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将这些物品放在了重剑之上。顿时，那些放在重剑之上的物品竟然瞬间化作了液体，融入了重剑之中。紧接着，维吉尔便是能够感受到一股极其强悍的力量从重剑之中传递到了自己的身上，而维吉尔的实力也是在快速的提升着。果然，神灵的话没有错。维吉尔眼睛明亮，于是开始收集越来越多的超凡物品，通过重剑的吞噬之力，一一吞噬这些超凡物品。另一边，雾都之内，依靠着血红色的双翼，但丁在虚空之上飞舞着，手中的古剑呼啸而出，展出了一道道猩红的剑芒。但丁终究还是初入升位阶，而米格却是已经和教主一样的升位阶巅峰的存在，如今更是彻底的异化，实力暴涨。即便是但丁的战斗经验极其的恐怖，但也依旧只能通过四周星红教会成员的帮助，才是和米格僵持了起来。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米格心中越发的狂躁了。僵持下去，对于自己可是没有任何的好处啊！毕竟时间拖得越久，星红教会教主跨入半神的几率就越大。而且伴随着阵法的运转，雾都之中的百姓时时刻刻都在被吞噬着血肉。仅仅只是过去了一炷香的时间，雾都之中的人口已然骤减了3/10，而其他的秩序之眼的成员更是被血雾挡在了雾都之外，根本就无法进来。不行，仅仅只是我一个人，根本无法打断这家伙的仪式，我需要帮手。米格心中快速的想着对策，目光突然落在了四周的血雾之上。看来要先将这些血雾击碎了，先让秩序之眼的成员进来，这样一来，我才能够打断那家伙的仪式。米格的眼神之中有着一道金光闪烁着。下一刻，巨大的眼珠之中有着无数的紫色的虚空能量汇聚在了一起。但丁见状，眼神微微一动，嘴角不由得泛起了一抹弧度。轰隆隆！突然之间，眼珠之中直接爆射出了一道紫色的能量光柱，瞬间轰向了旁边的血雾。但丁的身影快速的冲出，假装抵挡了一下，却是在关键的时候避开。一瞬间，光柱狠狠地宣泄在了血雾之上，浓郁的血雾在紫色光柱的轰击之下开始翻涌了起来。与此同时，在雾都之外，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超凡物品被重剑吞噬了，维吉尔的实力也开始不断的暴涨。血雾翻涌了起来，一夕之间能够看到那血雾之中有着一阵阵紫色的光辉自闪烁着。维吉尔的眼神猛然一凝，出手，全力攻击血雾。话音刚落，维吉尔手中的重剑瞬间呼啸而出，恐怖的力量狠狠地砸在了血雾之上。四周的超凡者也是纷纷动用自己的能力，疯狂地攻击着那翻涌沸腾的血雾。血雾仅仅只是持续了几个呼吸的时间，下一刻，轰！伴随着一道轰鸣声响起，那漫天的血雾竟然直接被轰开了一个硕大的口子，漫天的血雾竟然直接被轰出了一个巨大豁口。看着血雾被轰开，所有的秩序之眼的成员纷纷欢呼了起来。维吉尔更是神情激动，高呼一声：“诸位，守护雾都的时刻到了，跟我冲！”刹那之间，诸多的秩序之眼的成员在维吉尔的带领之下，疯狂地涌入了雾都之中。有了秩序之眼成员的加入，米格的压力顿时得到了骤减。秩序之眼的超凡者以及普通人组建的军队，纷纷和猩红教会的成员交战在了一起。虽然普通人在超凡者面前不堪一击，但是凭借着火器的存在，倒也能够纠缠一二。虽然猩红教会的成员在仪式开启之前得到了教主的强化，可是秩序之眼的人多啊，一时间猩红教会的成员竟然陷入了困境之中，被秩序之眼的成员压着打。但丁，你在干什么？
天穹之上，教主化作的血茧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质问声。诚然，在刚刚米格的那一招之下，血雾的破开给一世带来了巨大的危机。但丁低着头，眼神之中有着一抹不屑之色浮现，但还是恭恭敬敬地说道：“教主，那一招我若是不躲开的话，我也要死在上面。到时候……”但丁的话没有说完，但是教主已然明了。虽然有些不甘，但现在的情况，猩红教会明显陷入了劣势之中。哼，今天谁也无法阻挡我跨入半神。血茧疯狂地摇晃着，一根根纤细的血线从血茧之中弹出，精准无误地扎入了每一个猩红教会成员的身体之中。只见的他们的身上有着红色的光辉闪烁，气息也开始暴涨，强化。对于现在的这个局面，教主也只能给这些猩红教会的成员再一次强化，否则等这些家伙死完了，自己的仪式可就彻底没有希望了。雾都之中，维吉尔身穿蓝色的斗篷，手持重剑，对上猩红教会的教徒便是一剑斩下。在吞丹法的作用之下，维吉尔此刻的战力更是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杀死了一个猩红教会的教徒之后，维吉尔缓缓看向了钟楼的方向，赫然注意到了但丁的存在。望着那红发的青年，维吉尔的双眸之中有着无尽的愤怒，不由得燃烧了起来。就是这个家伙，杀死了贝姐！仇恨缓缓爬上了维吉尔的脑海，但是维吉尔深呼吸一口气，将内心的愤怒压制下去，没有声张，也没有靠近，而是再度杀入了猩红教会的教徒之中。凭借着重剑之中的那一股吞噬之力，疯狂地提升着自己的实力。维吉尔很清楚，现在的自己万万不是那但丁的对手。而且苏雨还注意到，维吉尔的重剑在不断的吞噬各种超凡之力之后，力量也开始不再纯粹了，反而无比的冗杂。可是体内的气息却开始不断的暴涨，甚至于隐隐约约之间有晋升升位阶的趋势。果然，即便是在世界规则的更改之下，吞丹法的副作用还是没有消除吗？苏雨摸索着自己的下巴，呢喃着。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天穹之上的血茧竟然传来了一阵阵心脏跳动的声音，声音极其的响亮，即便是在雾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清晰的听见。仪式到了关键时刻了。但丁一边敷衍的纠缠着米格，一边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血茧之上。此刻，整个雾都的街道之上都躺着一个个被皮囊包裹着的骨头，雾都所有的人都死完了。但丁默默的和米格交手，因为彻底异化的原因，米格的理智也是一点一点的退化，甚至于在但丁故意的引导之下，两人的战场距离血茧越来越近。教主此刻也是注意到了两人的不对劲儿，心中不由得有着一阵阵的慌乱感传来。他怒吼着：“但丁，将那家伙带走，不要破坏我的仪式。”是。但丁回应着。可两人之间的交手并没有停止，反而继续朝着血茧靠近。这一刻，教主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他愤怒地对着但丁咆哮：“但丁，你到底要干什么？干什么？”但丁的嘴角微微上扬，自然是弄死你啊！下一刻，但丁的身躯微微摇晃，直接躲开了米格的能量光柱。没有了但丁的阻挡，能量光柱瞬间呼啸而出，狠狠地朝着血茧轰了过去。轰隆隆，恐怖的能量宣泄在血茧之上。但丁，血茧之中的教主更是发出了痛苦的嚎叫，还能叫出声？但丁的眉头微微一挑，手中的古剑也是闪烁着猩红的光芒。我让你叫！但丁挥舞着古剑，体内全部的力量都汇聚在了古剑之上，对着血茧便是一剑斩出。血杀！血色的剑光呼啸而出，宛若血色的半月一般，狠狠地斩在了血茧之上。咚！血茧之上直接裂开了一道道狰狞的裂缝。下一刻，血茧炸开，教主的身躯狠狠地从天穹之上坠落下来，重重地摔在了大地之上，将那大地都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刹那之间，灰尘弥漫。但丁！灰尘之中传来了教主愤怒的咆哮声。教主缓缓从灰尘之中走出，一双猩红的眸子死死地注视着钟楼之上的但丁。为什么？给我一个解释！面对着教主的质问，但丁毫不在意。虽然自己是被教主养大的，但是在成为半神的诱惑面前，一切都不值一提。好，很好。教主怒极反笑，这么多年竟然培养了一个白眼狼出来。既然如此，那就都去死！教主怒吼着，一股可怕的气息从教主的体内涌现而出。仪式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如此之多的能量的注入之下，教主的修为也是无限接近于半神了。就让你们两个人的命成为我跨入半神的阶梯！教主的身影瞬间杀向了但丁。但丁的眉头微微一皱，看向了一旁的米格。喂，一起！我死了，你也活不了。米格虽然理智削弱，但是也很清楚，现在最大的对手就是教主。没有犹豫，两人瞬间联手对抗上了教主。三个人打起来了吗？苏雨看着画面之中的战斗，但丁、米格、教主三人在天穹之上交战在了一起。无限接近于半神的教主，明显实力更加强悍。即便是但丁和米格两人联手，竟然也隐隐约约落入了下风之中。看着三人的大战，苏雨的嘴角却是有些玩味。黄雀可是已经在发育了，你们三人到底谁会第一死呢？苏雨的目光缓缓落在了雾都的一角，在那里，维吉尔正在不断地吞噬着那些死去的超凡者的尸体。此刻的维吉尔，整个人的样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只见得重剑已经和维吉尔的右手融为一体，并且在重剑之上更是生出了一个狰狞的巨口。正是因为巨口的存在，使得重剑能够无限地吞噬那些死去的超凡者的尸体，同时化作能量反哺维吉尔。仇恨已然让维吉尔失去了理智。此刻的维吉尔，无论是遇到了秩序之眼的成员，还是猩红教会的教徒，
无论这些人是不是还活着，维吉尔都统统的将其残忍的杀死，而后通过重剑上面的巨口吞噬着这些人的能够力。而且最重要的是，维吉尔的行动极其的隐秘，以至于上空交战的3人根本就没有发现维吉尔的动作。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维吉尔身上的气息也是越发的强悍，更是直接跨入了升位阶。在不断的吞噬和杀戮之中，维吉尔的表情逐渐变得麻木了起来。此刻的维吉尔的脑海之中只剩下了报仇，他的气息以飞快的速度暴涨着，甚至隐隐约约之间已经即将达到但丁的实力。而这一切正是苏雨想要看到的。如果说仅仅只是但丁的一家独大的话，对于自己来说，首先就是不利于回收。没有了对手的但丁，自己又应该怎么回收交易反馈啊？而让这对命运双生子保持仇恨，保持着对实力的渴求，机会一下子就大了起来。这样一来，无疑能够更好的收回交易反馈。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天穹之上的战斗也是接近了白热化的阶段。米格的好几个触手更是直接被教主硬生生折断，就连那巨大的眼珠子之中都充斥着一抹猩红的光辉，而教主的身上也是留下了一道道紫色能量腐蚀的区域，还有一些地方则是布满了剑痕。但丁的状态也并不是很好，气息略微显得有些萎靡。可是最终在米格和但丁的联手之下，找到一个机会，直接将教主重创。趁着教主还在挣扎的时候，但丁瞬间冲天而降，手持着古剑狠狠地扎入了教主的胸膛。噗嗤！教主的瞳孔不断的震动，鲜血喷涌而出。教主啊，为了半神之位，只能让你成全我了。但丁的脸上带着一股疯狂的笑容，伸出手，一把将教主胸口的血肉硬生生的掏空，紧接着将教主的心脏直接掏了出来，鲜血沾满了但丁的手掌。但丁抽回了古剑，一脚将没有了心脏虚弱无比的教主踢飞了很远，双手宛若捧着珍宝一般，捧着教主的心脏，全然不顾心脏之上的鲜血。但丁的脸上露出了痴迷的神色，这就是无限接近于半神强者的心脏吗？这股味道真的让人流连忘返啊！但丁呢喃着，双眸之中更是有着一抹偏执的疯狂悄然浮现了出来。随后，但丁一口就将那心脏直接吞了下去，紧接着一股猩红的光辉在但丁的身上不断的闪烁着，气息也是瞬间开始暴涨。仅仅只是刹那之间，但丁的修为竟然直接来到了升位阶的顶端，距离半神只差最后一步。远处，教主躺在大地之上，没有了心脏，教主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自己体内的生命力正在快速的流逝，就连眼皮都变得沉重。但丁，直到此刻，教主对于但丁的背叛都是愤怒无比。突然之间，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教主的面前，只见的一个白发的青年，右手更是化作了一柄重剑的模样，重剑之上更是有着一个狰狞的巨口。你是？教主看着来人，瞳孔猛然一缩，他瞬间就认出了维吉尔，这个当初被他认为是神灵遗弃的孩子。一时间，一个想法瞬间在教主的脑海之中浮现。孩子！教主的口中鲜血涌出，但还是撑着最后的力气，坐起了身子，望着眼前的维吉尔。教主颤颤巍巍的伸出手指，露出了一抹笑容。你可知道，你和那个该死的家伙是亲兄弟吗？维吉尔的身躯猛然一颤，麻木的脸上罕见的浮现出了一丝丝慌乱。而这一幕正是教主想要看见的，他要的就是让这兄弟俩互相残杀。那个家伙是你的弟弟啊！教主的声音再度响起，冲击着维吉尔的内心。维吉尔茫然地望着教主，一时间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了。教主还想继续说着，但是生命的流逝已然让他无法继续开口，身躯瞬间冰冷僵硬，最后重重地倒在了地上。那是我的弟弟。维吉尔走到教主的尸体旁，忍不住看向了那个让自己仇恨无比的红发青年，一股熟悉的感觉再度从维吉尔的脑海之中浮现。而另一边，在吞噬了心脏之后，但丁的修为瞬间暴涨到了升位阶的巅峰，立马就转头杀向了米格。他要吞噬对方的力量，让自己跨入半神。米格在教主的攻击之下本就虚弱无比，又怎么可能是修为突破的但丁的对手？甚至都没有坚持几个呼吸的时间，就被但丁的古剑瞬间斩断。浓郁的秩序之力溢散而出，但丁疯狂地吸收着，无尽的超凡之力涌入了但丁的体内。刹那之间，但丁的身躯微微一震，一股恐怖的气息从但丁的体内猛然爆发了出来。猩红的光辉暴涨，照亮了整个雾都，无数的血雾疯狂地涌入但丁的体内。刹那之间，雾都震动，就连虚空都泛起了一阵阵的涟漪，可怕的气息弥漫天地之间。这一刻，但丁成功跨入了半神，血雾漫天，红色的光辉犹如红色的太阳一般，照耀了整个雾都。但丁站在半空之上，身后那猩红的双翼不断的膨胀，到最后，仅仅只是一对翅膀，都足足有着10米的大小。但丁的双眸猩红，使得本就妖异无比的面容看上去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气息。这就是半神的力量吗？但丁一只手握成了爪状，感受着体内那磅礴的能量，但丁的心中有着一股无与伦比的舒爽感浮现了出来。但丁沉浸在了获得力量的喜悦之中，却没有发现体内的源自于教主的血碱之力和秩序之力正在一点点的壮大着。血碱之力和秩序之力诡异的浸染着但丁体内的其他力量，两者也在相互纠缠，而这一切都没能引起但丁的注意，全然不知道自己的理智已然在这一股可怕的力量的感染之下，一点一点的扭曲了。但丁居高临下，望着整个雾都，眼神逐渐变得淡然。此地当为吾的领地。低沉的声音回荡在雾都之中。当钟楼之上的时针缓缓来到了12点的时刻，发出了一道清脆的钟鸣声。
血海现。但丁缓缓张开了双臂，伴随着但丁的话音落下，天地之中似乎有着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席卷了起来，四周的血雾更是在这一刻沸腾了起来。血雾翻涌着，似乎有着可怕的生灵即将从血雾之中冲出一般。下一刻，从那浓郁的血雾之中，有着汹涌的血水瞬间涌了出来，好似化作了滔天的血海，要将整个雾都都彻底的淹没。轰隆隆，大地震动，一座座建筑在血海的冲刷之下分崩离析，甚至于在大地之上竟然都裂开了一道道狰狞的裂缝。这，维吉尔的瞳孔微微一缩，望着不断的淹没整个雾都的血海，维吉尔的身子忍不住颤抖了起来。这是恐惧的颤抖。在见识到但丁那恐怖的威能之后，维吉尔怕了，他再一次惧怕了。即便是仇恨已然爬上了他的脑海，可是这一刻，内心的懦弱夹杂着恐惧，再一次驱使着维吉尔的身躯。他转过头，想要逃走，泪水在他的眼眶之中不断的打转着。面对上但丁，他又一次的失败了。幼年时，别人选择了但丁，而他被抛弃，那是因为弱小；贝姐的死，那是因为缺乏谨慎。而现在，他从小生活的城市也被彻底摧毁，并且摧毁这座城市和杀死他心中挚爱的人，居然是他的弟弟。混乱的情绪在维吉尔的脑海之中不断的环绕着，一次又一次的摧残着维吉尔的精神。他发了疯似的朝着雾都之外跑去，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理智混乱的原因，这家伙在跑的时候甚至还不忘将教主的尸体带走。但丁站在虚空之上，一双淡然的眸子却完全没有发现维吉尔的存在，似乎体内多种超凡之力的影响导致他已经理智降低了许多。无形之中，但丁体内的血检之力和秩序之力似乎沟通着某种不可知的生命，两种超凡之力在一点点的侵蚀但丁自身，唯有心剑的力量在艰难的抵抗着两者。这是怎么回事啊？但丁难以置信地察觉到体内多种超凡之力的冲突。我明明已经成为半神。下一刻，但丁的眼神变得暗淡，血海涌动，瞬间覆盖了整个雾都，雾都彻底成为了诡异世界的历史，有且只有无尽的血海在这一方天地之中盘旋着。苏雨透过系统望着这一幕，眉头微微一挑，所以还是没有结束吗？不过也好，这个世界的半神倒也有点意思。苏雨嘴角微微上扬，目光落在了但丁的身上，不由得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升位阶就能够堪比蓝星的炼脏境的武者了，甚至于在某一方面之上还远超普通的炼脏境武者，而这个半神似乎更是特殊。经过观察，苏雨赫然地发现，在但丁的身上承载着诸多的不同类型的星剑早已融为了一体，并且伴随着但丁吞噬那把血刃后，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此刻的但丁在苏雨的眼中和剑影武者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最重要的是，但丁因为理智逐渐被力量吞噬的关系，对自身力量丝毫不掩盖，这也帮助了苏雨的研究。苏雨发现，在世界之外，似乎有着一股股不同的能量，不断的透过虚空落在了但丁的身上。这些能量极其的特殊，并不像是一个超凡者掌握的那种超凡的力量，反而像是一种精神力量，不断的渗透但丁的身躯，企图操控但丁。但是但丁的身上有着苏雨通过系统传送过来的血杀之剑，以及其他的好几种不同的星剑，倒也将这些精神力量挡在了外面。这些力量难道就是诡异世界的人们口中的神灵？起初苏雨并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的神灵，但是伴随着但丁突破了半神，达到了这个世界的桎梏，反而开始吸引世界之外的存在，也就是教主口中的邪神。这些邪神也是发现了但丁，但是他们的力量又无法直接降临在这个世界之上，只能够通过精神之力不断的渗透但丁。一时间，苏雨的脑海之中不由得有些期待了。或许等这一次的交易反馈回来之后，将会给我带来一个巨大的惊喜，而这个惊喜甚至能够让我在高考的时候大放光彩。苏雨的双眸之中有着金光闪烁着。就这样，苏雨一边研究着但丁身上的特殊，一边悄悄观摩着这些所谓的神灵。时间悄然的流逝，已然过去了10天，而在诡异世界之中，却是过去了10年的时间。逃走的维吉尔通过吞噬了教主的尸体，又是不断的猎杀诡异，从而吞噬已然来到了升位阶的巅峰。在这10年的时间之中，维吉尔不断的猎杀诡异，渐渐的，在整个诡异世界之中，也是创出了赫赫威名，更是被诸多的超凡者誉为惩戒者。而正是因为维吉尔不断的猎杀诡异，无形之间竟然满足了秩序之主的升位仪式。秩序之主的升位仪式本来应该是维持稳定的秩序，达到一定的时间，从而跨入半神。但是想要稳定秩序，诡异自然是第一难题。而维吉尔为了变强，不断的猎杀并且吞噬诡异，自然而然的在10年的时间之中，满足了秩序之主的升位仪式，一步跨入半神。荒野之地之上，身穿破旧斗篷的维吉尔一步一步的走着，每走出一步，维吉尔身上的气息就变得越发的强悍。直到维吉尔走出了9步之后，一道湛蓝色的光柱从维吉尔的身上瞬间冲天而起，好似那擎天之柱一般，冲破了云霄，直达苍穹。更是有着一股可怕的威能从维吉尔的体内弥漫出。半神，在满足了秩序之主的升位仪式之后，维吉尔的修为也是彻底的达到了半神之境。半神，维吉尔呢喃着，右手化作的重剑更是被一层淡淡的蓝色光辉包裹着。维吉尔的目光缓缓看向了昔日雾的方向，此刻那里已经成为了诡异世界诸多超凡者的禁地。无尽血海，维吉尔的双眸之中有着一抹仇恨之色瞬间浮现了出来。不知道为什么，维吉尔突然对无尽血海充满了愤懑，
仿佛脑海之中有着一道声音在不停地说着：“去吧，去杀死你的仇人。”维吉尔一步跨出，脚下的大地瞬间收缩，仅仅只是一步，便是横跨了数千米之远。然而，维吉尔自己没有注意到的是，在他说出那一句话之后，眼底却是有着一道蓝色的光辉一闪而过。血海之外，维吉尔的身影缓缓浮现，他的眉头紧皱。理智告诉他，现在的自己或许并不应该直接找上但丁，而是应该巩固自己的实力之后再做出这样的抉择。但是内心的仇恨和不知名存在的干扰，终究还是占据了上风，驱使着维吉尔再一次进入了血海。昔日的雾都，但丁。维吉尔深呼吸一口气，目光落在了无尽的血海之上，暴喝一声：“出来一战！”话音落下，无尽的血海之上泛起了一阵阵的浪潮，刹那之间，滔天的血海瞬间化作了红色的幕布，遮天蔽日。只见得在血海的深处，一道妖异至极的身影赤脚踏着血海，一步一步走来。此人赫然便是但丁。10年的时间，但丁整个人的肌肤都被猩红的光辉充斥着，红色的长发在微风的吹拂之下飘逸无比。他的脸上有着红色的纹路，闪烁着光辉。看着维吉尔，但丁原本茫然的双眸突然浮现出了一股暴虐之色，就像是一个恶魔看到了新鲜的血液一般。养料，你是我的养料！癫狂的声音从但丁的喉咙之中响起，犹如野兽的嘶吼。话音落下，但丁的身后足足有着几十米长的血翼瞬间绽放开来。但丁的手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脊椎之上，硬生生地将脊椎抽出，化作了一道狰狞无比的猩红古剑。古剑之上还滴着新鲜的血液，一股血腥味儿弥漫在天地之间。维吉尔的身上同样是有着蓝色的光辉闪烁着，包裹着重剑。下一刻，两人的身影同时消失，仅仅只是眨眼的时间，两人的功法同时落下。咚咚咚，恐怖的能量不断地在血海之上肆虐着。红色、蓝色两种不同颜色的光辉闪烁着光辉，仿佛成为了这一片天地之上唯一的颜色一般。几分钟过去，维吉尔的身上已然伤痕累累，身躯上的疼痛让维吉尔的理智逐渐占据了上风。望着越战越强的但丁，维吉尔猛然清醒了一下，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直接找上但丁了。有神灵在影响我的想法。维吉尔心头一沉，想要转身离开，但是就在他这个念头浮现的一瞬间，维吉尔的双眸顿时被蓝色的光辉笼罩。下一刻，维吉尔再度杀向了但丁。看着这一幕，苏雨的眉头微微一皱。这一股蓝色的能量，苏雨的目光缓缓看向了虚空之外。此刻，在虚空之上，更是有着好几尊身躯类人类兽一般诡异的生物于虚空之中大打出手。他们并没有实体，但是每一个的实力都极其的恐怖，仅仅只是交手的余波都足以撼动虚空。半神的身体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降临容器。此刻他们的交手就是为了能够抢先一步占据维吉尔和但丁的身躯，从而降临在诡异世界之中。神灵，苏雨的眉头不由得皱紧了。不过很快，苏雨的眉头便是舒展了开来。想要从我的手中摘桃子，你们也配？苏雨冷笑一声，不再关注。又是过去了一炷香的时间，但丁和维吉尔两人的理智都已经被域外的神灵影响，两人不顾疼痛的厮杀着。很快，两人的身躯便是从天穹之上狠狠地坠入了血海之上。哗啦啦，溅起了一阵阵的浪潮。苏雨注意到，但丁和维吉尔两者生命气息也在这一刻彻底消散。但丁和维吉尔双双死亡，而这一幕更是吸引了域外诸多神灵的注意力。他们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能量注入两人身体之中，想要占据两人的身躯。苏雨淡淡的望着这一幕，缓缓站起身来，也是时候也收回交易了。苏雨呢喃着，开启面板，虚影浮现在血海上空。嗡嗡嗡！刹那之间，那些神灵的力量仅仅只是刚刚进入但丁和维吉尔两者的身体时，便是被彻底的炸碎。这是什么情况？这股力量为何连我等都能泯灭？凄惨的尖叫声在虚空之上响起。他们惊恐地看向了维吉尔和但丁两者的身躯，却不知为何会出现这种事情。因为不是交易目标的关系，使得这些所谓的神明根本无法看见苏雨的存在。在他们看来，就像是有更加高位格的存在抹去了他们的一切。苏雨没有理会这些所谓的神灵，而是将目光缓缓落在了但丁和维吉尔两人的身上。两人的身躯已然变得血肉模糊，两人已然陨落了。可即便是如此，在半神之躯的作用下，但丁和维吉尔两者的灵魂还能短暂的留存在身体之上。苏雨的出现，虚空中的众神无法看见苏雨的模样，但是作为交易对象，苏雨的虚影自然是落在了维吉尔和但丁两人的视野之中。神，救救我！神！但丁残破不堪的灵魂在看到苏雨的那一刻，原本癫狂的模样竟然变得有几分理智了。他疯狂地呐喊着，企图神灵的光辉再度照耀在他的身上。维吉尔灵魂的眼神之中带着一丝丝的喜色，但很快目光就变得难以置信了。苏雨却淡漠地注视着两人。命运的双生子吗？的确，被我操纵一生命运的双生子。但丁和维吉尔两者的半神之躯猛然一颤，一团蓝色和红色的光辉从两人的身躯之中被剥离了出来。伴随着两团能量的剥离，两人的灵魂涌现出一股股记忆，如同临死前的走马灯一般。两人回想起这辈子发生的一切，他们突然记起了幼年时刻的记忆，依旧是这一道模糊的身影。而正是因为这一道模糊的身影带给他们的力量，也让但丁成为了猩红教会的神子，而维吉尔也因为苏雨的能力安全地成长了起来。而这一道虚影在关键时刻不断地影响着他们的命运，这一生之中似乎都有着一双眼睛注视着他们，操控着他们。
他们就像是被人提着丝线的木偶一般，他们的命运从苏雨出现在他们视野之中的那一刻就被操控了。哈哈，狗屁的绳子，狗屁的力量，到头来不过是神灵的玩物。我不嘎啊！但丁灵魂发出无声的尖叫，双眸更是被血丝充斥，面容狰狞，看上去已然癫狂。维吉尔的表情虽然没有但丁那么夸张，但是脸上依旧带着苦笑。一切不过是神灵的游戏罢了。最后，两团能量光球没入了苏雨的体内。苏雨淡然地看着两人的躯体，轻轻地打了一个响指。砰！伴随着一道闷响，维吉尔和但丁两人的身躯瞬间炸开，化作了齑粉，消散在了这一片血海之中。而两者的灵魂因为失去了依托，也彻底消散。虚空之中的神灵这才小心翼翼地望着这一幕，甚至大气都不敢喘。在他们看来，苏雨的存在是他们无法看见，也是他们无法理解的。只是已然消散的两人的身躯，一众神灵沉默了。他们无法看见苏雨的身影，只有一个解释：苏雨的位阶远远超过了他们。而这样的存在，即便是他们这种被称之为神灵的生物，也无法比拟的。一切都是命运啊！苏雨轻轻地叹了口气，深深地看了一眼虚空之中的存在，身影也是在系统的作用之下缓缓消散。命运，诸多的神灵似乎是听到命运双生子死前的话，也似乎是感受到了命运双生子的不甘。命运的双生子，命运之神。这些神灵望着苏雨消失的位置，久久不曾回味过来。定，恭喜宿主新剑带回新剑剑意最剑。定，恭喜宿主新剑带回新剑剑意伐剑。定，恭喜宿主新剑带回半神本源罪与罚。定，恭喜宿主新剑带回半神之力。丁，因为宿主改变维吉尔的命运，造成世界大幅度变动，奖励5300世界点。丁，因为宿主改变但丁的命运，造成世界大幅度变动，奖励5300世界点。一系列系统的声音在苏雨的耳畔之中响起，紧接着一蓝一红两团光晕在苏雨的身前悬浮着，散发着淡淡的光辉，而后直接钻入了苏雨的身躯之中。下一刻，苏雨的身子微微一颤，紧接着一股极其汹涌的气血之力在苏雨的身上涌现了出来，淡淡的血雾在苏雨的四周不断的涌动着，恐怖的气息激荡而出。只见得苏雨体内的修为也是一瞬间暴涨，气血9层巅峰，炼脏1层，炼脏2层，炼脏3层，炼脏8层，炼脏9层。修为的提升一直到了炼脏境9层之后才是缓缓停了下来。然而之所以停了下来，仅仅只是因为苏雨没有修炼断骨境的功法罢了，否则以吞丹法带回来的半神之力足以让苏雨成功跨入断骨境。可即便是如此，感受着体内那汹涌的修为波动，苏雨的嘴角也是忍不住泛起了一抹弧度。这就是炼脏境9层的修为吗？而且最重要的是，半神之力的存在虽然没有让我成功跨入断骨境，但是那些多余的能量却是在改善我的身体。毕竟维吉尔和但丁两者的半神之力更多的是集中在半神本源上，新剑带来半神之力只是一小部分。现在的我若是修炼功法的话，断骨境之前基本没有任何的桎梏。苏雨脸上的笑容不由得浓郁了几分。自己的天赋本来就不是很好，但是在半神之力的提升之下，虽然不能算是顶尖，但比起之前已经好太多了。而这个时候，苏雨突然注意到在自己的身边悬浮着两柄剑刃，一柄则是如同维吉尔那般的重剑，重剑剑身呈现出蓝色的光辉，更是有着一股厚重的感觉扑面而来。另一柄则是一把狰狞的猩红色的古剑，散发着一股暴虐的波动。这是诡异世界的具象化，也是但丁和维吉尔的半神本源，这是他们两个一身实力的承载。苏雨的眼睛一亮，苏雨的双手握着罪罚2剑，爱不释手。好东西啊，正愁没有合适的武器，就给我送来了。苏雨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轻轻地抚摸着两柄剑刃，手指轻轻地敲打在上面，罪罚2剑发出了清脆的微鸣声。苏雨的心神顿时沉入了脑海之中，只见得在苏雨的脑海之中不由得多出了两柄小剑的虚影，一柄呈现出黑红色，而另外一柄则是纯蓝色。两柄小剑都散发着一股凌厉的波动，和天剑极其的相似。剑意诚然，在维吉尔和但丁两人的一生之中所带回来的新剑已然蜕变为了剑意。苏雨的心念微微一动，顿时红黑色的光辉和蓝色的光辉瞬间在苏雨的脑海之中照耀开来。而关于醉剑和罚剑两种不同的剑意，也是一点一点被苏雨领悟。片刻，苏雨缓缓睁开了双眸，再让我看看系统怎么样了。苏雨心念一动，打开了系统。栏位1，距离下一次出走还剩100天。栏位2，距离下一次出走还剩100天。当前可选择世界：武侠世界 LV2， 诡异世界 LV4。下一个新世界解锁需15000世界点，世界点12000。这次的冷却时间竟然长达100天，而且新世界的解锁居然需要15000点世界点。苏雨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不过也是，这次的出走实在是有些悠久了，而且但丁和维吉尔两人的实力也提升到了极高的程度，按照系统的规律来说，本就应该冷却这么长的时间。第3个世界也能解锁了吗？苏雨看着上面的提示，微微眯起了眼睛。可惜世界点还差不少。旋即，苏雨关闭了系统。接下来就是冲击剑冢的核心区域了。苏雨缓缓站起身来，目光缓缓看向了剑冢的最深处。这段时间，苏雨的注意力都放在诡异世界之中了，剑冢反而并没有走太远。一来是自己的实力可能有些不够，但是现在交易的返还，维吉尔和但丁两人化作的罪罚2剑，
更是给苏雨的实力得到了质一般的飞跃。手握着罪罚二剑，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脚掌用力，下一刻，整个人的身影更是宛若炮弹一般弹射而出。路过四周的断剑坟墓，这些断剑纷纷化作了剑影武者，保持着生前对星剑的感悟，杀向苏雨。密密麻麻的剑影武者就像是漆黑的浪潮一般，朝着苏雨围杀过来。苏雨的手中，一红一蓝两种不同的颜色瞬间闪耀出璀璨的光辉。罪罚！苏雨暴喝一声，整个人在密密麻麻的剑影武者之中，犹如进入了无人之地一般。每一次的剑刃闪烁之间，便是有着剑影武者陨落在了其中，而那一把把剑刃也被苏雨一一捡起，领悟其中的星剑。这一刻的苏雨冲击剑种的速度，比起之前可是快了数十倍啊！嗡嗡嗡，剑气纵横3里之外，荒野大地之上，仅仅只能够听见剑鸣阵阵。天剑、百川、罪与罚，不同的星剑通过手中的罪罚二剑纷纷打出，凌厉的攻罚化作了一道道恐怖的剑气劈链，抽打在这些剑影武者的身上。苏雨的身影更是宛若白色的鬼魅一般，冲入了剑种的核心之地，最后缓缓地停了下来。而这个时候，已经有着超过1000位的剑影武者陨落在了苏雨的手中，也有1000把长剑上蕴含的星剑被苏雨领悟了。脑海内更是有着密密麻麻的小剑的虚影悬浮着，而在这些小剑虚影之上，罪、罚、天剑、百川4柄小剑宛若帝王一般，俯视着下方的诸多小剑虚影。苏雨的目光缓缓看向了剑种的核心区域。按照赵勋的话来说，在剑种的核心区域之中，乃是剑种的创始人留下的感悟。而剑种开启了这么多年，只有寥寥无几的人走入了核心区内，而这几人中却没有一人能够领悟剑种创始者留下的感悟。苏雨微微眯起了眼睛，只见的在最核心的位置，大地鼓起了一个宛若小山丘一般的地貌，而在那小山丘之上，一柄断了的木剑静静地插在上面。若不是这柄木剑的位置极其的特殊，放在剑种的其他位置上，甚至都没有人会停下脚步。苏雨深呼吸一口气，体内的气血更是宛若河流一般冲刷着苏雨的身躯。这里就是核心了吗？那就让我看看剑种的创始人到底领悟了何种星剑。苏雨的双眸之中有着金光爆射而出。苏雨自己领悟的百川，要的就是诸多的星剑融入其中，而其中越强大的星剑，越是能够给百川之剑带来恐怖的提升。苏雨一步跨出，刹那之间，核心区域之中有着一阵阵的微风吹拂，将苏雨的衣衫吹烈烈作响。嗡！一道剑气呼啸而出，宛若弯月一般。下一刻，一道白发苍苍的虚影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白发老者手持着一柄木剑，身上却是连一点气息都没有，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一般。但是老人缓缓迈出了一步，而正是这一步，却是迸发出了一股冲天起的气势。如果说之前的老人给苏雨的感觉就像是一滩池水一般，而现在却像是那包罗万象的大海。万象！老者淡淡的低喃声响起，木剑举起落下，看似缓慢的动作，实际上却是快到了苏雨都忍不住瞳孔微微一缩。这种感觉为何和我的百川极其的相似？苏雨的脑海之中瞬间闪过了这个念头，但是等不到苏雨思索完，木剑已然落下。哼！苏雨冷哼一声，手中的醉剑瞬间斩出，醉剑剑意呼啸而出，同时血杀之剑也是一并斩出。醉剑本身就是于血杀的基础之上，融合多种星剑，由但丁自行领悟出来的，两者同源。此刻配合之下，一道血色的剑光瞬间爆发。苏雨的另一手伐剑也是狠狠地砸下，蓝色的光辉仿佛赋予了伐剑万斤之力。咚！闷响传来，在两道极其恐怖的攻伐之下，老者的虚影瞬间被斩成了碎片，消散在了天地之间。剑种的实力大概就是在炼脏境7、8层左右，而现在的苏雨虽然只是炼脏境9层，可若是底牌齐出的话，甚至能够爆发出堪比断骨境强者的战力。尤其是罪罚二剑所带来的战力增幅，再加上剑影武者本就无法发挥出生前全部的实力，所以才是如此轻易的被苏雨击溃。残破的木剑化作了一道青色的光辉，涌入了苏雨的脑海之中，夹杂着一道道信息。而透过信息，苏雨也终于知道为何这道星剑和自己的百川极其相似了。剑种主人的星剑乃是万象之剑，森罗万象，包含万千，和苏雨自己领悟的百川本就是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剑意对于其他的星剑修行者来说，恐怕根本无法领悟，而对于苏雨来说，这简直和百川之剑同出一辙。苏雨的眼睛顿时一亮，操控着那一道青色的光辉和脑海之中的百川之剑融合，同时开始消化感悟。片刻之后，苏雨的双眸猛然睁开，一股冲天而起的剑意从苏雨的体内呼啸而出，宛若大海一般，包含万千，容纳天地。这才是真正的百川，这才是真正的万象。从此以后，你就叫万象之剑了。在万象之剑和百川之剑的融合之下，也是成功突破了第9层，化作了剑意。至此，苏雨已然掌握了4种星剑剑意。苏雨的目光缓缓看向了四周的荒野，看着那一柄柄剑刃横插在大地之上，不由得眯起了眼睛。诡异世界能够将武学具象化，而在剑种之中，一样能够将星剑转化为剑影武者。某种程度上，这是依据万象剑意的效果，才能让那些星剑修行者的感悟化作剑影武者。而现在，我拥有万象剑意，也拥有2把诡异世界中具象化的罪与罚2剑。或许，苏雨的心中顿时冒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正好距离剑种开启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尝试一番。说着，苏雨便是盘坐下来，开始尝试自己心中的那个想法。
时间飞快，一眨眼就没了。几天之后，剑冢突然震动了起来，仿佛即将崩塌一般。苏雨也是一瞬间睁开了双眸，而在苏雨的身边，则是有着一道光影汇聚的门户突然浮现。没有任何的犹豫，苏雨直接走入了那光影门户之中，脑海中传来一阵轻微的眩晕感，很快脚下便是传来了踏实的感觉。苏雨缓缓睁开了双眸，赫然发现自己已然回到了祭坛的位置。刺眼的光辉使得苏雨不得不眯起了眼睛，耳边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啧，怎么样，在里面还习惯吗？”听到这个声音，苏雨不由自主地看去，赫然看到一个身穿黑色风衣的魁梧中年人面带着笑容，站在一辆黑色的轿车旁边，抽着烟，笑眯眯地望着自己。除了赵勋还能是谁？这个时候，苏雨终于适应了四周的阳光，睁开了双眸，和赵勋两人对视了一眼。而正是这一道对视，却是让赵勋的脸部忍不住抖动了一下，烟都差点从嘴巴里面掉出来。这个家伙怎么让我感受到了危险？而且他的气血怎么会这么充盈？不会吧？赵勋的脑海之中瞬间掀起了一阵阵的惊涛骇浪。苏雨可不知道赵勋心中的想法，看着准时来接自己的赵勋，苏雨不由得露出了笑容。总教官，赵勋深深地看了一眼苏雨，侧身打开了车门，猛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了一口烟圈。行了，既然出来了，就跟我回去吧。这么久没有回去，我想训练营的那群小家伙都快把你忘了。听着这一番话，苏雨咧嘴一笑，露出了雪白的牙齿。黑色的轿车在平坦的公路上驰骋着，轿车内的两人沉默不语。苏雨则是在回味着这一次的收获，不管是剑冢之中的收获，还是通过系统出走之后带来的反馈，都需要苏雨花上一定的时间来消化。而赵勋则是沉浸在之前和苏雨对视的那一刹那，就在那一刹那的一瞬间，赵勋竟然从苏雨的身上感受到了一丝丝的危机感。明明自己可是断骨境的武者啊，而苏雨短短1个月的时间提升这么恐怖的吗？赵勋不由得有些失神了。最后还是苏雨的声音将赵勋从失神之中拉了回来。教官，营地之中有能够让断骨境武者测试的场地吗？听到这一番话，赵勋的脸色微微一变，猛然看向苏雨，眼神不断地打量着苏雨，好似要将苏雨看穿一般。苏雨摸了摸自己的脸，有些无奈地说道：“教官，你都看我一路了，我脸应该没有花吧？”赵勋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自己有些失态了，恍惚了片刻之后，赵勋缓缓说道：“有倒是有，不过那是给我准备的，你既然要用的话，你就用吧。”说着，赵勋便是陷入了沉默之中。这家伙眼界已经上升到断骨境了吗？简直就是变态了啊！苏雨对于赵勋的想法完全不知情，在听到了赵勋的回答之后，苏雨内心也是喜滋滋的。别看自己现在仅仅只是炼脏境9层，之所以没有突破到断骨境，那是因为没有断骨境的功法罢了。星剑的极限就在炼脏境了，也就是苏雨承载着诸多不同的星剑，再加上半神之力的加持，才突破到了炼脏境9层。等苏雨拿到了断骨境的武学，自然能够轻易的跨入断骨境。更重要的是，这几天对于剑营武者，苏雨已经有了思路，想要测试一下。很快，在轿车的驰骋之下，缓缓进入了天骄营地。在轿车进入营地的一瞬间，苏雨恍惚之间似乎听见了一道道惊呼声：“操！那个妖孽又回来了！这才1个月啊！我不嘎啊！我好不容易拿到了一次第一，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为什么要放这家伙回来啊？回来又如何？这1个月我已经突破了炼脏，未尝不能战胜苏雨。即便是轿车的隔音效果很好，但是对于已经是炼脏境9层的苏雨来说，想要听清楚也很简单的。”苏雨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嘀咕着：“我有这么可怕吗？”哼哼。一旁的赵勋皮肉不笑。轿车缓缓来到了一处巨大的厂房之前，随后停下。两人走下车，赵勋指着眼前的厂房，淡淡的说道：“本来天骄营地并没有配备断骨境测试场地的，但这是我自己平日的训练场地，你去试一试吧。其中大部分设备都是采用高强度合金制作而成，就算是断骨武者也很难破坏。”苏雨看着眼前的厂房，眼睛一亮，对着赵勋告谢了一番之后，就兴致勃勃地走了进去。赵勋望着苏雨的背影，默默地从裤兜掏出了一根烟，点燃。烟雾氤氲，遮拦了赵勋的双眸。这个小家伙真的已经有了断骨境战力了吗？若是真的话，恐怕这一届高考，江南城将会因为这小子而天下闻名啊！赵勋依旧还有些怀疑，沉默了许久，他站在车旁，静静地等待着。苏雨走进了厂房，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巨大的场地，在场地之上更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仪器。这些仪器比起天骄营地之中的仪器还要更加的精细准确，甚至能够承受的力量也是远远超过了天骄营地之中的仪器。毕竟是赵勋自己建立的，这些都是能够承受断骨境力量的仪器。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是属于赵勋的，所以除了赵勋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人知道，保密程度很好。苏雨缓缓来到了一个黑色的机器面前，这个机器测试的则是力量。苏雨先是一拳猛然横推而出，咚！伴随着一道闷响，机器的显示屏上面开始有着数字快速的跳动，最后停留在了炼脏境9层的上面。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还不错，试一试动用了武器之后能达到多少。苏雨微微一笑，罪罚2剑出现在苏雨的手中，罪罚红蓝2种不同的光辉迸发而出，化作了2道极致的剑芒，呼啸之间狠狠地斩在了机器之上。咚咚，2道闷响传来，上面的数字再度疯狂地跳跃着，最终来到了断骨境1层。这样的数据若是传出去，
怕是不知道多少人要惊掉下巴。断骨近一层吗？苏雨摩挲着自己的下巴。不过在剑种之中的收获可不仅仅只是这些啊。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下一刻，嘘的一声，在苏雨的身后竟然浮现出了一个黑色的人影，人影的手中同样是握着虚幻的剑刃。若是有进入过剑种的人，就会发现这一道黑色的人影竟然和剑种之中的剑影武者极其的相似，或者说这就是一位从剑种之中走出的剑影武者。黑色的人影一剑斩出，机器之上的数据也是瞬间来到了气血境9层。气血9层吗？看来仅仅只是9层的星剑召唤出来的剑影武者，只能够爆发出气血9层的战力。这便是苏雨在剑种之中最大的收获。在系统出走了诡异世界之后，看到了诡异世界那具象化的规则，再联想到剑种之中的剑影武者，苏雨在最后几天的时间之中，全部都在领悟如何将体内的星剑化做剑影武者的办法。最终成功领悟，一种星剑只能够召唤出一个剑影武者，有着气血9层的实力，维持1个小时的时间。不过却要消耗大量的气血，但以苏雨如今炼脏9层的气血来看，足以支撑数十个剑影武者的消耗，并且气血也可以用气血丹快速恢复。最重要的是，在苏雨的脑海之中可是有着上千种不同的星剑啊！也就是说，在气血丹供给足够的情况下，苏雨抬手之间就能够瞬间召唤出上千位剑影武者。或许气血9层的实力不是很强，但若是上千位的气血9层的剑影武者呢？而且召唤出来的剑影武者可是不惧怕伤害，而且还能不断补充，这就有些恐怖了。而且剑影武者的实力上限可不仅仅是气血9层啊！苏雨的看向了手中握着的罪罚双剑。剑影武者的本质是万象剑意和其他星剑加上剑种特殊环境形成的特殊产物，而苏雨在以诡异世界的具象化代替剑种的特殊环境后，因此创造了另一种特殊的召唤剑影武者的方式，依靠着武器的承载，将那些拥有了意境的星剑召唤出来。苏雨的目光缓缓落在了罪罚2剑之上。罪罚2剑作为半神本源，也同样是具现化的星剑，是最好的承载剑意的载体。苏雨心念微微一动，脑海之中罪剑剑意和罚剑剑意瞬间散发出耀眼的光辉。下一刻，在苏雨的身边，一道猩红的剑影武者以及一道蓝色的剑影武者缓缓浮现，散发着一股极其强悍的气血波动。罪罚2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落在了这2个剑影武者的身上。苏雨操控着2个剑影武者，瞬间杀向了测试机器，2股剑意瞬间爆发开来，浓郁的气血好似奔腾的河流一般肆虐开来。咚咚，2道巨响瞬间响彻，连带着地面都微微的颤抖了一下。厂房之外，正忧郁的抽着烟的赵勋听到这个声音，身躯猛然一颤，手中的香烟掉落下来。赵勋面色怪异的看向了厂房，这个家伙究竟在里面干什么呀？而房间内，苏雨看着机器上面的数据，眼神之中好似有着亮光在浮现。断骨境1层，2个剑影武者的力量竟然来到了断骨境1层。有了剑刃承载的剑意召唤出来的剑影武者，竟恐怖如斯。苏雨自己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而且最重要的是，苏雨虽然操控着剑影武者，但是丝毫不影响自己使用其他的剑意啊。也就是说，在将罪罚2个星剑剑意召唤出来的剑影武者的加持之下，苏雨甚至能够有着堪比3位断骨境1层的武者的战力。这是什么概念？最重要的是，既然罪罚2剑能够召唤出断骨境1层的剑影武者，那么天剑和万象之剑，一时间苏雨的呼吸变得急促了。不行，得收集材料，打造新的长剑了。一旦可以承载天剑和万象之剑，那岂不是说战斗的时候，敌人相当于面对着5位断骨境1层的武者？而且伴随着以后剑意的增加和剑意的提升，这样的剑影武者只会有更多。一想到这里，苏雨的内心瞬间变得火热了。接着测试了一番之后，苏雨走出了厂房，看着正在忧郁的抽着香烟的赵勋，苏雨告了谢之后，便是匆匆的离去。看着苏雨离去的背影，赵勋将香烟从口中扯了下来，吐了一大口的烟圈之后，用脚狠狠地踩灭了香烟的火星，这才大摇大摆地朝着厂房之中走去。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小家伙在里面干了什么。赵勋走进厂房，赫然看到了一道道凌冽的剑痕在大地之上浮现，不由得眉头微微一皱。突然，一个熟悉吸引了赵勋的注意力。只见得在力量测试机器上面，赫然有着一个数据：断骨境1层。一瞬间，赵勋的瞳孔猛然一缩，足足过去了好久，赵勋才是从眼前令人震惊的数据之中回味过来。死！赵勋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赵勋拿出了烟，颤抖地抽了一口，甚至于赵勋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太过于震惊，他的手臂都在微微的颤抖。直到将一根烟彻底的吸完，赵勋才是恢复了平静。他望着眼前的数据，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容。这小子还真的让人吃惊啊！不过我若是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月中可是有好几个突破到了炼脏境的小家伙，似乎在叫嚣着不服苏雨啊！嘿嘿，有点意思了。赵勋摩挲着自己的下巴，露出了一抹坏坏的笑容。苏雨回到了自己的营帐之中，第一时间就拿起了通讯手表，查看天骄地内的可以兑换的东西。在测试了醉剑和罚剑2个剑意，依靠着罪罚2剑能够召唤出堪比断骨境的剑影武者之后，苏雨对于打造天剑和万象之剑剑意承载的剑刃充满了热情。只是在看到自己上面的积分已然清零的时候，苏雨的嘴角忍不住抽搐了起来。这个时候，苏雨才是忽然想起，进入了剑种之后，自己可没有继续参加排名考核了，而积分自然没有了。
一时间，苏雨有些头疼了。没有积分，我还怎么打造武器啊？苏雨哭坐在床榻之上，表情无奈。1分钱难倒英雄汉，1个积分难倒苏雨。这时，营帐的帘子被拉开，赵勋那魁梧的身影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赵勋口中叼着一根香烟，看着苏雨苦恼的样子，不由得一笑。没有积分了。苏雨看向赵勋，点了点头。赵勋狠狠地抽了一口香烟，淡淡的说道：“天骄营地的第1阶段训练即将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启第2阶段了。在第2阶段有你赚取积分的机会。这第2阶段，我准备让你带领天骄营地的小家伙们，你觉得如何？”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第2阶段有积分吗？苏雨此刻眼中只有积分了，唯有积分，自己才能够兑换足够打造武器的资源，才能够增加自己的战力。甚至于，苏雨想要跨入断骨境，也需要修炼断骨境的武学。看着宛若小财迷一样的苏雨，赵勋不由得咧开了嘴巴，露出了雪白的牙齿。自然，不过想要带队，这段时间天骄营地的小家伙们可有些浮躁，你能驾驭他们吗？听着赵勋的话，苏雨自然明白了其口中的意思。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说吧，让我怎么收拾他们？看着上道的苏雨，赵勋索性也不隐瞒了，大大咧咧的说道：“今天是最后一次的排名考核，你若是差积分的话，走。”赵勋甚至话都还没有说完，苏雨操起手中的罪罚2剑就朝着考核的房间走去。赵勋一愣，不由得一笑，这个小家伙。赵勋摇了摇头，跟在了苏雨的身后，看着苏雨的背影，又是想起之前在测试场地看到的数据，赵勋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抹坏笑。这下，这群小家伙的梦魇又来了呀！赵勋的脸上带着一丝丝的期待。虚拟舱房间内，众人看着进来的苏雨，整个房间之中极其的安静，安静到哪怕是一根针掉落的声音都能够清楚的听见。无数的目光汇聚在苏雨的身上，他们注视着苏雨，直到苏雨来到了自己的虚拟舱的位置，坐了进去。刹那之间，窃窃私语的声音响起了：“这家伙竟然回来了，也不知道总教官这1个月把这家伙带到哪里去了。难道我们又要活在苏雨的统治之下吗？这才只过去了1个月啊！”有些悲观的天骄仿佛已经想到了苏雨统治他们的场景了，不由得悲哀的议论着。但依旧有人目光熠熠，炽热的望着苏雨。王猛坐在自己的虚拟舱内，望着前方苏雨的背影，双眸之中有火热之色浮现而出。苏雨，1个月之前我或许不是你的对手，但是现在，王猛的内心极其的自信。没有了苏雨的统治，在这1个月的时间之中，王猛多次拿到了天骄营地的第1，更是依靠着丰厚的资源，成功跨入了炼脏境的层次。如今已经是一位炼脏境3层的武者了。而要知道的是，除开了赵勋之外，其他的3位教官也仅仅只是炼脏境啊。修为的突破给王猛带来了极其强烈的自信。入舱，开始考核。赵勋的声音在房间内响起，众人纷纷躺下，一根根数据线缠绕在他们的身上，虚拟舱的舱门缓缓关闭。下一刻，画面流转，众人出现在了一片废墟的城池之中。总教官，你说现在的苏雨还能击败这群小家伙吗？房间内3位教官看着苏雨的画面，忍不住的说道：“是啊，现在天骄营地内更是诞生了好几位炼脏境的天骄，即便是苏雨从剑冢回来，想要打服这群小妖孽，怕是也有点困难哦。”听着3人的话，赵勋心中不由得不屑一笑。炼脏境，不要说这群小家伙了，现在的苏雨，即便是你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不过赵勋并没有说出口，仅仅只是双手环抱于胸，淡淡的说道：“拭目以待吧。”3人对视了一眼，虽然不明白赵勋为何如此的自信，但也只有看下去。虚拟空间内，苏雨的心念微微一动，有点可惜，罪罚2剑无法带进来。不过无妨，模拟战中倒是能模拟出外形一样的长剑。下一刻，2把外形和罪罚2剑一模一样的长剑出现在了苏雨的手中。感受着剑刃传来的熟悉感，苏雨不由得一笑。旋即，苏雨的目光缓缓看向了眼前的废墟，一步跨出。对于一众天骄的说法，苏雨并不在意，苏雨在意的还是积分啊。不管是这次的排名考核，还是即将开启的第2阶段的训练，苏雨想要赚取更多的积分，都必须要将这群天骄打服，才能够更好的开展工作。所以，苏雨一步跨出，身影宛若白色的鬼魅一般，瞬间冲向了城池废墟的中心处。四周时不时的便能够看到有着好几位天骄注视着苏雨的身影，但并没有着急出手，而是静静的跟了上去。当苏雨来到了城池的中心之处之后，苏雨的身影才是缓缓的停了下来。四周更是多了10多20位天骄，他们警惕的望着站在中心位置的苏雨，但是却并不敢动。苏雨也没有在意，将罪罚2剑狠狠的插入了大地之后，就这样靠着2柄剑刃，抱着胸，静静的等待着。这个苏雨到底在搞什么？房间内，一个教官看着这一幕，皱起了眉头。这么明目张胆的将自己暴露在所有人的视野之中，这是生怕别人不来找他吗？是啊，这是不是有点太狂了一些？3位教官有些不解的望着苏雨的画面，更是有教官摇了摇头，现在可不是之前了。如今天骄营地内光是炼脏境的武者都有好几位，到了炼脏境已经不是气血境那般容易击败的了。苏雨还没有意识到别人也成长了呀。一时间，3位教官对于苏雨动作有些失望了。唯有赵勋在看过了苏雨的数据之后，对此仅仅只是淡淡一笑，并没有说话，只是深深的望着眼前的画面。小家伙，既然是一条鲨鱼，那就好好的展现出你的风采吧。虚拟空间之中，城池中心处越来越多的天骄的身影浮现，他们静静的望着苏雨，似乎在等待着。片刻之后，几道身影缓缓出现，为首之人赫然便是王猛了。这位除开了苏雨之外，蝉联第1的天骄。苏雨，
你不会还以为这是1个月之前吗？想要一个人抗衡我们所有人？王猛的脸上带着一丝丝的戏谑之色。而这个时候，一直闭着眼睛的苏雨也是猛然睁开了双眸，一道金光瞬间爆射而出，宛若锋利的剑芒一般，直逼王猛的眼睛。王猛的心神微微一沉，耳边响起了苏雨那略微有些慵懒的声音：“终于到齐了呀！”话音落下，刷刷刷，伴随着一道道破空声传来，只见得在苏雨的身边突然浮现出了一道道漆黑的身影，每一个身影都散发着气血9层的修为。剑影武者，苏雨握着罪罚2剑，露出了雪白的牙齿。不要浪费时间了，直接上吧！动！苏雨的脚掌猛然用力，整个人宛若炮弹一般弹射而出，之前的位置上更是露出了一个小坑。刹那之间，苏雨的身影犹如一条白色的幽冥一般，手起剑落，剑鸣阵阵。身边的剑影武者也是纷纷爆发出了恐怖的战力。仅仅只是一个照面，那些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天骄瞬间毙命。一位位剑影武者更是直接杀向了那些气血境的天骄，而苏雨则是直接杀向了那几位炼脏境的天骄。苏雨！王猛怒吼着：“你不要小看人！”几人瞬间迸发出了强烈的气血。然而对此，苏雨仅仅只是淡淡一笑。醉剑、罚剑，淡淡的呢喃声响起，苏雨的身后仿佛出现了2道红蓝的虚影。刹那之间，剑芒落下，轰隆隆，轰鸣声响彻整个城池，灰尘漫天，刹那之间飞沙走石。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灰尘逐渐散去，露出了一道白色的身影，静静地站在原地。而在苏雨的面前，那几位炼脏境的天骄身躯瞬间断裂，化作了斑驳的能量碎片，消散在天地之间。秒杀！这房间内3个教官呆呆地望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嘴巴不由得张开，甚至能够轻易地塞下一个鸡蛋了。这怎么可能啊？一个教官说话的声音甚至都有些哆嗦了。他们呆滞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幕，几个炼脏境的天骄在苏雨的手中，甚至连1级都没有坚持到，就被秒杀了。还有苏雨身边那些黑色的人影又是什么鬼？而且战力还如此的强大。在10道剑影武者的屠杀之下，其他的天骄更是宛若韭菜一样被轻易的收割着。要知道，依靠着星剑9层召唤出来的剑影武者，可是堪比气血境9层的武者啊！整个画面瞬间就呈现出了苏雨一人压着199人打的局面。赵勋将这一切尽收眼底，随后淡淡的说道：“行了，这一次的考核也该结束了，强行中断吧。要是真的让苏雨杀完了，这群小家伙们恐怕受不了。”听着赵勋的话，旁边的工作人员才是连忙关闭了虚拟空间。片刻之后，一道道舱门开启的声音传来，一个个天骄茫然地坐起了身子，目光忍不住地看向了苏雨的虚拟舱。看着苏雨坐直了身子，众人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屠杀，那简直就是屠杀！199位天骄竟然比不过苏雨一人。王猛他们此刻更是茫然地低着头，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何他们和苏雨之间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行了，不就是输了一场吗？身为天骄营的天骄，连这点承受能力都没有，算什么天骄？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赵勋望着这一幕，暴喝一声，雄浑的声音宛若闷雷一般炸响，将众人那失了魂一般的神态硬生生地拉了回来。看着时机成熟，赵勋自然而然地将第2阶段的事情说了出来。你们在天骄营也有一段时间了，想必也熟悉了起来。而我要告诉你们，这仅仅只是天骄营的训练的第1阶段，从明天开始将会开启训练的第2阶段，前往前线和凶兽交手。现在要退出的赶紧说，走出了这个房间就不能后悔了。赵勋淡淡地望着众人，众人此刻也是回过神来，不过并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到底还是5成选举出来的天骄，没有一个贪生怕死的。很好，赵勋欣慰地说着，我决定让苏雨带队，带领你们前往前线，抵御凶兽，诸位没有意见吧？众人闻言纷纷摇起了头。若是考核之前，他们或许还会有一些怨言，但是在经历了刚刚那一场单方面的屠杀之后，众人也再无这样的念头了。那就这么决定了，现在都给我回去收拾东西，明天一早随我出发前线，抵御凶兽。赵勋拍了拍手，众人也是纷纷从虚拟舱之中走出，回到自己的营帐之中收拾东西，准备明日出发。翌日，当阳光轻轻地拨开厚重的云层，挥洒大地，在天骄营地的广场之上，一位位天骄已经整装待发。经过了1个月的天骄营地的生活，这些刚进入时桀骜不驯的天骄也是逐渐适应了这种令行禁止的生活。还没有到时间，就纷纷集合完毕，出发！赵勋站在高台之上，清点了人数之后，大手猛然一挥，众人有序地朝着停靠在一旁的运输机之中走去。苏雨走在所有人的前面，第一个进入了运输机当中。当众人全部落座之后，赵勋看向了飞行员，点了点头。轰隆隆，机翼震动，整个运输机机身也是猛然一颤，紧接着庞大的运输机开始远离地面，朝着天际飞去。运输机内，赵勋的声音透过了无线耳麦响起。众所周知，在我人类疆域之外，还有3道防线，保护了整个人类社会，也是这3道防线的存在，才有了现在人类普通人安居乐业的生活。陆地上的凶兽，通过诸多强大武者的绞杀之下，已经对我们人类的社会构成不了太大的威胁。唯有海洋之中的凶兽，才是我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因为环境的因素，海洋内的凶兽极难对抗，即便是一些顶尖的武者，也不敢轻易的踏入海洋之中。我们这一次要去的一处前线，归南部军方统领，是南部防线之中的其中一处。众人点了点头。运输机在天穹之上飞驰着，苏雨坐在窗户边上，望着窗外，居高临下，赫然看到3道巍峨的金属城墙直入天际，连绵不绝，如同衔接了大地与天空。
3道长城无边无际，以苏雨的视线，仅仅只能够看到长城的一部分。这3道长城环绕了人类生活的整片大陆，而这3道长城以及在城墙上驻守的无数武者，共同形成了人族的生命线，抵御着万千凶兽。这是军方留出来的缓冲地带，一旦有凶兽入侵，通过缓冲地带就能够将其抵御在防线之外。同时分为了3处防线。第一处防线名为坚壁防线，位于距离海岸线1万米的位置。坚壁防线长期镇守着大量的士兵，大部分都是气血境的武者，由断骨境的武者率领。防线的长度极长，因此只能以数量最多气血境武者搭配气血武器，形成第一道防线。第二处防线名为烽火台防线，位于距离海岸线15000米的位置。这道防线由炼神境强者率领的战团驻守，战团中最弱也是炼脏境，但由于战团数量稀少，而防线范围极大，因此烽火台的战团需要来回流动，哪里点燃烽火，便要去哪里驻守。最后一处防线则是为止水防线，位于距离海岸线2万米的位置。至于止水防线的强者，苏雨就不知道了。赵勋的声音继续响起，而这一次第2阶段的训练，便是将你们编入军队之中，参与前线的战斗。我始终坚信，唯有经历过生死的厮杀，才能够成长为顶尖的武者。诸位，能做到吗？能。200人连同苏雨齐声呐喊，声音太小，我听不见。能。声音震耳欲聋。赵勋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开始给众人讲解一些在前线之中的经验。渐渐的，运输机缓缓朝着1号长城坚壁落去，在那坚壁之后，更是有着一个个军营扎根在大地之上。而在这一处军营内，能够看到列队整齐的军人已经站在了这里，为首的则是一个身穿军装的魁梧中年人，双手负背，静静的等待着。渐渐的，运输机落下，众人也是在赵勋的带领之下走出了运输机。哈哈，老张，好久不见！赵勋看着眼前的中年人，张开了手臂，那人同样是露出了笑容。两人重重的拥抱了一下，开始介绍。这位是16007号坚壁兵团的军长张星宇。接下来一段时间，你们都将归张军长统领。苏雨看向张星宇，眼睛微微眯起。苏雨赫然的发现，在这个张星宇身上给苏雨带来的威胁，竟然比起赵勋还要更加强烈。断骨境武者，眼前的这个张星宇绝对是一个强者，甚至于远超赵勋这样断骨境的强者。不愧是能够成为坚壁防线一处军营的军长，怕是在所有的断骨境武者之中，此人也有着极其强悍的战力。咦？突然之间，张星宇咦了一声，目光落在了苏雨的身上。他深深的看了一眼苏雨，嘴角带着一抹玩味之色。他看向赵勋，这就是你说的带队的小家伙，有点意思。赵勋嘿嘿一笑，挠了挠头，没有说话，只是心中自言自语着，还有更有意思的你不知道呢。张星宇看向200位天骄，目光缓缓扫过，面色逐渐变得严肃了起来。各位都是从5城之中选举出来的顶尖天骄，我承认你们的天赋比起军队之中的任何一个士兵都要高，但是这里是战场，不是天赋高就能够决定一切的。在战场上，唯有实力才能够决定一切，赢得其他人的尊重。从现在开始，你们被编入16007号坚壁兵团第17营，苏雨为营长。你们在天骄营地的积分1比1转化为军队功勋，而身为营长，能够从手下的士兵的功勋之中额外获得10%。和天骄营地一样，想要兑换军营之中的物品，就需要拿功勋来换。不过，作为加入坚壁军团的福利，你们的武库权限会在前线的这段时间提升到4级武库。说着，身边的助手将一块块腕表递给了众人。苏雨拿过通讯手表，便是看了起来，目光扫过兑换清单，苏雨的眼神也是越发明亮了起来。4级武库权限，居然拥有这么多的断骨劲武学，无相剑骨，断骨劲武学，这看起来和星剑同出一源啊！苏雨的目光一下子就落在了无相剑骨上面，只是看了一眼功勋，竟然需要5000功勋。苏雨的眉头微微一皱，即便是天骄营地那边的积分1比1转化过来，自己也仅仅之后500功勋，还差4500。看来在这坚壁军团的这段时间，要好好的获取功勋，换到这门断骨劲武学了，不然离开这里后，我就没有4级武库权限了。苏雨默默地将无相剑骨记了下来，目光继续的在清单上面扫过，上面有着各种各样的合金长剑，这些长剑经过专业的锻造师的打造，能够极大程度的契合武者的气血。突然，苏雨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名叫储能剑的上面，停留了片刻。储能剑能够将一部分的气血暂时储存在长剑内。看着关于储能剑的描述，苏雨的眼睛不由得亮了起来。如果能够储存气血的话，以储能剑为核心，能不能召唤出剑营武者？苏雨的心中这个念头缓缓浮现了出来。不过苏雨并没有着急，而是静静地听着张星宇的话。兑换清单大家都看过了吧？张星宇双手负背，嘴角带着笑容。而想要获得功勋很简单，你们手上的通讯手表已经被植入了军方的检测系统。击杀一头气血境的凶兽，奖励10功勋；击杀一头炼脏境的凶兽，奖励100功勋；击杀一头断骨境的凶兽，奖励1000功勋。最后，欢迎各位来到坚壁。说着，张星宇的表情一瞬间就变得严肃了起来，右手握拳，重重地敲打在了胸口。身后的一众士兵，包括赵勋在内的所有人，也是面色严肃，齐刷刷地做出了同样的动作。而一众天骄营的天骄，则是茫然地看着这一幕，学着赵星宇的动作回礼。从众人做出军礼的那一刻，他们已然成为了一个军人。随后，张星宇给众人分配了一处营地，各自回到了自己的营帐之中。苏雨则是找到了张星宇，依靠着积分转化而来的500功勋，兑换了3柄储能剑。
储能剑的价格并不是很贵，5功勋一柄。拿到了储能剑之后，苏雨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帐内，气血注入其中，连带着心剑感悟一并注入了其中。随后，苏雨的心念微微一动，储能剑瞬间炸开，化作了一道黑色的人影，身上散发着浓郁的气血。气血9层。苏雨望着眼前的剑影武者，摩挲着自己的下巴，实力没有变化吗？不过也是，毕竟储能剑品质很一般，就是不知道时间能够持续多久了。苏雨开始计时，一直到了2个小时之后，剑影武者的身影才是缓缓消散。时间竟然翻倍了！苏雨眼睛一亮，以我现在的气血，最多就只能够召唤出数十位剑影武者，之后就需要用气血丹恢复气血了。而通过储能剑将心剑和气血全部存放在里面，还能够实现时间翻倍。死，简直就是好东西啊！苏雨呢喃着，又是研究了一番，苏雨便是听到外面传来了吵吵闹闹的声音。4级武库全现，这天交营我还真是来对了。你们看到了吗？这里竟然连断骨经的武学都能够兑换。看到了，还有那断骨丹，那可是能够让一位炼脏境巅峰的武者100%跨入断骨境的丹药啊！不愧是军方的兑换清单，比起天骄营地不知道丰厚了多少。是啊，看着上面的东西，我好想马上出去击杀那些凶兽，赚取功勋啊！没错，一本断骨经的武学也才5000功勋，不就是杀500头凶兽吗？就算是1000头来了，我也杀得完。或许是初到军营，又或许每一个少年的心中都有一个保家卫国的梦。此刻，他们变得无比的兴奋。苏雨听到这些嘈杂的声音，忍不住眉头微微一皱，撩开了营帐，看到了众人勾肩搭背，甚至还有一些家伙准备走出营地猎杀凶兽。尤其是王猛，你们想干什么？苏雨见状询问道。王猛嘿嘿一笑，道：“自然是去赚功勋啊！”说着，他扛着一柄战刀，大大咧咧地朝着营地之外走去。苏雨的眉头微微一皱，这群家伙难道没有意识到这里的危险吗？要是凶兽那么容易击杀，还要这些长城干什么？简直就是儿戏！这里是军营，不是天骄营地。苏雨淡淡的开口：“凶兽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要是这么容易就猎杀了，你猜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军队驻扎在坚壁附近？这些人的命终究是关乎着苏雨的功勋提成，苏雨自然也不能看着他们白白送死，所以简单的提了一句。”听了苏雨的话，不少头脑发热的天骄也是瞬间冷静了下来。是啊，要是这些凶兽这么容易杀死了，人类也不至于建造出3座长城，拱手疆域了。王猛的眉头微微一皱，旋即也是放下了战刀，收起了性子。看着众人还比较听劝，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或许可以做点小生意啊。苏雨摩挲着自己的下巴，储能剑既然能够储存剑影武者，为什么不将这些东西卖出去？不仅仅能够提升这些家伙的自保能力，甚至还能够赚取一些功勋。想到这里，苏雨朝着兑换营地走去，将剩下的所有的功勋都兑换成为了储能剑，抱着大把的储能剑回到了自己的营地之中，开始一个一个的注入心剑感悟和气血。即便是以苏雨炼脏巅峰的修为，在将全部的储能剑都注入了心剑感悟和气血之后，也是耗费了3-4个小时的时间。看着堆在地上的储能剑，苏雨的嘴角露出了笑容。这种足以在关键时候保命的东西，卖个20功勋应该不过分吧？5功勋的储能剑在注入了心剑感悟和气血之后，直接翻了4倍。苏雨微微一笑，拿着几柄储能剑走出了营帐，来到了众人聊天的地方。众人看着苏雨过来，脸上闪过了一丝丝不自然。或许是因为苏雨在天骄营的打服了他们的原因，他们本能的对苏雨产生了一丝丝的畏惧。苏雨对此并不在意，依旧挂着浓郁的笑容，笑眯眯的走了过来，拎着一把储能剑，道：“诸位，我这里有一物，可以让诸位在猎杀凶兽时更加安全。”看着苏雨笑容的模样，众人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在所有人的印象中，苏雨都是那一副杀人不眨眼的模样，尤其是在经历了好几次被苏雨统治的虚拟测试之后，众人的心中不由而然的对苏雨产生了一丝丝的畏惧，而这种畏惧甚至带到了现实中来。如今看着苏雨笑着，众人本能的打了一个寒战。王猛坐在人群之中，缩了缩自己的脖子，尴尬一笑，哈哈，苏雨，你来了，也算是打了一个招呼。苏雨望着众人，看着众人如此畏惧自己的模样，心中微微叹了口气，我这个和蔼可亲的人，怎么就这么招人害怕呢？说着，将自己手中的储能剑拿了出来。诸位，我手中的这把剑可是保命的好东西啊！诸位想一想，在前线作战，总归是要面对凶兽的，而面对凶兽，自然就会有危险。我想大家都不愿意将命丢在这里吧？而我手中的这把剑就不一样了，能够在危机时刻保证你们的安全。只要20功勋，怎么样？很划算吧？望着苏雨笑眯眯的模样，王猛不由得眉头一皱，这不就是最简单的储能剑吗？我记得兑换清单里面储能剑好像是5个功勋，怎么到你这里来了就变成20功勋了？此话一出，众人不由得看向了苏雨，面无表情，仿佛在说，功勋你明明可以抢的，为什么还要用这么蹩脚的话术来骗我们？什么话？苏雨当即正色道，我这是普通的储能剑吗？我这个要是普通的储能剑，我会拿给你们吗？只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储能剑。王猛撇了撇嘴巴，怎么看都是储能剑，怎么说都改变不了。说完，王猛便是注意到苏雨的目光一下子就落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苏雨依旧笑着，但是不知道为何，王猛总是感觉自己似乎被死神盯上了一般。这道目光冷冰冰的，让王猛忍不住冒起了鸡皮疙瘩。王猛顿时讪讪一笑，闭上了嘴巴，不再开口。他怀疑自己要是继续开口的话，保不齐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自己就被嘎了。可嗨嗨！苏雨咳嗽一声，将众人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诸位，请看，
说着，苏雨猛然捏碎了储能剑，顿时一道黑色的人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众人见状，瞳孔微微一缩。众人顿时想起，这不就是之前在虚拟测试的时候苏雨召唤出来的人影吗？而且这些人影的战力极其的强大，甚至能够爆发出堪比气血9层武者的战力。一时间，有人的呼吸变得急促了。若是能够有这样的好东西傍身，那岂不是相当于能够有着一位气血9层的武者辅助自己战斗？这个人影的持续时间能够持续多久？有人忍不住地问道。苏雨微微一笑，缓缓比出了2个手指。2分钟吗？2分钟也不错了，至少能够当做一个杀招或者暗器使用。有天骄眼睛一亮，谁知苏雨却是摇了摇头。谁告诉你2分钟了？能够持续2个小时好吧？死！顿时，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给我一个！有人立马开口了。我也要！给我也来一个！你走开啊，排队好不好？明明是我先来的。在苏雨演示了一下储能剑的作用和效果之后，众人瞬间沸腾了，纷纷想要购买苏雨手中的储能剑。苏雨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幕，微微一笑，从自己的营帐之中拖出了诸多的储能剑，坐在地上开始买卖。王猛等人站在远处，看着苏雨这边火热的状态，不由得有些吃味。不就是一个人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辈武者靠的是自己，什么时候一些身外之物也能登上大雅之堂了？王猛酸溜溜地说着，带着几人就离开了此处，准备去猎杀坚壁附近的零散的凶兽。苏雨将这一幕都看在了眼里，不过苏雨并没有在意，自己和这些天骄非亲非故，自己可不会舔着脸将这玩意儿送出去。很快，苏雨购买的储能剑纷纷倒卖了出去，500功勋购买的，如今直接到账2000功勋。当然，有些人是赊账的，所以真实到账仅仅只是1000左右。算了算自己的功勋，距离购买无相见骨，仅仅只差3000功勋之后，苏雨缓缓露出了笑容，目光缓缓看向了坚壁之外。现在可以开始猎杀凶兽了。苏雨简单的收拾了一番，便是朝着坚壁之外走去。依靠着通讯手表上面的身份认证，苏雨很容易的就通过了被众多士兵看守的大门。祝一切顺利。大门缓缓打开，站在大门身边的几个士兵对着苏雨缓缓行了一个军礼。苏雨的面色一正，同样是学着对方的模样，行了一个军礼。多谢。苏雨轻轻的回应了一句，随后一步跨出，走出了坚壁长城。走过厚重的长城，苏雨的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许多。以苏雨目前的修为来说，能够轻易的看到7000米之外的情况。无边无际的大海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呈现出蓝色的光辉，在海岸线上有着零星的凶兽出没，整个空气之中都掺杂着一股鱼腥味儿。苏雨舔了舔嘴唇，嘴唇之上都带着一股腥咸的味道。这就是长城之外的景色吗？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咧嘴一笑，背后背着罪罚2剑，缓缓朝着海岸线走去。很快，苏雨便是遇到了一头龙虾凶兽，散发着汹涌的气血，堪比一般的气血境6层的武者。对此，苏雨甚至连剑都懒得拔，一拳轻轻的横推而出，在汹涌的气血之下，那龙虾凶兽甚至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瞬间就炸开了。苏雨的余光看了一眼手表，果然在自己的功勋一栏多了10个功勋。苏雨的眉头轻轻的挑动，10功勋还算不错，可惜想要购买无相见骨，仅仅只是猎杀气血境的凶兽，还不知道狗年马月呢。苏雨摇了摇头，继续朝着海边走去。不过苏雨还是很有理智的，并没有靠海边太近。海洋一向是人族的禁区，即便是一些顶尖的武者都不敢轻易的涉足其中，而苏雨仅仅只是炼脏境巅峰，可不敢轻易尝试连顶尖武者都不敢尝试的区域啊。就这样，苏雨开始了悠哉悠哉的猎杀时刻。时间流逝，苏雨一拳将一头螃蟹凶兽那坚硬的躯壳击碎，功勋已然来到了1200点。若是再加上之前天骄们赊欠的功勋，苏雨的功勋估计能有着2200点左右，还是太慢了呀。苏雨不由得叹了口气。靠近海边的区域，苏雨又不敢去，但是不靠近海边，凶兽又大多数是气血境的，至于炼脏境的凶兽，甚至都看不到。然而，就在苏雨心中叹息的时间，一道急促的号角声从坚壁长城之上响彻。悠长急促的号角声传遍了整个海岸线。听到这个声音，苏雨的瞳孔微微一缩，手中的通讯手表传来了张馨予那急促的声音：所有在外的士兵听令，立刻回到坚壁长城之后，有凶兽潮入侵。听到这个声音，苏雨没有任何的犹豫，立马转头就朝着坚壁长城跑去。一路上，苏雨看到了诸多的天骄，还有士兵急匆匆的赶回。寻常时刻都能够走出坚壁长城猎杀零星的凶兽，但是一旦到了紧急时刻，所有人都要立马回到坚壁长城之内，一来是保护，二来是准备抵御凶兽的入侵。或许是因为谨慎的缘故，苏雨第一时间就回到了坚壁长城之后，登上长城，苏雨看向了海岸线的方向。只见的密密麻麻的凶兽蜂拥一般从海水之中冲出来，朝着坚壁长城所在的位置袭来。而在远处还有一些深入海岸的天骄，此刻面色苍白，正在疯狂地朝着坚壁长城赶来。在他们的身后，诸多的凶兽就像是看到了美味一般，朝着他们杀去。该死的，谁让这群家伙跑那么远的？他们难道不知道，即便是猎杀凶兽，也不能靠近海岸线吗？在苏雨的身边，一位断骨境的营长怒吼一声：“蠢货！一群蠢货！如今凶兽潮来临，不可能让人前去营救，搞不好还会将营救人员搭进去，是死是活，只能够听天由命了。”苏雨漠然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幕，对于这群人，苏雨并没有太在意。之前自己就已经提醒过了，不能走得太远。既然他们自己不听，那也怪不得别人。苏雨突然嗯了一声，
眼睛微微眯起，王猛那家伙竟然也在里面。海岸线上，王猛以及身边几个天骄同伴面色苍白，正在疯狂地朝着坚壁长城的位置奔去。怎么会这样？凶兽潮怎么毫无征兆的就爆发了？此刻的王猛面色苍白无比，整个人的嘴巴都在不停地打着哆嗦。咚！一道闷响传来，只见的一个宛若八爪鱼一般的凶兽猛然抬起了触手，狠狠地朝着一位天骄砸去。下一刻，那位天骄的身躯竟然直接被砸成了肉泥。这！众人将这一幕尽收眼底，眼神之中有着恐惧之色浮现而出。然而，八爪鱼一般的凶兽还没有停手，再度抬起了一个触手，朝着另外一个天骄砸去。我和你拼了！那位天骄大吼一声，猛然拿出了一柄储能剑，而后瞬间捏碎。嗡！一道黑色的人影瞬间浮现而出，剑光闪烁，绿色的剑芒狠狠地斩在了那八爪鱼的触手之上。剑光极其的锋利，竟然硬生生地将触手斩断。紫色的血液瞬间喷涌而出。烈！八爪鱼凶兽发出了痛苦的嘶吼。而那位天骄先是一愣，紧接着狂喜了起来，哈哈，苏雨果然没有骗我，大家快将储能剑打碎啊，这样我们就能活下来了。这时众人才是连忙反应过来，一些购买了苏雨的储能剑的天骄则是纷纷捏爆了储能剑，一道道黑色的人影瞬间浮现，杀入了凶兽巢之中。而趁着剑影武者和凶兽巢厮杀之际，众人也是得到了喘息的时间，疯狂地朝着坚壁长城奔来。咦，这不是储能剑吗？为何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东西？有点东西。在苏雨的身边，之前还在疯狂大骂的断骨境营长顿时眼睛一亮，摩挲着自己的下巴。待会儿的豪豪盘问这群蠢货了，要是我军人人都配备一把这个，死亡率都要大大降低啊！甚至于在苏雨身后站着的好多的天骄，望着那一幕，心中也是微微一动。一些购买了储能剑的天骄，心中则是安定了许多，而那些没有购买储能剑的天骄，却是开始懊恼了起来，后悔自己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抢购一批啊！毕竟就刚刚发生的那一幕来说，这个储能剑可是能够在危急时刻救自己一命的好东西啊！一时间，那些没有购买储能剑的天骄也是在心中打定主意，等这一次的战斗结束，就立马找到苏雨购买储能剑。苏雨站在旁边，心中暗喜了，有了这群家伙的展示，自己的储能剑销量这不就是一下子就打开了吗？到时候功勋还不是赚得手软啊！不过很快，苏雨心中的喜悦就消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片凝重之色，只因为那群凶兽在不断的追逐之下，已然靠近坚壁长城不到3000米的位置了。这个距离，就在苏雨心中默默盘算的时候，身后突然响起了张馨予的声音。不管了，直接开火！伴随着张馨予的声音落下，原本还在苏雨身边的那几个断骨境的营长也是瞬间离开了位置，朝着长城的各处走去。苏雨默默地看了一眼，只见得在长城之上摆放着一排排的机关枪、热武器。苏雨一愣，一般的热武器或许能够解决气血境的凶兽，但是到了炼脏境之后，常规的热武器根本无法给凶兽造成致命伤害。久而久之，常规的热武器也是被淘汰了。只是让苏雨没有想到的是，在坚壁军团之中竟然还保留着热武器。不过没有等苏雨多想，张馨予的声音却是响起：“17营何在？”苏雨没有任何的犹豫，立马高声喊道：“到！”张馨予朝着苏雨这边看了一眼，淡淡的说道：“17营刚刚加入军团，对战况不熟悉，作为流动支援，支援各处防线。”是。苏雨面色严肃，行了一个军礼。张馨予见状，同样是回了一个军礼。一道道命令从张馨予的口中有条不紊地颁发下去。16007号军团仿佛在这一刻化作了一个战争机器一般，每一个士兵都成为了这个战争机器之中的一个零件。苏雨看向一众天骄，淡淡的说道：“还用我提醒你们吗？现在立即支援各处。”一众的天骄点了点头，在这个时候，他们可不会任性。苏雨默默地站在城墙之上，居高临下的望着整个战场。咚咚咚！突然之间，在城墙之上传来了一道闷响。只见得之前站在苏雨身边的那位断骨境的营长，身前摆放着一个巨大的大炮。苏雨认识他，此人乃是张馨予麾下的2营长。大炮的炮筒足足有着6个，与其说是大炮，不如说是等比放大的6管机枪。在那人的操控之下，一枚枚炮弹瞬间轰了出去，随后在大地之上炸开，恐怖的能量瞬间宣泄开来，竟然直接将那一处方圆数10米的凶兽硬生生的轰成了碎渣。这，苏雨的眼神不由得有些动容了。威力如此之大的热武器，要知道凶兽巢之中可是不乏有着炼脏境甚至是断骨境的凶兽的呀。可是在这炮弹的攻击之下，即便是断骨境的凶兽竟然都被轰成了碎渣，好强大的威力！这应该不是简单的热武器吧？正如苏雨所想的那般，能够出现在坚壁长城之上的武器都不是简单的热武器，而是通过了人类诸多科学家研究之后，能够依靠着武者的气血爆发出来的气血武器。这种气血武器能够极大程度的爆发出气血的真实威力。简单的来说，一个气血境的武者依靠着气血武器，甚至能够爆发出3、4个气血武者的功法，消耗的也仅仅只是气血罢了。而且苏雨注意到，坚壁军团之中大多数的士兵都是气血境的武者，炼脏境的武者都少得可怜，可能一个营里面有10几个就不错了。可是依靠着气血武器的力量，却是能够将实力超过自己数倍，甚至是10倍的凶兽挡在外面。轰隆隆，机枪炮弹的轰鸣声不断的响起，密密麻麻的凶兽巢在火力的爆发之下，化作了一滩滩的肉泥。可即便是如此，凶兽巢还在不断的前进着。
苏雨这个时候也终于闲不下来了，身影轻轻一跃，跳入了战场之中。罪罚二剑握在手中，红蓝两股光芒在罪罚二剑之上闪烁着。噗嗤，苏雨杀入战场，仿佛化作了绞肉机一般，靠近苏雨的凶兽瞬间化作了血肉。支援组的人呢？来个人，老子不行了！突然，长城之上之前操控着大炮的二营长突然大吼一声，整个人的面色苍白无比。气血武器虽然强大，但是想要激发却是需要强大的气血作为支持。可即便是如此，当气血耗尽之后，若是没有气血的补充，气血武器也就成了摆设。坚壁长城之上，气血武器很多，但是这种需要断骨劲武者操控的气血武器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杀伤力最大的。二营长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就连手臂都在不断的颤抖。强大的后坐力，即便是他这位断骨境的武者，长时间都扛不住啊。而没有了大炮的火力支援，那一处的防线瞬间就被撕裂出了一个巨大的口子，无数的凶兽就像是看到了美味一般冲了过来，瞬间就拉近了数百米的距离。苏雨咬了咬牙齿，退出了战场，踩着那厚重的长城一跃而起，最后落在了二营长的身边。怎么用？我来！苏雨大吼一声。二营长望着苏雨，认出了苏雨的身份，这个来自于天骄营地的天骄。不过看着苏雨，二营长的眼神之中却是有着浓浓的怀疑之色。身为军队的人，对于这些来自于学院的天才并不感冒，在他们看来，没有经历过厮杀的人终究难成大器。尤其是之前那些死亡的天骄，更是无形之间拉低了苏雨他们在这些军人眼中的认可感。苏雨见到对方没有说话，眼见情况紧急，便冲着二营长大吼一声：“都什么时候还在走神？说话啊！”二营长刚要发怒，但是也想起来这个时候可不是发怒的时候，咬着牙齿告诉了苏雨如何操控火炮。在将使用方法告诉了苏雨之后，二营长整个人则是瘫坐在地上，长时间的使用气血武器，使得二营长整个人的力气都殆尽了。到头来竟然要将压力放在一个没有经历过战场的小娃娃身上，哎！二营长叹了口气。虽然苏雨的到来让二营长惊喜了一番，但是断骨境的气血武器不是这么好操控的，尤其是苏雨的修为仅仅只是炼脏境，即便是炼脏境巅峰，可是和断骨境之间也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呀。一旁的那些操控气血武器的士兵也是纷纷朝着苏雨投去了一个怀疑的目光。只是现在也顾不了这么多了，苏雨是唯一一个能够支援过来的人，虽然不是断骨境武者，但是现在死马也只能当活马医了。苏雨按照二营长的话，将气血注入了大炮之中。嗡嗡嗡！顿时，在有了气血的注入之下，大炮一瞬间就启动了，发出了一阵阵的轰鸣声。注入气血，然后开炮。苏雨嘴里念念有词，将大炮对准了下方的防线，咬了咬牙齿，体内的气血之力瞬间爆发而出。汹涌的气血在苏雨的体内，宛若那奔腾的河流一般，冲刷着苏雨的每一处身躯。杀！苏雨暴喝一声，按下了发射键。咚！一股极其强大的后坐力瞬间爆发。苏雨仅仅只是感觉自己手臂上的肌肉传来了一股强烈的疼痛感，紧随而来的则是一片片的酸痛。但是这个时候，苏雨也顾不了这么多，强忍不住后坐力带来的恐怖力量，苏雨不断的按下发射键。咚咚咚！一枚枚能量炮弹从大炮之中呼啸而出，精准的落在了战场之上。轰隆隆！能量炮弹炸开，在战场之上掀起了一阵阵的能量风暴。那些靠近能量风暴的凶兽也是在一瞬间化作了齑粉。一时间，原本被凶兽撕裂的防线，此刻在气血大炮的轰击之下，竟然硬生生的被扭转了回来。这，二营长望着这一幕，眼神之中全部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要知道，断骨境的气血武器，虽然气血要求不是很大，但是那一股强大的后坐力，即便是自己也不敢一直扛着。不仅仅是二营长，就连四周的士兵也是朝着苏雨投去了一个震惊的目光。二营长第一个反应过来，大骂一声：“看什么看？赶紧给老子开火！他奶奶的，这群凶兽！”骂着骂着，或许是耗尽了二营长最后的力气，整个人竟然直接瘫倒在了城墙上。周围的士兵见状，连忙将其带了下去，其他的士兵则是操控着气血武器，疯狂地朝着下方的凶兽吐出无数的子弹。咚咚咚，轰鸣声充斥在每一个人的耳畔内。苏雨不知道自己发射了多少枚的炮弹了，整个人都已经在那强大的后坐力之中麻木了，仅仅只是听着耳边不断传来的爆炸声，以及在恐怖的火力之下惨叫的凶兽的嘶吼，苏雨就像是一个被设定了程序的机器人，疯狂地按着发射按钮。这一刻，苏雨已经感受不到疼痛了，强烈的后坐力已然将苏雨的手臂都震得麻木了。不知道过去了多久，苏雨突然听到一道惊喜的声音响起：“凶兽退走了！凶兽退走了！”听到这个声音，苏雨那紧绷的神经瞬间得到了放松，整个人重重地朝着后面倒去。苏雨，四周的士兵纷纷将苏雨扶了起来，看向苏雨的眼神之中全然都是钦佩。这天骄营中倒也有那几个真武者呀，如果没有苏雨的支援，这一处的防线绝对会被凶兽突破，而到时候就不是死几个人这么简单了。虽然不会让这群凶兽将坚壁军团的防线撕裂，但是死伤惨重，那是肯定的。苏雨的支援无疑是救了诸多士兵的命。一时间，众人心中对于天骄营的那种不屑的情绪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片的清静。军队就是如此，军队的军人更是如此的可爱。伴随着兽潮的退去，伤员也是在医疗队的帮忙之下一一拉去了治疗。苏雨则是因为仅仅只是力竭的原因，并没有送去治疗，而是将其抬回了营帐内，让他好好的休息。此刻的17营气氛极其的低沉，
无数的天骄沉默地坐在地上，或抬起头望着天穹，或低着头默默地扒拉着地上的小草。当他们看到苏雨被抬回来的时候，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丝丝羞愧之色。尤其是王猛他们，早在昨日的时候，苏雨都还在告诫他们不要距离海岸线太近，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在心上。如今200位的天骄，此刻更是陨落了10多位，给这群家伙带来了强烈的打击。一个是带着同伴送死的蠢货，一个是坚持到力竭守住了防线的英雄，两者相比较之下高下立判。不知道过去了多久，苏雨缓缓睁开了双眸，望着熟悉的营帐，苏雨仅仅只是感觉自己的2只手臂就好似不存在了一般，麻木无比，足足用了好长一段时间，依靠着气血的冲刷，2只手臂这才缓缓恢复了知觉。受潮退了吗？苏雨第一个念头便是受潮。透过窗户望着营地之中安静的模样，苏雨的内心也是逐渐安定了下来。苏雨默默地点开了自己的通讯手表，突然苏雨的眼神微微一震，只见得在功勋一栏上面，苏雨的功勋竟然直接来到了5400功勋。苏雨的呼吸一下子就变得炽热了起来。难道凭借着气血武器击杀凶兽也有功勋？苏雨已然不知道自己凭借着气血大炮杀死了多少凶兽了，不过这一切都在通讯手表的统计之下。看着自己的功勋，苏雨没有任何的犹豫，点开了兑换清单，找到了无相剑骨，然后兑换，功勋扣除，还剩400功勋。在手表上面兑换了无相剑骨之后，苏雨便是拿起了罪罚2剑，开始修炼新剑，恢复体内的气血。大概过去了10分钟左右，一个士兵将一个保险箱带到了苏雨的营帐之中。苏营长，你醒了。苏雨之前的表现早已赢得了士兵的认同，那士兵看着苏雨，顿时露出了惊讶的神色。苏雨微笑着打了一个招呼之后，那士兵便是退去了。按照上面的信息，苏雨打开了保险箱，顿时一本崭新的书籍出现在了苏雨的视野之中。书本之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无相剑骨。苏雨将无相剑骨拿在手中，心中也是不免有些火热。一位武者想要突破到断骨境，首先就要淬炼五脏六腑，当五脏六腑淬炼完毕之后，就开始淬炼全身的骨头，淬炼全身骨骼到1/10，就算是跨入了断骨境一层。不过想要淬炼骨骼，则是需要断骨境武学了。毕竟每一种武学淬炼骨骼的顺序都是不一样的，虽然最后都是将全身的骨骼淬炼一遍，可是不同的武学淬炼之后带来的提升却不一样。苏雨之所以选择无相剑骨，不仅仅只是因为无相剑骨是新剑的进阶版本，更重要的是无相剑骨淬炼方式极其的特殊，因为其是新剑进阶而来的武学，使得无相剑骨可以依靠着自己领悟的新剑剑意，在体内化作一柄气血之剑，再以气血之剑淬炼体内的筋骨。而且剑意越强越多，淬炼之后带来的提升也就越发的恐怖。而且无相剑骨在修炼成功之后，还能够对剑意的感悟进行一定程度的增幅，可以说极其符合苏雨现在的状况。尤其是苏雨的身上可是存在了不少的剑意啊。苏雨拿起了保险箱之中的无相剑骨，翻开书籍，默默的学习着。大概过去了1个小时的时间，苏雨彻底的将无相剑骨的修炼方法都牢记在心中。随后盘坐在床榻之上，苏雨闭上了双眸，开始沟通脑海之中的剑意。如果要将剑意化作气血之剑的话，万象剑意无疑是最合适的剑意了。万象剑意包罗万象，若是以万象剑意为主，其他的罪罚剑意、天剑都能够加入其中。这样一来，所形成的气血之剑将会是极其恐怖的。嗡嗡嗡，一道道剑鸣声在苏雨的身边响起，一缕缕剑气缓缓融入了苏雨的体内，搅动着苏雨体内的气血。在剑气的搅动之下，气血更是一瞬间活跃了起来，直接在苏雨的体内化作了一柄由气血凝聚而成的小剑，最后沉寂在了苏雨的丹田之中。做完这一切，苏雨才松了一口气。气血之剑凝聚成功了，接下来就是以气血之剑淬炼筋骨。苏雨心念微微一动，操控着丹田之中的气血之剑，一点一点的按照无相剑骨之中的淬炼方向运转而去。气血之剑融入了筋骨之中，顿时一股极其强烈的疼痛感直逼苏雨的脑门。一瞬间，饶是以苏雨的意志力，都忍不住紧紧咬住牙齿，不让自己叫出声。断骨便是不断的锤炼自身的筋骨，这种方法向来是极其痛苦的，但痛苦之后所带来的提升却是无比强悍的。可以说，一个初入断骨境的武者，甚至都能够吊打多位炼脏境巅峰的武者。痛苦和实力提升是成正比的。汗水不断的从苏雨额头滴落，哪怕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体内的气血之剑都未曾停下过。一夜过去，当金色的阳光拨开了厚重的云层，挥洒大地之上，营帐内，苏雨缓缓睁开了双眸。苏雨的睁开双眼，眼中闪过一丝喜色，身上更是夹杂着一股汹涌的气血波动。断骨境一层成了，苏雨微微呢喃着，脸上带着一丝丝的喜色。若是一般的炼脏境巅峰的武者，自然是不可能在拿到断骨境武学的第一晚就跨入断骨境。但是别忘了，苏雨从诡异世界收获的半神之力，可是一直都没有耗尽啊，而是在不断的改善着苏雨的身躯，直到苏雨昨夜将最后的半神之力彻底的耗尽，也是成功凭借着这一股强大的力量跨入了断骨境一层，全身的骨骼也是淬炼了1/10了。苏雨右手握拳，对着虚空就是一拳横推而出。咚，耳边传来了音爆声。若是仔细感知的话，甚至能够发现，在那一处虚空，似乎连空气都被这一拳彻底的粉碎，成了一片真空区域。拳如雷鸣，这就是断骨境的实力吗？
苏雨的眼睛明亮无比。然而，还没有等苏雨好好体验一下自己的实力，营帐的帘子便是被撩开了。身穿迷彩军服的张馨予缓缓走了进来，在感受到苏雨身上的气血的一刹那，张馨予的眼神之中有着一道诧异之色浮现了出来。昨天看到你兑换了无相剑骨，我就知道你醒来了，但是没想到仅仅只是一晚上的时间，你就跨入了断骨境。张馨予不由得有些感慨地说道：“到底还是天骄营地的第一人，小小年纪已然追上了我们这群老家伙了。赵勋那家伙是捡到宝了呀。”听着张馨予的赞赏，苏雨却是很谦虚道：“军团长谬赞了，不知道军团长今天找我是为了什么事情？”张馨予望着苏雨，轻轻地说道：“听你们17营的人说，那个能够召唤出黑鹰武者的储能剑是你创造的。”苏雨一愣，但还是点了点头：“是我。”张馨予的双眸之中瞬间闪过一道金光：“能够批量生产吗？”苏雨思索了一番，缓缓说道：“如果在储能剑足够的情况之下，一天能够创造出200柄，只不过这种储能剑上限最多只能是1000柄，超过这个数量我也无法铸造。剑营武者的数量决定于苏雨掌握的新剑数量，苏雨掌握的新剑只有1000多种，200柄。”张馨予被这个数量惊到了，在张馨予想象中，哪怕是一天只能够生产50柄都极其逆天了，毕竟每一柄储能剑都能够召唤出气血9层的黑鹰武者啊，上限1000柄也无妨，坚壁防线日常的消耗都很大，一天200柄的数量只能说刚好够用。张馨予站起身来，从现在开始，储能剑的数量不是问题，但是我要求你每天生产200柄储能剑，每一柄按照你之前的定价，抛开储能剑的价格，每一柄给你15功勋，如何？听懂这一番话，苏雨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成交！这要是拒绝就是傻子了。一天生产200柄，一柄赚取15点功勋，一天就是3000点功勋。而要知道的是，即便是一本断骨境的武学，也才只要5000功勋，这简直都比得上一次受潮的入侵了，而且还没有任何的危险。这么好的生意，在哪里去找？只是唯一可惜的是，苏雨的新剑意境终究还是太少。可即便是如此，也已经很恐怖了。毕竟在前线这种地方，能够释放剑营武者的储能剑，完全就是刚需。苏雨这边欣喜的同时，张馨予同样是露出了笑容。或许功勋支出有些大，但是能够有这样的东西，战士们的生命安全也大大的提升了。要知道，一柄储能剑可是能够召唤出一个气血9层的剑营武者的呀。而且张馨予在来找苏雨之前，也是自己从天骄们手中购来储能剑，测试了一番。气血9层的剑营武者，除非被击溃，否则能够持续2个小时的时间，简直就是利器。毕竟一些战士的修为都没有达到气血9层，当储能剑足够的话，相当于坚壁军团直接掌握了1000位气血9层的敢死队，这对于整个16007号军团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在商议了后续的事务之后，张馨予更是允诺，除非有不可抗力的因素，苏雨甚至都不用进入前线之中。不仅仅保证了苏雨的安全，也给了苏雨足够的时间修行生产储能剑。对此，苏雨也是欣然同意。反正来这里最大的目的就是赚取功勋，兑换诸多的资源。而现在既能安全的赚取功勋，还能够有足够的时间修行，何乐而不为？就这样，苏雨接下来的2个月的时间之中，都在疯狂的炼制储能剑。伴随着炼制的次数增加，苏雨的熟练度也是上来了。刚开始的时候，苏雨需要7、8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炼制出200柄的储能剑，但是在熟练之后，苏雨甚至只需要3、4个小时就能够炼制出200柄的储能剑了。尤其是有些时候并没有遇到凶兽入侵，储能剑消耗也不大，甚至都不需要苏雨炼制。剩下的时间，苏雨都放在了淬炼筋骨之上。短短2月的时间，苏雨的修为已然来到了断骨境3层，全身的筋骨淬炼了近1/3，战力大幅度的提升。2个月的时间，苏雨的功勋也是来到了恐怖的3万功勋，这还是因为新剑上限只有1000的缘故。在达到上限后，没有消耗的时候，苏雨也无法炼制新的储能剑。或许是时候开始尝试打造承载天剑和万象之剑的剑刃了。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目光之中有着金光闪烁着。一旦将能够承载天剑和万象之剑的剑刃打造出来，苏雨甚至能够通过承载剑刃召唤出4位断骨境的剑营武者。等到了那个时候，苏雨的战力更是会大幅度的提升。苏雨看着通讯手边打开了兑换清单，目光在各种各样的合金之上扫过。苏雨也是大大的体验了一番土豪的手笔，看上了强大的合金，直接大手一挥将其购买了下来。这一场挥霍直接耗费了苏雨将近15000的功勋，甚至都比得上一个断骨境的武者半年的累积了。在合金到手之后，苏雨一一尝试了一番，毕竟剑意的承载不是随便一个合金就能够承载的，每种剑意对于合金的要求都不完全不一样了。在挑选了多次之后，苏雨终于是将能够承载万象之剑的合金挑选了出来。这块合金价值7000功勋，都比断骨境的武学还要贵了。至于天剑，诸多的合金之中，竟然没有一个能够承载天剑的合金，这让苏雨不由得有些小小的失望。不过能够承载万象之剑已经很不错了，至少能够小幅度的提升自己的战力。随后苏雨又是花费了5000功勋，委托军团之中的后勤军团按照自己的要求将这些合金打造成万象之剑以及一个剑匣。不仅仅如此，苏雨还购买了诸多的合金，打造了诸多巴掌大小的小剑。这些小剑使用的合金并不是很好，其中掺杂了制作储能剑的储存气血的合金，但苏雨仅仅是想要将这些小剑当作消耗品使用的。足足等待了好几天的时间，在苏雨望眼欲穿的眼神之中，一个士兵拎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箱子走进了苏雨的营帐之中。简单的寒暄了一番，苏雨便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箱子。砰！箱子打开，
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银色的剑匣，剑匣之上印刻着一道道剑痕，这些痕迹都是源自星剑的剑招，甚至于在剑匣之上更是有着淡淡的能量波动传来。仅仅只是看上眼，苏雨的目光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忍不住露出了惊喜的神色。哪怕是剑匣，苏雨使用的都是品质极好的合金。苏雨轻轻地抚摸着剑匣，仿佛在抚摸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小心翼翼地将剑匣打开，万象之剑静静地躺在剑匣之中，而在剑匣的另一个角落，则是有着一柄柄小剑，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上面。万象之剑通体呈现出黑色的光芒，宛若黑曜石一般，剑身之中更是充斥着一股厚重的感觉。苏雨将万象之剑握在手中，顿时一股熟悉的感觉从手掌之上流入了苏雨的脑海之中。在苏雨的脑海内，万象之剑轻轻地响起了一道清脆的剑鸣声。嗡，剑气缓缓浮现，缠绕在万象之剑上面。苏雨甚至能够感受到万象剑意传来的喜悦的感觉。苏雨自己也是忍不住嘴角微微上扬，心念微微一动。下一刻，一道黑色的剑影武者出现在了苏雨的身边，散发着强悍的能量波动。感受着剑影武者之中的力量，竟然比起罪罚2剑召唤出来的剑影武者还要略微强悍一些。倒也是，万象剑意包罗万象，苏雨脑海之中的剑意或多或少都被万象剑意吸收过。好剑！苏雨看着万象之剑，越看越是爱不释手，最后才是依依不舍地将万象之剑以及罪罚2剑放入了剑匣之中。随后拿出了那些小剑，苏雨一一将气血注入其中进行储存，存放了起来。这样一来，在战斗的时候，苏雨只需要注入新剑，便能抬手挥出无数的剑刃，召唤出诸多的剑影武者。做完这一切，苏雨则是将剑匣背在了自己的背上，体内的气血之剑淬炼筋骨的同时，更是散发着缕缕的剑气，滋养着剑匣以及剑匣之中的万象之剑和罪罚2剑。在将万象之剑和剑匣打造了之后，苏雨又恢复了炼制储能剑和修炼的日子。剑匣则是时时刻刻被苏雨背在背上，哪怕是睡觉的时候，苏雨抱着剑匣睡觉，时时刻刻以体内的气血之剑散发出来的剑气，蕴养着剑匣之中的3柄剑刃。偶尔的时候，苏雨也登上坚壁长城，看着一次又一次的兽潮入侵。身为人类疆域和海洋的前线，基本上每隔个3天都会有一次兽潮的入侵。这种规律很诡异，如同有人操控一般。人类一方也有强者尝试进入海洋调查这种诡异的兽潮入侵，但却终究杳无音讯。经过长年累月的抵御，人类也早已习惯了这种防御方式。而在储能剑的推广之下，坚壁军团抗击凶兽的能力再度增加，甚至于有好几次在张馨予的指挥下，坚壁军团的战士都没有走出长城，仅仅只是扔出了数百把储能剑，召唤出了数百位气血9层的剑影武者，配合着强大的气血武器，第一次以没有任何伤亡的情况下击退了兽潮。大捷！经过2个月的时间的磨练，天骄营地的天骄数量已经降低到了170人不到。而要知道的是，天骄营地的每一个天骄都是从5城之中选举出来的天骄，最弱的都有气血7、8层的修为，甚至在2个月的时间，炼脏境天骄的数量都来到了10。可见在前线是多么的危险，而且这还是建立在他们有着苏雨炼制出来的储能剑的情况之下。但这2个月的时间，一个个天骄脸上的志气也是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片坚毅之色。第16007号坚壁军团的战士们也是逐渐接纳了天骄的存在。1日，苏雨依旧在自己的营帐之中，一边炼制储能剑，一边依靠着剑气滋养背后的剑匣。突然，急促的警报声突然响彻了整个军团营地，一道道红色的光辉不断的响起。苏雨的面色猛然一凝，直接放下了手中正在炼制的储能剑，冲出了营帐。赫然看到所有还在休息的战士们纷纷拿起了自己的武器，疯狂的朝着坚壁长城之上跑去。1营立刻进行探查，查看兽潮数据。2营马上登上坚壁长城，控制气血武器。3营作为预备队，协助2营立刻加强火力线。4营一位位营长的怒吼在营地之中响起，苏雨的心头微微一沉。这2个月的时间，苏雨对于前线也是极其的熟悉。在前线之中有3种警报：绿色、黄色、红色。绿色警报则是寻常时刻，没有兽潮入侵，只有零星的凶兽在附近徘徊。黄色警报则是兽潮入侵，但是兽潮的规模在军团能够抗衡的范围之内。至于红色警报，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兽潮之中出现在了军团难以抵抗的存在。一旦红色警报拉响，基本上代表着血雨腥风，而红色警报响起，就必须请求烽火台战团强者的支援。人类的3道长城防线太长，以至于战团中的炼神境强者往往在同一时间要负责10个以上的驻防区域，而兽潮却是时时刻刻都在进攻着人类的防线。苏雨察觉到一道道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赫然是17营的天骄。苏雨深呼吸一口气，沉声道：17营机动准备，立马支援防线。是。一位位天骄纷纷快速地收拾好自己的武器，朝着坚壁长城奔去。苏雨沉吟了片刻，也是登上了坚壁长城之上。站在城墙之上，望着前方的兽潮，苏雨的瞳孔微微一缩。只见得密密麻麻的海洋凶兽疯狂地从海洋之中跃出，朝着坚壁长城的方向奔来。每一头凶兽的身上都散发着一股强悍的气血波动，甚至于苏雨的目光落在了兽潮之中一头巨大的乌龟凶兽之上。那是一头足足有着50米高、近100米大小的鳄龟。鳄龟凶兽的身上有着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激荡而出，撼动了大海，掀起了一阵阵的浪潮。
疯狂地拍打在海岸之上。恶鬼猛然从海洋之中踏出，践踏着大地，连带着大地都微微地颤抖了起来。这是苏雨的瞳孔微微地震动，脸色逐渐变得阴沉了起来。虽然不知道这头凶兽是什么等级的，但是苏雨却能够从这头恶龟的身上察觉到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这是灾级凶兽！张馨予的声音从苏雨的身后传来。苏雨转过头，只见得张馨予的身上披着一套银色的铠甲，铠甲之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痕。这还是苏雨第一次见到张馨予身披铠甲的模样。平日里的时候，张馨予都穿着迷彩军装。或许是看穿了苏雨的疑惑，张馨予低沉的声音缓缓响起：灾级凶兽相当于我们人类武者的炼神强者，再加上凶兽的肉身极其的强悍，同境界之中甚至远超炼神武者，即便是依靠着断骨境的气血武器，也仅仅只能够拖延1、2，甚至都无法伤到对方。不过好在灾级凶兽依旧是没有脑子的凶兽。听着张馨予的话，苏雨的一颗心更好似沉入了谷底一般。灾级凶兽！张馨予那宽厚的手掌落在了苏雨的肩膀上。小家伙，你是我人族的天骄，这段时间我们第16007号坚壁军团也因为你炼制出来的储能剑，很多战士存活了下来。本来想着等你们训练结束之后好好的感谢你一番的，但是现在看来我可能无法亲自感谢你了。听着张馨予的话，苏雨的心中突然浮现了一抹不好的预感。张馨予将苏雨的身躯拉到了自己的身后，自己站在了长城之上，俯身望着下方诸多的凶兽，一双虎眸之中有着一股煞气瞬间爆发而出。你们乃是人族的天骄，是人族未来的希望，不能白白的折损在这里啊！张馨予轻轻的开口。下一刻，张馨予的身上突然涌现出了一股极其恐怖的气血波动，气血如龙缠绕在张馨予的身躯之上。轰隆隆，隐隐约约之间，苏雨甚至能够听见张馨予体内那奔腾的气血的轰鸣声。我乃第16007号坚壁军团军团长张馨予，我命令17营全部退到2线。一营长点燃烽火。好嘞！一个早就站在长城之上的魁梧大汉嘿嘿一笑，手中按下了手中的支援装置。坚壁防线，一座巨大的烽火台之上，一道绚烂的红色光柱浮现，直达天际。看着烽火台被点亮，看着一位位17营的天骄退到了2线之后，张馨予深呼吸一口气，大吼一声：现在！拖延时间，等待烽火台防线的战团强者支援。所有人杀！烽火升起，那红色光柱刺眼的颜色，使得即便是相隔了很远，也能够清晰的看到。众将士听令，到！坚壁长城之上，张馨予面色严肃，手中握着一柄锋利的长剑。一营留守长城，观察凶兽动向。是。2营开启气血武器，一旦凶兽抵达攻击范围，立马开启火力支援。是。3营即刻出城，阻击凶兽。是。4营在3营之后，持储能剑，召唤黑影。是。5营，一道道命令有条不紊地从张馨予的口中响起。整个16007号军团在张馨予的声音之下，犹如化作了一个战争机器一般，瞬间开启。一道道身影快速地在长城之上、长城之下快速地行动着，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一众17营的天骄则是默默地退到了2线，唯有苏雨静静地站在长城之上。张馨予看着一动不动的苏雨，眉头微微一皱。17营长到！苏雨的身躯瞬间挺拔，目光坚毅地望着张馨予。张馨予面色肃穆：你想违抗命令吗？我命令你即刻退击2线，1线战场不是你能胡来的地方。你什么你？苏雨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张馨予打断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到2线去！张馨予大吼一声，声音震动的苏雨的耳朵都隐隐作痛。苏雨沉默了，望着下方不断行动的战士，苏雨内心的一根弦似乎被拨动了。这和武学出走时不同，武学出走时，苏雨看那世界中一个个人物发生的事，更多的是以一种旁观者身份。而现在，面对即将到来的灾级兽潮，面对着这生活了18年的世界和相处了2个月的将士们，苏雨无法将自己作为旁观者从中抽离，无法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战场。他深呼吸一口气，目光熠熠地注视着张馨予，报告军团长，17营营长苏雨申请出战。张馨予一愣，他没有想到苏雨竟然这么的坚持，会死人的。那为何这些战士们不选择退去第2道防线？苏雨反问道，神情却十分坚定。你饶是张馨予都被苏雨的这坚定的神色打动了，也罢，你跟随一营观测凶兽动向。是。苏雨面色一喜，虽然留下来很危险，但是危险之中往往伴随着机遇。红色警报的拉响代表着无数的凶兽，这个时候可是魂功勋的最好时刻啊！而且苏雨可并不会认为坚壁军团会败下来。坚壁城墙屹立在此处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一只海洋凶兽进入陆地之中，这一次必然也不例外。总不能自己一来，这坚壁长城就到了吧？苏雨立马跑到了一营长身边，一营长明显还有些诧异，但是在得到了张馨予肯定的目光之后，一营长也是彻底放开了。苏雨站在城墙之上，下方密密麻麻的凶兽宛若浪潮一般，疯狂地朝着坚壁长城所在的方向袭来。大地微微的震动，甚至于在海岸线之上，一些地面更是因为无数凶兽的践踏皲裂开来。开火！伴随着张馨予的声音响起，2营的将士们将气血武器瞬间开启，无数的弹药疯狂地吐射出去，火光漫天，一枚枚能量炮弹重重地在兽潮之中炸开。城门缓缓被打开，3营的战士们操起手中的武器，瞬间杀向了兽潮。
身后4营的战士拎着储能剑，在3营的战士们杀出的一瞬间，直接将手中的储能剑捏碎，化作了一道道黑色的剑影武者。每一位剑影武者的身上都散发着堪比气血9层的修为，他们没有任何的感情，甚至不惧怕伤势，瞬间冲入了兽潮之中，开启了绞杀模式。苏雨将这一切都尽收眼底。储能剑，苏雨的心中微微一动。现在苏雨练制储能剑的速度很快，往往3-4个小时就能够炼制出200柄的储能剑，但这还是加上了苏雨恢复气血的时间。若是将恢复气血的时间扣除的话，苏雨基本上能够在短时间内炼制出大量的储能剑。望着在战场之上大显身手的剑影武者，苏雨深呼吸一口气，对着张馨予大吼一声：“报告军团长！”张馨予看了一眼苏雨，沉声道：“讲，请军团长允许一营配合我，我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打造出大量的能够释放剑影武者的储能剑。”听到苏雨的话，张馨予的脸上瞬间闪过了一抹喜色。剑影武者的好处在战场之上已经显现出来了。寻常这个时候至少已经陨落了数百位的士兵了，但是依靠着储能剑，现在陨落的士兵仅仅只是20-30个。准了，一营长，一营全力配合苏雨。是。在一营将士的帮助之下，苏雨连忙让后勤调来了诸多的储能剑。我每刻花1柄储能剑，你们在其中注入气血就行了。苏雨快速的将注入气血的方法说了一遍，随后快速的炼制起了储能剑。按理说，苏雨的新剑只能够创造出1000柄，但是在这个时刻，储能剑的消耗是很大的。别看每一个剑影武者都有着气血9层的修为，但是一旦进入兽潮之中，不要说气血9层了，就算是炼脏境的强者都很容易陨落。剑影武者的优势仅仅只是不怕死罢了。一柄储能剑在苏雨和一营将士们的手中被生产了出来，快速的送到了长城下方的前线之中。没有了气血的压力，苏雨炼制储能剑的速度基本上10秒钟就能够刻画1柄，剩下的就交给了一营的将士们。一时间，在储能剑疯狂的炼制之下，不断的召唤出剑影武者以及长城之上诸多气血武器的火力支援之下，竟然硬生生的将临时建造而成的防线防住了。一时间，不少一营的将士欢呼了起来。2线的天骄们默默地望着长城之上苏雨那忙碌的身影，一阵阵的沉默。他们的退后和苏雨的前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对此，苏雨的脸色依旧凝重无比。在剑影武者和气血武器的加持之下，虽然暂时防住了，但也仅仅只是解决了兽潮之中的杂兵。真正的强悍的凶兽正在赶来。突然，后勤那边传来了消息：报告军团长，烽火防线传来消息，距离最近的战团赶来还需要20分钟的时间。20分钟吗？张馨予面色凝重，望着下方的兽潮。在那兽潮之中，灾极恶龟已然距离坚壁长城只剩下了1万米的距离了，而20分钟的时间完全足够这头灾极恶龟抵达坚壁长城。1万米，20分钟。张馨予仰着头，闭上了眼睛。片刻之后，张馨予猛然睁开了双眸，眼中带着一丝眷恋，但更多的则是坚定。不就是一个畜生吗？区区20分钟，我就不信还坚持不住了。张馨予转过头，看向了身边的一位士官：“凝滞炮准备好了吗？”士官的身姿挺拔，沉声道：“警报开启就已经在准备了，大概2分钟之后启动。”2分钟吗？张馨予深深地望着下方的兽潮，密密麻麻的凶兽，简直就像是潮水一般，无边无际。即便是在无数的气血武器的火力爆发之下，甚至还有一位位剑影武者的帮助之下，此刻那临时建造出来的防线已经隐隐约约要被撕裂了。启动1号计划吧。张馨予叹了口气，让那些人上来，准备了这么久，也该动身了。听着张馨予的话，士官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动容之色。军团长，废什么话，去准备。张馨予对着那位士官就是一顿咆哮。士官深呼吸一口气，双眸竟然不知觉之间红了，随后立马跑了下去。张馨予缓缓看向了正在不断炼制储能剑的苏雨，迟疑了片刻，随后走到了苏雨的身边。苏雨，你过来。张馨予冲着苏雨招了招手。苏雨有些疑惑，但还是立马放下了手中的储能剑，跑步到了张馨予的身边。张馨予面色复杂地望着苏雨，叹了口气之后，缓缓开口：“你也知道，烽火防线的战团还有20分钟的时间才能抵达，但是20分钟的时间已经足够那头灾级的凶兽踏破坚壁了。”苏雨点了点头，这个是苏雨知晓的，只是不知道张馨予这个时候叫上自己是想要做什么。你可知在我坚壁军团之中有一种武器，叫做凝滞炮？凝滞炮？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摇了摇头。这还是苏雨第一次听说凝滞炮这种东西。张馨予解释道：“所谓的凝滞炮，乃是人类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打造出来的一种能够将凶兽冻结的武器。目前，我们第16007号军团装备的凝滞炮，足以将灾级凶兽凝滞半小时的时间。”听着张馨予的话，苏雨的眼睛一亮。凝滞炮一出来，直接冻结那头灾极恶龟半小时，这样他们就只用抵御其他的凶兽了，压力大幅度的削减。这可是好东西啊！这个凝滞炮怎么用啊？苏雨的声音之中带着一丝丝的欣喜之色。张馨予摇了摇头，面色依旧严肃无比。看着张馨予的表情，苏雨隐隐约约意识到，这个凝滞炮想要启动，怕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果然，张馨予紧接着说道：“想要启动凝滞炮，至少需要5分钟的时间。而对于灾级凶兽来说，他们对于危险有着强烈的感知。一旦凝滞炮开始蓄力，他们就会感应到，到时候他们反而会退走，逃到凝滞炮的射击范围之外。可是凝滞炮一旦开始蓄力，就不能取消了。想要再一次使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修复才行。所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听着张馨予的话，苏雨也是意识
想要让宁致炮命中灾极恶归，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苏雨深呼吸一口气，军团长，需要我怎么做？张馨予迟疑了一下，似乎在进行心理斗争。最后，张馨予紧紧地盯着苏雨，沉声道：“苏雨，你怕死吗？”苏雨嘿嘿一笑，露出了雪白的牙齿：“怕呀。”听着这个回答，张馨予的心中稍稍的有些失望，但是紧接着便是听到苏雨继续说道：“虽然怕死，但是我也很清楚，若是防线破了，没有人能够存活下来。说吧，军团长，什么任务？”张馨予心中一怔，望着苏雨，一时间竟然没有开口。一时间，张馨予竟然感觉自己眼眶有些湿润。终究还是我们没用，竟然让你们这群孩子帮忙了。张馨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面色一正，开口道：“17营长苏雨听命，我命令你为我们开道。”你们？苏雨一愣，茫然地望着张馨予。张馨予微微一笑，身后传来了整齐的脚步声，紧接着一道道苏雨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了张馨予的身后，其中还包括了之前跟在苏雨身边的易营长。似乎是注意到了苏雨的目光，易营长冲着苏雨嘿嘿一笑，挠了挠自己的脑袋，没想到竟然还要你这个小娃娃为我们开道。张馨予沉声道：“若是想要宁致炮彻底击中灾极恶归，就需要有人牵制住对方。我第16007号坚壁军团军团长张馨予将率领10位断骨劲武者赶往战场，牵制灾极恶归。而你第16007号坚壁军团17营营长苏雨为我等开道，保证我们在靠近灾极恶归的时候保持全盛时期的体力。你能做到吗？”苏雨心中一震，不由得觉得喉咙有些嘶哑。能。苏雨大吼一声：“很好！”张馨予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宽厚的手掌轻轻地搭在了苏雨的肩膀上。难为你了，这次若是成功的话，功勋将会极其的丰厚。可若是失败的话……张馨予的话语突然一顿。苏雨很明白，失败的下场只有一个，死。张馨予面色复杂地望着苏雨，说实话，将这个担子放在一个连高考都还没有参加的孩子身上，终究是有些太过了。可没有办法呀，终究还是我们太弱了。若是我有着炼神战力该多好，可惜炼神境终究是稀缺战力，哪怕成为炼神境，也得加入战团，同时负责数10处防线的驻守。张馨予心中无比的内疚。不过战场之上，任何的情绪都不能有。张馨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目光远眺。10秒钟之后，随我进攻。10、9、8、3、2、1。话音落下，张馨予带着10位断骨境的武者，瞬间从坚壁长城之上一跃而下。苏雨紧随其后。而现在，灾极恶归距离坚壁长城只剩下最后的8000米，所有的火力朝着军团长他们的方向，给军团长他们开道。长城之上，2营长指挥着众多的战士，操控着气血武器，疯狂地朝着张馨予他们的方向轰击过去。在无尽的火力的压制之下，密密麻麻的兽巢竟然被硬生生地开辟出了一条狭小的通道。咚咚咚，炮弹爆炸的声音不断地响起。张馨予等人面色平静，催动着体内的气血，朝着灾极恶归的方向掠去。四周的凶兽察觉到了人类武者的存在，纷纷嘶吼着，双眸之中充斥着嗜血的光辉。气血境的凶兽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灵智，但是他们一旦看到了人类，就会疯狂地发起攻击。张馨予见状，脸上却是没有任何的波澜，甚至于哪怕是有一只凶兽冲到了他的附近，张馨予也是保持着冲锋的阵型，疯狂地冲去。轰隆隆，一枚炮弹精准地落在了张馨予的身边，但是炮弹落下炸开，却并没有伤到张馨予丝毫。张馨予转过头，却是看到2营长站在城墙之上，挥舞着自己的手臂，兴奋地说道：“军团长，冲啊！”2营的战士在军团之中本就是专攻气血武器，要论修为和战力，他们或许不强大，但是论操控气血武器，他们绝对是一流的。张馨予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丝丝的笑容，深呼吸一口气，带着众人朝着深处继续冲去。一路上，苏雨背着银色的剑匣，周身之外有着一圈圈的血雾扩散开来，威慑四周的凶兽。一些没能被气血武器解决的凶兽，则是被苏雨一一挡在了外面。而其他的众人看着苏雨周身漂浮的血雾的时候，也是纷纷露出了诧异的神色。不愧是我人族的天骄，如此年纪，竟然已经是断骨境的武者了。未来战团必有苏雨的一席之地。一些和苏雨关系比较好的营长不由得说道。张馨予早就知道苏雨跨入了断骨境，所以并没有太过于惊讶，而是面色凝重地望着前进的道路。气血武器的威力和精准度虽然很强大，但是气血武器却是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射程有限。当超出了气血武器的射程之后，不管是威力还是精准度都会大幅度的降低，以至于在远处开辟出来的道路终究还是被无尽的凶兽彻底的挡住了。张馨予见状，深呼吸一口气，暴喝一声：“苏雨，接下来就靠你了！”此话一出，苏雨的面色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前方的10位断骨境的武者面色也开始变得凝重，接下来才是最困难的时刻。若是苏雨无法帮助他们将四周的凶兽清理干净的话，他们无法保持全盛时期，面对灾极恶归就很难牵制住恶归。这样一来，不仅仅他们将死无葬身之地，甚至于还会因为他们的死亡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苏雨默默地跟在众人的身后，心中估算着出手的时机。3、2、1，下一刻，众人的身影插入了密密麻麻的凶兽巢之中。苏雨也是在这一刻瞬间出手了。苏雨轻轻地拍了拍身后银色的剑匣，剑匣炸开，3柄剑刃瞬间出现在苏雨的身旁。双手手持着罪罚2剑，
身后气血涌动，断体境的气血控制着闪烁着黑曜石一般光辉的万象之剑悬在身后。苏雨的体内气血爆发，隐隐约约之间更是能够看见，在苏雨的丹田之中有着一道猩红的气血之间闪烁着光辉。血杀！苏雨的身影瞬间化作了一道白色的幽冥一般，快速的在众人的四周闪烁着，猩红的剑光迸发出妖异的光辉。噗嗤，剑刃入体的声音不断的响起。短时间内竟是没有一只凶兽靠近张馨予他们。张馨予的眼睛一亮，本来以为苏雨就是一个普通的断骨境武者，但他终究还是小看了苏雨。就目前来说，苏雨已经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醉剑、伐剑、万象！刹那之间，在苏雨的身边，3道不一样的剑影武者的虚影瞬间浮现而出。3道剑影武者的身上都散发着断骨境的气息。3位剑影武者被召唤出来，通过苏雨的心念操控，瞬间杀向了四周的凶兽。嗡嗡嗡，剑鸣阵阵，更是有着密密麻麻的剑气纵横战场之上。每一缕剑气之中都夹杂着锋利的气息，疯狂地绞杀着四周的凶兽。不知不觉之间，苏雨那白色的衣衫已然被鲜血染红了。然而，苏雨就像是不知疲倦一般，疯狂杀戮，整个人好似化作了绞肉机一般。大地之上，鲜血已然将大地染成了暗紫色。吼吼吼！或许是察觉到了这里的波动，那头灾极恶龟的目光落在了张馨予众人的身上。灾极恶龟怒吼一声，好似在愤怒。紧接着，在灾极恶龟的身边瞬间出现了诸多的凶兽，而这些凶兽身上更是散发着强悍的气血波动。炼脏镜，足足上千头炼脏镜凶兽腾空而起，收到了灾极恶龟的命令，杀向张馨予他们。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张馨予众人的面色瞬间变得苍白。如果是平时，他们自然不会害怕这些炼脏镜的凶兽，可是他们现在要保持全力啊！但凡有一点的损耗，都有可能导致计划的失败。完了！城墙之上，二营长看着漫天的凶兽，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呆滞地望着那密密麻麻的炼脏镜凶兽。那个距离已经超出了射程2倍之远，气血武器已经抵达不到了。该死的，这头恶龟的脑子竟然如此出众！张馨予暗骂一声，心中不由得浮现出了撤退的念头。然而，就在这一刻，苏雨的声音却是落在了众人的耳畔：“诸位尽管前行，一切交给我。”听着苏雨的话，众人一愣，张馨予咬了咬牙齿，脸上闪过了一丝丝狠色。冲！没有犹豫，张馨予带着众人继续冲了过去。面对着漫天的炼脏镜凶兽，苏雨深呼吸一口气，再度拍了拍身后的剑匣，体内的气血瞬间炸开，宛若奔流不息的河流一般，瞬间注入了身后的剑匣之中。之前炼制的储能剑早已消耗殆尽，而此刻苏雨将自身的千种新剑注入到了那一枚枚小剑之中。嗡嗡嗡！剑匣内一枚枚小剑瞬间爆射而出，宛若漫天的箭雨一般悬浮半空之上。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剑舞起！伴随着苏雨的声音落下，刹那之间，那一枚枚的小剑瞬间炸开，竟然化作了一位位的剑影武者。每一个剑影武者的修为都达到了恐怖的炼脏境。这些由苏雨通过更好的合金打造而成的特制小剑，可是比齐楚能剑强大太多了，能够承受的气血也是更加浓郁，召唤出来的剑影武者也更加的强悍。刹那之间，足足1000位炼脏境的剑影武者瞬间杀向了上千头炼脏境凶兽。这一刻，灾极恶龟距离坚壁长城还剩3000米，剑光漫天，一道道漆黑的剑影武者迸发出各种各样的剑光，刹那之间和漫天的炼脏境凶兽交战在了一起。战场之上，剑鸣声、嘶吼声不绝于耳。在无数的剑影武者强悍的实力之下，竟然没有任何一只炼脏境的凶兽能够靠近众人嘶吼。张馨予的眼中露出了喜悦之色，他大笑一声：“苏雨干得不错。”没有了这些炼脏境凶兽的阻碍，众人也是心无旁骛的继续朝着灾极恶龟的方向冲去。密密麻麻的兽巢之中，无数的剑影武者不惧死亡的厮杀之下，硬生生的给众人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狭小的道路，众人快速的奔驰着，苏雨的身影紧随其后，手中的罪罚2剑以及万象之剑迸发出完美的剑光，宛若卷起了剑刃风暴，疯狂的绞杀着四周的凶兽。这一刻，苏雨仿佛化作了众人的护道者，尽情的护送着众人前进。吼吼吼！一道怒吼从灾极恶龟的口中响起，他明显也是注意到了这边上千头炼脏境的凶兽竟然都没有阻拦这群人的脚步。龟那为数不多的灵智也是在这一刻彻底的爆发。只见得在恶龟的身后缓缓走出了3头更小一些的恶龟，这3头恶龟每一头都足足有着10多米的高度，身躯更是达到了恐怖的20米。只不过和灾极恶龟相比，这3头恶龟的气息就显得弱了很多。这是断骨境凶兽。张馨予望着灾极恶龟身边3头更小一些的恶龟，脸色在这一刻阴沉到了极致。如果说上千头炼脏境的凶兽还能依靠着苏雨的话，而这3头断骨境的恶龟，苏雨未必能够解决啊。张馨予深呼吸一口气，虽然面色阴沉，但是战场之上瞬息万变，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诸位，怕是我们要出手了啊！身后10位断骨境的武者嘿嘿一笑，一营长的更是大笑一声：“老大，不就是3头断骨境的凶兽吗？其实牵制灾极恶龟，你们10人就足够了。这3头恶龟就交给俺吧。俺从进入坚壁军团就一直被老大你照顾着，现在也该俺出手了。”一营长憨厚一笑，周身有着浓郁的血雾瞬间激荡了出来。兄弟们，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一营长大笑一声，一步跨出，直接脱离了队伍。老王！众人见状，
不由得惊呼一声。张馨予胸口一阵阵发闷，但是他也很清楚，这是最好的办法了，舍去一人，帮助他们靠近灾极恶龟，唯有这样才能够让灾极恶龟在他们的牵制之下受到凝滞炮的攻击。张馨予深呼吸一口气，低喝一声：“走！”众人的脸色悲愤，强忍不住内心的情绪，死死地咬着自己的牙齿，紧紧地跟随在张馨予的身后。易营长看着众人继续前进，脸上憨厚的笑容变得更加浓郁了。他一步跨出，却是突然顿住了脚步。在他的面前，一个身穿白色衬衫，背后背负着一个巨大的银色剑匣的身影缓缓浮现。苏雨，易营长有些不解地望着苏雨。苏雨头也不回，淡淡地说道：“既然接了这个任务，自然要好好完成的。诸位尽管前行。”苏雨缓缓抬起头来，目光平静地望着眼前的3头断骨茎的恶龟。一切交给我。话音落下，苏雨的身影快速地闪烁而出，在苏雨的四周，3道虚影瞬间朝着苏雨靠拢。醉剑舞者、伐剑舞者、万象舞者，3道剑影舞者的身影猛然浮现，每一个剑影舞者的身上都散发着断骨境3层的修为。刹那之间，剑影舞者和苏雨的身影逐渐重合。易营长茫然地望着这一幕，但是看着苏雨的身影朝着3头断骨境恶龟冲去，易营长咬了咬牙齿，随后快速地跟上张馨予他们的队伍。他不能让苏雨的力气白费。张馨予那边自然也是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虽然内心极其的担忧，但是这一刻他们不能分心。嗡嗡嗡，剑鸣阵阵，无数的剑气瞬间从3把剑刃之中呼啸而出，以苏雨为中心，瞬间化作了一个巨大的剑刃风暴。罪罚！苏雨的低喃声响起，身边红蓝2个剑影舞者瞬间冲出，对着那3头恶龟便是一剑落下。在苏雨的身后，好似浮现出了2道虚影，一人宛若血魔，一人身穿蓝色战甲，一剑落下。咚！仅仅只是传来了一道闷响，2头断骨境的恶龟竟然在罪罚2剑之下，被硬生生的将那龟壳斩出了裂缝。万象！苏雨淡淡的声音再度于战场之上响起。嗡嗡嗡！更加清脆响亮的剑鸣声震动，四周那漫天的剑影舞者仿佛受到了召唤一般，纷纷化作了小剑，朝着苏雨汇聚而来。万象之剑，包罗万象。苏雨自身的剑意越多越强，那么万象之剑就越发的恐怖。这一刻，在上千道星剑感悟之下，万象之剑的威能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为诸军开路！苏雨一步跨出，万象之剑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苏雨的右手。苏雨一剑落下，无数的剑气仿佛化作了一条狰狞的游龙，裹挟着汹涌的威能，猛然杀向了那3头断骨境的恶龟。轰隆隆，剑气激荡，落在了3头恶龟身上，瞬间炸开，犹如一颗导弹落下一般，无尽的血之力夹杂着锋利的剑气，不断的撕裂着3头恶龟的身躯。吼吼吼！他们嘶吼着，但却并不能阻拦剑气侵蚀着他们的身躯。片刻，惨叫声缓缓停息，剑气也是终究耗尽。这时才能够看见那剑气风暴之下的情况。那一处战场之上，模糊的血肉遍布了大地，整个空气之中都弥漫着一股恶臭的血腥味。苏雨做完这一切，目光缓缓张馨予他们。此刻，灾极恶龟距离坚壁防线仅仅只有2500米的距离，而张馨予他们距离灾极恶龟也还只剩下最后的500米。500米！苏雨深呼吸一口气，在连续释放出3道剑意之后，饶是苏雨都感觉有些体力不支了。只是望着舍身赴死的张馨予众人，苏雨终究还是默默地握着罪罚2剑，快速地冲出。漫天的小剑在苏雨的操控之下，再度化作了剑影舞者。杀戮再度继续，鲜血仿佛成为了这一片战场唯一的格调。苏雨已经不知道自己挥出了多少剑了，一头头的凶兽倒在了苏雨的剑刃之下。即便是配合着剑影舞者，这漫天的凶兽也杀不完啊！苏雨一边注意张馨予他们四周的情况，一边屠戮着四周的凶兽。他要保证张馨予他们在赶到灾极恶龟之前，不能消耗太多的体力。杀！苏雨暴喝一声，密密麻麻的剑影舞者好似发狂，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剑刃，爆发出一道道的剑光。终于，在剑影舞者即将耗尽的时候，最后的500米终于抵达。张馨予望着眼前巨大的灾极恶龟，大笑一声：“兄弟们，是时候出手了。”说罢，率先拎着方天画戟，踏着恶龟那庞大的身躯冲了上去。哈哈，大哥且等等我们！身后10位断骨境的舞者同样大笑一声。易营长站在最后，扭过头看向了苏雨，咧嘴一笑，露出了雪白的牙齿。苏雨兄弟，辛苦你了，接下来看我们的。说罢，易营长毫不眷恋地转过身，气血激荡而出，手持着武器冲向了灾极恶龟。察觉到自己身边11位宛若蝼蚁一般的人类，灾极恶龟的双眸之中充斥着无尽的暴虐之色，他疯狂地摇晃着自己的身躯，同时那4只粗壮的脚掌猛然践踏着大地，想要将10人甩下来。然而张馨予他们耗尽千辛万苦，才是来到了灾极恶龟的面前，又怎么可能轻易地被甩下去？即便是受到了灾极恶龟那恐怖的气血冲击，张馨予等人也是牢牢地抓住灾极恶龟的血肉，仿佛化作了一根钉子，死死地扎入了灾极恶龟的体内。苏雨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心中微微叹了口气，收起了罪罚2剑以及万象之剑，甚至于连其他的小剑都来不及收拾，快速地朝着坚壁长城的方向掠去。此刻的苏雨也基本上是处于疲惫的模样了，可即便是如此，苏雨也能够从万千的气血境凶兽之中从容离去。坚壁长城之上，二营长望着抵达灾极恶龟身边的张馨予等人，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冲着身边的士兵怒吼着：“还他妈愣着干什么？凝滞炮准备！”
是。身边立马有着一位士兵将早就准备好的凝滞炮抬到了城墙之上。这一刻，苏雨才是真正的见到了凝滞炮的真实模样。那是一门宛若大炮一般的武器，口径约有10米，整体呈现出幽蓝的光辉，伴随着能量的注入，四周的温度在这一刻都降低了许多。5分钟，就看老大他们能不能坚持5分钟了。二营长站在凝滞炮的旁边，目光死死地盯着灾极恶龟的方向，双手更是紧张的不断的冒出冷汗。苏雨默默地看着这一切，随后将目光落在了远处的灾极恶龟的方向，哪里还有11人正在不断的牵制着灾极恶龟。长城之上，能量的波动弥漫开来，灾极恶龟好似察觉到了危险一般，怒吼一声，身子忍不住的朝着后方退去。给我留下！张馨予一跃而下，直接跳到了灾极恶龟身后的方向，手中的方天画戟挥动着，卷起一阵阵的狂风，气血如龙缠绕在张馨予的身上。他嘶吼着，战戟横扫而出，重重的斩在了灾极恶龟的大腿之上。然而张馨予的全力一击也仅仅只是伤到了恶龟的皮毛。好！恶龟吃痛，怒吼一声，庞大的脚掌猛然朝着张馨予践踏而去，速度之快，饶是张馨予也仅仅只是瞳孔一缩，这个时候想要后退已然来不及了。突然，张馨予感觉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冲击，直接倒飞了出去，一道身影代替了自己的位置。咚！龟那粗壮的大腿狠狠落下，张馨予瞳孔猛然一震，只见得易营长的下半身在恶龟的践踏之下已然血肉模糊，脸上却是挂着一抹笑容。易营长看向张馨予，断断续续的开口：“老大，你对俺的好，俺下半辈子还想在你手下当兵。”话音落下，易营长的生机彻底断绝。老王！张馨予悲痛万分，脸颊长得通红，脖子之上青筋暴战，他的双眸在这一刻瞬间变得赤红无比。张馨予愤怒地望着眼前的灾极恶龟，手中的方天画戟再度挥动而出。畜生！张馨予嘶吼一声，再度杀向了灾极恶龟。此时时间过去了3分钟，时间的推移，凝滞炮之中的能量波动越发的强烈，而恶龟的危机感也是越发的强烈了起来。龟的双眸也是逐渐的变得通红，就是因为这几个宛若蝼蚁一般的家伙将自己牵制在了这里。在危机和愤怒之下，灵智本就不多的恶龟彻底狂暴了起来，他疯狂地杀向众人。一个个断骨境的武者在恶龟疯狂的杀戮之下生机消散，但是他们的死也成功被凝滞炮的发射拖延了一部分的时间。张馨予身边的同伴越来越少，而张馨予挥动方天画戟的频率也越来越快。此刻的张馨予同样陷入了暴怒之中，时间一点一点流逝，最终张馨予的手臂被恶龟一口咬住，强大的力量瞬间将张馨予的手臂硬生生咬成了粉碎。然而张馨予那已经被鲜血覆盖的脸上却是缓缓露出了一抹笑容，他望着恶龟的双眸，吐口一口血痰，突然大笑一声：“哈哈，畜生，你完蛋了，老子在下面等你。”或许是感受到了张馨予的嘲讽，恶龟发狂的一般，直接将张馨予的身躯一口吞下，锋利的牙齿不断的撕裂着张馨予的身躯，鲜血从恶龟的口中溢出，恶龟开始扭动着自己的身躯，疯狂的朝着海边跑去。然而张馨予他们好不容易争取而来时间，城墙之上的众人又怎么可能错过呢？二营长颤抖着身子，强忍住内心的痛楚，怒吼一声：“开炮！”声音响起的同一时间，操控着凝滞炮的士兵瞬间按下了发射按钮。咚！一道蓝色的光柱瞬间呼啸而出，仅仅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瞬间降临在了恶龟的身上。咔嚓！一层层的冰霜快速的在恶龟的身上浮现。片刻的时间，恶龟那庞大的身躯竟然硬生生的被冻结在了原地。此刻，灾极恶龟距离坚壁防线依旧还是2500米。拦截成功！本应该充满喜悦气氛的城墙，此刻却是沉默无比。众人默默地站在原地，目光投向了灾极恶龟的方向。在哪里，有着一个个断骨劲武者的残肢断臂混乱地落在大地之上，甚至于还有好几人的身躯都已经被践踏成了肉泥。灾极恶龟拦截是成功了，可是付出的代价却是10位断骨劲武者的生命啊！这一次的拦截是用生命换来的。敬礼！二营长的声音哽咽，他的右手缓缓握成了拳头，重重地敲打在自己的胸口。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位位士兵走到了城墙的，他们的眼眶之中饱含泪水，瞳孔也是遍布了血丝，情绪被他们强行压抑了下去。他们齐刷刷地举起了右手拳头，最后重重地敲击在了胸口上。敬礼！敬军团长！敬10位断骨劲武者！苏雨不知道为何，本应该无比淡漠的心，在这一刻仿佛就像是一滩平静的湖面，突然落入了一颗小石子一般，泛起了涟漪。苏雨茫然地望着这一切，沉默了许久。最后苏雨缓缓走到了城墙之上，学着将士们的模样，右手握拳，重重地敲打在自己的胸口。苏雨默默地低下了头，用只有自己能够听见的声音轻声开口：“军团长，一路走好。”灾极恶龟被冻结了，但是下方的兽潮却没有退散，凶兽的入侵还在继续。只不过在没有了灾极恶龟的威胁之后，坚壁防线在气血武器的支援之下，抵挡住这些兽潮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轰隆隆！突然，在坚壁防线之后传来了一阵阵的轰鸣声。苏雨以及二营长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身后，只见得在乃天际之上，一朵朵厚重的云层之中，一艘蓝色的战舰瞬间冲破了云层的阻碍，浩浩荡荡地朝着坚壁防线冲了过来。是战团的战舰，战团的支援到了。
二营长在看到那一艘蓝色的战舰之后，顿时露出了激动的神色。这就是战团吗？苏雨站在二营长的身边，抬起头望着天穹之上那一艘宛若闪电一般的蓝色战舰，眼神微微有些动容。即便是相隔很远，苏雨也能够从那蓝色的战舰之中感受到强烈的威胁。不愧是战团的人啊，战舰的制作成本可是很高的，也就只有这群战团的强者才能够支撑起战舰的损耗。二营长不由得感慨一声，他看了一眼身边的苏雨，轻声道：“你看到那战舰上面的标志了吗？”苏雨顿了顿，目光落在了那一艘蓝色的战舰之上，只见得在战舰的船身上刻画着一颗颗星辰，星辰屹立在一片大海之上。这是星河战团。二营长的声音继续响起。星河战团在烽火防线之中也算是比较出名了，其团长顾长歌乃是当今星河武道学府大一的学生，也是去年的高考状元，仅仅只是18、19岁就已经是炼神境的强者了。果然天骄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宛若天堑啊！二营长的声音充满了感慨。苏雨默默地凝望着那星河战舰朝着坚壁防线驶来。高考状元，星河武道学府，两个信息不断地冲击着苏雨的脑海。星河武道学府，苏雨是知道的，身为南域的人，对于星河武道学府都不会陌生，只因为星河武道学府乃是整个南域排名第一的武道学府，每年都不知道培养了多少的强者。就在苏雨思索的时候，星河战舰缓缓停靠在了坚壁防线的上空，一道道身影从战舰之中走出，为首一人身穿一件黑色的衬衫，手中握着一柄蓝色的剑刃，一头飘逸的长发，若不是知道的人还以为此人是从古代穿越而来，体内更是散发着强悍的修为。而此人便是星河战团的团长顾长歌，身后的几人同样是散发着一股强悍的修为，每一人在苏雨的感知之中竟然都远远地超过了张星宇。灾级凶兽在哪里？顾长歌略显得有些疲倦的声音响起。苏雨敏锐地注意到了顾长歌声音之中的疲倦，定睛一看，不仅仅是顾长歌，甚至于顾长歌身后的几个青年男女同样是露出了疲倦的神色。二营长还没有开口，顾长歌便是将目光落在了2500米之外的那头灾极鳄龟的身上。动手吧！顾长歌淡淡的开口，一步跨出，竟然直接踩在了虚空之上，手中那一柄蓝色的剑刃瞬间闪烁出了蓝色的光辉。刹那之间，原本只有1米的剑身，在一股强悍的力量的注入之下，瞬间暴涨到了几十米的长度。顾长歌踏着虚空，狂风吹拂着他的头发。星宇，淡淡的那男声于天地之中响起。下一刻，好似有着星光挥洒天地一般，点点的星光瞬间化作了锋利的剑气，呼啸而出。噗嗤，一道蓝色的剑气纵横天地之间，狠狠地斩在了那头灾极鳄龟的身上。极致的力量瞬间撕裂了鳄龟的身躯，硬生生地将庞大的鳄龟斩成了2段。好强！苏雨看着这一幕，瞳孔微微一缩。不仅仅是顾长歌，星河战团的成员也是纷纷杀入了战场之中。战团成员最低也是断骨境，在炼神境的顾长歌带领下，使得星河战团的成员犹如天神降临一般，无数的凶兽在他们的手中纷纷毙命。顾长歌缓缓来到了城墙之上，看着众人沉默了片刻。节哀！二营长听着这一番话，身躯微微一颤。突然，苏雨察觉到顾长歌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身上。顾长歌眯起眼睛注视着苏雨：“你是哪个武道学府的学生？”没有等苏雨开口，一旁的二营长就替苏雨回答了：“战团长大人，苏雨并不是武道学府的学生，而是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顾长歌的双眸之中露出了一丝丝惊讶的神色，他深深地看了一眼苏雨：“挺不错的，欢迎报考星河武道学府。”说罢，一道道身影出现在了顾长歌的身边。走吧。顾长歌看了一眼身后的众人，转身朝着星河战舰走去。众人也不停留，纷纷转身走向了星河战舰。轰隆隆，战舰发出了轰鸣声，浩浩荡荡地朝着另一个方向掠去。作为战团，他们需要支援的地方远不止这一处。星河大学吗？望着朝着另一处方向驶去的星河战舰，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了。顾长歌，去年高考状元，星河大学大一学生，这便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天骄武者吗？不管是在天骄营还是在坚壁长城之中，同辈之中，苏雨从来没有感受到过任何的压力。但是顾长歌的出现却是给苏雨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仅仅只比苏雨大了1岁，却有着炼神境的修为，尤其是顾长歌那一剑斩断灾极鳄龟身躯的那一击，苏雨甚至从其中感受到了生死危机。无论是天骄营还是江南城，都太小了，在南域都只是一偶之地，而高考却是和5大域的武者交手，和那些真正的天骄交手。苏雨内心轻轻的呢喃着，一时间，苏雨竟然对即将到来的高考以及高考之后的武道学府产生了强烈的期待。星河战团，即便是在烽火战线所有的战团之中，都能够算得上是一流的战团了。而顾长歌这家伙还仅仅只是大一，前途不可估量啊！二营长的声音从苏雨的身后传来。苏雨转过头望着二营长，二营长同时注视着苏雨，微微一笑。他走上前来，拍了拍苏雨的肩膀：“小家伙，努力吧，或许有朝一日，你也可以加入战团，甚至创建属于你自己的战团。加油吧，我看好你。不过现在还是先打扫战场吧。”二营长再度拍了拍苏雨的肩膀，随后转身离开了城墙。如今，第16007号坚壁军团军团长阵亡，各大断骨境的营长也在牵制灾极鳄龟的行动之中牺牲了10位。二营长反而成为了军团中军衔最高的人。在二营长的指挥下，那些镇守在城墙上的将士们分出了一部分，他们走出长城，开始打扫战场。凶兽身体是绝佳的材料，而那些退居2线的17营的天骄们也是纷纷走出。只不过
他们的脸上挂着复杂的表情。同样是天骄营地出来的，苏雨硬生生的在万千的受潮之中，为张馨予他们开辟出了一条康庄大道，而他们却只能龟缩在二线之中，眼巴巴的看着一个个将士在战场之上挥洒热血。两者比较之下，高下立判。苏雨默默地走出了长城，鼻尖传来了一股恶臭的血腥味儿。荒凉的大地被暗红色的血液渲染，残肢断臂四处的洒在大地的每一处角落。苏雨默默地行走在大地之上，脚步忍不住的朝着灾极恶龟尸体的方向走去。越是朝着那边走去，苏雨便是感觉自己的内心也越发的迷茫了起来。这究竟是怎样的信念，让他们前仆后继的舍去生命，也要将那灾极恶龟留下来？在武学出走世界之中，苏雨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见证那些世界中生灵的经历。那些人那些事虽然也能给苏雨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但终究是旁观者的视角。而现在作为亲历者，在高武世界，苏雨的情绪波动却是达到了巅峰。苏雨一步一步的走着，内心也开始一点一点的蜕变。或许是高武世界和其他的世界不同，苏雨自穿越而来，便是在这个世界土生土长了18年的时间。或许是苏雨早就将这个世界当做了自己的家园，或许是一个个人族的将士舍生取命，为后方的百姓营造出了一个安静祥和的环境。亦或许是在亲自达到了前线之后，苏雨亲眼看着这些普通的将士为后方的安定付出了许多。苏雨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无法保持冷静了，好似从红色警报拉响的那一刹那，苏雨的内心已经不平静了。一个个熟悉的人冲入了战场，奋勇杀敌；一个个刚刚还在身边满脸笑容的战友，下一刻却彻底的留在了战场上。渐渐的，苏雨来到了灾极恶龟尸体旁边，一层层的冰霜依旧笼罩着灾极恶龟的尸体，狰狞的伤口处还停留着一股极其锋利的剑气。苏雨默默地望着这一头灾极恶龟的尸体，目光突然被一处吸引了。那是易营长的尸体，易营长的下半身已经被灾极恶龟彻底的践踏成了肉泥，唯有上半身还能够较为完整的躺在大地之上。一直到死去，易营长的脸上都带着对灾极凶兽的愤怒。苏雨默默地走上前去，蹲了下来。牺牲，这是在坚壁防线上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武者的超然地位也全是因为这点，没坚壁防线，没有那些将士，就没有现如今的大后方。苏雨回想起这18年在高武世界中生活的经历，对于坚壁防线这个早就写在教科书中防线，苏雨一直清楚，也知道坚壁防线每天都会有牺牲。但当作为这一切的亲历者之后，苏雨才知道，他能够在这高武世界中平静地活到18岁，是有多少人为此牺牲。沉默了片刻，他轻轻地伸出手，将易营长的双眼闭合。做完这一切，苏雨徘徊在恶龟尸体的旁边，一个个尸体映入了苏雨的眼帘之中，或熟悉，或陌生。苏雨想要找到张馨予的尸体，却是发现，在那四处洒落的残肢断臂之中，早已分不清是不是张馨予的尸体了。苏雨深呼吸一口气，突然感觉自己的胸口有些发闷。战团吗？苏雨再度抬头看了一眼天穹，如果我强大了，他们这些人会不会就不用死了呢？苏雨呢喃着，眼神之中的疑惑逐渐变得清明了起来。或许我也需要组建一个属于我的战团了，一个尽可能让更少人流血的战团。一股玄奥的波动在苏雨的身上环绕了起来，心态的变化也是让苏雨突然看清了未来的道路。或许这就是我的追求吧。苏雨摇了摇头，淡淡一笑，胸中的酸楚已然在这一刻一扫而空。最后，苏雨的目光落在了灾极恶龟的身上。苏雨的眉头微微一皱，目光紧紧地盯着恶龟的尸体。不知道是不是苏雨的错觉，苏雨感觉灾极恶龟体内的能量竟然极其的混乱，而且竟诡异地给了苏雨一种熟悉的既视感。在灾极恶龟还活着的时候，苏雨也能感觉到灾极恶龟体内的能量很混乱。苏雨本以为是灾极恶龟那暴虐的凶性导致的，但是如今恶龟已经陨落了，本应该沉寂下去的能量竟然还是如此的混乱，这就有问题了。苏雨的目光开始在灾极恶龟的尸体之上扫过，而越是仔细的观察，苏雨的眉头就皱得更紧了。灾极恶龟的体内蕴藏着多种能量，这灾极恶龟虽有炼神的实力，但其本质上依旧只是拥有野兽本能的凶兽罢了，除非是遇到了强烈的危机才会做出本能的反应。而且不仅仅是灾极恶龟，可以说受潮中的所有凶兽都只有本能，而这种现象苏雨不知道为何似乎在哪见过。苏雨微微眯起了眼睛，脑海之中的记忆翻涌了起来。这灾极恶龟就像是被人为调制出来的凶兽一样，体内的多种混乱能量更像是实验的痕迹。苏雨终于记起来为何这种感觉会如此的熟悉了，就像诡异世界的但丁一样，被诡异世界的众神当作载体，控制了心神，陷入了疯狂。当初在诡异世界的时候，被神灵影响了心智的但丁和维吉尔不就是这样吗？不仅仅是维吉尔两人，还有米格，猩红教会会长，4人的身上都有这种混乱的感觉，而他们4人都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他们被神灵影响，甚至操控了。想到这一点，苏雨的呼吸逐渐变得炽热。眼前的这头恶龟，在苏雨的看来，并不像是一头真正的凶兽，反而像是一种人造产物。炼神境的实力却没给这只凶兽带来一点理智，完全就是浑浑噩噩，依照本能行事。只是到底是什么人能够操控海洋中的凶兽？苏雨沉吟着，这种蹩脚的痕迹，断骨经自己能够看出来，别人自然能够看出来。高武世界的强者不在少数，而且还有诸多研究所，他们不可能察觉不到这一点。然而却并没有人追究过这件事情，这就有些细思极恐了呀。苏雨默默地望着眼前的恶龟尸体，突然想起来，在历史教科书上似乎有着这么一段的描写。
数十年前，人族在诸多强大武者的率领之下，成功横扫了陆地上的凶兽，硬生生的在这一个灵气复苏的世界之中，为脆弱的人族开辟出了安全的家园。伴随着陆地上的凶兽被清扫，人族的野心逐渐落在了海洋之中。当时的人族第一人空率领人族的第7军团，携带了诸多的科技产物，打算探索海洋，将海洋中的凶兽剿灭。然而这一去却是渺无音讯，如同凭空消失，再也没有了第7军团和空的消息。后来，人族也是派出了诸多的武者小队，想要探索空和第7军团的消息。只是每一个踏入海洋之中的武者小队都纷纷神秘的消失，生死不知。久而久之，人族也渐渐的放弃了这个想法。同时，海洋成为了人族的禁忌之地。那一年，海洋成为了人族不可言说之地。同年的年末，3道长城防线拔地而起，彻底的将人族的疆域圈了起来，抵御着海洋之中凶兽的入侵。3道防线对人类来说是生命线，也是无奈之举。想到这里，苏雨忍不住的看向了海洋的方向。时至黄昏后，太阳最后的余晖彻底的被浩瀚的海洋彻底的吞噬。黑暗从四面八方涌出，包裹了整个天地。一阵阵的海风吹拂着苏雨的身子，饶是苏雨已经有了断骨境3层的修为，却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肌肤之上更是冒出了鸡皮疙瘩。漆黑的海平面之上，隐隐约约似乎有着大恐怖缓缓睁开了双眸，宛若深不见底的深渊一般，仅仅只是看上一眼，就已然彻底的无法自拔。英勇的将士们啊，用你的身体化作坚壁，用你的血液点燃烽火，用你的灵魂化作繁星，守护止水。一道整齐的歌声从身后的坚壁长城传来，将苏雨的注意力从那宛若深渊一般的海水之中拉扯了回来。歌声传入苏雨的耳畔，苏雨缓缓转过身来。坚壁长城之上，一个个士兵举着火把，放声歌唱着。有人五音不全，有人声音嘶哑，但是在这一刻，歌声仿佛将苏雨的血液都点燃了一般。苏雨深呼吸一口气，目光再度环顾了四周，缓缓举起了自己的拳头，重重的敲击在了胸口。最后，苏雨再度深深的看了一眼那漆黑一片的海洋。虽然不知道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但是迟早有一天，你所隐藏的秘密会被我一一揭开。苏雨轻轻的呢喃着，随后转身缓缓朝着坚壁长城走去。身后海水拍打着海岸，一道又一道的潮汐冲刷着海边的沙砾，似乎在嘲笑着苏雨那幼稚的言语。战争落幕，坚壁长城之上闪烁着的红色的警报也是恢复成了绿色。一个个士兵的尸体被送入了坚壁长城内，他们的尸骸将会送到后方，他们的家属将会受到优厚的待遇。没有人会嫉妒这样待遇，那是因为这些待遇之下却是战士们用自己的血液和生命拼出来的。军营之中一片的安静，依稀之间甚至能够听到一阵阵的抽泣的声音。苏雨盘坐在营帐内，却是久久无法进入修行的状态。内心烦躁之间，苏雨站起身来，走出了营帐，来到了篝火旁，望着那不断跳跃的橘黄色的火焰，愣愣发神。怎么还没有从战争之中恢复过来？声音甚至都还没有传来，苏雨便是嗅到了一股烟草的味道。苏雨的眉头微微一皱，但还是站起身来，转过身对着来人敬了一个军礼。教官。来人赫然便是赵勋了。赵勋叼着香烟，面容也变得沧桑了几分，甚至于苏雨还注意到，在赵勋的胸口还佩戴着一个特殊的徽章，而这个徽章，苏雨仅仅只是在张馨予的胸口处看到过。这个徽章，苏雨看着这个徽章，不由自主地愣神了起来。赵勋吸了一口香烟，重重地吐出了一圈圈的氤氲。他低着头，也看了一眼佩戴在自己胸口的徽章，露出了一个较为难看的笑容。你说这个啊，这是军团长的徽章。张馨予那狗东西死得太快了，没办法，谁让老子和他的关系比较好呢？只有我帮他守住第16007号军团了。赵勋说着，自己的眼眶也不由得红了起来。嗨，妈的，这个烟真的呛人啊，眼泪都差点给我呛出来了。赵勋一边咳嗽一边笑着，似乎在掩饰着什么。苏雨看破也没有说破，再度冲着赵勋敬了一个军礼。第16007号坚壁军团17营营长苏雨见过军团长。赵勋望着苏雨，默默地用手指将烟熄灭，面色逐渐变得严肃了起来，郑重地对着苏雨也行了一个军礼。两人同时放下拳头，目光碰撞在了一起。最后，两人坐在了篝火旁边。苏雨轻声地开口：“教官，你担任了军团长，天骄营地怎么办？”赵勋大大咧咧一笑：“这不是历练也快结束了吗？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待在后方训练你们这些小崽子，都让我闲得蛋疼了。要是继续待在后方，我就废了。倒是你，还有2个多月就要高考了，什么想法？”赵勋静静地望着苏雨。苏雨沉吟了片刻，之前高考对我来说是一个能够拿到更多资源的手段，但是现在我突然发现，我之前对自己的目标只是变强，变得足够强，才能在这危险的世界得以自保。而现在变强依旧是主要目标，只不过在这目标之外也多了一些想法。听着苏雨轻轻的诉说，赵勋那严肃的面容也不由得柔和了几分。小家伙，你是我见过的天赋最恐怖的一人，你将会在高考之中崭露头角，你也会加入一个好的武道学府。坚壁防线、烽火台防线，这些镇守防线的将士们曾经也多是武道学府的学生，而武道学府最终的目的地其实也就是前线。但是我能给你说的就是，我会在前线欢迎你的到来，或许有一天我还需要你的支援呢。赵勋哈哈一笑。苏雨闻言仿佛也是想到了那个画面，同样是轻轻的笑了起来。这才对嘛，年轻人就要多笑才好，一天天的装深沉给谁看呢？赵勋大咧咧的拍着苏雨的肩膀，随后从怀中拿出了一块银色的勋章。
在拿出那一枚勋章的那一刻，赵勋的脸色再度变得严肃了起来。他缓缓站起身来。第16007号坚壁军团17营营长苏雨。苏雨一愣，虽然不明白赵勋想要干什么，但还是猛然站起身来，挺直了自己的身躯。到！赵勋双手捧着那一枚银色的勋章，认真的说道：“17营营长苏雨抗敌有功，经南部军方商议，特此颁发坚壁勋章以及10万功勋。”坚壁勋章。苏雨双手接过赵勋递过来额坚壁勋章，突然感觉中重若千斤。你小子不愧是我教导出来的。这个坚壁勋章是坚壁军团英雄的象征。张馨予那狗东西忙忙碌碌了一辈子，死了才得到了一枚坚壁勋章，甚至都比不上我教导出来的学生，简直废物。赵勋叨叨絮絮地说着，而苏雨感觉手中的这一枚坚壁勋章越发的沉重了。勋章拥有者能够享受功勋兑换8折的优惠，同时还能在高考之中加分。同时，坚壁勋章拥有者终生都会被坚壁军团视作一员，其武库权限将一直维持在4级。也就是说，你小子离开这里后，也能够依旧兑换武库中的武学。你小子算是赚到了。赵勋笑呵呵地望着苏雨，苏雨郑重地将坚壁勋章收起。两人再度坐在了篝火旁边。接下来离开了天骄营，准备做什么？苏雨感受着火焰传来的温暖，摇了摇头。赵勋看了一眼苏雨，沉吟了片刻。我之前在翻阅记录的时候，看到你兑换了大量的合金，你是想要打造武器是吧？苏雨点了点头。赵勋又是瞅了一眼苏雨背后背着的银色剑匣，武器打造好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倒是能够给你推荐一个地方。苏雨闻言，眉头微微一挑，他没有想到从赵勋这里竟然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惊喜。现在醉剑、伐剑以及万象之剑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承载物，唯有天剑一直都找不到好的承载合金。天剑似乎极为特殊，那源自于李长风的天剑能够硬生生拔高武侠世界上限，而这也是苏雨一直苦恼的地方。只是没想到刚刚想要睡觉，就有人送来了枕头。苏雨期待地望着赵勋。赵勋缓缓地说道：“在南域有着一个名叫星空研究所的地方，这里是南域科技最前沿的研究所，和军方相通。或许在这里，你能够打造出你想要的武器。”星空研究所。苏雨的眼睛微微一亮。要是别人想去星空研究所打造武器，也无法进去。但是你不同，你是坚壁勋章的拥有者，你能够在星空研究所之中享受一些便利。他们会根据你的要求打造出你想要的武器，包裹城墙之上的气血武器都是来自于星空研究所。甚至于，你还能够通过消耗你的功勋，在里面购买修行资源和修行场所，这也算是对天骄武者的扶持吧。听着赵勋的话，苏雨内心不由得对这个所谓的星空研究所越发的好奇了起来。多谢教官。苏雨感谢了一番赵勋，随后又是闲聊了几句，苏雨也便是回到了自己的营帐之中。翌日，当金色的阳光透过了厚重的云层，驱散了黑暗，降临在这一片天地之中。营帐内，苏雨也是缓缓睁开了双眸。天骄营的历练已经结束了，苏雨他们随时都能够离开前线。在和熟悉的人一一告别之后，苏雨收拾好自己的东西，默默地离开了军营。离去之际，苏雨不由得有些恍惚。这一刻，苏雨算是正式的离开了天骄营。而天骄营对于其他的天骄来说，是能够更加便利得到资源和蜕变历练的地方。但是对于苏雨来说，天骄营却是一个让苏雨真正发生改变之地。阳光沐浴在少年的身上，朝气十足。苏雨缓缓转过身，深深地看了一眼第16007号坚壁军团，笑了笑，背起了行囊，一步一步朝着后方走去。下一站，星空研究所。一辆白色的列车在铁路之上快速地奔驰着。列车之中，苏雨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目光却是落在了窗外。窗外一片祥和安宁的景色，却是让刚刚从前线回来的苏雨一时间有些难以适应了。绿意盎然的麦田之中，一个个农民热火朝天地插着秧子，脸上更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繁华的大都市之中，脚步匆匆的行人虽是繁忙，但也一片的祥和。列车载着苏雨驶过了不少地方，而这些地方似乎都有着一个共同之处：安宁。但是在经历了前线的苏雨眼中，这一切的安宁都是前线的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来的。唉，苏雨悠悠地叹了口气。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让苏雨更加坚定了内心的想法。随后点开了系统，栏位1，距离下一次出走还剩36天；栏位2，距离下一次出走还剩36天。当前可选择世界：武侠世界 LV2， 诡异世界 LV4。下一个新世界解锁需15000世界点，世界点12000。冷却时间还有36天吗？苏雨算了算，距离高考开始还有67天的时间，正好在高考之前，自己还能够让武学出走一次。这样一来，还能够大幅度的提升一次自己的实力。就在苏雨思索的时候，列车缓缓停靠在站，看了一眼站台的名字，苏雨缓缓起身，将自己的行囊背在了肩上。苏雨默默地走出了车站，按照赵勋给自己的地址，苏雨缓缓来到了一处戒备极其森严的地方，四周被铁丝网直接圈了起来，仅仅只是每隔50米的地方就有着一处岗哨，一个个士兵表情严肃地环顾着四周。苏雨的出现瞬间就被这些士兵发现了。来人止步，军事重地，入内请出示证明。一名士兵将苏雨拦了下来。苏雨顿了顿，目光落在了铁丝网里面一座巨大的建筑群之上。只见得在那建筑群中央最为高大建筑上，赫然有着几个大字悬挂在上面：星空研究所。苏雨的脚步顿住，缓缓地从行囊之中的坚壁勋章和赵勋给出的证明递交给门口的士兵。
银色的勋章在阳光的照射之下闪烁着绚烂的光辉。士兵接过勋章和证明，在确定了两者都是真的后，为首那名士兵将勋章递交给苏雨，随后对着苏雨就敬了一个军礼。见过坚壁军团的英雄，向英雄敬礼！一个士兵呐喊着。只见得那一个个岗哨上的士兵整齐地朝着苏雨这边转过身来，纷纷举起了拳头，重重地敲在了胸口之上。苏雨同样是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回应。有了坚壁勋章的帮助，苏雨轻轻松松就通过了一众士兵的阻拦，进入了封锁区域之中。这就是坚壁勋章所带来的便利。正如赵勋所说的那般，持有坚壁勋章的人，只有坚壁军团的英雄。作为镇守在前线的坚壁军团，本就是受到了整个军方的尊敬，更不要说坚壁勋章的持有者了。毫不夸张地讲，即便是一位断骨境的军团长，在见到了持有坚壁勋章的人，都要恭恭敬敬的敬礼。苏雨默默地来到了星空研究所的大门前，整个建筑群都呈现出圆形的模样，一个个圆球状的建筑组成了整个星空研究所。外壁采用了某种特殊的淡蓝色材料，在提供足够的保护同时，还有绝佳的静音效果。即便是站在研究所的外面，苏雨都能够感觉到星空研究所的整体充满了科技气息。苏雨迈出步伐，缓缓走进了星空研究所内。一进入星空研究所，苏雨便是看到一个个身穿白大褂的身影，匆匆忙忙的在房间来走去。不少人更是时时刻刻的看着手中的厚厚的表格，不停的喃喃自语。奇怪了，这个数据怎么就出错了？如何让练脏劲的武者通过某种介质将气血激发出体外？我已经失败了19次了，再失败，这项研究的资金就要被研究所砍掉了。耳边不断的传来诸如此类的声音，苏雨的表情不由得变得怪异了起来。在苏雨的想象中，研究所不应该是一个极其严谨的地方吗？为何进来了之后，看着这些研究员反而像是一个个社畜？就在苏雨思索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道喃喃自语的声音：没有眼光，简直一点眼光都没有，凭什么驳回我的研究成果？还教授，简直就没有看懂我的研究。还没有等苏雨看去，苏雨的胸膛便是传来了一股撞击感。哎呦！苏雨定睛一看，只见得一个戴着厚厚眼镜的青年正面色扭曲的躺在地上，四周散乱了一张张的 A4 纸，上面记载了密密麻麻的数据。而四周的研究员仿佛没有看到这一幕一般，自顾自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苏雨到底是断骨境的武者，而这些研究员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即便是一些研究员有修为傍身，也都是气血境。你没事吧？苏雨好心的将那青年拉了起来。青年扶了扶自己那厚厚的眼镜，茫然的望着苏雨。当他看着苏雨陌生的面孔，眼中的茫然更浓郁了。你是？我怎么没有在研究所内看见过你啊？苏雨指了指自己胸膛上的坚壁勋章，青年瞬间就明白了。哦，军方的人是吧？我懂了，我叫王宁，跟我来吧。王宁捡起四周散乱的纸张，重新整理好之后，带着苏雨朝着院内走去。这一个举动让苏雨不由得有些好奇。你都不问一下我来干什么吗？而且你就这么带我进去了？难道就不怕我图谋不轨吗？王宁毫不在意的说道。嗨，坚壁勋章的拥有者我见多了，不就是来这里打造武器修炼的吗？再说，王宁顿住了脚步，看着苏雨图谋不轨。但凡你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你都不敢说这样的话。一时间，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心中更加好奇了。刚刚想要询问，却已经被王宁带到了圆球建筑群中心。进入圆球建筑中心区，四周一切都变得安静了下来。苏雨的目光缓缓看向了四周，脸上露出了好奇之色。只见得在星空研究所中心走道的四周墙壁展示柜上摆放着一件件物品，这些物品都是星空研究所各个研究系的成果，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王宁给苏雨解释道。突然，苏雨的目光被一个深红色的人形战甲所吸引了。苏雨忍不住走上前去，仔细地端倪了起来。这套深红色的人形战甲之上刻画着极其复杂的纹路，甚至于苏雨还能够从这一套战甲之上感受到一丝丝的气血的波动。这个战甲是什么东西？不管是苏雨在高武世界生活的18年，还是穿越之前的经历，这种人形战甲苏雨都仅仅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现实生活中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充满科幻气息的产品。哦，你说这个呀？王宁缓缓走了过来，毫不在意地说道。这玩意儿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哈，好像是叫气血战甲来着。对，就是气血战甲。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气血战甲有什么作用？难不成是增加气血的？王宁点了点头，也可以这么说吧。通过战甲之中的核心激发出人体的潜力，能够大幅度的提升自身的战力，同时战甲由超强合金打造，还能够增加防御力。听着王宁的话，苏雨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惊讶的神色。这可是好东西啊！不过王宁接下来的话却是让苏雨嘴角微微一抽。当然，这仅仅只是理论上罢了。想要参控战甲，对人体的负荷太大了，往往只有炼神境的武者才能够承受住战甲带来的刺激。可到了炼神境，气血的增幅反而并没有什么没用，而且这东西的造价太高了，所以这玩意儿也只能算是残废品。不过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研究方向，降低操控战甲的负荷，让气血境的武者也能够穿戴。这样一来，前线的压力就会小很多。苏雨点了点头，诚然，这件气血战甲是残次品没错，但已经有了方向了，想必只要给他们一些时间，或许这样的气血战甲还真的能够在军方普及。两人继续朝着深处走去，一路上苏雨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科技产品，这也让苏雨不得不感叹一声：这些研究员的伟大。或许这些有的是残次品，但有的却是已经完善了的产品，例如凝制炮。而正是因为这些科技产物的出现，使得坚壁长城上的压力
减低了很多。对了，我刚刚听你说什么教授没有眼光，不懂你的研究，你的研究是什么呀？苏雨好奇地看向王宁。王宁听到这一番话，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丝丝的尴尬。可嗨嗨，那啥，算了，给你看一看吧。说着，王宁递给了苏雨一张 A4 纸，苏雨接过手中看了起来。在图纸上面画着一个极其诡异物品，而在图纸上面赫然写着一个名字：血神兵。而在武器的旁边还配备了一排类似于功法一样的文字。血神兵，这是什么玩意儿？苏雨问道。王宁解释道，所谓的血神兵是我研究出来，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武者战力的武器，而旁边的内形的文字是我通过不少的功法融合之后创造出来的一种能够增幅血神兵效果的功法。通过血神兵吸收体内的血液，就能够爆发出更加强悍的战力，若是还修炼了功法，这个增幅还能够翻倍。听着王宁的解释，苏雨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可以啊，你的这个武器和功法要是推崇出去，前线战士们的战力也能够大幅度的提升。苏雨是经历过前线的，他很清楚，当战士的战力强大之后，是能够更有效的抵御凶兽的入侵的。如果正如王宁所说，能够大幅度的增加战力的话，即便是要吞噬一些鲜血，苏雨想，那些战士也很愿意的。然而，王宁的脸上却是露出了一丝丝尴尬的神色。可嗨嗨，王宁干咳了一声，抓了抓宛若鸡窝一样的头发，小声说道：“其实这个武器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血神兵一旦开启，就很难依靠自己主动取消了，要一直到将人体内的鲜血都彻底的榨干，才会主动停止，或者依靠外力强行停止才行。”苏雨闻言，面色不由得变得怪异了起来。王宁当即立马说道：“当然，暂停吞噬血液的方法，我目前正在研究之中，估计要不了多久，我就能够成功了。”苏雨勉强的笑了笑，虽然一些鲜血不是什么大事儿，但要是要把自己榨干，这就是大事儿了。或许是因为苏雨的询问，彻底的打开了王宁的话匣子。王宁拿着一张图纸递给了苏雨，兴奋地介绍着自己的研究。来来来，你看看啊，这个是我的另外一个研究，在武器之中植入智能芯片，这样一来就能够辅助修炼武学。不过武者的气血很容易影响到芯片的运转，所以有时候不灵。还有这个，在凶兽的身体上种植天才地宝，依靠吞噬凶兽血肉，能够加快天才地宝的生长。不过凶兽尸体内的能量太过于混乱了，容易把种子内部生命源破坏掉。还有这个，王宁开始了他喋喋不休的讲解。苏雨一一听完了，但面色同样也是变得更加的精彩了。不得不说，王宁的脑洞很大，甚至于一些方向也没有错，都是为了增加武者的实力。但是偏偏他所研究出来的东西都太过于奇葩了，甚至于没有一个是研究成功了。这下苏雨算是知道为何王宁口中的教授会将王宁的研究成功驳斥了。这种半成品要是放出去，整个星空研究所都要丢人。王宁一边在苏雨的耳边喋喋不休，一边带着苏雨朝着内院更深的地方走去了。很快，王宁就带着苏雨来到了一个实验区的门口。只见得在实验区的门口赫然写着几个大字：近战武器系研究院。星空研究所研究方向有很多，诸如近战武器研究院这般的实验室则是达到了上百个之多。而恰好的是，王宁也是在近战武器研究院内，到底是整个南部军区最重要的研究院，可谓是极其豪华的。在来的路上的时候，王宁就问了苏雨想要打造一柄什么样的武器，苏雨则是将自己的要求告诉了王宁，随后王宁便是将苏雨带到了这里。你若想要打造一柄剑的话，在李教授这里是最合适的地方了。王宁笑呵呵地说道，推开了研究室的大门，大声道：“李教授，来军方那边来人了，想请你为他量身设计一把武器。”苏雨跟着王宁走了进去，刚刚一进去就听到了一道不耐烦的声音：“吵什么吵？再吵以后就给我滚出去，不准再进来了！”一道充满了怒火的声音从实验室的深处传来，王宁的小脸顿时变得僵硬了，似乎有些惧怕这道声音的主人一般，乖乖地带着苏雨坐在了一旁的沙发上，小声地跟苏雨说道：“李教授的脾气不好，待会儿你忍耐一下。一般来说，李教授不会随便给人打造武器，但是你是坚壁勋章的持有者，李教授不会拒绝的。”苏雨默默地点了点头，静静地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了起来。不知道过去了多久，苏雨听到了一道声音，缓缓睁开了双眸。那人在哪里？苏雨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得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缓缓从实验室的深处走来。苏雨看着老者的目光不由得一愣，老者给苏雨的第一印象就不是一个实验人员应该有的体格，即便是老者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但是身躯却极其的魁梧，硕大的肌肉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壮汉，甚至于就连面色也都是红润无比，气血充足。还没有等苏雨说话，一旁的王宁就乖乖地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说道：“李教授，就是这位想要找你打造武器。”李教授的眉头微微一皱，看向了苏雨，不由得有些不满：“什么时候一个小娃娃也需要我来打造武器了？其他人不行吗？昨天一个坚壁军团的军团长还想让我帮他打造一柄战刀，我都没有同意。王宁，你是忘记了我的规矩了是吧？”李教授吹胡子瞪眼地望着王宁，被李教授这么一注视，王宁忍不住缩了缩自己的脖子，小声地说道：“可是李教授，这家伙是坚壁勋章的拥有者啊！”坚壁勋章？李教授微微一愣，转过头看向了苏雨的胸口，只见得一枚银色的勋章静静地挂在苏雨的胸口。一瞬间，李教授的表情变得有些严肃了，微微地点了点头：“跟我来。”苏雨眉头一挑，他没有想到性格如此古怪的李教授竟然只是看了一眼自己胸口上的坚壁勋章就同意了。虽然有些诧异，但苏雨还是跟在了李教授的身后。
很快，三人来到了实验室的深处，只见得在这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仪器，而在一些角落之中堆放着一些被打造出来的武器，就像是垃圾一样，随意的扔在了角落之中。想要打造什么样的武器？李教授摆弄着身前的仪器，淡淡的问道。苏雨沉吟了片刻，随后便是将想要打造能够承载天剑剑翼的武器的想法说了出来。承载剑翼，剑影武者。李教授一愣，转过身来，诧异的望着苏雨。一时间，李教授的双眸之中闪光一道金光，他迈出一步，来到了苏雨的面前，目光炽热的问道：剑影武者，你是指剑种之中的那种特殊星剑产物？我之前听说坚壁兵团中出了个能召唤剑影武者的天骄，就是你小子吗？看着好似下一刻就要将自己吞掉的李教授，苏雨点了点头。死！李教授深吸了一口凉气，整个人突然就变得热情了起来。来来来，武器打造先不急，咱们先测试一下数据，唯有将数据测试出来，我才能够打造出最合适的武器。说着就准备去拿仪器测试。苏雨不由得问了一下王宁，这个李教授怎么好像突然就变了一个人一样？王宁轻声道，李教授看到值得研究的东西都是这样的，不仅仅是李教授，甚至我都想要研究研究一下你口中的剑影武者了。王宁看着苏雨，露出了和李教授同一个模板一般的笑容。苏雨的嘴角微微一抽，随后李教授拿着一个个复杂的仪器，将仪器都彻底的运行了起来之后，招呼着苏雨，小家伙，将剑影武者召唤出来，然后再释放一下剑翼，让我测试一下数据，看看如何打造。苏雨点了点头，并没有隐瞒自己在坚壁长城就展露过这样的能力，倒也不怕被人发现了，而且想要打造出能够承载天剑的武器，自然数据越全越好。苏雨的心念微微一动，一道黑色的人影出现在了苏雨的身边。李教授眼睛一亮，看着身前的仪器，快速的记录着仪器上面的数据。过了一会儿，李教授的声音传来：行了，将剑翼释放出来吧。苏雨收起了剑影武者，轻轻的闭上了眼睛，脑海之中那柄属于天剑的小剑瞬间迸发出了璀璨的光辉。刹那之间，一股冲天起的剑意从苏雨的体内喷涌而出，嗡嗡嗡，四周好似有着剑气疯狂的肆虐着，仪器之上更是瞬间亮起了红灯，疯狂的警报着。李教授仿佛没有注意这些警报一般，眼神越发的明亮了。这可都是全新的数据啊！片刻，在李教授的示意之下，苏雨缓缓散去了天剑剑意。李教授看了一眼记录下来的数据，沉吟了片刻：你体内的这一股剑意很是特殊，这种特殊的剑意是我从没看到过的。不过给我一段时间，我应该可以研究出来。听着李教授的话，苏雨不由得微微一喜，随后便是听到李教授继续说道：不过小家伙，你愿意让我研究一下你创造的剑影武者吗？如果可以的话。李教授思索了一番，缓缓开口：我可以给你一个初级研究员的权限。初级研究员权限？苏雨一愣，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而一旁的王宁却是拉着苏雨的衣袖，使了使眼色，暗示苏雨答应下来。苏雨沉吟了一番之后，也便是答应了。不过是剑影武者罢了，对苏雨来说，哪怕别人能学会，也无法同时拥有千种星剑，根本无法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相反，这个能够让王宁都暗示自己答应下来的初级研究员权限，更让苏雨好奇，这个所谓的初级研究员权限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得到了苏雨答应之后，李老便是让苏雨再度召唤出剑影武者，他还要记录更加详细的数据。片刻之后，在将数据彻底的留在李老这里之后，李老便是让王宁带苏雨离开了。打造天剑还需要一段时间，李老让王宁给苏雨安排一下修行的地方。苏雨欣然答应，毕竟从赵勋的口中，星空研究所可不仅仅只是打造武器这么简单，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帮助修行的方法和资源，这是外界所没有的。随后，王宁和苏雨两人走出了近战武器研究院。走出去之后，苏雨才是好奇的问道：所以那个初级研究员权限到底是什么好东西？王宁解释道：你可算是赚大发了，我们星空研究所是南域最大的研究所，同时也是南域最顶尖的研究所，基本上所有南域顶尖的研究员都在这里，这个你应该知道吧？苏雨点了点头，若不是因为这个，苏雨也不会来了。王宁继续说道：初级研究员权限意味着你被视作了星空研究所内部成员。要知道，星空研究所内的东西随便一件拿出去，基本上都是天价的存在，外面有的星空研究所有，外面没有的星空研究所也有，甚至于一些前沿的科技产物也能够凭借着初级研究员的权限第一时间体验，甚至是购买。最重要的是，这个权限整个星空研究所内也就只有教授级别的存在，每年才有一个名额。即便是我当初也是在这里工作了3-4年才拿到了这个权限，你就说这玩意儿好不好吧？听着王宁的话，苏雨不由得颔首，微微沉吟了片刻。苏雨突然问道：这玩意儿能高考加分吗？王宁一愣，点了点头：能啊。旋即王宁反应过来了，震惊地望着苏雨：我去，兄弟，你别告诉我你才高3吧？也就是说你要参加今年的高考？苏雨点了点头。死！王宁越发的震惊了，一个高3的学生竟然能够拥有坚壁勋章。若不是军方对于坚壁勋章管控的极其严格，王宁甚至都怀疑苏雨的坚壁勋章是不是假的了。即便王宁没有上过前线，但是也知道想要获取坚壁勋章是多么的困难。变态！王宁憋了很久，才是憋出来这2个字。两人走着走着，王宁突然问道：有没有兴趣去我的实验室看看？苏雨眉头轻轻一挑：可以吗？说实话，对于王宁的研究，苏雨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至少每一个研究都是脑洞大开。特别是血神兵，在看到王宁血神兵资料的那一刻，苏雨心中就有了初步的想法。你现在都是初级研究员了，自然可以跟我来。说着，王宁就带着苏雨朝着自己的实验室走去。很快，两人便是来到了一个比较小的实验室内。和李老的实验室比起来，眼前的这个实验室就显得迷你了很多。可实验室虽小，但是里面的仪器却是极其的完善。苏雨好奇地看着眼前的实验室，突然目光被一个个试验箱吸引了。只见得在那一个个的试验箱内，有着一只只的小白鼠，静静地趴在上面。每一只小白鼠的身上都绑着一个微小的武器。这个武器和苏雨之前在王宁给自己的图纸之上看到过，不就是那个血神兵吗？苏雨眯起眼睛，仔细地看了起来。从那微小的兵刃上伸出了一根根极其纤细的金属丝线，扎入了小白鼠的体内。小白鼠的血液也顺着这一根根纤细的金属丝线涌入了血神兵之中。血神兵之中也是迸发出了一股强烈的气血波动，只是小白鼠的气息却显得有些低迷了。这时，王宁缓缓走了过来，解释道：“目前只是进行了小白鼠实验，一只健康的小白鼠基本上能够在血神兵的最低效率吸收下存活3天的时间。我估算，一个成年人应该能够在血神兵的最低效率吸收下存活1个月的时间。如果是武者的话，这个时间还要翻倍。”苏雨默默地聆听着，王宁则是继续地说道：“虽然说血神兵一旦开启就无法停止了，但是我却能够在开启的那一瞬间将其切断，甚至能够通过增加使用者气血恢复的速度，从而抵御这种副作用。”苏雨诧异地看了一眼王宁，这个想法不是很好吗？只要气血恢复的速度跟上去，这个血液流速也未必会让人走向死亡啊。王宁露出了一丝丝的苦笑，话是这么说的，但是随着血神兵在人体上开启的时间越久，血液流失的速度也就越快。基本上到了后期，即便是依靠着气血丹等一种恢复气血的丹药，甚至都跟不上血液流失的速度。这种办法终究还是望梅止渴罢了。不过呢，王宁的画风微微一转，使用过的血神兵经过气血的淬炼，自身的强度也会提升。说到这里，王宁的脸上突然涌现出了一股狂热的神色。从理论上来说，只要血神兵吸收的气血足够多，那么血神兵就能够一直变强。不过很快，王宁的神色就变得有些落寞了。只是可惜，虽然理论上能够无限提升，但是血神兵的强度越高，需要的气血质量和数量也就越多。淬炼一把足够断骨劲武者使用的血神兵的话，所需要的气血质量和数量，如果换算成气血丹的话，都足够培养100位断骨武者了。苏雨静静地听着，看着绑在小白鼠上面的血神兵，心中越发的好奇了。突然，苏雨开口了：“我能试一下吗？”对于苏雨的请求，王宁沉吟了片刻，还是答应了下来。但一边去拿血神兵，一边提示道：“在开始接触血神兵的一瞬间，我能够将其强行中断，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一旦接触血神兵的时间过长，即便是强行中断的话，武者的根基也要受到损伤，得不偿失。你若是察觉到不对劲儿，记得立马提醒我。”听着王宁的话，苏雨点了点头。很快，王宁便是将血神兵拿了出来，递给了苏雨。苏雨按照王宁的指示，将血神兵绑定在了自己的手腕上。顿时，一根根丝线就像是细针一般扎入了苏雨的血管之中。苏雨的眉头微微一皱，但很快就舒展开来。准备好了吗？王宁此刻也有些紧张。虽然之前也在武者身上做过实验，但血神兵的特性太过诡异。好了，苏雨轻轻的点头。行，按下血神兵上面的按钮，血神兵就开启了。若是有什么不对劲儿，立马告诉我，我好将其中断。王宁手中拿着一个中断器，紧张的看着苏雨。苏雨看了一眼血神兵，轻轻的按动了上面的按钮。顿时，血神兵上面闪烁着一阵红色的光辉。开启的一瞬间，苏雨就感觉自己体内的血液仿佛受到了某种牵引一般，涌入了血神兵之中。伴随着血液的涌入，血神兵上面的威能竟然也在一点一点的增强。正如王宁所说的那般，武者的血液虽然能够维持更长的时间，但久而久之还是会影响到根基。突然，苏雨的心中有了一个念头，心中微微一动，脑海之中血杀之剑突然响起了一道剑鸣。紧接着，苏雨将血杀之剑通过自己的血液注入了血神兵之中。刹那之间，苏雨突然感觉自己好似能够操控这个血神兵了。苏雨心念一动，顿时那血神兵竟然出奇的自动停止了。这什么情况？王宁看着这一幕，彻底的蒙圈了。血神兵竟然停止了！王宁的双眸突然涌现出了一丝丝狂热的光芒，一把将苏雨拉过来，不断的打量着。这不应该啊！血神兵一旦开启，不应该停止的啊！王宁絮絮叨叨着，而苏雨的眼睛则是微微一亮。血杀之剑竟然能够操控血神兵！随后，在苏雨的解释之下，王宁这才释然了。所以，你的星剑能够操控血神兵？王宁依旧有些震惊地望着苏雨，脑海之中突然多了一个对于血神兵的研究方向。但是很快，王宁就泄气了。星剑的存在独属于苏雨一人，除非有人能够掌握一模一样的血杀之剑，否则也无法操控血神兵。也就是说，目前血神兵的操控唯有苏雨能够做到。又是在王宁的絮叨之中实验了几次之后，王宁这边突然收到了李教授的信息，让王宁带着苏雨去他的实验室一趟，说是研究的成果出来了。这么快啊？苏雨有些惊讶，这才过去了1-2个小时，研究成果就出来了。你也不看看李教授是什么人，能够在星空研究所独立开辟一个研究院的人，可不是水货呀。王宁解释一番，便是匆匆的带着苏雨来到了近战武器研究院内。此刻的李教授脸上带着一丝丝的遗憾，在看到了苏雨和王宁之后，招呼着两人过来。
我通过对剑影武者数据的研究发现，这玩意儿根本推广不下去。李教授苦笑一声，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像苏雨这般掌控上千种星剑的。对于这个说法，苏雨也忍不住点了点头。当初自己仅仅只是展露出了3种星剑，就被定为了天骄营的头号种子，想来掌握多种星剑，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不过，我却从中找到了一丝丝规矩，或许能够创造出一个类似于气血分身的武学，虽然比不上剑影武者，但若是前线的将士们学习了之后，生存能力也能够大大的提升。李教授突然话锋一转，兴奋地说道：“创造气血分身，这可是好东西啊！”一旁的王宁顿时兴奋地说道。李教授点了点头，所以我准备将其研发出来之后，以你的名字命名，你觉得如何？这样一来，你那初级研究员权限也是板上钉钉了。苏雨点了点头，从王宁的口中知道了初级研究员的权限之后，苏雨对于这玩意儿也比较热衷。现在有这么好的事情，当然答应下来。那就这么定了。李教授也是笑呵呵地说道。能够研发出一种提高前线将士们生存率的武学，也是一种好事。那李教授，我那武器研究出来了吗？苏雨小心翼翼地问道。苏雨最关心的还是关于天剑承载物的消息，毕竟这可是关乎着自己的战力的重要元素。说到这里，李教授的脸色变得严肃了起来。说起这个，我从来没有见过如同天剑这般特殊的意境。经过多种仪器的分析，天剑之中的意境极其的特殊。一般来说，一种意境不外乎就是一个人对于武道的感悟，但是在天剑之中，似乎不仅仅有着对于武道的感悟，甚至还有一种极其缥缈的感悟在其中。而这种飘忽不定的意境，很难找到和其相似的合成或者材料将其承载出来。听着李教授的话，苏雨内心有些失望。这个时候，苏雨才是想起，当年李长风展出的天剑，可是硬生生的将整个武侠世界的世界等级都拔高了一个层次的。而后面的，不管是但丁的醉剑，还是维吉尔的伐剑，甚至都没有改变诡异世界的世界等级。只能说，天剑实在是太特殊了，可以算是苏雨掌握的上千种星剑之中最为特殊的一种星剑了。即便是罪罚2剑，还有从剑种之中得到的万象之剑，甚至都无法和天剑相比。这样一来，想要找到能够承载天剑的材料，的确是有些困难。从李教授的实验室走出来之后，苏雨微微有些失落。天剑实在是太特殊了，即便是如同李教授这般在星空研究所内有自己独立的研究院的大拿，都无法找到能够承载天剑的合金材料。唉，苏雨不由得叹了口气。天剑，李长风，武侠世界。苏雨的一边走着，一边思考着，突然眼睛一亮。天剑是在武侠世界之中创造出来的，莫不是想要找到能够承载天剑的方法，或许需要从武侠世界之中下手。苏雨摩挲着自己的下巴，看了一眼出走蓝位的冷却之间，或许下一次的出走可以再入武侠世界一看。还有1个月的时间，若是能够找到承载天剑的材料或者剑人，苏雨的战力又将会提升一个档次。苏雨，有没有兴趣跟加入我的血神兵研究小组？如果你愿意加入，血神兵的开发者也将会写上你的名。就在这时，王宁突然从后面走了过来，一把搂住了苏雨的肩膀，笑眯眯地说道。对于苏雨的那能够遏制血神兵的血杀之剑，王宁可以说是极其的眼热。王宁心中有一种直觉，若是苏雨愿意帮助自己，自己或许就能够将血杀之剑的特性研究透，到时候再转移到血神兵上面来。到了那个时候，血神兵无法主动停止的缺点将会被弥补，这对于整个前线来说都将是一件好消息。血神兵研究小组都有谁啊？苏雨瞥了一眼王宁，但是在看到王宁那略微显得有些尴尬的脸色的时候，苏雨明白了，合着所谓的血神兵研究小组就只有你一个人是吧？王宁挠了挠头，其实加上你的话就有2个了。苏雨沉吟了片刻，也便是答应了下来。对于苏雨来说，血神兵他本身也是十分感兴趣的，加入王宁的研究组可以更好的了解血神兵本身。而苏雨隐隐有种感觉，血神兵的特殊性也许就是打造天剑的契机。太好了，王宁也没有想到苏雨竟然一口就答应下来了，甚至都不等苏雨休息休息，就直接拉着苏雨回到了王宁的研究室里面。苏雨本就是初级研究员的权限，再加上身负上千种星剑，而且在研究过程之中，苏雨又只用将血杀之剑的数据传送上去，这一点对于苏雨来说并不是很困难。时间在苏雨和王宁研究的时候缓缓流逝，眨眼之间便是过去了1个月的时间。在1个月的时间之中，苏雨不是在修行，就是在配合王宁研究血杀之剑的过程之中，苏雨也是彻底的见识到了研究员的疯狂。足足1个月的时间，王宁竟然全部待在实验室内，哪怕是困了，也仅仅只是睡了2-3个小时就继续开始研究；哪怕是饿了，也只是随手拿起了实验室内储备的食物，囫囵吞枣吃了下去。而在王宁疯狂的研究之中，足足用了1个月的时间，终于是将血杀之剑的奥妙搞懂了，同时也是研究出了控制血神兵的方法。苏雨，你看，王宁拿着完整版的血神兵，兴致勃勃地来到了苏雨的面前。完整版的血神兵和之前的血神兵外貌上有着一定的改变，在一个特殊的金属器皿之中，有着一团暗红色的金属块静静地摆放在里面，而在那暗红色的金属块上面，更是有着一道道纤细的丝线，宛若触手一般摇摆着。王宁指着那一块晶体说道：“血神兵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活性金属，这种活性金属拥有类似于微生物的特性，能够通过吞噬气血不断的繁衍，甚至是蜕变自身，达到变强的效果。而我在研究血杀之剑的时候发现，血杀之剑之中那特殊的杀意，对于这些微生物有着天然的压制。你知道生物信号吧？”苏雨迟疑的点了点头，虽然自己有着初级研究员的资格，但是对于这种理论上的知识，苏雨还真的不太了解。
王宁也不在意，继续说道：“血杀之剑散发出来的那种暴虐的杀意，可以当作是一种生物信号，而这个生物信号被血神兵感知了之后，就以为这是他们的王，自然而然就能够压制血神兵里面的活性金属了。然后我通过对血杀之剑数据的研究，成功在里面放置了一种生物信号，这种生物信号能够通过宿主的念头做到及时的释放和停止，这样一来，也就成功控制了血神兵。此外，被控制的血神兵也可以不吸收武者自身的气血，而是能够在作为武器的时候吸收敌人的气血。”听着王宁的话，苏雨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了惊讶的神色。这个王宁虽然看上去邋邋遢遢的，但是这个脑子是真的灵活啊！谁又能够想到生物信号上面来呢？那这个研究出来了之后，前线的战士岂不是都能够多出一种手段？苏雨好奇地问道。得到控制的血神兵能够让血神兵不吸收自己的血液，反而在攻击敌人的时候吸收敌人的血液，从而变强。这对于前线的战士来说，简直就是一把利器。毕竟前线之中可是时时刻刻都充斥着血腥的，理论上来说完全没有问题。王宁露出了雪白的牙齿，说着，王宁将完整版的血神兵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保险箱里面，伸了个懒腰。终于研究出来了，这下可以洗澡了。饶是王宁对研究再怎么的狂热，1个月的时间还是让王宁显得极其的疲惫不堪。苏雨眉头微微一挑，那些残次的血神兵，你打算如何处理？王宁大大咧咧地说道。你要就拿去吧，反正你也能够控制，不用我的控制方法。说罢，王宁就推开了实验室的大门，准备去自己的宿舍好好的洗一个澡，然后美美的睡上一觉。看着王宁离去，苏雨微微一笑，看着那一个个残次的血神兵金属，目光之中有着淡淡的光辉闪烁着。苏雨将一块块血神兵放入了自己的背包之中，最后锁上了实验室的大门，回到了星空研究所给自己分配的宿舍。盘坐在床榻之上，苏雨点开了系统。1个月的时间过去，出走蓝卫的冷却时间也到了。按照武侠世界的时间流速，武侠世界已经过去了数百年的时间了。数百年的时间足够武侠世界积累出不少宗师武者，若是能够遇到合适的出走对象，没准就能借此打破武侠世界的上限。而天剑承载方法也要在武侠世界来寻找。苏雨望着眼前只有自己能够看到的系统页面，蓝卫1可出走，蓝卫2可出走，当前可选择世界武侠世界 LV2， 诡异世界 LV4， 下一个新世界解锁需15000世界点，世界点12000。系统出走，出走星剑。既然要找到承载天剑的东西，出走星剑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丁，星剑选择离家出走，请选择出走世界武侠世界。丁，此次出走需要耗费200点世界点。丁，世界点扣除成功，您的星剑来到了武侠世界，正在寻找交易目标。丁，交易目标选择成功。伴随着一系列的机械声在苏雨的耳畔响起，面前的画面顿时一阵阵的扭曲，随后一幅画面展现在了苏雨的面前。金碧辉煌的大殿之内，一根根鎏金石柱仿佛擎天柱一般，将整个大殿都撑了起来。一颗颗夜明珠悬挂在石柱之上，点亮了整个大殿。在那大殿的深处有着一座高台，高台之上龙椅位于中央高位。苏雨的目光缓缓落在了龙椅之上，只见得在龙椅之上，一个身穿龙袍的中年人端坐在上面，整个人的脸上充斥着一股威严的感觉，其身上气血如龙，赫然踏入了宗师之境，而且还不是李长风和朱能那种初入宗师，是达到了宗师巅峰的武者。苏雨的双眸之中有一些惊讶，果然不出我所料，武侠世界经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宗师武者必然是存在的，而眼前这人实力居然达到了宗师巅峰，也就是武侠世界现在的上限了，还是一位皇帝。这是一位依靠着自身努力和天赋踏入宗师巅峰的强者，也是绝佳的出走目标。这是一位人间武帝。苏雨的目光注视着那位于龙椅上的人间武帝，或许是察觉到了目光的存在，武帝同样是朝着苏雨的方向看来，赫然看到了一团金色的虚幻身影，如梦似幻。仙人，武帝开口了，声音低沉无比。一瞬间，武帝那一双虎眸睁大，身躯微微一震，气势如龙。他那满头乌黑的发丝此时无风自动，似乎仙人的出现让武帝并不意外，又似乎武帝早已料到仙人会找上他。苏雨淡淡地望着眼前的武帝，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在面对着自己的时候如此平静。仙人，朕知道你。还没有等苏雨开口，武帝的嘴角便是微微上扬，他缓缓从龙椅之上起身，一步一步朝着苏雨所在的位置走去，眼神之中没有任何的恐惧，也没有任何的惊讶，仿佛苏雨的出现就应该是理所应当一般。数百年前，血杀剑神依靠着仙人之法剑开天门，创造出了宗师之境。紧接着，诸王纵横江湖，欲效仿血杀剑神吞噬苍穹，也是继血杀剑神之后第二个宗师。武帝的声音充满了磁性。可惜，血杀剑神创造宗师之境之后，已然走到了极限，身消道陨。诸王也因为仙人之力，引得自身自爆。从此之后，江湖之中一直有着这样一个传言：相传欲登宗师，须直面神魔。数百年间，有也10余位武者踏入了宗师之境，但他们也从未见过仙人。武帝轻叹，随后接着道：而朕踏入宗师已有30余年，那传言我也以为只是个传言，直到我走到了宗师的巅峰，我才察觉到前路再也没有道路可以走了。我这才意识到，传言或许不是假的，只不过不是欲登宗师须直面神魔。武帝话锋一转，而是想要打破武道的上限，就须得神魔相助。朕不管你是仙人还是邪魔，朕在这金銮殿上
已经等候你多时了呀。武帝猛然抬起头，直视着苏雨的身影，双眸之中带着无比的坚定。他在等我。听到这一句话，苏雨的内心罕见的惊讶了一下。一般的人见到了自己，不是心中充满了崇敬，便是充满了恐惧。但是眼前的这个武帝，此时却听武帝接着说道：朕从小出身于皇室之中，一生下来就是太子，天生注定会继承皇位。自小无论朕想要什么，身边的人都会一一满足朕，朕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也的的确确成为了一个好皇帝，一个百姓口中的圣君，一个大臣口中的明君。哪怕父皇在死前也是牵着我的手，告诉我江山由我继承，他很放心。若是就这样一直下去，我也将成为史书中记载的好皇帝，成为名垂青史的帝王。可是这些对我来说不过是浮云，都只是无用之物。武帝从高台上走下，一步又一步，缓缓走下高台。名声如果没有地位，不过是虚名；财富如果没有实力，只不过是无根之水；权力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权力也会成为商人的刀刃。无论是荣华富贵也好，还是江山霸业也罢，亦或者是风花雪月，这些朕都已经享受过了。武帝接着一步又一步地前行着，他走到了苏雨面前，目光坚定地注视着苏雨。朕从3岁那年接触武道开始，就发现只有武道带来的力量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也只有武道对朕来说才是唯一的真实，唯一的追求之路。武道浩瀚如海，武道之路朕追求了一生，哪怕继承皇位之后，朕依旧没有放弃对武道的追求，只是朕终究走到了武道的尽头，再也无路可走。武帝目光熠熠地盯着苏雨，眼神之中隐隐有着期待之色浮现而出。敢问仙人，能否让我看看那极致武道之后的风景？苏雨深深地望着武帝，这个家伙和自己之前遇到的任何一个交易目标都不一样，然而这样的人才是最佳的出走目标。这种追求武道极致的人，可以为了武道放弃任何的一切，哪怕是面对着这个世界众人口中的神魔。苏雨终于开口：你可知道见过我的人最后都死了？武帝淡淡一笑：世人皆有一死，朕这一生已经见过了不少身边之人的离去，长生非朕所求。朕知道仙人的赐予都是有所求的。武帝的声音再度响起，回荡在金銮殿内。不管是血杀剑神也好，还是诸王也罢，最后都被仙人收回了一切。但是朕不同。武帝的双眸之中充斥着狂热之色。荣华富贵朕已经享受过了，人间绝色朕已经厌倦了，开疆扩土朕已然让铁蹄踏遍了整个山河，唯有武道朕看不到尽头。明明宗师之后还有道路，但是朕却一直停滞不前，朕不甘心啊。武帝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丝痛苦的神色。他明明什么都拥有了，唯有武道，明明前方还有路，自己却无法踏过去，这让为武痴迷的武帝万分不甘。武帝的双眸微微有些发红，他紧紧地盯着苏雨，喘着粗气。敢问仙人，能否助朕看一看武道之后的风景？无论是这江山，还是朕的性命，朕的一切都愿意交给仙人。听着武帝的话，苏雨沉吟了片刻，随后轻轻开口：宗师不过是武道的起步罢了，世界不同，武道的极致有所不同。你所在的世界本无宗师，是李长风改变了世界，提升了世界位格，也便有了宗师。你明白了吗？听着苏雨的话，武帝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丝茫然。世界本无宗师，世界位格，宗师。很快武帝的脸上就充满了一股昂扬的斗志。他李长风能开创宗师境，朕为何开不了？还请仙人直言。武帝这人本就是不服输的性格，尤其是在武道之上。既然你李长风能够借助仙人的力量，硬生生提升世界的位格，开创了宗师之境，为何自己不能凭借仙人的力量，再度拔高世界的位格？看着下方的无敌，苏雨淡淡一笑：越要提升世界位格，自然有办法。武帝的眼睛一亮：还请仙人告知。苏雨的声音缓缓响起：我有良法。你可还记得当初李长风斩断天门那一剑？武帝迟疑了一下，随后点了点头。李长风剑开天门，那一剑已然是整个武侠世界剑修的巅峰，对于那一剑，无数的人想要占为己有，但是偏偏凭空消失了。哪怕是李长风之子都不知道其中任何的消息。有人传言那一剑被仙人收走了。后来武帝麾下铁骑踏遍了天下，也曾四处找寻着天剑的下落，但都一无所获。直到现在，武帝才知道那一剑或许被仙人收走了。果然，苏雨的声音缓缓响起：我可将李长风那一剑传授于你，若是你能够将此剑修炼到更高的层次，自然也能够如同那李长风一般，斩断天门，提高世界位格。还有一法，我这里有一物，可通过吞噬气血不断壮大，我将其命名为血神兵。若是你能够培养出大量的血神兵，再以其中一件血神兵吞噬其他的血神兵，炼制出一柄绝世魔剑，或许也能够提高世界位格。听着苏雨的话，武帝的双眸越发的明亮了。天剑、血神兵，还请仙人赐法。武帝目光熠熠，眼神之中有着期待之色。苏雨见状，嘴角微微上扬，轻轻低喃：系统开启附加交易。在看到武帝的一瞬间，苏雨便是明了，武帝这个目标和血神兵再合适不过了呀。丁，正在进行第一次附加交易，扣除100点世界点。丁，扣除成功，开始附加交易。苏雨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从王宁那里得到的残缺的血神兵通过系统交易给了武帝。嗡嗡嗡，伴随着一阵阵的微鸣声响起，偌大的金銮殿内凭空浮现出了一块块红色的金属，一枚枚血神兵堆放在武帝身前，闪烁着猩红的光辉。这便是血神兵吗？
武帝望着眼前悬浮着的一块块血红色金属，他隐隐能够察觉到这些金属似乎是活物。与此同时，苏雨脑海之中的天剑和血杀之剑瞬间化作了两道光辉，冲入了武帝身躯之中。武帝的身躯微微一颤，顿时血杀之剑的感悟和天剑的感悟都纷纷涌入了武帝的脑海之中。做完这一切，苏雨则是没有丝毫留恋的散去了身影。苏雨很清楚，武帝这样的人自己是不可能引导的，也是不可能欺骗的。此人的意志极其的坚定，所以苏雨干脆跟武帝挑明了，反正武帝本身追求的便是极致的武道，对于其他的，哪怕是他的命都不在乎。苏雨离去之后，便是通过系统的画面静静地观察着武帝。而此时，武帝盘坐在大殿之上，消化着血杀之剑和天剑的感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太阳的最后一缕余晖落入大殿之中，武帝缓缓睁开了双眸，双眸之中更是有着一道猩红的光辉在闪烁着。不愧是血杀剑神的剑招，不管是天剑还是血杀之剑，都已然是这个世界的巅峰武学。武帝呢喃着，只是为何天剑即便是依靠着先人的传授的感悟，我都无法前进丝毫？武帝有些疑惑。在感悟血杀之剑的时候，自己明明极其的顺利，仅仅只是1个时辰的时间就直接修炼到了9层，但是在感悟天剑的时候，进展却极其的缓慢。武帝总是有着这样一个感觉，自己仿佛和天剑水火不容一般。如果说自己是那烈火的话，那么天剑就像是寒冷的冰水，二者难以相容。看来依靠着修炼天剑到更高的层次，提升世界位格不太可能了。那么，武帝的目光缓缓落在了四周的血神兵的身上，望着这些红色的金属块，武帝缓缓将一块握在了手中。一瞬间，血神兵伸出了一根根纤细的触手，扎入了武帝的胳膊之中。武帝感受到自己的气血竟然在以细微的速度一点一点被血神兵吞噬，心念微微一动，血杀之剑浮现，瞬间便是控制了血神兵。吞噬气血变强吗？武帝摩挲着自己的下巴，眼神之中有着光辉微微闪烁。随后他看向了外面，朗声道：“来人！”很快便是有着身穿厚重甲胄的侍卫步伐稳健地走入大典内。苏雨注意到这些侍卫身上有着修行武学的痕迹，并且清一色都是精锐武者。侍卫们见到武帝，纷纷跪在了地上。臣等见过皇上。武帝淡淡地看着侍卫们，淡淡地说道：“去死牢之中抓一些死罪之人出来，朕要做个尝试。”几个侍卫对视了一眼，不明白武帝想要干什么，但还是恭恭敬敬地按照武帝的吩咐去做。天牢内，一股恶臭味扑面来。武帝大马金刀地坐在一个椅子上，身边站着几个气息强悍的侍卫。不过对于武帝来说，他本身就是宗师之境，这些侍卫不过是一个过场罢了。而在武帝的面前，则是一个个牢房，牢房之中关押着的全部都是犯了滔天大罪之人，其中有很多都是武者。此时这些犯人的身上都被绑上了血神兵，或许是感受到了血液的气息，血神兵瞬间就像是活了过来一样，一根根纤细的金属触手从上面蔓延出来，最后扎入了那些犯人的体内。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神兵吸收的血液也越来越多，犯人们感受到自身的生命气息在不断流逝，惊恐无比。一时间，一个个犯人的瞳孔瞬间收缩，发疯似的想要冲出牢笼，其中不乏有着先天武者的存在。但是这些先天武者被关押进来之后，早就被废除了武功，除了一身远比普通人强的身体之外，再无其他。他们的血液在血神兵的吞噬之下，一点一点流逝。武帝，你不得好死啊！我的血液怎么流逝啊？武帝，你到底做了什么？不少的犯人发出了鬼哭狼嚎的叫声，他们拼命地挣扎着，想要将身上的血神兵扔下来。然而，这些残缺的血神兵在武侠世界之中，除了被苏雨赐予了血杀之剑的武帝之外，没有人能够控制。即便是他们拼命地想要将血神兵拽下来，但血神兵仿佛化作了他们身躯的一部分，不管怎么做都无法撼动丝毫。武帝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牢房之中有着一个犯人扛不住了，身体的血液被血神兵榨干，整个人的肌肤更是一瞬间干瘪了下去，紧紧地贴在骨骼之上，就连血肉都彻底的消失了。武帝的眼睛微微一亮，缓缓站起身来，来到了死人的牢房之中，看都不看那死去的犯人一眼，自顾自地将那血神兵拿在了手中。陛下小心！身边的侍卫见状，顿时惊呼一声。他们站在武帝的身边，自然是看到了这个诡异的物品是多么的令人恐惧。然而在侍卫那震惊的眼神之中，武帝手握着血神兵，身上散发着一股冲天杀意，而那血神兵就像是见到了帝王一般，安安静静地躺在武帝的手中，一动不动的。果然，吸收了血液之后，这血神兵的气息变得更加强悍了。武帝的双眸之中有着金光闪烁着，和普通的血神兵相比，这一块吸收了武者的血液之后的血神兵明显提升了一些，只是提升的并不是很明显，是因为血液不够的原因吗？武帝呢喃着，随后又是将这一块血神兵放在了另外一个犯人的身上。就这样，经过多次测试，死牢中的犯人死了大半后，武帝终于是将血神兵的特性搞明白了。普通人的血液对血神兵提升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唯有那些武者的血液才能够大幅度的提升血神兵的威能。既然如此，偌大的金銮殿内，武帝一人静静地坐在龙椅之上，手中更是不停地把玩着一个刚刚榨干了一个武者血液的血神兵。天剑与朕格格不入，想要通过天剑走到更高的境界是不可能了。不过还好，先人离去之时给我留下了这血神兵，打造一柄绝世魔剑吗？虽然有些残忍了，但为了能够看清宗师之后的境界，杀一些人又如何？
何况杀的还是那些影响天下秩序的江湖人。话音落下，一股霸道的气息从武帝的身上散出。身为人间武帝，麾下铁骑更是踏遍了大半个武侠世界。杀人饮血，对于武帝来说，不过是再轻松的一件事情了。明确了目标之后，武帝的脑海之中也是浮现出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他要用整个江湖的武者的命来培养这些血神兵，最后再将这些武者杀死，将所有的血神兵收纳起来，以百兵淬炼出一柄绝世魔剑。武帝将血神兵铸造在了100把兵器之内，并将这些兵器一一传到江湖上。数年之后，一个名叫百兵谱的东西突然在整个江湖之中流传了起来。百兵谱内记载了诸多强大的武器，甚至于在江湖之中还有一位资质平平的武者，依靠着百兵谱之中的武器，硬生生逆伐了一位先天武者。虽然百兵谱上的兵器邪异至极，必须每日痛饮武者鲜血才不会伤害到使用者本身，但依旧有无数的江湖人士开始追捧百兵谱内的兵器。而武帝也开始大肆抓捕江湖之中的武者，以武者的生命蕴养他手中的那一柄血神兵。一时间，庙堂和江湖之间的斗争一触即发。为此，武帝甚至组建了锦衣卫，专门抓捕天下江湖武者。江湖之上涌现出了不少股反抗庙堂的势力。然而这些人都好似那落入大海的石子一般，溅起一朵浪花之后，最终还是沉入了海底。伴随着大量的江湖武者被无敌屠杀，越来越多的江湖人士选择了退隐江湖。无他，只因为武帝太强了。而那些锦衣卫更是如同猎犬一般，但凡有实力稍微出众点的武者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之中，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就会被锦衣卫的人抓捕。他们隐姓埋名，想要躲避武帝的追杀。而武帝此举虽然对江湖造成了巨大的动荡，但是对天下百姓来说却是一件实打实的好事。江湖侠客在他们自己看来，每日所谓是行侠仗义，是快意恩仇，但在没有武力的百姓看来，他们的行为完全就是仰仗着自身实力，随意的破坏秩序。苏雨通过系统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武侠世界之中虽然过去了5年，但是在现实之中仅仅只是1天的时间罢了。按照武帝的进度，要不了多久，恐怕就能打造出魔剑了。既然如此，第2个出走栏位也可以用在武侠世界中，说不定就能找到能够掌握天剑的武者呢。苏雨轻轻地呢喃了一句，又是看了一眼另外一个出走栏位，嘴角微微上扬。系统出走，出走，星剑。这一次苏雨依旧选择的是星剑。魔剑的出世，天剑又怎么能不甘落后呢？丁，星剑选择离家出走，请选择出走世界。武侠世界。丁，此次出走需要耗费200点世界点。丁，世界点扣除成功，您的星剑来到了武侠世界，正在寻找交易目标。丁，交易目标选择成功。苏雨眼前的画面掀起涟漪，画面流转。下一刻，一片空旷的大地之上，一个身穿布衣的10岁小孩出现在了苏雨的视野之中。小孩稚嫩的脸上充斥着一股坚毅的神色，只见得他手中握着一柄粗糙的木剑，不停地对着眼前的空气挥舞着。逍遥加油，你一定能成为大侠，成为先祖那样的剑仙。或许是自我鼓励起作用了，小孩挥舞着木剑，突然变得更加凌厉了，甚至于苏雨隐隐约约之间还能够听到一阵阵的破空声。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充满宠溺的骂声传来：李逍遥，你怎么又乱跑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不准乱跑，不准乱跑！你这孩子真的不让人省心，明明马上是个大姑娘了，天天还跟个假小子一样到处乱跑。只见得一个看似农户模样的妇女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一把夺过了李逍遥手中的木剑，拎着李逍遥就像是拎着小鸡一样拎了起来。舞刀弄剑，那是女孩子家玩的吗？你这样长大之后谁会娶你？一巴掌就拍在了屁股上面，啪，清脆而又响亮。呜，阿妈，逍遥屁股疼。呜，阿妈我错了，我再也不当剑仙了。呜，苏雨看着这一幕不由得有些好笑。得了，逍遥登仙未半而中道崩殂，剑仙之梦碎了。妇女可不管李逍遥的哭喊声，拎着这个小家伙就准备回家。画面跟随着两人，突然路过了一个祠堂模样的地方，苏雨的眼神却是猛然一凝。只见得在那祠堂的中心位置之中，赫然有着一个灵牌，灵牌之上刻着几个大字：先祖李长风之位。看着这个画面，苏雨不由得沉默了起来，脑海之中的记忆也是在这个时候翻涌上头。那个站在山巅不停练剑，想要为父报仇的少年，那个拎着血剑杀入拜剑山庄的中年剑神，那个暮年老去剑开天门只为剑舞仙人的老年剑仙。所以这个小家伙是李长风的后辈吗？苏雨呢喃着。或许是因果有缘，李长风的天剑和武帝格格不入，但是系统却将2号出走栏位落在了这个李逍遥的身上。苏雨的嘴角勾勒出了一抹弧度，深深地看了一眼李长风的灵位，轻轻开口：走了。好似对着空气说道。呜，一阵清风轻轻地吹过了祠堂地面上的落叶，仿佛在回应着苏雨的话。苏雨没有继续观察李逍遥，而是操控着系统的画面观察了四周的情况。也是从这些人的谈话之中得知，这个村落叫做李家村，而李逍遥他们家也仅仅只是李家村内一个普通的一家3口罢了。观察了片刻之后，苏雨重新将画面落在了李逍遥的身上。回到家中的李逍遥被父母骂了一顿，最后可怜兮兮地望着自己的费了好大力气做的木剑被自己的父亲无情地当做了柴火送入了火灶之中。黄昏之下，一家3口温馨地吃了晚饭。如果排除李逍遥那苦兮兮的表情的话，还是挺温馨的。入夜，点点的繁星点缀在夜幕之上，洒落一阵阵的星光。时至夏日，蝉鸣响彻，蛙叫田野。
李逍遥在父母两人的目光之中，乖乖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有些憨憨地爬上和自己齐肩的床榻，双手抱头，仰望着房顶。哼，阿妈不让我练剑，我偏要练剑，我就要成为长风仙祖那样的人。我才不要嫁人呢！我李逍遥生来就是为了当大侠的，我要当剑仙！李逍遥气鼓鼓地说着。苏雨见状，莞尔一笑，随后选择出现。嗡嗡嗡，一阵阵的威鸣在房间之中响起。李逍遥则是看到自己的眼前突然凭空出现了一道金色的虚影。他虽然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但是在看到苏雨那模糊的身影的时候，却是突然眼睛一亮。你是仙人？苏雨一愣，武帝知道自己也就罢了，这个李逍遥怎么看到自己也丝毫不意外啊？合着仙人现在在武侠世界之中都没有神秘感了吗？只见的下方的李逍遥突然激动了起来，猛然从床榻之上站起身来。我就知道，当初长风仙祖就是见到了仙人，成为了绝世剑仙，没想到我李逍遥也能够见到仙人。李逍遥的小眼睛明亮地望着苏雨，带着一丝丝的期待。仙人，你要教我仙法吗？苏雨轻笑一声，你如何知晓我的存在？李逍遥挠了挠头，理所应当地说道，整个李家村谁不知道长风仙祖是依靠着仙人的仙法成为了绝世剑仙啊？只不过那些大人都不怎么相信，而我就不一样了。李逍遥拍了拍还未发育的胸口，我李逍遥是必将继承剑仙之名，成为大侠的小天才啊！李逍遥小手握紧，小脸上充满了严肃。仙人，你一定是看中我的天资出众才会找到我的吧？我李逍遥果然是天生注定当大侠的人。苏雨沉默了，眼前的李逍遥虽然是李长风后人，可两者完全是两种性格。不过仙人之名传遍武侠世界，苏雨并不意外。不管是李长风还是诸王，都曾提到过自己的存在。数百年的时间，仙人的存在也应该成为一则传说的。不过这李逍遥却是对传说坚信不疑。苏雨的目光重新落在了李逍遥的身上，看着李逍遥那一脸认真的小脸，苏雨能够看出来，李逍遥虽然表情很可爱，但其说出的话绝对是发自内心的认真。也罢，既然如此，我就给你个机会。苏雨轻笑，逍遥，我给你2个选择。李逍遥点了点头，眼神认真。仙人请说。第一个选择便是将当年你的先祖李长风的剑法传授给你，一旦你能成功领悟这种剑法，你就将成为下一个李长风。第二个选择则是给予你一本剑法，当年你的先祖李长风就是依靠这种剑法领悟出了天剑，获得了剑仙之名，而你如果天资足够出色的话，你也将从中领悟剑法，甚至是比李长风更好更加出色的剑法。苏雨说完也不再开口，而李逍遥原本那自信的小脸此刻则有些迟疑了。年仅10岁的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才好。想好了吗？良久，苏雨望着思考中的李逍遥问了一句。李逍遥点了点头，小脸上的表情不再纠结。他对着苏雨道，仙人，我想选择第二种。看着李逍遥的选择，苏雨不由得一愣。他本以为李逍遥会选择天剑的，而苏雨的想法也是想要让李逍遥继承天剑，多给出的一种选择，只是苏雨故意逗弄这个小丫头的玩心。毕竟苏雨最主要的目标还是在武侠世界之中找到能够承载天剑的承载物，或者打造这种承载物的方法。先是武帝和天剑格格不入，互相排斥，无法修行，而现在李逍遥明明将先祖李长风视作崇拜的对象，却不选择去继承李长风的剑法。一时间苏雨都有些好奇，他望着李逍遥轻声问道，为何？或许是苏雨的温和让李逍遥极其的放松，他盘腿坐在床榻之上，看着苏雨，小脸上满是认真。我是要成为超越长风仙祖的人，既然长风仙祖都能够从中感悟天剑，为什么我不行？我李逍遥要感悟出比长风仙祖更厉害的剑招，要成为比长风仙祖更厉害的剑仙。苏雨深深地望着李逍遥，这个小家伙10来岁的年纪，也不知道该说你无知无畏，还是太过纯真。既然如此，我就传你仙法。苏雨微微一笑，缓缓伸出了自己的手指，轻轻地点在了李逍遥的眉心之上。嗡，一团光晕没入了李逍遥的眉心，泛起一阵阵涟漪。同时苏雨也是将无相剑骨一并传入了李逍遥的脑海之中。虽然说无相剑骨是断骨境的武学，李逍遥甚至无法修炼，但是无相剑骨乃是新剑的进阶版本，二者同源，就连系统都判定2本乃是同种武学，只不过无相剑骨更加深奥一些罢了。这样就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李逍遥的修炼速度。伴随着2种武学没入了李逍遥的眉心，李逍遥缓缓闭上了眼睛，整个人陷入了消化信息之中。苏雨也很想知道，这个单纯的小家伙到底能不能按他自己所说超越李长风，成为绝世剑仙。没有留恋，苏雨缓缓散去了身形，消失在了武侠世界之中。再度看了一眼还沉浸在修行之中的李逍遥，苏雨关闭了系统的画面，开始淬炼自己的筋骨。一夜无眠，当苏雨再度睁开双眸的时候，已然有着一缕缕的阳光透过了窗户，洒满了整个房间。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浊气，苏雨旋即打开了系统页面，再度观看了起来。一夜的时间过去，现实世界和武侠世界之间的时间流速是1天比5年。一夜的时间过去，当苏雨再度打开了系统画面的时候，李逍遥已然成长到了12、13岁。正如李逍遥当初所说的那般，他要成为超越长风仙祖的绝世剑仙。没日没夜，除了帮助父母做一些农活还有必要的活动之外，李逍遥一直都沉浸在练剑之中。但是苏雨却是注意到了这个小家伙的身体比起一般的同龄人要显得更加瘦小。或许是因为李家村的位置实在是太偏僻了，导致种出来的粮食产量极低，甚至有些时候
还需要依靠大人们出去打猎才能够勉强的饱腹，而在冬天的时候就更加的困难了。这就导致了李逍遥在这个应该长身体的时候根本就吃不饱。而在武侠世界之中，一个人若是连吃都吃不饱，又怎么谈武学的进步？即便是李逍遥成功的将心剑掌握了，依靠着精通的剑法，常常跟随着长辈们出去打猎，但大部分的吃食，李逍遥都分让给了村里的老人或者小孩，自己反而吃的比较少。2、3年的时间过去了，李逍遥的修为并没有提升太多，仅仅只是跨入了后天之境。而当初的李长风在这个时候却已经是先天境了。不过当初的李长风跨入先天之境，也是依靠着苏雨的气血丹才成功跨越的。李长风当年还有父母留下的财物，至少吃食上不会短缺。而这个小丫头连吃都吃不饱，练武的进度自然大大被耽误了。不过这小丫头的剑法天赋丝毫不逊色当年的李长风，甚至还有些超出啊。苏雨看着画面中李逍遥，心中有些惊讶了。此时的李逍遥正站在后山的一个广阔的场地之中，拿着自己制造的木剑不断的挥舞着，剑影闪烁，犹如惊鸿一般。在出剑的那一刹那之间，李逍遥整个人仿佛都变得极其的轻盈了起来，犹如那落叶。虽然修为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李逍遥却已然将心剑修炼到了第9层，整个人的气息都变得洒脱了起来，手中的剑舞也是潇洒至极，正如李逍遥的名字一般，逍遥，逍遥自在。渐渐的，李逍遥缓缓停止了剑招，这个创造出来的新剑就叫做逍遥剑吧。李逍遥的脸上带着笑容，昔日长风先祖依靠着仙人传法，创造出了血杀之剑，暮年生活的沉淀，感悟天剑。现在的我，除了修为比不了长风先祖之外，在剑法之上已然能够追得上长风先祖的步伐了。李逍遥喃喃自语着：“逍遥剑吗？”苏雨听到李逍遥的话，身若惊鸿，潇洒自在，好一个逍遥剑！苏雨的嘴角浮现出了一丝丝笑容。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李逍遥领悟的逍遥之剑一点也不比李长风领悟的血杀之剑差。在结束了练剑之后，李逍遥便是回到了家里。此时李逍遥的父亲李福正坐在院落之中，一声不吭地抽着旱烟。哪怕是李逍遥回来了，李福也是眼皮都不抬一下，静静地坐在那里。李逍遥感受到院落之中压抑的气息，不由得蹑手蹑脚地准备离开李福的视线。然而他的想法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就在他即将进入房间的时候，李福的声音在这个时候响起了：“过来。”听到这个声音，李逍遥整个人的身子微微一颤，似乎很惧怕这个声音，但还是乖乖地来到了李福的面前。父亲，李逍遥乖乖地蹲在了李福的身边。又去后山练剑了？李福头也不抬地问道。李福深深地抽了一口旱烟，目光落在了李逍遥的身上，语气一下子就变得严肃了起来。我说了多少次了，不准习武，不准习武！你难道忘了我们李家村的由来了吗？苏雨望着父女俩的对话，也是逐渐知道了李家村的由来。正如苏雨所想的那般，李家村的人就是李长风的后裔。数百年前，李长风剑开天门，只为将最后一剑让仙人一关，开创了江湖武林之中的一段神话。其子嗣更是继承了藏剑山庄，成为了武林之中一个超然的势力。无数的剑客更是将藏剑山庄视为圣地。可是好景不长，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长风的后裔一代不如一代，到最后，整个藏剑山庄竟然只剩下一位先天武者苦苦支撑。之后，无数的势力为了能够得到藏剑山庄之中李长风留下来的底蕴，纷纷出手。那一代的藏剑山庄庄主苦苦抵御着诸多强者，同时将让自己的后裔偷偷通过暗道逃出。至此，李长风的后裔对江湖之中的打打杀杀也彻底的厌倦了。在逃到了此处之后，成立了李家村，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同时也一代一代的告诫自己的后人不得习武。而这一代却出现了一个李逍遥。可是父亲，我就是想要成为长风先祖那样的人，我就是要当大侠，要当剑仙。李逍遥的性格也正如他的名字一般，逍遥自在，向来都只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被他人约束。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李福越是不让李逍遥习武，而李逍遥越是想要习武。这还是李逍遥第一次正面将自己的决心告诉李福。咱家可就只有你一个呀，闺女，要是你……李福望着李逍遥，看到李逍遥那眼神中坚定后，他没忍心接着说下去，只是一口一口的抽着旱烟。只是那早已被浓火压弯的腰变得更加沉重了。一夜无话。翌日，李逍遥依旧跟在李家村的长辈身后出村打猎。马上就要到冬天了，若是不想要饿肚子的话，就必须在冬天到来之前储存更多的食物。这一日，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天眷顾的原因，还是李逍遥那越发出色的剑法，这一次的打猎收获丰厚，李逍遥的小脸之上也是露出了笑容。他们扛着猎物，喜滋滋的准备打道回府。然而在他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一棵参天大树之上静静地站着一个身穿黑衣的中年人。中年人的面色微微有些苍白，目光一直停留在李逍遥的身上，一直到李逍遥的身影消失在了他的视野之中。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还能看到武者。嘶哑的声音从此人的口中响起：“陛下有令，只要看到武者，立刻抓捕。”中年人的脸上勾勒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回到了李家村后，李逍遥便是继续回到了后山，开始练习新剑。修行之中，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已然黄昏落幕，李逍遥来到了小溪旁，简单的清理了一下自己身上的汗水之后，就准备回家吃饭休息。然而就在要靠近李家村的时候，李逍遥突然嗅到了一股血腥味。李逍遥顿时看向了村落所在的位置，只见得李家村竟然被一群骑着高头大马的身穿黑衣锦袍的人直接围了起来。李家村所有的人都被绑上了双手，
跪在地上，面色惊恐地望着为首的几人，而李逍遥的父母赫然也在其中。那几人身穿着飞鱼服，腰间更是挎着一柄绣春刀，身上散发着浓郁的煞气。再问你们一遍，你们村里的那个习武的小鬼在什么地方？为首的中年人暴喝一声，犹如惊雷炸响。所有的李家村的村民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都忍不住身躯一颤。看到这一幕，李逍遥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们是为了我来的。李逍遥一瞬间就明白了前因后果。就因为自己偷偷练武被人发现了之后，竟然引来了如今让整个武林江湖都胆战心惊的锦衣卫。一时间，李逍遥的心中顿时慌乱无比，甚至还有些后悔自己没有听父母的话。下一刻，李逍遥的气血涌上心头，猛然站起身来，就要朝着李家村跑去。他要救下李家村的人，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而起，自然也要因他而结束。而此时的苏雨，因为一直关注着李逍遥的画面，也是注意到了这一幕。然而，就在他刚刚站起身来的时候，一道模糊的身影缓缓浮现在了李逍遥的面前。你不是这群人的对手，现在上去就是寻死。苏雨淡淡的声音传入了李逍遥的耳畔之中。李逍遥的画面，苏雨一直在关注，而现在见到李逍遥想要一人上去寻死，苏雨自然将他拦了下来。仙人，李逍遥看着苏雨的身影，眼中顿时出现了期待之色。还请仙人助我，帮我救救我的父母，还有李家村的乡亲们。李逍遥直接跪在了地上，冲着苏雨就磕了几个响头。苏雨面色平静地望着李逍遥，为首那名身穿锦衣的人，实力在先天武者，我可以助你进入先天，只是哪怕你进入先天，恐怕也不是那人的对手。想要战胜他，以你现在的剑法造诣还远远不够。我可以将你先祖李长风的天剑传授给你，只不过这样一来，你想要自行领悟剑意的难度就更难了。李逍遥脸上闪过了一丝丝迟疑，但是很快这一抹迟疑很快就消失了。还请仙人赐法。李逍遥沉声道。虽然李逍遥他想要超越李长风，但是现在若是不领悟天剑的话，自己的父母包括了整个李家村的人都活不下来，这不是李逍遥想要看见的。听着李逍遥的话，苏雨轻轻地挥了挥手，系统开启交易。丁，正在进行第一次附加交易，扣除100点世界点。丁，扣除成功，开始附加交易。一系列的机械声响起，紧接着苏雨便是将天剑传入了系统之中，通过系统传给了李逍遥，并且附带了几枚气血丹。服用此物可入先天。苏雨轻描淡写的声音响起，李逍遥的身躯微微一颤，感受着脑海之中不断传来的信息感悟。李逍遥深深地朝着村子看了一眼，随后便将那气血丹服入口中。气血丹入口，立刻化为气血，滋润李逍遥那营养不佳的瘦小身躯。李逍遥也开始消化起脑海中的天剑剑意。从剑意中，李逍遥感受到了先祖李长风一生的沧桑，以及那领悟出最后一剑的决然。逍遥不孝，因为擅自习武导致村中遭受此难，逍遥只求能以先祖之剑拯救村子。为了救下村子，此时李逍遥心中的决意竟与天剑隐隐契合。嗡！伴随着一声似有若无的剑鸣声响起，李逍遥已入先天。手中的长剑原本是李逍遥打猎时用的武器，长年累月下来早已残破了许多，而此刻伴随着剑鸣声的响起，长剑竟显得锋锐无比。天剑在这短短时间内已经被李逍遥领悟。而那李家村中，那黑袍中年人也是察觉到了李逍遥的气息波动。什么人？黑袍中年人朝着村口的方向看去，赫然看见李逍遥手握长剑，身上散发着决然的气势，朝着锦衣卫一行人走来。哦，你就是这个村子的武者？黑袍中年人惊疑不定地打量着李逍遥，他说：不对，你身上的气息，先天武者，15、16岁的先天武者。黑袍中年人隐隐能从李逍遥身上感觉到威胁，当下他挥手示意身旁的几名锦衣卫朝着李逍遥围了过去。而李家父母此时则很明智的没有开口，他们不傻，知道在这个时候开口，一旦身为李逍遥父母的身份暴露，只会沦为人质，反而影响李逍遥。只是李父原本就佝偻的身子，此时更加低伏了。在锦衣卫注意不到的地方，李父的双眼之中带着悲痛和不舍。逍遥这丫头，这一次哪怕能活，恐怕也会和我分离了。早知道当初无论这丫头说什么，我都要阻止她习武啊！村口面对围上来的锦衣，李逍遥手中持着长剑，浑然不惧。小子，你若是现在束手就擒，李家村的人我一个不碰。而且以你的天赋，若是愿意加入锦衣卫，你擅自习武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黑袍中年人此时淡淡开口了。面对年纪15、16岁就能踏入先天的李逍遥，中年人也是生出了招揽之意。李逍遥却摇了摇头，没有说话，手中的长剑上锋锐之意却是更胜一筹。既然不识好歹，那就上杀了这个小子。黑袍中年人眼中带着一丝愤怒和忌惮，他围攻李家村，显然已经将李逍遥得罪死了。既然如此，就不得手下留情。虽然活捉武者上交上去，锦衣卫给的奖励更好，但是对黑袍中年人来说，他现在只想看到李逍遥死。数把绣春刀同时出鞘，让李家村一众村民不由得为李逍遥担心起来。在李家村村民看来，一方是朝廷鹰犬，一方却是自家村里每天在舞刀弄剑的假小子李逍遥。刀光闪烁，那黑袍中年人连同5名锦衣卫同时从各个方向攻向了李逍遥。唉，李逍遥轻叹，少女的声音犹如黄鹂般悦耳。女娃。中年人心中生出一丝错愕，其手上的攻势却是丝毫不减。然而很快，
李逍遥出剑。黑袍中年人只觉得一股无比惊人的剑意，这是他这辈子从未见过的剑光。一道惊人的剑光，剑光瞬间布满了黑袍中年人整个眼眶。黑袍中年人的整个世界只剩下了这一道剑光。这一剑犹如数百年前的剑仙李长风重活一世，亦如那百年前为仙人舞剑的经验。时隔数百年，天剑再度问世。砰！黑袍中年人手中的绣春刀掉落出在地面上。这种剑法怎么可能？黑袍中年人难以置信，他胸口骤然出现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黑袍中年人连连退后几步，无意间却看见了村口的李家村3个大字。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明白了。黑袍中年人顿时了然，他手指着李逍遥：你们李家村是当年剑仙李长风的后人，而你李逍遥便是继承了当年李长风天剑。然而黑袍中年人话还没说完，李逍遥再度挥出一剑。之前那一剑因为刚刚突破先天，还没能完美掌握自身实力，才导致那一剑偏了。一剑闪过，黑袍中年人连同围攻李逍遥的几名锦衣卫，此时都脖子上都同时出现了一道血线。黑袍中年人双手死死地捂着喉咙，鲜血却依旧源源不断地从他双手指缝间流出。而那剩下的几名锦衣卫此时见势不妙，想跑，却被李逍遥轻易追上，一一杀死。而李家村中的村民此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这逍遥丫头杀了这么多官员，这可如何是好啊？死了这么多人，我们李家村究竟做了什么，才会遭受这样的灾难？可是逍遥丫头明明什么事都没有做，却还是会被那些人找上门来。无妄之灾，无妄之灾啊！李逍遥面对乱成一团的村民没有说话，而是默默上前给那些被绑住的村民一一松绑。随后李逍遥来到父母面前，李母此时红了眼眶。无论是刚刚李逍遥和锦衣卫的战斗，还是锦衣卫为了抓李逍遥而为了李家村，这个心地善良的妇人心中想的只有为自家丫头而担心。丫头，你从小就喜欢舞刀弄剑，娘当年就不同意，可最后还是在你爸的劝说下勉强同意。可现在，李逍遥则将母亲扶起，随后一言不发，直接双膝下跪，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李福此时则默默将李逍遥扶起。身为父亲，他早已猜出了李逍遥的想法。他从怀中摸出一个破旧的袋子，将其递给李逍遥。丫头，想走就走吧，这是家里存的几两碎银。当李逍遥拥有武功的事暴露后，这李家村他注定待不得。从放任李逍遥习武的那一刻，李福心中早已预料。只是当这一日到来时，李福的眼眶还是红了。去闯吧，去江湖吧，那才是属于你的地方。李福看了看一言不发的李逍遥，用力拍了拍李逍遥的肩，他说道：这么沮丧干什么？阿爸还等着听到你扬名江湖的那一天呢。虽然你女娃，可谁说这江湖只有男儿能闯？李逍遥点头接过布袋，随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村口。手中那把长剑早已在战斗中损坏到不能用了，李逍遥随手就将其丢在了路边。少女剑未配妥，出门便是江湖。苏雨望着系统画面中独自前行的李逍遥的背影，心念一动，结束了观看。如果不出所料，李逍遥离开李家村后，应该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扬名天下。这样一来，锦衣卫的注意力也会全部集中在李逍遥的身上。哦，对了，还有那些江湖人。苏雨想到这里，心念一动，打开了武帝的画面。那些江湖武者在百兵谱出事后，相互内耗，实力一日不如一日，再加上武帝派出锦衣卫大肆抓捕江湖武者，想来现在整个江湖应该早已是死寂一片了吧。画面一转，武帝的身影出现在了画面中。此时的武帝位于一座道观之中，道观外是数千锦衣卫和上万士兵组成的军阵，数千把弓弩对准了道观方向，只需武帝一声令下，箭雨就能将整个道观淹没。此时的武帝手中依旧握着那把血神兵，只不过此时的血神兵无论是的大小，还是其上一散的压迫感，都远非苏雨交给武帝那时候能比。清风老道，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乖乖束手就擒。朕可以考虑放走你门下那些没有修为在身的门人。武帝身穿一袭黑色龙袍，眉宇之间带着睥睨众生的霸气。位于宗师巅峰的武帝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武道最强者，再加上手中握着几十万精锐士兵，整个江湖对武帝来说不过是随手平的小泥潭罢了。清风关中，一众道士此时正不知如何是好。清风关本是名震江湖的一大门派，然而此时剩下的门人寥寥无几。门人中那些有修为在身的，很多都已经被抓了起来，而那些还未入门的，也早已选择放弃习武，宁愿当一个普通人，也不愿还留在清风关。此时关内剩下的道士大多数都是有修为在身的，而此时几名道士正在劝说一名老道：关主，我们绝不是武帝的对手。是啊，武帝坐拥大军，而且自身实力堪称天下第一，哪怕我们刺杀武帝也讨不了好啊。关主，不如降了吧。清风老道却面色平静，望着剩下的门人那惊慌的模样，他轻喝一声：好了，像什么样子？事到如今，你们真以为当今坐在龙椅上那位会放过我们？我等都是武者，而老道我更是宗师之境，对那位武帝来说，我们就是培养魔兵最好的材料。清风老道说完这番话后，也是沉默了。从百兵谱发布以来，江湖就犹如一潭平静的湖水被投入了一块巨石，掀起滔天波澜，且再也无法停下。百兵谱发布后，江湖上无数人士为了一把魔兵大打出手，并且为了喂养魔兵，还必须每天以武者之血祭于魔兵。
因此那些魔兵获得者就必须在不断的杀戮中度过一生。清风老道说到这里后停顿了一下，他接着道：所谓的江湖大侠、名门正派，在面对魔兵时一样暴露出了自己的本性。毕竟那种不需要任何时间，只需要获得魔兵就能极大增强自身实力的方法，谁人不想要？清风老道忍不住叹道：魔兵啊！有时候我也觉得武帝是对的，这样的江湖倒不如让那武帝踏平清剿罢了。观中一众道士此时也沉默了，但他们依旧站在清风老道面前，没有离去。他们依旧想要清风老道选择投降，这样一来，哪怕他们被俘虏，也好过在当下死在万箭穿心啊！关主，您说的再多，我们也不是武帝的对手啊！不如这样了，武帝除了是宗师外，还有位列天下第一的魔兵在手，我们绝不是对手。清风老道看着眼前一众道士，心中是无边的悲哀。哈哈，枉我清风倒还归为江湖大派，枉我还一个一个将你们视为徒子徒孙，你们难道不知道宗师武者活着落入武帝手中是什么模样吗？清风老道突然癫狂的大笑，让一众道士遍体生寒。他们可从未见过养气功夫极好的清风老道露出这般模样。宗师武者会被武帝关押起来，每天用血喂养魔兵，宗师生命力极强，因此只能终日生不如死。老夫就算是死，也不会被武帝活捉。清风老道话锋一转，诡异的一笑，看向一众道士，何况谁说我清风关就没有魔兵？下一刻，一把血色长刀被清风老道从道袍宽大的衣袖中拿出，就以你们的命来血祭这把魔兵。清风老道身影一闪，宗师之境的他犹如无人之地。顷刻间，一众道士便被一一击杀，而那把血色弯刀也开始痛饮清风关中一众武者的鲜血。清风老道感受到血色弯刀中那不断增强的力量，眼中也是出现了欣喜的感觉。怪不得那么多人争抢百兵谱之上的魔兵，这样的魔兵谁能拒绝？就在血色弯刀痛饮鲜血时，清风关的角落走出了两人，一人身穿玄黑长袍，手中赫然也是拿着一把魔兵长剑；另一人身穿血色红衣，手中则拿着一柄血色长枪。玄冥老怪、血魔子，你们来了！清风老道对两人的存在一点也不意外。清风老道，你杀起自己的徒子徒孙，可是一点都不手软啊，完全看不出江湖正道的风范。玄冥老怪调笑道。血魔子则是淡淡道：好了，不必废话，今日我们三位宗师齐聚于此，就是为了抓住这绝佳的机会，杀死那位武帝。而此时清风关外，武帝也是等得不耐烦了，挥手示意弓箭手放箭，顿时万千箭雨落入清风关中。而此时清风关内赫然冲出了三道身影，三道身影之上散发着惊人的威势，赫然是三位宗师武者。而武帝见状并不意外，有意思，三位宗师就想要刺杀朕吗？也好，就用这三位宗师的血来喂养镇手中的这把绝世魔剑。话说那一战打得并不精彩，当今那位圣上仅仅出了一剑便结束了战斗。清风老道、玄冥老怪、血魔子江湖上最后的三位宗师也已被当今圣上击败并抓捕，如今这安定的大周王朝还得多多的仰仗那位圣上啊。茶馆内，一名说书先生此时正在说着书，而李逍遥此时正身穿长袍，一边听说书一边开始回忆。3年了，离开李家村已经3年了，也不知道爹娘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女扮男装的李逍遥此时已经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当初身材瘦弱的小丫头，如今的她女扮男装下也显得极为俊朗。自从那一天最后的3位宗师被抓捕，当今那位也不再大肆抓捕江湖人士，而我也得益于此，才没有被锦衣卫抓住。李逍遥喃喃自语。李逍遥心中也有些奇怪，按理来说，身为天剑传人的他必然是会被武帝注意到的，可是却不知为何这些年锦衣卫对他的抓捕却很是松懈。苏雨看到画面中这一幕，忍不住摇了摇头。李逍遥，锦衣卫对你的抓捕可不是松懈，而是那位武帝故意放了你一马啊！我也低估了那位武帝啊！随着苏雨心念一动，画面一转，来到了武帝这里。天津金銮殿上，武帝正坐于龙椅，听着一众大臣的汇报。陛下，如今江湖上大大小小的门派都被一一剿灭，哪怕还有武者，也都得隐藏自己的身份。一名身穿儒袍的文士此时满脸激动，得益于江湖被平定，整个天下都是安定了不少。那些村口的泼皮和那些为了一己私欲就大打出手的游侠们，如今都看不见踪影了。民间无不为陛下此举而喝彩称道。武帝点了点头，脸上的神色平静，看不出喜怒。平定江湖对武帝来说只是喂养魔兵的顺手之举，江湖消失后天下安定，那自然极好。若是此举会造成天下大乱，恐怕武帝也依旧会去做。随后龙椅之上的武帝缓缓开口：朕让你们找的匠人找齐了吗？一名大臣站了出来，他微微欠身道：回陛下，3000匠人已经找齐了，其中还有100余名拥有名将之名的优秀匠人，并且他们的家属也一并接来了天津。武帝闻言，那平静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丝喜色。好，既然如此，那便退朝吧。随后武帝指了指那位大臣：你带我去见一见这些匠人。说完，武帝便离开了龙椅，自顾自地离去。那位大臣一步一趋地跟在后面。虽然此举在那些大臣看来绝不符合规矩，但是却无人敢开口，因为当今这位武帝单凭自身武力都足以将整个金銮殿屠个遍了。很快，武帝来到一处硕大的广场上，广场中央摆放着无数铁炉，铁炉中此时都填满了通红的炭火。
一众匠人此时再一次站在铁路边上。武帝看着这些人，淡淡开口。宗师境的他，轻易的就将声音覆盖了整片广场。诸位，朕请你们来，是为了打造一把神兵。一旦这把神兵打造成功，你们都将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打造神兵固然有些危险，如果出事，你们的家人，朕也会照顾一辈子。武帝平静地看着广场中一众匠人，匠人的眼神中或是畏惧，或是仇恨，但更多的则是带着激动，但却没有一人敢开口反驳武帝。身为匠人，他们的一生都在打造武器，而现在当今圣上要他们打造一把神兵，这对匠人来说是无比的荣耀。何况连同家人被一并接来天津的他们，也没有其他选项。所以，请诸位尽心尽力，你们的成果，朕都会看在眼里的。说完，武帝挥挥手，一把把从江湖各处收集来的魔兵被侍卫一一用黑布包裹着，送到了一个个铁路边上。现在开始熔铸这天下百兵，提炼其精华。匠人们将上百把魔兵投入熔炉，熔炉中的炭火烧得正旺盛，伴随着魔兵的投入，火势更是上涨了不少。那魔兵一入熔炉，便是伸出了细小的金属细线，尝试吞噬血气。而匠人们早有心理准备，此时纷纷强行压下心中恐惧，开始用铁锤锻打魔兵。但就算是这样，依旧有着诸多匠人一不小心就被魔兵的细线缠上。身为普通人的他们，在顷刻间就被抽空了一身气血。继续，武帝见状，脸色平静，对于匠人的死亡，他并不放在心上。3000匠人自然是考虑到了损耗的因素。很快就有新的匠人接替了那些死亡的匠人。咚咚，整个广场上一时间只剩下了打铁声。很快，一名匠人惊呼道：“融了，融了，这魔兵融化了！”伴随着这一声惊呼，广场上的上百熔炉中，魔兵都是开始融化。带有猩红之色的铁水从一个个熔炉中流出，汇聚到了广场中央的巨大熔炉之中。武帝见状，平静的脸色上也是出现了一丝激动。自从面见仙人那一日，已经过去了10年了。10年，这把绝世魔剑今日终于要铸成了。而此时的苏雨也是将心神完全集中在了武帝的画面上。他看着武帝，心中也是有些紧张。给予武帝血神兵是一次尝试，一次打破世界上限的尝试。系统的存在，诸多是要我在一个个世界中培养合适的出走对象，并且借助这些对象之手来改变世界本身，并且提高世界自身的上限，增加出走栏位。想到这里，苏雨再度观察画面中那个巨大的熔炉，伴随着铁水的完全注入，武帝的神情也是越发激动。当下，武帝拍了拍手，7位衣衫褴褛的身穿裘袍的人被押了上来，将这些宗师丢进熔炉，让他们发挥出最后一点作用。这些宗师是武帝这10年间抓捕整个江湖才抓到的，平日里以他们每日产生的气血酝养武帝手中的那把魔兵，而今日则是要以7位宗师之血锻造一把绝世魔剑。那些宗师们破口大骂，然而每日被魔兵抽取气血的他们早已失去了宗师的实力，而武帝对于这些谩骂全然没有听到。伴随着宗师之血的投入，那巨大熔炉中无数的铁水开始凝聚，而武帝也在这时一步跃到熔炉上方，将自身那把魔剑投入了熔炉之中。苏雨看到这一幕，心中了然，他知道魔剑即将铸成。血神兵的本质是拥有微生物特质的活性金属，此时在宗师之血的刺激下，百把魔兵化作了铁水，不断的融入武帝的那把魔剑之中。魔剑之上越发可怕的威势，让广场上的一众匠人都有些站立不稳了。而匠人中那100名有名将之称的匠人，此时也在那巨大熔炉边上不断的增添炭火。很快，伴随着熔炉的不断燃烧，铁水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上百把用江湖人士鲜血喂养的魔兵，此时全部的精粹都融入了魔剑之中。终于，熔炉中的火焰逐渐熄灭，一把黑色的长剑静静地躺在熔炉之中。武帝伸出手，拿起这把长剑，一道道黑色的金属丝线从剑柄处融入武帝的血管之中。武帝没有拒绝，而是闭上眼，细细感悟着魔剑带来的强大之感。终于，武帝睁开眼，朝着天空挥出一剑，一道数10米长的惊人血色剑气，仿佛要将整个天空斩断。这种力量，这种威势，朕终于铸成了。武帝大笑道，他终于看见了打破世界上限的机会。绝世魔剑铸成。而苏雨看到这一幕后，也是结束了脑海中的画面。魔剑已然铸成，接下来武帝打破武侠世界的世界上限只是时间问题。李逍遥那边现在依旧是先天武者，也就是气血境，想要借他之手掌握铸造天剑成载物的办法，恐怕还要个几天。而距离高考只剩下最后27天了。卧室内，苏雨从床榻上坐起。这些天，他虽然在研究所内帮助王宁研究写神兵，但自身的修为并未拉下。断骨境的无相剑骨，其修炼速度和掌握的剑意有关。我所掌握的剑意组有4种，依靠着研究所内提供的设备和丹药，将在坚壁战团中拥有的功勋消耗许多。这些天，我已经步入了断骨5层。苏雨眼中熠熠有神，正好趁着李逍遥的成长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可以先测试一下自身的实力。想到这里，苏雨正要离开房间，咚咚咚，却听见敲门声响起。苏雨打开门，就见到王宁满脸兴奋。苏雨，血神兵的成果被李教授审核通过了，接下来如果正式量产，那对前线武者来说是无比巨大的提升啊！王宁那兴奋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我已经和李教授说了，这成果有你1半的功劳。一旦血神兵量产后，每一把血神兵都会给我们分一定的功勋，这些功勋，苏雨你都可以分1半走。
而我也可以升为高级研究员了。闻言，苏雨也是心中有些欣喜了。虽然量产后的血神兵功勋大头肯定归军方，但是哪怕每一柄只分1点功勋，对苏雨来说功勋也将是个海量。而且这还是长期的，不是一锤子买卖。还有，苏雨，你让我帮助你打造的那3把武器已经升级完成了，3把武器都成功的加入了血神兵的那种特殊的活性金属。也就是说，这3把武器只要不断的击杀凶兽，其自身的强度也可以不断提升。王宁得意的说道。苏雨也是点了点头，他让王宁升级的武器自然是万象合罪与伐那3把剑。血神兵的提升虽然因为边际效应越到后面提升的难度和收益就越不成正比，但是前线有无数的凶兽可以击杀并且吸收血气。哦对了，李教授那边也有事情要和你说。王宁似乎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对着苏雨说道。很快，王宁带着苏雨来到了李教授的研究室内。李教授的研究室比起王宁的研究室可是大上了太多，近100人在李教授的研究室内来回忙碌着，并且这样的研究室只是李教授手底下负责的10来个研究室其中之一。李教授见到苏雨的到来，也是热情道：“苏雨，你终于来了。之前根据你的剑影武者研发的那个气血分身已经有成果了，而且之前根据你那种特殊的建议，也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闻言，苏雨好奇道：“什么想法？”李教授没有立即开口，而是带着苏雨来到一个显示器面前。打开显示器，李教授指着显示器上的图表缓缓开口：“建议或者所有的武道意境都是武者修行路上的特殊产物，这种产物极其的独特，能够极大的增幅武者的战力，并且意境对武者来说还是突破炼神境所必须的前提条件。”苏雨听到这话也是点了点头。对于炼神境这个断骨之后的境界，苏雨并不了解，唯一了解的便是炼神境武者数量极其缺少，并且由于前线不断的战损，导致炼神境武者每年新增人数和伤亡人数都只能勉强持平，甚至整个九州现存的炼神境都不足10000人。正是因为如此，九州的3道防线，第一道坚壁防线才必须由断骨境带领，气血境为主，因为根本没有那么多炼神境武者能驻守防线，而领悟意境就是成为炼神境武者的前提条件之一。江南城连同周围几城的所有武者，同龄人之中只有我一人领悟的意境。苏雨默默想到，想必整个南域同龄人中能领悟意境的也是屈指可数，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得到了赵勋教官的大力培养。李教授此时接着开口道：“而苏雨，你那种特殊建议和你掌握的其他建议，给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想法，那就是……”李教授缓了缓，将意境的强度进行量化。意境本身的领悟过程不是一跃而至，而是水到渠成般的在某一个点突然突破。武道意境原本就是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很难以实验的角度对意境的领悟程度进行量化。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意境本身的强度进行量化。就像有的武者领悟了水之意境，而你苏雨则能领悟天剑剑意。李教授指了指屏幕上的图表，假如那名领悟水之意境的武者却在意境道路上走了很远，其意境强度要远超你现在的天剑意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天剑剑意就弱于水之意境，也不能说2种意境就一定有个高低。我们唯一能进行量化的就是意境表现出来的强度。李教授说到这里，神色略有些激动，他说道：“通过意境对武者实力的增幅程度给意境分级，这样一来就可以划分出1级、2级、3级意境等等。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李教授转过头对着苏雨问道：“这意味着一旦意境强度量化研究成功，对已经领悟意境的武者进行数据收集，就可以反推出各种意境对各类武学的增幅效果。那么人族无数武者就可以依据自身武学相信，从大量意境数据中找到相似点，可以得到一个大略的意境领悟进度条。一旦成功，则意味着人族可以容易出现更多的炼神武者，一改前线防线的弱势。”李教授此时的神色已经略有些疯狂了。听闻这句话，苏雨的瞳孔微缩，所以李教授的目光落在了苏雨的身上，炽热的眼神好似要将苏雨吞噬一般。“我需要你的帮助。”帮助？苏雨一愣，有点不明白李教授的意思。“跟我来。”李教授也不废话，直接拉着苏雨走到了实验室的最里面。在那里静静地摆放着一个极其简陋的仪器，甚至于仪器好多的东西看上去都像是刚刚焊接上去的，甚至都能够看到一些并不严密的缝隙。这是……苏雨越发的不解了。李教授看着眼前这台简陋的机器，眼神之中却是有着金光闪烁着。“这是我这几天来不吃不喝改造出来的意境等级测试器。之前我也说了，将意境分级，这样一来就能够更加准确的让武者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属于什么层次，正如武者的等级一般。但是这个仪器刚刚研发出来，还需要一些数据的支撑，我想让你测试一下意境等级。”听着李教授的话，苏雨懂了。望着眼前这台极其简陋的意境等级测试器，苏雨也不由得来了一丝丝的兴趣。说实话，苏雨掌握的意境有好几种了，但是孰强孰弱，苏雨自己或许有所感受，但并没有那么直白的感受到过。“需要我怎么做？”苏雨询问道。李教授摆弄着眼前的仪器，头也不抬的说道：“直接将意境输送进去就行了。你之前怎么释放剑影武者，现在就怎么释放意境。”苏雨点了点头，缓缓走到了意境等级测试器面前，伸出了自己的手掌，轻轻地贴在了仪器上面。闭上眼睛，苏雨的心念微微一动，最剑剑意瞬间迸发而出，红色的光辉在仪器之上一闪而过。片刻之后，仪器上面的显示屏缓缓浮现出了一个数字1。李教授的声音在这个时候响起：“按照我所划分出来的等级，你的这个意境应该属于1级意境。
一级意境吗？苏雨抿了抿嘴唇，继续。苏雨心中好奇之意越发的浓郁了。随后，苏雨相继测试了一下伐剑、天剑、万象之剑等等，但是除了万象之剑之外，其他的剑意都停留在一级意境之中，而万象之剑却是已经达到了2级，还不错吗？苏雨的眉头轻轻一挑，再来试一试催动剑意爆发出来的战力。李教授站在仪器的旁边，目光炽热地说道。苏雨微微点头，万象之剑缓缓浮现，一股包罗万象的气息从苏雨的体内喷涌而出，手中的万象之剑也是在剑意的加持之下，发出了一阵阵的微鸣声。嗡嗡嗡！下一刻，苏雨一剑挥出，动！万象之剑狠狠地斩在了仪器之上。然而让苏雨有些惊讶的是，眼前的这个看似简陋，但是自己的万象之剑竟然没有伤到仪器，仅仅只是在上面留下了一道道剑痕。随后显示屏上面缓缓跳出了几个字：断骨境9层。苏雨看着上面的字体，不由得眉头微微一皱，看向了李教授。断骨境9层，教授，这会不会是出问题了吧？苏雨虽然对自己的实力极其的自信，但是也没有自负到自己的战力已经堪比断骨境9层的强者了。李教授摇了摇头，淡淡一笑，数据没有问题。这里的断骨9层仅仅是指你的力量数值达到了普通的断骨境9层的行列之中，但是并不代表着你就真的堪比断骨境9层了。毕竟到了断骨境的武者，力量、速度、气血、意境缺一不可，而能够修炼到断骨境9层的武者，要么是日积月累的在前线战斗中拼杀出来的武者，实战精通，要么就是天资非凡，领悟意境也只是小意思罢了。所以你距离真正的断骨境9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苏雨了然，诚然，有的武者力量强大，仅仅只是炼脏境巅峰，甚至就能够爆发出堪比断骨境1层的力量，而有的武者经验丰富，甚至能够以低修为逆伐高修为。当然，这也仅仅只是在有限的几个小境界之中能够做到，境界若是拉开了的话，再丰富的经验都没用。所以决定实力的因素很多，数据并不能够代表这一切。你也不要太过于兴奋，断骨境9层的实力在炼神武者和灾级凶兽面前也算不得什么，甚至于他们的一根手指头就能够轻易的碾压一大片的断骨境武者。苏雨点了点头，这一点苏雨倒是深有体会。在前线的时候，张馨予他们那么多的断骨境武者，也仅仅只能够拖延灾级凶兽一会儿的时间。行了，看来我的仪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就是请军方的武者提供数据了。李教授笑呵呵的将意境测试仪器收了起来。说起来，你小子身上给我带来的灵感可真的太多了，我也不能白白占你便宜。王宁那小子的血神兵应该有你的一份吧？到时候我会将气血分身功法和血神兵审核过程优先级提高，提前进入量产环节，也算是给你小子一些回报。听着李教授的话，苏雨不由得一喜，不管是血神兵还是气血分身功法，可都有自己的一份啊。只不过想要从中赚取功勋，还是需要等到这些东西彻底的量产之后，被彻底的执行下去之后，自己才能够得到这些奖励。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比较慢，至少自己高考之前是得不到这玩意儿的了。不过若是有李教授的帮忙的话，这个速度就会提升很多了。对了，李教授，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该问不该问。苏雨好似想到了什么，突然对着李教授询问道。李教授点了点头，问吧。苏雨沉吟片刻，随后沉声道，敢问李教授，既然意境是跨入炼神的前提条件之一，那么其他的条件是什么？李教授顿了顿，深深地看了一眼苏雨，坐在了沙发之上，缓缓开口。所谓炼神，便是要在自己的心神孕育炼化出一尊神，蕴养炼化出一尊神。听着李教授的话，苏雨一愣，不由得有些茫然了。蕴养一尊神，这玩意儿还能够养出来？或许是看出了苏雨的疑惑，李教授微微一笑，缓缓地解释道，所谓的炼神，不单单指的是武者自身的精气神，更重要的是在武者的心中炼出一尊神气。炼神炼神，炼己存神，炼神境的根本就在于武者以自身的气血和精气神蕴养一尊神。而所谓的神，可以是虚拟的，可以是神话之中的，甚至也可以是某一种科学规则。就拿星河大学的那个小妖孽顾长歌来说，这个小家伙的体内就蕴养出了一尊剑神。闻言，苏雨的瞳孔微微一缩，联想到了当初顾长歌踏着虚空一剑斩杀灾级恶龟时候的模样。那一刻，顾长歌仿佛真的成为了一尊剑神一般，一剑之下，万物俱灭。李教授接着解释道，炼神武者和断骨境武者之间的差距之所以很大，完全就是因为炼神武者能够激发出体内蕴养的那一尊神的力量，但是在蕴养神的过程之中却是极其危险的。如果蕴养的是神话传说之中的神灵，那还好，毕竟是有传说记载的，相对比较稳定，也更容易让自身信服，从而跨入炼神的境界。毕竟神话传说嘛，从小听到大的，这样的神反而比较真实。可若是蕴养的是某一种科学规则诞生出来的神灵，则是需要自己对那一道规则认知极其的清晰。但是这里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当这一个科学规则被新的学说打破，那么武者体内的神灵就会自动瓦解。就好比我们都知道雷电的产生是正负带电粒子的运动，可若是有人突然研究出雷电的产生不是因为这个，那么你体内的神灵就会不攻自破。而炼神武者本身在蕴养神灵的时候，自身需要对蕴养的神灵极其的信服，而在这一个过程之中，神灵的意志或者说太过于信服的话，也会渐渐的影响到你的内心，从而癫狂，甚至是成为神灵的傀儡。而一旦成为了神灵的傀儡，这样的武者将会是整个九州的危害。听到了这里，苏雨不由得想到了诡异世界之中的半神之位。
在诡异世界之中，不管是猩红教会也好，还是秩序之眼，他们或多或少也是和所谓的神灵产生过联系，而那些神灵真正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影响他们，从而占据他们的肉身。包括但丁和维吉尔在跨入半神之后，都被神灵影响到了心智。一时间，苏雨的表情不由得变得有些凝重了。原来这个炼神还真的不是这么容易了，怪不得九州人口这么多，但是炼神武者却是连1万都不到。所以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意境的作用了。李教授的声音缓缓响起，意境是武者自身感悟出来的，自然是真实无比。所以在信仰亦或者说是坚信神的阶段之中，意境是一个武者用来保持自身清明的最好的手段。炼神，当体内的神灵酝养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就要开始炼化体内的神气，将神气炼化，化作自身的力量，这才是炼神的最终目的。李教授缓缓站起身来，走到了苏雨的身边，轻轻地拍了拍苏雨的肩膀，露出了一抹苦笑。你可知道，我也是一位断骨境9层的武者？苏雨诧异地看着李教授，说实话，若是李教授不说的话，苏雨都不知道，眼前的这个拥有多项研究的教授，竟然也是一位断骨境9层的武者。我跨入断骨境9层已经30多年了，哪怕是意境，虽然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研究之中度过的，但也掌握了一种意境。可是我迟迟没有踏入炼神，你可知道为何？为何？因为我不敢。李教授的脸上有着一抹担忧之色浮现了出来。我害怕在踏入炼神之后的某一天，我彻底被神灵影响了心智，成为了傀儡。我不希望我的家人以后死在癫狂的我的手中。听着李教授的话，苏雨不由得沉默了一番。诚然，武者的地位是很高，但是伴随而来的也是巨大的危险。别看境界越高，实力越强，他们掌握的资源越多，但是他们要承受的风险和危机也是最多的。李教授叹了口气，随后笑着看向了苏雨，你的天赋很强，而且以你的性格，想必未来是必然要跨入炼神境的。有一句忠道送给你吧。苏雨抬起头，看着李教授那严肃的表情。在日后，你若是要在心中蕴养一尊神奇的话，不管是传说之中的神奇也好，还是科学规则的神奇也罢，都随你。但是，李教授的声音顿了顿，千万不要尝试去蕴养一尊那些极少听闻的神奇，亦或者是尝试去蕴养一尊未知的神奇，因为很有可能真正的得到这些神奇的回应。苏雨面无表情的从近战武器实验室内走了出来，脑海之中依旧还在回味着李教授的话，千万不要尝试蕴养一尊未知的神奇，他们可能真的有回应。李教授的话不断的在苏雨的脑海之中回荡，苏雨不知道为何突然感觉内心变得有些烦闷了起来。炼神境，高武世界的炼神境让我感觉有些不对劲，似乎是条有问题的武道之路。只是我终究不是炼神武者。苏雨干脆连着今天休息了2天。2天之后，苏雨的心也算是逐渐平静了下来。不管是未知神奇，还是传说神奇，亦或者规则神奇，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我又何必因为未来尚未发生的事情担忧呢？况且炼神的修行法让我感觉不对劲，我未必不能依靠系统的出走，找到新的修行方法。苏雨不由得呢喃了一声。在彻底平静下来之后，苏雨缓缓点开了系统，眼前顿时出现了武侠世界的画面。2天的时间，武侠世界之中已经过去了10年了。10年的时间之中，武帝彻底的掌控了魔剑，但是不知道为何，武帝依旧没能打破武侠世界的桎梏。金銮殿上，武帝一人独坐龙椅，一袭金色的龙袍将武帝那魁梧的身躯都笼罩在了里面。而在武帝的双膝之上，血红色的魔剑静静地躺在上面，散发着一股令人灵魂都要站立的波动。世界的桎梏终究还差一点吗？武帝抬起头看向了大殿之外的天穹，虽然耗费了诸多的人力物力，依旧没能打破世界的桎梏，但是武帝却没有任何气馁的地方。如此甚好，若是这世界桎梏如此容易打破的话，当年的李长风也不会成为整个世界的传说了。武帝的双眸之中突然涌现出了一抹豪情，朕天命所归，这世界的桎梏必将由朕来打破。豪言壮语从武帝的口中响起。话罢，武帝缓缓低下头，轻轻地抚摸着双膝之上的魔剑，眼神变得无比的柔和，而那魔剑似乎也有灵一般，轻轻地闪烁着红色的光晕。宗师的血液已经无法让你继续成长了，想要打破世界的桎梏，还要另寻他法。在这10年的时间之中，武帝不断地用宗师的血液酝养魔剑，但伴随着魔剑越发的强悍，即便是宗师之血也无法继续让魔剑成长了。所幸武帝放弃了抓捕天下武者，而江湖也因为武帝的这个举动逐渐平静了下来。算了算时间，那个李逍遥也应该成长起来了吧？武帝喃喃自语，回想起了10年之前锦衣卫传来的有关李逍遥的信息。天剑李长风后人也是一个被仙人看中的人吗？当初的锦衣卫遍布天下，即便是宗师强者也在锦衣卫的监视之中，而李逍遥即便是依靠着苏雨的气血丹，也仅仅只是一个先天罢了。但李逍遥之所以还能够安稳的活下去，不过是武帝故意的罢了。他想要让李逍遥领悟天剑，武帝自身也得到了天剑的传承，只不过武帝本身和天剑的契合度并不高。但是李逍遥不同，被仙人看中，又是李长风的后人，领悟天剑自然不在话下。既然魔剑无法打破世界的桎梏，那就只有让天剑出世了。武帝的心中一直都有一个念头，天剑与魔剑之间必有一战，而这一战或许就是打破世界桎梏的关键所在。来人！金銮殿内响起了武帝低沉的声音。刷刷刷，一道道身影瞬间出现在了金銮殿上。飞鱼符、绣春刀，他们齐刷刷的半跪在地上，低着头。锦衣卫见过陛下。武帝一双淡然的眸子扫过锦衣卫，
不带着丝毫感情的声音响起：“找到李逍遥，彻查此人信息。”莫，到底还是让整个江湖都闻风丧胆的锦衣卫，效率就是快。短短数日的时间，关于李逍遥的信息宛若雪花片一般的摆放在了武帝的面前。而看着上面关于李逍遥的信息，武帝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一抹不满在武帝的眉宇之间浮现。10年了，身为李长风的后人，甚至是和朕一样被仙人看中的人，却是连宗师之境都没有跨入。或许是江湖逐渐平静，再加上那些跨入宗师的强者都被转入了天津，江湖之上已然没有了宗师之境的强者，甚至于就连先天武者都少之又少。这些年来，李逍遥虽然行走江湖之上，但也失去了压力。而看着如此沉沦的李逍遥，武帝的心中便是有着一股无名的怒火。不管是他还是魔剑，都渴求与天剑一战，但是当今掌握天剑之人，却如此的让武帝失望。哼！武帝一把将桌前的关于李逍遥的奏折扫开，缓缓站起身来，一双虎眸之中带着一股令人胆颤的光辉。来人，摆驾！朕要去见一见这李逍遥。武侠世界一座与世隔绝的山庄之中，女扮男装的李逍遥捂着肩膀，依稀之间能够看到李逍遥的肩膀之上有着一团红晕，逐渐晕开。李逍遥的面色苍白无比，神色难看的望着眼前几人。只见的几个身穿飞鱼服的锦衣卫面无表情的将李逍遥团团围住。该死的，我已然摒弃了性命，为何还是被锦衣卫找到了？李逍遥心中不由得有些绝望。虽然他乃是先天武者，但是眼前的几个锦衣卫每一个都是先天之中的好手，可不比当年李家村的情况啊！退下！就在这个时候，一道低沉带着无尽威望的声音从几人的身后传来。几个锦衣卫闻言，瞬间恭恭敬敬让开了一条小道。李逍遥顺着小道看去，只见得一个身穿龙袍的中年人龙行虎步的走来，举手投足之间更是有着一股唯我独尊的气势。武帝见到来人，李逍遥的瞳孔猛然一缩。武帝淡淡的看了一眼李逍遥，扭过头示意锦衣卫都退下。待到所有人都离开后，只剩下李逍遥和武帝两人。武帝这才重新将目光落在了李逍遥的身上，眼神之中更是有着一股嫌弃之色浮现。你还真的让朕失望啊！低沉的声音传入李逍遥的耳畔。李逍遥一愣，还没有反应过来，武帝那边已然开口了。世人都以为长风剑神的天剑被其后裔带走了，但朕却知道天剑是被仙人收走的。你既然拥有天剑，那说明你也曾见过仙人。身为被仙人看中之人，你不仅仅丢了李长风的脸，丢了仙人的脸，甚至还丢了同为仙人看中之人朕的脸。武帝的一道道话语犹如重锤一般，狠狠地敲打在了李逍遥的心中。或许是看出了李逍遥的迷茫，仙人不可能将仙法传给一个普通人，你的身上必然有仙人看中的地方，亦或者你的目标令仙人欣赏。武帝的目光一直落在李逍遥的身上，一字一句地说道：这么些年你可做了些什么？武帝的话瞬间让李逍遥迷茫了。是啊，这么些年自己又是做了什么呢？江湖的平定已然让李逍遥失去了压力，安逸的生活更是让李逍遥忘记了那个要做大侠要做剑仙的自己。更何况李逍遥的身躯微微的颤抖，目光忍不住落在了手中的长剑之上。这么多年的游走江湖，李逍遥也逐渐知道了当初的长风先祖是多么令人敬佩，也是多么的难以超越。此刻在李逍遥的心中已然对超越李长风不抱有任何的希望了。越是掌握新剑，李逍遥越是能够从新剑之中感受到天剑的浩瀚。既然你找不到目标了，朕就来帮一帮你。武帝的双眸之中有着一道金光一闪而过，他拍了拍手，身后传来了一阵阵骚乱之声。放开我，我自己能走，我让你放开啊！听着武帝身后传来的一道道熟悉的声音，李逍遥的瞳孔顿时一缩。很快就看到几个锦衣卫押着几个衣衫褴褛的青年走了上来。几个青年还在挣扎着，但是在看到武帝和李逍遥的瞬间，几个青年就着急了。逍遥，该死的，武帝你这个混蛋！逍遥你快走啊，你不是武帝他们的对手！几个青年瞬间双眸赤红了起来，而李逍遥的娇躯微微一震，怒视着武帝。武帝，你到底要干什么？这几个青年都是李逍遥这几年游历江湖，女扮男装认识的知己好友，而现在却是被武帝擒住了。一时间，李逍遥的心中顿时就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你不是没有目标吗？武帝缓缓走到了其中一个青年的面前，面无表情的伸出手，粗壮的手掌直接握住了青年的脖子。青年的脸庞瞬间就涨红了，整个人的身子悬空了起来，不停地挣扎着。然而他又怎么可能从武帝的手中挣扎出来？朕就给你创造一个目标。武帝的话音刚落，手中猛然用力，咔嚓！一瞬间，青年的脖子瞬间被武帝捏碎，而那青年的脸色也是在一瞬间变得僵硬，整个人的身躯软弱无力地瘫软下来。武帝就像是扔垃圾一样，将青年的尸体随意地丢在地上。不！李逍遥牙眦欲裂，泪水瞬间从眼眶之中喷涌而出。他想要拿起剑和武帝决一死战，然而他刚刚挣扎着想要站起来，轰！一道恐怖的威压瞬间从武帝的身躯之中迸发而出，直接将李逍遥整个人压制在了原地。一个废物也敢对朕拔剑！武帝冷哼一声，走到了剩下几个青年的身边，居高临下的望着这几个青年。杀了！没有掺杂任何情绪的声音响起，四周的锦衣卫就像是一个个无情的机器一样，瞬间拔刀。噗嗤，手起刀落，一颗颗人头滚落下来，鲜血侵蚀了大地。做完这一切，武帝这才缓缓转过身来，
双手负背，静静地凝望着已然处于崩溃边缘的李逍遥。看到了吗？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弱小造成的。武帝的声音不断地刺激着李逍遥，李逍遥的娇躯不断地颤抖，他望着那一颗颗熟悉的头颅，回忆和悲伤不断地冲击着李逍遥的脑海。而武帝的声音可没有因此而停顿。先人或许不在乎你李逍遥到底能不能掌握天剑，但是朕在乎，朕要打破世界桎梏，朕需要天剑。而你，武帝缓缓地走到了李逍遥的面前，就像是在看待一只流浪狗一般看着李逍遥。朕给你30年时间，30年的时间内，朕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都要给朕将天剑领悟。如若不然，武帝的声音顿了顿，李家村对你来说应该要比这些人更重要吧？30年的时间你没有掌控天剑，整个李家村就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之中吧。咚！李逍遥的脑海之中仿佛有着一道闷雷瞬间炸响。李家村是李逍遥内心深处最后的净土了，那里是他的家，也是他最后的归宿。李逍遥颤抖着身子，怨恨地望着眼前的这个人间武帝，一双眸子之中充斥着的是无尽的杀意。武帝，你不得好死！李逍遥几乎是咬着银牙说出了这一句话。不得好死吗？然而武帝却并不在意，反而露出了淡淡的笑容。朕还真的期待30年后，你能够用你的天剑杀死朕啊！说完，武帝再度冷冰冰地看了一眼李逍遥，转过身走进了轿子之中。临走之前，武帝撩开帘子，一双淡漠的目光落在了李逍遥的身上。记住，你只有30年的时间，30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而在现实世界之中，也仅仅只是过去了6天罢了。苏雨凝望着系统之中的画面，或许是武帝的做法彻底激怒了李逍遥。今后的时间内，李逍遥开始疯狂的修行，不再如同往日那般享受安逸的生活。一时间，江湖之中突然有了一个逍遥剑侠的名声逐渐闯了出来，而更加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逍遥剑侠的性别。有人说逍遥剑侠是一个温润如玉的公子，有的人说逍遥剑侠是一个侠肝义胆的奇女子，但似乎从来没有人见过逍遥剑侠的真实面容。江河旁，一个戴着斗笠的瘦削身影默默地行走在河流的旁边，赫然便是李逍遥了。武帝带来的压力使得李逍遥在这30年的时间之中不得不日日夜夜的修行，而刻苦的修行也没有让李逍遥失望，他成功跨入了宗师。只不过即便是跨入了宗师，李逍遥依旧还是没有将天剑领悟，明明都已经触摸到了天剑的边缘了，可就是这最后一步，李逍遥怎么也跨不过去。忽然，李逍遥的身子缓缓停了下来，他的目光缓缓落在了前方。前方河边的碎石滩上，一个稚嫩的少年手握着一柄粗制滥造的木剑，不断地挥舞着手中的木剑，口中还在喃喃自语着：我要成为大侠，我要成为剑仙。熟悉的言语落入了李逍遥的耳畔，李逍遥的身躯微微一颤，整个人的面容在这一刻变得迷茫了起来。大侠，剑仙。李逍遥仿佛着魔了一般，嘴里不断的呢喃着。突然，李逍遥突然放肆大笑了起来，哈哈，曾经的我也是想要成为大侠的人啊，曾经的我也是想要超越先祖的人啊。疯癫的声音惊动了正在河滩练剑的小孩，出奇的是，小孩不仅仅没有害怕，反而怯生生的跑了过来，拉着李逍遥的裙摆，目光却是落在了李逍遥腰间的长剑之上。你是侠客吗？李逍遥缓缓低下头，看着孩童清澈而又深邃的瞳孔，透过那瞳孔的倒影，李逍遥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他微微一笑，轻轻地抚摸着孩童的头发。啊，我是侠客呢。伴随着李逍遥的话音落下，那挂在李逍遥腰间的长剑瞬间发出了一道道清脆的剑鸣声，一道玄奥的波动瞬间笼罩了李逍遥身躯。李逍遥缓缓闭上了双眸，等他再度睁开双眸之时，一道剑光从他的双眸之中爆射而出。苏雨静静地凝望着这一幕，感受着李逍遥身上的波动，也不由得露出了一抹笑容。天剑成了呀！天剑领悟了！李逍遥的身上涌现出了一缕缕的剑气，锋利的剑气好似连虚空都能够撕裂一般，缠绕在李逍遥的周身。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锋利的剑气竟然没有伤到孩童丝毫。孩童望着李逍遥那无风自动的衣衫，不由得露出了好奇的目光。大侠，以后我也能够成为像你这样的人吗？孩童的眼眸之中有的仅仅只是唯一的崇拜。李逍遥缓缓收起了周身的剑气，眼神突然变得柔和，揉了揉孩童的头发，轻声道：一定可以的。那大侠你要去哪里啊？去天津。李逍遥回天津之前，他回到了久违的李家村，在这里他告别了父母，随后来到了不远处镇子上的一处铁匠铺之中，花了一些钱财将铁匠铺买下来之后，李逍遥坐在了火炉旁，这一坐便是数日。数日之后，李逍遥缓缓睁开了双眸，这一刻，李逍遥的双眸犹如之前的孩童一般，逐渐变得清澈了起来。李逍遥缓缓地拿起了腰间的佩剑，他轻轻地抚摸着佩剑，仿佛在抚摸自己的孩子一般，眼神之中流露出来的是无尽的不舍。老伙计，逍遥不在，今后唯有天剑了。李逍遥轻轻一笑，将佩剑扔到了火炉之中，内力催动着下方的风箱，鼓动着大火，不断地淬炼着火炉之中的长剑。不知道过去了多久，长剑逐渐被炽热的火焰融化，化作了最为精粹的铁液。李逍遥将其灌入了一个模子之中，拿起了身边的铁锤，一锤一锤地敲击在了模子之上。当当当，清脆的敲击声回荡在整个铁匠铺之中。苏雨蓦然注意到，李逍遥每一次的敲击之中，李逍遥体内的天剑剑意便是涌现一次，而伴随着敲击的次数越来越多，那还在成型的铁剑之中，竟然涌现出了一股令苏雨极其熟悉的气息。天剑剑液。苏雨看到这一幕，不由得闭上了双眸。原来如此，苏雨懂了，怪不得这么多的合金，
这些合金任何一个都足以甩武侠世界之中的材质18条街，但却无法找到足以承载天剑的承载物。原来想要承载天剑，便是需要在打造武器的时候将天剑剑意融入其中。至于材料，并无任何的限制。多谢。苏雨凝望着默默锤打着铁剑的李逍遥，心中默默地说了一句。不知道过去了多久，铁剑承受了不知道多少次的锤击，最终成型。可李逍遥终究不是出神入化的炼器师，打造出来的铁剑看上去却是粗糙不已。然而李逍遥却如是珍宝地将铁剑挂在了自己的腰间。在剑入剑鞘的那一刻，李逍遥的双眸瞬间变得坚毅无比。他缓缓环顾了整个铁匠铺，嘴角泛起了一丝丝的弧度，一步跨出，走出了铁匠铺内。这一次出门亦是江湖。数日之后，天津紫禁城，是夜，繁星点缀天穹，挥洒一缕缕的星辉。紫禁城内一片宁静，甚至就连分到了这里，似乎都悄悄地放慢了自己的脚步，天地越发的安静了。而在那紫禁城上，身穿龙袍的武帝双手负背，静静地站在屋檐之上，举手抬足之间，更是有着一股横扫天下的霸气涌现。武帝的目光一直看向了西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皓月高挂天穹，一只纸麻雀轻轻地飞过，证明时间并未暂停。突然，武帝的双眸猛然睁开，眼神之中带着一丝丝的炽热。终于来了呀！一剑袭来，一道剑光瞬间于西方闪烁而出，伴随着一道白色的身影，轻轻地落在了紫禁城之上。武帝！轻轻的呢喃声从李逍遥的口中响起，他缓缓抬起头，面色复杂地望着眼前的武帝。正是眼前的这个家伙杀了自己的朋友，甚至以李家村为威胁，强迫自己领悟的天剑。说到底，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恨武帝还是感激武帝了。跨入宗师了吗？不错，看来30年的时间，你终究还是没有浪费朕的一片苦心。武帝的双眸炽热无比，仿佛在看着一块稀世珍宝一般。李逍遥的嘴角挂着一抹嘲弄的神色，托陛下的福，在下终究保住了家人。多说无益。武帝摇了摇头，出手吧。若是等我出手，就没有机会了。武帝还是一如既往的霸气。李逍遥也不废话，腰间的铁剑瞬间握住，下一刻，整个人犹如一道白色的鬼魅一般杀向了武帝。武帝的眼睛微微一亮，身影不断躲避着李逍遥的攻伐的同时，大笑着：“哈哈，不愧是仙人看中之人，你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宗师强多了。”李逍遥抿了抿嘴唇，手中的铁剑犹如青红一般，瞬间调转了方向，杀向了武帝。此剑名为逍遥。淡淡的男声响彻，一道白如冰雪一般的剑气瞬间呼啸而出。武帝的眉头微微一挑，双手握拳，横推而出。咚！血肉之躯竟然硬生生地将那剑气抵消掉了。但武帝的拳头之上也同样挂上了一道血痕。有意思，不过还是将天剑请出来吧，否则今天的你只有死路一条。武帝大笑一声，一道猩红的长剑瞬间出现在了武帝的手中。刹那之间，一道冲天而起的煞气从武帝的体内弥漫了出来。李逍遥没有废话，心念微微一动，整个人的气势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犹如一柄利剑一般。身后仿佛浮现出了一道虚幻的人影，人影学着李逍遥的模样，对着武帝便是一剑斩出。哈哈，这才是天剑，不枉费朕苦苦等了30年。望着人剑合一的李逍遥，武帝疯狂地大笑了起来，手中的魔剑也是在这一刻瞬间斩出，猩红剑光呼啸而出，二者顷刻之间碰撞在一起。咚！伴随着一道闷响，两股可怕的力量瞬间爆发，卷起了一阵阵的能量浪潮。咔嚓！天地之间似乎有着枷锁碎裂的声音响彻，而苏雨的耳边也是第一时间响起了一道声音：叮！武侠世界桎梏打破，世界等级提升为 LV3级。世界等级提升了。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目光重新落在了战场之上，白色和红色的剑光不断的闪烁着，最终两道身影同时被甩了出来，重重的跌落在了紫禁城的屋檐之上。李逍遥的口中跌出了一口口嫣红的鲜血，腹部之处更是有着一道狰狞的伤疤，洞穿了整个身躯，鲜血好似不要命的一般流出。饶是李逍遥以内力止住了鲜血，可依旧能够感受到生命力正在不断的流逝。而在李逍遥的对面，武帝半跪在屋檐之上，魁梧的身躯不断的颤抖着，好似在兴奋着什么一般。哈哈哈！突然之间，武帝放声大笑：“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武帝猛然抬起头，看向了夜幕，眼神在这一刻却是无比的炽热。我终于看到了宗师之后的道路。哈哈，我武帝一生追求的唯有那武道巅峰。李长风也好，诸王也罢，你们也只不过踏入了宗师之境嘛。而朕看到了宗师之后的风景。武帝的声音在整个紫禁城上响起，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从武帝的体内逐渐弥漫而出，而被武帝握着的魔剑似乎感受到了武帝体内的气息，竟然化作了一道红色的液体，一点一点融入了武帝的体内。伴随着魔剑的融入，武帝体内的气息越发的强悍了起来。苏雨的目光微微一凝，落在了武帝的身上。武侠世界的宗师之境对应的是高武世界的炼脏境，武帝本来就已经走到了宗师的巅峰，也就相当于炼脏境的巅峰。而现在武帝的气息竟然一点一点朝着更高的境界跨越。片刻之后，一股冲天起的气息猛然从武帝的体内喷涌而出，更是有着淡淡宛若血雾一般的能量缠绕在了武帝的周身。武帝原本中年的面孔在此刻居然开始变得年轻。武帝缓缓站起身来，猩红的能量在夜幕的笼罩之下
仿佛化作了一尊从血域之中走出的恶魔一般，气息令人战栗。苏雨更是注意到，出走在武帝体内的血杀之剑，也是伴随着武帝跨入了崭新的境界，进阶为了剑意。魔剑已经和阵融为一体，此境生机源源不断。宗师之上，当未见神不坏。武帝的声音于紫禁城之上响起。李逍遥望着武帝，瞳孔之中不由得浮现出了一丝丝震撼之色。武帝在武道之路上已经超越了这个世界所有人，哪怕为敌，李逍遥也不得不佩服武帝。他强撑着自己的身子，深深地看了一眼武帝，催动着体内最后的内力，化作了一道白光，朝着紫禁城之外走去。李逍遥刚走，紫禁城上便是有着一道道锦衣卫的身影瞬间浮现，每一个都是先天境的修为。陛下，让这贼子逃走！一个锦衣卫的话还没有说话，就被武帝打断了。无碍，他让朕得以看到更高的境界，放他一马又何妨？何况他已是必死之人，也没多久好活了。听着武帝的话，一众锦衣卫这才缓缓收起了手中的绣春刀，随后跪在屋檐之上，目光炽热地望着武帝。恭喜陛下，神功大成！听着下属的话，武帝的脸上也是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抹笑容。李逍遥拖着重伤的身躯，一路磕磕碰碰地逃离了天津。他的目光一直眺望着远方，眼神之中有着一股眷恋之色浮现了出来。李家村，若是能回去再见爹娘一眼，该多好！这一刻，李逍遥突然爆发出了一股极其强大的意志力。他想家了，他想要回家，落叶归根，他想要埋葬在李家村中。然而，天津和李家村的距离本来就很远，而此刻的李逍遥又是重伤之躯，即便是依靠着宗师之境的内力，也仅仅只能够暂缓生命的流逝。正如武帝所说的那般，他已然是一个必死之人了。只是强悍的内力和坚定的意志力在支撑着李逍遥，可李逍遥终究还是一介凡躯，又怎可逆天？最终，李逍遥的身躯重重地从一棵大树之上坠落下来，他又是坚强地撑起了自己的身子，一步一步朝着森林之外走去。步履蹒跚，李逍遥自己都不知道走了多久，这回家之路仿佛没有尽头一般。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李逍遥的意志也逐渐快要消磨了，而森林的尽头突然出现在了李逍遥的视野之中。那即将消磨的意志，在看到尽头的一瞬间，再度坚定了起来。他缓缓地朝着尽头走去，走出了尽头，刺眼的阳光照耀在了李逍遥的脸庞之上。紧接着，一个村落缓缓落入了李逍遥的视野之中。村落极其的祥和，恍惚之中，李逍遥仿佛看到了过去的李家村。我回家了吗？看到这一幕，李逍遥不由得恍惚了，但是很快他就反应过来了，这里终究不是李家村啊。李逍遥的嘴角泛起了一丝丝苦涩的笑容，他盘腿坐下，他很清楚，现在的自己已经达到极限了，回家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姐姐，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呀？一道憨厚的声音从李逍遥的身边传来。李逍遥顺着声音看去，只见得一个看似极其憨厚的少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李逍遥的身边，耸搭着鼻涕，一脸好奇地望着李逍遥。阿爹说了，不能坐地上的，地上凉，对身体不好。少年一脸认真地对着李逍遥说道。听着少年的话，李逍遥不由得牵强一笑，他缓缓伸出手，揉了揉少年的头发，轻轻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少年呆呆地回答道：大家都叫我阿牛。阿牛吗？李逍遥抿了抿嘴，唇婉转一笑，真朴素的名字啊。他的目光顺着眼前的村落看去，一缕缕的炊烟从各家的烟囱之中缓缓升起，阡陌交通，郁郁葱葱。突然，一个念头在李逍遥的心中缓缓浮现，他看向了阿牛，心中微微一动，轻声道：你想要成为大侠吗？阿牛先是一愣，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是露出了激动的神色。我也可以成为大侠吗？但是很快阿牛的情绪就低了起来。可是村里的小伙伴都说我太笨了，我连字都还不认识几个。李逍遥微微一笑，轻轻地揉着阿牛的头，好似在鼓励着阿牛的说着：可以的。李逍遥挣扎着站起身来，宛若白雪一般的衣衫在这一刻却是被鲜血染红。他缓缓伸出了自己的手掌，按在了阿牛胸口，一道道汹涌的内力一点一点地涌入了阿牛的体内。阿牛的身躯微微一震，便是感觉自己的体内突然涌入了一道道的暖流。阿牛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这股暖流却是让阿牛感觉无比的舒服。伴随着内力从李逍遥的体内涌入了阿牛的身躯之中，李逍遥的气息变得越发的低迷，原本就苍白的面孔在这一刻也是变得更加苍白。片刻之后，李逍遥的身躯摇摇欲坠，而在阿牛的体内也是涌现出了一股强悍的波动。先天，在李逍遥将自己的修为灌输到了阿牛的体内之后，阿牛的修为也是一跃从一个普通人到了先天之境。仅仅只是先天吗？李逍遥苦笑一声，也是，天底下哪里有那么多的天才？再加上我现在的内力本来就剩不了多少了。李逍遥看着盘坐在地上的阿牛，眼神逐渐变得柔和了起来。李逍遥缓缓抬起头来，望着蓝天白云。天剑乃是仙人所赐，不能传你，那就将逍遥剑传给你吧。虽比不上天剑，但终究是我自行领悟的剑法。片刻之后，阿牛缓缓睁开了双眸，阿牛露出了兴奋的神色，猛然站起身来，看着身边的李逍遥。这就是内力吗？我感觉我现在力气好大。阿牛兴奋了一会儿之后，那迟钝的反应这才让阿牛反应了过来，对着李逍遥就跪在了地上，磕了几个响头。师傅在上，请受弟子一拜。起来吧。李逍遥温和地将阿牛扶了起来，他轻轻地说道：为师时日不多了，接下来为师的剑法你可要好好看清楚了，以我现在的状态，只能最后使用这一套剑招了。说罢，李逍遥的身影动了起来，身形飘逸，宛若惊鸿。
一道道剑光在大地之上耀着，犹如一朵从天而降的雪花一般，带着一股逍遥自在之意。李逍遥的动作极慢，一方面是因为内力都渡给了阿牛，另一方则是为了让阿牛看得更加清楚，仿佛天地已然无法束缚他了一般。阿牛呆呆地望着剑舞的李逍遥，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看清，反正就是这么直勾勾地望着不断挥剑的李逍遥。此剑名为逍遥剑。李逍遥的声音缓缓落入了阿牛的脑海之中。片刻，李逍遥的力气终于耗尽，他拄着长剑，身子不断的颤抖，大口大口的呼吸着口气，目光却是落在了阿牛的身上。李逍遥将长剑扔给了阿牛，来，让我看看你领悟了多少。阿牛接过剑，刚开始还有些不知所措，但深呼吸了一口气之后，阿牛一剑朝着空地刺出。可是在刺出之后，阿牛的脸上就露出了一抹窘色，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望着李逍遥，师傅对不起，弟子愚钝，只领悟了这一剑。看着这一幕，李逍遥苦笑了一声。他本来还想在死前留下最后一点传承，留下独属于他的剑法逍遥剑，但是现在看来，终究还是有些为难阿牛了。罢了罢了，这或许便是天意吧。李逍遥苦笑着盘坐在了地上，气息一点一点消散。阿牛走到了李逍遥的身边，虽然愚钝，但对于生死阿牛还是清楚的。师傅，你要走了吗？阿牛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李逍遥勉强扯出了一抹笑容，是啊，我要走了。阿牛突然跪在地上，师傅，阿牛虽然愚钝，但阿牛也知道，师傅这样必然是被人所害，还请师傅将仇人告知阿牛，阿牛替师傅报仇。报仇吗？李逍遥的眼神逐渐变得迷离了起来，他回想起了武帝的身影，那宛若魔神一般的存在，即便是现在的李逍遥都忍不住为之一颤。以阿牛的武学天赋，想要成长到击败武帝的层次，必然是不可能的了。甚至在李逍遥看来，以阿牛的天赋突破宗师都是一种奢望。但李逍遥也不愿意浪费阿牛的一片心意，目光流转四周，在一处岩壁之上停留了片刻。他颤颤巍巍地举起了手指，指着那一块岩壁之上，为师的仇人乃是当今天子，人间武帝，但你切不可马上替为师报仇，等你什么时候能够一剑将那岩壁斩断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就可以为师报仇了。若是有机会，为师好想回到李家村啊。话音落下，李逍遥体内最后的一点力气终究还是耗尽了，他的身子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阿牛默默地看了一眼岩壁，将李逍遥的收敛火化，而后踏上了路途。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阿牛终究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李家村。在将李逍遥的骨灰葬入了李家村之后，阿牛按照李逍遥的旨意回到了岩壁之处，对着面前的岩壁一剑接着一剑不断地挥砍，一板一眼地开始练起了他唯一领悟的一剑持刺。苏雨默默地看着这一切，直到系统的声音在苏雨的耳畔之中响起：定，恭喜宿主新剑带回天阶2阶。定，恭喜宿主新剑带回9层逍遥剑。定，恭喜宿主新剑带回60年内力。定，恭喜宿主新剑带回天剑剑意承载之法。定，因为宿主改变李逍遥的命运，造成世界大幅度变动，奖励5000世界点。定，因为宿主提示武侠世界上限，造成世界大幅度变动，奖励出走栏位增加。丁，由于武侠世界桎梏被2次打破，武侠世界提升到极限，宿主获得武侠世界权限。紧接着，一股精纯的内力在苏雨的体内缓缓流淌。苏雨默默地闭上了眼睛，感受着这一股力量在自己的体内肆虐着，丹田之中的小剑疯狂地吸收着这一股内力。但李逍遥的宗师内力也仅仅只是堪比高武世界的炼脏境罢了，即便是60年的内力，对断骨境的苏雨来说，提升也是微乎其微。不过，这武侠世界权限是什么？还差一点就能够跨入断骨6层了。苏雨缓缓睁开了双眸。对于武侠世界，苏雨的期待并不在于修为的提升，而是天剑的承载之法。在高武世界之中，苏雨找了很多的合金，甚至求助了李教授，可都没有找到能够承载天剑的方法。果然，这一次的出走成功给自己带回来了天剑的承载之法，甚至于天剑也是成功进阶到了2阶，和万象之剑一样了。苏雨也注意到了，伴随着李教授将武道意境划分了等级之后，自己的这个系统似乎根据自己的认知也认可了这种等级的划分，将剑意都分了等级了。这系统似乎是完全根据我自身认知而改变的。苏雨忍不住呢喃了一句，随后点开了系统。栏位1，出走中。栏位2，距离下一次出走还剩30天。栏位3，可出走。当前可选择世界：武侠世界 LV3， 权限已拥有；诡异世界 LV4， 下一个新世界解锁需12000世界点，世界点16400。看着面前的系统页面，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武侠世界的权限吗？什么意思啊？苏雨询问道。紧接着，系统便是给出了回应。武侠世界权限可以使得宿主出走时任意选取武侠世界的任何一个目标，同时可以用武侠世界当作主体，融合其他的世界。看着系统的介绍，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融合其他的世界，那岂不是说可以将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相互融合了？但是这样不会出问题吗？苏雨的手指轻轻地敲打在桌面之上，发出了清脆的声音。苏雨沉吟了片刻之后，我懂了，所以系统的存在就是通过培养一个又一个的世界之中的人物，用他们来打破世界的上限。当这个世界达到了极限之后，获取世界权限，促进和其他世界的融合。而世界点的存在，便是我对于世界权限的量化的体现。但不是所有世界都像武侠世界一样，能够培养那么多杰出的人物的，就像诡异世界。诡异世界有外神的存在，外神无时无刻都想要入侵诡异世界。但丁和维吉尔哪怕踏入了半神，
但依旧成为了外神的目标。相比武侠世界，诡异世界的世界等级提升难度不是一般的大。苏雨的脑海之中闪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念头。宇宙渺茫，保不齐这些世界存在于茫茫宇宙的某一个角落之中。苏雨深呼吸了一口气，将这些念头压制在了脑海的深处，凝望着眼前的系统页面，眼神微微眯起，有着金光闪烁着。世界融合，只是现在的武侠世界可比不上诡异世界啊。不过武侠世界中有武帝。片刻之后，苏雨缓缓站起身来，抬起手臂，在手表之上查看起了武库之中的功法。最终，苏雨消耗了一些功勋之后，在武库之中兑换了一本叫做归西功的武学。归西功也不算什么太高深的武学，就是一种通过睡眠降低自己体内生命活性的流逝。对那些受了重伤的武者来说，这门武学可以极大程度的减少武者自身的消耗，从而在受了重伤的情况下坚持更久。而对于那些没受伤的武者来说，运转归西功则可以陷入沉眠，让自身进入类似于冬眠的状态，能存活更久，并不是很难。所以苏雨在兑换了归西功之后，用了1-2个小时的时间之后，便是将其学会了。同时，苏雨又通过自己研究员的权限，在研究所内兑换了大量的武道资源。将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苏雨心念微微一动，武帝的画面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现在的武帝依旧还占据了一个出走栏位，再加上武帝已经走到了武侠世界的巅峰，以武帝对于武道的追求，见神不坏可远远不够。武侠世界中的修行法和高武世界完全不同，一旦世界融合后，武侠世界的上限再度提升，武帝必然会尝试突破更高境界。而见神不坏依旧相当于高武世界中断骨境了，见神不坏之后的路，也许能给我一些参考。望着武帝画面，苏雨心念一动，出现在了武侠世界之中。虽然在高武世界，苏雨仅仅只是过去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在武侠世界已然过去了1年多的时间。偌大的金銮殿内，武帝一人独自坐在龙椅之上，举手抬足之间，更是有着一股汹涌的力量在武帝的体内翻涌着。见神不坏，见神不坏就是武道的尽头吗？不，绝不是。武道之后必然还有路。武帝呢喃着，眼神之中充满了坚定。他本就是一个对武道追求到了极致的存在，如今虽然打破了武侠世界的桎梏，但在跨入了见神不坏之后，武帝又想要看到更远的武道之路。武帝，淡淡的声音传入了武帝的脑海之中。武帝那魁梧的身躯猛然一震，周身更是有着一缕缕猩红的气血猛然迸发而出。金銮殿内一阵阵的金光缓缓的闪烁着，模糊的身影出现在武帝的视野之中。仙人，武帝对于苏雨的出现并不意外，不过此时看到苏雨，武帝心中也有些惊喜。仙人，你来了。仙人，朕已打破了世界的桎梏，看到了宗师之后的道路。武帝静静地望着苏雨，沉声道：可是见神不坏之后，朕却感觉武道已是尽头。和上一次不同，上一次朕在宗师后依旧能隐约感觉到武道没有到尽头，可这一次在踏入见神不坏后，朕却只能感觉武道再也无法提升了，似乎触碰到了某种极限。听到武帝的话语，苏雨心中了然，他开口道：并非武道到了极限，而是这方天地到了潜力的上限，想要再度提升难。仙人，也就是说还有方法吗？武帝捕捉到了苏雨的言外之意，面对着武帝那期待的目光，苏雨缓缓地点了点头。有。刹那间，武帝的双眸瞬间闪光一道金光。敢问仙人，这条路怎么走？苏雨微微一笑，淡淡道：融合其他的世界。融合世界？什么意思啊？武帝有些茫然地望着苏雨。苏雨淡淡地说道：武侠世界的潜力已经达到了极限了，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尽头就是武侠世界的尽头。听到这一番话，武帝的脸色猛然一沉。若是想要继续提升这方世界的等级的话，就需要将其他的世界和这方世界相互融合，依靠着其他吸收世界的潜力，将武侠世界的潜力提升上来，这也是唯一的方法。武侠世界的潜力已经达到上限，唯有和别的世界融合，获取别的世界的潜力，才能再度提升世界上限。武帝听到苏雨的话后，也是陷入了思索。融合世界吗？只是除了我们的世界，真的还存在于其他的世界吗？武帝询问道。还有仙人，如何将2个世界融合在一起？武帝一连问出了2个问题。苏雨淡淡的说道：世界的融合，我自然有办法，但是想要将2个世界融合，那么2个世界的人必然会碰撞在一起，而现在的以这方世界的实力，还不是那个世界的对手。一旦融合，这方世界只会落入下风。武帝的眼睛微微眯起，大手猛然张开，朕有数万锦衣卫，100万大军，朕已经是古往今来唯一的见神不坏武者，难道这也不是其他世界的对手吗？武帝有些惊讶。苏雨对此只是淡淡的说道：另一个世界的强者分为了超凡、生位、半神以及伪神，其中半神境界的强者就相当于你这个见神不坏的武者了。你觉得你还是那个世界的人的对手吗？武帝的瞳孔微微一缩，半神、伪神，如果按照苏雨所说的那般，仅仅只是半神就相当于自己这个见神不坏的话，那么武侠世界还真的不是苏雨口中那个世界的对手。不过武帝很快便是反应了过来，目光熠熠地望着苏雨，仙人此番前来，想来并不只是为了打击朕吧？还请仙人赐法。武帝对着苏雨郑重一拜。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忍不住点了点头，还算上道。系统开启附加交易。丁，正在进行第2次附加交易，扣除200点世界点。丁，扣除成功，开始附加交易。随后苏雨便是将归西功以及从星空研究所之中兑换来的武道资源，一股脑的通过了系统的附加交易的功能交易给了武帝。
顿时，武帝便是察觉到了脑海之中涌现出了一股复杂的信息。有了上一次交易的经验，武帝也是瞬间反应了过来，盘坐在地上开始消化。归西宫到底还是人间武帝，天赋之强，仅仅只是一炷香的时间，便是彻底的将归西宫掌握了。仙人，您这是？在了解了归西宫之后，武帝反而有些不解了，这分明不是什么壮大自己的功法呀。紧接着，武帝便是看到了悬浮在半空之上的密密麻麻的武道资源，瞳孔忍不住微微一缩。苏雨的声音也是在这个时候缓缓响起了。当今的武侠世界，因为当初你执意要打破世界桎梏，经过一番厮杀，已然没有了那么多的强者了，甚至于宗师武者都几乎销声匿迹了。既然世界要融合，那将会是两个世界的碰撞，而不仅仅只是你武帝和另一个世界的碰撞。在我将世界融合之前，你要做的便是将我给你的这些资源大肆培养武侠世界之中的强者，而归西宫则是能够配合剑神不坏的特性，让你的生命力暂时保持在这个阶段，足以让你保持巅峰状态沉眠下去。而这个时间，武侠世界也能够渐渐的恢复往日的元气了。等到了那个时候，便是两个世界融合之时。苏雨说完，目光落在了下方的武帝身上。武帝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呵呵，武帝突然笑出了声，他缓缓抬起来，当初需要武者的血液助阵破开桎梏的，屠杀江湖武者的人是阵，如今要帮助武侠世界恢复元气的，竟然还是阵，还真的有些讽刺啊。武帝不由得感慨着。不过朕的一生只为追求武道极致，这些朕都不在乎。仙人，这件事朕做了。得到了武帝的回应，苏雨微微一笑，身影逐渐消散在了金銮殿内。回归了现实之后，苏雨缓缓睁开了双眸。武侠世界想要恢复元气，还需要一段的时间，而趁着这段时间，苏雨点开了系统的页面。栏位1，出走中。栏位2，距离下一次出走还剩30天。栏位3，可出走。当前可选择世界：武侠世界 LV3，权限已拥有；诡异世界 LV4。下一个新世界解锁需15000世界点，世界点16200。第3个出走栏位吗？苏雨摩擦着自己的下巴，目光落在了新世界可解锁的字眼之上。这么久了，世界点终于够了，也该看看第3个新世界到底是什么了。系统解锁新世界，丁，扣除15000点世界点，正在解锁新世界中。丁，扣除成功，恭喜宿主解锁新世界归基世界。苏雨赫然看到了系统页面之上可选择的世界之中多了一个归基世界 LV4， 依旧是4级世界吗？苏雨呢喃着，眼中带着一丝丝的好奇。系统出走，丁，您的基础剑法星剑、吞丹法和无相剑骨，因您的资质太弱，选择了离家出走。丁，每一次出走只能选择一个功法，请宿主确定功法。星剑，丁，星剑选择离家出走，请选择出走世界。归基世界，丁，此次出走需要耗费400点世界点。丁，世界点扣除成功，您的星剑来到了归基世界，正在寻找交易目标。丁，交易目标选择成功。伴随着一系列的机械声在苏雨的耳畔之中响起，眼前的画面顿时浮现。只见得在画面之中，一个极其细微，好似单细胞一样的机械生物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机械生命。苏雨看着眼前这个体积仅仅只是细胞大小的机械生物，不由得愣住了。苏雨想过很多，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归基世界之中的生灵竟然是机械生物。只是为何眼前的这个机械生物这么的小？难不成还没进行进化？这还是在系统的加持之下，苏雨才能够以肉眼看清楚眼前这个机械生物的模样。否则，即便是放在苏雨的面前，都未必能够看到。这玩意儿也不知道能不能说话呀。苏雨沉吟了片刻，选择了将星剑出走在了眼前这个机械生物之中。淡淡的光晕涌入了机械生物的体内，一瞬间，这只机械生物身躯瞬间变得僵硬，就像是短路了一下。砰！伴随着一道微不可察的声音响起，眼前的机械生物竟然瞬间就炸开了。啥玩意儿？就炸了！苏雨当即就懵了，还没有等苏雨反应过来，眼前的画面一瞬间就中断了。丁，很遗憾，星剑并未带回任何东西。眼前仅仅只有一行字出现在苏雨的面前。看了一眼3号栏位，发现冷却时间还有3天之后，苏雨也有些无语了。这还是他第一次出走遇到这种情况。不过很快，苏雨便是将心态调整了过来。归基世界之中的生命似乎和其他的世界有些不一样，里面的生物好似都是机械生物。这样的话，我身上的这些武学就有点不适合归基世界了，还需要找一些能够让归基世界的生物都能够修炼的武学才行。只是什么样的武学能够让机械生命修炼呢？苏雨陷入了沉思之中。罢了，只能看能不能找到了。我现在的目标是高考，还是需要将时间用在能够提升战力和修为之上。归基世界暂时搁置。苏雨旋即再度将目光落在了武侠世界之中。伴随着苏雨将世界融合的观念告知给了武帝之后，正如苏雨所想的那般，武帝也开始大肆的培养天下武者。昔日被武帝的铁骑踏破山门，收缴了无数宗门的功法，原本这些功法被宗门视作珍宝，此时却被武帝不要钱一般大肆传播了出去。大量的武道功法也是逐渐在武侠世界之中流传了起来。平静的江湖在武帝大手搅动之下再度活跃了起来，一个个崭新的江湖门派，一个个少年侠客犹如雨后春笋一般萌发了出来。甚至于朝廷的武禁也被彻底的解开。虽然遭受到了朝廷之中不少文官的阻止，但是武帝的威望实在是太大了，
这些声音很快便是在武帝那铁血般的手段之下彻底被镇压，甚至于朝廷还专门开设了武学院，不管是寒门子弟还是权势贵族的子嗣，只要达到一定的条件，就能够进入武学院之中，在武学院之中练武。至于那些散落在江湖四处的武者，也是被朝廷逐渐招安，只要加入朝廷，就能够得到功法。一时间，武侠世界的元气也开始一点一点的恢复了起来。金銮殿内，武帝端坐在龙椅之上，一道道命令从武帝的口中颁发了下去。武帝的双眸眺望着远方，正如先人所说的那般，两个世界的融合是两个不同世界强者的碰撞。朕要将这个世界的人培养起来，壮大起来，成为朕征服即将到来的新世界最锋利的剑人。苏雨看着这一幕，也不由得点了点头。在掌握了武侠世界的权限之后，苏雨能够随意的出走任何一个目标，而武帝开设的武学院挑选武学天才的举动，正好帮助苏雨筛选了一些人才，也是节约了苏雨的一些力气。随后，苏雨又是将画面调转到了阿牛那边。这个憨厚的小家伙依旧固执地站在岩壁之前，不断地挥舞着手中的铁剑，招式也很简单，直刺。此时距离李逍遥陨落已经过去1年的时间了，而在这1年的时间当中，这个反应迟钝的小子日日夜夜的都待在岩壁旁，不断地练剑，欲要将面前的岩壁斩碎。而在那岩壁之上，已然多出了好几十道锋利的剑痕。可即便是如此，这简简单单的直刺在阿牛的手中依旧是漏洞百出。对此，苏雨不由得摇了摇头，真是个固执的我小家伙，可惜天赋不行。旋即，苏雨收回了目光。床榻之上，苏雨盘坐着，片刻之后，苏雨缓缓睁开了双眸。现在可以开始打造天剑承载物了。苏雨起身走出了房间，因为研究员权限，苏雨找到了李教授，让李教授批准了一个打造天剑的实验室。这点小事情，李教授自然是欣然答应了。带着李教授的手信之后，苏雨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实验室内。在熟悉了这些设备之后，苏雨便是开始消化脑海之中系统出走带回来的打造天剑的方法。脑海之中同时浮现出了当初李逍遥打造天剑承载之物的画面。片刻之后，苏雨缓缓睁开了眼睛，默默地拿起了一些打造的设备，将一些合金扔到了火炉之中。到底还是高武世界，科技的发展比起武侠世界高出了不少，火炉的温度甚至都不用苏雨自己调节，只需要将合金的数据输入其中，火炉自动的就能够将温度调整到需要的刻度。很快，合金彻底的被融化，苏雨将其倒入了模子之中，从实验室内拿起了一个巨大的铁锤。在合金液体即将冷却的时候，苏雨快速的将其从模子之中拿了起来，另一只手握着铁锤，重重的敲打了下去。当当当，清脆的声音在实验室内回荡开来。脑海之中，白玉色的小剑发出了一道清脆的剑鸣，涌入了铁锤之中。每一次的敲击之中，便是有着天剑剑意一点一点的被锤入了剑刃之中。这样的时间一直持续了3天的时间。3日之后，一道冲天而起的剑意弥漫了整个实验室内，实验室内更是刮起了一阵阵极其凌厉的狂风，每一缕风都好似那锋利的剑刃一般。苏雨握着眼前这个银色的长剑，嘴角微微上扬。天剑终于成了呀！望着手中的天剑，苏雨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伴随着天剑成功炼制出来，苏雨的战力也会得到一定的增幅，在高考中把握自然也就更大了。现在距离高考还剩最后20天，苏雨的双眸之中闪烁出了一道金光。20天，那么放在武侠世界之中就是100年的时间，这100年的时间便是苏雨提升自己的最后的机会了。苏雨从实验室内走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盘坐在床榻之上，眼前系统的画面缓缓浮现。高武3天，武侠15年。15年的时间过去，伴随着武帝的一系列的举动，整个江湖之中也是逐渐恢复了不少的元气，越来越多的先天武者开始出现。而朝廷之中，武学院内更是收纳了不少的武学天才，整个武侠世界都在朝着好的方面开始发展。至于武帝，在看到所有的事情都按照自己的想象中的事情开始发展之后，也开始做起了第2手的准备，为自己建造陵墓。正如他和苏雨所说的那般，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的融合需要时间，武侠世界成长也需要时间。即便是武帝晋升到了见神不坏的境界，可是寿命终究还是有限的，唯有配合着归西宫的作用，强行让自己沉睡下去，延缓自己生机的流逝，这样才能够保证当诡异世界和武侠世界融合之后，武帝能够以全胜的状态面对着即将到来的世界冲突。看着这一幕，苏雨微微点头，到底还是人间武帝，做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井井有条，甚至连自己沉睡之后的事情都安排好了。苏雨沉吟了片刻，挥了挥手，系统的画面微微一转，阿牛的身影出现在了苏雨的视野之中。15年的时间过去，阿牛已然30岁，当初流着鼻涕的小家伙，此刻也是长成了一个面色坚韧的中年人，手中依旧握着当初李逍遥给阿牛的天剑，依旧不断的对着眼前的岩壁一剑接着一剑的直刺着。岩壁之上的剑痕已然多得数不过来了，甚至于一些剑痕都已经能够嵌入岩壁深处。可是岩壁依旧还是安安静静的屹立在阿牛的面前，而阿牛也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一般，依旧自顾自的挥动着手中的天剑。看到这一幕，饶是苏雨都忍不住微微感慨了一番，这个家伙还真的坚韧不拔呀！挥剑15年，这种毅力远超常人，也罢，就给你一个机会吧。苏雨深深的叹了口气，系统出走。定，您的基础剑法星剑、吞丹法和无相剑骨，因您的资质太弱，选择了离家出走。定，每一次出走只能选择一个功法，请宿主确定功法。星剑，
丁，星舰选择离家出走，请选择出走世界。武侠世界。丁，此次出走需要耗费300世界点。丁，世界点扣除成功，您的星舰来到了武侠世界，正在寻找交易目标。目标阿牛。丁，交易目标选择成功。伴随着一系列的机械声在苏雨的耳畔之中响起，一团乳白色的光辉瞬间出现在了阿牛的头顶之上。然而这个憨厚的家伙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头顶之上的异常，直到光团落在了阿牛的眉心之间，最后融入了进去。阿牛的身躯微微一颤，整个人仿佛陷入了某一种顿悟一般，手中的长剑也不再挥动了。他盘坐在原地，静静地吸收着脑海之中的信息。片刻之后，阿牛缓缓睁开了双眸，眼睛之中无喜无悲，仿佛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一般。再度拿起了手中的天剑，对着眼前的岩壁出剑，依旧还是直刺。但是苏雨却是注意到，伴随着自己的星剑出走到了阿牛的身上之后，阿牛的动作竟然变得平稳了几分。希望你不要浪费我的出走栏位啊！苏雨深深地看了一眼阿牛，随后散去了系统的画面，不再关注。而阿牛依旧站在岩壁之前，不断地练剑。苏雨意识回到了高武世界，苏雨也是开始修炼着无相剑骨。武侠世界有武帝，苏雨自然没有后顾之忧。趁着这个时间，苏雨也要抓紧时间淬炼自己的筋骨。只是修行还没有多久，便是被通讯手表上的信息提示阴吵醒了。苏雨的眉头微微一皱，但是当苏雨看到通讯手表之上的信息之后，却是忍不住露出了一抹欣喜的神色。竟然这么快！苏雨连忙从床榻之上起来，朝着近战武器研究院走去。很快便是在近战武器研究院内看到李教授和王宁两人坐在沙发之上，激动地讨论着什么。苏雨推门而入，两人看了过来。苏雨你来了，正好看到我给你发的消息了吗？李教授激动地说着。苏雨微微一笑，这不是看到就抓紧时间过来了吗？李教授拉着苏雨的手坐在了沙发之上，哈哈哈，现在2项研究的审核已经通过了，再等1个月测试完成之后就能够量产了。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本来还以为审核的时间很长，自己在高考之前未必能够看到了，却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完成了。他终究还是小看了李教授在星空研究所的地位了。作为近战武器研究院的院长，地位可是仅次于星空研究所的所长了。只要是经过李教授的研究成果，审核都很快的。李教授，今天叫我来，应该不仅仅只是审核通过这么简单吧？苏雨好奇地看向李教授。虽然审核通过，苏雨也很开心，但李教授也不至于让自己马上过来一趟，估计还有什么消息要和自己说一下。果然，李教授哈哈大笑，苏雨更是注意到了王宁脸上露出了羡慕的神色。由于这几项研究成果当中都有你的名字，我专门为你申请了高级研究员的身份。听着李教授的话，苏雨都忍不住一愣。一旁的王宁更是羡慕地说道：“真羡慕你啊，苏雨！要知道，当初了从初级研究员提升到高级研究员，可是足足耗费了5、6年的时间才堪堪提升上来啊。”而苏雨想的却不是这个身份，而是这个身份带来的好处。高级研究员可以解锁3级武库权限。苏雨连忙看向了自己的通讯手表，查看起了3级武库的兑换清单。但是看了一眼，苏雨的眉头便是微微一皱。3级武库之中，固然武学和一些稀有的材料都多了好多种，但是苏雨却并没有看到炼神武学。为何3级权限都没有炼神武学？苏雨有些不解地问道。要知道，3级权限基本上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不仅仅需要很大的贡献，还需要有一定的身份才能够做到。别看苏雨获得高级研究员的身份极其的简单，但那是因为苏雨在这几项研究之中的贡献也很大的，基本上是找不出第二个苏雨这样的人了。即便是王宁这样的研究天才，也是耗费了5、6年的时间才是拿到了高级研究员的身份的。可即便是如此，都没有炼神武学，难不成的等到自己解锁2级权限？这时，李教授缓缓地说道：“3级武库之中自然有炼神武学。既然有，苏雨一愣，为何我没有看到？”李教授继续解释道：“之前我便跟你说了，想要成为炼神境，以及成为炼神境之后，这都是一种极其微的过程，更是需要强大的心性才能够跨入炼神之中。所以，不管是任何人在跨入炼神境之前，9周都会对每一个有希望跨入炼神境的断骨境武者进行考验，专门考核心性和意境的掌握程度。你作为高级研究员和坚壁勋章的拥有者，自然有这个资格兑换。只是考验还没有结束之前，炼神武学暂时不会对你开放。等你什么时候跨入了断骨境9层，通过了9周的考验的话，炼神武学自然也就开放了。”李教授缓缓地说道。苏雨了然，我现在仅仅只是断骨境5层，距离9层还有一定的距离，炼神武学倒也不是很着急。苏雨默默地在心底念叨着。李教授的声音再度响起：“炼神境的武学不用着急，你现在最主要的目标还是高考，等高考结束之后再关注炼神武学也不迟。毕竟一些武道学府之中，有些专门的炼神武学是武库之中所没有的，需要进入武道学府之中进行修炼。尤其是好的武道学府，其炼神武学也更加的霸道，凝练的神奇所带来的实力提升也更加的恐怖。正如那顾长歌一般，加入的星河学府一举凝练剑神，其炼神之力远超同境界的炼神境武者。”听着李教授的话，苏雨也不再关注炼神武学了。诚然，自己现在最主要的目标终究还是高考啊。旋即，苏雨又是看向了3级武库之中。现在第3个世界已经解锁了，再加上出走星剑的话，未免也太单调一些了。无相剑骨又是和星剑同出一源，所以还需要一些全新的功法。苏雨的目光快速的在3级武库扫过，找寻着适合硅基世界的武学。硅基世界的生命大概就是苏雨第一次看到的那般机械生命，这样的生命，一般的武学恐怕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反而是一些独特类型的武学反而有点作用。比如一些需要依靠着一些炼化合金之类的武学，或许对归基世界的生命有一定的作用。很快，苏雨便是在3级武库之中找到了合适的武学——铁身诀。铁身诀乃是断骨境武学，分为了几个境界，分别为铁身、铜身、银身以及金身，分别对应了气血境、炼脏境、断骨境以及炼神境。据说，若是能够修炼到金身，仅仅凭借着肉身之力，就可以在炼神武者手中坚持一段时间。但仅仅只是理论上，现实中金身境从未有人踏入过，哪怕连这门功法的创造者，也不过是银身境。这一种通过吸收微量金属元素，融入自己的体内，从而提升自己体质的武学，铁身诀也算得上是比较稀有的武学了。之前苏雨还是4级武库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到。而现在，伴随着苏雨成为了高级研究员，武库权限也是提升到了3级，铁身诀也是出现在了苏雨的武库之中。硅基世界之中的生物又是机械生命，这种能够通过吞噬金属元素的武学，想来应该很适合硅基世界之中的生物了。虽然目前为止，苏雨还没有搞懂硅基世界之中的情况，但就武学来说，铁身诀是目前看来最适合的，至少不会像之前出走、星剑那般直接把硅基生命搞短路，直接炸开了。苏雨在3级武库之中将铁身诀兑换了，很快便是有专人将铁身诀送了过来。不过苏雨并没有着急修炼，现在最主要的目标还是提升自己的实力。毕竟3个出走栏位已经用掉了2个，其中1个还陷入冷却之中。此刻距离高考还剩下不到20天的时间了，而那冷却的出走栏位却是还需要20多天的时间。苏雨看向了李教授，教授，星空研究所中有什么仪器亦或者是地方能够辅助我修行吗？星空研究所不仅仅只是研究武器和一些未知的东西的地方，还有诸多外界不拥有的资源和辅助修炼的地方，这也是苏雨来这里的最主要的目的。李教授沉吟了片刻，你最大的底气还是你掌握的意境以及无相剑骨。这样吧，我让王宁带你去意境修炼室。意境修炼室？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李教授笑呵呵地说道，我星空研究所作为9州顶尖的研究所，各种辅助修炼的地方和仪器都有，只要支付功勋就能够进行修炼。至于这个意境修炼室，等王宁带你去了，你就知道了。王宁缓缓站起身来，一把搂住了苏雨的肩膀，走吧，苏雨。随后，苏雨便是在王宁的带领之下前往了意境修炼室。很快在王宁的带领之下，苏雨支付了一定的功勋之后，进入了意境修炼室内。房间内，苏雨分明感受到了一股极其恐怖的压力，朝着自己压迫而来。苏雨将各种剑意释放开来，这才堪堪抵挡了4周的压力。而且苏雨还特别的发现，伴随着这些压力，自己丹田之中那无相剑骨化作的小剑淬炼筋骨的速度竟然加快了。苏雨的眼睛一亮，连忙盘坐在地上，开始修炼着无相剑骨。伴随着4周的压力，苏雨运转无相剑骨，一缕缕的剑气不断的涌入苏雨的全身。苏雨感觉自己全身的骨骼在这一刻好似受到了万千只蚂蚁的啃食一般，奇痒无比。苏雨强忍住这一股奇痒，不断的操控着小剑之中溢散出来的剑气，锤炼着全身的筋骨。时间飞速的流逝，眨眼之间10天的时间过去。意境修炼室内，苏雨猛然睁开了双眸，身躯微微一震，一股强悍的气血从苏雨的全身溢散而出，浓浓的血雾好似要将苏雨包裹一般。若是有人能够看到苏雨的内部的话，就会发现苏雨全身的骨骼，其中60%的骨骼都散发着一层淡淡的白玉色的光辉，充斥着可怕的威能。断骨境6层，终于到了。苏雨微微呢喃着，感受着体内充斥着强悍的力量，饶是苏雨都忍不住嘴角泛起了一丝丝的弧度。10天的时间过去了，也不知道武侠世界之中如何了。苏雨眉头微微一挑，从意境修炼室之中走出，扣出了功勋之后，便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当中，简单的洗漱了一番。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将系统召唤出来，系统画面自动的浮现在苏雨的面前。画面之中，一道身影静静地站在岩壁边上，孜孜不倦地对着岩壁刺出一剑。砰！一剑落下，岩壁微微一震，竟有着细小的落石从岩壁之上落下。然而那人仿佛没有察觉一般，再度刺出了一剑。此人赫然便是阿牛了。高50天，武侠50年。50年的时间过去，当初的中年人已然浮现出了一丝丝的暮气。阿牛的两鬓更是在这一刻泛白，就连肌肤都变得皱皱巴巴的了。先天境虽然能够增长一些寿命，但并不多。而现在的阿牛已然80余岁了。在岩壁的旁边，有着一座破旧的小木屋，静静地屹立在那里。木屋的旁边，则是被开垦出来的一方小田。这一个小木屋和一方小田，恰好保证了阿牛每日的生活所需。而除开了每日的吃饭睡觉，阿牛基本上时时刻刻都待在岩壁旁，刺出那平平淡淡的一剑。或许是阿牛年复一年，每日都在岩壁旁练剑。从少年到中年，从中年到暮年，村落之中的百姓更是将阿牛当做了怪胎，以至于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岩壁怪胎的名气也是逐渐在4周的村落传开。甚至于不少人有时候无趣，都会来到这里观看阿牛练剑。渐渐的，阿牛的名声也是传入了江湖之中，一些好事者更是从千里之外赶到了岩壁旁，看着这个痴傻的剑客。然而，不管风吹雨打，亦或者周围站满了看客，阿牛仿佛并没有察觉一般，自顾自地练着这简简单单的直刺。有人趁着阿牛吃饭的时间，打趣地问道：“阿牛啊，你每天在这里到底要干什么？”每当遇到有人询问，阿牛总是露出一丝丝憨厚的笑容，轻声道：“我要将岩壁展开。”众人一愣，要知道，眼前的这个岩壁非常厚，即便是一般的宗师强者，也不敢说自己能够将其直接斩断。而阿牛这般的痴傻之人，即便是有着先天境的修为，也万万不可能做到吧。
转而有人笑着询问阿牛：岩壁斩断之后，你又当如何？岩壁展开吗？阿牛愣了一下，望着眼前的岩壁，浑浊的双眸之中突然有着一道金光爆射而出。他大声地说道：斩断岩壁，我要为师报仇，去那天津剑斩武帝。此话一出，顿时整个小木屋的四周都陷入了死寂当中。剑斩武帝，即便是当今武境解除，江湖之中的武者越来越多，就连宗师强者都达到了2位数，甚至还有好几位已经达到了宗师境巅峰的境界。可也没有哪个人敢说自己能够剑斩武帝的。即便是当今武帝已经很久没有出手了，谁也不知道武帝到达了什么样的地步。可武帝依旧是当今的世界第一人啊！有人冷笑一声：开什么玩笑，剑斩武帝，你怕是连天津都还没有进去，就已经被锦衣卫乱刀砍死了？可不是嘛，这家伙吃傻到髓了，竟然还敢想这样的事情。走走走，这样的痴傻之人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看戏了。不少人一哄而散，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害怕和阿牛扯上关系，被天津的锦衣卫注意到。毕竟这一番话在当今的武侠世界之中可是犯了大忌的。周围的人将阿牛当作了怪人，甚至于就连一些靠近岩壁的村民都是连夜搬离，不敢靠近阿牛丝毫，生怕因为居住较近被锦衣卫的人查到。对于这一次，阿牛仅仅只是憨厚一笑，没有理会他人的想法，继续拿起了手中那粗糙的天剑，日复一日地站在岩壁旁持刺。别人笑着阿牛的痴呆，但是在这数十年如一日的练剑之中，阿牛却是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种感觉。站在岩壁旁刺出一剑，几乎成为了阿牛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事情。或许数十年之前，阿牛练剑仅仅只是因为自己对李逍遥的一个承诺，报答李逍遥的恩情。那么现在，阿牛已经喜欢上了这种每日挥剑、每日直刺、每日进步一点点的感觉。苏雨默默地看着岩壁前的身影，突然眉头微微一挑。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一丝丝的错愕之色从苏雨的双眸之中浮现了出来。阿牛对着眼前的岩壁刺出一剑，而在这一剑之中，苏雨分明感受到了一股极其玄之又玄的波动，仿佛进入了某一种玄妙的境界一般。苏雨定睛，仔细地观察着阿牛。日日夜夜，阿牛的身影总是站在岩壁之上。终于，这一日，当阿牛连续刺出了3000剑之后，并未停歇，又是一剑刺出。这一剑刺入石壁，而苏雨也是愕然地发现，在这一剑之中，竟然有着一股陌生的剑意突然迸发。突然，刺入石壁的天剑发出了一道清脆的剑鸣声，一缕缕的剑气从天剑之中溢散而出。咔嚓，岩壁之上竟然直接裂开了一道道狰狞的裂缝。下一刻，轰隆隆，整座岩壁更是在这一剑之下轰然倒塌。50年的时间，因为武帝的缘故，天津依旧是整个武侠世界的中心。然而和50年之前不同，当初的天津是整个江湖武者的噩梦。可是伴随着武帝和苏雨之间的谈话之后，武帝将大量的功法传入江湖之中，更是开设了武学院，挑选天下武者天骄，更是大肆招揽天下武者，为朝廷效命。50年后，天津已然成为了江湖武者心中的圣地。而武帝也是开设了一个特殊的机构——武堂。武堂统领天下武者，武堂令出，天下武者莫敢不从。50年的发展，整座江湖开始逐渐兴盛，诞生出了数以10万计的武者，伴随着功法不断的流传在江湖之中，武者更是宛若雨后春笋一般不断的冒出，越来越多的江湖势力诞生。或许是世界上限被打破，宗师的诞生变得更加容易了。光是武帝的麾下的武堂之中，便是有着3尊宗师。至于江湖之大，宗师的数量就更加的恐怖了。可是，在剑神不坏的武帝面前，这些宗师依旧只能够俯首称臣。50年的时间过去，武帝依旧还是那么的年轻。依靠着归西宫的作用，武帝是不是会进入短暂的沉睡？再加上武帝又是剑神不坏的顶尖武者，即便是岁月流逝50年，武帝的寿元依旧极其的悠长。武帝坐镇，天津愈发繁华。一日，偌大的天津城门之外，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背后背负着一个普通松木打造而成的剑匣，身穿布衣，缓缓走来。望着眼前偌大的城墙，老者的脸上挂着一抹憨厚的笑容，浑浊的双眸之中，眼神却是清澈无比。老者呵呵一笑，一步跨出，步入了天津。入夜，点点的繁星点缀在黑幕之上，洒落一缕缕的星辉。阿牛行走在寂静的街道之上，一步一步走得极其的缓慢，足足走了半个时辰，才是能够看到那天津深处的紫禁城。天津之中并无宵禁，四周的行人，包括一些巡查的兵卒，都是将阿牛当做了普通的老人家，并没有在意。唯有苏雨通过系统的画面，静静地凝望着街道之上的阿牛。苏雨赫然地发现，伴随着阿牛每一步的走出，竟然都有着一股微弱的剑意在阿牛的体内逐渐汇聚了起来。一直到了阿牛顺利地站在了紫禁城外，阿牛体内的剑意已经浓郁到了一股极其恐怖的程度。这家伙，苏雨不由得宛然一笑，看来还真的给我带来惊喜了呀。苏雨呢喃着，目光一直停留在阿牛的身上。阿牛的每一步都有着剑意凝聚，而每走出一步，阿牛身上的剑势也更盛。来者何人？紫禁城内，闲人止步。紫禁城城门口有士兵望着不断走来的阿牛，呵斥一声。对此，阿牛仅仅只是憨厚一笑，不要进去，放肆！士兵见状勃然大怒，纷纷操起了手中的武器，朝着阿牛杀去。然而，面对着诸多士兵的攻伐，阿牛的脸上依旧挂着一抹憨厚的笑容，甚至于剑匣都没有打开，一股极其凌厉的气势瞬间自虚空之中弹射而出，落在了诸多士兵的身上。一众士兵在这股气势的压迫下，竟然都无法靠近阿牛。然而，
阿牛仿佛没有注意到这些人一般，目光坚定地注视着紫禁城，面容平静，缓缓前行。而这里的动静也是瞬间吸引到了紫禁城内3大宗师的注意力。何人胆敢在紫禁城内作乱？一道咆哮声从紫禁城深处传来，只见得3道恐怖的身影踏着大地疾驰而来。他们看到了阿牛，同时也看到了周被剑士击溃的士兵，勃然大怒，更是有宗师怒极反笑。很好，数十年来还从来没有武者胆敢在紫禁城内作乱，贼子安敢！3位宗师齐齐出手，一道道恐怖的内力从3位宗师的体内喷涌而出。我要进去，我要见武帝！阿牛憨厚地笑着，背后的剑匣瞬间打开，一柄粗糙的铁剑落入阿牛的手中。下一刻，阿牛对着眼前的3位宗师缓缓地刺出了一剑。嗡嗡嗡，剑气激荡而出，好似化作了剑气龙卷一般，直勾勾地朝着3位宗师杀去。什么？3位宗师脸色狂变，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便是感受到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在自己的身上炸开。咚咚咚，伴随着3道闷响，3位宗师的身影更是瞬间被砸入大地之上，身躯之上遍布着密密麻麻的剑痕。一剑败退3大宗师。做完这一切，阿牛刚刚收起铁剑，准备继续前行，却是身躯微微一顿，看向了前方。只见得一个身穿龙袍的魁梧身影缓缓从紫禁城的深处走来，一双虎眸闪烁着好奇的神色。人间武帝！武帝望着阿牛一剑败退3位宗师，脸上都忍不住露出了一抹惊讶之色。陛下！3位宗师挣扎着站起身来，想要继续对阿牛出手，但是却被武帝阻止。武帝饶有兴趣地望着阿牛：“你是何人？来这的紫禁城想要干什么？”武帝能够感受到阿牛身上那股对武道的追求，这种感觉他最熟悉不过。阿牛望着眼前的武帝，脸上依旧挂着一抹憨厚的笑容。为师报仇，师从何人？家师李逍遥。话音落下，武帝的双眸之中出现了一丝意外。武帝深呼吸一口气，李逍遥吗？武帝想起了当初那个倔强的女子，不由得泛起了一丝丝的笑容。李逍遥的弟子吗？有趣，实在是有趣。武帝缓缓踏出一步，一股冲天起的气势从武帝的体内冲天而起。武帝负手而立，带着一丝丝追忆之色望着眼前的阿牛。就让朕看看，你从李逍遥的身上学到了什么本领。面对着武帝那恐怖的气息，阿牛憨厚一笑，缓缓将身后的剑匣取下来，握紧了手中的铁剑。看着手中的铁剑，阿牛浑浊的双眸之中却是涌现出了一抹清明之色，体内的剑意疯狂的涌动，宛若浪潮一般涌入了铁剑之中。嗡嗡嗡，铁剑不断的颤抖，发出了一道道清脆的剑鸣声。刹那之间，一股锋利的气势从阿牛的体内迸发。阿牛愚笨，只学会了家师一剑直刺，今日陛下当面，阿牛只出一剑。阿牛呢喃着，缓缓朝着武帝走去。这一剑，阿牛为师传道之恩；这一剑，阿牛为了师尊那尚未扬名的逍遥剑；这一剑，阿牛为了此剑本身。喃喃声音响起，有剑气迸发，化作劲风，吹拂天地。这一剑凝聚了阿牛的武道，也凝聚了当年李逍遥的不甘。这一剑是阿牛数十年来于岩壁之前的无数个日日夜夜。这一剑是每日数万次挥剑，是数十年来100万次的直刺。阿牛愚笨，只会这一剑，但却将这一剑练到了登峰造极。阿牛，阿牛！缓缓的，阿牛走到了武帝的面前，脸色一片平静，就好似这一剑和平日里那无数次挥剑一样，一般无二。下一刻，阿牛出剑。阿牛的身影看上去极其的缓慢，手中那粗糙的铁剑对着面前的武帝缓缓的刺出，剑招极其的普通，就是简简单单的直刺。但是伴随着铁剑的刺出，一股凌厉的剑意瞬间从铁剑之中呼啸而出。嗡嗡嗡，剑鸣声响彻了紫禁城，一缕缕的剑气纵横而出，好似化作了锋利的刀子一般，猛然杀向了面前的武帝。威能之盛，即便是附近的3位宗师，在看到这一剑之后，都忍不住脸色微微一变。只不过武帝终究还是剑神不坏的强者，以武帝的修为，足以轻易的躲开这一剑。但是偏偏武帝并没有躲，望着阿牛刺出的这一剑，这一剑蕴含了阿牛数十年的武道意志，蕴含了李逍遥一生的不甘，蕴含了阿牛数10年如一日的练习。哈哈哈，好，好得很。武帝望着眼前的铁剑，突然大笑一声。他不躲，他乃是人间武帝，他是追求武道极致之人，他更想要看到阿牛这一剑的风采。长剑如龙，呼啸而出，卷起一阵阵剑气风暴，好似龙卷风一般，直勾勾地朝着武帝杀来。阿牛的身影在这一刻竟然变得极其的轻盈，整个人的生命在这一刻都好似升华了一般。武帝放肆大笑着，有着猩红的气血从武帝的体内喷涌而出，在月光的照耀之下，一柄猩红的魔剑瞬间浮现在了武帝的手中。这一剑让朕很开心啊！武帝大笑一声，一步跨出，手中的魔剑猛然斩出。枪！伴随着一道金属碰撞的声音炸开，恐怖的剑光剑气肆虐而出，一股汹涌的能量风暴自两人的身躯之中扩散开来。四周的3位宗师仅仅只是看到了一缕白色的剑光和一缕猩红的剑光碰撞在一起，紧接着狂暴的气浪却是让3位宗师不得不催动体内的内力，艰难地抵挡着。咚！又是一道闷响传来，能量风暴逐渐散去，大地之上飞沙走石，灰尘漫天。渐渐的，灰尘逐渐散去，露出了一道魁梧的身影，站立于天地之间。而在那魁梧身影的面前，苍老的身躯宛若失去了光滑，软弱无力地躺在地上，身边粗糙的铁剑已然断成了2截。陛下！
三位宗师顿时一惊，连忙来到了武帝的身边。武帝轻轻地摇了摇头，目光落在了阿牛的身躯之上。他目光悠悠地望着阿牛，眼神之中却是有着一抹赞桑之色浮现。你比当初的李逍遥厉害多了，他能够有你这样的弟子，黄泉之下也能笑傲九幽了。阿牛的身躯轻轻地颤抖，艰难地抬起头来，鲜血顺着他的嘴角不断地溢出，最后扯出了一抹憨厚的笑容。可是最坚硬的岩壁，阿牛还是没有斩断啊！话音落下，阿牛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懊恼之色。师傅，阿牛失败了。武帝默默地望着阿牛，直到阿牛气绝身亡。而这个时候，武帝的左肩之上却是突然炸开了一道血痕，鲜血喷涌出。三位宗师惊愕地望着这一幕，武帝被伤到了。要知道，自从武帝跨入了剑神不坏之后，更是修炼了80年有余，实力早就达到了深不可测的境界。放眼整个世界，也没有人能够伤到武帝，即便是他们三位联手，都未必能够碰到武帝的一绝嘶吼。可是偏偏眼前这个不过先天之境的老头却做到了这一步。一时间，饶是三位宗师都忍不住露出了尊敬的目光，看向了阿牛。逍遥剑吗？武帝仿佛没有察觉到左肩伤口传来的疼痛一般，只是自顾自地望着阿牛的尸体。从今日之后，逍遥剑必将扬名天下。武帝微微呢喃着，看了一眼左肩的伤势，不再关注，缓缓转过身去，朝着紫禁城的深处走去。最后，一道声音从紫禁城的深处悠悠传来：传朕命令，将阿牛安葬。三位宗师身躯微微一震，恭恭敬敬地对着紫禁城的深处一拜。是。苏雨默默地望着这一幕，直到机械般的系统声音在苏雨的耳畔之中炸响。定，恭喜宿主新建带回极剑3阶剑意。定，恭喜宿主新建带回20年内力。定，因为宿主改变阿牛的命运，造成世界大幅度变动，奖励2000世界点。苏雨的身躯微微一震，阿牛的20年内力涌入了苏雨的体内，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就被苏雨彻底的炼化了。当初的李逍遥跨入宗师带回来的内力足足有着60年，而阿牛仅仅只是先天之境带回来的内力只有20年，对于现在的苏雨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不过苏雨在意的并不是内力，而是阿牛带回来的极剑剑意，3阶剑意。要知道，不管是天剑还是万象之剑，都仅仅只是2阶剑意的程度，而阿牛的反馈却是3阶极剑剑意。也难怪阿牛能够凭借着先天之境伤到武帝，在剑意之上，恐怕即便是武帝也不是阿牛的对手。苏雨看了一眼系统页面，栏位1，出走中；栏位2，距离下一次出走还剩20天；栏位3，距离下一次出走还剩20天。当前可选择世界：武侠世界 LV3， 权限已拥有；诡异世界 LV4， 暂无世界可解锁。世界点2500。栏位2和栏位3都还有20天的冷却。20天吗？看来高考之前只能看武帝的情况了呀。苏雨呢喃着，随后盘坐在了床榻之上，开始消化着阿牛反馈回来的极剑剑意。这种3阶剑意，若是能够掌握，苏雨的战力还能够大幅度的提升。伴随着一道光辉没入了苏雨的眉心之中，苏雨不断的消化着其中的信息以及道韵。到底还是3阶剑意，即便是现在的苏雨想要消化其中的韵味，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足足过去了好几天的时间，苏雨这才堪堪将3阶极剑剑意彻底的炼化。而在苏雨的脑海之中，一枚淡黄色的小剑缓缓在苏雨的脑海之中成型。紧接着，嗡，清脆的剑鸣声回荡在苏雨的脑海之中，一股坚韧之意从苏雨的体内弥漫了出来。在将极剑剑意彻底的炼化之后，苏雨缓缓睁开了双眸，感受着其中的奥妙。在彻底的熟悉之后，苏雨继续点开了系统画面。几天的时间过去，武帝再和阿牛一战，也过去了10几年的时间。自武帝成就剑神不坏后，武侠世界已经过去了数十年，而之前一直准备着的陵寝，也是在这个时候被彻底的建造完毕。金銮殿上，武帝端坐龙椅，即便是年近100，可是依靠着剑神不坏的修为以及归西功的作用，此刻的武帝和中年人没有什么两样。朕即将沉睡，今后这段日子由纣统领皇朝走向。武帝雄浑的声音回荡在整个金銮殿内。一个身穿蟒袍的青年恭恭敬敬地走上前来，对着武帝微微一拜。此人乃是武帝选择的继承人，同时也是武帝最小的儿子。虽然年纪尚幼，可也继承了武帝的杀伐果断。而武帝也自信自己留下来的手段，足以保证自己的沉睡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而沉定不负父皇所托。纣的声音铿锵有力。翌日，武帝一人缓缓来到了一处极其辉煌的地下陵寝。这一个陵寝乃是武帝花费了足足几十年的时间，耗尽了人力物力才打造而出的属于武帝一人的陵寝。武帝一人独自走在空旷的陵寝之中，随后坐在了床榻之上。他轻轻地闭上了眼睛，自己这一沉睡便是不知道多少年的时间。他要在陵寝之中等待着未来的到来，等待自己的世界和另一个为止的世界碰撞。武帝深呼吸了一口气，抬头望着高高的穹顶，轻声道：仙人，何不一叙？朕知道一切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听着武帝的话，苏雨沉吟了片刻，金色的虚影出现在了武帝的面前。苏雨望着武帝，第一句话便是：这一沉睡不知道有多久，你能确定在这段时间内没有人会打扰你的沉睡吗？武帝闻言笑了，笑得极其的开怀，笑得极其的自信。仙人，你终究还是小瞧朕了。朕统领皇朝数十年，整个皇朝早已铁板一块。朕能肯定，50年的时间内，这天津上上下下，江湖四海，无人敢生出丝毫的二心。武帝依旧还是当年的武帝，依旧还是当年的自信。苏雨深深地看了一眼武帝，
我会在合适的时间将你唤醒，只不过可能是数百年后。你真的能够确保皇朝不崩，天津不灭吗？武帝淡然一笑，举手投足之间，一股自信油然而生。即便是皇朝崩坏，天津泯灭，待朕苏醒之日，皇朝依旧还是现在的皇朝，天津也将在废墟之上重建。先人无需多虑。苏雨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开始吧。武帝嘴角泛起了笑容，整个人躺在了床榻之上，默默地运转着归西功。渐渐的，苏雨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武帝身上的气息逐渐变得微弱了起来，甚至于若不是苏雨能够确确实实地看着眼前的武帝，甚至都感受不到武帝身上传来任何的气息。这便是归西功的作用了。这次的运转足够保证数十年之后，武帝能够以现在的姿态再临人间。人间武帝，那么下一次再见，就让我看看你口中的雄心壮志到底能不能实现。苏雨的双眸之中闪过而来一道金光，随后身影化作了斑驳的金色光辉，逐渐消散在了陵寝之中。偌大的陵寝伴随着苏雨的消失，逐渐变得安静了起来。走出了陵寝之后，苏雨又是通过系统的画面观察了几天武侠世界的变故。正如武帝所说的那般，即便是武帝沉睡，皇朝依旧极其的平稳，正在以一种有条不紊的趋势逐渐发展下来。这几年内虽然也滋生了一些想要刺杀当今天子、取缔皇位的骚乱，但都是被武帝留下来的后手轻轻松松的解决。正如武帝的自信一般，即便是武帝沉睡，整个皇朝依旧在他的手中牢牢掌握着，没有任何人能够跳出武帝的掌控之中。那就之后再见。苏雨微微一笑，散去了系统画面。星空研究所内，苏雨缓缓苏醒，看着墙壁之上的钟摆，苏雨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浊气。距离高考只剩下最后5天了，苏雨默默地站起身来，将房间之中属于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一番，随后来到了近战武器实验室，和王宁以及李教授两人做了告别。李教授望着眼前的苏雨，不由得感慨了一声：我这一辈子基本上都在实验室之中度过，但我见过的天才也不少，但还从来没有人像你这般天资妖孽。或许九州的未来就在你们这群年轻人的手中。去吧，大鹏一日同风起，希望我能在高考之中看到你的名字。承受着李教授的祝福，王宁同样是嘿嘿一笑。苏雨，老哥我也不会说些什么，就祝你金榜题名吧。嘿嘿，若是有机会，希望咱们还能再见。一定。苏雨微微一笑。苏雨背起了行囊，在李教授和王宁两人的注视之下缓缓离开，正如苏雨当初来那样，默默的到来，默默的离开。敬礼。走过大门，两边的哨兵齐齐敬礼。苏雨默默的回了一个军礼，踏上了回归江南城的步伐。苏雨，你回来了。高3、8班的教室内，李红金呼声响起。教室中所有学生在这一刻齐刷刷的抬头望着门口外站着的青年。苏雨一举成为天骄营的学生，可以说是让李红在教师的圈子当中好好的吹嘘了一番，甚至于高3、8班的同学都已成为苏雨的同班同学而荣。只是现在苏雨突然回到了教室，却是让李红以及一众的高3、8班的学生显得有些局促了起来。苏雨微微一笑，算是和李红打了一个招呼，随后坐在了自己之前的位置上。下课铃声响起，苏雨也是和之前班上关系比较不错的同学简单的交流了一下。苏雨发现整个高3、8班的学生大部分未能突破气血境，只能以普通考生的身份进行考试，极小部分的学生修为达到了气血境。至于炼脏境，整个8班只有昔日的班长边令辉一人堪堪达到了炼脏境一层的修为，这样的修为放在如今的天骄营当中，也只能算得上是垫底的成绩了。苏雨走到了边令辉的身边，轻声问道：高考准备选择哪一所学府？对于边令辉，苏雨还是比较友善的。之前苏雨的系统还没有激活的时候，这个当时的8班的第一天才并没有如同其他天骄那般盛气凌人，反而乐于助人，这样的品质苏雨还是比较敬佩的。边令辉依旧是那憨厚老实的笑容，他挠了挠自己的头，思索了一番之后才是说道：应该是军校吧，我父亲从小就告诫我，长大了一定要成为顶天立地的军人，保家卫国。军校吗？苏雨沉默了许久。边令辉的话让苏雨想起了之前在坚壁军团遇到的那群可爱的战士们，他们于前线奋勇杀敌，大多数也都是从军校之中毕业出来的，一毕业就进入坚壁防线阻敌。对于这样的人，苏雨向来都是敬佩不已的。加油！拍了拍边令辉的肩膀，苏雨微微一笑，随后站起身来准备离去。今日回到高3、8班，苏雨仅仅只是想要和相处了3年的同学以及老师叙叙旧的，但是苏雨也敏锐地观察到，伴随着自己的回归，班上的同学总是以一种羡慕以及一点点陌生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甚至于就连边令辉和李红都或多或少有种这点情绪在里面。诚然，苏雨的脚步越来越快，和身边人也拉开了距离。一时间，苏雨也是有些恍惚。从学校离开之后，苏雨便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几个月的时间都在外地，家中不免布上了一层层的灰尘。苏雨也没有嫌弃，默默地拿起了打扫的工具，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之后，这才舒舒服服地坐在了沙发上。外面的世界纵然再精彩绝伦，可是家却永远是属于苏雨最熟悉的地方。拿起一瓶可乐，苏雨美滋滋地享受了一番汽水在舌尖上绽开的感觉，看着电视机当中的画面，苏雨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这不同于天骄营、前线，甚至于星空研究所，这里是苏雨能够完全放松的地方。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中，苏雨并没有修炼，而是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闲暇的时光，吃吃喝喝逛逛，享受着最后的宁静。眨眼时间，5天的时间过去了，高考的日子正式来临。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轻轻地透过了窗户，落在了苏雨的脸颊上，唤醒了苏雨。苏雨从床上蹦起来，伸了伸懒腰，身子骨发出了噼里啪啦宛若爆豆一般的声响。简单的洗漱了一番之后，将自己的精气神彻底的调整到了巅峰的状态。苏雨这才嘴角挂着一抹微笑，推开了房间门，迎着朝阳，缓缓朝着考场进发。高考正式来临了。每年的高考基本上都是九州的盛事，每年之中都有着诸多的天骄在高考之中闯出自己的名声。例如去年的高考状元顾长歌。而高考也是分为了2个类型，一个是普通人的高考，这类人在武者的天赋上很低，甚至一些人临近高考了，也只是跨入了准武者的行列。普通的高考未来要么就是走向研究方向，要么就是进入一些普通的大学，学习一些在社会上工作的专业。而另外一种则是武者的高考了。想要参加武者的高考，就需要在高考之前有着气血劲的修为。往往武者高考也是最受人瞩目的，毕竟现在的九州大地凶兽环伺，武者的地位超然，若没有武者，人族早就在凶兽残暴的入侵之下沦陷了。苏雨自然参加的是武者高考。缓缓来到了一中，望着在一中的大门口，此刻的大门已经站着一个个全副武装的士兵，警惕地望着四周的一切。高考身为九州的盛事，也是一个鲤鱼跃龙门的机会，自然极其的重视。不仅仅考场之中有着强大的武者坐镇，甚至于考场方圆数千米的地方都不允许闲杂人等靠近的，就是这么的严格。苏雨深呼吸了一口气，将早就准备好的准考证拿出来，走到了大门口，递给了检测人员。在检识别了苏雨的身份之后，检测人员便是将苏雨放行了。大门之后专门分出了2个通道，一个是普通考场，而另外一个则是武者考场了。苏雨迈开步伐，朝着武者考场走去。很快便是看到了一个个临时搭建而成的小房间，看了一眼自己准考证上面的考场号，苏雨走进了其中一个小房间。武者的考场基本上都是一人一个房间的，房间内仅仅只有一方小桌子，而在桌子上面摆放着一个银色的头盔，头盔上面有着一根根网线连接着房间中一处网络。虚拟考场，由于武者的破坏力很大，所以武者考试之中都是通过虚拟考场进行的，考题也是在虚拟考场之中颁发的。而对于虚拟考场，苏雨也不陌生，早在天骄营的时候，每周的排名考核用的便是虚拟世界。默默地走到了桌子的面前，苏雨静静地等待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很快一道机械声音在每一个小房间之中响起，请诸位考生注意，武者考核第1项基础考核即将开始，请考生抓紧时间进入考场，15分钟过后考场关闭，不得入内。话音落下，房间中再度恢复了平静。15分钟之后，机械声音再度响起，考试时间到，现在开始第1项考核，基础考核。基础考核1，理论考核现在开始。听着这一道声音，苏雨毫不犹豫地拿起了桌子上的银色头盔，戴在了自己的头上。顿时眼前的画面一阵阵的扭曲，随后苏雨便是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处白茫茫的空间当中。武者高考的分为基础阶段和实战阶段，而在基础阶段之中又分为2个项目。第1个项目则是理论考核，考验的是武者对于武学的掌控以及境界上面的一些难题。第2个项目则是修为考核，一来是检测参加武者考核的人自身修为是否真的达到了气血境，二来修为越高，那么能够得到的分数也就更高。比如一个炼脏境巅峰的武者，修为分若是10分的话，那么一位断骨境武者的分数就是20分了。而现在进行的第1个考核便是基础考核阶段的第1项考核，理论。白茫茫的空间之中，苏雨静静地站在原地。突然之间，在苏雨的面前浮现出了一排排的小字，请选择武学名称。机械声在苏雨的耳畔之中响起。不同的武者修炼的都是不同的武学，那么在理论考核的时候也会选择自身修炼过的武学。苏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星剑。虽然无相剑骨苏雨也极其的熟悉，但最熟悉的还是莫过于星剑了。尤其是苏雨的脑海之中可是有着上千道不同的星剑啊。第1题，星剑修行方式。看着上面的题目，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这对于苏雨来说根本就不算是多么困难的题目，不管是星剑的修炼方式，还是星剑的领悟，甚至于不同星剑的掌控。虽然苏雨仅仅只是断骨境，但是苏雨却能够自信地说，在九州还没有哪个人在星剑上面的造诣有自己这么恐怖。题目一道道浮现，这边刚刚出现一个题目就被苏雨以极其迅速的速度作答完毕。仅仅只是用了10分钟的时间，苏雨瞬间就将所有的问题都写上了自己的答案。10分钟后，苏雨再次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答案之后，直接选择了交卷。白光在苏雨的面前轻轻的闪烁，眼前的题目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数字100分，代表着苏雨的理论考核达到了满分的成绩。接下来就是修为检测了。苏雨微微呢喃着，对于基础考核，其实对于断骨境之上的考生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最重要的还是第2部分的实战考核。因为不管是理论还是修为，二者任何一个对于一位断骨境的武者来说都是轻轻松松的。尤其是修为考核的部分，只要修为达到了断骨境就能够拿到满分了。果然在白茫茫的空间之中，缓缓浮现出了一台硕大的仪器，机械声音再度响起。现在开始修为检测，请考生将气血输入修为检测仪内。苏雨按照提示音的方式缓缓走上前去，将自己的手掌贴在那修为检测仪之上，体内那汹涌的气血一瞬间涌入了仪器当中。嗡嗡嗡，一道道清脆的微鸣声从仪器之中响起，紧接着仪器的显示屏上面就出现了一个数字100。
同样是100分。至此，基础考核彻底的结束。哗！眼前硕大的修为测试仪瞬间消失，声音响起：“基础考核结束，现在开始分流。”听着这一道声音，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早在天骄营的时候，赵勋就说过，高考之中一旦通过了基础考核之后，就会开始分流。不同境界的武者所要面对的实战考核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苏雨现在是断骨境的修为，那么接下来苏雨要接受的实战考核就和其他的断骨境的武者一样。虽然说其中也有一些弊端，比如一些天骄在炼脏境巅峰的时候也能够爆发出断骨境的战力，但是高考还是如此进行，说明了什么？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此分流之下，不管是气血境也好，炼脏境也罢，亦或者是断骨境的妖孽，3个境界的不同的实战考核，还从来没有人能够拿到满分。分流完毕，请考生查看考核内容，若无异议，请考生选择开始。只见得在苏雨的面前缓缓浮现出了一行大字：考生苏雨，地点江南城，修为断骨境6层，分数100，排名3307名。考核内容：灵气复苏伊始，凶兽残暴，人族艰难抵抗。于九州落凤镇有一群武者艰难地抵御着凶兽的入侵，考生将作为武者领头人，率领着落凤镇内仅剩的武者抵御凶兽，保卫后方百姓。望着上面的数字，苏雨的眼睛不由得眯起了。3307名吗？我的修为是断骨境6层，也就是说，在我之上的还有3000多名。这些考生都是断骨境6层之上的存在。苏雨喃喃自语，双眸之中涌现出了一股战意。苏雨到底也就经历过5城天骄营、坚壁防线以及后面的星空研究所，而这3个地方，不管是任何一个，都是属于南域的范围内一角。九州很大，诞生的天骄也是数不胜数。苏雨从来不觉得自己已经凌驾于所有同辈之上了，而现在看着自己的排名，也更加证实了苏雨的想法。果然，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妖孽，或许自己在5城之中已经是顶天的妖孽了，但是放眼整个九州，仅仅就修为而言，苏雨还算不上是顶尖的。不过，修为只是其次，苏雨真正的战力，从离开了坚壁防线之后，苏雨都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那就让我看看这一届的高考当中到底有多少妖孽。苏雨的双眸之中有着金光爆射而出，缓缓伸出了手指，点在了确认按钮之上。考生已确认，现在开始布置考场。考场布置完毕，请考生进入考场。话音落下，苏雨仅仅只是感觉自己的画面一阵阵的扭曲，脑海之中传来了微弱的眩晕感。这种感觉足足持续了1-2分钟的时间，脚下才是传来了脚踏实地的感觉。苏雨定睛一看，眼前的画面已然完全的变化了。四周萧瑟一片，残破的屋檐静静地屹立在大地之上，时不时还能够看到一缕缕的黑烟飘散在天地之间。耳边传来了一阵阵的抽泣声。九州，京都，一座高耸入云的建筑之上，偌大的办公室内，一个个身穿白大褂的技术人员坐在电脑前，望着电脑上面闪烁的一排排的数据，时不时就能够看到有人站起身来，拿起了一张张数据报告给了自己的上司。整个房间呈现出一种慌乱，但是却又极其有秩序的混乱感。而在房间的最后方，几道身影静静地站在高台之上，面前是一道的画面，画面之中赫然便是高考之中考生的情况。短短半个小时，已经有了5000人开启了实战考核，看来今年的好苗子不少啊。为首的中年人嘴角微微一笑，双眸之中带着欣慰之色。你们5大高校的人，今年怕是要赚妈了。中年人带着一丝丝揶揄的语气，对着身后的5人说道。诚然，站在这里的几人，一个是九州本次高考的总负责人，另外5人则是分别来自于5大学府的负责人了。九州5府军校很多，但是却有5座学府是整个九州公认的顶尖学府。南部星河大学、西部第一军校、北部云端大学、东部乾隆大学以及中部的九州大学，这5所学府汇聚了当今九州最顶尖的师资力量以及最出色的人族天骄，同时也是为九州3大防线之中第2烽火防线提供武者人数最多的地方，也可以算得上是九州的5根擎天柱。不管怎么说，都是九州的希望。九州大学的负责人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淡然地说道。总负责人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了眼前的画面之中。就让我们看看这群小家伙们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潇潇落叶，阴风阵阵，一缕缕漆黑的硝烟飘散在天地之间，耳边传来了一阵阵抽泣声。苏雨冷静地观察着四周。落凤镇，苏雨曾经在历史课上见过这个名字。数百年前灵气复苏，落凤镇曾经也是冠绝九州的一处旅游景点，后面在凶兽的爪牙之下彻底覆灭。与之一同覆灭的，还有一位当时极其稀少的炼神武者。落凤镇四周有着黄土堆积而成的土城墙，将整个落凤镇包围了起来。不过这些黄土堆积的城墙，在凶兽面前，仅仅只是做到了阻击1-2秒的作用罢了。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声音在苏雨的耳畔之中响起：考生苏雨请注意，本次考核将会有3波凶兽潮的入侵，请努力抵御凶兽入侵。考生在抵御凶兽时候的表现会作为评分标准，从而计入考生的总分当中。第一波凶兽还有30秒到达战场，请考生做好准备。话音落下，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30秒的时间吗？苏雨微微沉吟片刻，一跃来到了落凤镇的城墙之上，居高临下的望着整个落凤镇，看着落凤镇内仅剩的10来个武者，其中大部分都是气血境的修为，唯有1-2个炼脏境的武者也是身负重伤。苏雨摇了摇头，打消了让落凤镇内武者帮忙的想法。想来这也是实战考核故意设置的陷阱，这些 NPC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战斗力，
若是将希望放在这些 NPC 上面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苏雨打量了周围的地形，却是发现城镇周围有10米宽的护城河，护城河上面吊桥已经被收了起来，很显然就是为了防止凶兽入侵。苏雨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终究还是叹了口气，吩咐一位 NPC 将吊桥快速的放了下来。苏雨缓缓走到了吊桥之上，目光缓缓眺望着远方。仅仅只是过去了几秒钟的时间，在苏雨的视野极限处，一头头狰狞的凶兽疯狂地践踏在大地之上，卷起一阵阵的尘土飞扬，疯狂地朝着落凤镇所在的位置冲了过来。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观察着这第一波凶兽潮的情况。一个堪比断骨境一层的凶兽头，其余的都是炼脏境的凶兽。苏雨的目光快速地扫过了所有的凶兽，嘴里喃喃自语着：“不足为惧。”苏雨的心念微微一动，手中浮点出了一柄银色的长剑。长剑在阳光的照耀之下，闪烁着粼粼光辉。嗡！剑鸣响彻，凶兽潮裹挟着一种极其恐怖的冲击力，瞬间抵达了落凤镇前方不足100米的位置。而这个时候，苏雨的身影也是悄然动了，身若惊鸿，犹如一道白色的鬼魅一般，杀入了凶兽巢内。逍遥剑，剑气嘶鸣，剑光纵横，逍遥自在。李逍遥创下的逍遥剑，此刻在苏雨的手中大放光彩，一道道剑光闪烁之间，收割着吸收凶兽的生命。苏雨的修为已然达到了断骨境6层，对付面前这些不过炼脏境，最多一头出入断骨境凶兽，简直就是简简单单。仅仅只是半炷香的时间，数十头凶兽已然在苏雨的逍遥剑之下瞬间毙命，身躯化作了一道道斑驳的星光，消散在天地之间。第一波成功了！苏雨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但是眼神依旧警惕无比。果然，下一刻，声音再度于苏雨的耳畔之中响起：“恭喜考生苏雨成功抵御第一波凶兽入侵，第二波凶兽潮还有30秒抵达战场，请考生做好准备。”听着提示音，苏雨不由得苦笑一声：这实战考核还真的累人啊，都不让人休息一下的。吐槽归吐槽，苏雨还是打起了精神，目光警惕地望着远处。仅仅只是第一波都出现断骨境的凶兽了，不知道第二波会是什么层次的凶兽潮。苏雨微微呢喃着。很快，视野极限处，一头头凶兽的身影瞬间浮现。吼吼吼！怒吼声宛若平地惊雷一般，响彻天地，大地都因为这些怒吼而微微地颤抖了起来。咚咚咚！一头头凶兽裹挟着巨大的身躯，猛然踩踏在了大地之上，脆弱的地面更是因为这些凶兽的疯狂践踏，裂开了一道道细小的裂缝。苏雨连忙扫过了整个凶兽巢，脸色逐渐变得凝重了。这第二波的凶兽巢，每一个竟然都有着断骨境的修为，清一色的断骨境凶兽。望着清一色的断骨境的凶兽，饶是苏雨的面色都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这仅仅只是第二波凶兽的质量就达到这样的层次了吗？苏雨不由得呢喃着。数十头断骨境的凶兽，甚至都能够给坚壁防线带来一定的压力了。而作为考生，苏雨仅仅只有一人。不过，现在的苏雨也不是当初的苏雨了。现在的苏雨不仅仅修为提升了好几个档次，甚至于剑意也增加了2个，战力更是提升了好几倍。那就让我看看，我现在的极限到底在什么地方。苏雨低喝一声，手中的银色制式长剑轻轻一震，发出了清脆的剑鸣声，有着剑气肆虐而出。逍遥剑！苏雨双脚猛然用力，整个人宛若一颗炮弹一般弹射而出，速度之快，犹如惊鸿。苏雨的身影一瞬间杀入了兽巢之中，不同的星剑在苏雨的手中彻底的绽放开来。醉剑、伐剑、万象，各种各样的星剑在苏雨的手中已然出神入化，锋利的剑气不停地撕裂着四周凶兽的身躯，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苏雨的衣衫。吼吼吼！兽巢内一头头凶兽吃痛，发出了怒吼声。但是这些怒吼声甚至都还没有持续太久的时间，就瞬间被苏雨的剑气遏制了下来。尸首分离。这一次，苏雨依靠着自身蕴含的多种星剑，同时脑海之中的小剑也是不断的催发出一缕缕剑气，增强着星剑的战力，足足耗费了10多分钟的时间，这才堪堪将第二波的凶兽彻底的绞杀殆尽。可即便是如此，苏雨也是感觉自己整个人的身躯都变得疲惫不堪了，肌肉传来一阵阵的酸痛。若不是强悍的意志力支撑着苏雨，说不定现在的苏雨已然倒下了。苏雨以剑作拐，缓缓回到了吊桥前方，盘坐在地上，抓紧时间运转无相剑骨，恢复着自己的力气。恭喜考生苏雨成功抵御第二波凶兽入侵，第三波凶兽潮还有1分钟抵达战场，请考生做好准备。令人烦躁的声音再度响彻苏雨的脑海之中，倒也还算是有些人性化。第三波和第二波之间的间隔达到了1分钟，不过苏雨并没在意，而是抓紧时间恢复着力气。苏雨也很清楚，前面2波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筛选出断骨境考生的作用，真正拉开分数的还是在最后一波。第三波也不知道第三波会是什么变态的情况，莫不是有着炼神凶兽吧？苏雨的心中轻轻呢喃着。九州大楼总负责人望着眼前的画面，脸上露出了一丝丝遗憾之色。仅仅只是第二波就足足淘汰了数千人，真正能够进入第三波的只有100-200人啊！第一军校的负责人是一个身穿迷彩服的魁梧中年人，他看着屏幕当中的画面，淡淡一笑。第二波的实战基本上已经是大部分断骨境武者的极限了，能够通过第二波的都是未来炼神种子，有100-200人已经很不错了。总负责人点了点头，话是这么说没错，但看这淘汰率总是有些不舒服啊。总负责人不由得苦笑了一声，随后摇了摇头，轻声说道：那就看看接下来的第三波
这些小家伙的表现如何吧。众人定睛看去，1分钟的时间很快过去，苏雨也是按着最后1秒钟停止了休息，缓缓站起身来，眺望远方。然而下一刻，苏雨的瞳孔却是猛然一震，死！一道长啸响彻天地。只见的一头巨大的蟒蛇凶兽瞬间出现在天地之间，散发着一股令人灵魂都要站立的波动。蟒蛇足足有着100米长度，宽度更是达到了恐怖的10多米，肌肤上面更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鳞片，在阳光的照射之下闪烁着寒芒。这时苏雨的脸色微微有些难看。炼神凶兽，刚刚苏雨心中还在想着第3波会不会有炼神凶兽的出现，结果第3波还真的出现了。嘶嘶嘶！蟒蛇凶兽刚一出现，瞬间长啸一声，蛇信子吐露而出，一双树瞳不掺杂任何的情感，冰冷地望着宛若蝼蚁一般的苏雨。动！苏雨的身躯猛然一震，顿时感觉有着一股恐怖的压力从天而降，瞬间落在了苏雨的身子上。苏雨仅仅只是感觉自己的双肩之上好似压了几千斤的重物一般，就连脊梁都在这一刻微微有些弯曲了。这股压迫感还真的让人厌恶啊！苏雨咬着牙齿，一颗颗的汗水从苏雨的额头之上落下来。当初在坚壁防线的时候，苏雨面对鳄龟的时候同样是有这样的感觉，只不过那个时候有诸多的士兵和武者站在苏雨的身边，替苏雨分担了一些。而现在苏雨只有自己一人独自面对着眼前的蟒蛇凶兽。然而让苏雨有些诧异的是，眼前的这头蟒蛇凶兽竟然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一双瞳孔注视着自己，虽然充斥着暴虐的杀意，但是身躯却一直停留在原地。什么情况？苏雨一愣，随后很快便是反应过来了。所以这第3波并不是要和炼神凶兽战斗，而是凭借着炼神凶兽的威压考核考生。苏雨的眼神逐渐变得明亮了起来。诚然，断骨境的武者即便是再妖孽，也不可能是炼神凶兽的对手，毕竟到了炼神境已经是走到了另外一条道路上的存在，生命层次都和断骨境的武者不一样了。要是换做了其他人，还真的很容易在炼神凶兽的威压之下崩溃。可惜我又不是没有见过炼神凶兽。苏雨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狠色，那被恐怖威压压迫的微微有些弯曲的脊梁，在这一刻竟然在苏雨那恐怖的意志力之下缓缓挺拔了起来。想要让我弯下腰，你也配？苏雨暴喝一声，不过是一头凶兽罢了。一瞬间，苏雨竟然硬生生的扛着炼神凶兽的威压站直了身躯。与此同时的九州大楼当中，总负责人望着苏雨的画面发出了一道惊叹声。咦，这个小家伙有点意思啊。总负责人摩挲着自己的下巴，凝望着面前巨大的屏幕，屏幕当中时不时有着画面熄灭，那都是承受不住炼神凶兽威压被淘汰的考生。而此刻的大屏幕内，算上苏雨还能够出现在屏幕之中的画面，已经只剩下了97个了。除开了苏雨之外，96个屏幕之中的考生都是修为达到了断骨境8层之上的妖孽，所以苏雨的评分还仅仅只是众人当中垫底的存在。望着面对着炼神凶兽威压依旧挺拔了脊梁的苏雨，总负责人的脸上露出了好奇的神色。把这个小家伙的信息给我调出来，总负责人吩咐着。而身后的5大学府的负责人也没有阻止，他们也想要看看能够在炼神凶兽的威压之下挺起脊梁的小家伙是个什么来历。很快，一旁的助手很快便是将苏雨的资料拿了过来，递给了总负责人。身后5大学府的负责人都围了上来，6人望着上面的资料，眼神之中有着金光爆射而出。坚壁勋章拥有者，高级研究员。这样的荣誉竟然出现在一个小家伙的身上，实在是有些稀奇啊。九州大学的负责人忍不住地说道。总负责人却是在这个时候眉头微微一皱。虽然这2个荣誉考核都极其的严格，但若是家中有长辈身居高位的话，也不是不能拿到。这个叫苏雨的小家伙，莫不是一个依靠着长辈庇佑成长起来的？其他4个学府的负责人也是点了点头，比较赞同总负责人的话。唯有星河大学的负责人望着苏雨的资料，沉吟了片刻，似乎在思索着什么。突然，星河大学的负责人惊呼一声：“我想起来了，这个小家伙顾长哥在我耳边提过一句，我当时也看了一眼苏雨的资料，刚刚一时间没有想起来，这小家伙的坚壁勋章和研究员资格都是依靠着他自己实打实的贡献换取的呀。”随后，星河大学的负责人便是将之前苏雨在坚壁防线以及后面在星空研究所内的事情告知了众人。闻言，众人纷纷露出了惊讶的神色，而其他4座学府的负责人在看向苏雨的屏幕的时候，眼神也开始变得炽热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样的天骄当如我九州大学第一军校、云端大学、乾隆大学啊！实战考场当中，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炼神凶兽身上散发出来的威压也是越发的恐怖，那种双肩上的重力也是随之增加。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仅仅只有1000斤的重力的话，那么现在已经达到了恐怖的2000斤，更加的难以承受了。苏雨的呼吸在这一刻都变得有些紊乱，一颗颗的汗水疯狂的从苏雨的肌肤当中分泌了出来，滴落在大地之上。呼呼呼！苏雨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目光却是停留在了那头炼神凶兽之上。难道就这么承受下去？以我现在的修为，不可能比得上那些断骨境8、9层的天骄的。实战考核，战绩评价。苏雨嘴里不停的呢喃着，想要拿到高分，就必须要搞点出其不意的动静出来。谁规定了第3波只能乖乖的站在原地，承受炼神凶兽的威压的？断骨境的武者，难道就不能逆伐炼神凶兽吗？苏雨的眼神逐渐变得坚定起来，望着眼前那头冷冰冰望着自己的炼神凶兽，苏雨咧嘴一笑，露出了雪白的牙齿。这一刻，
苏雨突然想到阿牛面对着武帝刺出的那一剑，阿牛和武帝之间的差距，不就正如苏雨现在和这头炼神凶兽之间的差距吗？面对着武帝，阿牛尚敢出剑，自己面对着炼神凶兽，难道就不敢出剑了吗？极剑，这个苏雨唯一掌握的3阶剑意。极剑剑意极其的特殊，在掌握了极剑剑意之后，苏雨专门测试了一下，极剑剑意只有1招，阿牛的直刺，甚至于连剑影武者都无法召唤出来，但是在阿牛的手中却能够以先天之境伤到剑神不坏的武帝。想到这里，苏雨深呼吸一口气，强忍着身躯传来的恐怖的压力，一步一步朝着炼神凶兽走去。正如苏雨猜测的那般，炼神凶兽的存在就是以自身的威压磨练考生，并不会主动攻击。苏雨嘴角的笑容越来越浓郁了，这家伙想要干什么？九州大楼，6双眸子齐刷刷地落在了苏雨的画面当中。当他们看着苏雨一步一步朝着炼神凶兽走去的时候，一个可怕的念头从他们的脑海之中浮现了出来。这家伙难道是想要对炼神凶兽出手？云端大学的负责人惊呼一声，总负责人的面色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虽然炼神凶兽不会攻击，但是距离炼神凶兽越近，威压就越发的恐怖。若是靠近炼神凶兽的话，其威压不亚于炼神凶兽的一击。这家伙有点冒失了。总负责人低沉的声音回荡在偌大的办公室内，苏雨可听不到这个声音，只是一步一步朝着炼神凶兽走去。强大的威压甚至使得苏雨的步伐变得极其的沉重，每走出一步，双腿都好似灌了铅一样，地面更是被苏雨踩出了一个个脚印，而威压也是呈现几何倍暴涨，100米、90米、80米、30米、20米、10米。苏雨距离炼神凶兽的距离越来越近，九州大楼内的6人望着这一幕，甚至呼吸都好似暂停了。一股凌厉的气息从苏雨的体内迸发，一缕缕剑气好似卷起了风暴一般。苏雨手中的银色长剑不断地发出微鸣声，响彻天地之间。苏雨身上的肌肉不断地传来疼痛的感觉，但是苏雨的双眸却是在这一刻变得越发的清明。终于，苏雨走到了炼神凶兽的面前，迎着凶兽那一双冷冰冰的瞳孔，苏雨对着眼前的炼神凶兽猛然刺出了一剑。奇剑，嗡嗡嗡，汹涌的剑气喷涌而出。苏雨的身后仿佛出现了一个憨厚的老者，望着眼前的敌人，挂着永不磨灭的憨笑。枪，长剑触碰到炼神凶兽的鳞片之上，瞬间粉碎，而在那鳞片之上也是留下了一道狰狞的剑痕。望着这一幕，苏雨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下一刻，在恐怖的威压之下，苏雨的身影也是瞬间泯灭。九州大楼，6大负责人望着屏幕当中的画面，陷入了一片死寂当中。所有人注意力都还停留在苏雨刚刚刺出的那一剑，这一剑3阶意境。总负责人的瞳孔猛然一凝，伴随着李教授的研究出炉，关于意境的等级划分也是传遍了整个九州的高层。对于刚刚苏雨的那一剑，总负责人还是一眼就分辨出来了，这个小家伙还真的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啊！总负责人的脸上带着一抹满意的笑容。然而后面的5人却并没有给总负责人一个回应。总负责人有些不解地转过去，却是嘴角微微一抽。只见得5大学府的负责人此刻纷纷掏出了电话，嘴巴里面说着一样的说辞，不惜一切代价招收苏雨，一定要让他报名星河大学、第一军校、九州大学、云端大学、乾隆大学。看着5人这份模样，总负责人不由得摇了摇头。你们啊！不过对此他也没有说些什么。苏雨的表现他们都看在眼里，不管成绩有没有出来，苏雨被5大学府选中，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不过总负责人看着苏雨的画面，嘴角微微一笑，以断骨迎难而上，剑斩炼神，并且还展开了炼神凶兽的一个鳞片，这样的成绩若不是第一，未免有些说不过去了。话音落下，总负责人的手指在屏幕之上轻轻的波动，成绩定格在第一。做完这一切，总负责人的脸上才是露出了一抹笑容。一中考场，伴随着苏雨的身影被炼神凶兽的威压瞬间泯灭，苏雨的意识也是彻底的退出了虚拟空间当中。考试结束，请考生退出考场。机械声在房间当中响起，苏雨淡淡一笑，转身朝着外面走去。走出了考场，呼吸着四周的新鲜空气，苏雨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得到了放松。高考虽然没有和别的地方的天骄交手，但是苏雨也不在意，亦或者说苏雨的目标已经不在高考之上了。回顾着在坚壁防线看到的一幕幕，人类如同被海洋凶兽圈养的牛羊一般，只能够依靠着坚壁、烽火、止水3大防线苦苦支撑，勉强抵御凶兽的入侵，内部时不时还有一定程度的内耗，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高考仅仅只是苏雨的起点罢了，高考状元又如何？真正能够站在这方天地顶端的，可不会因为你是高考状元而有其他的偏爱啊！唯有强大自身，才能够在这一方天地之中茁壮成长。高考的成绩出分很快，但也需要明天才会颁发成绩。这时，苏雨的通讯手表之上传来了一道消息：各位都已经考完了吧？我已经在酒店订了一个包间了，考完的人抓紧时间过来，马上就要分离了，这最后一餐，总要给我这个班主任一个面子吧。消息是李红在班级群里面发出来的。苏雨看了一眼，最终还是迈开步伐，朝着班级群里面的消息缓缓走去。高考成绩虽然没有出来，但是伴随着一个个考生的结束，一些在实战考核之中比较精彩的画面，也是被九州的官方制作成了视频，发在了网络上面。而苏雨硬扛着炼神凶兽，硬生生在炼神凶兽的鳞片之上留下一道狰狞剑痕的画面，也是彻底的展现在九州所有人的眼前。
一时间，苏雨的名字默默地开始在互联网上发酵，逐渐扬名。而对此，苏雨全然不知，而是坐在包厢之中，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觥筹交错。时间还真快啊！看着眼前的画面，苏雨感慨了一番。苏雨，这次高考之后准备去哪个学府啊？以你的天赋，去武大学府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李红此刻也是喝高了，之前在教室的那种距离感，也伴随着酒精的上头，逐渐被拉近了。说实话，虽然如此，但是李红也是以自己教出了苏雨这样的学生为荣。虽然苏雨崛起之后的时间都是在天骄营和前线度过了，但李红终究还是教导了苏雨2年半的时间。对此，李红也能够在自己的身边吹嘘了。苏雨微微一笑，刚刚想要说话，手腕上的通讯手表便是弹出了一道道信息。怎么这么多消息？莫不是有人暗恋你吧？李红拉着几个学生，笑呵呵走到了苏雨的身边。苏雨也没有在意，当着众人的面就打开了消息，却是看到了一条条邀请的信息。苏雨同学，恭喜你已经被九州大学录取，请选择是否接受。苏雨同学，恭喜你已经被第一军校录取，请选择是否接受。苏雨同学，恭喜你已经被星河大学录取，请选择是否接受。我操！李红和一众学生看着苏雨通讯手表上的信息，瞳孔猛然一缩，就连体内的酒精都在这一刻被驱散了不少。这武大学府竟然都向你发出了录取邀请，这到底什么情况？饶是李红都被眼前的信息震惊了，他本以为苏雨能够得到1-2个武大学府的录取邀请就很不错了，然而武大学府竟然都向苏雨发出了邀请，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成绩还没有出来啊！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苏雨的分数绝对是整个九州前10的存在，唯有这样才会受到武大学府的邀请。一时间，众人看向苏雨的眼神都发生了变化。苏雨对此仅仅只是淡淡一笑，目光在武大学府的邀请信息之上不断的扫过，最终苏雨的目光停留在了星河大学之上。南域终究还是我的家乡啊！苏雨心中微微呢喃了一句，同意了星河大学的录取邀请。很快，星河大学那边便是将入学的信息发了过来。苏雨看了一眼，眉头微微一挑，现在就可以去报到。不过苏雨心中也是了然，武校往往都是对抗凶兽的第一线，一旦加入武校，除了荣誉就是无尽的战斗，至于假期根本不存在。苏雨缓缓站起身来，在一众同学羡慕以及崇敬的目光之中歉意一笑，不好意思了诸位，我先走了。说罢，苏雨转身离开了包厢，只留下了一众同学一阵阵的感叹声。下一站，星河大学。星河大学位于九州南域的边缘位置，极其靠近3大防线，甚至于在星河大学学习的学生，甚至都能够看到校园之外的止水防线，而这一处更是南域最为危险的防线位置，只因为在这个方向之外的海域之中，存在着3个海水漩涡，即便是在坚壁防线之上，都能够日日夜夜感受到从那3个海水漩涡之中传来的暴虐的气息波动。而这3个海水漩涡，则是被称之为海潮。没有人知道海潮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一点，海潮之中诞生出来的凶兽，比起其他的海底凶兽越发的恐怖。哪怕是同境界的凶兽，海潮走出的凶兽，都比起海底凶兽要更加的暴虐，更加的强悍。南域星河城，星河城的命名也是因为星河大学就在这一座城池当中建造而成，所以自然而然的就叫做了星河城。星河大学位于星河城的最深处，星河大学的校门口，几个身穿蓝色衣衫的青年静静地站在大门口，面无表情。每一个青年的身上都散发着一股极其凌厉的气质，这种气质唯有经历过战火的洗礼才能够培养出来的。而在他们的衣衫之上，更是有着星河2字。诚然，九州的任何一个学府的最终目的都是培养出能够坐镇防线的武者，而星河大学作为5大学府之一，更是首当其冲。每一个星河大学的学子，基本上从报到开始就要准备进入前线了。不仅仅是星河大学的学子，甚至于就连星河大学导师以及院长之类的存在，都是常年坐镇在各大防线之中。今年也不知道能够招收多少新生，真的有些期待啊！一个青年伸了伸自己的懒腰，调侃地说道。身边的同伴淡淡地说道：“与其看看今年能招收多少的新生，不如考虑一下1年之后还有多少人能够活下来吧。听说昨日又有几个学长死在战场上了。”此话一出，几个青年之间弥漫着一股低沉的气氛。这里便是星河大学了吗？星河大学的大门之外，一个身穿白色衣衫的青年背着一个银色的剑匣，缓缓地出现在了星河大学的大门口。望着眼前大气磅礴的大门，青年的脸上充满了好奇。这个身穿白色衣衫的青年，赫然便是从江南城赶来的苏雨了。在确认了星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后，苏雨便是告别了同班同学，回到了家中，收拾了一番行李之后，便是马不停蹄地前往星河大学了。本来苏雨就没有太多需要带的东西，也就带上自己的剑就赶过来的。至于生活用品，有钱了还怕买不到吗？望着眼前书写着星河大学4个字的大门，苏雨的眼中充满了好奇。苏雨缓缓走上前去，对着站在大门口的几个青年轻声询问道：“请问几个学长办理入学手续是在什么地方？”本来那几个星河大学的学员还沉浸在昨日几个学长战死战场的悲伤之中，就听见苏雨的声音传来。几人同时看向了苏雨，一个青年勉强露出了一抹笑容。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学弟前来报道了，本来还以为明天才会陆续有人赶来的。跟我来吧，我带你去办理入学手续。苏雨感谢道：“谢谢学长。”青年微微一笑，看了一眼苏雨背后的剑匣，微微有些诧异：“你都不带生活用品的吗？”青年还是头一次看到有人来报道只带自己的装备的人。苏雨轻轻地摇了摇头，又不是来享受生活的，到时候没有再买就行了，学长还请带路吧。青年一愣，
旋即笑了笑，有点意思。我叫王班，以后叫我王学长就行了。苏雨默默地将这个名字记了下来。两人刚刚准备走进星河大学，便是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道骚乱的声音，是顾长歌。没想到顾长歌竟然也受伤了。是啊，这几年前线越来越混乱了，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哎，什么时候才能够一举平定海底的凶兽啊？为了抵御他们，我们九州付出了太多了。听到这些声音，苏雨和王班两人同时止住了脚步，转过头来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的一个身穿黑衣的青年，身上已然被猩红的鲜血侵染了，整个人的眉宇之间透露着一股疲倦之色，就连气息都变得有些萎靡了。没想到连顾长歌都受伤了。哎，一旁的王班叹了口气，看了一眼苏雨，轻声道：“你可能不知道，这个顾长歌可是去年的高考状元，如今更是炼神境的武者。现在的前线真的太混乱了，连顾长歌这样的天才炼神武者都受伤了，前线到底能够有多激烈啊？”王班不由得摇了摇头：“我知道他。”苏雨静静地望着眼前的顾长歌，轻轻地说道：“王班一愣，看向了苏雨，却是发现苏雨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了顾长歌的身上，而顾长歌也好似察觉到了苏雨的目光，看了过来，露出了一抹思索的神色，随后便是朝着苏雨和王班所在的方向走来了。顾大哥！王班看着顾长歌走来，不由得尊敬地叫了一声。顾长歌轻轻地点了点头，随后将目光落在了苏雨的身上，缓缓开口：“又见面了。”顾长歌也是认出来了苏雨，当日在坚壁防线之中，也是顾长歌建议苏雨报考的星河大学，没想到今日还真的在星河大学的门口见到了苏雨。“你受伤了？”苏雨道。对于眼前这个第一次就让自己眼前一亮的学弟，顾长歌淡淡一笑：“是啊，我也受伤了，不过还好，捡了一条命回来。我会在星河大学休养半个月的时间，若是这段时间有什么不懂的事情，可以随时找我。”顾长歌淡淡的说道：“这是我的通讯方式，交换一下。”顾长歌亮出了自己的通讯手表，苏雨也没有客气，和顾长歌两人交换了一下联系方式。随后，顾长歌也没有废话，拖着重伤的身躯，一步一步朝着星河大学之中走去。待到顾长歌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之中，众人这才是露出了一丝丝诧异的神色，看向了苏雨。王班更是面色古怪：“你竟然和顾大哥认识？”苏雨轻轻一笑道：“之前在前线见过一次面，我们斩杀了一尊炼神凶兽。”死！听到这一番话，王班倒吸了一口凉气，自己的这个学弟竟然是上过前线的。这个时候，王班这才是仔细的打量了一下苏雨。当他看到苏雨胸口上佩戴着的坚壁勋章的时候，王班的瞳孔更是猛然一缩。最后，王班苦笑了一声，还真的是眼拙了，没想到学弟竟然是一个狠人啊！走吧，我带你去办理入学手续。王班摇了摇头，带着苏雨走入了星河大学。一路上，王班不断给苏雨解释着星河大学的情况。在星河大学和前线一样，依靠着学分兑换不同的资源，不过星河大学之中的学分获取的难度更大，当然能够兑换的资源也不是你之前所在的坚壁防线能够比拟的。每年学校会给学生提供1000分的基础学分，用来维持你们在学校之中的生活消耗，但若是想要兑换更好的资源和武学的话，就需要接取任务来赚取积分了。一般来说，赚取积分只有2个方式，一种是接取学校颁发的任务，完成任务，而另外一种就是像顾大哥一样，建立属于自己的战团，坐镇烽火防线，击杀灾级凶兽。王班一边带着苏雨朝着报到处走去，一边说着。苏雨默默地将这些消息消化掉。听了一会儿之后，苏雨却是发现王班似乎并没有提及星河大学上课的事情。苏雨不由得问道：“学长，上课是怎么上的？”“上课？”王班笑了笑，脸上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能进入星河大学的武者，实力天赋往往都不会差。除了基础课程外，星河大学大部分的课程导师都在前线驻守，想要请教他们，往往需要前往前线。在我星河大学之中，金身境的强者总共有着3位，至于炼神境的老师，更是有着上百位。只不过这些老师并没有在星河大学之中，他们全部都坐镇在前线。若是想要上他们的课的话，就必须进入前线当中，甚至还要花费一定的学分。一般来说，在星河大学的生活都是自己完成任务，除非是遇到了一些自己不能解决的修行上的困难，才会花费学分去兑换一些炼神老师或者金身境强者的课程。闻言，苏雨这才了然。随后，在王班的带领之下，苏雨在报到处办理了入学手续，便是告别了王班，走进了自己的宿舍之中。星河大学的宿舍还算不错，每一个学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单人宿舍，甚至于宿舍条件比起苏雨在江南城的小房子还要更加的豪华。回到了宿舍之后，苏雨并没有着急，而是选择休息了一晚上，准备等到彻底的了解了星河大学之后，再去考虑接取任务，或者是加入战团赚取学分。不过，苏雨并没有休息太久，便是收到了顾长歌发过来的信息。晚上10点钟，星河战团训练馆见一见。看着顾长歌的信息，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旋即回了一个知道了。虽然不知道顾长歌找自己干什么，但是苏雨对于炼神境本身还是很好奇的。李教授虽然告诉了苏雨关于炼神境的信息，但不够详细。炼神境武者顾长歌。很快就到了晚上的9点半，苏雨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背上自己的银色剑匣，缓缓朝着星河战团的训练馆走去。星河战团在星河大学之中的名气还是比较大的，苏雨问了几个学长之后，就找到了位置。在训练馆的门口，身穿黑色衬衫的顾长歌已经在等待了。在洗掉了身上的血渍之后的顾长歌看上去更加的英俊了。看着苏雨的身影，顾长歌做了一个进去的动作，率先打开了训练馆的大门，走了进去。苏雨也不客气，跟在身后走了进去。随后两人坐在了沙发上，顾长歌率先开口：“
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我在主任那里看到了你的信息，所以我想要邀请你加入我们的星河战团。我们星河战团在星河大学所有的学生组建的战团之中，也是能够算得上是一流的。加入我们，你能够得到难以想象的回报。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危险的因素，但你也是上过前线的人，也应该知道，进入了学府之后，你的这条命都拴在了生死之间。”顾长歌说完，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就停在了苏雨的身上。苏雨一愣，完全没有想到顾长歌竟然这么的直接。苏雨沉吟了片刻，并没有着急答应，而是轻声的说道：“战团的事情不着急，我更想知道的是，炼神境的危险到底是什么？”苏雨和顾长歌的目光碰撞。虽然说之前在李教授的口中知道了一些关于炼神境武者的情况，但苏雨觉得还是有些模糊。而顾长歌身为炼神武者，想来知道的比起李教授更多。顾长歌深深的看了苏雨一眼，淡淡的说道：“以你的天赋和坚壁勋章以及高级研究员的身份，一旦达到了断骨境9层，炼神考验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过场，突破炼神也只是时间问题。所谓炼神，便是在体内酝养一尊神奇，从而将其炼化。其中酝养阶段固然有一定危险，但最危险阶段的是炼化。在炼化神奇的时候，若是心智不坚定的话，很容易被体内酝养的神奇影响到，从而成为神奇的傀儡。若是成功炼化的话，就能够彻底的掌控这一尊神奇，从而转化为武者自身的实力。成功炼化一尊神奇，就能够跨入炼神1层、炼神9层，完美的掌控9尊神奇所带来的力量，就能够跨入更顶尖的精深层次。而炼神武者之间的差距也很大，神奇的数量、神奇的能力、类型都会影响到一尊炼神武者的实力。有的炼神武者炼化的神奇擅长防御，那么在攻击力上面就要弱一些，可这个弱针对的仅仅只是同境界的武者罢了。一旦跨入炼神境，战力将会是断骨境极限的10倍，甚至是10多20倍。说着，顾长歌缓缓站起身来，一股极其玄奥的波动从顾长歌的体内弥漫了出来。而我现在炼化了一尊神奇，第2尊神奇正在酝养之中。说着，在顾长歌的身上突然涌现出了一道锋利的剑气，紧接着顾长歌的身后缓缓浮现出了一道极其飘逸潇洒的身影，以及一尊唯吾独尊的身影。第1尊九剑仙，第2尊剑神。伴随着顾长歌的声音落下，在这一刻，苏雨分明感觉顾长歌整个人好似化作了一柄锋利的长剑一般，充斥着一股凌厉的波动。九剑仙已经被我炼化，转化为了我自己的力量，至于剑神我才刚刚酝养，只能够初步借用剑神的力量。说着，顾长歌缓缓走出了一步，那一道飘逸的身影轻轻的波动，有着一股飘逸的剑意瞬间迸发，好似化作了狂风，吹拂着苏雨。好强！苏雨心中惊讶，脸颊更是被剑意化作的狂风吹拂的生疼。仅仅只是感受着顾长歌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苏雨都感觉比起自己遇到的恶龟凶兽以及在高考之中遇到的那头蟒蛇凶兽还要更加的恐怖。这就是炼神武者吗？苏雨的双眸之中有着明亮的光辉在闪烁着。苏雨缓缓站起身来，目光熠熠地望着顾长歌：“学长，能让我感受一下炼神境吗？”苏雨的目光极其的认真，灾级凶兽的气息，苏雨已经感受过2次了，而炼神武者和灾级凶兽完全就是不同的体系。虽然实力差不多，但是其中的差别还是很大的。顾长歌的眉头微微一挑，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笑容。可以。顾长歌带着苏雨走到了训练场地之上。虽然我现在身负重伤，但是炼神武者和断骨武者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可以说，哪怕是一个刚刚酝养了一尊神奇的半步炼神武者，都能够轻易的击败7、8位断骨境极限的武者。说着，两人的身影缓缓走到了训练场地的中央。顾长歌望着眼前的苏雨，嘴角微微上扬。为了让你好好体验一下炼神武者的实力，接下来我只会动用一尊神奇的力量，也就是我刚刚酝养的剑神。话音落下，一股锋利的气息瞬间从顾长歌的体内冲天而起。苏雨身后的剑匣之中似乎都响起了一阵阵的剑鸣声。苏雨见状，眼睛微微一亮，体内的气血猛然涌动，身后的银色剑匣瞬间打开，4柄长剑瞬间浮现，漂浮在了苏雨的身边。万象、醉剑、伐剑、天剑。苏雨深呼吸一口气，脸上涌现出了一股浓郁的战意，望着眼前的顾长歌，目光炽热的开口：“顾学长，请。”话音落下，苏雨的身影率先动了，万象之剑瞬间出现在苏雨的手中。万象，万象剑意瞬间浮现，一股包罗万象的感觉充斥在万象之剑的剑身之中。嗡嗡嗡，剑光粼粼，剑气纵横而出。刹那之间，苏雨一剑落下，枪！剑光闪烁之间，顾长歌甚至身躯都没有动弹一下，身后的那唯吾独尊的身影瞬间跨出一步，手中的虚幻长剑瞬间和万象之间碰撞在了一起，发出了一道金属碰撞的声音。强大的后坐力瞬间震得苏雨虎口发麻。醉剑，万象之剑脱手而出，另一只手直接握住了猩红的醉剑，又是一剑落下。然而那一道身影似乎在剑道之上有着出神入化的造诣，仅仅只是一个格挡之后，又好似预判一般，瞬间出现在了醉剑的攻击路线之上。枪！二者再度碰撞在了一起。苏雨的身躯微微一震，手中不断的打出一道道功法，伐剑、天剑、奇剑，一道道剑意瞬间呼啸而出，疯狂的攻击着眼前的这一道虚影，宛若狂风暴雨一般，全部倾泻在了剑神虚影之上。然而这些凌厉的功法却是都没能让顾长歌退后一步。顾长歌冷酷的脸上泛起了一丝丝的笑容。说实话，你的攻击力放眼9州所有的断骨境6层的武者当中，
绝对是第一了，甚至于大部分断骨境极限的武者都未必能够追得上你。可是炼神武者和断骨武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仅仅只是一个尚未开始炼化的神器，都足以抵挡你的杀法。听着顾长歌的话，苏雨也逐渐放弃了攻击。苏雨还有一招没有用，那就是将所有的剑意融合在一起的一剑。只不过在见识到了剑神的恐怖之后，苏雨也很清楚，即便是自己动用了这一剑，也仅仅只是让顾长歌后退几步罢了。而且这还是建立与顾长歌重伤的情况之下。炼神武者果然强悍啊！苏雨长叹了一口气。炼神武者和断骨境武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甚至于都像是二者都不是同一个生命层次了。如果说断骨境武者还是处于凡人的层次的话，那么炼神武者已经是凌驾于凡人之上的生命层次了。这样的差距，除非苏雨能够掌握更多的剑意，或者将剑意提升一些等级，再到苏雨跨入了断骨9层，才能够弥补。不打了，苏雨收起了4柄长剑，长剑自动回归了剑匣当中。剑匣闭合。其实现在你就已经可以开始考虑酝养什么样的神奇了。以你的天赋，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够跨入断骨境9层，拿到炼神武学。早些考虑，到时候也能够节约一些时间。顾长歌缓缓走来，两人回到了之前的沙发上，简单的休息了一会儿之后，顾长歌继续说道：加入星河战团的事情不用着急，回去好好想一想，再回复也不迟。我反正还要在星河大学休养半个月的时间。苏雨点了点头，随后告辞了顾长歌，回到了宿舍之中。躺在床上，苏雨思索了许久，最终还是拿起了通讯手表，打开了顾长歌的联系方式，告知了对方自己暂时不想要加入任何的战团。短时间内，苏雨并不打算加入战团前往前线驻守。另一边，顾长歌的宿舍之中，也罢，人各有志，如果你有加入战团的意向的话，星河战团随时欢迎。顾长歌并不恼怒，而是回复了苏雨一句。顾长歌淡淡一笑，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回复的顾长歌之后，苏雨简单的休息了一晚上。现在的苏雨仅仅只是断骨境6层的修为，战团什么的，苏雨目前是不可能考虑的，要考虑也要等到自己修炼到断骨境9层再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因为星河大学并无课程的要求，苏雨索性依靠着今年星河大学赠送的1000积分，兑换了不少辅助修行的特殊金属，开始修炼铁身诀。依靠着断骨境的肉身，苏雨用了10几天的时间，最终还是将铁身诀彻底的入门了。在铁身诀入门之后，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点开了系统页面。栏位1，出走中；栏位2，可出走；栏位3，可出走。当前可选择世界：武侠世界 LV3， 权限已拥有；诡异世界 LV4， 暂无世界可解锁。世界点2500。栏位2和栏位3的冷却时间已经到了。苏雨沉吟了片刻，选择了出走。系统出走。定，您的基础剑法、心剑、吞丹法、无相剑骨和铁身诀，因您的资质太弱，选择了离家出走。丁，每一次出走只能选择一个功法，请宿主确定功法。铁身诀。丁，铁身诀选择离家出走，请选择出走世界。归基世界。丁，此次出走需要耗费400世界点。丁，世界点扣除成功，您的铁身诀来到了归基世界，正在寻找交易目标。丁，交易目标选择成功。伴随着一系列的机械声音在苏雨的脑海之中响起，在苏雨的面前，系统的画面缓缓浮现。啊！一道悠长的鸣叫声在苏雨的耳畔之中回荡开来。苏雨定睛一看，只见得在苏雨的面前竟然有着一头极其庞大的鲸鱼，正在苏雨的面前不断的游曳着。鲸鱼？什么情况？出走的对象是鲸鱼？望着眼前的出走目标，苏雨愣住了。不过很快，苏雨便是发现了这头鲸鱼不一样的地方。眼前的这头鲸鱼一半是自己的肌肤，而另一半却是能够看到零件的机械皮肤，一只眼睛更是由机械眼代替。但是偏偏血肉和机械在这头鲸鱼身上融合的极其的完美。可是血肉那一部分的身躯却是有着一道道狰狞的伤痕，似乎就在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一般，鲜血顺着那些伤口流了出来。但是眼前的这头鲸鱼却不像是人造的产物，反而更像经过了无数年时间进化出来的特殊产物。半机械生命吗？苏雨微微沉吟了片刻，并没有着急，而是默默地跟随着鲸鱼的视角，不断地观察整个硅基世界。上一次的出走，星舰刚刚出走在一个单细胞机械生命上面，就直接炸开了。苏雨甚至都还没有好好的观察一下这个世界，这一次好不容易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画面，准备好好的研究研究这个特殊的世界，再出走。哪怕铁身诀也不适合对方，炸开了也无所谓，至少有了一些经验。通过机械鲸鱼的不断的游动，苏雨对于这个世界也有了一个足够的了解。这是一个被海水笼罩的世界，整个世界90%的领域都是海洋，唯有其中10%的地方才是陆地，而且陆地之上似乎也很少能够看到生命迹象。只是这一大片的海洋却是有些浑浊，海面之上随处可见的金属废料垃圾，一些石油更是将一片海洋彻底的搅黑，看上去令人作呕。还有一处处的海洋之上漂浮着塑料等一种很难自然降解的垃圾，就连空气当中都飘散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甚至于苏雨还在机械鲸鱼生活的区域之中看到了一片毁灭的机械城市废墟，似乎是这个世界以前的文明。虽然沉沦在了海底深处，但就机械鲸鱼的视角看去，依旧极其的壮观，甚至比起九州繁华的城市当中还要更加的高科技。对此，苏雨的脑海之中对于这个世界也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数百年前，甚至是数千年前，这个世界经历了一场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大战。而在这一场大战之中，整个星球都受到了改变，陆地被海洋吞噬，而星球之上的文明也伴随着海洋的笼罩，彻底的毁灭。看着这一幕，苏雨沉默了片刻，却是发现眼前的这头机械鲸鱼，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竟然已经濒临死亡了，气息逐渐变得萎靡。苏雨不再犹豫，直接选择了将铁身诀出走在了机械鲸鱼的身上。啊！伴随着一团灰蒙蒙的光晕涌入了机械鲸鱼的体内，机械鲸鱼发出了一道长啸，庞大的身躯微微的颤抖，卷起了一朵朵的浪花。在系统的作用之下，铁身诀化作了机械鲸鱼能够知晓的信息，传递在了机械鲸鱼的脑海之中，自动学习。机械鲸鱼的一只眼睛微微眯起，另一只机械眼睛却是闪烁着一道猩红的光辉。啊！机械鲸鱼突然长啸一声，身躯之中涌现出了一股极其玄奥的波动，化作了一圈圈的涟漪，扩散了出去。四周的金属废料竟然在这一股波动之下，一点一点朝着机械鲸鱼的身躯涌去，最后竟然直接在那一圈圈涟漪之中直接融化，化作了金属液体，被机械鲸鱼硬生生的吸入了体内。伴随着这些金属液体的涌入体内，机械鲸鱼的气息也开始在这个时候逐渐得到了强化，身上的伤势竟然逐渐得到了修复，甚至于机械肌肤竟然在一点一点的朝着血肉的部分逐渐转移，最后取代了一小部分的血肉之躯。苏雨又是观察了一会儿机械鲸鱼，在发现短时间内机械鲸鱼死不了之后，也便是收回了自己的目光，意识回到了现实。苏雨简单的计算了一番，发现硅基世界和现实世界之中的时间流速似乎是一天比一年，也就是说高武世界一天的时间，而在硅基世界则是过去了一年的时间。只是为何没有看到之前的单细胞机械生物了？而且那个单细胞机械生命生活的环境似乎并不是海洋之中。苏雨不由得沉吟了片刻。上一次苏雨出走的时候遇到的是一只极其渺小的单细胞机械生物，不过在系统的加持之下，苏雨也能够看到对方。说实话，苏雨对于那单细胞机械生物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机械鲸鱼。诡异世界哪怕出走对象最多也只能达到半神，也就是断骨境，在网上因为伪神的关系往往都很难提升。而武侠世界已经有了武帝，而硅基世界至少目前看来是最适合出走的目标。沉吟了片刻，苏雨选择了再度出走。系统出走。定，您的基础剑法星剑、吞丹法、无相剑骨和铁身诀选择了离家出走。定，每一次出走只能选择一个功法，请宿主确定功法。铁身诀。定，铁身诀选择离家出走，请选择出走世界。硅基世界。定，此次出走需要耗费400世界点。定，世界点扣除成功，您的铁身来到了硅基世界，正在寻找交易目标。定，交易目标选择成功。系统的声音落下，系统画面再度出现在了苏雨的视野当中，画面瞬间变得黑暗了，只有一点点光辉轻轻的在黑暗之中闪烁着。一直过去了好一会儿的时间，苏雨的面前才是缓缓浮现出了一幅画面。画面当中，一只和之前苏雨见过单细胞机械生命类似的生物出现在苏雨的视野之中，只不过这一次见到的单细胞机械生命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机械甲壳虫一般，机械身躯在微弱光辉的照亮之下闪烁着寒芒。找到了！苏雨的眼睛一亮，开始仔细地观察着眼前的这一只宛若甲壳虫一般的单细胞机械生命。既然那头机械鲸鱼能够承受住铁身诀，说明铁身诀对于这种机械生命是有效果的，也是能够修炼的。那么，苏雨的念头轻轻一动，一团和之前一样的灰蒙蒙的光辉缓缓落在了那一只单细胞机械生命之上。嗡嗡！伴随着一道道清脆的微鸣声响起，这只宛若甲壳虫一般的单细胞机械生命的身躯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在苏雨的注视之下，很快颤抖就停止了。苏雨也是松了一口气，成功了。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本来还紧张会不会因为身躯太小无法承受铁身诀，但是现在看来自己选择的这本武学正好能够符合硅基世界当中的生命。单细胞机械生命在得到了铁身诀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真的期待啊。苏雨微微呢喃着，之前机械鲸鱼得到了铁身诀，成功将自己的伤势修复了，甚至于就连气息也逐渐变得强大起来，而这只完好无损的单细胞机械甲壳虫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苏雨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单细胞机械甲壳虫的身上，发现在消化了铁身诀之后的甲壳虫经过短暂的宕机，随后开始缓缓朝着四周的那些微弱的光点走去。直到这只甲壳虫来到了其中一个光点之前，苏雨才是看清楚了这个散发着光辉的光点，竟然是一块极其渺小的有着放射性元素的金属元素矿物。甲壳虫缓缓走到了其中一块金属元素矿物旁边，发出了一道刺耳的声音，滋滋滋，声音震动，和之前机械鲸鱼一样，甲壳虫的四周开始泛起一阵阵的涟漪，在涟漪的震动之下，那一块金属元素也是开始融化，化作了金属液体，涌入了甲壳虫的体内。在成功吸收了一块金属元素之后，甲壳虫的身躯微微的颤抖。苏雨赫然的发现，这头甲壳虫的身躯竟然在撕裂。下一刻，眼前的这头甲壳虫竟然直接分化成了两个一模一样的甲壳虫。分裂！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有些惊讶。然而接下来更惊讶的是，这些被分化出来的单细胞机械生命竟然也继承了甲壳虫体内的铁身诀，学着那甲壳虫的动作，找到了一块金属元素，开始吸收炼化。
仅仅只是过去了10多分钟的时间，那原本只有一个的单细胞机械生命在不断的吞噬，不断的繁衍分裂，竟然已经足足有着上千头一模一样的单细胞甲壳虫了。望着逐渐壮大的细胞群，苏雨心中不由得期待了起来。不知道吞噬到了最后，能不能充斥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然，就苏雨的视野来看，数千头的单细胞机械生命数量虽然很壮观，但是要真的放在世界之中，肉眼还是很难发现。不过，以他们吞噬分裂的速度，估计要不了多长的时间就能够成功一个恐怖的种族。只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到底是在哪里？望着四周黑漆漆的一片，苏雨再度观察了一番。在甲壳虫的数量不断的增加之后，苏雨也是逐渐的看清楚了四周的模样。四周无数的放射性金属元素闪烁着不同的光辉，一块块坚硬的岩壁包裹着这一处的空间。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世界的地底深处，亦或者是地心的位置。苏雨望着画面的四周，没想到这个世界的文明落寞了之后，连地心深处的单细胞都变成了机械生物，怪不得是硅基世界啊！苏雨不由得感慨了一番，有意思。苏雨微微一笑，随后散去了系统的画面，又是看了一眼机械鲸鱼还能够安然的存活下来之后，苏雨的心也彻底的放下了，意识回归到了现实世界当中。意识回归现实，苏雨点开了系统页面，栏位1出走中，5D，栏位2可出走，机械鲸鱼，栏位3可出走，单细胞机械族群，当前可选择世界武侠世界 LV3 可掌控，诡异世界 LV4 暂无世界可解锁，世界点1700。咦，苏雨注意到了，在栏位3上面出走的对象竟然是单细胞机械族群。苏雨很清楚，自己明明出走的只是一只单细胞机械生物，但是伴随着那一只宛若甲壳虫一般的单细胞机械生物不断的吞噬繁衍，现在的对象反而变成了整个族群。也就是说，单细胞的分裂效果，实际上每一只单细胞甲壳虫都能够当做同一个目标。还是说，那单细胞机械生物分裂出来的自己，同样在继承了铁身诀之后，也变成了出走目标？就在苏雨思索的时候，耳边却是不合时宜的传来了系统的声音：丁，单细胞机械生命已死亡，铁身诀带回微弱修行进度。丁，单细胞机械生命已死亡，铁身诀带回微弱修行进度。系统的声音不断的在苏雨的脑海之中响起，苏雨的表情逐渐变得古怪了起来。仅仅只是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内，光是系统的提示音就响起了好几百次。也就是最后苏雨将系统的提示音关闭了之后，耳边才没有了这种烦人的声音。这玩意儿每死亡一只都能够给我带来反馈吗？那要是这样的话，死！苏雨倒吸了一口凉气，恐怖如斯啊！既然每一只死亡的单细胞机械生命都能够给自己带回反馈，那么自己的铁身诀的修炼速度岂不是能够大大的加快了？虽然每只单细胞机械生命因为自身体积的关系带来的反馈对自己来说仅仅只是杯水车薪，但是架不住数量多呀。铁身诀的修炼向来是困难的，每提升一重都需要花费诸多的资源和时间，但是带来的提升也是恐怖了。理论上，铁身诀只要提升到金身阶段，是可以在炼神境手中坚持一段，并且金身阶段的铁身诀还可以接着提升。但仅仅只是理论上，因为铁身诀从开创以来，从未有过修行者到过金身阶段。在有了单细胞机械种群之后，苏雨的提升可以说是极其迅速的。伴随着100-200个单细胞机械生物的死亡，苏雨也受到了反馈，甚至于还收到了2点世界点。虽然说这些单细胞机械生命给苏雨带来的反馈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苏雨不仔细观察的话，甚至都发现不到铁身诀的提升，但苏雨却是惊喜无比。这毕竟只是100-200个机械单细胞机械生命，可若是单细胞机械种群能够发展到数十万甚至是上亿的层次，充斥整个硅基世界，那么给苏雨带来的提升将会是极其恐怖的。一个单细胞机械生命的反馈或许微乎其微，但若是上万、数十万乃至上亿，那就恐怖了呀！苏雨的呼吸之间变得炽热起来，当即再度点开了系统的页面，将视线落在了单细胞机械生命的视角上面。漆黑的地心世界，通过单细胞机械种群的视野，此刻苏雨已经能够大概的看完整个地心世界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数量太多的原因，它们四周的一些放射性的金属元素已经被这些宛若甲壳虫一般的单细胞机械种群彻底的吞噬干净了。而没有了这些放射性的金属元素之后，这些单细胞的机械种群数量已经开始削减。估计自己之前得到的那些反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这些单细胞的机械种群生物似乎并没有进化出感光器官，只能够通过本能一点一点的攀爬探索着四周，效率极其的缓慢。再加上它们的身躯实在是太小了，速度也是极其的缓慢。即便是地心世界之中有着诸多的放射性金属元素，但是以它们的速度，想要走到那里也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大部分的单细胞机械生物便是在不断的探索之中，因为没有及时补充到放射性金属元素的原因，死在了路途之中。看着这一幕，苏雨辰赢了片刻，意识回归了现实之中，点开了通讯手表，在星河大学的资源库之中找到了放射性金属，花费了一些学分之后，选择了兑换。很快，宿舍门口便是传来了敲门的声音。你好，同学，您兑换的物品已经送达。对于这种高效率的兑换，苏雨早就已经习惯了。打开门，将一个漆黑的保险箱拿了进来，将里面的东西取出来之后，便是将保险箱还给了送货的人员。随后重新盘坐在床榻之上，点开了系统画面，视线回到了地心世界当中。系统开启附加交易，丁，正在进行第一次附加交易，扣除200白点世界点。丁，
扣除成功，开始附加交易。伴随着系统机械般的声音响起，苏雨手中的放射性金属顿时消失了。紧接着，在一群单细胞机械种群面前，一块硕大的金属瞬间浮现。这些单细胞机械生物虽然还没有诞生出属于自己的智慧，但是本能还是驱使着它们不停地朝着那一块块硕大的放射性金属上冲了过去，宛若飞蛾扑火一般，不停地啃食着眼前的放射性金属。一边啃食的同时，一边不断地分裂自身，创造出更多的甲壳虫。苏雨就这样默默地观察着地心世界之中的单细胞机械生物。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现实世界之中过去了10天，而在硅基世界之中却已经过去了10年的时间了。10年的时间之中，单细胞机械种群的数量已经发展到了一种极其可怕的程度了，数量更是达到了恐怖的数十万。这还是因为这段时间之中有着诸多单细胞机械生命死亡的情况下，而在10年的时间之中，这些单细胞机械生物也因为不断地吞噬着放射性金属，本身也开始进化了。它们成功进化出了感光器官，依靠着这种器官，它们能够捕捉到附近微弱的光辉，而能够散发出微弱的光辉的，也就只有那些位于在地心世界之中的放射性金属元素了。一时间，整个种群也开始走上了正规的道路，至少不用担心找不到放射性金属，从而导致整个种群的覆灭了。距离苏雨的期待也是逐渐前行着。不过，一个种族的进化和发展是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进化淘汰的，苏雨也不可能长时间观察着这群单细胞机械生命种群的方向。在看到整个族群都走向了正规的道路之后，苏雨也不再关注，意识回到了现实生活之中。盘坐在自己的床榻之上，苏雨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看了一眼自己的通讯手表，苏雨露出了苦笑。这1000学分还真的不够用啊！诚然，这10天的时间之中，苏雨虽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观察整个单细胞机械族群，但是对于自己的修行还是没有落下的。一边用学分兑换着资源，一边修行，再加上之前兑换的那些放射性金属，那才是真的贵得离谱，基本上需要70-80学分才能够兑换。上一次为了能够保证整个单细胞机械种群也能够存活下来，苏雨可是足足花费了300-400的学分啊！再加上后面兑换的一些资源，1000的学分一下子就被苏雨用完了。苏雨沉吟了片刻，在床上伸了伸懒腰，看来要开始做任务了。不做任务，在星河大学之中简直就是寸步难行啊！苏雨这一刻也算是知道，为何说加入了武道学府之后就相当于在前线了。基本上进入了武道学府之后，你想要修行就必须需要学分，而学分又只能通过组建战团、坐镇烽火台，亦或者是完成武道学府的任务。而不管是哪一项，对于学生来说都要经历生与死的考验。苏雨在通讯手表上面扫了一圈，发现大部分的任务都是在前线之中，而那些不是前线的任务，基本上能够赚取的学分简直少得可怜。看来又要上前线一趟了呀！苏雨微微感慨着。对了，这么多天过去，也不知道武侠世界如何了。若是可以的话，也是时候把武帝唤醒了。苏雨突然想到了还在沉睡之中的武帝。现在现实世界已经过去了几十天的时间了，武侠世界已经过去了200年。之前苏雨也观察过武侠世界，但武侠世界的发展并没有那么快，而现在又过去了10天。随后苏雨的心念微微一动，扫过了整个武侠世界。而这不扫不要紧，一扫，苏雨赫然发现，伴随着这几十天的时间，整个武侠世界就像是变了一个世界一样，无数的武者犹如雨后春笋一般迸发出来，甚至于就连当初极其罕见的宗师武者，100-200年的发展之中，都足足有着上百位了。至于剑神不坏，更是有着好几位。武侠世界的发展竟然超出了我的预料。苏雨倒吸了一口凉气，沉吟了片刻，学分可以暂时不着急，既然武侠世界的发展已经起来了，那么也是时候唤醒武帝了。苏雨呢喃着，随后心念微微一动，意识通过系统瞬间进入了武侠世界之中。苏雨宛若上帝一般俯视着整个武侠世界，在将近200年的时间当中，整个武侠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王朝此刻已经被彻底的覆灭，被全新的王朝取缔了。50年之内保证王朝安然无恙，可惜你这一睡就是将近200年的时间啊！看着这略微有些陌生的一幕，苏雨不由得摇了摇头。昔日的武帝在沉睡之前自信地说着自己的手段，但是一个人的算计，即便是在逆天，在时间的冲刷之下，也只有落败的下场。武帝一手建造出来的王朝固然强悍，但这都是建立在武帝尚未沉睡的情况之下。而现在武帝的沉睡，整个王朝虽然有着武帝的继承人，但继承人可未必能够比得上武帝啊！苏雨的意识轻轻地扫过了整个武侠世界，瞬间发现了武帝的位置。此刻的武帝依旧沉睡在自己建造的陵寝当中。咦？突然，苏雨咦了一声，目光缓缓看向了武帝陵寝的方向，面色逐渐变得怪异了起来。苏雨现在已经有了武侠世界的权限了，武侠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瞒不过苏雨的眼睛。堂堂宗师竟然当起了盗墓贼，苏雨不由得感觉有些好笑，微微摇了摇头。武帝啊武帝，要是等你醒来发现自己的陵寝都要被盗了，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啊？苏雨一步跨出，瞬间降临在了武帝的陵寝当中。武帝陵寝之中，昏暗的密道内，几道身穿黑衣的身影小心翼翼地在密道之中行走着，目光时不时地看向四周，似乎在警惕着什么。突然，一个人开口了：“我说老大，咱们真的要盗走武帝的陵寝吗？不是说武帝只是沉睡了，并没有死吗？”这一道声音带着一丝丝的敬畏。什么话？为首的老大顿时瞪了一眼开口的人：“老幺啊，你这个胆子也太胆小了！那武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0年了，你怕个屁啊！再说了，现在大周朝都已经覆灭了，也没有见武帝出来过啊！什么沉睡，
依我看，当时的武帝早就已经死了，所谓的沉睡，不过是当时大周朝放出来的谣言罢了。老大嗤之以鼻地说道。再说了，即便是武帝还活着又如何了？老子可是宗师境的强者。老妖听着自家老大的话，不由得畏畏缩缩地说了一句：可是传说武帝可是见神不坏境的强者呀！放你娘的通天罗汉屁！还见神不坏？200年的时间，整个江湖也才诞生了3位见神不坏的强者，而见神不坏的武者寿命极长，那最长一位见神不坏武者已经活了130岁，甚至面容都还是中年人的模样。武帝若是见神不坏，那他至少也能活到今日，怎么可能给自己修建陵墓呢？再说了，武帝那个时代宗师都没有几位，见神不坏怎么可能？都是谣传罢了。老大嗤笑一声，挥了挥手，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信心，突然信心十足地说道：放心啦，跟在我身边，保准你们吃香的喝辣的。这一票干了，说不定我们兄弟一行人都能够突破宗师，到时候整个江湖除了那3位见神不坏的强者，没有人会是我们的对手。听着自家老大的话，其他的几个黑衣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只不过笑的对象却是老妖。老妖的脸微发红，旋即眼睛之中有着兴奋的神色，道：我听老大的。老大这才嘿嘿一笑，同时说道：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些，据说当时武帝的陵寝之中布置了太多的机关，即便是宗师境的强者也要含恨陨落于此。虽然说经过了200年的时间，有些机关已经腐朽，但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宁愿多警惕一些，也不要把命放在运气上面，不然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可不愿意我们出来之后人数少了几个。老大面色凝重地吩咐着。是。众人纷纷点头。随后一行人举着火把，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同时按照地图之中的路线图，缓缓地朝着武帝沉睡的方向走去。苏雨看着这一幕，不由得微微一笑。武帝啊武帝，若是你醒来发现后世之人竟然将你看得这么低，会作何感想？还有这群家伙，苏雨的目光落在这一群盗墓贼身上，最终摇了摇头，竟然把当年武帝的事迹都当成了谣传。果然时间才是最强大的存在啊！感慨了一番之后，苏雨也不犹豫了，意识进入武侠世界，瞬间就来到了武帝沉睡的地方。偌大的寝宫内温度极低，一般人进来都需要穿棉袄才能够抗住这刺骨的温度。而在寝宫的中央，一个水晶床静静地摆放在中央处。水晶床上，一个魁梧的身影身穿着黄色的龙袍，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但是却感受不到此人身上传来的任何的气息，就连心脏部位都看不到任何跳动的动作，嘴鼻也并没有任何的气息吐出，仿佛真的死去了。可即便是如此，那人的身上都不由自主地散发着一股不威自怒的气势，一些内心胆小之辈，怕是感受到这一股气势，都会不由自主地双腿发抖。此人赫然便是依靠着归西宫成功沉睡的武帝，人间武帝。苏雨缓缓走到了武帝的面前，望着熟悉的面容，苏雨淡淡一笑。时间到了，也该是时候醒来了。苏雨轻轻地呢喃着，随后挥了挥手，有着淡淡的金光没入了武帝的体内。伴随着这些金光的没入，武帝整个人的身上突然传来了心脏跳动的声音，咚咚咚，强健有力的心跳声回荡在整个寝宫。紧接着，武帝身上开始一点一点地涌现出了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雄浑的气血不停地冲刷在武帝的身上，犹如奔腾的河流一般。苏雨站在旁边都能够清晰地听见气血奔腾的声音，好似在唤醒着这位当初的人间武帝。下一刻，原本还紧闭着双眸的武帝，在这一刻猛然睁开了双眸，一股可怕的气势瞬间喷涌而出。今夕是何年？武帝低沉的声音回荡在了整个寝宫内，空旷的宫阙之中回荡着武帝的声音，低沉却是充斥着一股无与伦比的霸气。武帝缓缓坐起了身子，但是在坐起来的时候，武帝的身子却是忍不住的颤抖了一下，震得身躯似乎有些不对劲儿。武帝呢喃着，或许是还没有从沉睡之中彻底的苏醒过来，武帝静静地坐在床榻之上，重新闭上了双眸，感受着体内的情况。苏雨也不着急，静静地站在原地，等待着武帝彻底的苏醒过来。大概过去了一炷香的时间，武帝缓缓睁开了双眸，他看向了苏雨，虎眸之中突然爆射出了一道金光。仙人，我们又见面了。武帝的嘴角泛起了一丝丝的弧度。苏雨同样是眉头微微一挑，带着淡淡的笑意，轻声道：感觉如何？武帝摇了摇头，虽然朕不知道沉睡了多久，但是朕体内的气血已经亏空了，想要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诚然，在将近200年的时间之中，即便是武帝有着见神不坏的修为，可是在时间长河的冲刷之下，也依旧会慢慢的消散。也就是武帝有着苏雨附加交易而来的归西宫，这才抵御了漫长的时间长河。可即便是如此，想要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毕竟武帝的身躯可是融合了魔剑的，和常人不一样。魔剑能够吞噬人的血液，逐渐变强，而武帝也能够通过吞噬别人的气血，增加自己的实力。苏雨点了点头，轻声说道：你看可知，当今这个世界已经过去了多久？多久？将近200年了。听着苏雨的话，武帝的瞳孔明显的震动了一下。饶是武帝已经走到了这个世界的极限了，可是在听到自己竟然沉睡了将近200年之后，还是忍不住面色发生了一丝丝的变化。200年吗？武帝的手掌微微有些颤抖，他纵横人间成为大周帝王的时间也不过才短短的数十年的时间，而自己却已经沉睡了将近200年的时间了。饶是武帝也不得不花费一些时间来消化其中的变化。岁月200载，朕的大周如何了？灭了。谁灭的？不知。武帝和苏雨两人一问一答，不断的说着武帝沉睡之后
武侠世界发生了一切。当今这个世界已经逐渐发展了起来，宗师强者已经达到了上百位，甚至于剑神不坏也诞生了3位。如今的世界大势已出，同时也是你出世的最好的时机，所以我将你唤醒了。苏雨轻轻地说着。武帝闻言沉默了许久，之后这才缓缓地抬起头来，一双虎眸之中却是有着一股自信之色浮现而出。仙人，即便是大周覆灭，朕也能够在废墟之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大周。敢问仙人，世界融合何时开始？武帝终究最在意的还是武道之路，而想要追求更高的武道之路，就需要世界融合。所以武帝在知晓了当今武侠世界的情况之后，第一个问题就问的是世界融合。听着武帝的问题，苏雨沉吟了片刻，同时心中轻轻地控制着系统。系统如何融合世界？说实话，虽然自己有了这个能力，但是苏雨还没有尝试过。很快，系统便是有了提示：丁，世界融合需要时间准备，宿主一旦确认要融合世界，所需10天时间准备，10天之后开始正式融合，彻底融合需要100天的时间，彻底融合之后，2个世界的时间流速逐渐合一。听着系统的反馈，苏雨心中了然，旋即将系统的信息告诉了武帝。50年，你还有50年的时间，50年之后，2个世界将会开始融合，同时也是你们这个世界和另外一个世界碰撞的开始。苏雨紧紧地盯着武帝，而你要做的便是在50年的时间之中彻底地掌控这方世界，唯有这样，在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另外一个世界才会有胜算。否则，即便是当今你们世界的剑神不坏的强者已经突破到了3位，加上你4位，也很难对抗另外一个世界。而在这50年内，另外3尊剑神不坏的强者将会是你最大的阻力。听着苏雨的话，武帝的脸上不仅仅没有露出任何的担忧之色，反而有着无比的坚定。50年吗？武帝呢喃着，脸上浮现出了昂扬的斗志。不过是3个剑神不坏罢了。朕沉睡的时候，他们在这一方天地叱咤风云，可朕已然苏醒，这片天地只能臣服在朕的麾下。武帝缓缓站起身来，体内有着一股极其恐怖的气势，瞬间冲天而起。看着充满斗志的武帝，苏雨的嘴角也是忍不住泛起了一丝丝的弧度。那我就期待吧。苏雨深深地看了一眼武帝。不过仙人，在朕彻底宣告出世之前，朕的陵寝之中还有几只老鼠要收拾一下。武帝的双眸之中突然闪烁出了一阵阵嗜血的光辉。老鼠？苏雨一愣，旋即反应了过来，不禁哑然失笑。那几个盗墓贼怕是不知道，他们盗的这一方墓的主人已经苏醒了吧？苏雨饶有兴趣地望着武帝，只见得武帝一步跨出，身上有着恐怖的气息涌动，化作了一道残影，瞬间消失在了这一片寝宫之中。武帝陵寝一角，几个黑衣人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密道之中。老大，你找的路真的对吗？为什么我感觉一直都走不到头啊？身后年龄最小的老妖忍不住缩了缩脖子，看向四周的眼神不由得有些担忧。为首的老大面色也是有些烦躁，尤其是在听见老妖的话之后，就越发的烦躁了起来。慌什么慌？马上就到了。可是老大，老妖又忍不住开口了，刚刚你没有听见什么动静吗？我好像听到有其他人在陵寝里面说话。老妖的这一番话一出来，前面的几个黑衣人身躯微微一颤，仿佛想到了什么害怕的事情一样。就连为首的老大都是面色有着一抹微不可察的苍白，不过很快就被掩饰了下去。怎么可能？武帝陵寝的地图是我在大周朝的废墟之中找到的，还从来没有第二个人看到过。据说当初的武帝在建造出了陵寝之后，更是下令将所有建造的工人都彻底的抹杀。也就是说，老大舔了舔嘴唇，继续说道：当今天下，除开了手中的地图之外，没有人知道武帝陵寝的存在，也更加不可能有人在陵寝之中，除非武帝还活着。可是剑神不坏的强者都不可能存活200多年，况且武帝未必是剑神不坏。说完，身后的几个黑衣人发笑了。武帝还活着？开什么玩笑？即便是剑神不坏的强者，也不可能存活200年的时间吧。一时间，众人转过头，嗤笑地望着老妖，更是有人起哄地说道：除非那武帝变成了鬼，否则不可能存活200多年。老妖的脸颊一下子就红了起来，挠了挠自己的脑袋，似乎对于自己的胆小有些不好意思。老妖缓缓抬起头来，准备为自己辩解一番，可是就在他抬起头的一瞬间，整个人的面色瞬间就变得苍白了。你们！老妖颤抖地抬起了自己的手指，指着众人的身后，声音之中充满了恐惧。老大的眉头微微一皱：我们什么我们？老妖，你是不是又犯病了？然而老妖并没有回答，而是整个人仿佛看到了大恐怖一般，身子止不住地颤抖着，一双瞳孔之中全然都是骇然之色。一时间，狭小的密道内气氛瞬间变得有些怪异了。众人缓缓转过头去，赫然看到在密道的尽头，一个身穿黄色龙袍的中年人双手负背，静静地注视着他们。尽管那人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众人在看到中年人的一瞬间，心中掀起了一阵阵的轩然大波。这是……老大望着眼前的中年人，仅仅只是感觉有些熟悉，还没有等他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到这种熟悉的感觉，那中年人的身影瞬间化作了一道黄色的闪电，须臾间便是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一群老鼠一样的东西，竟然也敢擅自进入朕的陵寝！低沉的声音回荡在整个密道之中，咚咚咚，伴随着一道道闷响。老大身后的黑衣人瞬间如受重创，每一个人的腹部都有着一个巨大的窟窿浮现了出来，鲜血顺着那硕大的窟窿流了出来。武帝！这一刻，老大终于知道眼前的这个令自己极其熟悉的人到底是谁了。大周武帝！
人间五帝。然而，即便是他回想起来，自己身后的一众兄弟也是倒在了血泊之中。老二、老幺、老大的瞳孔瞬间震动，睚眦欲裂。然而，五帝仅仅只是看了他一眼，这位足足有着宗师修为的老大，整个人竟然畏惧地朝着后面退了一步。在这里站着别动，朕有事要问你。五帝淡淡的开口，随后也不管此人到底会不会逃走，就这样缓缓走到了血泊之中，脸上露出了一抹着迷的神色。新鲜的血液，真是令人着迷的味道啊！五帝轻轻闭上了眼睛，似乎在回味着这种气味。嗡嗡嗡！在五帝的身后，一柄暗红色的魔剑虚影缓缓浮现，密道之中的血液好似受到了召唤一般，缓缓地涌入了魔剑虚影当中。伴随着血液的涌入，五帝整个人身上的气息也开始逐渐恢复。老大望着眼前的这一幕，彻底的吓傻了。这到底是什么实力？老大说话的时候，嘴巴似乎都有些不灵活了。要知道，虽然自己的几位兄弟不是宗师，可都是先天境的佼佼者啊，即便是自己想要诛杀他们，都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然而，自己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自己的兄弟却是已经在五帝的手中毙命了。这个时候，老大的脑海之中才是兀然想起了200年前的传言。相传是五帝打破了武道的极限，创造了剑神不坏的境界，才有了现在的剑神不坏的至强者。老大的心中不由得浮现出了一丝丝的苦涩。他本来以为传言终究只是传言，并不得真，甚至于五帝的沉睡也就是一个笑话。但是现在看来，片刻，五帝彻底的将几个先天武者的气血炼化，整个人的气血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五帝转过身来，一双炯炯有神的虎眸凝望着眼前的老大，低沉的声音回荡在了密室之中。接下来我问你答。看着这一幕，苏雨也不再关注五帝了。武侠世界现在的情况，苏雨也大致给五帝说了。苏雨对于五帝也充满了信心。这个曾经能够横扫整个江湖的帝王，即便是大周不在，也能够凭借着自身强硬的实力，再度横扫江湖，统领天下。意识回归在了现实之中。苏雨揉了揉自己的眉心，缓解了一下神魂上的疲劳。接下来2个世界我都不用太担心了，世界融合也是正式开始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赚取学分。苏雨呢喃着打开了自己的通讯手表，在星河大学的任务清单之中找寻一些适合自己的任务。很快，苏雨的目光就停留在了一个任务上面。C 级任务，前往星空研究所配合研究器械战甲。任务要求断骨境以上修为，断骨境肉身修炼武学入门，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任务奖励1500学分。看着上面的任务，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器械战甲呀，好熟悉的名字。苏雨在第一次进入星空研究所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一套猩红的战甲。不过当时的王宁说是鸡肋，苏雨也没有放在心里。但是现在看来，星空研究所还在为了不断改进这项实验做出不懈的努力啊。正好缺点学分，就当是去故地重游一下。苏雨笑了笑，站起身来，准备去简单的洗漱一番。其实还有一个方面，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之前的气血分身还有血神兵也是在李教授的帮忙之下，也开始初步的量产了。目前已经开始覆盖了一部分的武道学府了，甚至于在坚壁防线的一些军团之中也开始逐渐的覆盖。这样一来，给苏雨带来的功勋是极其可观的。不过功勋的作用并不能在星河大学兑换，只能够在研究所内或者在军团之中兑换物品。星河大学之内只能够通过学分，所以若是去了星空研究所之后，苏雨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功勋兑换大量的放射性的金属，用来培养硅基世界之中的单细胞机械生物。一旦单细胞机械生物的数量提升上去，哪怕是每天自然死亡的甲壳虫，都能够让苏雨的铁身诀提升得很快。这些天，苏雨甚至都还没有开始修炼铁身诀，但是依靠着每日死亡的单细胞机械生物，苏雨的提升都是很快的，进度也是提升了一大截。本来铁身诀作为断骨境肉身修炼武学之中极其顶尖的一门武学，理论上修炼到精深层次，更是能够在炼化了一尊神奇的炼神一层的武者手中坚持一段时间。只不过铁身诀的修炼速度极其的缓慢，一来是铁身诀的修行需要大量的金属矿物，每提升一个阶段，所需的金属品质就越高，兑换所需要的功勋也很多。二来是铁身诀的修炼困难重重，上一个将铁身诀修炼到银身层次的前辈，在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足足花费了80年的时间。虽然说银身境堪比断骨境的武者，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比起断骨境武者还要更加的强悍，但是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和资源实在是太多了。至于银身之上的金身，放眼整个高武世界，还从来没有人能够修炼成功过的。而苏雨则不一样，特殊的金属虽然昂贵，但是苏雨所需要的仅仅只是单细胞机械种群的放射性金属。虽然说每一个单细胞机械生物提升的效果微乎其微，但是架不住数量恐怖啊。假如一个提升 0.0001，10000个也能够提升1了呀。再加上这玩意儿的分裂速度之快，简直就是瞠目结舌。所以苏雨修炼铁身诀反而比起其他的武者占据了太多的优势了。同样花费的时间和资源，苏雨的提升绝对是其他的修炼铁身诀的武者的好几倍。简单的洗漱了一番之后，苏雨背上了自己的银色剑匣，缓缓走出了自己的宿舍之中。也不知道王宁和李教授现在怎么样了。苏雨望着自己的通讯手表，在苏雨离开了星空研究所之后，和王宁和李教授两人也是有联系的，关系倒也融洽得很。也不知道他们看到我过来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啊？苏雨的嘴角缓缓泛起了一抹弧度，背着自己的银色剑匣，朝着星河大学之外走去。苏雨再度坐上了前往星空研究所的列车。
只不过这一次，依靠着星河大学学生的身份，苏雨坐进了豪华商务座。一节列车之中，仅仅只有4个豪华商务座，并且每一个座位都是由隔音材质隔开的，完美的保证了隐私。苏雨锁在舒服的椅子上，享受着片刻的安逸。随后，通过通讯手表拨通了王宁的电话。伴随着一阵阵电话铃声的响起，很快在苏雨的面前浮现出了王宁的虚影。苏雨，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有空想起我了？王宁望着苏雨，笑着开口。苏雨却是注意到王宁的眉宇之间竟然有着一丝丝的疲倦，显然这段时间王宁似乎又在做什么研究了。苏雨的嘴角同样是泛起了一丝丝的弧度。怎么，好心好意给你打电话，你不欢迎我？王宁白了一眼苏雨。得了吧，你什么想法我不知道，说吧什么事情？苏雨嘿嘿一笑，果然还是你了解我。听说你们星空研究所又在继续研发气血战甲了。苏雨还记得之前在星空研究所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气血战甲，王宁就给自己介绍过这玩意儿。只不过因为气血战甲只有炼神武者才能使用，而炼神武者完全不需要气血战甲的气血增幅，太过鸡肋，所以在研究上暂停了。只是没有想到，现在星空研究所的人竟然又将这个项目重新启动了。你怎么知道？王宁先是一愣，旋即脸上有着欣喜的表情浮现了出来。等等，星河大学有个学生接取了气血战甲的任务，那个家伙不会是你吧？苏雨笑而不语。王宁兴奋地说道：“如果是你的话，那这项研究的进展就快了。你恐怕还不知道吧？这项目现在落在我的手上了，咱们又可以合作了。”之前王宁一直没有进展的血神兵，也是在苏雨的帮助之下，成功研发出了能够控制血神兵的方法。甚至于，就连李教授也是通过苏雨身上的特殊找到了灵感，研发出了气血分身，以及绘制出了意境等级。在王宁和李教授两人看来，苏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宝藏。现在苏雨接取了这个任务，王宁甚至隐隐约约已经看到了气血战甲成功被研发出来的那一天。听着王宁的话，苏雨也有一丝丝的意外。饶是苏雨也没有想到，气血战甲这个项目竟然被王宁拿下了。趁着你还没有来，我抓紧时间给你讲一讲气血战甲目前的情况。王宁面色逐渐变得认真了起来。之前的气血战甲我也给你讲过，极其的鸡肋，只有炼神境的武者才能够使用。但是到了炼神境的武者，气血的增幅对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了。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改进之后，现在的气血战甲已经勉强能够让断骨境的武者使用了。但是对于断骨境之下的武者，负担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在我接手了这个项目之后，我改变了一下思路。既然减少负担实在是太困难了，再加上这个负担的削弱，也会让气血战甲的威力大幅度的缩小。所以，与其在这些减少负担，不如直接增加气血战甲的威力。在说起这一点的时候，王宁的双眸之中明显的有着光辉在闪烁着。苏雨很了解王宁，一旦王宁全身心的投入到一项研究之中的时候，王宁整个人可以说是疯魔一样的存在。我们直接反其道而行之，副作用就副作用，直接提升威力，制造出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断骨境武者实力的气血战甲，打造出甚至能够让炼神武者都有一定增幅的气血战甲。这样一来，气血战甲就不再是那么的鸡肋了。同时，王宁舔了舔自己那干涸的嘴唇，我已经将血神兵的材料融入在了气血战甲之中，战力已经到了增加。只不过气血战甲的使用需要一个实验者，恰好需要断骨境武者以及修炼了肉身的武者。只是没想到，这个任务竟然被你接下来了。王宁兴奋地望着苏雨。苏雨，之前我们能够让血神兵大放光彩，这一次咱们两人联手，必然能够让这个气血战甲闻名整个九州。王宁的语气极其的慷慨激昂，仿佛已经将气血战甲炼制出来了一般。对此，苏雨笑了笑，一双清澈的双眸之中同样是有着一丝丝的光彩在闪烁着。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再联手一把。随后，两人又是交谈了一些气血战甲之上的细节。等到谈得差不多了之后，苏雨便是挂断了电话。望着列车之外的风景，苏雨忍不住眯起了眼睛。如果王宁脑海之中的气血战甲能够炼制出来的话，那么对于整个九州来说都是一个革命性的提升。苏雨呢喃着，理论上断骨境9层的武者在穿戴战甲后，实力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一个层次。虽然肯定是不如真正的炼神武者的，但是架不住断骨境武者的数量多啊。炼神境的突破太过艰难，但断骨却没有那么难。整个九州炼神武者的数量一直都是维持在1万左右，但是断骨境的武者却足足有数百万之多。一旦所有的断骨境武者都穿戴上气血战甲，实力增长之下，防线的压力也能大大减缓。这对于九州的3大防线来说，绝对是有着巨大作用的。甚至于烽火台的战团也不至于疲于奔命了。苏雨抿了抿自己的嘴唇，嘴角泛起了一抹笑容。很快，在列车的飞速疾驰之下，苏雨下了站。按照脑海之中的路线，苏雨熟练地来到了星空研究所之外，凭借着坚壁勋章，苏雨轻而易举地走了进去。还没有走到实验室的门口，苏雨就看到了一个戴着眼镜、头发乱的像是鸡窝一样的青年站在门口，嘴里不停地呢喃着，似乎在计算着什么。或许是察觉到了苏雨的存在，青年看了过来，疲倦的双眸瞬间迸发出了金光。苏雨，我可算是想死你了。苏雨注意到了四周路过的研究员那怪异的目光，不由得尴尬地咳嗽了一声。王宁嘿嘿一笑，拉着苏雨就朝着实验场地走去。走走走，咱们直接开始测试。随后，两人来到了一处空旷的大楼内。大楼之中有着一个玄黑色的战甲，静静地屹立在场地的中央，看上去极其的笨拙。但是在战甲之上，却是有着一条条极其精湛细密的纹路印刻在上面。苏雨目光一下子就落在了那玄黑色的战甲之上。这玩意儿，
苏雨眯起了眼睛。一旁的王宁解释道：“之前的气血战甲已经被淘汰了，现在则是全新的气血战甲。我将血神兵的材料融入了其中之后，气血战甲吸收了血神兵的优点，能够在战斗之中通过对凶兽的伤害吸收凶兽的气血，从而增加气血战甲的威力。这样一来，也算是能够增加一些可持续作战能力。并且在战甲之上的条纹，可以在武者注入了气血后，大幅度的增加气血强度，从而在铠甲之上形成一个血膜，大幅度的增加防御能力。”王宁推了推自己的眼镜儿，脸上充满了得意的神色，似乎对于自己的研究方向极其的自信。有点意思啊！苏雨也忍不住赞叹了一声。说实话，王宁的实力或许不强，修为也是通过吞丹法提升上来的，但是在研究方面，绝对是未来教授级别的人物，否则也不可能成为李教授的单独助手了。行了行了，说了这么多口，都要干了，抓紧时间试一试，让我看看这玩意儿还有什么缺陷。王宁迫不及待地催促着苏雨穿上铠甲。苏雨也没有推脱，反正这一次来的任务就是辅助王宁继续研发气血战甲。苏雨走到了场地的中央，穿上了有些笨重的气血战甲，顿时感受到身体上传来了一阵阵的压迫感。这还是苏雨的肉身经过了铁身诀的改造之后。来，试一试威力。王宁指着一台测试仪器，对着苏雨说道。苏雨点了点头，一拳对着那仪器就轰了出去。咚！伴随着一道闷响，仪器猛然震动了一下，紧接着上面便是弹出了一道道密密麻麻的数据。继续。王宁仔细地盯着上面的数据，说着。苏雨也不推脱，按照王宁的要求进行了测试。很快，1分钟的时间过去，苏雨顿时感觉自己的体力达到了极限，连忙将气血战甲脱了下来。苏雨拿起了一瓶水，狂饮了一口。这玩意儿对于身体的负担还真大，也就是我在铁身诀上面有一定的经验，不然1分钟的时间都未必能够坚持到。王宁没有理会苏雨，而是望着仪器上面的数据。和我想的一样，在力量上面已经达到断骨境9层的平均值了。听着这一番话，苏雨微微有些惊讶，因为这仅仅只是拳脚的力量啊，还是不动用任何的招式和建议的情况之下，甚至连气血苏雨都没有完全动用，仅仅依靠着战甲自身的增幅就达到了断骨境9层。不得不说，这玩意儿的威力真的很大。苏雨的眼中不由得浮现出了一丝丝的惊喜。战甲的负担还能够通过修炼肉身武学，从而维持更多时间，就这个威力而言，简直有些恐怖啊！苏雨在心中默默想到。苏雨现在的肉身，在每天的单细胞机械生命的死亡反馈，已经成功的修炼到了铁身阶段的圆满境界。这还是因为现在的单细胞机械生命数量太小了，体积也很微弱，反馈的量也很小的情况之下，只要给苏雨一段时间，将铁身诀修炼上去，提升到极限的金身境界，苏雨再穿上气血战甲，叠加自己的剑意，未尝不能以断骨之身硬抗炼神一层的强者。甚至即便是面对着顾长歌这样的已经蕴养了第2尊神器的存在，也能够全身而退。炼神境，苏雨不是不想要踏入这个境界，而是苏雨从李教授还有顾长歌的口中知道了炼神境的奥妙之后，苏雨总觉得这个境界和诡异世界的邪神培养载体的方式极其的相似，给苏雨一种不安的感觉。所以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苏雨并不愿意马上跨入这个境界。随后苏雨休息了一会儿，将体力恢复了巅峰之后，又是在王宁的指挥下开始了对于气血战甲其他方面的测试。测试结束之后，苏雨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功勋。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却是吓一跳，自己的功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暴涨到了70万。气血分身还有血神兵给我的分红这么的恐怖吗？苏雨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了这么多的功勋，正好能够用来兑换金属材料。苏雨的眼睛有着光辉闪烁。气血战甲的存在让苏雨知道了铁身诀的修行志在必得，若是能够修炼到金身境界，那么就能够更长时间的佩戴气血战甲了，甚至于爆发出更加恐怖的战力。随后苏雨给王宁发了一条信息，铁身诀的修行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我准备闭关10天修行铁身诀，等铁身诀的境界提升上去，也能够更好的测试数据。对于苏雨的这个要求，王宁自然是同意的，毕竟肉身强度越高，那么气血战甲测试的时候也能够增加时长。当即苏雨直接在星空研究所之中兑换了将近70吨的放射性金属，其中半数的金属苏雨特意的兑换了一下带有磁性的金属，他想要做个尝试，尝试能否促进硅基生命的进化。如果是在星河大学，苏雨还担心星河大学没有这么多的放射性金属材料，但是在星空研究所，本来他们研究就需要这些特殊的材料，所以储备很多。只是70吨实在是太多了，虽然说放射性金属材料的密度比较小，所以体积也比较小，但是在70吨这个数量之下，放在一起还是很占空间的。无奈之下，苏雨只能够向王宁申请了一个更大的修炼房间。王宁在听见苏雨兑换了70吨的放射性金属材料之后，也是惊讶了一番，但是想到苏雨修炼的铁身诀本来就需要这些特殊金属的辅助之后，也便是释然了。毕竟这玩意儿本来就需要消耗很多的金属材料，给苏雨申请了一个更大的修行房间。之后，苏雨指挥着送货人员将这些金属材料放入了自己的修炼室内。望着眼前快要堆成小山一样的放射性金属材料，苏雨的双眸之中有着金光闪烁着。也不知道这么多的材料能不能让单细胞机械生命继续进化了。之前仅仅只是兑换了几十块的放射性金属，就让单细胞机械生命进化出了感光器官。如今这么多的金属，不知道能够进化出什么来。或许这些单细胞机械生命会进化出更多的器官，进化出智慧，从而发展成一个地心文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一来，也能够给苏雨带来的反馈也就更多。
从而让苏雨达到整个九州都没有人达到过的精深境界。苏雨盘坐在地上，旋即点开了系统的页面，系统画面顿时浮现在了苏雨的面前。地心世界，经过了几天，也就是硅基世界的几年的时间，地心深处的单细胞机械生命已经繁衍到了数十万之多，密密麻麻的。若是密度恐惧症患者看着这一幕，都会忍不住全身升起一阵阵的鸡皮疙瘩。但是苏雨却像是看待珍宝一样，望着这密密麻麻的单细胞机械生命。系统开启附加交易，丁，正在进行第2次附加交易，扣除400点世界点，丁，扣除成功，开始附加交易。伴随着系统的声音在苏雨的脑海之中响起，苏雨一挥手，整个修行室内所有的放射性金属材料瞬间消失，直接出现在了地心世界之中。轰！伴随着放射性金属材料的浮现，单细胞机械生命生活的空间猛然一震，一些单细胞机械生命更是被这巨大的动静搞得差点短路了。不过他们的智慧终究还是不高，过了一会儿，他们才是缓缓看向了那碗若小山一般的放射性金属材料。吱吱吱吱，种群之中有甲壳虫发出了一阵阵的欢呼。紧接着，苏雨就看到这些单细胞机械生命化作了漆黑的潮水，猛然涌向了放射性金属材料的方向。一圈圈的震动涟漪扩散开来，开始吸收着这巨大的放射性金属材料。伴随着不断的吞噬，单细胞机械生命也开始疯狂的繁衍。吞噬、繁衍，仿佛形成了一个循环一般。不知道过去了多久，70吨的放射性金属材料竟然直接被全部的吞噬了。而这个时候，单细胞机械生命的数量也是达到了恐怖的500万之多。突然，苏雨的眼睛微微一凝，注视着画面之中的单细胞机械生命，只见得他们的身躯开始不断的颤抖，似乎有着什么东西即将在他们的身躯之中出现。这是要进化了。苏雨的双眸之中带着一丝丝的惊喜。第2次进化，在足足吞噬了70吨的带有磁性放射性金属材料之后，机械族群的数量不仅仅达到了恐怖的500万之多，甚至于也开始了第2次的进化。其中一小部分的单细胞机械生物的体积开始不断的变大，由原本的单细胞机械生命体逐渐朝着多细胞转变而去。在他们的口中，似乎有着宛若鱼鳃一般的东西逐渐长了出来，依旧是由机械细胞组建而成的机械器官，但是在这些器官之中，似乎能够发出一种类似于磁场一样的波动。依靠着这些宛若磁场一样的波动，这些机械生物甚至能够操控四周一些微弱的金属元素，甚至于通过这个宛若鱼鳃一样的东西，还能够吞噬更多的放射性的金属。这样一来，成长的效率也就更多了。看着这些变化，苏雨不由得惊喜了起来。果然，我的猜测是正确的。通过吞噬放射性金属元素，这些单细胞机械生物是能够进行进化的。不，现在应该不能够称之为单细胞机械生物了，应该是就是硅基生物。只是进化的似乎只是种群的一小部分啊。对于这一点，苏雨微微有些遗憾。不过很快，苏雨便是释然了。诚然，一个种族之中不可能所有的生物都进化，正如现在的九州一般，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走上武者的道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如同王宁一般，在研究上面有着属于自己的天赋。各司其职才是一个种族最完美的体现。这些新增加的磁场的力量，也能够使得这些硅基生物在捕捉金属元素的时候，能够展现出更大的效率。不错不错，苏雨有些满意了。毕竟这些硅基生物捕捉矿石的效率越高，那么他们体内的铁身诀就更加的强悍，死亡之后能够给苏雨带来的反馈也就更多。这样一来，苏雨修行铁身诀的速度和效率也能够更快。苏雨的心情逐渐平静了下来，他注视着地心世界之中的硅基生物，伴随着一小部分的硅基生物逐渐进化出了操控磁场的能力。这些硅基生物也是在整个种群之中占据了比较高的地位。500万的硅基生物之中，大概有着10万的硅基生物成功进化出了操控磁场的能力，这也使得他们似乎成为了这个种群之中领导者的位置。一个世界总归是强者统领弱者，哪怕是在硅基生物这个族群之中也是如此。进化出了操控磁场能力的硅基生物就是强者，而那些没有进化出来的硅基生物就成了弱者。在这些进化出了磁场的硅基生物的领导之下，500多万的硅基生物开始大肆的发展自己的领地，疯狂的朝着领地之外不断的发展探索。他们找寻着四周的矿石，尽可能的划入自己的领地之中。之前的硅基生物由于都是同一个水平的原因，使得他们的目标极其的分散，而现在伴随着强者的诞生，他们逐渐有了主心骨，开始按照同一个目标不断的奋斗着。一时间效率也是很高的。然而硅基生物的数量虽然众多，但是他们在地心世界占据的领地仅仅只是整个地心世界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罢了。他们疯狂的扩张着，也仅仅只是将这微不足道的领地给稍微大一些。伴随着他们大肆的扩张，在路途之中，他们也是遭遇了其他生活在地心世界的硅基生物。只是其他的硅基生物并没有他们这般有着苏雨的帮助，成功进化了第2次。在强者的领导之下，其他的硅基生物的族群也是在领地的争夺之下，成为了这群硅基生物的养料。一场生命的演变就在苏雨的注视之下，一点一点的开始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2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而在硅基世界之中，更是足足过去了2年的时间。2年的时间之中，越来越多的硅基生物死亡。但是这些硅基生物分裂的速度，也是在诸多矿石的帮助之下，逐渐的超越了死亡的速度。虽然说硅基生物的体积很小，死亡之后带回来的反馈也是很少的，但是在庞大数量的加持之下，苏雨的铁身诀也是成功的修炼到了童身境界。感受着身躯每一个细胞之中传来的力量，
苏雨的嘴角也是忍不住泛起了一丝丝的弧度。这就是童身吗？已经堪比炼脏境的武者了。突然之间，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咦，我的铁身诀似乎有些不对劲儿啊！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在感受着童身带来的力量的时候，苏雨赫然的发现自己的铁身诀似乎和其他人修炼的铁身诀有些不一样。苏雨微微沉吟了片刻，看向了之前对方放射性金属的位置，在那地面上还有一些微小的金属残渣。苏雨缓缓伸出了自己的手掌，轻轻地靠近了那些金属残渣，随后苏雨体内的铁身诀缓缓地运转，从苏雨的手掌之中竟然传来了一阵阵微弱的磁场的波动，而在这微弱磁场波动之下，那些金属残渣竟然悬浮了起来，朝着苏雨手掌的位置飞去。这是磁场。苏雨的瞳孔微微一缩，死？难道说那些进化出了磁场的硅基生物死亡之后也能够给我带来磁场的能力？这未免有些太变态了吧。苏雨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但是嘴角却是洋溢着一抹笑容。有趣，这个硅基生物还真的让我惊讶啊。苏雨好好的感受了一番童身境界带来的恐怖提升之后，便是将注意力放在了2号栏位之上。2号栏位同样是出走的是硅基世界，只不过出走到了一头机械鲸鱼的身上。苏雨的心念微微一动，系统的画面轻轻闪烁之间，便是浮现在了苏雨的面前。浩瀚的大海之上，一头浑身都被机械笼罩的鲸鱼飞速的划过海面，四周漂浮在海洋之中的金属瞬间被机械鲸鱼身上传来的一阵阵的震荡波化解，融化成了金属液体，最后涌入了机械鲸鱼的体内。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金属液体涌入了机械鲸鱼的体内，机械鲸鱼体内的气息也开始逐渐提升。相比于地心世界的硅基生物来说，机械鲸鱼的起点就要高很多了。首先，机械鲸鱼的肉身就足以轻易的横扫整个地心世界的种族了，再加上机械鲸鱼还演变出了智慧，在苏雨还没有出走的时候，机械鲸鱼本就是属于霸主级别的存在。而地心世界之中的硅基生物虽然开启了第2次进化，但是距离进化出智慧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此刻的海洋之中似乎已经完全成为了机械鲸鱼的舞台。当初那头濒死的机械鲸鱼在有了苏雨的铁身诀出走之后，也是彻底的称霸了整个海洋。地心世界，海洋，不知道硅基生物种群未来有一天会不会冲破地心，进入海洋，最后和这头机械鲸鱼碰见。等到了那个时候，应该挺有趣的吧。苏雨微笑着，随后收回了自己的视野。对于机械鲸鱼，苏雨还是比较在意的，毕竟机械鲸鱼的回馈绝对比起硅基生物数十亿的死亡还要多。或许等到了机械鲸鱼反馈的那一刻，自己的铁身诀就能够修炼到前无古人的精深境界，足以和炼神武者交手一段时间。收回了目光之后，苏雨简单的休整了一下，心中唤醒了系统，将系统画面调到了武侠世界。时间流逝，世界的融合也即将开始了。武侠世界，整个武侠世界又是掀起了一阵阵的渲染大波。武帝出世，这个消息先是由一个宗师强者从武帝陵寝之中带出来，瞬间传遍了整个江湖。刹那之间，原本不断发展、逐渐回归平静的江湖，在这一刻彻底的被引爆了。当初武帝的沉睡，更是被许多人证实，武帝是陨落而不是沉睡。而现在，武帝的出世，无疑是在这些人的脸上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一时间，无数的江湖武者快速地朝着武帝陵寝的方向走去，想要看看武帝是不是复苏了。甚至于在江湖之中，还有一道道隐晦的目光投向了武帝的陵寝，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就在无数的武者祈福武帝陵寝之后的几天之后，一道消息再度传入了江湖之中，武帝真的出世了。那一日，面对着无数前来打探消息的武者，武帝端坐在陵寝之外，身穿一身黄色的龙袍，整个人仅仅只是坐在那里，都宛若一尊掌控天下的帝王一般。无数强者被武帝的气势所折服，纷纷加入了武帝的麾下，其中甚至还包括了宗师强者。这个时候，众人才知道，当初传遍江湖武帝出世的消息的那一位宗师，竟然也被武帝收服了。武帝出世被彻底的证实。武侠世界的一个角落，一座安静祥和的村落内，一个老人欣喜若狂地站在村落的中央，声泪俱下：老祖还活着，老祖还活着！果然祖训不欺我们，老祖果然是沉睡了，老祖并没有陨落。老人的嘶吼传遍了整个村落，乒乒乓乓，村落之中传来了一道道骚乱声，紧接着一道道人影出现在了村落的中央，他们目光炽热，齐刷刷地看向老人，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老人这才恢复了平静，望着四周的人影，沉声道：所有人随我追随老祖。是。无数人激动万分，纷纷收拾起了东西，跟随着老人前往武帝陵寝，追随武帝。他们是大周覆灭之后残存下来的族人。一时间，在武帝陵寝附近，武帝逐渐收拢了一大波的武者，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武帝的出世犹如平静的水面被投入了一块巨石，掀起波澜。江湖不再平静了。当初大周的覆灭，使得现在的武侠世界被硬生生的划分成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天子在听到武帝出世的消息之后，纷纷脸色变得苍白了起来，心中充满了不安。当今武侠世界唯有3尊见神不坏的强者，许多的国家皇朝之中也就只有宗师强者坐镇。此刻武帝的出世无疑是给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打击以及害怕，即便是有着见神不坏武者坐镇的3大皇朝，也开始逐渐变得急躁了起来。尤其是大夏皇朝内，皇宫深处，一个身穿龙袍的青年跪在地上，而在他的面前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老者的双眸已然浑浊，
但是身上却是散发着一股极其汹涌的气势。武帝真的没死啊！老者的声音之中有些感慨，而在感慨之中却是夹杂着一丝丝的忌惮之色。老祖，我们现在怎么办啊？大夏老祖的面前，当今大夏皇主声音恐惧地问着。大夏老祖沉默了，整个房间之中似乎都充斥着一股压抑的气息。当初大周的覆灭，便是此人一手造成的。昔日武帝还在的时候，大肆抓捕江湖之中的武者，大夏老祖的长辈便是死在了那一次的动荡之中。后来武帝解开武禁，他得到了修行。再后来，武帝沉睡，大周没有了武帝的庇护。经过了50年的时间，依靠着惊人的天赋，成功修炼到了见神不坏的境界。依靠着强悍的实力，再加上笼络了不少江湖之中对大周充满怨念的武者，成功覆灭了大周，建造了现在3大皇朝之一的大夏。现在的他也已经是有150岁的年纪了。大夏老祖沉默着，然而还没有等他开口，皇宫之中却是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来人身材魁梧，身穿龙袍，整个人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唯我独尊的气势，和那跪在地上的大夏皇主呈现出了鲜明的对比。来者何人？此乃大夏皇宫，也是你能够进来的。大夏皇主望着来人，顿时呵斥了一声。还有，龙袍也是你能够穿的吗？来人听着这一番话，淡淡的看了一眼大夏皇主，仅仅只是这一道目光，瞬间就让大夏皇主整个人的脖子都忍不住缩了起来。刹那之间，从武帝的身上涌现出了一股极其恐怖的威能。在这一股威压之下，大夏皇主整个人的身子竟然忍不住的颤抖了起来，额头之上更是有着一颗颗的冷汗滴落了下来。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武帝淡淡的开口，言语之中有的仅仅只是无尽的淡漠之色。还有，朕为何穿的不这个龙袍了？朕，你是？原本还端坐在位置之上的大夏老族整个人猛然站起身来，见神不坏的修为猛然爆发而出，忌惮的望着眼前的武帝。人间武帝，你终究还是来了。大夏老祖的双眸之中有着忌惮之色浮现了出来。武帝淡淡的望着眼前的大夏老祖，没想到200年之后还有人记得朕人间武帝的名号，看来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物啊。不过朕没有见过你，想来你应该是这200年中成长起来的小辈吧。武帝终究还是武帝，即便是面对着当今时代3大剑神不坏的强者，依旧淡然无比，并没有看在眼里。武帝，你未免也太狂了！大夏老祖冷哼一声，一股冲天而起的气势瞬间爆发。今天朕不是来找你打架的。武帝淡淡的望着这一幕，轻声道：那是。大夏老祖的双眸之中有着一缕缕的疑惑之色。武帝双手负背，淡淡的说道：你可知道当初朕为何会沉睡？为何？为的便是当今这个时代。武帝的双眸之中突然有着金光浮现。你应该再见神不坏这个阶段卡了很久了吧？你可想知道见神不坏之后该如何走？大夏老祖闻言愣了下，立即追问道：见神不坏后还有路？可我明明感觉到前路走无可走了呀。武帝淡淡道：见神不坏便是这方天地的上限，不是武道无路可走，而是这方天地无路可走了。再过不久，我们这个世界即将和另外一个世界融合，另外一个世界之中还有着见神不坏之上的境界，他们都将是我们世界的威胁。所以今日朕前来不是为了大周，也不是为了找你打架，而是来找你合作的。武帝一双目光紧紧地望着眼前的大夏老祖。另一个世界融合，超越见神不坏的境界，合作。大夏老祖直接被武帝的一番信息轰炸懵了。片刻之后，大夏老祖缓缓抬起头来，目光直视着武帝。可以。武帝一愣，眉头紧皱。你就这么信任朕？或许是看出了武帝的疑惑，大夏老祖淡淡一笑。关于见神不坏之后的境界，还是世界融合的事，我并不太信。不过以武帝你的气魄，自然是不屑在这种事上欺骗我的。只是在合作之前，我还有一事相求。武帝点了点头。何事？大夏老祖目光熠熠地望着武帝，舔了舔自己的嘴唇。久闻武帝开创了见神不坏之境，今日在下想请教一下武帝之威。武帝深深地看了一眼大夏老祖，随后淡淡一笑。可大夏皇宫内一处空旷的场地之中，武帝身穿龙袍，双手负背，目光淡然地望着眼前的大夏老祖。大夏老祖的面色凝重无比，即便是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武侠世界见神不坏境的强者，但是面对着昔日的人间武帝，依旧忌惮不已。前辈，请了。大夏老祖暴喝一声，原本枯瘦的身躯在这一刻更是瞬间膨胀了起来，一块块肌肉充斥着力量美感，身影更是宛若一颗炮弹一般弹射而出。咚！大夏老祖一拳横推而出，裹挟着极其恐怖的力量，瞬间爆发了。然而面对着大夏老祖的全力一击，武帝的脸上甚至没有半点的情绪波动，仅仅只是后撤一步，左手轻轻地对着前往一握，随后体内的气血疯狂地涌动，好似奔腾的河流一般。你终究还是太弱了。武帝淡然开口。下一刻，一股冲天起的煞气从武帝的身躯之中涌现，四周更是浮现出了淡淡的血雾。你说了。武帝的声音刚刚落入了大夏老祖的耳畔，紧接着大夏老祖整个人的身躯好似受到了重创一般，如同折线的风筝一般，瞬间被击飞，重重地砸入了墙体之中。厚重的墙体直接化作了一片废墟。好快！一旁观战的大夏皇主更是瞳孔猛然一缩。大夏皇主虽然不是顶尖的武者，但也有着先天巅峰的实力，可是却连武帝出手的影子都捕捉不到。仅仅只是一眨眼不到的时间，自家的老祖便是落败了。可嗨嗨！废墟之中，大夏老祖挣扎地站起身来，
口角处更是溢出了一滴滴鲜血。他咳嗽着，浑浊的双眸之中却是有着一抹畅快的神色浮现了出来。不愧是人间武帝，哪怕是200年后，老夫也不是你的对手。从现在开始，大夏攻武帝驱使。大夏老祖的话音落下，算是彻底的和武帝结盟了。一旁的大夏皇主面露苦涩，但是却没有办法。伴随着大夏和大周彻底的结盟，在武帝的指挥之下，凭借着大夏的军队以及大周剩下族人的力量，轻易而举地横扫了4周的大大小小的国度。大夏的疆域开始不断的朝着外面扩展，终究还是当出关绝世界的武帝，不仅仅在武道之上走到了极限，甚至于在军事治国之上也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整个江湖之中充斥着大夏的铁骑，无数的国度被踏破了国门，成为了大夏的疆土。无数的江湖势力也是在大夏铁骑的淫威之下，不得不臣服在了武帝的麾下。一时间，武侠世界仿佛又回到了200多年之前。大夏皇都巍峨的皇宫之内，突然来了2个不速之客。只见得一黑一白两人静静地站在午门之前，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却是连4周的禁军都不敢靠近。很快，大夏老祖和武帝2人的身影缓缓浮现在午门之前。武帝望着眼前的2人，面色平静无比。倒是武帝身边的大夏老祖，在这一刻却是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大夏老祖沉声道：“这2个家伙，便是当今武侠世界另外的2尊剑神不坏的强者了。黑白双煞，2人乃是孪生兄弟，1对1，我自然不惧。但2人极其的默契，更是擅长合击之术。2人联手的话，不到1刻钟的时间，我便会落败。不过好在这2个家伙也是追求武道之人，对于开疆拓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追求，否则大夏也不可能成为顶尖的国度。”大夏老祖解释着。武帝闻言，轻轻地抬起自己的下巴，一双虎眸之中有着淡淡的光彩在闪烁着。合击之术吗？有点意思。武帝的嘴角泛起了一抹弧度。黑白双煞见到武帝和大夏老祖的出现，脸上也是浮现出了一抹笑容。白煞对着2人拱手道：“早就听闻昔日武帝复苏，今日得来相见，不知武帝可否和我兄弟2人交手一番？”毕竟白煞的脸上有着狂热之色浮现，人间武帝的名号，我兄弟2人可是久闻啊。黑煞的脸上同样是有着一抹强烈的战意涌了上来，目光熠熠地盯着武帝。武帝淡淡地望着2人，一步跨出，周身的龙袍微微鼓动，有着劲风吹拂，将龙袍吹得猎猎作响。来战！武帝也不废话，瞬间开口了。黑白双煞对视了一眼，脸上露出了默契的表情。下一刻，2人的身影瞬间化作了黑白2道残影，裹挟着极致的速度杀向了武帝。小心！一旁的大夏老祖忍不住提醒道。武帝淡淡地看了一眼大夏老祖，随后收回了自己的目光，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失望之色。太慢了！什么？黑白双煞2人听到武帝的声音，不由得心头猛然一沉。紧接着便是看到武帝的身后竟然浮现出了一柄暗红色的长剑虚影，这是魔剑。大夏老祖望着武帝身后的魔剑虚影，瞳孔微微一缩。昔日武帝大肆抓捕江湖武者，为的便是打造这一柄魔剑，只不过伴随着武帝的沉睡，魔剑不知所踪。原来武帝早已将魔剑炼化。大夏老祖的双眸之中有着震惊之色浮现。血杀！淡淡的声音从武帝的口中吐出，刹那之间，整个午门广场之上好似有着一道猩红的剑芒闪烁而出。这是血杀剑神的血杀之剑！大夏老祖再度惊呼一声，脸上全然都是骇然之色。之前武帝和他的交手，甚至都没有动用全力，这才是武帝真正的实力吗？大夏老祖感觉自己的嘴巴都有些干涸了。下一刻，血光闪耀，宛若一轮猩红的弯月。咚咚！紧接着，2道身影一黑一白瞬间被击飞了出来，重重地砸入了大地，将大地都砸出了一个深坑。做完这一切，武帝平静地收手，站在了原地，目光淡然地望着眼前的黑白双煞。早在200年之前，武帝沉睡之日就已经走到了剑神不坏的巅峰，再加上成功炼化了魔剑，武帝的身躯已然异于常人。即便是同为剑神不坏，武帝也绝对是最顶尖的那一波。可嗨，不愧是人间武帝，我兄弟2人输的不冤。黑白双煞站起身来，面露苦涩地望着武帝。武帝淡淡的开口：“合击之术不错，不过你们难道就不想要追求武道更高的境界吗？”武道更高的境界？黑白双煞一愣。数十年之后，我们的世界即将和另外一个世界融合，到时候世界的桎梏将会被打破，剑神不坏之后将会诞生出全新的境界。你们可愿追随朕，追求更高的武道境界？武帝低沉的声音回荡在了黑白双煞的脑海之中。2人本来就是潜心追求武道之人，正如大夏老祖所说的那般，若不是因为2人对武道的极致极其的酷爱，否则大夏不会成为顶尖的皇朝。大哥，黑煞看向了白煞，白煞咬了咬牙齿，目光逐渐变得坚定。如若武帝不嫌弃，我兄弟2人便追随在武帝之下。此话一出，武帝的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了一抹笑容。武帝终究还是武帝，身上带着一种独有的魅力。伴随着黑白双煞加入了武帝的阵营，一时间，整个武侠世界再也挡不住大夏的铁骑。50年内，大夏的铁骑在武帝的指挥之下，彻底的将整个武侠世界统一。大大小小的国度已然成为了历史，如今彻底的并入了大夏的疆土之中。这一次，大夏的铁骑走得比起当初的大周还要更加的远，彻底的充斥在了武侠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这个时候，武帝才是从手下报告上来的信息之中发现，整个武侠世界竟然是一个天圆地方的世界。从内部看上去平整无比，但是从一个方向矢志不移的走下去，却能够看到世界的边界那是一片虚无。
这个世界是一个包裹在世界壁内的大陆。苏雨默默地观察了一番之后，散去了武侠世界的画面。而在硅基世界之中，从苏雨喂养金属矿物开始，已经过去了10年。苏雨的目光落在了硅基世界当中。10年的时间过去，之前的那头机械鲸鱼在不断的吞噬之下，依靠着铁身诀，身躯已然长到了足足40米的大小，彻底的成为了海洋之中的霸主。凭借着那恐怖的身躯，在海洋之中，其他的生物基本上都不是机械鲸鱼的对手。这家伙的气息，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好好的感受了一番之后，露出了诧异之色。这种气息最少相当于断骨境极限，这玩意儿成长的有点快啊！如果以世界等级作为参考，这条鲸鱼至少是3阶生命，也就是3级世界能诞生出的上限。由于世界的不同，苏雨自己给其他的世界制定了一个等级的划分：1阶对应气血、先天以及超凡；2阶对应炼脏、宗师以及生位；3阶对应断骨、剑神不坏以及半神。至于4阶则是对应的炼神。眼前的这头机械鲸鱼已然已经堪比3阶极限了，再加上那庞大的身躯，即便是不如4阶炼神，但是在3阶之中，也绝对是属于顶尖的存在了。看了一眼之后，苏雨也便是收回了自己的目光，意识回归了现实之中，伸了伸懒腰，身子骨发出了宛若爆豆一般的声响，噼里啪啦的。苏雨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肉身，在这么多天的修行之中，苏雨的铁身诀在无数的机械生物的死亡反馈之中，已然达到了童身中期，而且还在不断的暴涨之中。苏雨估摸着，恐怕要不了几天的时间，苏雨就能够将铁身诀修炼到童身圆满的地步了。而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械生命族群数量越来越多，苏雨的修行速度只会越来越快。而要知道的是，苏雨从开始修炼铁身诀到现在，也仅仅只是用了1-2个月的时间。九州上一位将铁身诀修炼到银身境界的强者，可是足足用了80年的时间啊！即便是修炼到童身圆满，也是耗费了20年的时间。这么一比较，就显得无比的惊世骇俗了。苏雨走出了修炼室，四处闲逛了一下，没过多久就被气喘吁吁的王宁叫住了。我说苏雨，你终于出关了，我刚刚去你修炼室找你，结果你都出来了，来，跟我来，咱们继续测试。对于王宁这专注的状态，苏雨也有些无奈，仍凭着王宁拉着自己走到了试验场地之中。苏雨走到了场地中央，一边听着王宁的话，一边穿戴着气血战甲。这一次不要简简单单测试了事了，我要求你穿戴气血战甲之后使用全力，我要将所有的数据都记录下来，这样一来，下一次的改进之后，我才有充足的数据做支撑。王宁将一台测试仪器推了过来，嘴巴里面不停的絮絮叨叨着，记得一定要全力昂，不准有半点的留手。苏雨翻了翻白眼，好了，知道了。随后苏雨穿戴上了气血战甲，站在了测试仪器的面前，身边放着的则是苏雨的银色剑匣。穿戴上气血战甲的一瞬间，那种久违的对肉身的压迫感顿时传来，也就是苏雨现在的肉身在机械生命的死亡反馈之下提升了许多，对于这种压迫感更加的适应了，否则还是会像上次那样坚持不到1分钟就累虚脱了。王宁站在一旁扶了扶自己的眼镜儿，有着凌厉的光芒一闪而过。出手！伴随着王宁的声音落下，苏雨猛然一拍身边的银色剑匣，一柄柄剑刃在苏雨气血的操控之下瞬间悬空。天剑、奇剑、万象，一道道功法瞬间打出，狠狠地斩在了仪器之上，一道道闷响声不断传来，仪器更是承受了这一股恐怖的力量而不断地震动起来。万剑合一，最后苏雨手持万象之间，脑海之中沉睡的一枚枚小剑纷纷发出了一道道清脆的剑鸣声。下一刻，剑光闪耀，一道道剑意涌入了万象之间当中，一道锋利的剑芒瞬间展出，宛若白色的月牙一般冲天而起，猛然落在了测试仪器之上。砰！伴随着一道闷响，仪器之上跳出了密密麻麻的数据，而王宁也是快步走到了仪器的面前，望着上面的密密麻麻的数据。当王宁将所有的数据都收入了眼底的一刻，王宁的瞳孔明显的收缩了一下。这个力量竟然是断骨境9层平均值的3倍！王宁惊呼一声。而在王宁的身后，苏雨斩出了万剑合一之后，整个人也是彻底的虚脱了，声音微弱的传了出来：你先别管数据了，赶紧把我弄出来，我脱力了。听到苏雨的声音，王宁才是反应了过来，连忙将气血战甲卸了下来。苏雨大汗淋漓的从气血战甲之中爬了出来，浑身的肌肉都是发出了酸痛的感觉。苏雨站在原地，双腿都忍不住的颤抖，这玩意儿的负荷简直太大了，一旦力竭，即便是修炼了肉身法门，也有些扛不住那一股压力。苏雨气喘吁吁的说着，不过在看到自己的力量竟然达到了断骨境9层平均值的3倍之多的时候，还是明显的露出了一抹惊讶之色。这是我打出来的。苏雨很清楚，自己现在不过是断骨6层的修为，即便是依靠着万剑合一，也最多略微高过断骨9层的平均值，但是依靠着气血战甲和同身境的肉身强度，竟然直接翻了3倍。死！饶是苏雨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玩意儿简直就是好东西啊！王宁没好气的说道：得了吧，也就你能够承受住气血战甲的负荷，其他人还承受不住呢。随后王宁开始记录仪器上面的数据。至于苏雨，此刻在王宁的眼中明显有些碍眼了，他看着在实验场地闲逛的苏雨，挥了挥手：行了，接下来我有一个进一步研究的想法，短时间内应该不需要你了。说罢便是埋头在了实验数据的记录当中。苏雨有些无奈，王宁这个人是这样的，在有了想法之后，便一门心思只想继续研究。
苏雨也了解对方，便是讪讪一笑，回到了自己的修炼室内，盘坐在床榻之上。苏雨沉吟了片刻，算了算时间，世界融合应该要开始了吧？苏雨的心念微微一动，眼前浮现出系统的画面。只不过这一次系统的画面则是有些不一样了。只见得浩瀚的星空之中，两个星球缓缓地靠拢，二者之间似乎有着吸引力一般，将二者吸引在了一起。一颗呈现出蔚蓝色，而另外一颗却是带着一缕缕猩红之色。与之一起的，则是还有两个星球的月亮。下一刻，在苏雨的注视之下，两个不同的星球瞬间碰撞在了一起。但诡异的是，两个星球碰撞在一起，竟然没有半点的碰撞的感觉，反而像是两个同源之物，一点一点的链接，开始融合。刹那之间，不管是在武侠世界还是诡异世界之中的生灵，似乎心有所感的一般，齐刷刷的抬起头来。两轮皓月缓缓地悬浮在了天穹之上，世界融合开始了。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一动不动地凝望着系统当中的画面。虽然说诡异世界的等级到达了4级，而武侠世界仅仅只是3级，但是诡异世界之中的伪神本质上还是无法真身降临在世界之中的，所以对于武侠世界的人来说，伪神的威胁并不是很大。真正有威胁的还是诡异世界之中的半神。可现在的诡异世界之中，半神的数量也并不是很多，哪怕是半神的数量超过了武侠世界，可这些半神的身上都有着一些隐患，这样一来，对于武侠世界的威胁就更小了。所以在苏雨看来，两个世界的实力其实基本上还是差不多的。武侠世界，大夏皇都午门广场之上，以武帝为首的武侠世界的剑神不坏的强者站在广场的高台之上。明明现在还是白昼，但是在天穹之上，两轮弯月闪烁着银色的光辉，双月当空，世界融合开始了。武帝低沉的声音回荡在广场之中，身后黑白双煞以及大夏老祖两人的面色有些凝重。世界融合的消息，他们都还是从武帝的口中知道的。至于是不是真的，在世界融合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直到现在，他们才算是真正的确信了下来。动手吧！武帝双手负背，淡然开口。身后一位位宗师的身影瞬间闪烁而出，朝着一处方向掠去。这是武帝很早之前便是组建出来的小队，宗师小队，清一色的由宗师武者组建而成的队伍，也是专门为了今日做出的准备。小队的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是这些宗师都是经过了武帝亲自培养出来的斥候，又是被黑白双煞传授了合击之术，虽然单对单战力不是很强，可是不管是在联手的情况之下，还是打探情报之上，这一支宗师小队绝对是当今整个武侠世界最为顶尖的队伍。而他们的任务便是彻底的将诡异世界的情况打探清楚，将信息传回武侠世界，然后武侠世界再做出一定的应对之法。看着一位位宗师消失在视野之中，武帝缓缓闭上了双眸。感受到了吗？身后黑白双煞和大夏老祖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感受到了，武道的极限已经被打破，未来的道路也开始变得清晰了。武帝的嘴角泛起了一抹弧度，目光眺望诡异世界的方向。希望你们这一方世界不要让朕失望啊！伴随着世界的融合，武帝感觉自己体内久违的那种热血再度沸腾了起来。全新的疆域，全新的敌人，以及武道的光明之路，都在不断的刺激着武帝的神经。3日之后，大夏皇宫内，武帝、黑白双煞以及大夏老祖4人静静地站在一处沙盘之上。沙盘是通过斥候小队不断传回来的信息及时创建出来的，基本上能够还原诡异世界地形。200多年之前，朕沉睡之时，正面见过仙人。武帝的声音回荡在整个大殿之中。黑白双煞以及大夏老祖的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的诧异之色，毕竟仙人的存在一直都在武侠世界之中流传着。不管是昔日的血杀剑神创建了宗师之境，也是因为仙人的存在。武侠世界的第2位宗师强者诸王，同样是因为仙人。而武帝创建出剑神不坏之境，又是沉睡了200多年，身体机能还能保持着这么好，本就超过了武侠世界的常识。他们也猜测过武帝是不是得到了仙人赐法，只不过现在武帝直接将这个消息说了出来。仙人曾告诉过朕，另外一个世界名为诡异世界，那个世界之中的武道似乎和我们这个世界有些不一样，分别是超凡、升位、半神以及伪神。其中超凡对应的是先天武者，升位对应的是宗师武者，半神对应的则是剑神不坏。至于其中的伪神，武帝的脸上露出了凝重之色，则是剑神不坏之上的境界。听着武帝的话，黑白双煞也大夏老祖的面色也是变得凝重了起来。伪神凌驾于剑神不坏之上，这个信息的出现，直接让武侠世界最为顶尖的几个人心中沉重了起来。不管怎么说，先等宗师小队的消息回来再说吧。朕已经专门吩咐了他们，对于伪神境界的消息，一定要打探得清清楚楚的。听着武帝的这一番话，点了点头，安安静静等待了起来。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外面传来了一道声音：报！伴随着这一道声音的响起，4人的双眸同时睁开，看向了大殿之外。饶是武帝在这一刻，神色都变得有些急切了。紧接着，一道身影进入了大殿之中，赫然是宗师小队之中的一位宗师。这位宗师整个人看上去极其的狼狈，但是脸上却涌现出了一股兴奋之色。启禀陛下，诡异世界的伪神信息拿到了。此话当真？武帝整个人直接站起身来，目光熠熠地望着对方。不仅仅是武帝，包括黑白双煞以及大夏老祖都激动起来了。对于武帝他们来说，对于诡异世界最忌惮的便是他们的伪神了。速速说来！武帝连忙说道。那位宗师咽了咽口水，兴奋地说道：
我们在那一片大陆之中，经过四方的打探，终于是将伪神强者的信息拿到了。只是在诡异世界之中，并没有伪神强者，没有伪神强者。武帝一愣，和黑白双煞以及大夏老祖对视了一眼，均是看到对方眼中的疑惑。明明先人曾说过，另外一个世界之中有着伪神的存在，只是为何派出去的斥候竟然说没有伪神强者？其实也不能说没有伪神强者，而是伪神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存在。这些伪神并不能降临在世界之中，只能够通过半神作为载体降临。他们被排斥在世界之外，平常时刻根本无法降临，所以才没有伪神境的存在。而且，即便是他们将半神作为载体降临，也无法爆发出全部的战力。宗师兴奋地说着：“如此甚好！”武帝大笑一声，拍了拍巴掌：“哈哈，本以为这伪神境界将会是我们最难的一点，结果伪神无法降临。这样一来，这个世界和我们世界没有什么区别。”黑白双煞和大夏老祖同样是露出了笑容。既然伪神不能够降临，那么诡异世界实力上对比武侠世界的优势就彻底的消失了。还有呢，那一方世界的情况了解完了吗？武帝压抑住内心的激动，连忙问道。旋即，那位宗师便是将在诡异世界之中打探到的情报说了出来。听完之后，再结合之前武帝从苏语口中知道的诡异世界的情况，四人也是彻底的将现在诡异世界的情况分析了出来。现在的诡异世界被三方势力统治，西蒙、联邦以及印南人，其中西蒙的实力最强，其次便是联邦，最后便是印南人了。西蒙统治了整个诡异世界一大半的疆域，而联邦则是从西蒙脱离出来的一方势力，只不过二者之间仅仅只是因为利益的不同而分离出来的。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二者还是属于穿一条裤子的。至于印南人，则是被西蒙和联邦剿灭的国度之中存活下来的土著，后来组建到了一起，成立了印南人这一方势力。如果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开战的话，大夏的军队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西蒙的军队，而除开了三大势力之外，便是诡异世界强者的情况了。诡异世界之中超凡者众多，但是到了升位阶以及半神境界的话，数量一下子就少了起来。因为一旦跨入了升位阶，基本上是被伪神们看中的载体，一旦被降临，那么人性将会直接被伪神占据，成为伪神的傀儡。这也导致了升位阶和半神境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大部分的超凡者，即便是走到了超凡境的巅峰，一般情况之下也并不想要跨入升位阶，所以和武侠世界的宗师强者以及见神不坏的强者相比，就显得要稍微少那么一些了。大殿之中，武帝、黑白双煞、大夏老祖对视了一眼，均是看出了对方的想法。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进攻诡异世界的机会。传朕指令！武帝低沉的声音回荡在大殿之中，而那位宗师强者则是深呼吸了一口气，面色狂热地望着武帝，等待着武帝开口。即可组建10万先天武者大军，上千宗师，黑白双煞为大军首领，作为先锋部队踏入诡异世界。武帝的目光缓缓落在了黑白双煞的身上。我希望两位能够帮助我们的世界率先拿下一城。黑白双煞点了点头，随后身影消失在了大殿之中。黑白双煞单对单的战力或许不强，但是两人联手，即便是同样面对着两尊见神不坏，也就是诡异世界的半神强者，也能够压制对方。这就是两人合击之术的强大所在了。诡异世界，西蒙，真是奇怪，我们西蒙边缘竟然莫名的出现了10万的大军，这个军队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一个金碧辉煌的大殿之中，一个个身穿燕尾服的中年人坐在长桌之上，为首的白发老者眉头紧锁。会不会是印南人的手段？这段时间他们对于我们西蒙的游击战可是经常发生的。有人忍不住的说道。为首的老者双手撑着自己的下巴，不断的摩挲着。有可能这段时间印南人这帮土著跳的实在是太欢了，不给他们一点教训，真的以为我们西蒙没有实力覆灭他们。老者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不屑的笑容。真以为他们成立了印南人的组织，就能够和我们西蒙相提并论了吗？我们掌握了最先进的蒸汽技术，更是发明了火药，掌握了最大的矿山，他们拿什么跟我们打？老者的脸上有着一抹桀骜之色浮现了出来。他们要打，那就打，好好的蹂躏这群土著，10万大军，呵呵，在我们英勇的勇士面前，他们甚至连100米的距离都前进不了。此话一出，长桌之上的众人纷纷露出了笑容。这个时候，西蒙的人可还没有意识到世界的融合，毕竟他们可不像武帝，早在200多年之前就被苏语告知了世界融合的消息。为此，武侠世界更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至于之前的双月当空的异象，更是被他们当做了神迹。仅仅只是简简单单的拜了拜所谓的神灵之后，便是不当一回事了。毕竟在诡异世界之中发生的诡异事情太多了。然而，就在这群家伙嚣张了2-3天之后，一道战败的信息瞬间传入了西蒙的圆桌会议之中。诸位，我们的勇士们落败了。依旧还是那个大殿，依旧还是一个长长的桌子，依旧还是之前那群桀骜不驯的中年人。他们坐在长桌之上，面色难看。就在刚刚，他们收到了边线大军的信息。仅仅只是2天的时间，西蒙的边线大军彻底的崩溃，甚至于一些升位阶的强者，上千位超凡境的强者，竟然无法阻挡这群所谓的土著。战况简直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什么时候印南人都有这么强大的军队了？我们的火炮和长枪竟然对这群大军没有任何的作用。一个身穿燕尾服的中年人懊恼地说道。难不成对方出动了半神？有人询问道。然而这一句话刚刚提出来就被人无情地否定了。不可能，
半神强者需要时时刻刻压制体内的神性，不然很容易被神灵侵蚀，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半神强者不会出动。硬男人的半神不可能出动，我总觉得这个军队不像是硬男人能够拥有的。那么这群军队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一个疑问在大殿之中浮现，一群西盟的领导人在这一刻纷纷沉默了，根本不知道这群神秘的军队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就好似是凭空出现的另外一个世界的军队一般。武侠世界，大夏皇宫内，报，大军已经彻底的跨入诡异世界。报，大军已经进入西盟边界。报，大军已经成功和西盟边界联军交手。报，黑白两位将军出手。报，黑白两位将军已经攻破了西盟的边疆防线，正在清点伤员，准备下一次进攻。伴随着一道道信息传入了金銮殿内，武帝和大夏老祖两人的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了一丝丝的笑容。虽然他们很清楚，他们现在仅仅只是占据了一个信息差的优势，打了西盟一个措手不及，但是等西盟他们反应过来，和联邦联手，甚至是和他们从来看不起的硬男人联手，大夏的军队想要再如同这般势如破竹，基本上是不可能了。传令下去，明黑白两位将军一切从简，尽可能的在西盟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占据更多的疆域。武帝瞬间抓住了这一点优势，开始下令。是。随后，金銮殿内只剩下了大夏老祖和武帝两人，两人站在沙盘的旁边，望着沙盘上诡异世界的地界情况。第一战，我们算是彻底的占据了优势了，只是想要彻底的巩固好这个优势，还需要培养出更多的宗师，乃至是剑神不坏的强者。唯有在顶尖战力之上，能够和诡异世界持平，我们才能够站稳跟脚。武帝雄浑低沉的声音响起。大夏老祖点了点头。10多年前，武学院便已经恢复了，这些年来也是笼络了不少的武学天才，正在大肆的培养之中，希望能够诞生出新的剑神不坏吧。武帝了然，深深地望着面前的沙盘。虽然说诡异世界的伪神目前为止对我们的威胁并不是很大，但他们始终像是一把悬浮在我们头上的刀，不把这把刀解决了，朕的心里有些不爽啊。您想怎么做？大夏老祖看向了武帝。武帝淡淡一笑，你也应该察觉到了吧，伴随着世界融合，未来的武道之路已经逐渐清晰起来了，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夏的指挥权就交给你了。朕要去看看剑神不坏之后的风景。数日之后，身穿一袭黑袍的武帝缓缓地踏入了诡异世界的疆域，他望着眼前这一片和武侠世界完全不一样的风景，沉吟了片刻。武道的桎梏虽然被打破了，但是武帝依旧不知道剑神不坏之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即便是他已经走到了剑神不坏的极限，想要突破极限，唯有经历生死，挑战强者，向来都是一条成为强者的通天大道。朕倒要看看所谓的诡异世界的半神到底有什么能耐。武帝淡淡一笑，依靠着强大的实力，轻而易举的便是进入了西盟的腹地。这第一站，武帝选择的便是西盟之中最大的教会——光明教会。光明教会位于整个西盟的核心区域，更是凭借着强大的实力，硬生生的在西盟的核心区域之中占据了一方城池。而这一座城池也是由光明教会命名为的光明城。光明城内有着一座极其辉煌的教堂，教堂的顶楼完全由黄金打造而成的时钟静静地挂着。教堂通体都是由一种看上去极其华丽的材料打造而成，仅仅只是看上一眼，都会被教堂的奢华彻底的吸引。一日，在教堂的面前突然来了一个怪异的中年人。中年人的穿着一袭黑色的袍子，袍子之上更是雕刻着在整个诡异世界都未曾出现过的图案：鹿角、牛头、驴嘴、虾眼、象耳、鱼鳞、人须、蛇腹、凤足，宛若四不像，但是组合在一起却是给人一种充满威严的感觉。四周的行人在看到这个中年人的时候，纷纷驻足停了下来，目光诧异地望着这个和整个光明城格格不入的中年人。然而中年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四周的目光，只是望着眼前的奢华的教堂。光明教会有点意思。中年人的嘴角泛起了一抹弧度，双手负背，低沉声音缓缓响彻：光明教会的半神出来一战。雄浑的声音好似虎啸山林一般，彻底的回荡在了整个光明城。剑神不坏的气息席卷了整个光明城，声波激荡而出，伴随着一股可怕的气浪。哪怕语言不通，光明城中的人也知道此人来者不善。刹那之间，在光明教会的深处，有着一道道冲天而起的气息猛然爆发了。放肆！何人胆敢不尊光明？一道怒吼从光明教会的深处响起，紧接着一个身穿白色焦黄袍的苍老身影踏着虚空缓缓走了出来。是教皇！教皇出来！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竟然敢如此不尊光明神！光明神必然会降下神罚，将此人打入炼狱。四周的光明教会的信徒也是在听到中年人的声音之后，纷纷露出了不忿的神色，开始指责此人。而中年人赫然便是从武侠世界走来的人间武帝了。武帝淡淡的望着踏着虚空的光明教皇，目光清澈无比。堂堂光明教会就你一个半神，未免也太弱了一些吧？武帝淡然的开口，全然没有将光明教皇看在眼里。放肆！在我光明教会的面前不尊神灵，当诛！光明教皇虽然有些看不透眼前的这个中年人，也听不懂武帝所说的语言，但是从武帝语气中足以听出那种藐视，那种不屑，心中勃然大怒。神说当有光！教皇暴喝一声，刹那之间，从教皇手中的权杖之上瞬间迸发出了一缕缕的光辉，好似化作了锋利的兵戈，杀向武帝。武帝淡淡一笑，一步跨出，周身更是有着汹涌的血雾爆发出来。太弱了！伴随着武帝的声音落下，
那一道道的光辉竟然都还没有靠近武帝身躯丝毫，便已然在胸涌的血雾之下被彻底的泯灭。这光明教皇的瞳孔微微一缩，意识到武帝的强大，旋即暴喝一声：“出手！光明神的尊严不得被人侮辱！”下一刻，从光明教会的深处，又是有着两道身影爆射而出，两人都身穿着洁白的衣袍，将身躯笼罩，手中拎着一柄看上去极其华贵的权杖，是大主教和二主教。四周，光明教会的信徒脸上顿时涌现出了狂热的神色，纷纷虔诚地跪拜在地上。武帝的双眸猛然一凝，大笑一声：“哈哈哈哈！不愧是光明教会三尊半神，朕甚是畅快。来战！”武帝身躯猛然一震，手中有着一缕缕的血丝缠绕而出，化作了一柄暗红的剑刃——魔剑。刹那之间，武帝的双脚猛然用力，宛若一枚炮弹一般，杀向了光明教会的三尊半神。哼！光明教会的三尊半神冷哼一声，一道道玄奥的波动从他们的身上涌现，化作了无尽的光辉，带着圣洁的气息笼罩武帝。此乃邪恶，光明诛灭！光明教皇低吼着。刹那之间，四道身影直接在虚空之上交战在了一起，一圈圈的能量余波扩散，宛若水面涟漪。轰隆隆，更是有着轰鸣声在虚空之上此起彼伏。下方，无数的光明教会的信徒面色狂热地望着虚空之上的战斗，嘴里不断地呢喃着：“光明神会惩罚一切邪恶，此人当诛！光明神是无敌的！”他们口中疯狂地呐喊着。然而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三道身影瞬间砸入了大地，将大地砸出了一个深坑。嗨嗨，该死的，这家伙到底是谁？什么时候诞生出如此强悍的半神了？光明教皇三人面色难看，嘴角更是溢出了鲜血，惊恐地望着踏着虚空的人间武帝。人间武帝望着下方的三人，双眸之中有着一抹失望之色。这便是西蒙第一教会吗？真的太让朕失望了。武帝的语气中的失望和不屑，哪怕光明教会听不懂，也足以感受到那种深深的蔑视。大胆狂徒！教皇顿时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光明教会不是你这般的狂徒能够随意言论的。请光明神降临！教皇的脸上充斥着一抹疯狂，猛然跪在地上，对着天穹发出了一道道晦涩的音节。请光明神降临！不仅仅是教皇，就连教皇身后的两位主教也是纷纷学着教皇的模样，对着天穹跪拜。武帝的眉头微微一挑，饶有兴趣地望着下方的三人。紧接着，一团光辉好似从虚空之中冲出一般，缓缓落在了三人的身上，随后笼罩着三人。光球之上散发着一种极其圣洁的光辉。武帝的眼睛微微眯起，注视着下方的光球。明明那光球之上散发出来耳朵光辉看上去极其的圣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武帝总是感觉这光球之中似乎掺杂着一股恶意以及无边的混乱。这是……还莫等武帝彻底的研究出来，在光球的笼罩之下，光明教皇和两位主教的身躯竟然逐渐融合在了一起。片刻之后，光球散去，一只三头六臂的怪物瞬间出现在了武帝的视野之中，三颗头颅都露出了一抹祥和的笑容，宛若神灵一般。但是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却是让武帝极其的厌恶，甚至是恶心。光明神，是光明神！光明神降临了！见过光明神！光明神，我是你最虔诚的信徒啊，请光明神降下神罚，惩处此人！四周无数的信徒面色更加的狂热了，对着那三头六臂的怪物就不断的膜拜着。光明神！武帝的面色微微有些凝重了。能够被称之为神灵的，那就只有一个诡异世界的伪神。但是在武帝那凝重的面容之上，却是闪烁着一股狂热的光辉。朕倒要看看所谓的伪神到底有多强。武帝大笑一声，手持魔剑化作了一道猩红的光芒，杀向光明神。嘶嘶嘶！光明神怒吼一声，六只手臂纷纷打出了一道道恐怖的光芒，好似锋利的长剑一般杀向武帝。同时还有无数的触手从光明神的身上瞬间伸出，抓住附近的光明信徒，直接吞噬。啊！神，你为何要吃了我们？一些尚还有理智的信徒瞬间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开始朝着外面逃窜。而一些已经入魔了的信徒更是虔诚地跪在地上，等待着光明神的触手落在他们的身上，将他们吞噬。你这伪神！武帝自然发现了光明神的动作，眉头忍不住一皱，果然邪恶。如此诡异的一幕，更是让武帝心中厌恶到了极致。这一条修行道路简直就是扭曲到了极致。武帝冷哼一声，魔剑之威彻底的爆发，沐浴在猩红的血雾之中，武帝好似化作了一尊魔神一般，裹挟着强悍的力量，一剑挥砍，似要开天辟地。动动动！仅仅只是呼吸之间，武帝和光明神已然交手了上百招。这还是武帝第一次和诡异世界的半神交手，这所谓的光明神，恐怕在诡异世界的伪神之中，也算得上是强大的存在了。否则，怎么可能有着三位半神作为载体？虽然对诡异世界了解的不是很透彻，但是武帝也知道，伪神想要降临，半神便是载体。半神越强，或者半神越多，那么伪神降临能够爆发出来的力量也就更加的恐怖。就在刚刚和光明神交手之时，武帝第一次落入了下风了。身上已然有着密密麻麻的伤痕，一滴滴的鲜血顺着伤痕滴落下来，但是却被光明神的触手卷走，直接吞噬。虽然说伪神的降临有着诸多的限制，可终究还是凌驾于三阶，也就是见神不坏和半神之上的。片刻，武帝重伤，不过武帝的实力已然走到了见神不坏的巅峰，依靠着魔剑带来的强悍的生命力，武帝硬生生的从光明神的手中成功败走。
望着武帝离去的身影，光明生的3双眼睛之中有着淡淡的嗜血之色浮现。他抬起头来，望着9天之上，似乎有着一个世界正在和我们的世界融合。这样的手段究竟是何种存在才能做到？嘶哑的声音从光明神的口中响起，3双眼睛中出现了深深的忌惮。光明神沉吟了片刻，将四周的光明信徒彻底的吞噬，身影消失在了光明城内。西蒙圆桌会议，一个个身穿燕尾服的身影安安静静的挺直的坐在椅子上，举手投足之间更是充满了优雅的味道。那群神秘的大军已经攻破了我们18座城池了，诸位先生，你们怎么看？为首的华服老者声音低沉。此话一出，圆桌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压抑了起来。老者的眉头微微一皱，刚刚想要开口，却是发现在圆桌会议之中闯入了一个不速之客。来者足足有着3颗头颅6根手臂，身上虽然被圣洁的光辉笼罩，但是却充斥着一股暴虐的气息。你是？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来人的身上。光明神，邪神降临了！有人惊呼一声，瞳孔之中充满了恐惧。光明神淡淡的看了一眼开口那人，邪神的称呼让他极其的不爽。不过现在他可不是为了吃人而来，只是3双暴虐的目光望着圆桌会议之上的众人。我知道那群人的底细，我也可以告诉你们，但前提是西蒙需要和我的光明教会联盟，并且以我为主导者。听到光明神的话，圆桌会议上的众人对视了一眼，纷纷露出了诧异之色。片刻之后，一道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西蒙，世界融合的消息也是逐渐在诡异世界之中被人知晓，而武侠世界的信息也是伴随着光明神的话逐渐被西蒙的高层知晓。西蒙大军更是联合了光明教会，组建了一个名叫十字军的军队。在十字军的强悍战力面前，黑白双煞2位剑神不坏的强者终究在攻破了西蒙20座城池之后，也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武帝受伤的消息也是在大夏之中传了出来，武侠世界的大军也是因为武帝受伤的缘故停止了攻势。武侠世界大夏皇宫，在得知了武帝受伤之后，黑白双煞也是马不停蹄的从前线赶了回来。望着坐在龙椅之上面色微微有些苍白的武帝，不管是大夏老祖和黑白双煞都是流露出了担忧之色。然而武帝虽然身负重伤，但是眼神却是前所未有的清明。诸位，这诡异世界一行，朕似乎找到了剑神不坏之后的道路。听到武帝的话，不管是黑白双煞还是大夏老祖，纷纷神色一震，目光熠熠地望着武帝。经过和光明神交手之后，武帝发现剑神不坏的境界似乎已经将人体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了。若是还想要继续强大，那么就需要依靠外力了。朕和光明神一战，重伤只是一个幌子。武帝突然开口，只见得武帝身上有着淡淡的气血，光辉闪烁。随后武帝的面容直接变得红润了起来，甚至于明明刚刚都还有些萎靡的气息，在这一刻竟然瞬间恢复了巅峰，变得极其的强悍。这黑白双煞和大夏老祖有些诧异地望着武帝，全然没有想到上一刻还身负重伤的武帝，眨眼之间就恢复了。武帝似乎看出了2人的诧异，淡淡一笑，脸上有着一股自信之色浮现。朕炼化了魔剑，虽然在恢复上面比不上真正的伪神，但也差得不多，这点伤势朕想要恢复马上就能够恢复。白煞的眉头微微一皱，可是陛下，我们的大军现在也停了下来了，这会不会损失太大了？本来即便是西蒙和光明教会组建了十字军，但是他们对于武侠世界的了解并没有武侠世界的人对诡异世界了解的那么多，只能做到勉强的抵抗。若是大军的攻势不停止的话，白煞估计还能够再攻破几个城池，而现在完全放弃了。武帝淡淡一笑，疆域果然重要，但若是能够验证朕接下来的这个想法，哪怕是诡异世界的伪神全部降临，朕也不惧。听着武帝的话，3人的呼吸逐渐变得炽热了。大夏老祖更是激动地问道，莫不是陛下刚刚说的剑神不坏之后的道路？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最大的差距就是诡异世界有伪神的存在，虽然无法降临，但依靠着半神载体也能够爆发出超越半神的战力，这对于武侠世界来说极其的不利。而武侠世界若是也有人超越了剑神不坏的话，这个威胁就彻底的抹除了。武帝缓缓开口，诡异世界的伪神虽然强大，但降临之后的他们战力虽然比起剑神不坏强一些，但也不是不可以击败的。剑神不坏之后的境界，朕需要伪神的参与。武帝的双眸之中有着金光闪烁，朕想要抓捕一尊降临的伪神，一尊活着的伪神。此话一出，黑白双煞和大夏老祖瞳孔猛然一缩，对视了一眼，均是看出了对方眼中的震惊之色。而看到这里，苏雨缓缓收回了自己的目光。抓捕降临的伪神吗？不愧是武帝啊，胆子真大。苏雨忍不住感叹了一声，意识回归了现实，看着通讯手表上面的时间，苏雨赫然的发现，伴随着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开始融合之后，时间流速也开始逐渐变得统一。高武1日，融合世界1年。以目前的进度来说，武帝即便是有了剑神不坏之后的想法，但想要实施起来还是需要长时间的验证，这场战争怕是还要持续数十年之久。苏雨摩挲着自己的下巴，突然脸色猛然一变，只见得苏雨的身上有着淡淡的铜光在闪烁着，甚至于颜色还在不断的趋近于银色。苏雨分明感受到自己的肉身开始迅速的强化，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竟然已经达到了铜身的极限，距离银身只差半步。注意到这一点，苏雨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错愕之色，点开了系统，赫然发现在硅基世界之中，密密麻麻的硅基生物陨落的提示信息弹出。什么情况？为何硅基生物开始大规模的死亡？苏雨心中疑惑，连忙点开了系统，
将目光落在了硅基世界当中。硅基世界之中的硅基生命，虽然每日都有数千甚至上万的个体因为自然死亡给苏雨带来反馈，但是如同这一刻，如此大规模的硅基生命死亡还是第一次。苏雨连忙调出了系统，开始查看硅基世界发生的情况。视线转移，硅基世界，漆黑的地心世界有着放射性矿石散发的细微的光闪烁着，这是地心世界唯一的光源。望着硅基世界之中发生的一切，苏雨的脸上再度浮现出了震惊之色。在苏雨没有观看的这段时间之中，在这一片地心世界之中，竟然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内战。在战争的爆发之下，大量的硅基生命死亡，给苏雨带来了大量的死亡反馈。而这个内战的产生，竟然是因为其中一些硅基生命成功在进化之中进化出了智力。智力是作为一个生命族群之中最为重要的东西，任何的文明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智力二字。而在地心世界当中，第一个进化出智力的硅基生命给自己取名为风。在风的出现智力之后，风吞噬了不少的放射性金属元素，成功分裂出了其他的拥有智力的硅基生命。依靠着强大的分裂手段，拥有智力的硅基生命变得越来越多，而风也是逐渐成为了这群拥有智力的硅基生命的首领。硅基生命的进化速度极快，进化出的高级程度的机械芯片形成了他们的大脑，甚至于对于其他技能的学习更是手到擒来。而拥有智力的硅基生命在风的带领之下，也是逐渐的组成了一个全新的生命种族，和其他的依靠着本能的硅基生命完全不一样。进化基本上是每一个生命必备的能力，尤其是在地心世界之中，这里完全没有任何的天敌的情况之下，有的只有对地心空间中有限的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不断争夺。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化就变得更加的容易了。这些进化出了智力的机械生命，在风的指挥之下，开始统一了战线，汇聚在一起，疯狂地占据更多的疆域，屠杀那些只能依靠着本能的硅基生命，占领更多的资源。依靠着智力上面的降维打击，那些仅仅只有本能的硅基生命根本不是这群智力生命的对手。再加上智力的诞生，使得这群硅基生命竟然能够完美地掌控自身的磁场能力。依靠着磁场的操控力，他们甚至已经开始掌控电流了，更是将磁场能力划分了等级数据。他们对于磁力的掌控制定了一个以匹为单位的数据。苏雨默默地观察了一番之后发现，其中1匹到1000匹的磁力掌控基本上都相当于1阶的实力了，也就是相当气血境的战力。而1000匹到1万匹则是相当于2阶等级，也就是炼脏境的战力。其中第一个进化出智慧的硅基生命风，此刻已经能够完美地掌控1万匹的磁力，相当于2阶巅峰的武者。这也是风成为这群智力硅基生命首领的最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风是第一个进化出智力的硅基生命，更多的还是因为风在磁场操控的能力之上凌驾于所有的硅基生命。这群硅基生命进化的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加的迅速啊！苏雨看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硅基生命的特殊性，在内战爆发之后疯狂的屠杀掠夺资源之下，进化的速度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苏雨的想象。智力的诞生更是苏雨意想不到的，而这些硅基生命的进化还远远不止这一点。地心世界之中的放射性金属散发出来的微弱的光辉，使得这些硅基生命在吞噬了不少的放射性金属之后，他们的感光器官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成功的进化出了眼球。到了这里，他们甚至都不再需要依靠着感光器官来寻找方向了，直接依靠着特殊的眼球就能够看到四周的一切。再加上地心世界之中的重力极其的微弱，基本上是地心之外的1%，使得这些硅基生命更是在自己的身体上进化出了轻薄无比，但是却能够飞行的机械羽翼，宛若蚊虫一般。高级程度的芯片成为了这群硅基生命的大脑，操控着整个身躯，电流和磁场就好似他们的血液一样流淌在他们的身躯。甚至于一些早一些进化出磁场的硅基生命，也是在这一刻对于磁场的掌控更加的熟练，进一步进化了自身的磁场能力，变得更加的强大。苏雨不由得有些感慨，即便是人类的祖先进化到这个地步，也是足足用了上百万年的时间才是形成了文明部落，而这些硅基生命却是只用了短短3年的时间就做到了这一点，实在是有些恐怖啊！硅基生命的进化，在苏雨出走的铁身诀的帮助之下，瞬间迎来了文明的大爆炸，以近道超车的方式做到了这一步。不得不说，硅基生命的文明是幸运的，若是没有苏雨的帮助，即便是在过去数十万年的时间，他们也未必能够进化到这一步。伴随着一系列的内战的产生，整个地心世界也是逐渐新生的机械生命被族群所占领，形成2个巨大的种族。不，现在的硅基生命已经不能够称之为种族了，而是一个文明，一个由硅基生命组建而成的硅基文明。文明的火焰已经开始在地心世界之中点燃，出现在了这个深不见底的地心之中。苏雨望着这一幕，只有深深的感慨。漆黑的地心之中，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逐渐形成了一个城池。生命的进化是必然的，同样，生命的淘汰也是必然的。在硅基生命族群不断的发展之中，越来越多的没有进化出智力的硅基生命开始被逐渐的淘汰。而在任何一个世界之中，强者恒永远，不是者只有被淘汰的份儿。3年的时间之中，大部分的只剩下本能的硅基生命，在智力硅基生命的压制之下、蚕食之下，一点一点的消失殆尽。剩下的全部都是拥有智力的硅基生命。苏雨看着这一幕，心中也是越发的感慨了。果然，种族的不断进化，终究是需要将不适者淘汰的，自然法则的必然性。伴随着整个硅基生命只剩下了智力生命，在风的率领之下，他们开始在自己的疆域之中建造属于自己的家园。依靠着磁场和电流的操控能力，
他们甚至能够轻易地将巨石切割成自己所需要的形状。一时间，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开始出现在地心世界之中。以风为首的一群第一批进化出智力的硅基生命，则是汇聚在了一个房间之中。房间不大，但是对于这群硅基生命来说，绝对是属于豪华的了。风坐在主位之上，目光凝视着下方的其他硅基生命体。我们的种族乃是天眷种族，这个世界唯有我们天眷种族才有资格统领，才有资格享受。磁场运转，电磁波传递的信息传递到了房间内每一个硅基生命体脑海中。虽然说硅基生命的语言和人类不一样，甚至是通过电磁波传递的信息，但是经过了系统的翻译之后，苏雨也能够听懂对方的意思。征战！风站起身来，振臂高呼：我们天眷种族必然是世界的霸主！我是族群中第一个诞生智慧的个体，依靠着智慧，我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如今，我已经是族群中最强大的个体。这方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而我们不可能将这有限的资源让给那些没有智力的蠢物。征战！向另一个族群征战！风慷慨激荡的声音回荡在了房间之中。一时间，其他的硅基生命体纷纷欢呼着：征战！杀了他们！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霸主！显然，他们对于风的决定还是无比支持的。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是天眷种族，乃是这个世界的主角。这个世界唯有由他们来掌控才是正常的事情。随后，风他们快速地制定出了一个战争计划。随后，在一个个第一批进化出智力的生命的宣告之下，彻底传遍了整个硅基文明。在风的带领之下，硅基文明瞬间组建成了一个将近100万的硅基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了另外一个种族。而这个时候，苏雨才是知道了另外一个种族到底是什么模样的。他们依旧还处于单细胞的阶段之中，宛若一只渺小的蜘蛛一般。赫然便是苏雨第一次出走到了硅基世界的时候遇到的第一只单细胞生命的模样。看着这一幕，饶是苏雨都不由得感慨一声：这终究还是命运啊！若是当初的那一只蜘蛛能够承受住星舰，亦或者说星舰适合他们，现在就没有风什么事儿了。或者说，风就是这个族群的首领了。将近100万的硅基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了蜘蛛族群。凭借着风那恐怖的2阶巅峰的实力，这群甚至都还没有开始进化的蜘蛛族群根本就不是硅基文明的对手。而蜘蛛族群之所以能够成为仅次于硅基文明的族群，也仅仅只是因为他们的数量必将的庞大罢了。除开了这一点，随便一只有着一阶战力的硅基生命都能够轻易地横扫数百只蜘蛛族群的生命。大战瞬间爆发，在整个地心世界之中掀起了恐怖的风暴。蜘蛛族群的数量虽然很多，也有着类似于风一样的首领，但是二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仅仅只是用了几天的时间，风一人身先士卒，硬生生的在蜘蛛族群之中将对方的首领生擒。这一刻，硅基文明彻底的拿到了这一场战役的胜利。而等首领已经伏诛，还不速速就擒？风站在大军之中，手中拎着蜘蛛族群的首领，电磁波清晰的将风要传达的意思传递给了每一个机械生命。蜘蛛族群的智力本就比不上硅基文明，只是依靠本能行事，而现在失去了唯一进化出了些许智力的首领的他们，更是只剩下了本能，傻呆呆的站在原地，任凭硅基文明的战士疯狂的杀戮。仅仅只是过去了几天的时间，蜘蛛族群彻底的溃败，而蜘蛛族群的首领则是被风拎着回到了硅基文明的大本营之中。可即便是如此，硅基文明也是陨落了诸多的生命。他们虽然拥有智力，但也不是所有的生命能够顺利的掌控磁场和电流的力量。一些普通的士兵同样是陨落在了这一场浩荡的战争之中。伴随着战争的结束，风彻底宣布硅基文明称霸世界，同时将会在数日之后将蜘蛛族群的首领处以极刑，宣告他们称霸世界的信号。这一日，无数的硅基生命站在城池的每一个角落，望着城池中央的一处极其雄伟的石塔。风站在石塔之上，手中拎着的则是蜘蛛族群的首领。今日触蜘蛛首领，短路极刑！风高呼着，声音在磁场和电流的控制之下，瞬间传遍了整个城池。无数的硅基生命挥动着薄薄的翅膀，发出了声音：短路，短路，急行，急行！漫天的呼喊声响彻整座城池，而风也是在无数的硅基生命的注视之下，操控着恐怖的电流，瞬间涌入了蜘蛛首领的体内。吱吱吱吱，刺耳的电流声回荡开来，蜘蛛首领整个身躯也是在强悍的电流之下瞬间炸开，化作了一缕黑色的烟雾，缓缓的飘散。做完这一切，风缓缓走到了石塔的边缘，宛若一个王者一般，张开了自己的羽翼，好似拥抱着天地一般。恢宏的声音在磁场的加持之下瞬间响彻。今日我硅基文明彻底称霸世界，硅基文明万岁！风欢呼着。石塔下无数的硅基生命在听到这里的时候，纷纷震动着自己的羽翼，开始了欢呼：万岁，万岁！欢呼声宛若浪潮一般，一股接着一股，疯狂的在整座城池之中响彻。这一刻，硅基文明彻底成为了整个地心世界唯一的文明。望着下方欢呼的硅基生命，风的眼睛之中有着淡淡的光辉在闪烁着。等到欢呼声逐渐退去，石塔之上缓缓走出了几道硅基生命，他们都是第一批觉醒了智力的存在，也是风繁衍出的第一批智慧个体，而在整个硅基文明之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是仅次于风之下。伴随着他们的走出，整个城池之中的硅基生命逐渐变得安静了下来，静静地望着石塔之上的几道身影。风身后缓缓走出一个生命，他操控着磁场，将自己的声音能够顺利地传入每一个硅基生命的耳畔。今日成立元老院，整个文明的运转以及发展
都将由元老院做出决定之后才能进行下去，封为元老院首席元老。淡淡的声音之中带着一股毋庸置疑的语气。然而这群硅基生命听完之后，甚至连一点犹豫都没有，瞬间就欢呼了起来。元老院，元老院，封，封！电磁波的不断运转，一道道信息在这些硅基生命体中不断交换着，一阵阵的欢呼声再度响彻了整个城池。主要还是因为风是第一个进化出智力的硅基生命，如今整个硅基文明之中，好多的硅基生命都是由风吞噬分裂之后才诞生的，即便不是风分裂出来的，也是风分裂出来的硅基生命分裂出来的。这种感觉就好似风成为了整个硅基文明的祖宗一样，所有的硅基生命对于风都有一种无条件的信任。风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笑容，羽翼轻轻的按下，刹那之间，整个城池之中再度变得安静下来。他的一只羽翼缓缓的举起，随后一道低沉的声音从风的口中响起：硅基文明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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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呼再度响彻了整个硅基文明。至此，整个地心世界的第一次文明战争也是到这里彻底的结束了。硅基文明成为了整个地心世界唯一的种族，而在诸多的大战之中，硅基文明也是有着诸多的生命死在了战争之中。如今整个硅基文明也仅仅只剩下了30多万的数量，虽然数量减少了很多，但是在一次次的进化当中，如今的硅基生命在体积上面已经呈现出了数万倍的提升，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正常成年人一半的大小了。而看到这里，苏雨也没有心思继续将意识停留在硅基世界之中了，因为苏雨感觉自己的体内有着一股极其强悍的力量，不断的冲刷着自己的肉身。在硅基世界的这么多年当中，上千万的硅基生命陨落到了现在只剩下了30多万。虽然之前很多硅基生命的体积很小，但是架不住这些硅基生命的数量实在是太过于庞大了。在数量的冲击之下，苏雨的铁身诀开始突飞猛进，肉身的强度更是不断的暴涨。仅仅只是一眨眼的时间，苏雨的肌肤之上已然泛起了一缕缕银色的光辉，而且还远远没有结束，无数的死亡反馈疯狂的涌入苏雨的体内，铁身诀的进度也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攀升着。苏雨感受着体内传来的极其恐怖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来源于气血的力量，而是苏雨全身成千上万的细胞之中所蕴含的力量，是纯粹的肉身之力。淡淡的银色的光辉在苏雨的肌肤之上轻轻的闪烁，苏雨轻轻的对着空气轰出了一拳，咚！虚空之中传来了一道闷响。若是仔细的看的话，就能够发现面前的空间竟然隐隐约约泛起了一丝丝的涟漪。感受着体内的强悍的力量，苏雨的嘴角更是忍不住泛起了笑容。这就是银身极限的力量吗？现在的我，哪怕是不动用断骨境的力量，仅仅只是凭借着肉身带来的力量，就足以堪比断骨境9层的武者，甚至哪怕不做任何防御，仅仅凭借肉身都能抵御断骨境9层以下的绝大数攻击。苏雨的双眸之中有着金光闪烁着，铁身诀修炼到银身，便是堪比断骨境的武者了。而银身的极限，在不动用气血的情况下，仅仅是普通的拳脚都堪比断骨境9层。硅基世界给我的惊喜实在是太大了。苏雨忍不住感慨一声，这群渺小的生物虽然意志的反馈并不是很多，但是在数量的加持之下，那是无比恐怖的。而且别看苏雨现在铁身诀修炼到银身极限就不动了，地心世界之中的硅基文明也是逐渐变得平和起来。可即便是没有战争，每日也有着诸多的硅基生物死亡的呀。当然，硅基生物分裂的速度更快，要不了多久，苏雨就能够跨入整个9州都没有人达到的金身境界。而且最重要的是，伴随着苏雨的铁身诀修炼到了银身极限的层次之后，给苏雨带来的反哺也来了。断骨境的修行本来就是淬炼自身的骨骼，铁身诀的存在本来就是用特殊合金锻炼自己的肉身。如今苏雨的修为仅仅只是断骨境6层，但是肉身战力却是达到了恐怖的断骨境9层，肉身的实力变强了，这对于苏雨淬炼筋骨来说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默默的修炼起了无相剑骨。于苏雨的丹田之中，一缕缕的剑气萦绕而出，最后涌入了苏雨的筋骨之中。伴随着剑气的环绕之间，苏雨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自己的筋骨受到了刺激，开始不断的强化。在强化的过程之中，越来越多的气血之力从筋骨之中释放出来，化作了苏雨自身的修为。仅仅只是过去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苏雨猛然睁开了双眸，一股更加浓郁的气血之力从苏雨的体内震荡而出，薄薄的血雾环绕在苏雨的周身，更是伴随着一股强悍的威压席卷整个房间。断骨境7层成了，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果然，银身极限使得我现在淬炼筋骨的时候，速度比起之前要快上数倍。如果是这样的话，苏雨的双眸之中有着金光轻轻的闪烁着。随后，苏雨的目光落在了通讯手表之上。只是苏雨刚刚打开了通讯手表，便是发现早在1个小时之前，王宁就发了一个信息给自己：苏雨，气血战甲的研发已经差不多了，等3天之后，全新的气血战甲成品初步研制出来之后，我们进行最后的一次测试，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惊喜。如果最后测试的数据不错，就能够进行小规模的测试，到时候进行进一步的调整，这个研究就差不多了。看着王宁发过来的信息，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竟然这么快，果然王宁大哥在研究这一条路上天赋简直恐怖啊。苏雨的眼中也带着一丝丝的惊喜。说实话，从朋友的角度上来说，王宁能够成功的将这个项目研发出来，苏雨是发自内心的替王宁开心。而从9州的角度来说，这个项目若是研发出来，对于整个9州来说都是一种特别重要的里程碑，足以大幅度的缓解前线的压力。
让更多的武者强大起来。苏雨笑了笑，随后看了一眼自己的权限，发现这几天过去，自己的功勋竟然又累积到了20万了。不管是气血分身还是血神兵，给苏雨带来的功勋实在是太恐怖了。毕竟这两个东西可都是实打实的能够帮助到前线的将士的，自然也就每天有很多的武者兑换。即便是苏雨仅仅只是占据了其中一小部分的分成，但是这个部分也是很恐怖的。3天的时间，看能不能冲击到断骨境9层。苏雨呢喃着，眼神之中有着一股自信缓缓浮现了出来。如果是之前，苏雨还没有把握能够在3天的时间冲击到断骨境9层，即便是能够依靠着功勋兑换诸多的断骨境资源，毕竟断骨境这个境界就是水磨功夫，不管是修炼什么断骨境武学，都是需要一点一点淬炼的。但是现在伴随着银身提升到了极限之后，以断骨9层强度的肉身反哺气血，无相见骨，淬炼筋骨的时候也更加的容易，效率比起之前快了数十倍。随后，苏雨直接在武库之中将自己的20万功勋彻底的一扫而空，全部兑换成了断骨境资源。不多时，便是有工作人员推着一个巨大的保险箱来到苏雨的房间。苏雨接过了诸多的资源，关上了房门，盘坐在床榻之上，将这些断骨境资源全部拿了出来，闭上眼睛开始修行。淡淡的气血环绕在苏雨的周身，更是有着一缕缕的剑气在苏雨的体内不断的游曳着，逐渐强化着苏雨的肉身。与此同时，在王宁的研究室内，王宁身穿一袭白大褂，一只手托着自己的眼镜，目光死死地盯着仪器上面的数据。而在王宁的身后，则是有着一个助手，听从王宁的吩咐，不断地将仪器上面的数据记录下来。片刻之后，数据记录完毕，王宁整个人也好似得到了放松一般，瘫坐在沙发之上，享受着难得的舒适。3天，还有3天，这全新的气血战甲就能够初步组装了，到时候再让苏雨最后测试一次，若是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开始小规模的测试了。王宁的话语虽然听上去有些疲倦，但是在疲倦之中却是有着一股兴奋之色。在王宁的旁边，王宁的助手看着手中本子上面的数据，眼神之中有着一道光辉轻轻的闪烁。老师，你说苏雨这家伙短短10天的时间，竟然就将铁身诀提升到了这个程度，这个速度未免有些太奇怪了。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9州历史上记录的修炼铁身诀最快的一个妖孽，从铁身修炼到铜身都是花费了数年的时间。而这个苏雨，助手带着有些深意的目光看向了王宁。王宁原本闭着的双眸缓缓睁开，面色平静地望着自己的助手。你想要说什么？助手似乎并没有察觉到王宁语气的冷淡，反而是自顾自地兴奋地说道：老师，若是我们能够搞清楚苏雨修炼这么快的原因，我们岂不是又能够研发出一个超越其他人的项目了？到时候老师您成为教授级别的人物，我也晋升初级研究员。况且苏雨和您的关系不是很好吗？只要让苏雨给我们研究一下，岂不是赚大发了？听着助手的话，王宁的面色逐渐寒冷了起来，一双眸子的深处更是有着点点的寒芒不断的闪烁着。说完了吗？说完了，这件事情就不要提了吧。王宁缓缓站起身来，明明单薄的身躯在这一刻却是散发着一股让助手为之胆颤的气息。第一，你只是一个助手，做好你该做的事情，项目的事情不是你能够操心的。第二，整个9州武者无数，每一个武者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秘密，难道就因为一个武者的身上有着秘密，我们就必须要将这个武者彻底的研究透吗？况且那些能够突破炼神的武者，哪一个不是天之骄子，哪一个不是身上有着秘密之辈？怎么没有看到你去找那些炼神武者研究呢？只要确保对方是站在我们人族这一方，这些秘密根本就不能也不应该去研究。而苏雨作为坚壁勋章的拥有者，星空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身份，如今更是星空大学的学生，身上有点秘密再正常不过了。听着王宁的话，助手有些害怕的咽了咽口水，将自己的脖子缩了下去。说罢，王宁再度深深的看了一眼助手，警告的说道：最后，苏雨是我的朋友，作为朋友，我有义务帮助我的朋友。若是让我发现星空研究所内有人还在提这个话题，那么不管是谁传出去的，你自己给我滚蛋。说罢，王宁转身离去，看都不看助手一眼。助手此刻更是面色苍白，以王宁现在在星空研究所的威望，将自己一个小小的助手逐出去，实在是太轻松了。而一旦自己被逐出星空研究所，其他的研究所甚至都不会看自己一眼了。一时间，助手连忙将自己的这个想法彻底的埋入了心底深处，不敢再有半点的非分之想。3日之后，修炼室内，苏雨静静的盘坐在床榻之上，而在四周原本密密麻麻的断骨境资源，此刻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了一片狼藉。而苏雨的身上却是散发着一股极其强悍的气血波动，浓郁的血雾就好似要化作了一滴滴鲜红的血液一般，环绕在苏雨的周身。突然之间，苏雨的身躯微微一震，又是一股极其恐怖的血雾涌了出来，融入了四周。顿时，那些环绕在苏雨四周的血雾，在这一刻竟然直接变成了暗红色。一股强悍的气息从苏雨的体内猛然爆发，好似一股风暴一般席卷了出来。断骨境9层成了！一道神光从苏雨的双眸浮现，激荡在虚空之上。3日的时间，苏雨在耗费了20万功勋兑换了诸多的断骨境的资源之后，又是凭借着银身极限带来的修行效率，成功的跨入了断骨境9层。现在的我，炼神境之下，应该还有敌手了吧？苏雨微微呢喃着。此刻的苏雨，不管是修为上，还是肉身之力上面，都已经成功达到了断骨境9层，战力可以说是极其的恐怖。苏雨从床榻之上站起身来，将杂乱的房间收拾了一下，便是进入了洗手间内，简单的洗漱了一番，随后重新回到了床榻上，
点开了系统页面，也不知道现在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如何了。高武3日，融合世界3年，3年的时间应该也有很大的变化了。系统画面缓缓浮现在苏雨的面前，望着两个世界的画面，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了。3年的时间之中，融合世界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之中，但是苏雨却注意到了，伴随着两个世界的融合，诡异世界之中的一些法则似乎变得紊乱了。苏雨凭借着对武侠世界的权限，赫然看到了在诡异世界的一角，似乎有着一道道生存在诡异世界虚空的诡异生物，正在疯狂地撞击着世界。伪神，这些面貌极其狰狞邪恶的生物，赫然便是诡异世界的伪神了。之前，苏雨在收回维吉尔和但丁的死亡反馈的时候，曾和这群诡异世界的伪神有过照面，此刻自然是认出了这群诡异世界的伪神。本来，诡异世界的伪神是生活在诡异世界虚空之中的生物，在诡异世界的世界法则之下，他们无法降临在诡异世界之中，只能够将自己的力量送入世界当中，培养半神载体。但是，伴随着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的融合，诡异世界的世界法则有了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是给了这群伪神一个机会，一个真身降临世界的机会。这些伪神依靠着肉身，不断的撞击世界屏障，想要冲破如今已经紊乱的世界法则的阻碍。有的伪神更是伸出了一只只狰狞恶心的触手，疯狂的拍打着；也有的伪神凭借着坚硬的外壳，不断的撞击，只为了能够真身降临。而在这种疯狂的冲击之下，竟然还真的让一些伪神成功打穿了世界屏障，降临在了融合世界之中。不过，为此，这些降临到世界的伪神也是付出了重伤的代价。他们在降临到了融合世界之后，第一件事情便是将自己变化成人形，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修复自身的伤势。毕竟重伤的伪神若是遇到了半神，亦或者是武侠世界的剑神不坏的强者，也是能够抓住机会将其诛杀的。全胜的伪神固然让人恐惧，但是重创的伪神一旦被这群半神发现了，将会不有余力的将其诛杀。一旦伪神陨落，那么这群半神也就没有了成为载体的危机了。望着这群伪神，苏雨默默地转移了画面，看向了武帝一方。然而，在这3年的时间之中，大夏的军队竟然停止了继续入侵，整个融合世界陷入了某种平衡之中，甚至于大夏还直接放弃了已经攻占了的8座城池，将其中资源扫荡一空，只留下了8座空城。西蒙一方也是在接取了代夏放弃的8座城池之后，诡异的没有继续进攻，两个世界似乎达成了某种约定一般。苏雨看着这一幕，甚至都不由得微微皱起了眉头。什么情况？难道他们知道了伪神的降临？不过很快苏雨便是摇了摇头，伪神的降临自己也是依靠着对武侠世界的掌控权才是知道的，武帝他们必然不可能知道。上一次苏雨看到武帝抓捕伪神的计划之后就离开了，怎么这次回来，两个世界的人竟然和平相处了起来？不过苏雨转念一想之后便是了然了，西蒙和大夏的人可不傻，光明神的降临不管是对于大夏来说还是西蒙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即便是他们不知道现在已经有伪神真身降临了，但还是保持着对伪神的警惕。而正是因为这种警惕，让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生怕让站在后面的伪神摘了桃子。而且最重要的是，伪神和西蒙之间并非是一块铁板，两者之间还是有着隔阂的。诡异世界不管是超凡者、生位阶，从某种情况来说都是伪神的养料，甚至连半神在伪神眼中也不过是降临的载体罢了。而诸多的伪神之间同样是混乱的，不管是处于自己身后的伪神，还是为了自己，两者之间是必然不可能同盟的。武帝需要抓捕伪神，西蒙也需要借助大夏的力量削弱伪神，二者自然而然就同盟在一起了。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苏雨操控着系统画面降临在了武帝的身上。苏雨也想看看大夏和西蒙之间到底是怎么洽谈的。此刻，在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相交的一处边界的城镇之中，因为战争，这座城镇早已荒废，空无一人。而此时，城镇中，武帝身穿一身黄色的龙袍，大马金刀的坐在椅子上，而在武帝的面前，则是一个身穿燕尾服的老者。老者拄着一个华贵的拐杖，目光平静地望着武帝。两人就这样一直对视着，谁也没有率先开口。苏雨认出了这个老者，此人乃是西蒙的领导人，同时更是西蒙的一尊半神强者。两个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世界的人物，此刻竟然罕见地坐在一起。这一幕若是传出去的话，怕是要在两个世界之中掀起一阵阵的波涛了。3年的时间，两个世界的人也都是掌握了对方的语言，也正是因为如此，双方才能够维持如今的平衡，更是能够坐在一起洽谈。武帝阁下，你口中的抓捕伪神的想法是否实属？最终还是身穿燕尾服的西蒙老者缓缓开口了。西蒙老者拄着拐杖，语气之中更是有着试探之意，似乎想要知道武帝的决心。武帝淡淡的开口：伪神，朕必取之。这一点你们无需担心，唯一需要确认的便是到底抓捕哪一尊伪神。诚然，诡异世界之中的伪神可是有很多的，但是对于西蒙的半神来说，如果能够抓捕到或者是杀死一尊对他们有威胁，或者是将西蒙半神当作养料的伪神的话，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至于印南人和联邦，全然不在西蒙的考量之中。苏雨看着这一幕，不由得觉得有些有趣。明明应该是互相斗争的两个世界，却是因为伪神的存在联合在了一起。不过苏雨并不意外，和武侠世界相比，完全没有人性的伪神显然威胁更大。而对于武帝来说，以武帝的性格，自然是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将自己的武道推到极致。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双方人马才能够如此轻松的面对面的商谈抓捕伪神的行动。
西蒙老者拄着拐杖，眼皮子轻轻的低垂，让人看不清他的想法。武帝也不着急，只是静静的等待着。相比于武侠世界，武帝很清楚，西蒙作为诡异世界最顶尖的势力，而眼前的老者更是西蒙的2位半神之一，对于伪神的了解更加深刻。由西蒙的人来决定抓捕亦或者是诛杀哪一位伪神，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片刻之后，西蒙老者缓缓抬起头来，目光熠熠地望着武帝。武帝阁下，不如抓捕光明神如何？此话一出，武帝的双眸微微眯起了，深深地望着眼前的西蒙老者。光明神，武帝是交过手的。3位光明教会的半神联手使得光明神降临在了诡异世界，虽然无法发挥出伪神的战力，但是武帝一人也不是对方的对手。而且最重要的是，光明神现在可就是在西蒙当中啊，而且在西蒙之中的地位还不低。武帝本以为西蒙老者会选择他头顶之上的那一尊伪神，结果却是光明神。武帝的手指轻轻地敲打在椅壁之上，发出了清脆的声音。为何？虽然说大夏和西蒙的人已经联手了，但是双方之间明显还不是特别的信任。毕竟双方之所以站在一起，仅仅只是因为有着共同的敌人罢了。西蒙老者的双眸之中有着一股厌恶之色浮现了出来。自从武帝阁下让光明教会的3尊半神成功将光明神召唤下来之后，光明神在西蒙中彻底的占据了主导地位。3年来，不知道多少的西蒙的民众被光明神吞噬，再加上光明神的战力极其的强悍，即便是我和另外一尊半神联手，也不是对方的对手。如此强悍的实力之下，光明神已经威胁到了我们的地位。这个理由，武帝阁下觉得如何？西蒙老者淡淡的开口，平静地望着武帝。对于西蒙的领导人来说，自然是不愿意看到有人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即便是伪神也不例外。毕竟身居高位之人，在习惯了这种感觉之后，可不习惯有人站在他们的头顶啊。光明神凭借着强大的战力，简直就是将西蒙当做了自己的一言堂，甚至于连2尊半神的言论都不放在眼里。所以在西蒙诸多领导的眼中，光明神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大夏的威胁。攘外必先安内，若是内部的光明神无法解决的话，以后西蒙若是和大夏彻底的开战，那就不好说了。再加上虽然说武侠世界的人入侵了西蒙的疆域，但是武侠世界的大军都还是人类，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什么滥杀民众的事情发生。但是光明神不一样，伪神从本质上和人类完全是2个不同的生命体。自从光明神降临之后，在西蒙当中处于一种领导的位置，更是要求西蒙的人每日上供数千甚至是上万的普通民众的生命供其吞噬，甚至于还要求让超凡者供光明神吞噬。对于这样的要求，西蒙的一众领导自然是不愿意的。可是偏偏西蒙的2尊半神联手都不是对方的对手，这也导致了光明神更加的肆无忌惮了。若是继续让光明神吞噬下去，甚至都用不到武侠世界的入侵开始，西蒙自己内部就首先土崩瓦解了。这一幕自然是西蒙的领导人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宁愿败给武侠世界，也不愿意因为光明神一人崩坏了整个西蒙。武帝深深地看了一眼西蒙老者，最后淡淡一笑，既然如此，朕允了。苏雨看着这一幕，也便是收回了自己的目光。现在双方也算是彻底了定下了目标了，只是想要抓捕亦或者杀死一尊伪神，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即便是大夏和西蒙联手也是如此，这其中必然是需要诸多的时间。苏雨可没有时间继续浪费在这里，也便是将自己的意志回归在了现实世界之中。苏雨现在更感兴趣的还是自己的战力，伴随着修为和肉身都达到了断骨9层的层次，苏雨的心中一直都是跃跃欲试的。正好看看全新的气血战甲是什么样的。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丝的期待，推开了修炼室的大门，朝着试验场的走去。很快，苏雨便是轻车熟路的来到了试验场地。此刻的试验场地之中，王宁和几个助手已经在等待着了。苏雨，你可算是来了，我还以为你没有看到我给你发的信息，我又担心你在修行，不好打扰。既然来了，那咱们就抓紧时间，这是最后一次测试了。等这一次的测试结束，你也算是完成星河大学的任务了。同时，我还有一个礼物送给你。王宁看到苏雨的到来，顿时眼睛一亮，热情地迎接着苏雨，随后就朝着试验场地的中央走去。苏雨怀着好奇跟在了王宁的身边，两人走到了试验场地的中央。只见得在场地的中央，一个足足有着3米高度的玄黑色战甲静静地屹立在地面之上，玄黑色的战甲之上更是有着点点的星辉，轻轻地闪烁着，看上去宛若一片星空一般。而在战甲的后方，更是专门配置了一个放置剑匣的凹槽。来看看怎么样？王宁脸上露出笑容，等待着苏雨的回答。苏雨仔细地看了一眼眼前的战甲，越看越是喜欢，尤其是战甲后面那个能够放置剑匣的位置，更是让苏雨心动不已。不错，确实挺好的，可惜这玩意儿还在研发当中，不然我都想要带走了。苏雨满意的望着眼前的战甲，眼神明显喜爱无比。王宁嘿嘿一笑，咳嗽了一声，可嗨嗨，其实这个就是我给你的礼物。什么？苏雨一愣，显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你说这个是给我准备的？刹那之间，苏雨感觉自己的心中好似有着一道暖流轻轻的淌过。嘿嘿，这种特殊型号的战甲，我专门结合了这几天2次测试的数据，量身为你打造而成的。这就是属于你的专属战甲，怎么样？老哥我对你不错吧？同时也是依靠着你的肉身数据，将战甲的负荷调整到了最佳位置。这样一来，你穿上战甲之上的可持续战斗的能力也提升了。王宁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自得。苏雨轻轻抚摸了一下眼前的星辉战甲，眼神逐渐变得柔和了起来。多谢。王宁捏了捏自己的鼻尖，说这么多干什么？不过虽然这是为你专门的准备，
但也要通过最后一次测试才行。若是数据不行的话，你还是不能带走。苏雨淡淡一笑，我相信你的实力。行了，还是先进行测试吧。王宁说着，催促着苏雨将战甲穿戴上去。苏雨点了点头，按照王宁的指示将战甲穿戴了上去。这一次，苏雨穿戴起来的感觉和之前的感觉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虽然这最新的战甲在体积上面比起前面2次的气血战甲更加的高大，但是这一次给苏雨带来的负荷却是很小的。很显然，就是如同王宁所说的，他已经将负荷尽可能的降低了，调整到了舒适的位置。当然，这其中也有苏雨的铁身诀修炼到了银身极限的原因，二者合一之下，苏雨才有这样的感觉。甚至于在穿戴上气血战甲之后，苏雨运转体内的气血都没有感到任何堵塞的感觉，极其的流畅。而气血战甲更好似化作了苏雨身体的一部分一般，极其的融洽。等着，测试马上就开始。王宁在指点着苏雨成功穿戴上气血战甲之后，便是吩咐着助手将测试目标抬了出来。很快，一头足足有着10多米大小的猛虎凶兽傀儡被一个个工作人员抬进了试验场地之中。这是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他在这个傀儡身上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暴虐能量的波动。王宁解释道，这是专门用炼神凶兽的躯体打造而成的傀儡，虽然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防御力却是和炼神凶兽没有什么区别。今天你的测试目标就是它。王宁指着那一头10多米大小的猛虎凶兽说道，炼神凶兽傀儡。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星空研究所到底是9州一流的研究所，竟然连炼神凶兽的尸体都能够搞到，并且将其炼制成傀儡，到时候你就随便打就完事了，打坏了算我的。用你的全力，让我看看气血战甲能够爆发出的力量。王宁鼓励着苏雨。不过我们先测试一下速度，力量测试等速度测试结束之后再看。王宁拿出了一个平板，在平板之上随意的拨弄了一下之后，试验场地的大地之上突然浮现出了一排排仪器。来，就从你这里跑到对面就行了。王宁指挥着苏雨。苏雨点了点头，望着目的地，体内的气血刹那之间涌动，体内好似有着奔腾的河流一般，发出了一阵阵的轰鸣声。紧接着银身也是瞬间开启，淡淡的银色光辉包裹着气血战甲，刺激着气血战甲之上更是闪烁出了一阵阵星辉，整个气血战甲之上更是被银灰色的光辉所笼罩。下一刻，苏雨直接化作了一道残影，仅仅只是眨眼的时间就来到了道路的尽头。王宁的目光一直停留在自己手中的平板之上，很快上面便是弹出了一个数据。王宁看着数据，瞳孔微微一缩，速度竟然是断骨境9层的5倍。王宁的眼中有着金光在闪烁着，5倍已经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值了。本来在王宁的想象中，能够在速度上有着3、4倍的增幅就已经是变态了，但是苏雨在穿戴上了战甲之后，竟然能够将增幅提升到5倍的层次。不过也是，银身加断骨境9层能够有着5倍也是正常的数据。这家伙望着苏雨，王宁有些难以置信，竟然已经突破到断骨境9层了。之前王宁都还没有注意，直到刚刚苏雨全力以赴之后，王宁才是通过数据察觉到苏雨的修为竟然已经来到了断骨境9层，甚至于就连铁身诀都修炼到了银身层次。虽然太过于变态了一些，不过这样一来，这套战甲也更加适合苏雨了。王宁心中喃喃自语，随后冲着苏雨挥了挥手，大喊一声：“苏雨，现在开始力量测试，用你的全力对那炼神凶兽傀儡出手。”听着王宁的话，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目光落在了炼神凶兽傀儡的身上。既然如此，苏雨的嘴角泛起了一抹弧度，脑海之中一枚枚小剑瞬间迸发出了一道清脆的剑鸣声，一缕缕剑气在苏雨的身上环绕着，体内断骨9层的气血运转到了极致。枪！紧接着，在苏雨的背后，一柄柄长剑瞬间呼啸而出，万剑合一。苏雨低喝一声，一柄柄飞剑在苏雨气血的操控之下，好似融合在了一起，化作了一柄巨大的长剑。长剑被苏雨握在手中，战甲运转，点点星辉越发明亮。苏雨猛然杀向了炼神凶兽傀儡。在说出这一句话的一瞬间，苏雨整个人好似进入了一种极其玄奥的境界之中，突然之间，整个人都变得无比的清明。脑海之中属于万象之剑的小剑突然迸发了一股凌厉的气息，顷刻之间，万剑合一的威能再度提升了一个档次，万象剑意提升到3阶了。苏雨神情一震，这是……王宁的瞳孔微微一缩，意境提升。刚刚万剑合一的威力突然提升了一个档次，分明就是有着意境提升了。还没有等王宁反应过来到底是苏雨的哪一个意境提升，便是听到了一道闷响，咚！巨大的长剑狠狠地斩击在了炼神凶兽的身躯之上，竟然硬生生地将那炼神凶兽傀儡的身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紧接着，一道道数据瞬间弹出，而不管是王宁还是在场的工作人员，在看到这个数据之后，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死！场地一度陷入了一片死寂当中，只能够听到王宁那粗重的呼吸声。这是7倍！突然，王宁发出了一道狂热的吼声，力量竟然是断骨境9层的7倍！太恐怖了，太恐怖了！王宁整个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要知道，一个初入炼神，也就是刚刚开始运养一尊神奇的炼神武者，大概是断骨境武者10倍以上的战力。而苏雨凭借着气血战甲，竟然能够爆发出9倍的战力，哪怕是距离初入炼神的战力，也只差3倍了呀！这一剑已然接近炼神。此刻，试验场地的角落之中，之前提议王宁去研究一下苏雨的秘密的助手，更是面色苍白，望着如此恐怖的数据，
甚至恨不得苏雨看不见自己，生怕自己和王宁说的话被苏雨知晓了。毕竟这样的存在简直就是一个怪物啊！虽然说有着这样的战力是在气血战甲的加持之下做到的，但是作为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他们很清楚，气血战甲只是一方面，不同的人操控着气血战甲，能够爆发出来的增幅也是不一样的。实力越强的人，依靠着气血战甲的增幅也能够更加恐怖。而苏雨能够打出这样的增幅，可见苏雨现在自身的战力已经超过了断骨境9层了。这样的人一旦突破了炼神，甚至能够成为炼神之中的强者，一如当初的顾长歌一般。而这样的天才，即便是身上有秘密，也没有人敢去探索。一时间，此人的心中只剩下了一阵阵的后怕。哈哈，恭喜恭喜啊！饶是我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你小子竟然能够脱胎换骨，竟然跨入了断骨境9层。而另一边，王宁则是笑呵呵地走了上去，恭喜着苏雨突破了断骨9层，甚至于万象剑意也提升到了3阶。在记录了这一次的实验数据之后，王宁让一众的工作人员离开了试验场地。随后，王宁从口袋中拿出一个腕带状的物品递给苏雨。这腕带的形状和常规腕带并没有两样，只不过王宁手中的腕带却是由机械器件打造而成，在腕带中间镶嵌着一块散发着淡蓝色光泽的透明水晶。这玩意可是好东西，是别的研究系的最新成品，暂时还不能量产。这可是我花了好大力气给你要来的。王宁的脸上露出了神秘的笑容。这个腕带叫做空间腕带，别看这个腕带这么小，但是激活了腕带的功能之后，却是能够有着10平方米的内部空间。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以后也不用背着你的那个银色的剑匣到处走了。听着王宁的解释，苏雨的眼睛一亮。空间腕带，这可是好东西啊！毕竟若是有了空间腕带之后，自己也不用大包小包的背着东西了，直接一股脑的放入空间腕带之中。之前苏雨还想着王宁将这个气血战甲送给自己了，自己怎么带回去？现在好了，王宁直接给了自己一个空间腕带，这样问题也解决了。随后，王宁又是教了一下苏雨怎么使用空间腕带之后，便是让苏雨尝试了一下。苏雨催动着体内的气血涌入了空间腕带之中，顿时腕带之上闪烁着一阵阵银白色的光辉。下一刻，原本还屹立在场地中央的气血战甲竟然直接凭空消失了，连带着苏雨的银色剑匣同样是消失了。而苏雨的意识进入了空间腕带之中，赫然看到足足有着3米高大小的气血战甲静静地屹立在狭小的空间之中。苏雨越发的喜欢了，这最后的测试并没有什么问题，后面也该开始小规模的数量测试了。你的任务到这儿也算完成了，后续我会将任务的情况报告上去，等你回去之后直接提交任务就行了。王宁说着挥了挥手，和苏雨告别后离开了测试场地。苏雨则是带上了空间腕带，回到自己的房间，将东西收拾好了之后，登上了前往星河城的高铁。坐在豪华商务座当中，苏雨望着四周飞驰倒退的景色，忽然感受到铁身诀的进度似乎变得迟缓了。旋即打开了系统的页面，开始观察硅基世界发生的事情。这段时间，苏雨赫然察觉到了硅基生物死亡的速度似乎越来越慢了。硅基世界地心，硅基文明。伴随着硅基文明成为了硅基世界唯一的文明，彻底的称霸了整个硅基世界。硅基文明的发展极其的迅速，甚至于已经开始朝着自己的疆域之外不断的拓展。以风为首的首席元老更是不断的发出一道道命令，让手下的硅基生物开始探索整个硅基世界。一只硅基生物秉持着风的命令，开始探索硅文明。此刻的硅基生物在经历了多次的进化之后，速度相较于之前也变得快了许多。仅仅只是1个月的时间，便是成功将整个硅基世界都彻底的探索完毕了。通过一只硅基生物反馈回来的信息，元老院内也是逐渐画出了整个世界的轮廓。元老院内，风以及硅基文明当中的一些学者望着桌面上无数硅基生物反馈回来的信息，经过了多少次的验证和计算，终于成功得出了一个结论：空洞宇宙论。他们如今所在的这个世界，亦或者是宇宙，是一个直径为1000公里的不规则的椭圆形空洞，而在这个空间之外，则是被坚硬的致密岩石所阻挡了。这些岩石坚硬且厚实，密度极高，一般的手段甚至都无法将其击碎。为此，风以及一众硅基文明的学者更是为这个空洞宇宙论创建出了一个宇宙模型。风望着被制造出来的空洞宇宙论模型，沉声道：我们所在的世界就是整个宇宙，而宇宙的边界就是这些坚硬的岩石。至于岩石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宇宙亦或者世界，就需要我们发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探索了。其他的学者听着风的话，不由得点了点头。只是我们目前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风那低沉的声音回荡在整个房间，众人纷纷看向了风。只见得风的一双机械眼睛之中有着淡淡的红光在闪烁着。资源，我们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过好在我们已经成功称霸了整个世界，这些资源也就只有我们才能够享用。可即便是如此，这些资源也最多只能够让我坚持300年的时间。300年之后，这些资源将会彻底的消耗殆尽。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风的声音通过电磁波准确无误地传入了每一个学者元老的耳畔之中。一时间，整个房间之中都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息。诚然，现在的资源完全足够了，但是300年之后呢？资源不够，是整个种族覆灭，还是如何？硅基文明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众人一阵阵的沉默。而这个时候，风的声音再度通过电磁波传入了每一个人的脑海之中。限制繁衍分化，尽可能的将种族的数量维持在现在这个地步。这样一来，资源还能够坚持300年。若是没有限制的不断繁衍，恐怕100年的时间都不到，资源就彻底的断绝了。
一众学者和长老对视着，纷纷点头。好。风微微的颔首，继续说道，同时要尝试对岩层进行挖掘，开始探索是否存在其他的空洞宇宙。风终究还是首席元老，再加上他的提议更是极其的符合现在硅基文明的状况，自然得到了元老院一众元老的一致认可。看到这里，苏雨总算是知道了为何这段时间数量降低了。伴随着繁衍被限制了，自然死亡的硅基生物的数量也就降低了。100只硅基生物和10000只硅基生物死亡的数量也就不同了。这个风还真的是一个人才啊，能够这么快的就预知到未来的危机，并且做出应对，这样的人才是一个文明号的领导人。苏雨继续看了下去，对于硅基生物来说，电磁就是他们身躯之中的血液，正如人类的祖先率先掌握的是火一样，硅基生物率先掌握的能量则是电磁能。而风更是凭借着对自身的了解，不断的发展电磁能和其他的科技，成功的制造出了大量的机械挖掘设备。这些机械挖掘设备都是风对自身硅基身体进行逆向研究反推出来的设备，再加上元老院对于探索岩石之外的计划都是一致同意，短时间内密密麻麻的机械挖掘设备直接遍布了整个硅基世界的边缘，在一只只的硅基生物的操控之下，不断的挖掘着那些坚硬厚实的岩层。只是探索并不是这么容易的，因为硅基世界的空间本来就是有限的，而探索行动挖掘产生的岩石废料会占据原本的空间，或者是将原本椭圆形的硅基空洞转变为长条形的空间。为此，风也开始不断的改进机械挖掘设备。经过一定时间的研究，以风为首的元老院研发出了一种专门用来挖掘岩石的探索船。这种探索船能够将挖掘到的岩石废料放在探索船的尾端，这样一来，挖掘产生的废料就大大减少。只是减少，并不是没有。每一个探索船进入岩层探索后，都将变成一个小型的空炮，带走和船体相等的空间。这一日，风站在高塔之上，诸位，我们的世界资源只够我们使用300年，300年中，我们必须去探索，去找寻新世界的可能性。我会成为第一批探索者，在我离开后，硅基世界的一切事宜由元老院负责。风率领着硅基文明的第一批勇士登上了探索船，浩浩荡荡的出发了。这一出发是朝着硅基世界各个不同的方向出发的。很快，风驾驶着一艘探索船开始朝着岩石之外的方向掠去。只是在岩石层中前进了200公里之后，却是发现一切都还是原样。甚至于，因为硅基世界四周的岩层密度很大，所以即便是有着探索船，但是探索的效率依旧很慢，每前进1公里都十分艰难。哪怕是风有着先见之明，在硅基世界的不同方向都放着了探索船，可是依旧一无所获。无论怎么探索，似乎都在告诉整个硅基文明一件事情：他们的世界之外只有岩层。甚至于在探索的路途之中，更是有着诸多的硅基生物因为得不到供给，甚至是因为探索船的崩坏，导致他们彻底的死亡在了探索的道路之中。这一个信息传入了硅基文明的元老院当中，整个元老院之中气氛极其的低迷。最终，一个元老有气无力的说道：“让风回来吧，宇宙之外只有岩层。”一众的元老沉默不语，但是最终他们还是通过电磁信号拨通了风所在的探索船。风的画面出现在了元老院众人的视野之中。长时间的探索，哪怕是风都显得有些疲倦了。一个元老缓缓的开口：“风，停手吧，我们的世界是唯一的，外界只有岩层，不可能还存在其他的世界和宇宙了。”听到这一番话，风显得十分平静，他似乎早已预料到。他说道：“停手，一旦停手了，300年之后，我们整个文明都将彻底的覆灭。若是停下探索，整个硅基文明的未来就是在这孤独的岩石空洞中等死罢了。在风看来，如果不探索的话，整个硅基文明都将因为资源的耗尽彻底的覆灭。这是他一手创造出来的文明，他是硅基文明的首席元老，也是第一个进化出智慧的硅基生物。他不允许，也不想要看到自己创建出来的文明在300年之后消失在这岩石空洞中。面对着元老院一众元老等死的冲动，风直接驾驶着探索船回到了硅基文明之中，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彻底的压制了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将那些反对自己的元老统统处以短路极刑。这一日，数位元老在一众硅基文明的注视之下，如同之前的蜘蛛生物一般，被短路化作了黑色的硝烟。没有了反驳的声音，风的探索计划进行得很是愉快。只是在风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他的威望也是因为这一次的暴力镇压，开始一点一点的削弱。苏雨看着这一幕，心中也是有着一点点的感慨。诚然，超越时代的先驱者都是当下的时代所不允许的，正如哥白尼，正如人类社会的一切先驱。硅基生物虽然没有天敌，甚至得到了苏雨的交易，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是他们生活环境却极其的恶劣，有的仅仅只是为数不多的放射性金属，除此之外便是那坚硬厚实的岩层了，甚至于连空气和水在这个世界都没有存在的痕迹。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之中，能够创造出文明已经是极其不容易的事情了。在苏雨的感慨之中，列车缓缓进站，苏雨也是散去了硅基世界的画面，站起身来走了出去。星河大学的门口，苏雨的身影缓缓浮现。现在的我已经是断骨9层了，按照顾长哥所说的，现在的我已经可以申请炼神劲武学了。苏雨心道，随后来到星河大学任务接取处。每当完成任务后，都需要经过任务接取处的审核，再分发积分。苏雨凭借着记忆力，很快便是来到了任务接取处。在通过审核后，便是听到自己的通讯手表上传来了一道提示音：叮，恭喜学员苏雨完成任务，1500学分已经到账，请注意查收。苏雨的脸上泛起了一丝丝的笑容。刚刚准备询问一下申请炼神武学的事情的时候，
便是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苏雨，你也在这里？”苏雨顺着声音看去，赫然看到身穿黑色衬衫的顾长歌面无表情地站在一个柜台前。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走上前去，轻笑着说道：“顾学长伤势恢复了，这是准备。”苏雨朝着顾长歌看去，赫然看到顾长歌已经接取了一个镇守烽火台的任务。顾长歌淡淡一笑，道：“伤势恢复了，自然是要去前线了。这不刚刚接取了一个镇守任务吗？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去前线看一看？”顾长歌直接对苏雨发起了邀请。镇守任务基本上都是战团接取的，都是长期任务，而完成之后的学分也是直接分配在战团团长的身上，最后团长再来根据战团成员的贡献值分发学分的。若是需要有人帮忙的话，一些战团团长也会分给一些帮忙的人一些学分，所以并无限制。镇守任务吗？顾长歌淡淡一笑，顺便让你看看我们星河战团的实力。我想等你看了之后，你应该就会想要加入我们了。对于苏雨，顾长歌还是很看好了。上一次苏雨的拒绝，让顾长歌还是有些惋惜的。正好这一次刚好遇见，顾长歌打算带着苏雨好好的看一下如今星河战团的战力。毕竟一个强大的战团是能够吸引到不少人加入的。顾长歌估计苏雨也是如此。之前之所以没有答应，恐怕也是因为对星河战团并不是很了解。可以，苏雨沉吟了片刻，随后答应了顾长歌的邀请。不过学长还是等我一下，我将炼神武学的事情申请一下。苏雨带着歉意的说道：“你突破到断骨境9层了？”顾长歌的瞳孔微微一缩，显然饶是顾长歌也没有想到苏雨竟然能够这么快的就突破到断骨境9层。毕竟上一次自己和苏雨见面，苏雨也才是断骨境6层啊，而这才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竟然直接横跨了3个等级。这个速度，饶是顾长歌都有些惊讶。不过顾长歌的嘴角还是噙着一抹笑容，用只有自己能够听见的声音呢喃着：“这个天赋，就算是比起当年的我，都要强出一截了。”旋即淡淡一笑：“去吧，我在大门等你。”说罢，顾长歌就转身朝着星河大学的大门走去。苏雨也是回到了之前的柜台，将申请炼神武学的申请表按照要求填写了之后，便是离开了后勤处，朝着大门走去。刚刚走到大门，苏雨便是看到了一艘战舰悬浮的停靠在半空中，而顾长歌则是站在甲板之上，更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力。不过那群人在看到是顾长歌之后，也纷纷释然了。来了，上来吧。顾长歌注意到了苏雨，让战舰将落下一个云梯。苏雨登上云梯，走到了战舰之上。苏雨忍不住朝着下方看了一眼，这还是苏雨第一次登上战舰，之前从天骄营到坚壁防线，也仅仅只是通过运输直升机罢了。走！顾长歌看着苏雨上来，对着操控着战舰的人淡淡的说道：“出发，烽火台！”轰隆隆，战舰发出了一阵阵的轰鸣，浩浩荡荡的朝着烽火台展现掠去，速度之快，甚至比起苏雨之前乘坐的运输机还要更加的迅猛。战舰作为九州最新研究出来的武器，不管是在速度上还是攻击力上面，都是远远的超过军用的运输机，甚至是战斗机的，并且每一艘战舰都是移动的补给基地。在苏雨看来，这种战舰与其说是战舰，倒不如说更接近于幻想作品中的空天航母，只不过是小型的那种。只不过战舰的造价极其的昂贵，一般来说只有战团的人以及炼神武者才能够拥有的。顾长歌作为星河大学的天才学员，更是上一届高考状元，又是星河战团的团长，自然是拥有战舰的。苏雨站在甲板之上，迎着狂风，断骨9层外加迎深境。所谓狂风，在苏雨看来，也就是和煦的微风。怎么样，我的这艘战舰如何？顾长歌缓缓从战舰的指挥室之中走出，走到了苏雨的身边，和苏雨肩并肩的站立。现在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星河战团了？苏雨不由得一笑，并没有立即开口。顾长歌也没有着急追寻苏雨的答案，笑了笑，也便是没有开口了。叮！突然，苏雨的通讯手表上传来了一个信息：叮，学员苏雨，您的炼神武学申请已经通过，2级武库权限已开放。望着手表上满的信息，苏雨的眼睛一亮，2级武库权限通过了。顾长歌瞥了一眼苏雨的通讯手表，淡淡一笑。苏雨点了点头。顾长歌伸了伸懒腰，迎着风缓缓地说道：“既然已经通过了，以你的天赋，也勉强算得上是半个炼神武者了。有些事情也可以跟你说一说了。”听顾长歌的意思，似乎有些隐秘的事情，唯有炼神武者才能够知道的。果然，顾长歌继续说道：“你也知道，我们人类最大的威胁便是海洋之中的凶兽了。人类和凶兽之间的交战，一直都是处于劣势的。诚然，人类的武学在不断的进化，科技在不断的发展，但是海洋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在不断进步的同时，海洋之中的凶兽也在不断的进步。我们现在的九州大陆，在数百年之前是有着诸多国家的，只是伴随着灵气复苏，凶兽的诞生，这些国家都在凶兽的浩劫之下覆灭了。”苏雨默默的聆听着这些事情，苏雨其实在以前的历史课上面也学到过。苏雨还在等顾长歌接下来的话，只听得顾长歌继续说道：“现在的九州占据了整个九州大陆，大陆的周长大概是50万公里左右，3大防线将整个九州大陆都彻底的围了起来，成为了保护人类的防线。灵气复苏之后，九州也曾经向其他的大陆发送过信息，但是这些信息都没有得到反馈。或许现在的蓝星只剩下了九州，也许其他大陆的人类早已覆灭在凶兽的浩劫当中了。我们也许是人类文明唯一的幸存者。”听到这里，苏雨心中也是有些道不明的感觉。顾长歌顿了顿，看着下方不断飞速倒退景物，轻声道：“你知道整个九州炼神武者的数量有多少个吗？”苏雨毫不思索地说道：“不到1万。”
顾长歌点头，的确是不到1万，而这个数量是在8000余人。苏雨的身躯微微一震，8000人，整个九州的人类数量都是接近30亿的，但是偏偏炼神武者的数量只有8000人，也就是说，要近30万人中才能出一位炼神境武者，这个比例实在是有些少了。其中烽火台作为流动防线，长期驻守的炼神武者的数量是在4000人左右，不过实际上达不到4000人。顾长歌看向了苏雨，因为4000位炼神武者也都是人，不是机器人，他们也会累，也会受伤，正如我之前受到了重创，回到了星河大学休养了半个月一样。所以在3大防线之中的炼神武者的数量还要削减一部分，大概是在3000人左右。3000人啊，要面对着足足50万里的3大防线，根本就不可能让每一处的防线都有着炼神武者的坐镇。烽火台防线的炼神武者，平均每一人都要同时镇守约160公里的防线，所以炼神武者往往都是流动驻守，根本不能常驻在某一个位置。你知道凶兽入侵的一年当中会出现多少的灾级凶兽吗？顾长歌的眼神略微有些暗淡，苏雨的心情也是在听到这些信息之后变得有些低沉。他沉声道：多少？顾长歌缓缓竖起了3根手指：3万！每年基本上都会出现3万只灾级凶兽，足足10倍的差距。纵使依靠科技武器辅助，炼神境武者的实力往往强于灾级凶兽，但终究无法完美的顾及每一处防线。所以在灾级凶兽同时出现在多个位置的时候，就必须由坚壁军团的将士们拖延时间。顾长歌说到这里，忍不住叹息，这也是无奈之举。听到这个数字之后，饶是苏雨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10倍的差距，也就是九州建造了3大防线，不然现在的九州怕是已经沦落为凶兽的天堂了吧？沉默了一会儿，苏雨轻声：既然只有4000炼神驻守防线，那么剩下的4000名呢？顾长歌的目光落在了距离星河大学不远处的3座海潮之中，看到那3个海潮了吗？苏雨顺着顾长歌的目光看去，赫然看到宛若3个宛若漩涡一般的东西浮现在海面，散发着一股暴虐的气息。所以剩下的4000炼神武者都在海潮当中。对于海潮，苏雨仅仅只是知道海潮之中孕育了无数的凶兽，至于其他的信息，苏雨就不知道了。也是此刻听到顾长歌所说，才是反应了过来，剩下的4000位炼神武者竟然在海潮当中。难道海潮之中的威胁比起3大防线还要更大吗？这3个星河大学镇守的海潮仅仅只是普通的海潮罢了，在海洋之中还有着诸多的海潮，海潮很难被摧毁，甚至于往往需要炼神之上的金身武者出动才能够摧毁一个最普通的海潮。可即便是摧毁了之后，用不了多久，海潮就会重新出现。而在距离坚壁防线直径1000公里之外的海洋腹地之中，更是存在于一个超级海潮，里面诞生出来的灾级凶兽很多，甚至于还诞生出过灾级之上的凶兽。人类的金身强者和4000炼神中的佼佼者都坐镇于超级海潮和各地的海潮之中，抵抗着灾级之上的凶兽，防止他们进入防线。这也就导致了入侵3大防线的凶兽等级往往不会超脱炼神境，也算是给3大防线迎来了不少的缓冲。苏雨闻言，整个人不由得沉默了起来。诚然，九州现在的普通民众能够生活安居乐业的，也是因为有着强大的武者撑起了这一片残破不堪的天穹。而武者在九州之中的地位如此的超然，也是因为前线的危险。一时间，不管是苏雨还是顾长歌两人，在这一刻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下方的风景，沉默不语。九州内部的一片祥和，在他们两人这种经历了残酷的前线的人的眼中，就像是一个泡沫一般，一触就破了。最后，还是顾长歌的开口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默。之前坚壁防线的那一只灾级鳄龟，你应该还有印象吧？听到这一句话，苏雨看向了顾长歌，有些不解，不知道顾长歌问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很快，顾长歌的一番话便是让苏雨的瞳孔微微一缩了。如果不出我所料，你应该也能看出灾级鳄龟身上那绝非自然进化的痕迹吧？这些年我也杀过不少灾级凶兽，而大部分灾级凶兽都有非自然进化的痕迹，就好像是被人调制出来的试验品。而整个九州仿佛就是海洋凶兽圈养起来的试验场地一样。听到这一番话，苏雨的脸上逐渐浮现出了一抹凝重之色。他回想起之前遇到的那只灾级鳄龟，尸体上的有着多种能量混杂的痕迹。你想要说些什么？苏雨的心中已经隐隐约约有了一个猜想。或许，顾长歌注视着苏雨，轻声开口了。之前在坚壁防线你我相遇，我斩杀的那一只灾级鳄龟，你应该也看到过了吧？什么感觉？苏雨沉默了一会儿，缓缓说道：暴虐、混乱，给我感觉这一只鳄龟似乎有点像是被创造出来的。顾长歌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赞许的神色。很难得，你竟然能够发现这一点。大部分炼神武者都是晋升之后才注意到了这一点，没想到你当初不过是断骨境就发现这一点了。没错，这些灾级凶兽身上的能量极其的混乱，甚至于在和灾级凶兽交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凶兽按理说修炼到这个地步应该已经进化出智慧了，但是偏偏他们就像是电脑上面设定好的程序一样，只会按照设定程序人敲下的代码进行活动。这绝非是自然能够生产出来的东西，反而像是被什么智慧生物进行改造过的一样。听着顾长歌的话，苏雨的心中都是有些沉重了。之前苏雨在观察灾级鳄龟的时候便是发现了这一点，因为和诡异世界载体的方式极其的相似，就如同诡异世界中被伪神催熟的但丁和维吉尔两人，所以苏雨便是留意到了这一点。苏雨当时没有多说，想的便是九州强者多半也知道这一点，而现在顾长歌给自己说明了这一切，也更加证实了苏雨的猜测。九州的高层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了。
只不过这种消息唯有炼神武者才能够知晓的。基本上大部分的灾级凶兽都是如此，所以这也是为何大部分的灾级凶兽反而比起同境界的武者要弱一些的原因。一般来说，普通的凶兽要强于人类武者的，因为他们有着天然强壮的四肢，但是偏偏到了炼神境之后，这个现象就反过来了，这本就很可疑。若是按照之前的那个猜测的方向进行的话，那么这一切也就解释出来的。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凶兽，就像是一个被设定了固定程序的软件一样，只会按照自己的程序活动，不可能如同人类这般拥有属于自己的智慧。不过这样也好，否则10倍的数量差距，3大防线早就坚持不住了。顾长歌说完，自嘲了一番。在我看来，九州就是这些凶兽身后的智慧生物给凶兽的一个试验场地。等什么时候，这个智慧生物不需要试验了，到时候九州才是真正的浩劫。而且，这还不仅仅只是我的猜想，其实九州大部分的炼神，甚至包括了不少的金身强者，都是如此认为的。苏雨沉默了许久，嘶哑地开口道：“难道就无法探查出凶兽背后的主使吗？没有其他方法吗？”方法？顾长歌的眉头微微一挑，脸上浮现出了一抹苦笑。谁不想找到解决之法呢？我给你看一个数据吧。说罢，顾长歌将自己的通讯手表投影到了面前的空中，上面有着一排排的数据。苏雨眯起眼睛，仔细地望着上面的数据，但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却是吓一跳，因为上面的数据正好显示了九州炼神武者诞生的数量和灾级凶兽入侵的数量刚好呈现正比。也就是说，九州每诞生出一位炼神武者，那么今年就会多出10头灾级凶兽入侵。看到这里，你还觉得能够改变吗？根本就改变不了啊！顾长歌的声音之中带着一股惆怅，他望着天穹，忍不住地呢喃着：昔日的人族第一战神空带领整个九州肃清了大陆之上的凶兽，本身更是唯一一尊凌驾于金身之上的不朽境强者，他也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带着九州当时的第7军团，足足数十金身、数千炼神、断骨境的武者更是不计其数，想要替人族开辟出一片没有凶兽威胁的家园。但是最后的结局如何？进入深海之后，整个第7军团都渺无音讯了。那时顾长歌的目光缓缓落在了前方的海洋之中，声音逐渐变得有些低沉可怖：深海给人类的警告。苏雨的身躯猛然一震，深海的警告。苏雨的目光同样是看向了大海的方向。明明这一刻还是白天，但是偏偏苏雨却是有着一种和上一次一模一样的感觉。淡淡的寒意涌上了苏雨的心头，肌肤之上鸡皮疙瘩冒了出来，苏雨整个人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浩瀚的大海仿佛一尊恐怖的存在的双眸，注视着苏雨，注视着战舰，注视着整个九州。他操控着凶兽，将人类当作试验品，给了人类生存的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却一触即破。战舰浩浩荡荡地朝着烽火台的方向掠去，掀起一阵阵的气浪。就在苏雨和顾长歌两人交谈的时候，战舰距离烽火台已经极其的靠近了，甚至于站在战舰的甲板之上，苏雨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不远处的烽火台防线。烽火台防线和坚壁防线一样，每隔一段距离，在那防线长城之上都有着一座座能量长塔，每一座能量长塔都对应着整个坚壁防线的一座能量长塔，以此来分辨到底是哪一处防线需要支援。在灾级凶兽出现的时候，往往周围的磁场都会混乱，常规信号根本无法发出去。望着近在咫尺的烽火台防线，顾长歌轻声说道：“这也是为了九州的高层要将这个消息封锁，唯有到了炼神境的武者才能够知晓的原因。一旦这件事情传入了低级武者之中，整个九州都将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即便是有着3大防线，也都将走向溃败。你也申请到了炼神武学，要不了多久就能够跨入炼神，迟早也是要知道这件事的。”顾长歌直视着苏雨：“你的天赋很不错，哪怕是我都为之惊艳。有时候压力也是动力，保不齐那一天，你就成为了能够带领整个九州改变这一切的人呢。”话音落下，战舰带着苏雨和顾长歌两人已然进入了烽火台防线的范围之中。因为这艘战舰是顾长歌的，便直接进入烽火台防线的范围。苏雨望着四周的一切，面色依旧有些低沉，似乎还没有从之前的震惊之中回味过来。只是下一刻，一道道冲天而起的光辉瞬间吸引了苏雨的目光。只见得在苏雨附近的3座能量长塔瞬间爆射出了一道红色的光辉，直插云霄。红色的光辉带着一种急切的感觉，紧接着便是一道道紧急的警报声响彻。红色警报！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苏雨的脸色顿时微微一变，一旁的顾长歌同样是如此，面色瞬间变得有些凝重了。这一处是星河战团所镇守的位置，周围160公里发出的警报都需要星河战团支援，也就是说，现在有3处防线需要星河战团镇压。之后，有着一道大吼瞬间响起：第15985号坚壁军团遭遇灾级凶兽嗜血章鱼入侵，请求战团支援。第14567号坚壁军团遭遇灾级凶兽狂鲨入侵，请求战团支援。第16007号坚壁军团遭遇灾级凶兽3头海王蛇入侵，请求战团支援。一道道声音响起，而苏雨在听到这3道声音的一瞬间，整个人的瞳孔顿时一缩，因为第16007号坚壁军团就是苏雨之前待的地方，而那个地方现在的军团长苏雨也更加的熟悉。赵勋，教官！苏雨心中猛然一惊，看向了能量长塔的方向。苏雨望着那烽火台防线之上的能量长塔，眼神一凝。第16007号坚壁军团对于苏雨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那是苏雨第一次踏上前线的地方，而在那里也有苏雨熟悉的人。赵勋，一个带着苏雨从天骄营走到了前线的人。虽然赵勋并没有指点苏雨什么，
但也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引路人了。苏雨深呼吸一口气，耳边传来了顾长歌的声音：“我很遗憾，你刚刚踏上烽火台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有件事情我不得不跟你说一声。”苏雨闻言看向了顾长歌，只见得顾长歌的面色极其的严肃，紧紧地望着苏雨：“我知道你对第16007号坚壁军团有特殊的情绪，但是就我们而言，另外2个防线的距离最近，并且2道防线之间距离是最近的，这是最佳支援路。至于第16001号坚壁军团，只能放在最后了。”顾长歌在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苏雨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番。他很清楚，顾长歌说的没有错，就距离而言，另外2个防线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支援的，而第16007号坚壁军团距离太远了。最佳的救援路线就是优先解决2道离得最近的防线，再去救援较远的防线。你的天赋很好，但是9州的局面不会让我们意气用事。说罢，顾长歌轻轻地拍了拍苏雨的肩膀，转过身去望着烽火台防线，整个人的面色极其的严肃。他低喝一声：“星河战团。”冷冽的声音犹如一柄锋利的长剑传入了烽火台防线之中。刷刷刷！紧接着，有着一道道身影腾空而起，齐刷刷地朝着战舰所在的方向掠去。这些人的身上都穿着星河大学的校服，只是这些校服怎么看都有些狼狈，每一个人的眉宇之间都透露着一股疲倦之色。他们都是星河战团的团员。顾长歌身受重伤，并不代表着他们也能够回到后方休息了，他们依旧需要继续镇守在烽火台防线，哪里需要他们，他们就需要立刻前去。出发！顾长歌暴喝一声。这些星河战团的团员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仿佛只是一个个听从命令的机器一般，听着顾长歌的话，便是纷纷登上了战舰之上，各自默默地找了一个位置，开始养精蓄锐。他们自然是注意到了苏雨，不过都没有说话，他们需要抓紧一切的时间进行休息。苏雨默默地站在甲板之上，耳边传来了战舰的轰鸣声。片刻之后，苏雨深呼吸了一口气，对着顾长歌说道：“能借我一艘单人运输舰吗？我一个人去第16007号坚壁军团。”听着苏雨的话，顾长歌的眉头微微一皱：“你在开什么玩笑？你以为支援都是儿戏？之前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当作耳旁风了？”顾长歌的声音之中带着一丝丝的恼怒。要知道，这些需要支援的防线都是受到了灾级凶兽的入侵啊！即便是灾级凶兽略弱于炼神武者，但也不是断骨境的武者能够抗衡的。苏雨的天赋很好，作为苏雨的学长，顾长歌不愿意看着苏雨白白去送死。然而，面对着顾长歌的恼怒，苏雨的脸上依旧只有一片坚定之色。如果说我能够坚持到你们到来呢？顾长歌深深地注视着苏雨的双眸，沉声道：“灾级凶兽远远不是断骨境武者能够抗衡的，即便是你已经跨入了断骨境9层，也不会是灾级凶兽的对手。”然而，面对着顾长歌的话，苏雨的面色依旧极其的坚定。放心，我心中自有打算，这件事情我有把握。看着如此坚定的苏雨，顾长歌再度深深地看了一眼苏雨。片刻之后，顾长歌叹了口气，对着一个星河战团的团员有些恼怒的开口：“李凯，给他一艘备用舰。”名叫李凯的团员脸上露出了一抹诧异之色，不过还是按照顾长歌的愤怒，在战舰的仓库之中找到了一个备用单人运输舰，将其激活了。星河战团的战舰更接近于空天航母，是一个大型的移动基地。多谢。苏雨轻声地对顾长歌感激道，随后踏上了备用舰，头也不回地朝着第16007号坚壁军团的方向掠去。顾长歌站在甲板之上，默默地注视着苏雨驾驶着备用舰朝着和自己不同的方向驶去，眼神之中有着担忧之色。片刻之后，顾长歌淡淡地开口：“全速前进，抓紧时间抵达支援点，解决那2头灾级凶兽，之后立马朝着第16007号坚壁军团出发。2头灾级凶兽，就算是我想要解决，也至少需要1个小时时间。”苏雨不过是断骨，虽然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底气，但想来他应该有所把握。顾长歌站在甲板上，将自身状态调整到极致，1小时内解决2头灾级凶兽，对他来说也是一场苦战。天穹之上，苏雨驾驶着备用舰，眼神之中带着一缕担忧之色。教官，一定要坚持住啊！虽然说苏雨哪怕是穿戴上了气血战甲，万剑合一之下，也就爆发出了7倍的断骨9层的战力，这和炼神境的最低战力断骨9层10倍的战力还差了一小截。但是苏雨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底牌没有动用，磁场掌控。在铁身诀修炼到了银身极限之后，苏雨对于磁场的操控也是在数以万计的硅基生物的死亡反馈之中提升的极其的恐怖。而现在苏雨能够掌握的磁场力量远远的超过了任何一个硅基文明之中的生物，哪怕是风也比不上苏雨，已然达到了3阶巅峰。磁场力量更是达到了恐怖的10万匹之力，而这个能力苏雨之前并未动用的。磁场的力量是全方面的，不仅仅能够提升速度，甚至于还能够加强力量。10万匹磁场力量的增幅，足以让苏雨在原有的7倍之上再度提升，或许足以让苏雨触摸到10倍的范畴。不过这一点苏雨也不敢确定，但仅仅只是拖延的话，倒也能够做到。坚壁防线，第16007号坚壁军团防线。赵勋站在防线之上，脸上已然布满了鲜血，右边的脸庞之上更是被划出了一道狰狞的伤口，看上去极其的狼狈，甚至于就连气息都变得有些低迷了起来。赵勋的身边站着2营长以及一个身材略微有些魁梧的青年，若是苏雨在这里的话，便是能够认出这个青年竟然是自己高中的班长边令辉。正如苏雨从被星河大学录取一样，边令辉在受到了军校的录取之后，便是前往了学校。经过短暂1个月的军事训练之后，便被分配到了第16007号坚壁军团。
成为了赵勋麾下的一个预备营长。该死的，为什么这么快就又来了一头灾棘凶兽？赵勋双手撑在围墙之上，脸上有着一抹不甘的神色。只见得在那坚壁防线的前方数千米的位置，一头长着3颗狰狞头颅的庞大凶兽疯狂地摇晃着自己的身躯，四周的凶兽更是受到了这头3头海王蛇的驱使，宛若发狂一般朝着坚壁防线杀去。一般来说，一个防线半年之内能够遇到一头灾棘凶兽就已经很倒霉了，毕竟坚壁防线的长度实在是太大了，光是驻扎的军团就超过了数万个。而第16007号坚壁军团在几个月之前便是遭遇了灾极恶归的凶兽，上一任军团长张星宇更是陨落在了战场之中。如今赵勋刚刚上任还没有多久，便是又遭遇了灾极凶兽的入侵。爆！3号气血武器损坏，正在维修之中，预计需要15分钟。爆！一营将士全军覆没。爆！一道道嘶吼声在长城之上不绝于耳。每听到一道传讯的声音，赵勋脸上阴霾就越发的浓郁了。该死的！赵勋咬着牙齿，一拳狠狠地砸在了长城之上。烽火台那边怎么说？赵勋猛然转过头，红着眼睛看向了边令辉。边令辉迟疑了一下，沉声道：烽火台传讯，同时有着3个防线受到了入侵，星河战团需要率先支援另外2处防线。听到这一番话，赵勋的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了一抹绝望之色。没有战团的支援，仅仅只是凭借着坚壁军团的力量，根本就不足以支撑他们抵御灾极凶兽啊！赵勋双手颤抖地点上了一根香烟，狠狠地抽了一口，一口血唾沫被赵勋吐了出来。赵勋的脸上逐渐浮现出了一抹疯狂之色。狗娘养的凶兽，想要踏破坚壁防线，就从老子的身上踏过去！哗！赵勋叼着香烟，从背后抽出了一柄制式钢刀，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制式钢刀闪烁着一阵阵的寒芒。老张，老子要来找你了！赵勋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狰狞的笑容。然而，还没有等他从长城之上一跃而下，突然一道道轰鸣声从坚壁防线的后方传来。轰隆隆，声音响起，赵勋、2营长以及边令辉猛然转过身去，死死地盯着天穹之上。只见得一艘单人备用舰在一道白色身影的驾驶之下，飞快地朝着第16007号坚壁军团驶来。这是……赵勋一愣，有些不明所以地看向边令辉，似乎在说：“你不是说星河战团的人要率先支援另外2个防线吗？”边令辉也是愣住了，随后连忙翻看了通讯手表，赫然看到上面传来了一道信息：已有一位烽火台强者前来支援，尽量坚持。是烽火台的强者？边令辉激动地说道。虽然只有一位，但能够坐镇烽火台的都不是普通的武者，咱们或许还有希望。听到边令辉的话，赵勋那坚毅的脸庞竟然都不由得柔和了几分。下一刻，单人备用舰悬浮在坚壁长城之上，一道白色的身影一步跨出，直接狠狠地朝着下方跳了下来。咚！白色的身影落在了大地之上，强大的冲击力更是将大地都砸出了一个深坑，溅起了一阵阵的灰尘。咕噜！不少的坚壁军团的战士望着这一道身影，都不由得咽了咽口水。从那么高的天空上跳下来，即便是一般的断骨境武者都要重伤吧？不愧是烽火台强者，哪怕不是炼神武者，也绝对是顶尖的断骨境9层的强者。赵勋激动地说道。灰尘逐渐散去，露出了白色身影的面容。赵勋、2营长以及边令辉在看到来人的面容的时候，顿时愣住了。苏雨！赵勋愕然地望着来者，诚然，眼前的这一道白色的身影，便是从烽火台匆匆赶来的苏雨了。赵勋想过很多，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从烽火台支援过来的强者，竟然是苏雨。要知道，苏雨和赵勋距离上一次见面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啊。那会儿苏雨也不过才刚刚跨入断骨境的行列，而现在却已经成为了坐镇烽火台的强者了。一时间，不管是赵勋还是2营长，亦或者是边令辉都没有反应过来。教官、2营长，还有班长，好久不见啊！苏雨的嘴角带着一丝丝的笑容，打着招呼。说实话，苏雨在看到边令辉的时候，略微有些诧异，不过很快也便是反应过来了。在进入了军校之后，边令辉也是被分配到了这里。苏雨，3人看着苏雨，一时间竟然都不知道说些什么了。所以，烽火台支援来的强者是你？赵勋咽了咽口水，骇然地问道。苏雨摸了摸自己的鼻尖，如果没有其他人的话，那应该就是我了。死！赵勋3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不愧是苏雨啊！一旁的边令辉脸上露出了一抹恍惚之色。叙旧就先不着急了，先解决凶兽吧。苏雨的声音打破了3人的恍惚。赵勋3人这个时候才从苏雨出现的震惊之中反应过来，连忙带着苏雨走上了城墙之上。站在熟悉的位置，苏雨目光远眺，四周的气血武器疯狂地吐出了火舌，不断地轰击着下方密密麻麻的海洋凶兽。更是有坚壁军团的战士冲出了城墙，抵御着已经靠近了的凶兽。鲜血混杂着海水的咸湿传入了苏雨的鼻尖。在8000米之外，3头海王蛇滑动着自己那庞大的身躯，正在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朝着坚壁长城冲来。我已经让人准备凝制炮了，等凝制炮抬上来之后，还是按照上一次的方式，以断骨境武者的命，让这头畜生尝尝凝制炮的厉害。赵勋的声音在苏雨的耳畔之中响起。凝制炮！苏雨不由得想起了当初张星宇率领的10位断骨境敢死队，用自己的命为坚壁防线拖延了时间，成功拖延到了顾长歌星河战团的到来。军团长！苏雨微微呢喃着，目光凝望着远处的3头海王蛇，眼神逐渐变得坚毅了起来。上一次苏雨没有实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10位断骨境的武者命丧灾极恶归的手中，而这一次，苏雨眺望着海洋，目光缓缓落在了3头海王蛇的身上，
战意昂扬。准备凝滞炮吧。赵勋点了点头，转过头去吩咐着手下的士兵开始准备凝滞炮。等着吧，等3头海王蛇进入5000米的范围之后，我们就上。赵勋一边转过头一边说着。只是等他刚刚转过头来，便是看到苏雨站在了长城之上，一跃而下。苏雨，赵勋的瞳孔微微一缩，想要阻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苏雨已经直接从长城之上跳入了战场之中，耳边传来了苏雨的淡笑声：“教官，看着吧。”听到苏雨的话，赵勋整个人愣在了原地。苏雨的身影好似羽毛一般，轻飘飘地落在了战场之中，望着四周不断厮杀的战士，当中有熟悉的面孔，也有陌生的面孔。苏雨淡淡一笑，脚掌猛然用力，整个人好似炮弹一般，瞬间弹射而出。苏雨从来不是为了逞英雄，只是为了让第16007号坚壁军团能够减少损失，也是为了发泄之前得知真相的愤懑，同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证明现在的自己已经能够对抗灾际凶兽了。苏雨的身影快速地穿梭在战场之中，他高高跃起，轻而易举地越过了四周的士兵，气血激发，涌入了手中的腕带之上。下一刻，一套足足有着3米大小的气血战甲凭空浮现，苏雨一步跨出，整个人直接冲进了气血战甲之中。嗡嗡，伴随着一道道清脆的微鸣声响起，点点的星辉在气血战甲之上闪耀着。苏雨穿戴着气血战甲，感受到了磅礴的气血在自己的体内沸腾着。之前在星空研究所的时候，苏雨做过测试，即便是以自己现在铁身诀、银身极限的层次，也仅仅只能够坚持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自己将会力竭，也就是说，自己需要在1个小时的时间之中解决眼前的3头海王蛇。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抹诡异的弧度。1个小时吗？完全足够了呀！点点的星辉在气血战甲之上闪耀着，好似黑夜中骤然亮起星辰一般。苏雨体内恐怖的肉身之力瞬间迸发，伴随着一股磁力涌动。磁场转动，依靠着磁场的力量，苏雨成功的摆脱了重力的影响，硬生生的驾驶着气血战甲横渡半空，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朝着3头海王蛇奔去。一般来说，唯有达到了炼神武者的层次，才能够凭借着蕴养神奇的力量抵消重力的作用，从而能够凌空行走。但苏雨依靠着硅基世界的反馈，掌握了磁场的力量，依靠着磁力，苏雨也能够做到唯有炼神武者才能够做到的抵消重力的影响。踏空而行，锵锵锵，身后剑匣瞬间打开，一柄柄长剑从剑匣之中呼啸而出，卷起了一缕缕的剑气，疯狂地撕裂着四周的凶兽，甚至于就连那些隐藏在剑匣之中的小型小剑，也是在这一刻瞬间迸发。嗡嗡嗡，一阵阵的剑鸣声从小剑之中响彻开来，环绕在苏雨的四周，好似化作了一个小型的剑阵一般。每一柄锋利的小剑的滑动，都会带着一头凶兽的身躯。噗嗤，长剑划入兽巢之中，仅仅只是眨眼之间，便是有着数十头凶兽毙命在苏雨的攻伐之下。仅仅只是过去了10几秒的时间，便是有着数百上千的凶兽在那疯狂。剑刃绞杀之下，化作了烂肉泥，硬生生的将兽巢之中杀入了一条血路。这长城之上，赵勋等人看到这一幕，瞳孔微微一缩。如此恐怖的斩杀凶兽的效率，压根不是寻常断骨境能够做到的。嗡嗡嗡，耳边传来了凝滞炮蓄力的声音。赵勋的面色凝重无比，望着下方的战场，心中忍不住有些紧张。开始了，凝滞炮的启动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而且灾际凶兽虽然灵智混乱，但若是遇到了威胁，还是会掉头就跑的。一旦跑出了凝滞炮的攻击范围，凝滞炮就成了一个摆设了。吼吼吼！或许是察觉到了凝滞炮的波动，3头海王蛇刚刚踏入了5000米的攻击范围之内，顿时怒吼了一声，开始朝着后面退去。然而，苏雨又怎么可能给他机会？哼！苏雨冷哼一声，踏着虚空，几柄长剑疯狂地残杀着四周的凶兽，在痛饮了凶兽之血之后，融入了血神冰材质的几柄长剑的威能，已然更胜一筹。一步跨出，苏雨的身影瞬间出现到了3头海王蛇的面前。凝望着眼前3头海王蛇庞大的身躯，苏雨手持着罪罚2剑，瞬间斩下。猩红湛蓝的光辉在罪罚2剑之上不断地闪烁着，身边天剑万象之间环绕着，散发着凌厉的剑气。杀！苏雨低喝一声，4柄长剑瞬间落下。噗嗤！在气血战甲的加持之下，4柄长剑的威能瞬间爆发，轻而易举的便是划破了3头海王蛇的肌肤，紫色的鲜血喷涌而出。嘶嘶嘶！3头海王蛇吃痛，3头狰狞的蛇头张开了狰狞的嘴巴，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欲要咬向苏雨。然而苏雨的速度在气血战甲的加持之下，已然变得极其的恐怖，仅仅只是在半空之中留下了一道道玄黑色的残影，便是轻而易举的躲开了3头海王蛇的攻法。刹那之间，苏雨和3头海王蛇交战在了一起。赵勋站在长城之上，手掌心之中更是溢出了冷汗，紧紧地望着正在和3头海王蛇交手的苏雨，内心紧张无比。还有5分钟，坚持住啊，苏雨！赵勋呢喃着。苏雨的天赋很强，身为苏雨以前的教官，赵勋宁愿自己死在这，也不愿意看到苏雨陨落在这里。只是现在苏雨一人冲入了灾级凶兽3头海王蛇身边，他们想要跟也跟不上去了，只能祈祷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苏雨更是化作了残影，疯狂地躲避着3头海王蛇的攻伐，抓准时机，欲击伤3头海王蛇。1分钟。2分钟，3分钟，时间缓慢的流逝，凝滞炮之上的威能也是越发的强悍起来，炮筒的四周更是结出了一层层的冰霜。
赵勋此刻可以算是感受到了度秒如年的感觉，哪怕是1分钟过去，赵勋都感觉过去了好久。还要多久？赵勋冲着操控着凝滞炮的士兵大吼一声：“15秒！”士兵回应道。赵勋深呼吸一口气，心中默默地念着时间。很快，15秒的时间过去，赵勋也是深呼吸一口气，大吼一声：“开炮！”伴随着命令落下，一道蓝色的光辉瞬间从凝滞炮之中呼啸而出，带着一阵阵的寒意，顷刻之间爆发了。嘶嘶嘶！或许是察觉到了凝滞炮的力量，海王蛇瞬间挣扎着，想要逃离凝滞炮的攻击范围。然而，苏雨的攻伐在凝滞炮开启的一瞬间，好似进入了狂暴模式一般，一缕缕剑气从一柄柄长剑之中呼啸而出，杀向3头海王蛇。嘶嘶！3头海王蛇震怒，他实在是没有想到，一个在自己眼中就像是一个苍蝇一样的玩意儿，竟然成为了自己后退的最大阻碍。他疯狂地怒吼着，然而他的怒吼在这一刻却是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下一刻，蓝色的光辉降临，咔嚓！凝滞炮狠狠地落在了3头海王蛇庞大的身躯之上，如同数个月之前的灾极恶龟一般，一层层的冰霜瞬间蔓延了3头海王蛇那庞大的身躯。仅仅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3头海王蛇的身躯竟然直接被冻住了。冻住了，我们成功了！望着战场之上庞大的3头海王蛇的身躯，在凝滞炮的作用之下，被彻底的冻结在了大地之上。坚壁长城之上的众人纷纷发出了一阵阵的欢呼声。3头海王蛇被凝滞炮冻住，那么他们就能够拖延一定的时间。虽然不知道在这凝滞炮发挥作用的时间之中，他们能不能拖延到星河战团的到来，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他们至少有了一些希望。另一边，顾长歌黑色的衬衫之上沾染了鲜血，眉宇之间更是有着一抹疲倦之色。诚然，即便是顾长歌在连续斩杀了2尊灾级凶兽之后，也是有些吃不消了。不过这个时候，顾长歌可没有半点的松懈，他的目光看向了第16007号坚壁军团的方向，嘶哑的扯着嗓子说道：“快去16007号坚壁军团防线！”话音落下，顾长歌直接坐在了甲板之上，运转炼神武学，尽可能的恢复自己的力量。星河战舰载着星河战团的成员，浩浩荡荡的朝着第16006号坚壁军团的方向掠去。快叫苏雨退回来！坚壁长城之上，赵勋连忙吩咐。而此时，战场之上，苏雨望着眼前被凝滞炮冻住的3头海王蛇，眼中闪过跃跃欲试。刚刚的交手中，苏雨已经感觉到自身的实力纵使比起炼神还有些差距，但差距极小。苏雨身上的气血战甲瞬间闪烁着一阵阵的星辉，点点的星光瞬间浮现了出来。战甲轰鸣，恐怖的气血彻底的沸腾在苏雨的身躯之中，犹如奔腾的长江一般席卷而上。嗡嗡嗡！四周一柄柄清风闪烁着锋利的光辉，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更是如同那寒芒一般。淡淡的光辉逐渐覆盖了整个气血战甲，在这一刻，整个气血战甲更是被渲染成了银白色。身后数柄长剑在这一刻更是融为一体，化作了一柄极其恐怖的剑刃。苏雨缓缓伸出自己的手掌，轻而易举的便是将那一柄巨大的长剑握在了手中。磁场产生的强烈电流刺激着苏雨身躯之中的每一个细胞，在这一刻，苏雨身体的细胞在电流的刺激之下，每一丝力气都被激发到了极致，爆发出更加强大的力量。电流环绕在苏雨手中的长剑之上，更是有着一缕缕的剑气不断的迸发而出。苏雨凝望着下方的3头海王蛇，眼中的战意达到极致。灾级凶兽，非炼神不可敌。今日我便要试一试。望着那被冰霜笼罩的身躯，苏雨手中的巨大长剑落下，这一剑爆发了苏雨全部的力量，断骨9层的气血，断骨极限的肉身，磁场转动，10万匹力量，万剑归一。轰隆隆，整个战场之上都传来了一道恐怖的轰鸣声，强悍的能量余波瞬息之间扩散开来。一些修为稍微弱一些的士兵更是被这一道恐怖的轰鸣声震得耳膜刺痛。一道巨大的剑芒于天地之间浮现，带着一股锋利之色，瞬息之间落在了下方3头海王蛇的身躯之上。此刻的3头海王蛇那庞大的身躯已然被凝滞炮冻结，唯有3双眼珠子惊恐地望着苏雨斩出的这一剑。他本能的想要嘶吼，想要挣脱，然而却根本无法做到，只能够眼睁睁地望着那一道巨大的剑芒降临在自己的身上。咚！剑芒落下，恐怖的能量疯狂地宣泄在3头海王蛇的身躯。仅仅只是刹那之间，3头海王蛇的3颗狰狞头颅竟然在这一道恐怖的刀芒之下彻底消瘦。头颅落下，更是砸死了好几个来不及撤退的断骨境凶兽。伴随着3头海王蛇的头颅被苏雨斩断，一时间整个坚壁长城之上都陷入了一片死寂当中。赵勋满脸的震惊，而在赵勋身边的边令辉更是震动无比。他算是和苏雨相处比较久的人了，饶是他也没有想到，仅仅只是短短半年的时间，苏雨竟然能够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准武者提升到这样的地步。现在的自己和苏雨之间的差距已然宛若天堑。轰隆隆，轰鸣阵阵，星河战舰浩浩荡荡地出现在了坚壁军团防线的上空。顾长歌的双眸猛然睁开，站起身来就要跳下去诛杀灾级凶兽。但是当他看到那3头海王蛇的3颗舌头已然被人斩断之后，整个人的瞳孔猛然一震。随后他看到了静静地站在3头海王蛇尸体旁边的苏雨，这一刻无尽的震惊更是充斥着顾长歌的内心。他不仅仅是顾长歌，甚至就连星河战团的其他成员也是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脸上的疲倦之色一扫而空，
有的仅仅只是无尽的震动。紧接着，顾长歌的双眸之中更是有着一道道金光闪动。他意识到苏雨的天赋绝对是前所未有的，即便是自己也未必能够做到苏雨这个地步。甚至不仅仅是自己，就连昔日的九州第一战神空，当年也不曾做到苏雨这般啊！短暂的震惊之后，顾长歌也是很快的意识到了一点。顾长歌连忙通过自己的权限，调出了第16007号坚壁军团的监控视频，直接截取、封锁，将关于这里的一切信息都封锁住，同时将截取的视频传给了自己的老师。而能够成为顾长歌老师的人，自然也不是普通人，赫然便是当今星河大学的校长。在将一切都彻底的做完之后，顾长歌这才松了一口气。但顾长歌的脸上还是露出了一抹迟疑之色。在纠结了一会儿之后，顾长歌还是编辑了一个信息发给了自己的老师。学生以为苏雨的天赋已然超越了学生，不管是为了星河大学而言，还是为了整个九州，学生都认为苏雨比我更加合适。点击发送，顾长歌顿时感觉自己身上一阵轻松。片刻之后，顾长歌的通讯手表之上传来了信息的提示音。顾长歌看了一眼，宛然一笑。只见得信息赫然只有几个符号，而此刻伴随着3头海王蛇在苏雨的全力一剑之下，3颗头颅彻底消瘦，整个坚壁长城之上传来了一阵阵的欢呼声。哈哈哈哈！不愧是从我们第16007号坚壁军团走出去的人，17营长，好样的！苏营长，我老王这辈子没有佩服的人，如今我老王佩服你！一阵阵的欢呼声从坚壁长城之上传来。这一次，因为苏雨的原因，第16007号坚壁军团的伤亡很少。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苏雨在赶到3头海王蛇的途中诛杀了不少高等级的凶兽，而且这一次的灾级凶兽入侵不再需要其他的断骨境武者送死了，也就给战场带来了缓冲。甚至于苏雨以断骨境爆发出来的实力，更是让他们激动无比，仿佛看到了九州的未来。苏雨听着耳边传来的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嘴角泛起了一抹笑容，一步一步缓缓地朝着坚壁长城走去。当苏雨走到了坚壁长城大门口的时候，耳边的欢呼声更加的振聋发聩了。苏雨艰难地脱下战甲，在爆发出了全力一击之后，苏雨已然到达了极限，磁场转动，气血战甲都在疯狂地压榨着苏雨身体的每一丝力气。刚刚脱下了战甲，苏雨整个人便是眼前一黑，瞬间昏倒在了原地。苏雨，赵勋望着昏倒过去的苏雨，突然失声道，整个人匆匆忙忙地从长城之上一跃而下，将昏倒过去的苏雨抱了起来。查看苏雨的状态之后，才是松了一口气，还好，只是力竭了。苏雨突然的昏倒，使得整个坚壁长城的欢呼声戛然而止，生怕这个第16007号坚壁军团的英雄被他们吵到。甚至于就连星河战舰之上的顾长歌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整个人的心头悬了起来。不过好在没事儿，在赵勋的吩咐之下，苏雨很快便被送往了后勤处。数日之后，苏雨缓缓苏醒，刚刚醒来，便是感觉自己整个身子每一处的细胞似乎都在发出一阵阵的痛楚，饶是苏雨都忍不住闷哼了一声。在适应了这种痛楚之后，苏雨才是慢慢的睁开了双眸，却是看到身穿黑色衬衫的顾长歌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自己的身边，正露出一种莫名的目光望着自己。在看到苏雨醒来之后，顾长歌原本冷酷的脸上也是罕见的浮现出了一抹笑容。你这家伙总算是醒了。看着顾长歌在旁边，苏雨连忙撑起身子，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却被顾长歌直接打断了。你刚刚醒来，先不要着急说话，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顾长歌淡淡一笑，以断骨9层诛杀灾级凶兽，放眼整个九州，你也是独一份了。如此壮举本应该受到整个九州的嘉奖的，但是我帮你拦了下来。有些事情你也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包括整个第16007号坚壁军团，我也是让他们签了保密协议。统一口径是我杀的，至于功勋，一分不少的转给你。不过在这之前，我想要向你介绍一个人。顾长歌的声音刚刚落下，苏雨便是看到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带着一抹温和的笑容走了进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师，同时也是星河大学的校长，童天阳。星河大学校长。在听到这个称呼的时候，苏雨的心中微微一紧。要知道，星河大学可是九州5大武道学府之一啊，能够成为九州5大学府校长的存在，绝对是站在了整个九州最顶端的存在。金身。苏雨的脑海之中，对于5大学府校长的印象只有这么一个，金身强者，凌驾于所有的炼神武者之上的恐怖存在。苏雨连忙想要站起身来，但是却被童天阳温和的声音打断了。哎，老夫今日为你而来，不用这样拘束。听着童天阳的声音，苏雨也是放宽了心，躺在床上对着童天阳轻声说道。苏雨见过童校长，童天阳的气质极为温和，哪怕是站在童天阳的身边，都感觉如沐春风一般。不知童校长今日前来，所为何事？苏雨有些好奇，即便是自己击杀了一头灾级凶兽，应该也不至于让一尊金身强者来找自己吧？尤其是金身以及4000位炼神武者需要时时刻刻镇压海底的超级海潮，一般情况之下是很难脱身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九州的明面上很难看到金身强者的原因。不要说金身，就算是炼神都很难看到。童天阳还没有说话，一旁的顾长歌便是淡淡一笑。老师是专门为了你而来的，这一次你以断骨境逆伐灾级凶兽，这是前所未有之举。纵使有气血战甲的增幅，但你自身的天赋和实力在断骨境中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所以老师决定将不朽计划的名额让给你。不朽计划。听着顾长歌的话，苏雨先是愣了一下，有些不明所以。童天阳笑着解释道，所谓的不朽计划
便是汇聚我们整个九州之力，再培养一位不朽境强者。不朽境！听着童天阳的话，苏雨的心神猛然一震。要知道，现在整个九州，除开了100多年前的九州第一战神空之外，再没出现过任何的不朽境。可以说，自从空消失之后，九州不少的金身强者都想要冲击不朽境，但是100多年以来，却从来没有人能够做到。而这个不朽计划，便是为了培养出第2位不朽境。童天阳的声音继续响起，所谓不朽计划是5大学府共同进行的计划，顾名思义，就是在5大武道学府之中寻找天赋逆天的小家伙，成为不朽境的预备种子。不朽计划一般只有5个名额，之前我们星河大学预定的名额是给顾长歌的。那怎么？苏雨看向了顾长歌，双眸之中有些不解。既然是给了顾长歌了，为何又轮到自己了？顾长歌坦然一笑，说是预备种子，但是实际上能不能突破不朽境，谁也不知道。况且这个计划本来就是为了天赋异禀的人准备的，在星河大学，我自认没有人的天赋能够超过我，但是直到让我看到了你。顾长歌在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明显有些感慨。要知道，顾长歌可是上一届的高考状元，更是在加入星河大学1年的时间之中，就从断骨9层修炼到了现在的即将开始炼化第2尊神器。这样的速度，放眼整个九州都是极其恐怖的。顾长歌对此也是颇为自得。只是苏雨的横空出世，却是直接超越顾长歌的天赋。仅仅只是断骨9层，竟然就能够逆伐灾级凶兽。虽然是在宁致炮的帮助之下，但是就这实力，哪怕是100年前的空，也未必能够做到。听着两人的解释，苏雨逐渐了然了。说白了，就是不朽计划之前是定的顾长歌，但是现在因为苏雨的表现，让给了苏雨。而最让苏雨诧异的是，这个提议竟然是顾长歌自己提出来的。苏雨看向顾长歌，他很清楚，一旦加入这个计划，受到的培养绝对是顶尖的，但是顾长歌自己却放弃了。就这一份魄力，绝对是前所未有的。顾长歌淡淡一笑，你也不用为我考虑，我即便是加入了这个计划，在5人之中也是垫底的存在，与其当凤尾，还是宁愿当一个鸡头。你的天赋远胜于我，比我更合适。顾长歌道。苏雨微微一笑，他虽然知道顾长歌在解释，可是连顾长歌这样的天赋，竟然只能算是5人之中垫底的存在，那么另外4人又究竟是何等存在？一时间，苏雨竟然有些好奇了。好了，童天阳温和的开口，苏雨，现在你是不朽计划的一员，从现在开始，你只需要做的便是提升自己的实力，不管什么要求，星河大学老夫说了算，一路给你开绿灯。你现在的身体还在恢复当中，老夫就不多说了，好好休息，等恢复之后，老夫亲自送你回星河大学。说罢，童天阳便是带着顾长歌离开了苏雨的房间内。待到两人离去，苏雨便是看到赵勋走了进来。一看到床上的苏雨，赵勋就是露出了一抹羡慕的神色。苏雨，你小子现在可厉害了呀，竟然能够结交道顾长歌和童老这样的人物。啧，没想到老子教导出来的人，有一天也能够走到这一步。赵勋羡慕的脸上还有着一份份的沾沾自得。赵勋很清楚，自己这一辈子若是没有什么机缘的话，断骨境就是极限了。至于炼神，根本就不用去想。但是自己教导出来的学生牛逼啊，以后哪怕是退役了，这件事也足以骄傲一辈子了。苏雨淡淡一笑，并没有说些什么。两人简单的寒暄了一番之后，赵勋脸色一正，苏雨，你之前斩杀3头海王蛇穿戴的那个铠甲到底是什么？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他知道赵勋说的是气血战甲，这玩意儿的最后测试已经通过了，马上就要开启小规模的实验了，倒也不算是什么秘密项目了。旋即便是将气血战甲的特性告诉了赵勋。赵勋听完，整个人的双眸之中都迸发出了一道道金光。果真？苏雨点头。赵勋的呼吸逐渐变得炽热了起来，他搓着自己的手掌，舔着脸说道：那啥，你认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吗？能不能帮我问一问，咱们第16007号坚壁军团能不能成为这个小规模测试的人员？自从见识到苏雨穿上气血战甲爆发出来的恐怖战力之后，赵勋对于苏雨身上的气血战甲简直就是念念不忘。尤其是刚刚听到了苏雨说这玩意儿马上就要开始小规模测试的时候，赵勋忍不住了。这样的好东西，即便是还有一些小瑕疵，但是只要能够增加战力，对于第16007号坚壁军团来说，绝对是好东西啊！甚至于，即便是在遇到灾级凶兽，哪怕是没有苏雨的支援，他们都能够减少伤亡。等到战团支援的到来，苏雨沉吟了一番，拨通了王宁的电话，告诉了王宁这件事情。谁知道王宁欣然同意了，他那边也正愁不知道找谁来测试。现在赵勋要求，王宁自然是巴不得。尤其是赵勋所在的坚壁军团的断骨劲武者数量并不少，测试出来的结果也更有信服力。这件事情也是在苏雨的掺和之下成功完成。赵勋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之后，也便是没有继续打扰苏雨的休息。又是过去了2日的时间，在银身极限带来的强大恢复力之下，苏雨整个人再度回到了巅峰，便是在童天阳的护送之下回到了星河大学。星河战舰之上，童天阳和苏雨2人站在甲板之上。至于顾长歌，也就是因为苏雨昏迷过去，才强行逗留了几天。如今苏雨已经恢复了，他也需要马不停蹄的回到烽火台防线继续坐镇。至于童天阳，也是在见到苏雨恐怖的天赋之后，将苏雨亲自带回了星河大学。你现在的炼神武学的申请也通过了，等会回到了星河大学之后，我便带你去我星河大学的炼神武学库之中看一下，选择适合你的武学进行修行，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快的跨入炼神境，对于你之后的不朽计划也有更大的好处。童天阳笑着对着苏雨嘱咐道。苏雨点了点头。很快，战舰悬浮在了星河大学的上空，童天阳带着苏雨从战舰之上降落，顿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不少学员在看到童天阳的时候，纷纷露出了尊敬且狂热的目光。尤其是在看到童天阳身边的苏雨的时候，一些人则是诧异了：这家伙是谁？竟然能够让童校长亲自护送？这不是这一届的高考状元苏雨吗？什么？一个新生竟然能够让童校长亲自护送？要知道，即便是顾长歌也没有这个待遇吧？不少逗留在星河大学的学生纷纷发出了震惊的声音。然而，童天阳和苏雨并没有在意他们的声音。童天阳带着苏雨便是来到了星河大学的藏书阁内，这里乃是我星河大学武学武技汇聚之地，你们在学院里面兑换的武技和武学都是出自这里，而你所需要的炼神武学同样是在这里，不过没有权限，也无法进入。说着，童天阳便是带着苏雨走进了藏书阁中。刚刚走进藏书阁，苏雨便是发现似乎有着一道目光在自己和童天阳的身上扫过，或许是察觉到了童天阳的存在，这一道目光才是缓缓收回了自己的目光。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不愧是汇聚星河大学武学之地，竟然还有这样的强者坐镇。一旁的童天阳自然也是察觉到了这一点，不过并没有说话，而是带着苏雨走向了藏书阁的最顶楼。我星河大学作为整个九州五大学府之一，武学无数，即便是炼神武学也足足有着27本。你现在已经是不朽计划的一员了，现在所有的炼神武学都可以为你开放，且不需要学分。听着童天阳的话，苏雨的眼睛一亮。要知道，一本炼神武学，即便是全线开通，都需要数万甚至是10多万的学分，而自己却是免费了。多谢校长了。那个校长，我能多看一遍吗？苏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着。童天阳一愣，旋即大笑一声，哈哈，不愧是顾长歌看中的人，当初那小子也是这么跟我说的。看吧，说了对你开放就对你开放，你自己先看着，我在下面等你。说着，童天阳便是离开了藏书阁。顶楼之上只剩下了苏雨一人。苏雨索性直接将所有的炼神武学都搬到了自己的身边，一本一本的观看了起来。大日观魔法，修炼成功可酝酿大日神气，掌天地之火，焚烧万物。九玄星辰诀，修炼成功可酝酿星辰神奇，聚星辰之力，掌元生灭。苏雨一本一本的看去，但是看到最后，眉头却是紧锁了起来。星河大学的炼神武学固然是很好的，甚至于随便一本放在2级武库之中，都绝对是精品类型的炼神武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苏雨总是感觉这些炼神武学和自己有些格格不入。况且以自身蕴养神灵这一条路，怎么看都像是一条不归路啊！苏雨呢喃着，盘坐在顶楼之上，整个人也是陷入了沉思之中。罢了，先不着急，这么久了，也不知道武侠世界如何了。苏雨的双眸闪烁着淡淡的金光。对于武侠世界，苏雨是极其在意的，毕竟武帝已经看到了剑神不坏之后的风景，保不齐他现在已经创造出了剑神不坏之后的道路，或许自己也能够借鉴。当即，苏雨心中微微一动，直接召唤出了系统画面，目光落在了武侠世界当中。融合世界，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的疆域之处，密密麻麻的军队汇聚在一起，宣布着一场战争的开始。以武帝为首的武侠世界4大剑神不坏瞬间出手，而以西蒙为首的7尊半神也是御空而行，双方彻底的交战在了一起。什么情况？苏雨看到这一幕，不由得眉头微微一皱。明明之前双方都还在商谈一些对付光明神的，怎么这个时候就打起来了？不过很快苏雨便是了然了，这些家伙虽然打起来了，但是实际上交手的时候都是各有轻重。看似惨烈的战斗，但是在半神和剑神不坏层次中，却没有人一人受伤。陷阱！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旋即仔细看了起来。突然，一道圣洁的光辉从天而降，一个3头6臂的怪物瞬间浮现。光明神！光明神在看到武帝的一瞬间，3双眼睛顿时露出了一抹暴虐的神色。是你！光明神怪笑一声，直接冲向了武帝。然而武帝全然不惧，大笑一声：“你这家伙终于出来了！诸位还不动手吗？”听到武帝的话，光明神的心中顿时一阵的不安。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一道道恐怖的功罚瞬间落在了光明神的身上。武帝更是手持着魔剑，一剑落下，硬生生的将光明神的一只胳膊瞬间斩断。啊！光明神惨叫一声，金色的血液瞬间喷涌而出，却是被魔剑硬生生的吸收了。你们找死！这个时候，光明神如何反应不过来？西蒙和大夏已然联盟，今日这一战就是为了引自己出来。他怒吼一声，3双眼睛更是迸发出了圣洁的光辉。只不过这圣洁的光辉怎么看都有着一股邪恶的味道。真身降临！光明神低喝一声，天穹之上突然裂开了一道道裂缝，一缕缕的圣光挥洒下来，照耀着光明神的身躯。在圣光的照耀之下，光明神的气息竟然在一步一步的攀登，就连伤口也是在圣光的照耀之下彻底的愈合了。武帝望着这一幕，瞳孔猛然一震。然而还没有等武帝从震惊之中反应过来，一颗颗硕大的光球瞬间从光明神的3口头颅之中呼啸而出。咚咚咚，光球之中带着一股可怕的威能，彻底的席卷整个半空。西蒙的7尊半神以及大夏的黑白双煞2人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直接被3颗硕大的光球硬生生的吞噬了。炽热的能量瞬间席卷了9人的身躯，仅仅只是刹那之间，9人的身子竟然直接融化了。即便是武帝和大夏老祖2人，虽然没有直接和光球照面，但也被光球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及到了，身上的肌肤瞬间被燃烧成了灰烬，看上去极其的狰狞。撤！武帝强忍住身上带来了炽热痛感，拉着大夏老祖便是匆忙逃窜。而光明神似乎也受到了某种限制，死死地盯着武帝和大夏老祖2人逃窜的身影，
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望着浩浩荡荡离去的大军，光明神的脸上露出了恼怒之色。他怒吼一声：“圣战！发动圣战！从现在开始，光明教会彻底讨伐大夏以及西蒙！”光明神的怒吼响彻天地。圣战！这里光明神的怒火伴随着光明神被西蒙和大夏设计埋伏，彻底的激怒了光明神。光明神最后虽然强行真身降临，摆脱了危机，但依旧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光明教会也是在光明神的指使之下，开始了猛烈的报复。作为西蒙之中最强大的一方势力，除开了已经被光明神控制的3尊半神之外，也还有很多的升位阶以及超凡强者，甚至于普通的信徒更是无边无际，覆盖了整个西蒙。而西蒙更是因为7尊半神的陨落，在光明教会的圣战之下，逐渐分崩瓦解。或许在之前诡异世界当中，西蒙是3大势力之首，可是上一次围攻光明神一战，西蒙损失实在是太大了。即便是有着隐藏的半神，但是现在也不敢和光明神抗衡了。而伴随着西蒙的瓦解，光明教会的势力更是得到了恐怖的提升和发展，一点一点的朝着大夏疆域入侵。武侠世界，大夏皇宫深处，一个密室之中，武帝盘坐在一个蒲团之上，魁梧的身躯依稀之间能够看到一些已经烧焦了的肌肤，但是伴随着武帝身上每一次猩红的光辉闪烁，武帝的气息便是逐渐变得雄浑起来，身上已经烧焦了的肌肤也是逐渐恢复如初。片刻之后，武帝缓缓睁开了双眸，淡淡的猩红之色在武帝的双眸之中浮现，身后隐隐约约能够看到魔剑的虚影在闪烁着一股令人色变的光芒。伪神血液被魔剑吞噬了，低沉的声音回荡在整个密室当中。之前和光明神一战，虽然黑白双煞陨落在战场之上，西蒙7尊半神陨落，甚至于就连武帝和大夏老祖2人也是重创，但在那一战当中，武帝也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好处。伪神血液，虽然那3尊半神仅仅只是光明神承载物，但伴随着光明神的神力涌入他们的身躯，使得3尊半神融为一体，他们身上的血液已然沾染上了神性。武帝一剑斩断光明神的一只胳膊，疯狂地吸收了诸多的光明神血液。魔剑更是给了武帝诸多的反馈，比如伪神的力量源泉，这种力量凌驾于所有生灵之上，反而像是某一种规则。武帝呢喃着，低着头，让人看不清面容。诡异世界的规则吗？还是这些伪神的规则？武帝再度缓缓闭上了双眸，消化着魔剑反馈回来的信息和感悟。一炷香之后，武帝再度睁开了双眸，魁梧的身躯在这一刻竟然止不住的颤抖了。朕知道了。武帝声音低沉，声音回荡整个密室。这些伪神不过就是一群虚空生物，是外来者，也是盗窃者。他们通过窃取诡异世界的法则，从而壮大自己，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对待同属性的超凡者、升位阶，甚至是半神强者进行碾压操控。因为诡异世界的人修炼的便是诡异世界的法则，而那些伪神或者说虚空生物早已成功占据了他们法则道路的顶端。而这些伪神通过盗窃诡异世界的法则占为己有，别人修炼同种法则，便是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他们的傀儡。而这些伪神最差也是窃取了一条诡异世界规则的虚空生物。武帝一边消化着魔剑反馈来的信息，一边心中也对伪神的存在越发了解。之前因为伪神存在的阴翳在这一刻一扫而空，正是因为如此，伪神的存在才会被诡异世界排斥在外，而一旦强行进入诡异世界，也会被诡异世界本能的反抗。一群欺世盗名者还恬不知耻的挂着神的名字，朕何惧之？听到密室内武帝的话语，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眼神之中有着淡淡的光辉闪烁着。盗窃诡异世界的规则吗？这么一说，好像是有这种感觉。苏雨回想起自己见到的虚空生物，他们被排斥于诡异世界之外，但是无时无刻不想要进入诡异世界之中，仿佛在诡异世界之中有着什么吸引他们的东西。而现在伴随着武帝的解释，苏雨了然了。规则，诡异世界的规则就是吸引他们的东西。在诡异世界之外，他们能够盗窃的规则有限，但若是进入了诡异世界的话，他们就能够肆无忌惮地吞噬盗窃诡异世界的规则。这样一来，他们也能够逐渐壮大自身。毕竟盗窃的规则越多，这些虚空生物的力量也就更加的强大。而对于诡异世界来说，被盗窃的规则越多，世界的法则就越发的薄弱。一旦当某一天世界规则别窃取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么整个诡异世界都将覆灭。但是那群虚空生物却能够生活在虚空之中，找寻下一个世界，继续盗窃规则，吞噬规则。所以炼神阶段也是能够通过掌握世界规则吗？苏雨陷入了沉思之中。从某一种角度来说，炼神蕴养神奇，炼化神奇，这种过程好像就是在感悟规则，最后炼化规则占为己有。苏雨隐隐约约有着一种直觉，自己似乎已经抓住了某些关键点，但是偏偏很难通过这一点发掘出更多的东西。苏雨揉了揉自己的眉心，罢了，继续看下去，看看武帝能不能给我启发。苏雨的目光重新落在了武帝的身上。密室内，在察觉到了伪神的力量来源之后，武帝极其的兴奋。所以见神不坏之后的境界，应该和规则，不应该和这个世界有关。武帝的呼吸逐渐变得炽热了起来，他的双眸狂热无比，不断的喃喃自语：难不成朕也需要去吞噬诡异世界的规则？只是朕并非诡异世界的人，也并非那些超凡者，想要吞噬的话，就会如同这些伪神一样，直接被排除在世界之外。所以朕的希望只能够放在朕的这个世界上来了。武帝呢喃着，双眸之中的狂热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片凝重之色。只是朕如何在我们的世界之中
盗窃法则呢？武帝陷入了沉思之中。不对，终于在过去了半个时辰之后，武帝猛然抬起头来，武帝的双眸之中有着金光闪动。朕乃天命之子，朕承载的便是这一片天地的天命，朕何须去做一个欺世盗名之人？朕要的是这一片天地的认可。武帝说着，盘坐在蒲团之上，身上有着魔剑特有的猩红光辉。感悟天地，天人合一，这件神不坏之后的境界便为天人合一。武帝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紧接着武帝的双眸缓缓闭上了，一股玄奥的波动开始在武帝的身上一点一点的流转。那种感觉，苏雨死死地盯着眼前的武帝，通过自己拥有的武侠世界权限的掌控，苏雨赫然地发现，眼前的武帝和整个天地之间似乎有着一条极其透明的锁链，将二者紧紧地链接在了一起。天人合一吗？苏雨微微呢喃着，目光紧紧地望着整个系统画面。伴随着武帝开始领悟天人合一，而光明神那边也开始了猛烈的入侵。伴随着西蒙的土崩瓦解，光明教会吞并了大量的士兵，甚至于还将一尊西蒙隐藏的半神强行控制，势力得到了恐怖的提升。没有了西蒙的阻碍，在光明神的要求之下，光明教会开始朝着大夏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虽然说大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甚至于也提前预知到了世界融合，早就开始准备了，可是说是全民皆兵的状态。但是上一次的战斗，大夏损失太严重了，4尊见神不坏的强者就陨落了2个，现在武帝又是在感悟天人合一，无法出面，而大夏老祖更是身受重创，即便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但还是很难恢复到巅峰的状态。在光明教会强者的联合之下，大夏军队竟然开始节节败退。仅仅只是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大夏的疆域开始疯狂的被光明教会的大军压缩，已然兵临黄州。黄州城墙之上，大夏老祖面色苍白，甚至于衣衫之上还有着斑驳的血迹。这半个月的时间，武帝闭关不出，而他又是身受重创，在和光明教会半神的交手之中节节败退，身上的伤势甚至都还没有开始修复，便已然恶化了。这样的状态自然不是对方的对手。该死的，武帝到底在干什么？大夏老祖的身边，一个宗师将临忍不住，将一拳砸在了城墙之上，强大的力量直接将城墙都硬生生的砸出了一个窟窿。他望着下方密密麻麻的光明教会的大军，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了绝望之色。一旁的大夏老祖冷冰冰的望着这个将领，武帝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你若是害怕了，可以直接投降。在武帝闭关之前，专门传音给了大夏老祖，告知了这件事情。对此，大夏老祖也只能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武帝的身上。那位将领脸色极其的难堪，但终究还是没有说些什么投降的话语。开玩笑，现在可是世界之间的斗争，即便是投降了，也只有死路一条。杀！下方光明教会的大军已然开始了入侵，在一尊傀儡半神的指挥之下，疯狂的朝着大夏黄都杀去。唉，大夏老祖叹了口气，一步跨出，傲然行走在半空。虽然心中不愿，但是大夏老祖很清楚，现在的武帝甚至是大夏都需要时间，而这个时间只能由他来拖延。战！大夏老祖暴喝一声，周身的气血涌动，好似奔腾的河流，发出疯狂的轰鸣声。轰隆隆，二者在一瞬间交战在了一起。仅仅只是过去了一炷香的时间，大夏老祖的身躯便是被那一尊傀儡半神瞬间轰击在了大夏黄都的城墙之上，直接在那坚硬的城墙砸出了一个人形的窟窿。所有的大夏强者望着这一幕，纷纷露出了绝望的神色。大夏老祖败了！死！那尊傀儡半神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神色，身上有着邪恶的气息瞬间涌动，化作了一柄血红色的镰刀，就要将大夏老祖彻底的覆灭。而就在这个时候，苏雨的眉头突然一动，看向了大夏皇宫的深处。只见的一股玄奥的波动从皇宫深处涌动，这不过这一股波动极其的隐秘，也就是苏雨有着武侠世界的掌控权才能够感受到。下一刻，一道身穿龙袍的身影瞬间走出了皇宫深处，脚下的天地好似收缩了一般。咚！伴随着一道闷响，就在那血色镰刀即将落在大夏老祖身上的时候，一道硕大的拳头狠狠地砸出，恐怖的力量从拳头之中喷涌而出，瞬间将那血色的镰刀直接轰碎，化作了能量碎片，消散在天地之间。什么人？傀儡半神怒吼一声。然而他的怒吼刚刚落下，便是看到自己的面前突然多了一个身穿龙袍的魁梧中年人，整个人的脸上透露着一种不威自怒的气势。朕乃人间武帝。话音落下，武帝猛然抬起拳头，狠狠地砸下。咚！又是一道闷响传来，那傀儡半神的身躯竟然就这样直接在武帝的拳头之下彻底的分崩离析。做完这一切，武帝的眼神极其的平静，望着不远处，淡淡的开口：光明神，既然你不愿意出来，朕就来找你。下一刻，武帝一步跨出，瞬间来到了战场之上，一只手猛然探出，而后一拽，竟然直接从虚空之中拽出了一个3头6臂不3头5臂的怪物。光明神，你！感受着武帝身上传来的强悍的力量波动，光明神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给朕死！武帝低喝一声，魔剑悄然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暗红色的光辉透露着一股令人胆战心惊的波动。长剑扬起，猩红的剑光瞬间闪耀，下一刻2个断臂腾飞而起，淡金色的鲜血喷洒了天地。啊！光明神惨叫一声，3颗头颅同时露出了恼怒的神色，只是在恼怒之中却还隐藏着一抹惊悚。你！光明神还想要说些什么，但是看着武帝不依不饶地朝着自己杀来，光明神也没有多想，瞬间暴退。
此刻的光明神因为上一次已经真身降临的原因，受到了诡异世界法则的排斥，这一次若是再降临，就会对自己造成难以逆转的伤势。而面对着突然变得无比恐怖的武帝，光明神最终选择了逃遁。武帝看着光明神逃走的身影，眉头微微一皱，但终究还是没有选择强行追击。天人合一，如今的武帝虽然成功感悟天地，链接天地，但也仅仅只是将自身的武道修炼到了极致。但是对于天地的感悟，还局限于初步感悟的范畴。若是真的逼得光明神不顾一切降临真身的话，武帝也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不过光明神的败走，这些光明教会的大军，武帝的双眸之中闪过了一抹杀意。杀无赦！淡淡的声音回荡在了战场之上。由于武帝的出现，大夏的将领们纷纷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士气，疯狂地杀戮着光明教会的信徒。而这个时候，系统的提示音却是在苏雨的耳畔之中响起。叮！因为宿主改变武帝命运，世界融合进度大幅度提升。听到这个提示音，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他借助武侠世界的权限，开始观察两个世界的融合。赫然发现，两个世界融合的时候，诡异世界竟然主动地开始了融合。苏雨思索了片刻，便是了然。这是诡异世界的本能在驱使着两个世界的融合。本来虚空生物的存在，已然让诡异世界本能地感受到了威胁，所以开始排斥他们。只是这些虚空生物简直就像是枯骨之躯一样，怎么也甩不掉，疯狂地蚕食着诡异世界。但是武帝的出现，武帝和那些虚空生物不同，并不是通过盗窃吞噬世界的法则，是自身感悟天地，和天地共鸣，从而强化自身。这样一来，不仅仅能够强化自身，还能够一定程度上给世界带来反馈，壮大世界。所以诡异世界便是将希望寄托于武侠世界的武帝，想要通过武帝的强大来限制这些伪神，甚至是驱赶这些伪神，所以大幅度的增加世界融合的趋势。很显然，在感悟了天地之后的武帝，也是隐隐约约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重整大夏的大军，收拢军心。这一点对于武帝来说并不是很难，毕竟武帝刚刚一拳粉碎一尊傀儡半神以及击退光明神，已经被所有的大夏将领看在了眼里。诸位，随朕出征，讨伐光明教会！武帝身穿一袭黄袍，举手投足之间更是有着一股极其恐怖的气势从武帝的身上涌动。出发！杀！武帝暴喝一声，率领着整个大夏军队浩浩荡荡地朝着诡异世界杀去。对于武帝来说，最大的威胁或许便是光明神真身降临了，只是这家伙真身降临似乎也有限制，并不能随随便便的降临，而且就算是能降临，也会受到诡异世界的法则压制。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帝对于天地的感悟也愈发的深厚，甚至还能够爆发出全力，此消彼长之间，武帝隐隐约约已然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一时间，大夏的军队开始疯狂地收复之前的失地，同时开始汇聚更多的武者力量，一直到杀入了诡异世界的边疆当中。武帝，你难道非要和我等战个你死我活吗？刺耳且嘶哑的声音在天地之间响彻。只见得一个类人形的生物气息萎靡地站在虚空之上，整个人的身上更是被漆黑的鳞片所覆盖，甚至于就连一双手掌都好似青蛙一般的模样，看上去极其的恶心。尤其是此人的身上更是散发着一股令人极其厌恶的气息，连带着四周的能量似乎都不想要靠近此人一般，泛起一阵阵的波动。而在此人的面前，一个身穿龙袍的中年人傲然地凌驾于虚空之上，一双淡漠的眸子之中却是有着不屑之色浮现而出。你死我活，你未免太不把朕看在眼里了。区区末流伪神，还是身受重创的伪神，真以为朕杀不了你们了？武帝冷哼一声，淡淡的暗红色的能量在武帝的周身不断的环绕着时，散发出了一股可怕的威能。武帝，你找死！那头漆黑的伪神愤怒不已，有着漆黑的鲜血滴落下来，声调似乎都因为身躯受到了重创而提高了许多。然而他现在除了怒吼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因为眼前的武帝一步跨出，瞬间迸发出了一股极其恐怖的威能，魔剑瞬间浮现在武帝的双手之中，刹那之间更是有着猩红的剑芒纵横在天地之间，充斥着一股令人灵魂都不寒而栗的锋利。死！武帝淡淡的开口，仿佛一尊凌驾于天地之上的帝皇一般，宣布了这一尊黑色伪神的死讯。下一刻，天穹之上猛然落下了一道极其恐怖的剑影，暗红色的剑影更是将四周的云层彻底的撕碎，瞬间落下。恐怖的力量更是让这一尊漆黑的伪神面露绝望之色。不，武帝，你杀了我，你会付出代价的。暗红的能量疯狂地宣泄在了这一尊伪神的身躯之中，伪神的惨叫也是在天地之间彻底的响起。只是很快，这一尊伪神的声音便是戛然而止了。漆黑的身躯在这一刻直接炸开，一团团的血肉好似散落的陨石一般，狠狠地坠入大地。武帝手中的魔剑更是呼啸而出，轻轻触碰这些伪神的血肉，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竟然直接将这一头伪神的血肉彻底的吸收炼化。感受着魔剑反馈回来的规则之力，使得武帝整个人对于天地的感悟变得更加的熟练了。第五尊了，武帝轻轻的呢喃着。这段时间，在击溃了光明神统领的光明教会的大军之后，武帝率领着大夏的将领对着光明教会的疆域疯狂的反击，而这还仅仅只是过去了1-2年的时间罢了。如今更是足足统领了整个诡异世界大半的疆域，直接取代了之前西蒙的地位，甚至于就连光明教会在大夏军队所在的地方也是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存在。不过在进军诡异世界的途中，武帝竟然赫然的发现，诡异世界竟然已经有伪神降临了。不过这些降临的伪神为了进入诡异世界，似乎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这才使得武帝能够如此轻易地将其诛杀。到了现在，武帝手中的魔剑更是足足吞噬炼化了5尊伪神的血肉，反馈而来的力量更是使得武帝对于天地的感悟变得更加的深奥，甚至于隐隐约约之间，武帝已然感觉自己就是站在这大地之上，便是有着源源不断的力量涌入自己的体内，这是天地的反馈。武帝的双眸之中有着金光轻轻的闪烁，对于武道的追求，在这一刻更是充斥着武帝的内心。继续，朕倒要看看如今有多少伪神降临了。武帝一步跨出，身上涌现出了一股一往无前的气势。眨眼时间，距离武帝跨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在3年的时间之中，大夏的军队彻底的掌控了西蒙的领地，吞并了诡异世界的大半疆域。之前虽然打下来了，但是大夏对于这些疆域还不能做到完全的掌控，毕竟谁也不知道在某一处是不是有着一尊重伤潜入进来的伪神。而现在，这些顾虑彻底解决了。整个武侠世界以及大夏所接管的大半诡异世界的疆域之中，那些伪神已然在武帝的手段之下被连续斩杀了数尊之后，纷纷逃离了大夏的掌控之地。没办法，在感悟了天地的武帝面前，他们就像是黑夜之中的一盏明灯一般，很容易就找到。即便是这些伪神心中再不甘，可是在武帝那恐怖的力量之下，又是有着好几尊伪神的前车之鉴之下，剩下的寥寥无几的伪神也是不敢逗留，甚至于就连光明神这样顶尖的伪神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和武帝硬碰硬，选择败走大夏掌控之地。这一刻，大夏军队的士气更是达到了巅峰。大夏皇都皇宫深处，武帝一个人静静地盘坐在蒲团之上，身子更是因为呼吸有节奏的开始起伏。而伴随着武帝的呼吸起伏，苏雨赫然诧异地观察到，这一方天地竟然也伴随着武帝呼吸都开始了有节奏的波动。苏雨的双眸之中有着淡淡的诧异之色浮现出来，能够做到这一步，说明武帝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中已然走了很远了。苏雨的嘴角泛起了一抹弧度，武帝能够走得越远，那么能够给予苏雨的启发就越多。一时间，苏雨的内心更加的期待了。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原本紧闭着双眸的武帝在这一刻也是缓缓睁开了自己的双眸。只是这一刻，武帝的脸色却是变得凝重了起来。武帝缓缓地抬起头来，苏雨竟然赫然地发现，武帝头顶之上的虚空竟然一点一点地扭曲了起来，只接浮现出了一个模糊的画面。而在那模糊的画面之中，似乎有着一头头虚空生物匍匐在世界之外，一双双猩红的双眸死死地盯着武帝的方向。或许是察觉到了武帝的目光，这些虚空生物竟然发出了一道道刺耳的叫声，嘶嘶嘶，吼吼吼，一道道嘶吼此起彼伏。而武帝的呼吸也是在这一刻逐渐加快了，他的胸口不断地起伏着，一直到武帝缓缓收回了自己的目光，武帝头顶之上虚幻的画面才是缓缓消散。那些便是围绕在诡异世界之外的伪神吗？竟然足足有着300头之多。武帝的脸色逐渐变得有些难看，他缓缓闭上了双眸，深呼吸了一口气，这一抹难看的脸色才是缓缓消散，可是却有着一抹凝重，永久地挂在了武帝的脸上。诚然，武帝现在也不是出入天人合一的境界了，而是已经在天人合一这个境界之中走了很远了。可是即便是现在的武帝再怎么自负，也不可能是300头伪神的对手啊！武帝，危险了呀！苏雨望着这一幕，不由得开口了。武帝能够这么快的跨入天人合一的境界，纯粹是因为诡异世界受到了威胁，而现在诡异世界和武侠世界正在融合之中，两个世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管是对于武侠世界的本源来说，还是诡异世界的本源来说，他们都需要有武帝这样一位能够帮着他们对抗伪神的存在，所以武帝也是应运而生了。虽然说伪神之间也是有斗争的，但是这些斗争都是利益的斗争，是为了盗窃吞噬更多的规则的斗争。可是武帝的出现，无疑是阻站在了所有伪神的对立面上。毕竟伪神之间只是对于利益的冲突，大不了就寻找另外的规则便是了。可是武帝的存在，完全是世界本能在机缘巧合下孕育出的守护者，使得他们无法盗窃世界规则。在这样的利益的驱使之下，难免搞不好这些伪神会联手对付武帝。和足足300多头的伪神相比，武帝终究只是一人罢了，势单力薄呀。除非武帝还能够更进一步，走到天人合一的极限，否则即便是苏雨也不认为武帝能够同时面对数百只伪神。这下武帝怕是有些头疼了。苏雨淡淡一笑，摇了摇头之后，便是散去了系统的画面。武帝头疼就让武帝自己头疼去吧，自己也无法改变什么。毕竟对于现在的武帝来说，自己即便是想要帮助，也不知道从哪个方面帮助了。武帝已经走上了一条连九州都不存在的道路，苏雨也看不透。不过以武帝的气魄，怎么说也不至于在浩劫下轻易落败吧。苏雨淡淡一笑，意识回归了现实之中。武侠3年，高武3日，藏书阁的顶层。苏雨望着四周每一本都被翻看了好几遍的炼神武学，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抹苦笑。这些天，苏雨已经将所有的炼神武学都看完了，但不论哪一本炼神武学都绕不开炼神这一步，这在苏雨看来完全是一条畸形的路。武者气血之道，从开始就是强化自身的道路，而到了炼神阶段后，这条路却走向了莫名的反正。不过无妨，炼神境并不急于突破，我还有时间。武侠世界、诡异世界还有归基世界，各种体系都可以参考。苏雨默默想到。没过去多久，苏雨便是听到从阁楼下方传来了一阵阵脚步声，哒哒哒。很快，童天阳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看着四周略微有些散乱的炼神武学，童天阳的脸上也是浮现出了一抹愕然之色。不过终究还是精神强者，
童天阳的脸上很快便是熟练的挂着一抹温和的笑容。苏雨，如何了？选好要那一本炼神武学了吗？说实话，童天阳还是挺想要知道苏雨想要选择那一本炼神武学的。星河大学的27本炼神武学层次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不同的炼神武学最后凝练的神奇自然也是不一样的。炼神境一共要凝练9尊神奇，神奇不一样，走的方向就不一样，所以炼神武学还是很重要的。苏雨看着四周的炼神武学，苦笑了一声，缓缓地看向了童天阳，轻声道：“童校长，短时间内我暂时不会去尝试突破炼神境，也不会选择炼神武学。”苏雨紧张地望着童天阳，不选择炼神武学这件事情明显有些怪异了。毕竟苏雨已经走到了断骨境9层，想要更上一层楼，很明显只能开始走炼神了。为何？童天阳很明显也没有想到苏雨竟然会是这样一个回答。童天阳的眉头微微一皱，是星河大学的炼神武学对你来说不合适吗？如果不合适的话，我可以带你去其他的4座武道学府看一看，甚至9州总部的炼神武学也能让你选择。我也知道炼神武学很重要，还是不要轻易的下决心，毕竟是关乎着你的未来的。很明显，童天阳是以为苏雨觉得星河大学的炼神武学不合适了，其实也就是苏雨了。要是换做其他的人这样的话，童天阳早就不搭理了。但是谁让苏雨的天赋逆天了，以断骨9层的修为逆伐灾级凶兽，打破了整个9州的记录。苏雨摸了摸自己的鼻尖，不由得有些尴尬。只是很快，苏雨的身躯微微一震，同时脸上浮现出了一抹莫名的错愕，只是这错愕中莫名的带着一丝惊喜。不，校长，只是我现在铁身诀似乎有突破的预兆了。听着苏雨的话，童天阳更加的惊讶了。他在去第16007号坚壁军团的时候，可是专门调查了苏雨的资料的。以他的权限，整个9州就没有什么资料是他不能看的，自然也就知道苏雨已然将铁身诀修炼到银身极限了。按照苏雨的说法，有突破的征兆，那岂不是说苏雨的铁身诀即将突破到金身了？那可是金身啊，整个9州都没有人能够做到的。若是苏雨能够突破的话，那么苏雨又将打破9州的一项纪录。一时间，饶是童天阳都有些期待了。原来如此，童天阳摸着自己的胡须，笑呵呵地说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先回去闭关吧。炼神武学的事情不着急，反正对你来说，突破炼神也仅仅只是一个过程罢了。相反，肉身若是能够提升上去的话，在炼化神奇的时候也能够有更大的帮助。这样，你也能够在炼神境走得更远。”童天阳笑呵呵地提醒道。诚然，炼神武者炼化神奇不仅仅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以及意境感悟，甚至于若是肉身强大的话，在炼神神奇的时候更容易抵抗神奇的诱惑。多谢校长。苏雨站起身来，对着童天阳告别之后，便是匆匆走下了藏书阁，朝着自己的宿舍走去。童天阳则是笑呵呵地站在顶楼之上，望着苏雨的匆忙离去的背影。好孩子啊，断骨逆伐灾级凶兽，甚至还有可能突破铁身诀的金身。去年来了一个顾长歌，今年又是苏雨，此乃我星河大学之幸事，更是9州的幸事。刚刚的话，苏雨可没有说谎，而是就在刚刚的时候，苏雨分明感觉自己的铁身诀的修行速度一下子上了数个台阶，似乎有着很多的力量涌入。能够造成这个效果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龟姬世界出事情了，造成了龟姬生命大面积死亡。上一次苏雨的铁身诀疯狂提升，还是因为龟姬生物之中诞生出了智慧生物，从而称霸了整个龟姬世界。而这一次又是因为什么事情？这一次的反馈程度要比上一次更多，一方面是龟姬生命的体积变大了，而另一方面则是这一次的龟姬生命的死亡数量不是个小数目。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苏雨快速地回到了自己的宿舍，随后关门锁，坐在了自己的床榻之上，心念微微一动，竟然直接将系统画面召唤了出来。画面投影到了龟姬世界，龟姬世界之中一片的荒芜，甚至于在龟姬世界的一些位置还能够看到已经化作了废墟的城市。一个个龟姬生物身上流淌着电流，正在疯狂地和自己的同伴交手，磁力涌动，更是有着恐怖的电浆呼啸而出，毁灭着一切。当然，此时的龟姬生命平均实力也就一阶，在苏雨看来只是玩闹罢了。可是对于龟姬世界来说，无疑是一场生灵涂炭。到底发生了什么？苏雨望着这一幕，不由得眉头微微一皱。足足观察了好一会儿之后，苏雨才是将自己看到的画面逐渐联想在了一起，对于龟姬世界之中发生的一切有了一个明显的了解。所以内战爆发了。苏雨咂巴了一下嘴巴，诚然，龟姬世界的龟姬生物爆发出了一场内战，而这件事情的导火索竟然还是因为风的探索。在上一次风将不少反抗自己的声音处以了短路极刑之后，自身的领袖威望也是在龟姬生命中开始减弱。可风对于这一切全然不知晓，只是孜孜不倦地带着无数的探索船朝着岩壁之外不断地探索着，甚至于还一次次破开了龟姬文明对岩层探索距离的记录。而这数年的探索也是给整个龟姬世界的龟姬文明带来了不少的压力，不少的龟姬生物对于风的暴政已经有了反抗的心理。毕竟探索需要无数的人力物力，这大大加重了龟姬文明族群的压力。只是碍于风在整个龟姬文明之中的威望，并没有人说些什么。但是直到一件事情的暴露，彻底的给这一场内战的导火索引燃了。风为了探索吃了自己的族人。数年前，风在众目睽睽之下用短路极刑处死了和他意见相违背的元老会成员们。风再度率领了诸多的龟姬生物大军，浩浩荡荡的朝着岩层之外不断的探索。
而在这段时间之中，风带领着硅基生物探索的同时，在硅基文明之中更是有着不少的学者不断的改进探索船的性能和空间。以往只能够承载单个硅基生物的探索船，也是在不断的改进和研发之中，逐渐提升到了数百人。探索号，这是由风亲自率领的探索船，其中还有着数百位一阶巅峰的硅基生物，算得上是硅基文明之中的翘楚了。诚然，探索岩层是极其危险的事情，但若是探索的硅基生物实力越强的话，那么能够探索的深度也就更多，甚至存活的几率也就更大。而探索号便是风组建而成的最强的一艘探索船队，风本身便是2阶巅峰的实力，麾下的数百位硅基生物之中，更是清一色的1阶巅峰，可以说已经算得上是整个硅基文明之中的精锐了。风站在探索号的指挥室内，一双猩红的机械眼不断地望着眼前屏幕之中探出的画面。突然，一道电流声在风的耳畔之中响起：“领袖，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晚上我们休眠的时候，明明是在船体进行休眠，但醒来时却是发现我们突然出现在了船尾，似乎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改变了我们休眠的位置。”听着这个声音，风的一双机械眼之中瞬间亮起了一道璀璨的光辉。详细点说。虽然风身为元老院的首席元老，更是一个学者，但是也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知道。这样奇怪的现象，风很感兴趣。旋即在听了好几十个船员的情况之后，风沉吟了片刻，随后下令道：“停止探索，将探索船1000公里的探索记录、沿途各个位置的岩层记录和探索船内部影像调取出来。”诚然，现在的探索号已经在岩层之中足足探索了1000多公里了。很快，风一一检查这些记录，1000公里的探索距离，这是硅基世界从未有过的记录。似乎从硅基世界出发探索岩层后，休眠的船员就会移动到贴近硅基世界的那一侧。不仅仅是船员，就连挖掘产生的碎石也会随之落到船尾，并且岩层的密度伴随着探索的深度好像变得递减了。风站在指挥室，望着一段段记录，一段段监控视频，一双机械眼不断的闪烁着，似乎有着一股力量从硅基世界致密岩层区一直朝着外面蔓延，而且伴随着越是朝着岩层之外，这一股力量就更加的强大。所有人再次检测四周岩壁密度。风立即吩咐道。风的声音在这一刻似乎变得有些火热了，他自己隐隐约约之间好像发现自己似乎抓住了什么，但是也不确定，只能够通过一次次的验证，不断的探索。探索号继续朝着岩壁之外飞去，只不过这一次的速度明显变得慢了一些。渐渐的，在经过了几天之后，风赫然的发现，伴随着探索的深度越深，四周岩壁的密度竟然在一点一点的降低，而且那一股未知牵引力却是在不断的增强。这一股力量，暂时称之为引力吧。风低语着，一双机械眼更是因为他的低语，时不时的闪烁着猩红的光辉，仿佛是风自我内心的映照一样。如果不出我所料，这股力量的产生应该是源自于硅基世界外围那一层最致密的岩层。虽然不知为什么在硅基世界中并没有引力的存在，但根据我推测，应该是因为致密岩层产生的引力相互影像，造成了引力平衡，所以在硅基世界中感觉不到引力。而伴随着探索深度的增加，引力平衡消失，引力就能逐渐被察觉，并且一点点增强。风的机械眼骤然迸发出一丝电火花。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话，引力应该源自质量，而伴随着探索深度的增加，周围岩层的质量却在不断递减。这也就是说，当距离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岩层的密度将会变成0，而没有密度的岩层，那就是新的世界。这一刻，指挥室内的风彻底的癫狂了，他狂热地指挥着一众船员，不顾一切代价地朝着岩层之外冲去。他心中激动无比，如果真的按照他所推测的那样的话，说明硅基世界之外还有另外的世界，硅基世界不是唯一的。这也就意味着300年后，硅基生命不用因为能源耗尽而灭亡在那致密的岩层中。风在将一切都联系起来的这一刻，彻底的癫狂了。他发布一道道命令，探索船也朝着岩层深处不断的驶去。数个月之后，探索号所在的位置已经3000公里的深度。正如风所猜想的那样，这里的岩层密度依旧在不断递减，探索船的探索也更加容易，探索号的探索的速度也是变得越来越快。只是在今天，探索号却是停在了原地。探索号内，一个硅基生命身上跳跃着一道道电流，似乎想要将什么信息注入手中的一个小黑盒一般。我名为埃，是风元老探索号中船员，这也许是我生前最后的一段录像。风元老，他疯了，他彻底疯了，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为了他所谓的探索，不顾劝阻，强行将探索船前进到3000公里的位置。现在探索船的能源即将耗尽，补给也所剩不多。风元老他埃发出的电磁信号在这一刻都变得颤抖了起来，似乎看到过什么恐怖的事情一般。埃，你在做什么？这时，一道电磁信号在埃耳边响起。埃猛然转过身来，赫然看到一头比起他还要强壮许多的硅基生命缓缓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元老，埃的声音在颤抖着。眼前的这头魁梧的硅基生命，赫然便是探索号的指挥者风。此刻的风，一双机械眼之中更是闪烁着猩红的光辉，看向眼前这个硅基生命的眼神之中带着悲伤，但更多的则是一种决然的坚定。能源，探索号没有能源了，为了文明的未来，只能请你们现身了。放心，我会好好的善待你们的家人，我会将他们带入新的世界，带到一个超越硅基世界更大的世界之中，在那里，我们的文明将会得到延续，我们的后代将会茁壮成长。至于我，在找到新的世界后，会让其他硅基生命将我处死。所以，献出你的身体吧。风的话音落下，
一股强悍的电磁波瞬间爆发，磁场转动，10000匹力量猛然震动，好似化作了一道无形的磁力大手掌，直接将眼前的埃握在了虚空之上，最后送到了风的嘴边。而后风一口咬了上去，咔嚓咔嚓，清脆的声音在整个房间之中回荡起来。在杀死了埃之后，风看了一眼小黑盒，轻轻的抬起脚，啪，伴随着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小黑盒彻底破碎。做完这一切，风缓缓走到了空无一人的控制室内，望着眼前的岩壁，一双猩红的机械眼之中却是有着一抹疲倦之色。资源用完了，现在的我需要返航了。下一次，我要带着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船员，我终究会找到全新的世界。风整个人好似陷入了疯癫一般，喃喃自语，随后操控着探索号朝着硅基世界飞去。只是风没有发现，在埃死亡之时，一道隐秘的信号已经通过小黑盒传到了地心深处的硅基世界。不久之后，小黑盒接收端，一个硅基生命接收到了埃死前发出的最后信息，并且完整的看到了风杀死埃的全过程。视频之外的陈看着这一幕，彻底懵了。他不知道为何风会吃了自己的哥哥，这可是族人啊！哎，一直到风将手中的埃的身躯吞噬了一半之后，小黑盒这端的他终于发出了一道歇斯底里的怒吼：风，那就是一个恶魔！你残害同胞，你不得好死！你会上高塔之上，被处以短路极刑！陈望着眼前一黑的屏幕，久久地坐在原地。片刻之后，一抹难以掩饰的愤怒从陈的双眸之中浮现。风，你不得好死！他怒吼着，身躯之上更是有着一道道的电流不断地跳跃着。或许是因为愤怒，陈竟然直接从1阶巅峰提升到了2阶的层次。复仇！风，还有元老院，他们就是一群恶魔，把控着资源，却说什么资源迟早会耗尽，控制我们的资源量。他们压榨着我们，给我们希望，但是却永远看不到希望。这个世界之外根本就是岩层，这一切都是他们的阴谋。他们限制着我们的思想，压榨着我们的力量，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伴随着陈跨入了2阶层次，怀着复仇之心的陈暗中开始组建反抗军。陈的声音响彻在了一座座文明城市之中。很多硅基生命先是懵懵懂懂，但是很快一些本来就因为被压榨而升起了反抗之心的硅基生命，在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也是纷纷露出了愤怒之色。报仇，推翻他们的统治！无数的硅基生命在呐喊着。很快，城池之中便是有着元老院的附属势力欲要将陈的声音压制下去。但是反抗之心从风处死了好几个元老之后，早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此刻陈的声音更是成为了他们心中这一颗种子的催化剂，鼓动着他们不断的发芽。刹那之间，元老院的附属势力瞬间覆灭，这一座城池落入了陈的掌控中，亦或者说落入了以陈为首的反抗军的手中。又是过了数月，风终究还是回到了硅基世界。但是此刻，反抗军经过了几个月时间的壮大，已然能够和元老院相提抗衡了。风在得知了这件事情原委之后，一双机械眼中没有任何的感情，仿佛就是一尊傀儡一般。他缓缓下令，用最快的速度镇压反抗军，将他们带入探索船内，继续对岩层之外进行探索。伴随着这一道命令的落下，一场大战瞬间在整个硅基文明之中爆发。一个是以风为首的元老院势力，一个是以陈为首的反抗军，双方的人马瞬间碰撞在了一起。本应该势均力敌的场面，在一个视频出现在硅基文明之后，瞬间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情况。而那个视频赫然便是风吃了同伴的视频，也是陈的哥哥让他保存下来的视频。原本一些元老院的强者在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愤怒不已，直接当场倒戈，加入了反抗军之中。一瞬间，反抗军势力大涨，疯狂的攻击元老院。当最后一个风的死忠被陈杀死之后，元老院已然成为了历史。除了一人，风。对于这一场战争，风一直都未曾出手，似乎对于这一场战争也从来不关心一样，只是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高塔之上，一双目光看向天穹，似乎在探索着什么。直到以陈为首的几个反抗军的首领走到了高塔之上，他们面色凝重地望着眼前的风，即便是风已经很久没有出手了，但是他们的心中对于风的实力还是存在着一丝丝的畏惧的。陈站在众人之前，望着眼前这个吃了自己哥哥的罪魁祸首，双眸之中充满了愤怒。然而还没有等陈开口，风却是突然转过身来，一双机械眼之中闪烁着猩红的光辉。陈等一众反抗军的头领望着这一幕，纷纷被吓了一跳，旋即警惕了起来。然而风并没有出手，反而是有些癫狂，发出的电磁信号，若是不细细解析，都无法听出风要表达的意思。你们来了，好了好了，赶快随我登上探索船，我们去探索。你知道吗？我已经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存在了，越是朝着致密岩层之外走去，岩层的密度就越小。所谓的岩层并不是一直就存在的，只要越往后面走，岩层就越松动，密度也在不断的减少，直至趋近于零。也就是说，岩层之外是无尽的空间，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风兴奋地说着，好似在说给陈他们听，又好似在自言自语着。我们的文明将会摆脱资源的困扰，我们会走向全新的世界，终将到达密度为零的天堂。够了！陈听着风的话，整个人的心中不由得有着一阵阵无名怒火。你的元老院已经没了，元老们已经成为了历史。你为了一己私欲，不顾整个文明，耗费人力物力，残忍的吞噬同行船员，你就是一个暴君。硅基世界就是唯一的，你所说的一切都是你们这群荒诞之人给我们的假象。陈打断了风的话，怒吼着：今日我以反抗军首领的名义处以风短路极刑。电磁波带着陈的声音在一瞬间响彻了整个广场，包括了风。
风听着陈的话，顿时一愣，不过很快风便是反应了过来，望着眼前略微有些熟悉的陈，原来元老院已经覆灭了吗？我还以为这个整个文明都懂我的想法，结果却是太过想当然了。风轻笑了一声，原本的癫狂神色此时竟然变得平静，似乎恢复了过来。整个硅基世界资源本就有限，只能坚持300年的时间，300年之后文明何去何从？不过也罢，万有引力和岩石密度递减的推论，这些天也早已传遍了整个硅基世界。陈粗暴地打断了风的话，他说：所以呢，又有多少硅基生命愿意相信这荒诞的推论？你还想用这种谎言欺骗我们多久？随后陈直接控制住了风，出人意料的是，风竟然没有反抗，就这么被陈控制住。我会在所有人面前将你处死，我会让你以最悲惨的方式死去，死刑方式就用你所开创的短路极刑。而风此时看了一眼陈，并未多说，只是机械眼的红光不断闪烁。极刑当天，无数的硅基生命都围在了广场上。对于这个开创的硅基文明的元老，在所有硅基生命眼中，风的存在都很复杂。而此时的风如同败犬，被陈控制住，跪倒在广场之上。陈要亲自给这个杀死他兄弟的刽子手处刑。陈看着早已失去反抗之心，被彻底控制住的风，他冷笑着说道：文明何去何从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今日之后，你再也看到硅基文明的未来是什么样了。然而听到陈的这一番话，原本没有任何反抗的风在这一刻动了起来，恐怖的力量在风的体内汇聚着，只是因为被控制住了，即便是有着超越陈的力量，也无法释放出来。不重要了，我早已看到了我们文明的未来。风看着陈，摇了摇头，他笑道：你选择这种方式对我处于极刑，倒是帮了我最后一把。陈听到风的话语，心中有些不好的预感。下一刻，风控制着体内仅能够释放出来的力量，磁场转动到极致，化作了电磁信号，瞬间传入了广场上所有硅基生命脑海中。我从来不后悔探索，我也从来不后悔吃了他们。我已经看到了我们文明的未来，哪怕你们将我处以短路极刑，我也无悔。我创建了整个硅基文明，我不愿看到整个文明在300年之后化作时间长河之中的尘埃。风的话浩浩荡荡地响彻在了整个广场所有硅基生命脑海中，一些硅基生命更是因为风的话陷入了思索之中。陈勃然大怒，他欲要马上将风处以短路极刑，以免他在这里妖言惑众。风却在这一刻露出了笑容，缓缓开口：硅基文明，探索吧，去探索吧。带着一丝丝无悔的笑声传入了每一个硅基生命的脑海之中。短路！陈怒吼着，刹那之间，一道恐怖的电流猛然注入了风的体内。饶是风已经有着2阶巅峰的实力，但是在这一刻也是瞬间如同其他短路极刑之人一般，大量电流通过风的身体造成的短路，对硅基生命来说是最痛苦的刑罚。而此时的风脸色依旧平静，只是那双机械眼红光不断闪烁，带着莫名的情绪。随后风的身躯在大量电流的冲击下化作了一抹黑色的硝烟，消散在了天地之间。只是哪怕是伴随着风的身躯已经化作了硝烟，但整个硅基文明所有生命的脑海之中似乎都还在回荡着一句话，是风在化作硝烟的那一刻释放出来的电磁波。去探索吧，硅基生命的未来就在那密度为0的天堂。风死了，但是他的声音却是回荡在整个硅基文明。去探索吧，硅基生命的未来就在那密度为0的天堂。这一句话似乎有着一种别样的魔力一般，一些硅基生物缓缓地抬起头来，望着那一缕黑烟飘散的地方，若有所思。苏雨望着这一幕，意识缓缓回到了现实世界之中。没想到风竟然会被发明的刑罚处死。看着这一幕，苏雨也是有些感慨。苏雨亲眼见证了硅基文明的内战，也是亲眼见到了风的死亡。说实话，风虽然残害了自己的族人，但是他所发现的、所推论的，将会对整个硅基文明带来巨大的冲击，是能够改变整个硅基文明的。或许硅基文明的生物不知道在硅基世界之外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但是苏雨知道啊，现在的地心世界之中资源是有限的，空间也是有限的，但是只要硅基文明能够冲破岩层的阻碍，进入更加广阔的天地之中，资源和空间都不再是问题。苏雨很清楚，风有着2阶巅峰的战力，只要他想，以陈为首的反抗军绝对不是风的对手。但是在最后，风终究还是选择了没有出手，这毕竟是他一手创造出来的文明啊。虽然说为了能够冲破岩层的阻碍，他能够毫不犹豫地吃掉自己的族人，可是在面对着无数族人的谩骂和不解的时候，风最终还是没有为自己辩解，永远地留下了这一句话：探索吧。苏雨盘坐在自己的床榻之下，直到现在脑海之中都还停留着风的这一句话：探索，去探索吧。这一句话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魔力一般，不仅仅传入了苏雨的脑海之中，更是响彻了整个硅基文明。苏雨甚至能够预料到，因为风临死之前的这一句话，硅基文明探索的步伐绝对不会因为元老院的覆灭而停留下来，甚至还会变得更加的频繁。因为风推理出来的万有引力和岩层密度随着深处而不断递减的理论，一旦被硅基文明的学者证实，那么探索的道路之上绝对不会只有风一人，将会有着千千万万的硅基生物。只是可惜了，先驱者必然先付出一切才能够唤醒真理。苏雨叹了口气，也便是没有继续思索硅基世界的事情，而是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了自己的身上。脑海之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紧接着苏雨便是感受到了一股股磅礴的力量充斥在了自己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之中。伴随着风，这个硅基文明之中最强者的死亡，给苏雨带回来了大量的肉身之力以及磁力。咔嚓，
甚至于苏雨还能够清晰地听见，在自己的肉身之中，似乎有着一道锁链碎裂的声音响起，清脆无比。紧接着，一股汹涌的肉身之力从苏雨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之中喷涌而出，淡淡的金色光辉在苏雨的肌肤之上轻轻地流淌着，一缕缕的电流刺激着苏雨的每一个细胞。我的极限似乎被打破了。苏雨闭着眼睛，感受着自己身躯之上的变化，缓缓睁开了双眸，呢喃着：不仅仅是我的肉身极限，甚至于就连精神极限也被打破了。诚然，当苏雨的肌肤之上闪烁着淡淡的金色光辉的时候，苏雨已然跨入了金身的层次之中。不过，此金身非彼金身，而是铁身诀的金身。铁身诀的金身层次足以让苏雨面对着炼神武者有着一战之力。当然，这一场战斗苏雨也无法坚持太久的时间，毕竟炼神武者的战力实在是太恐怖了，是断骨境9层武者的10倍还要多。但是这一刻，苏雨感觉自己体内的肉身之力似乎远远的超过了铁身诀描述之中的金身，力量更加的恐怖。苏雨仅仅只是感觉自己的全身上下似乎都有着用不完的力量。苏雨缓缓伸出了自己的手掌，只见得在苏雨的手掌之上，竟然有着一团惊人的电流汇聚在了苏雨的掌心之中，好似一颗雷球一般。不仅仅如此，在苏雨的周身更是有着一股磅礴的血雾瞬间震荡而出，这些血雾依然朝着暗红色不断的靠近，仅仅只是散发出来的气息都让四周的空气彻底的被撕裂了。诚然，伴随着苏雨的肉身之力的提升，断骨境9层的气血之力也是在这一刻得到了恐怖的反馈，直接超越了9层的极限。甚至于苏雨隐隐约约之间还察觉自己的气血上限似乎也是因为这一次肉身跨入了金身提升了许多，现在还远远达不到自己的气血极限。察觉到这一点，苏雨的眼睛顿时就亮了。没想到气血的极限也能够被打破，如此一来，我也不用这么着急跨入炼神了。当然，最好还是不要走炼神的道路。苏雨沉吟了片刻，随后拿起了通讯手表，拨通了童天阳的电话。喂，校长，我是苏雨，我想要申请一批资源。对，金身马上就要达到了。放心吧，校长。随后，苏雨挂断了电话。苏雨并没有将自己已经跨入金身的事情告诉童天阳，毕竟苏雨还需要用这个借口来换取资源的。而童天阳也是没有让苏雨失望，对于苏雨的要求一一满足。很快便是有着工作人员推着一个硕大的保险箱敲响了苏雨的房门。苏雨将保险箱之中大量的资源都放在了房间之后，送走了工作人员，旋即盘坐在床榻之上，望着四周密密麻麻的资源，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正好看看现在的我的气血极限到底在什么层次。话音落下，苏雨的丹田之中有着一缕缕剑气缓缓萦绕在了苏雨全身的筋骨之上。虽然说断骨境9层已经将所有的筋骨都彻底的锻炼了一番，但是现在气血上限的提升，使得这些剑气依旧能够从筋骨之中榨取出更多的气血。眨眼之间，3日的时间过去，床榻之上，苏雨缓缓睁开了双眸，眼神之中没有任何的波动，甚至于就连苏雨体内都没有散发出任何的气息波动，反而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样。但若是有强大的武者在这里的话，就能够发现苏雨现在的这个境界似乎已经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地步。看似普通，但是实际上一旦爆发，就能够爆发出恐怖的力量。所有的力量都已经消化了，甚至于就连气血极限也又一次达到了。现在的我，苏雨望着自己的双手，忍不住呢喃着，不知道和真正的炼神相差多少。诚然，伴随着肉身的提升，气血的上限被打破，苏雨的心中隐隐约约有了一种和炼神截然不同的道路。不过这个道路目前还是比较模糊的，甚至于有可能自己已经踏上了一种全新的武道之路。沉吟了片刻之后，苏雨再度拨通了童天阳的电话。喂，校长，还是我想问一问，咱们星河大学有炼神境的试验场地吗？电话的另一头，童天阳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的沙发上，听着电话中苏雨的话。在听到苏雨想要炼神境试验场地的时候，童天阳的双眸之中顿时出现了一丝惊喜之意。你突破金身了？电话那头传来了苏雨的声音。是突破了，所以想要看一看金身肢体层次的战力。听着苏雨的话，童天阳的老脸之上顿时绽放出了笑容。好，不愧是我星河大学的学子，这样你直接去星河大学的星河战团驻地，也就是顾长歌他们那里，我给你开通权限。说罢，童天阳挂断了电话。他走到了窗外，望着外面的蓝天白云，突然放肆大笑了起来。哈哈，没想到整个九州都未曾诞生出来的金身，竟然被我星河大学的小家伙做到了。这要是传出去，老夫必然能够在另外几个老家伙面前好好嘚瑟一番。虽然童天阳乃是金身强者，九州最为顶尖的存在，但是铁身诀的金身层次，整个九州都没有人能够达到过。而现在被苏雨创造记录了，甚至于苏雨还不仅仅只是创造了金身这个记录，就连灾及凶兽，苏雨都能够以断骨境9层的修为将其逆伐。不行，老夫还是要去看一看这小家伙现在的战力。童天阳的脸上带着一丝丝的期待，身影消失在了办公室内。在得到了童天阳的同意之后，苏雨便是朝着之前和顾长歌见面的场馆走去。来到大门，将通讯手表放在了识别仪器面前。叮，识别成功，权限已开启。顿时，大门打开，苏雨走了进去。在星河战团的场馆的试验场地之中，摆放着几个巨大的仪器，这些仪器都是苏雨未曾见过的，专门用来检测炼神武者实力的仪器。苏雨望着这些仪器，随后走到了气血测试仪面前。在场地的角落之中，童天阳的身影缓缓浮现，或许是躲藏在阴影之中的缘故，苏雨并没有发现。童天阳面带笑意，抚摸着自己的胡须，笑眯眯地望着苏雨，希望这个小家伙能够给我带来惊喜吧。
随后便是看到苏雨走到了气血测试仪面前，苏雨将手掌贴在了上面，体内的气血顿时涌动。动！苏雨的身躯微微一震，磅礴的气血更是近乎于黑色环绕在苏雨的四周，汹涌的气血之力在苏雨的体内奔腾着，瞬间融入了气血测试仪之中。片刻之后，在气血测试仪的面前缓缓浮现出了一个数据。苏雨和童天阳同时看去，比起断骨9层的平均上限多出了5成了。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望着苏雨更是呢喃了起来。那岂不是说，现在的我也算不上什么断骨9层了，而是应该是断骨13层左右？按照断骨境每层提升的气血上限来换算的话，苏雨现在的修为应该算是断骨13层。不过9周定下来的等级划分，9层便是极限。不错，肉身之力提升是能够带来气血上限的提升，提高了5成。看来这小家伙真的将精神炼成了。童天阳满意的看着仪器上面的数据。下面测试1，速度吧。苏雨来到了速度测试仪面前，肉身之力瞬间涌动，淡淡的金色光辉在苏雨的肉身之上闪烁着。苏雨并没有按照铁身诀的运转方式运转，而是通过自身的力量催动。毕竟苏雨现在的肉身因为反馈的缘故，远比铁身诀推演出来的金身更加的恐怖。原本铁身诀的运转方式已经不适合现在的苏雨了。哈！苏雨暴喝一声，整个人好似化作了一道金色的残影一般，瞬间冲出，又是在一瞬间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测试完毕，仪器之上的数据开始挑动，很快定格在了一处数据之上。而看着这个数据，苏雨笑了，速度竟然是断骨9层的10倍，也就是出入炼神的层次。出入炼神的速度吗？这小家伙厉害啊！童天阳微微有些惊讶。要知道，炼神之所以凌驾于断骨之上，二者之间之所以宛若天堑一般，那便是因为炼神武者不管是速度、力量还是防御，全方面都是以10倍的差距碾压断骨的。而苏雨能够在速度之上就堪比出入炼神，已经很不错了。然而接下来的数据却是让童天阳整个人都震惊了。只见得苏雨站在了力量测试仪面前，右手缓缓握成了拳头，淡淡的金光闪烁，更是有着一道道电流缠绕在苏雨的拳头之上。呵！苏雨低喝一声，肉身之力裹挟着气血猛然爆发了。咚！伴随着一道闷响，苏雨的拳头狠狠地撞击在了力量测试仪上面。下一刻，数据挑动，最后停留在了断骨境9层15倍的数据之上。这……童天阳的瞳孔微微一缩。要知道，虽然说铁身诀修炼到金身号称能够在炼神一层的武者手中坚持一段时间，但也仅仅只是坚持罢了，和炼神武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可是2项测试下来，苏雨不管是速度还是力量都是达到了炼神的范畴之中，甚至于力量更是断骨9层的15倍之多。一些炼化了第一尊神器不擅长攻击的炼神武者，怕是也就这个程度吧。那岂不是说现在的苏雨已经有了炼神一层的战力？死！心中这个想法刚刚在童天阳的心中升起，童天阳便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等等，这小家伙到底在干什么？童天阳心中的震惊很快便是被苏雨接下来的动作吹散了。只见得苏雨站在原地，催动着体内的磁力，磁场转动，汹涌的磁力波动涌现而出。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我现在的磁力竟然已经达到了20万匹了。甚至于苏雨还发现，伴随着体内因为磁力产生的电流在刺激着自己的细胞的时候，细胞的生长速度竟然都提升了一些，身体的强度更是在时时刻刻以极其微弱的提升而提升着。苏雨沉吟了片刻，气血注入了空间万代之中，剑匣浮现。苏雨取出了万象之剑，在自己的手臂之上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伴随着一滴鲜血的流淌。苏雨连忙操控着磁场，控制着电流刺激着伤口四周的细胞。随后让苏雨惊喜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得那些原本应该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愈合的伤口，竟然因为电流的刺激，原本的血痕在转瞬间愈合，仅仅只是一眨眼的时间就恢复如初，只能够看到一道浅浅白色的痕迹浮现在苏雨的肌肤之上。这是突破金身之后才有的能力吗？增强了肉身的恢复速度。苏雨惊喜地说道，那岂不是说我现在的实力已经堪比炼神一层的武者了，甚至于我还比起他们又更大的一个优势。肉身的恢复速度。苏雨的嘴角泛起了笑容，对于自己现在的实力，苏雨还是极其满意的。不过这还不仅仅是我的全部实力。苏雨淡淡一笑，手中的腕带发出了蓝色的光辉。下一刻，气血战甲浮现，苏雨一步跨出，整个人进入了气血战甲之中。那就让我看看现在的我到底达到什么层次了。苏雨的身影快速的在试验场地之中闪烁着，速度20倍。苏雨走到了气血测试仪面前，在气血战甲的增幅之下，苏雨的气血更是得到了恐怖的提升。气血上限10成。咚！苏雨穿戴着气血战甲万剑归一瞬间呼啸而出，恐怖的剑芒狠狠地斩在了力量测试仪之上。嗡嗡嗡！清脆的剑鸣响彻，锋利的剑气更是将大地都画出了一道道密密麻麻的剑痕。力量20倍。角落之中，童天阳已经被眼前的数据彻底的震惊了。他很清楚，炼神2层的强者的力量和速度，也就是断骨9层的20倍左右。而现在，苏雨不管是速度还是力量，都已经达到了断骨9层的20倍。也就是说，穿戴了气血战甲的苏雨，此刻已然堪比一尊炼神2层的武者了。炼神2层。在看到数据出来之后，不仅仅童天阳震惊了，苏雨也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金身层次铁身诀给我带来的提升，竟然如此的恐怖，包括我的气血、我的磁场控制，并且
我现在的实力还可以进一步提升，磁场控制我现在掌握的还不熟练。苏雨深呼吸一口气，嘴角泛起了笑容，收起了气血战甲以及剑匣，将其放入了自己的空间腕带之中之后，便是朝着自己的宿舍走去。自始至终，苏雨都没有发现暗中默默观察的童天阳。童天阳望着苏雨离去的背影，脸上的震惊开始转变为笑容。最后，童天阳的笑声充斥在了整个试验场地之中。哈哈，这个小家伙还真的给我带来了惊喜啊！说实话，在没有见到苏雨的天赋之前，即便是有着不朽计划的存在，童天阳也不觉得计划之中的5人能够成为空之后的另一位不朽。毕竟顾长歌他们的天赋是很恐怖，但是这些老牌的金身在年轻的时候，哪一个不是天资逆天之人？可依旧没有任何一人能够跨入不朽。似乎在空之后，武道之路就断在了金身境。但是在见到了苏雨之后，童天阳的心中隐隐约约觉得，如果说整个九州一定有人能够跨入不朽的话，那么这个人只能是苏雨。注视着苏雨离去后，童天阳也是怀着满意的笑容离开了星河战团的试验场地。苏雨的房间之内，苏雨的目光再度落在了眼前的系统画面之中。系统画面之中的情况赫然便是龟姬世界当今的模样。伴随着风的陨落，已成为首反抗军在覆灭了元老院之后，也是创建出了一个类似于元老院的势力——世界政府。龟姬世界政府，陈更是成为了世界政府的第一个元首。在陈上台之后，颁发的第一个命令便是彻底的停止探索。他认为龟姬世界是唯一的，也是唯一的宇宙，在外界只有岩层，没有新的世界。他推翻了一切关于风的言论，甚至于将风发现的万有引力和岩层随着深度而不断递减的结论彻底封存，将其描绘成疯子的呓语，彻底斩断风的一切。只是风所留下的理论，伴随着一次次验证，早已成为了探索者们心中的真理。龟姬世界政府大楼的最顶楼的位置，陈站在窗户旁边，俯瞰着整个城池，一双机械眼之中竟然有着淡淡的暴虐之色在缓缓的浮现。报告，世界东部查处3艘探索船，已经人赃并获，探索船进行销毁，人员正在被押送至首都，请元首定夺。这时，在陈的身后，一个龟姬生物恭恭敬敬地说道。听着手下传来的消息，陈缓缓闭上了眼睛。片刻之后，陈睁开了自己的双眸，一双机械眼之中更是有着一抹杀意涌现而出。只是他自己也没发现，自己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莫名的恐惧。一群蠢货，风的言论不过是胡言乱语，竟然还真的有人听信了那家伙的话，将这些人处以短路极刑。我要让整个文明知道，探索只是在进一步浪费资源，会让龟姬文明提前消亡。陈低吼着，声音之中都充斥着一股暴虐之色。是。身后的龟姬生物面无表情的回应，随后退去。诸如此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他们尽可能的镇压探索的行动，但是却依旧有人偷偷的打造出了探索船，朝着岩层之外探索。而每一次抓捕回来的龟姬生物都被处以短路极刑。只是这样的手段似乎并没有让这群家伙害怕，反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风的理论一次次的本证实，探索运动势如破竹般不断的涌现。高塔的前方的空地上，几个龟姬生物被强迫的半跪在上面，高强度的电流充斥着他们的身躯，最后化作了一缕黑色的硝烟。无数的龟姬生物望着这一切，面无表情，但是当他们低下头的时候，眼神却逐渐活络了起来。去探索吧。隐隐约约之间，龟姬世界的上空，风的声音再度响起。不少的龟姬生物抬起头来，望着天穹，若有所思。万有引力和岩层密度的递减一次次被证实，让龟姬世界生命都意识到，在厚厚的岩层外面必然有着其他世界，那就是密度为0的天堂，是无限的空间。探索精神让龟姬世界生命知道，唯有探索才能够让整个文明繁衍下去，才能够走到密度为0的天堂。整个龟姬世界的发展史就是对空间的争夺史。无限的空间吸引着众多的探索者，如同飞蛾扑火一般朝着岩层之外进发。总有一天，他们能够捧起心中的火焰，进入天堂。看着这一幕，苏雨不由得微微感慨了起来。如果风还能够看到这一幕，应该会欣喜的吧。苏雨挥了挥手，龟姬世界的画面逐渐消散。苏雨的目光却是落在了另外一个画面之中，融合世界。只是几年的时间过去，武帝虽然实力还在稳步提升，只是斩杀伪神的频率越来越慢了，甚至于到了后面几年，半年才能够找到并斩杀一尊伪神。融合世界降临的伪神似乎越来越少了，就连光明神也逐渐在融合世界之中失去了消息，不知所踪。在这样一个世界浪潮之中，苏雨隐隐约约之间嗅到了一丝丝阴谋的味道。针对武帝的阴谋，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依靠着武侠世界的权限，将视野落在了诡异世界之外。那里，无数的虚空生物的身躯在虚空之中窜动着，一双双目光落在下方的融合世界之中，更是有着浓郁的杀意在他们的体内不断的孕育着。苏雨沉吟许久，最后还是散去了融合世界的画面。不管是龟姬世界还是融合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冲突和发展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苏雨也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炼神境，说实话，在看到了伪神之后，尤其是伪神将半神当做自己的承载物之后，苏雨对于炼神境一直都存在于一种抵触和警惕。九州的武道或许正如苏雨所想的那般有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源头便是这个炼神境，甚至于联合伪神的修行方式和炼神境的修行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苏雨更是隐隐约约觉得炼神境这个层次的深厚，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在这样的阴谋之下，苏雨可不会去修行什么炼神武学。只是九州的武道从断骨之后便是炼神，自己又是迟迟不肯突破的话，在其他人的眼中，自己无疑是成为了怪胎。
短时间内自己不突破，倒也没有什么问题，毕竟自己能够用金身的理由搪塞过去。可时间若是长了的话，难免有些不对劲儿了。至于将这件事情告诉九州高层，炼神乃是高武世界断骨之后唯一的道路，自己一个不过断骨的小家伙指责炼神境有问题，人轻言微的根本没有任何作用，相反还会引来调查。更重要的是，苏雨心中隐隐有种预感，高层之中真的没有人发现炼神境的不对之处吗？也许那放出炼神武道的幕后黑手就隐藏在人类之中，或许有一天自己会将这个问题指出来，但绝对不是现在。所以自己若是既不想要修炼炼神武学，又不能将这个问题告诉九州高层的话，那么办法就只有一个了，伪装，将自己伪装成炼神。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整个人陷入了沉思之中。炼神境凝练神奇，说白了在气血上面和断骨境武者的气血其实相差并不是很大，真正的差距是在力量和速度上面，只是造成这个差距的并不是气血，而是神奇的力量，或者说规则的力量。苏雨呢喃着，回想着自己从李教授和顾长歌的口中得知的关于炼神境的消息。不同的神奇力量不同，而炼神灵驾于断骨之上的核心便是神奇的力量，是规则的力量，那么就能够将这些力量暂时称呼为规则之力。所以我若是想要将自己伪装成炼神的话，就需要我掌握一个规则之力和气血以及肉身不同的力量。那么苏雨的双眸之中瞬间闪过一道金光，磁力。苏雨突然想起之前自己在第16007号坚壁军团的时候，便是动用过了磁场掌控能力，更是将以磁场操控的力量抵消了重力的作用。而炼神武者之所以能够御空而行，同样也是依靠着体内神奇带来的规则之力将重力抵消的。所以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自己的磁场操控能力也是一种规则之力。想到这里，苏雨的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所以我炼化的第一尊神器便是磁力神。苏雨拿出了通讯手表，查看了一下星河大学的27本炼神武学，最后定格在了其中一本之上。磁暴天眼法，这一本炼神武学苏雨也看过，修炼这一本炼神武学能够酝养出掌控磁力的神奇，对于苏雨的伪装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甚至于往后磁场带来的任何的能力也能够推脱到这本武学上面来。虽然说也有其他人修炼这本炼神武学，但是炼神武学极其的特殊，哪怕是修炼同一本的炼神武学，蕴养的神奇和掌握的能力都不同，只不过就源头而言是一样的罢了。苏雨当即选择了兑换，因为童天阳的缘故，苏雨在兑换这本炼神武学的时候并没有付出学分的代价。而就在苏雨兑换的一瞬间，童天阳也是得到了消息，看着苏雨兑换了磁暴天眼法之后，童天阳的眉头微微一挑。哦，童天阳的嘴角泛起了一抹笑容，没想到这个小家伙这么快就兑换炼神武学了，看来是想好了，那就让老夫看看你什么时候能够跨入炼神吧。童天阳期待着。还没有跨入炼神，苏雨便是能够在气血战甲的增幅之下堪比炼神2层，如今更是选择了炼神武学，一旦突破，童天阳有些期待了呀。10天的时间转瞬即逝，苏雨也是走出了自己的宿舍。在苏雨走出宿舍的一瞬间，一直关注苏雨的童天阳也是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苏雨，你突破了？童天阳一出来就连忙问道。他分明感觉苏雨的气息内敛和10天之前有一定的差距，心中不由得紧张了起来。毕竟10天之前苏雨才刚刚兑换了炼神武学，若是能够在10天的时间之内就突破炼神的话，这样的天赋放眼整个九州都是打破记录的存在，哪怕是当年的空野未必能够做到。虽然童天阳的理智告诉自己10天的时间苏雨恐怕还在酝养神奇，但万一呢？万一苏雨将第一尊神奇炼化了呢？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童天阳，苏雨微微一笑。面对着童天阳的询问，苏雨也是早有准备，体内的磁场操控能力瞬间涌动，磁场转动之间，苏雨一步跨出，依靠着磁力的作用，脚步竟然停在了半空之上，仿佛有着什么透明的东西拖着苏雨的脚掌一般。之前苏雨在16007号坚壁军团的时候，御空而行还会对苏雨产生一定的负担，但是伴随着苏雨的肉身突破了金身的极限，如今的磁力更是达到了恐怖的20万匹。仅仅只是御空而行，对于苏雨来说完全没有任何的损耗，甚至只要自发运转磁场就能达到抵御重力的程度。看着这一幕，童天阳的眼中出现了惊喜和兴奋之意。虽然他也看过苏雨之前的战斗画面，知道苏雨能够短暂的御空而行，但是眼前苏雨的动作和之前完全不一样，显得更加的轻松自在。一个念头缓缓在童天阳的脑海之中浮现，难道？童天阳的呼吸逐渐变得炽热了起来，随后便是看到苏雨的身躯之上竟然有着一道道电流，宛若长蛇一般缠绕在身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身后一尊完全由电流组成的虚幻神奇身影缓缓浮现。看着这一幕，童天阳的瞳孔猛然一缩，紧接着便是有着狂喜之色浮现而出。神奇虚影，苏雨，你真的炼化了一尊神器？童天阳激动地说道。苏雨笑着点了点头，轻声道：校长，这边是我炼化的第一尊神器磁力神。这10天的时间，苏雨其实提升并不是很大，全部都用来操控自身的磁场了，也是成功的运用磁场的力量伪装出了神灵虚影。神灵虚影是炼神武者的标志，唯有酝养出了神器，开始炼化之后才能够将神灵虚影投影出来。正如之前的顾长歌一般，炼化了9剑仙，并且还在炼化剑神。童天阳的脸上只剩下了狂喜的神色。哈哈哈，好啊，好啊，太好了！童天阳足足说了好几个好。虽然他不知道苏雨炼化的磁力神的能力是什么，但是从名字上面就能够听出来，
应该是类似于科学规则一般的神灵。虽然童天阳更倾向于苏雨去酝养传说神奇，但科学规则神灵亦有它的作用，二者不分伯仲。在看到苏雨成功召唤出神灵虚影之后，童天阳可谓是欣喜若狂，拍着苏雨的肩膀说了很多鼓励的话，最后才是依依不舍地离开。在送走了童天阳之后，苏雨也是略微松了一口气，可以了，暂时瞒住了。苏雨微微一笑，再度回到了宿舍之中，盘坐在床榻之上。10天的时间，不知道现在的归基世界如何了。苏雨心念微微一动，系统画面顿时出现在苏雨的面前。高50日，归基10年。归基世界政府大楼之上，一个会议室内，一个个归基生物坐在房间之中，为首之人赫然是陈。只是这一刻的陈，整个人看上去极其颓废，似乎失去了所有动力。现如今，探索运动已经成功抵达了风曾经所在的3000公里，他们从各个方向带回来的信息，已经多次证明了风的结论是正确的。房间之中，有硅基生物的电磁波缓缓传入了每一个硅基生物的脑海之中，伴随着岩层的深入，岩层的密度正是在不断的递减当中。所以，我提议宣布探索运动的合法性。一个硅基生物激动地说着。10年的时间过去，虽然暴力镇压探索运动还在继续，可是依旧有硅基生物乘坐着探索船探索岩层，而且到了现在，甚至已经有多个硅基生物从不同方向进行探索，探索距离都达到了3000公里。同时，也验证了当初风所说的结论是正确的，岩层的密度在不断的递减。当抵达一定的距离之后，岩层的密度一定会变成0，而哪里就是硅基文明的天堂。我同意，同意。可一个个硅基生物的声音响起，最后他们纷纷将目光落在了唯一一个没有同意的硅基生物的身上。陈是唯一一个没有同意的人，但是此刻的陈嘴角却是泛起了一抹苦笑。事实上，当这个事情放在会议室讨论的时候，就已经实施下去了。自己的话在这一刻根本就显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只是陈却不能改变自己的立场，他站起身来说着，密度虽然在递减，但是永远不可能达到0。当密度递减到一定程度，岩石密度就不会再递减了。然而他的话并没有得到众人的认可，甚至显得苍白可笑。最后，一只硅基生物淡淡的声音回荡在会议室内：9票同意，1票反对。我宣布，探索运动彻底合法。烽火台星河战团防线，顾长歌身穿黑色的衬衫站在烽火台长城之上，衬衫之上有着斑驳的血渍，整个人的眉宇之间更是有着一抹疲倦之色。就在刚刚，顾长歌才是经历了一次支援，在将一头灾级凶兽斩杀之后，顾长歌才是有了一丝丝的喘息的时间。突然，通讯手表之上传来了自己老师，也就是童天阳的信息。苏雨突破了。看着童天阳发过来的信息，顾长歌整个人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抹愕然之色。要知道，这才仅仅过去10多天的时间啊，苏雨竟然突破了。不过很快，顾长歌的眼中有些跃跃欲试，没想到苏雨竟然能够这么快的跨入炼神。既然如此，就让我看看现在的你到底值不值得我让出这个机会吧。沉吟了片刻，顾长歌看着自己的通讯手表，找到了苏雨的联系方式，编辑了一条信息发送了过去。星河大学苏雨的宿舍之中，顾大哥约我一战。看着顾长歌发送过来的信息，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就在刚刚，苏雨收到了顾长歌的信息，上面显示想要邀请苏雨去烽火台和自己一战。顾大哥的信息未免知道的也太及时了吧。苏雨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无奈的笑容，不过联想到童天阳就是顾长歌的老师之后，苏雨了然了。正好看看我现在和顾大哥之间到底孰胜孰强。苏雨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战意。之前苏雨便是和顾长歌交过手，当时顾长歌仅仅只是动用了还在炼化当中的剑神，甚至自己还身受重伤，可即便是如此，自己当时也不是对手。而现在伴随着肉身超越了铁身诀的精深层次，再加上气血的上限提升，还是气血战甲等一系列的手段，苏雨的战力不比一些炼神2层的强者差。想到这里，苏雨站起身来，简单的洗漱一番，便是走出了自己的房间。却是没有想到，在宿舍之外的操场上，童天阳已然站在那里，双手负背，嘴角带着一抹温和的笑容望着自己。校长，苏雨连忙走了过去，准备和顾小子打一架了。童天阳的脸上带着戏谑的笑容。嘿嘿，校长你怎么知道？苏雨挠了挠自己的头。哈哈，你突破的消息都还是老夫告诉他的，他邀请你一战，老夫自然也知道，毕竟这段时间老夫可是要负责保护好你的。没看到老夫连超级海潮都没有去了吗？童天阳哈哈一笑，抚摸着自己的胡须，笑着开口了。不过在去之前，老夫还是要送你一个礼物。童天阳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神秘的笑容，就连苏雨的好奇心也被童天阳勾起了。只见得童天阳的手腕之上竟然有着一个和苏雨一模一样的腕带，赫然便是之前王宁送给苏雨的空间腕带了。作为研究所的最先进的产物，童天阳这样的精神强者自然拥有。腕带之上蓝色的光辉轻轻闪烁，轰！一艘巨大的战舰竟然直接凭空出现在了操场之上，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息。苏雨望着眼前的战舰，眼睛猛然一亮，旋即看向了童天阳。校长，这是给我的吗？战舰作为一个唯有炼神甚至是战团才能够拥有的东西，造价是极其昂贵的。毕竟战舰可是凌驾于所有的武器之上的军事装备，不仅仅有着远超战斗机的速度，还是移动的补给基地，甚至还有着强大的攻击力，往往初入炼神的武者都买不起。苏雨当然也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战舰，没想到这么快童天阳就送了自己一艘。哈哈，
身为我星河大学的不朽计划的种子，若是连一艘战舰都没有，未免有些太寒酸了。这一艘战舰名叫黎明战舰，丝毫不比顾小子星河战舰差，现在就属于你了。说着，童天阳便是将黎明战舰的激活钥匙递给了苏雨。苏雨如获珍宝一般，小心翼翼地捧着黎明战舰的激活钥匙。我看你手上也有空间万代，没事的时候直接将战舰放在里面，虽然拥挤了一些，但胜在方便。童天阳笑着开口。旋即两人便是走上了黎明战舰。苏雨心中对于这结合了人类最高科技的结晶也是十分好奇，望着新奇的玩意儿，止不住的想要研究一下。童天阳也没有着急，面带微笑的站在甲板之上等待着。苏雨也没有让童天阳久等，在熟悉了操控之后，便是操控着黎明战舰朝着烽火台的方向掠去。战舰的操控还是挺简单的，只需要激活钥匙开启，依靠着提前设置好的 AR 辅助操控，就能够轻松掌控方向。星河大学距离烽火台防线虽然不远，但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一路上，童天阳也没有闲着，走到了苏雨的身边，轻声说道：“你现在刚刚跨入炼神境的一些信息，你估计还不是很熟悉。今天正好有时间，我给你解释一遍。若是有不懂的，可以问我。”苏雨点了点头，虽然自己只是伪装的炼神，但是对于炼神的信息，苏雨还是想了解的更多。炼神境的修炼方式绝对是有问题的，苏雨更想知道问题在哪。这时，童天阳的声音在苏雨的耳畔响起：“炼神9层，炼化9尊神奇。”而这9尊神奇也是有说法的，正如你现在修行的磁暴天眼法，掌控磁场之力蕴养出来的神奇，也是和磁场有关的。所以，你之后的8尊神奇，其实也能够想象到是什么类型的了，无非便是磁场的衍生能力。也好比顾长歌一样，他第1尊神奇是9剑仙，第2尊则是剑神，都是和剑有关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不同的能力了。听着童天阳的话，苏雨的嘴角泛起了一抹笑容。苏雨正愁以后神奇越来越多，自己怎么掩饰，如今听着童天阳这么一说，那自己就更好伪装了呀。硅基生物死亡之后带回来的反馈之中，就是磁场的掌控力，不管是磁力也好，电流也好，都是从磁场衍生出来的。这样一来，这一次自己伪装的是磁力神，下一次自己就能够伪装闪电神或者雷霆神了。毕竟规则神嘛，磁场产生电流没错吧？同时，也唯有这样，在炼化了9尊神奇之后，才能够将体内的9尊神指合二为一，成就金身。童天阳的话继续响起，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所以，金身强者就是将体内炼化的9尊神奇融合在一起。苏雨呢喃着，眉头竟然不由得锁了起来。先是炼化9尊神奇，最后又是将9尊神奇融合在一起。苏雨不由得联想到了诡异世界之中的伪神。说实话，高武世界的神奇规则明显是要超过诡异世界的规则的。而苏雨之前在观摩星河大学的27本炼神武学的时候，也是赫然的发现，所谓的炼神，其实也就是对世界规则碎片的吸收和感悟。蕴养神奇的阶段，说白了就是吸收世界规则碎片，而炼化神奇阶段，就是对世界规则碎片的感悟了。9尊神奇就是9道世界规则碎片，而若是9道世界规则碎片之间有所关联，那么就能够将9道世界规则碎片融合成一道完整的世界规则碎片。当成功掌握了一道完整的世界规则碎片之后，也就是9神归一，就能够跨入金身层次了。还是对于世界规则的掌握吗？苏雨在心中喃喃自语。童天阳并没有发现苏雨表情的变化，只是继续说道：“成就金身之后，这一尊由9道神奇融合而来的神奇，力量远超9尊神奇总和，甚至还能够使得这一尊神奇附身，从而掌握更加恐怖的力量。依靠着附身所带来的力量增幅，一尊初入金身的强者，可以随便蹂躏无数炼神9层的武者。”闻言，苏雨不由得思索了起来。其实苏雨很清楚，高武世界的武道从炼神开始就已经是一道扭曲的道路了。奇洛炼神之前，不管是气血、炼脏，亦或者是断骨，都是淬炼自身、强化自身为主。但是到了炼神，反而开始借助世界规则碎片的力量了，对于自身的提升强化并不是很明显。这一点，苏雨其实从之前肉身打破了铁身诀、金身极限之后，气血上限提升了就发现了。只不过当时苏雨并没有多想，而现在听着童天阳说起了9神合一之后的金身境之后，就更加确定了苏雨的想法。炼神境、炼化神奇，其实就是在借用神奇的力量，也就是世界规则碎片的力量。金身境虽然9神合一，能够使得神奇附身，但是同样的，还依靠着神奇附身在自己的身上，借助这一尊9神合一之后的神奇的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炼神开始，炼化世界规则这一条路总是给苏雨一种不完全的感觉，似乎他们对于规则的炼化只炼化到了一半，并不能完全的掌控世界规则碎片的力量。不然，为何炼神境界会如此危险，还要提防神奇的反噬？说白了，就是没有彻底的掌控世界规则。正如诡异世界一般，那些超凡者、升位阶以及半神，他们修炼的便是伪神盗窃出来的规则，他们同样是无法彻底掌控规则的力量，从而成为了伪神的载体。想到这里，苏雨的瞳孔猛然一缩，难道在高武世界之中，也有一个宛若伪神一般的存在？他们掌控了规则，而高武世界的炼神武者，则是如同诡异世界之中的那些超凡半神一般，是这群幕后黑手的载体。可怕的念头在苏雨的脑海之中缓缓浮现，甚至于苏雨的呼吸在这一刻都变得有些粗重了。苏雨缓缓闭上了眼睛，足足用了好一会儿，才是将这一个可怕的念头压制了下去。其实苏雨的磁场掌控，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一种世界规则。这也是为什么苏雨能够伪装炼神的原因。只不过苏雨的磁场掌控，苏雨完全能够随心所欲的使用，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够使用，不像炼神武者，
还需要借助体内神奇的力量，才能够勉强的操控世界规则之力。如此比较之下，苏雨越来越感觉炼神以及金身这两条道路充满了迷雾，而在迷雾之中，似乎有着一尊恐怖的存在，目光冰冷地望着踏上这一条道路的众人。一旁的童天阳见状，还以为苏雨被金身境的信息震撼到了，不由得笑呵呵地说道：“小苏啊，你也不用着急，虽然你只炼化了一尊神器，但是迟早有一天也能够成功炼化9尊神器，将其融合跨入金身的。说实话，我看好你胜过了顾小子。”听着童天阳的话，苏雨的内心逐渐平静了下来。苏雨的脸上扯出了一抹勉强的笑容，他轻声问道：“校长，能让我感受一下金身境的实力吗？还有那金身境所蕴养的神奇。”哈哈哈！童天阳笑了一声，这有什么难的？说罢便是准备将自己的神奇虚影召唤出来。其实这也就是苏雨了，要是换作是苏雨和顾长歌之外的其他人，童天阳多半不会理睬，告诉他们戒骄戒躁，等他们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自然能够看见。但是苏雨不一样，不朽计划的种子更是让童天阳看到了不朽境的希望。金身不过是苏雨板上钉钉的事情，现在看了也没有什么问题。轰隆隆，一股极其强悍的波动从童天阳的体内瞬间弥漫而出。苏雨却是在这一刻注意到，童天阳的气血似乎看上去并不是很强悍，虽然超过了自己的上限很多，但是并没有让苏雨感觉到不可超越的地步。随后苏雨的目光落在了童天阳身后的神奇虚影之上，那是一尊红色的神奇，整个人的身子好似沐浴在火焰之中一般，犹如一尊火焰君王一样。神奇虚影的浮现，四周的温度猛然提升上来，甚至于苏雨还能够看到，在神奇虚影的四周，就连空间都因为恐怖的温度都开始有了扭曲了。我所融合之后的神奇唤作火神，和你的磁力神一样，都是规则神奇。童天阳的声音带着笑容。苏雨点了点头，诚然9神合一之后的火神仅仅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仅仅只是散发出来的气息波动都让苏雨感觉呼吸有些困难，但是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个感觉是童天阳的火神带来的，并不是童天阳自身带来的压迫。苏雨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疑惑的神色。童天阳看着苏雨的面色，不由得淡淡一笑：“你小子是不是在想，为何我的气血看上去并不是很强大？”苏雨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童天阳笑眯眯地说道：“其实不管是炼神还是金身，都开始将重心朝着神奇的力量转移了，自身的提升并不是很明显，甚至提升起来更加的困难。你也是修炼了铁身诀的，自然知道，当修炼到银身之后，每提升一次都极其的困难，气血也是如此。所以提升神奇的力量所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强化自身所带来的收益。”听着童天阳的话，苏雨的内心再度变得沉重了。从苏雨的角度来说，苏雨更想要自身的力量更加的强大，若是蕴养出来的神奇力量超过了自身的话，二者之间无疑是颠倒了的。而童天阳的话也更加验证了苏雨心中的想法，不管是炼神也好，金身也罢，都如同诡异世界当中的超凡半神，在他们之上还有着能够彻底掌控规则的伪神。正如超凡半神是伪神的载体一样，高武世界的炼神和金身会不会也是一尊恐怖存在培养出来的载体？一时间，苏雨的内心之中莫名的充斥着一股恐慌的感觉，表情都变得有些愣住了。而童天阳看着苏雨的模样，以为是自己的火神给苏雨带来了压迫，连忙散去了自己的神奇虚影，关心地问道：“苏雨，你没事吧？”在童天阳的心目中，苏雨可是一个绝对的宝贝，那可是捧在手心怕融化了的宝贝，可千万不能出事的。苏雨勉强扯出了一抹笑容，轻声道：“没事的，校长，只是一时间没有适应下来罢了，休息一下就好了。”童天阳点了点头，也没有继续待在苏雨的身边，而是给了苏雨休息的空间。操控室内，苏雨操控着战舰，但是心却忍不住飘散了出去。如果说高武世界之中真的有如同伪神一般的存在，那么他是9州的高层，还是说……苏雨的目光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落在了无边无尽的海洋之中，一股令苏雨无比熟悉的战力感再度充斥了苏雨的脑海。这种感觉足足持续了几分钟的时间，苏雨才是猛然回过神来，望着眼前的一条条的防线，苏雨深呼吸一口气，眼神逐渐变得坚定了起来。不管怎么说，唯有提升自身才是王道。当实力强大到让幕后黑手都忌惮的地步，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苏雨在心中默默说道。黎明战舰浩浩荡荡地朝着烽火台的方向驶去。很快，于烽火台星河战团的防线的上空，黎明战舰缓缓浮现。黎明战舰的出现顿时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什么情况？这是哪个战团的战舰？竟然出现在我们星河战团的防线来了？不知道啊，这一艘战舰上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志，也不清楚是哪个战团啊。一些断骨9层的强者站在长城之上，望着黎明战舰窃窃私语。此刻，在星河战团防线的休息区，顾长歌等一众星河战团的成员纷纷看向了天穹之上的黎明战舰。李凯眉头微微一皱：“团长，你知道这是哪一个战团的战舰吗？怎么出现在我们防线了？难道其他的防线出了问题，需要求助？”此话一出，其余的战团成员纷纷沉默了。以往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战团的防线出了问题，需要援军的时候，便是会让人驾驶着战舰前来求助。而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就说明凶兽已经攻破了坚壁长城，进入了烽火台防线的领域之中。这是一次严重的危机。然而听着李凯的话，顾长歌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上方的黎明战舰之上。顾长歌轻笑了一声：“无妨，那是苏雨。”四周的星河战团的成员看着自家的团长如此，顿时愣了一下。紧接着便是看到顾长歌的身上有着规则之力涌动，身后更是有着2尊虚幻的身影猛然浮现。9剑仙、剑神，顾长歌炼化的2尊神器。
诚然，苏雨在成长的同时，顾长歌也是在成长着。这么久的时间当中，顾长歌已经成功将剑神炼化，能够借助剑神的力量了。嗡嗡嗡！刹那之间，四周有着一道道剑鸣声响彻，仿佛有着一柄锋利的长剑在这一刻出鞘了。这不是顾团长吗？他将神奇虚影召唤出来干什么？难道那一艘战舰之上的人是敌人？一些不明所以的防线将士看着这一幕，纷纷脸色变得凝重了起来，看向黎明战舰的眼神之中充满了警惕性。更是有人将气血武器对准了天穹之上的黎明战舰。但是很快，他们便是听见顾长歌的声音在天穹之上响彻：“苏雨，就让我看看现在的你有多强吧。”顾长歌清冽的声音之中夹杂着一阵阵的凌厉之色。什么情况？那一艘战舰之上的人要和顾团长交手？难道是哪个战团的团长？没想到今日还能够看到顾团长出手，还真的是幸运啊！嘿嘿，能够和顾团长交手的一定是成名已久的战团团长。只是苏雨这个名字怎么听上去这么的熟悉呢？苏雨，让我好好想一想啊！烽火台之上的将士们更是因为苏雨这个名字陷入了思索之中。但是在星河战团成员这边，众人的脸色微微一变。苏雨，他们可是再熟悉不过了呀！就在不久之前，他们才是见过苏雨的，甚至还看到苏雨以断骨9层的修为逆伐了一头灾级凶兽，天赋极其的恐怖。只是10多天之前，苏雨不是才断骨9层吗？难道现在苏雨已经跨入了炼神？一时间，一众星河战团成员的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了愕然的神色。要知道的是，炼神可没有这么容易能够跨入的。星河战团之中，很多成员都是断骨9层的强者，停留在这个境界甚至1年之多的时间了，也依旧没有跨入炼神。而苏雨，这个速度未免有些太恐怖了吧？一众的星河战团成员面面相觑。黎明战舰之上，童天阳的嘴角带着笑容，目光落在了苏雨的身上。上不上？此刻的苏雨已经从之前的情绪之中回过神来了，平静的脸上泛起了一丝丝的笑容。有何不敢？苏雨淡淡一笑，一步跨出，身后苏雨自己营造出来的磁力神虚影猛然浮现，一缕缕的电流充斥在苏雨的身躯之上。来！苏雨轻喝一声，整个人竟然直接踏着虚空，面对着顾长歌那凌厉的剑气，双眸之中有且只有无尽的战意。哈哈哈！来！顾长歌看着苏雨，放肆大笑，手中更是浮现出了一柄湛蓝色的长剑。嗡嗡嗡！剑光闪烁之间，顾长歌身后的9剑仙虚影轻轻的摇曳，迸发出了一缕缕极其恐怖的剑气，注入了蓝色长剑之上。星河！顾长歌瞬间出手，他可不会因为苏雨才跨入炼神境而有任何的留手。他很清楚，苏雨既然敢答应下来，自然是有着属于自己的底牌的。而且，身为天才，自然有着属于天才的傲气。顾长歌本人就是一个天骄，剑气肆虐而出，一缕缕的剑气在天穹之上闪烁着星光，宛若一颗颗流星一般，瞬间杀向苏雨。苏雨淡淡一笑，一步跨出，气血战甲瞬间浮现，苏雨整个人直接走进了气血战甲之中。磁场转动，20万匹的磁力顷刻之间爆发。对待顾长歌，苏雨可不会留手。面对顾长歌这样的天才，哪怕是有任何的留手，都是对对方的一种侮辱。吱吱吱吱，一缕缕的电流充斥在苏雨的四周，身后的剑匣瞬间开启，万象之剑等一众长剑瞬间在电流的操控之下，化作了一股剑刃风暴，肆虐而出。锵锵锵！虚空之上，好似有着剑刃碰撞的声音响起。一番交手下来，双方竟然都没有占据优势。这家伙到底是谁？竟然能够和顾团长打得不分上下？怎么之前没有听说过苏雨的名字啊？等等，我想想，我总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有人陷入了沉思之中，有人更是震惊地望着天穹之上的战斗。啊，我想起来了，今年的高考状元不就是一个叫做苏雨的家伙吗？难道是他？怎么可能？一个刚刚高考完还没有加入星河大学1年的学生也能够跨入炼神境？烽火台之上的将士们彻底的懵逼了。什么情况？一个刚刚高考完没有多久的考生，短短2-3个月的时间之中，竟然能够和顾长歌两人打得难舍难分了。一时间，一种的将士们感觉自己的世界观似乎都受到了冲击。毕竟即便是强如顾长歌这样的妖孽，也是在加入了星河大学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才是跨入的炼神境界。而苏雨，众人望着天穹之上和顾长歌打得难舍难分的苏雨，一时间不由得陷入了沉默之中。哈哈，畅快，也不枉费我将不朽计划的名额让给你，苏雨，你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顾长歌大笑着，手中的蓝色剑刃却是没有任何的停留，一缕缕的剑气呼啸而出，锋芒毕露。苏雨同样是面带笑容，顾大哥还是安心战斗吧，要是分心的话，怕是要输给我了。苏雨穿戴着气血战甲，如今肉身之力打破了金身极限，气血上限提升的同时，更是让苏雨的肉身和气血之力早就超过了断骨9层，甚至一些炼神2层的武者在气血上面都比不过苏雨。即便是炼神武者能够依靠着神器，借助世界规则碎片的力量，但是别忘了，苏雨的磁场掌控同样也是类似于世界规则的力量。电流充斥在每一柄长剑之上，一道道剑气展出，更是有着电流的滋滋滋声响彻。极剑！苏雨暴喝一声，整个人的注意力瞬间落在了极剑之上，长剑呼啸之间，极剑剑意瞬间爆发。3阶剑意的爆发，即便是顾长歌的脸上都露出了一抹凝重之色。揽月！顾长歌身影快速的闪烁，身后的9剑仙似乎有着一缕缕的月色光辉闪烁着，一轮宛若弯月一般的剑芒猛然展出，顷刻之间和苏雨的极剑碰撞在了一起。
咚，两股可怕的力量碰撞，顿时掀起了一阵阵的浪潮。而苏雨凭借着气血战甲带来的增幅，竟然选择了和顾长歌硬碰硬。两人的身影快速的闪烁，于狂暴的剑气风暴之中不断交手。剑气迷人眼，下方的一众将士以及星河战团的成员，甚至都看不清里两人的位置，只能够看到一道道人影不断的跳跃闪烁。太可怕了，竟然能够和顾团长打成这样，看来我九州数年之后又将有着一尊精神强者诞生啊！有将士面露笑容，诚然，九州的天才越多，抵御凶兽的力量就会越强，他们也是喜闻乐见。不错，短短半个月的时间，竟然能够达到这一步，苏雨你很不错。顾长歌一边和苏雨交手，一边轻声开口。接下来，顾长歌的身影瞬间和苏雨拉开了距离，嘴角带着淡淡笑容。若是你能够接下我的这一剑，算我输。话音落下，苏雨注意到，在顾长歌的身后，那一直没有动弹的剑神虚影，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动作。一道冲天而起的剑意从顾长歌的身上迸发而出，甚至超越了苏雨的极剑剑意。苏雨面色凝重，脑海之中的一枚枚小剑也是在这一刻疯狂的颤抖，发出剑鸣，似乎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衅一般。苏雨深呼吸一口气，凝望着前方，低喝一声：“这一剑同样也是我的最强一剑，万剑归一！”苏雨暴喝一声，一柄柄长剑瞬间交融在一起，化作了一柄巨大的长剑。顾长歌见状，嘴角微微上扬，一剑独尊，手中湛蓝色的长剑瞬间化作了一柄数百米长的长剑，对着苏雨便是落下了自己的功法。嗡嗡嗡！这一刻，剑光闪烁，剑鸣阵阵。然而，就在两柄巨剑即将碰撞的一瞬间，苏雨的嘴角却是泛起了一抹诡异的弧度。只见得顾长歌的身子突然一个踉跄，竟然无法在虚空之上站稳了，仿佛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干扰一般。而正是因为这一个踉跄，那蓝色的巨剑竟然斩歪了，朝着苏雨身边的虚空落下。至于苏雨的功法，则是准确无误地朝着顾长歌杀去。顾长歌的脸色猛然一变，想要挣扎，却是发现已经来不及了。下一刻，万剑归一停在了距离顾长歌不到半公分的位置，甚至苏雨顾长歌还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脸庞都因为巨剑之上散发出来的凌厉剑气刮得生疼。而望着这一幕，整个星河战团防线的众人也是彻底惊呆了。顾长歌输了，我输了。顾长歌略带苦涩的声音响起，不过很快便是恢复了笑容。他看向苏雨，轻声道：“刚刚我的神力似乎有些紊乱，是因为你的神力的原因吗？”神力便是神奇之力的简称。顾长歌他们自然不知道规则之力的存在。苏雨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诚然，就在刚刚，苏雨动用了磁力掌控的力量，干扰了顾长歌的神力，虽然不会对顾长歌造成伤害，但仅仅只是一个踉跄，让顾长歌的功法落空，对于苏雨来说已经足够了。这也是苏雨前不久闭关的时候突然发现的能力，不仅仅能够强化自身的愈合速度，还能够干扰对方的神力，特别是炼神武者，本身对于规则之力的掌控就不完全，起到一个出其不意的效用。顾长歌望着苏雨，一时间竟然有些感慨了。没想到当初坚壁防线的小家伙，如今已经成长到这一步了，看来我的决定没有错误。苏雨嘿嘿一笑，刚刚想要说话，却是目光猛然一凝。只见的烽火台防线之上，一座能量长塔瞬间爆射出一道红色的光柱。顾长歌的眼睛微微眯起，快速的对着苏雨说道：“恭喜的话就这样了，有灾级凶兽入侵，需要我去支援，以后有时间再聊。”说罢，顾长歌一步跨出，将星河战舰释放出来。星河战团登船。下方一个个星河战团的成员纷纷朝着战舰之上走去，快速无比。或许刚刚他们还沉浸在苏雨击败顾长歌的震惊之中，但是现在烽火台被点燃，他们需要立刻支援。不仅仅是他们，那些驻扎在烽火台之上的将士也是纷纷换了一个面孔，走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严阵以待。苏雨看着这一幕，心中微微叹了口气，回到了黎明战舰之上。好小子，不错。童天阳面带笑容的拍了拍苏雨的肩膀，走吧，回星河大学。星河战团支援，他们也不可能长时间留在这里等顾长歌他们支援回来。苏雨点了点头，随后操控着黎明战舰缓缓朝着星河大学的方向驶去。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苏雨和童天阳两人便是回到了星河大学之中。在星河大学之外，苏雨收起了黎明战舰，和童天阳两人走进了星河大学。烽火台是这样的，时时刻刻都需要支援，不过你能够战胜顾长歌，还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童天阳带着笑容说道。之前他只看到了苏雨在力量和速度上达到了炼神2层的层次，但是没有想到苏雨竟然能够击败顾长歌这样的妖孽。不过联想到苏雨的天赋，童天阳也是为自己的这个学生不由得捏了一把汗。顾长歌的天赋已经很逆天了，但是没办法，苏雨的天赋比顾长歌更加的恐怖。苏雨点了点头，这一点我知道的。两人一边闲聊，一边朝着星河大学走去。突然，在路过一片草地的时候，苏雨听到了一道疯疯癫癫的声音：“哈哈哈，傻子！你们都是傻子，所有人都是傻子，我也是傻子！”哈哈哈哈！听到这个声音，苏雨看了过去，只见得一个疯癫的老头正在草地之上打滚，路过的人好似都已经习以为常的一般，直接视而不见。而一旁的童天阳却是叹了口气：“唉。”紧接着，童天阳便是走了过去，面色温和的扶起了老者：“好了，老师，我知道了，我们都是傻子，咱们先回家好吗？”苏雨看着这一幕，不由得愣住了。校长的老师，什么情况？苏雨看了一眼疯癫老者，却是发现老者竟然只有断骨9层的修为。然而，童天阳看上去都已经60、70岁了，能够成为童天阳的老师，年纪肯定不会小，而且能够教导出京深进的校长，
竟然才断骨9层。苏雨心中有些疑惑，看着童天阳恭恭敬敬地将疯癫老者哄了回去之后，童天阳才是一脸无奈地走了回来。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我一个金身境强者的老师，竟然才断骨9层？童天阳看出了苏雨的疑惑，解释道。童天阳望着慢慢悠悠朝着家中走去的老者，声音有些唏嘘了。我这个老师曾经是第7军团的后勤兵，也是唯一一个在那一次计划之中幸存下来的人。那时候的老师仅仅只是15岁，后来加入了初创的星河大学之后，慢慢成为了炼神武者，最后当上了上一任星河大学的校长，同时也是培养出了我。只是不知道为何，有一天老师发疯了，突然自废了自己的修为，从即将跨入金身的修为跌落到了如今的断骨9层，也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看着我们就说我们是傻子，包括他自己。听着童天阳的话，苏雨看向了老者的背影，若有所思。行了，回去吧。童天阳的声音在苏雨的耳畔响起。苏雨也是将自己的目光从那疯癫老者的身上收了回来，随后和童天阳两人闲聊了一会儿之后，便是回到了自己的宿舍之中。盘坐在床榻之上，苏雨的脑海之中全然都是关于那疯癫老者的想法。昔日达到炼神9层，却在突破金身之时选择放弃，反而修为倒退回了断骨9层，而且还是昔年第7军团唯一的幸存者。当年那场变故导致人族强者伤亡了众多，若是之前我还只觉得的那只是一场意外，可是结合如今人族的现状以及炼神境之后武道的问题，那场变故绝不是那么简单。也许可以找个机会接触一下这疯癫的老人。不过想法并没有持续太久的时间，苏雨便是心中微微一动，融合世界似乎出现了变故。就在刚刚，因为武侠世界的掌控权，苏雨分明感受到武侠世界之中似乎有了一些变故。沉吟了片刻，苏雨召唤出了系统，将系统的画面调了出来。高50日，融合世界10年。10年的时间过去，融合世界已然有了一定的变化。虚无之中，一头头身躯畸形的生物徘徊在虚空之中，一双双猩红的眸子落在了下方的诡异世界。哦不，应该说是融合世界之中。嘶嘶嘶！突然之间，一头气息极其恐怖的尾神发出了嘶哑的声音。下一刻，足足300多头的尾神身上纷纷爆发出了恐怖的威能，一道道世界规则的力量齐刷刷的爆发，无数的功法融合在一起，化作了一道极其恐怖的能量光柱，对着面前的融合世界便是轰了下去。轰隆隆！轰鸣炸响之间，更是有着恐怖的能量余波扩散了开来。紧接着，在那融合世界的之外，似乎有着一层透明的护罩，抵御着这一道恐怖的功法。然而，300多头的尾神联手之下，即便是这一层透明的护罩极其的坚硬，可是依旧在无尽的威能之下裂开了一道道狰狞的裂缝。咔嚓！清脆的声音响起，只见的护罩之上的裂缝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狰狞。片刻之间，这一层透明的护罩终究是抵御不住这一道恐怖的功法，在恐怖的能量光柱之下，彻底的被轰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吼吼吼！嘶嘶嘶！一头头的尾神看着这一幕，猩红的双眸之中涌现出了欣喜的神色。这时，一头气息足以在300多位尾神之中排入前3的尾神站了出来，冲着300多头的尾神怒吼一声。下一刻，从300多头尾神之中走出了数十头尾神，每一个尾神的身上都散发着一股可怕的波动，但是在这一股可怕的波动之中，却是夹杂着一股令人极其厌恶的气息。这数十头的尾神在其余的尾神的注视之下，纷纷通过那一个硕大的窟窿，涌入了融合世界之中，彻底降临。而就在这些尾神降临的下一刻，那一层透明的护罩竟然又复原了，变得完好如初。护罩之外的尾神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情绪的波动，只是冷冰冰的透过了护罩，注视着下方的融合世界。一双双猩红的眸子之中，有且只有一股暴虐之色。伴随着数十头尾神的降临，这些尾神并没有躲藏起来，而是彻底将自己的气息激荡而出，宣布着自己的降临。甚至于那些早就通过某种手段降临在融合世界的尾神，也是在感受到同类的气息之后，纷纷发出了一道长啸，汇聚在一起。其中赫然便是有着光明神。杀死大夏的武者，杀死武帝！光明神的瞳孔之中充斥着一种偏执的疯狂。对于武帝，光明神有且只有无尽的杀意。下一刻，一头头尾神顿时分散开来，化作了一道道流光，朝着世界的每一个方向掠去。他们疯狂地残杀着大夏和诡异世界的天骄，甚至于在大夏皇都之外，武帝踏着虚空，一身的龙袍无风自动，双手负背，脸上更是充斥着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势。而在武帝的面前，足足有着10多位的尾神站在武帝的面前，每一头尾神之上都散发着一股可怕的威能。为首的赫然便是光明神。武帝，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光明神嘶吼着，3颗头颅之中有着无尽的怨毒之色。刹那之间，一道道功法瞬间从10多位尾神的手中打出。饶是武帝，在这一刻面色都变得凝重了起来。暗红色的魔剑瞬间浮现在武帝的手中，在握住魔剑的一刹那之间，武帝整个人的气势仿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之前的武帝宛若人间君王一般，而现在手握魔剑的武帝却是如同一尊纵横沙场的杀神一般。杀！武帝暴喝一声，恐怖的世界规则在武帝的体内激荡而出，天人合一的境界使得武帝站在天地之间，便是有着源源不断的力量。一道道猩红的剑芒呼啸而出，卷起一阵阵的剑气风暴，不断的绞杀着四周的尾神，鲜血挥洒天地。苏雨凝望着这一幕，面色不由得有些凝重。苏雨自然能够看得出来，10年的时间过去，武帝虽然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中走得更远了，
但是面对着10多位的伪神，终究还是显得有些不足。难道武帝今日就要陨落了？苏雨的眉头微微一皱，突然，一道机械般的声音在苏雨的脑海之中响起：丁，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融合完毕。丁，融合世界等级正在提升中。听到这个声音，苏雨先是一愣，随后便是看到画面之中的武帝，整个人的身上突然涌现出了一股极其恐怖的天地之力，身后魔剑的虚影缓缓浮现，逐渐变得凝实起来，手中的魔剑更是缠绕着一缕缕锋芒。哈哈！武帝感受着突然涌入自己体内的无尽的天地之力，放肆大笑一声。今日便是尔等的死期。2个世界的融合，使得武帝掌握的天地之力变得更加的恐怖了。之前的武帝踏入天人合一，是以武侠世界为基础的，而现在诡异世界和武侠世界融合成功，合二为一，化作了同一个世界。自然而然，武帝能够掌握的天地之力也是得到了暴涨。该死的，他怎么可能？光明神感受着武帝突然暴涨的气势，脸色猛然一变，心中竟然又生起了退缩之意。然而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武帝一步跨出，瞬间拉近了自己和10多位伪神的距离。一道霸气的声音于天地之间响彻：今日诸神！武帝高高举起手中的魔剑，暗红色的光辉照耀着天地，仿佛将整个天地都渲染成了炼狱一般的颜色。嗡嗡嗡！一道道清脆的剑鸣声于天地之间炸响，紧接着一道猩红的剑芒好似弯弯血月一般冲天而起，裹挟着极其恐怖的威能，对着10多位伪神瞬间落下。轰隆隆，轰鸣阵阵，10多头的伪神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便是被猩红的剑芒彻底的吞噬，身躯更是在这一刻被直接融化了。片刻之后，能量散去，武帝傲然地站在天地之间，而那10多头的伪神陨落，一道道闪烁着不同颜色的光辉瞬间冲出，最后涌入了世界之中。苏雨看着那些光辉，眉头微微一挑。伪神陨落之后，这些世界规则也是回归了世界了吗？苏雨呢喃着，目光却是忍不住看向了虚空之外。虽然融合世界之内的情况因为武帝斩杀了10多位伪神而得到了缓解，但是苏雨总觉得为什么这么久的时间必然不可能只是为了送几10个伪神降临，一定还有其他的计划。不仅仅是苏雨，就连武帝也是缓缓将目光落在了虚空之外。2个世界的融合使得武帝对于天地的感悟变得更深了，他的目光和苏雨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虚空之外。只见得在虚空之中，一头头伪神面色冰冷地站在虚空，体内却是散发着一股极其强悍的能量波动，一缕缕的光辉被他们体内爆发出来的吸力拉扯，涌入了他们的体内。这是苏雨和武帝2人的瞳孔猛然一震。盗窃！诚然，这些虚空生物最擅长便是盗窃了。如今2个世界融合造成了短暂的波动，而这些伪神也是通过这短暂的时间之中疯狂的窃取式的规则，所以那些伪神的降临本来就是送死，为了促使世界融合。好大的手笔啊！武帝低沉的声音响起，通过对于天地的感悟，他赫然能够感受到虚空之外的伪神的气息正在不断的增加。而苏雨也是通过对武侠世界的权限掌控，发现了伪神的变化，他们体内的规则数量开始不断的增加，甚至于其中一位气息最为强悍的伪神，此刻体内的规则更是足足达到了恐怖的10条。10条规则！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要知道，即便是高武世界的金身境强者，换算过来为5阶实力，也仅仅通过神奇掌握了1条规则的力量啊。虽然高武世界的规则之力的强度远不是诡异世界这种4级世界能够比拟的，但也足以证明眼前的伪神实力有多强。这些虚空之外的虚空生物远比一般的4阶生物要强大，甚至隐隐能够触及到5阶的边界。一时间，饶是苏雨的面色都变得有些凝重了。苏雨缓缓挪移了自己的目光，落在了武帝的身上，最后苏雨轻轻地叹了口气，缓缓从床榻之上站起身来，一步跨出，进入了武侠世界之中。大夏皇宫深处，偌大的金銮殿内，武帝端坐在龙椅之上。此刻的金銮殿仅仅只有武帝一人。此刻的武帝躺在龙椅之上，眼睛微微眯起，面色却是显得有些凝重。伪神实力的提升给武帝带来了不少的压力。突然之间，武帝睁开了双眸，目光落在了金銮殿的半空之上，金色的光辉缓缓浮现，模糊的身影走出，出现在了武帝的视野之中。仙人！武帝的双眸之中有着惊喜浮现。本来伪神的存在就给武帝带来了不少的压力，如今苏雨的出现无疑是给武帝带来了一丝丝的曙光。武帝连忙站起身来，快步走到了苏雨的面前。敢问仙人，当今这个局面可有什么办法？武帝激动地问道。然而他得到的仅仅只是苏雨的一阵阵沉默。看着沉默的苏雨，武帝脸上的激动之色逐渐散去，眉头禁不住微微一蹙。难道连仙人也没有办法了吗？在武帝的眼中，苏雨的存在就是无所不能的存在，不仅仅让自己看到了宗师之后的道路，甚至还促使了世界的融合，让自己看到了见神不坏之后的道路。然而如今面对着伪神，苏雨竟然沉默了。唉，苏雨的心中叹了口气，看着面前的武帝缓缓开口。如今的局面，200多头伪神实力都得到了提升，即便是我的身上有着诸多的仙法，短时间内也无济于事。这样的局面之下，苏雨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武学的出走，即便是苏雨将铁身诀、金身的感悟传给武帝，也只是给武帝带来一些感悟，在短时间内，武帝吸收了不了大量金属，也并无法提升武帝的实力。看着苏雨叹息的模样，武帝突然笑了，哈哈，也罢也罢，没想到朕有一天竟然也能够看到仙人愁眉苦脸的模样。
苏雨有些复杂的看向武帝，武帝却是双手负背，目光眺望了金銮殿之外的9天之上。这一世，朕已然无悔。朕已经走到了武道更高的位置，虽然无法继续攀登了，但朕绝对是当世无双之人。哪怕是那血杀剑神，也仅仅只是开创了一个宗师之境罢了。朕可是开创了剑神不坏和天人合一之境啊！朕已然无悔。一股洒脱的气势从武帝的身上涌现出来。苏雨看着武帝的身影，沉默了片刻，旋即苏雨轻轻的开口：“系统开启附加交易。”丁，正在进行第3次附加交易，扣除400点世界点。丁，扣除成功，开始附加交易。苏雨终究还是选择了第3次附加交易。交易我掌握的所有新剑感悟，醉剑、伐剑、万象之剑，甚至于剑影武者的召唤方式，都一并交易给了武帝。一缕缕的光辉从苏雨的体内窜出，最后没入了武帝的脑海之中。紧接着，武帝便是感受到了密密麻麻繁冗的信息在自己的脑海之中流淌着。武帝连忙盘坐在地上，消化苏雨交易过来的各种建议。到底还是武帝，仅仅只是用了半炷香的时间，武帝便是将所有的建议都彻底的炼化感悟了。仙人，这是感受着体内不同的建议，以及那特殊的召唤剑影武者的方法，武帝不由得有些茫然了。苏雨淡淡一笑，这些建议都是来自于融合世界昔日的强者的感悟。如今融合世界有难，我想这些家伙即便是皇权之下，也想要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我将他们的建议交给你，希望他们的意志能够以另外一种方式在你的手中重现。听着苏雨的话，武帝陷入了沉思之中。苏雨也没有着急，而是静静的等待着。嗡嗡！突然之间，一道清脆的剑鸣声从武帝的体内响彻，一股包罗万象的气息从武帝的身躯之中弥漫了出来。而这一股气息，苏雨自然是再熟悉不过了。万象剑意，伴随着3阶万象剑意被苏雨交易到了武帝的身上。这一刻，万象剑意竟然突破了4阶。仅仅只是刚刚交易片刻，3阶的万象剑意在武帝的身上竟然直接突破到了4阶。剑意的提升给武帝带来了不少的提升，只是和伪神之间的差距依旧宛若鸿沟。苏雨心中轻轻的叹了口气，接下来融合世界的走向只能看武帝了。苏雨的身影化作了斑驳的金光，消散在了金銮殿内。片刻之后，武帝也是缓缓的睁开了双眸，看着苏雨之前所在的位置，武帝轻轻一笑，站起身来，大袖轻轻一挥，恢宏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大夏皇宫。从今天开始，朕欲闭关。意识回到了现实世界之中，但是苏雨依旧注视着系统画面之中的情况。伴随着武帝的闭关，时间快速的流逝，3日过去，融合世界已然过去了3年的时间。伴随着伪神的降临，一些唯有半神强者才能够知道的伪神的隐秘，也是彻底暴露在了普罗大众的眼中。伪神的真面目彻底的被掀开了，无数的诡异世界的居民纷纷涌入了大夏的疆域之中。这里仿佛已经成为了融合世界内唯一的净土，唯一能够不受伪神压迫的净土。不仅仅是这些普通的民众在这一刻醒悟了，甚至于就连世界本能也是开始发力。或许也是和苏雨武帝一样，察觉到了虚空生物的实力不断的变强，世界本能也开始疯狂的降临无数的机缘，培养了大量的强者。仅仅只是短短3年的时间，光是剑神不坏的强者就已然达到了上百位之多。这要是放在以前，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于伴随着一些伪神的陨落，诡异世界3位半神对应的伪神陨落，他们取而代之，成功跨入了4阶的境界，也就是伪神之境。武侠世界之中，除开武帝之外，唯一的老牌剑神不坏，也是在世界本能的帮助之下，成功跨入了天人合一之境。这一刻，融合世界生灵的实力突飞猛进。3年的时间，融合世界飞速的提升的同时，苏雨也是将一部分的注意力落在了虚空之外。200多头的虚空生物静静地站在虚空之中，一双双猩红眸子仿佛没有带着任何的情绪一般，注视着下方的融合世界。3年间，这些虚空生物一直在缓慢地腐蚀着融合世界的防护，此时已经彻底将融合世界的防护削弱到了极点。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突然之间，在一众的伪神之中，一头猩红宛若鳄鱼一般的伪神身上突然爆发出了一股极其恐怖的气势。轰隆隆，可怕的规则之力在这一尊伪神的体内充斥着，更是伴随着一股毁灭的气息弥漫而出。毁灭！伪神之中传来了一阵阵的低喃，看向这一头伪神的眼神之中充满了忌惮和恐惧，以及一丝丝的尊敬。诚然，即便是在伪神之中，弱小的伪神对于强大的伪神也是会崇拜的。今日降临世界，毁灭神低沉的声音回荡在了整个虚空之中。下一刻，只见的毁灭神一步跨出，身上的鳞片瞬间竖立了起来，一缕缕的规则之力环绕在毁灭神的身躯之上。一团黑色的能量光球在毁灭神的口中汇聚着，仅仅只是刹那之间，那一颗黑色的能量球竟然直接从毁灭神的口中呼啸而出，裹挟着一股可怕的威能，瞬息之间降临在了世界之外。那一层透明的护罩，在这一颗黑色的能量球之下，仿佛成为了薄纸一般，轻而易举的便是被那一颗黑色的能量球彻底的粉碎。降临！毁灭神大吼一声：“降临！降临！”无数的伪神欢呼着，纷纷吐出了晦涩难懂的音节。一道道身影裹挟着极其恐怖的气息，瞬间降临了融合世界之中。苏雨看着这一幕，脸色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决战开始了！苏雨呢喃着，聚精会神地望着整个融合世界。大夏皇都，巍峨蜿蜒的城墙之上，一道道身影散发着可怕的气息，每一个都是剑神不坏，甚至数位因为伪神死亡而摆脱束缚的半神强者。
粗略看去，足足有着上百位。而在他们的面前，更是有着4位气息远超过了剑神不坏和半神之境的强者，分别是大夏老祖以及诡异世界3位摆脱了伪神束缚成功投入新境界的强者，一共4位4阶强者。他们面色凝重，凝望9天。天穹之上，一道道畸形狰狞的怪物冲天而降，每一尊伪神都散发着可怕的威能，甚至于这些伪神的身躯之中，还有一股让整个融合世界生灵都为之厌恶的气息。来了！大夏老祖深呼吸一口气，苍老的面容变得极其的紧张。这一战和之前的战斗完全不一样，这一战一旦失败，整个世界都将化为这些怪物的食粮。诸位，大夏老祖缓缓呼吸了一口气，面色逐渐变得坚定了起来。为了我们的世界，战！大夏老祖暴喝一声，天人合一的修为瞬间迸发，一道道玄奥的波动于大夏老祖的体内浮现而出。虽然大夏老祖在世界本能的帮助之下跨入了天人合一，但也仅仅只是出入天人合一的层次。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杀！大夏老祖怒吼一声，率领着融合世界的大军瞬间杀向了漫天的伪神。杀！一个个剑神不坏、半神，甚至于宗师先天的强者纷纷红了双眸，体内气息涌动之间，打出一道道功法，杀向漫天的伪神。结！一群蝼蚁也妄想翻身！有伪神怪笑一声，挥手之间，恐怖的规则之力释放而出，化作了恐怖的能量浪潮，狠狠地朝着融合世界的大军拍去。仅仅只是第一次的交锋，融合世界大军竟然在漫天的伪神的手段之下落入了下风。大夏老祖更是单独面对上了一尊伪神，饶是身躯已经被伪神留下了密密麻麻的伤痕，但还是咬着牙坚持着。另外3个跨入了4阶层次的诡异半神同样是如此。身后大夏皇城之上，普通人和武者结合，科技与武道的相互配合之下，再加上上百位的剑神不坏以及半神强者纷纷出手，但无异于是螳臂当车，只能勉强拖延伪神的行动，造成些许微不足道的伤势。鲜血挥洒战场，甚至于还能够嗅到空气之中那股血腥味儿。请陛下出手！大夏老祖在一尊伪神的手中节节败退，身上的气息更是萎靡至极。他不甘地看向了大夏皇宫深处，怒吼一声：“武帝吗？等杀了你，本神亲自诛杀武帝！”和大夏老祖交手的伪神狞笑一声。然而就在他刚刚准备出手的时候，一道血红色的光辉瞬间闪烁，血杀！猩红宛若鬼魅一般的身影猛然浮现，一剑挥出，带着无尽的杀意，刹那之间划破了伪神的身躯，硬生生的在这一尊伪神的手下救下了大夏老祖。这是……大夏老祖望着眼前血红色的身影，眼神不由得疑惑了起来。眼前的这一道身影看上去极其的陌生。不仅仅如此，另外3尊4阶强者的面前同样是浮现出了一道身影，有蓝色的身影带着一股守护之意，硬抗伪神；更有猩红宛若魔神一般的身影，手持一柄古剑疯狂杀向伪神；更有一尊白色的身影傲然地站在天地之间，挥手之间败退伪神。看着这一幕，苏雨的嘴角泛起了一抹笑容。剑影武者被武帝掌握了吗？诚然，这突然出现的4道身影便是被武帝多种剑意为主体，再借助世界规则创造出来的剑影武者。每一位剑影武者身上都散发着一股超越了大夏老祖许多的气势。9天之上，冷漠地望着战场的毁灭神目光突然一挑，看向了大夏皇宫的深处。只见的一个身穿龙袍的魁梧中年人踏着虚空，手中拎着一柄暗红色的剑刃，一步跨出，缩地成寸，瞬间降临战场。人间武帝！武帝站在半空之上，目光淡然，整个人的身上充斥着一股恐怖的波动，一剑挥出，猩红的剑光于战场之上闪烁，竟然硬生生逼退了漫天的伪神。浓郁的规则之力在武帝的体内沸腾着，散发着可怕的气息。武帝，陛下！融合世界的众人看着武帝走出，顿时露出了惊喜的神色，仿佛在这一刻找到了主心骨一般。武帝淡淡地望着四周，操控着4尊剑影武者，瞬间杀向了漫天的伪神。仅仅只是4尊的剑影武者，竟然在这一刻硬生生阻拦了上百位的伪神。而在世界规则的强化之下，每一尊剑影武者身上都散发着恐怖的气息，超越了这些普通的伪神。一道道剑光挥洒之下，竟然不断有着伪神死在了这些凌厉的剑光之下。冲阵！杀敌！淡淡的声音从武帝的口中响起，身后的融合世界大军仿佛在这一刻被打了鸡血一样，纷纷高举着的武器，面色振奋，杀向伪神。众人联手之间，瞬间牵扯了剩下的20多尊的伪神。天穹之上，5道身影眉头微微一皱，这5尊伪神乃是200多位伪神之中最强的存在，每一尊的体内都掌握了10条规则之力，可怕至极。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世界竟然还能够诞生出这样的存在。毁灭神的身边，破坏神冷笑着开口。虽然伪神在陨落，但是对于他们这种虚空生物来说，完全没有任何的情绪可言。少一个，对于他们来说，自己也能够得到更多的规则。毁灭神的目光缓缓落在了下方的武帝身上，却是发现武帝站在原地，目光熠熠地盯着自己舞。只见得武帝缓缓抬起了自己的手指，冲着自己的方向勾了勾，嘴巴微微张开。尔等，可敢与朕一战？武帝低喝一声，体内的规则之力在这一刻被激发到了极致，无穷无尽的红色剑光环绕在武帝的身上，犹如一条条狰狞猩红的蟒蛇一般，气势震天。哼，狂妄！5尊伪神顿时勃然大怒，他们可是凌驾于世界之上的神器，竟然被一个世界诞生的生灵如此的轻视。
武尊伟神震怒了，一道道规则之力呼啸而出，杀向了武帝。然而面对着武尊伟神的攻伐，武帝的脸上不仅仅没有任何的恐惧之色，反而有着一股无尽的战意涌现而出。哈哈，且看今日朕伐天灭神！武帝大笑着，身上的龙袍无风自动，猎猎作响。跨步拔剑，漫天的红光照耀天地，仿佛将整个天地都渲染成了炼狱一般。武帝沐浴在红光之中，犹如一尊从炼狱深处走出的绝世魔神一般。武尊伟神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圣洁的光辉，但是在那光辉之中，却是有着一股令无数世界生灵都为之厌恶的气息。杀！武帝暴喝一声，手中的魔剑瞬间挥出，和武尊伟神交锋在了一起。轰隆隆！恐怖的规则之力激荡于天地之间，掀起一阵阵的能量涟漪，扩散开来。苏雨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武帝是苏雨出走目标之中最久的一个，说没有任何的感触，自然是假的。苏雨深呼吸一口气，重新将目光落在了武帝身上，面色严肃无比。就让我看看人间武帝真正的风采吧。苏雨的那男声仿佛传入了武侠世界之中。武帝的身躯微微一震，余光轻轻地瞟了一眼九天之上，咧嘴一笑。万象！武帝暴喝，手中的魔剑挥洒之间，无数的红色剑芒呼啸而出，卷起一阵阵的风暴，杀向伟神。六尊恐怖的存在疯狂的出手，强大的规则之力激荡而出，甚至于在世界的边缘，无数山川河流不断的震动，大地龟裂，甚至于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崩坏，化作了齑粉，飘散在虚空之中。诡异世界被伟神窃取了这么多的规则，本来就处于崩溃的边缘了，不然在融合的时候也不会这么的主动。世界本能也是有着自己的本能意识的，诡异世界的本能很清楚，唯有融入武侠世界之中，才能够继续存活下去。战斗一直在进行着，漫天的血液仿佛在宣示着这一场战争的惨烈。无数的剑神不坏的强者在伟神的攻伐之下纷纷陨落。诚然，在3年的时间之中，剑神不坏的强者已经达到了上百位，但是别忘了，剑神不坏也就是3阶的层次，而伟神已经是4阶的层次。即便是在海量武者和低阶超凡者的数量的压制之下，实力上的差距依旧很难弥补。动！一尊伟神狰狞的手臂洞穿了大夏老祖的胸口，大夏老祖的面色瞬间变得苍白。即便是跨入了天人合一，也仅仅只是出入这个境界，根本不是这些强化了之后的伟神的对手。在坚持了这么久之后，大夏老祖终究还是被伟神洞穿了身躯。然而大夏老祖的嘴角却是露出了一抹笑容，他拼尽自己的全力，死死地抱住了伟神的手臂。老夫纵横世界多年，还从来没有试过神，今日老夫倒要看看神到底难不难杀。大夏老祖大笑着，体内的规则之力瞬间变得暴躁了起来。啊！蠢货，你真该死啊！伟神好似察觉到了大夏老祖的想法，面色变得狰狞，怒吼着，他拼命的想要从大夏老祖的手中挣脱，但是却发现自己的手臂好似被铁钳钳住了一样，无论如何都挣脱不了。哈哈，陛下，之后的事情交给你了。大夏老祖大笑着，目光落在了半空之上的武帝身上。下一刻，一道赤亮的白光猛然爆发，大夏老祖自爆！可怕的规则之力瞬间吞噬了一尊伟神，瞬间将其泯灭。四周的虚空更是在这一刻不断的震动。这边的波动传来，瞬间吸引了战场大部分人的目光。剩下的3尊超越了半神的强者也是大笑一声，纷纷抱住了自己面前的伟神，而后一并自爆。轰隆隆，一阵阵的爆炸声不断响彻开来，一朵朵蘑菇云缓缓升腾而出。正在和5尊伟神交手的武帝身躯微微一震，一剑挥出，瞬间和5尊伟神拉开了距离。武帝望着一朵朵的蘑菇云，眼神逐渐变得坚定了起来。可是，在和5尊伟神交手的过程之中，武帝的身上已然布下了一道道狰狞的伤痕，甚至于一些伤口处还能够看到森森白骨。区区终极世界生灵，竟然能够和我等交手如此之久！毁灭神的面色阴沉，紧紧地望着武帝。你很不错，我承认，你是这个世界的最强者。然而，听着毁灭神的话，武帝却是在这一刻放肆大笑。哈哈，朕乃武帝，受命于天，何须尔等议论？武帝的身上卷起了一阵阵的能量波动，下一刻，原本还在和其他伪神纠缠的4尊剑影武者瞬间闪烁而来，直接融入了武帝的体内。伴随着剑影武者的融入，武帝体内的气息瞬间暴涨，恐怖的气息弥漫而出，无数的伪神纷纷将目光落在了武帝的身上，眼神惊惧不已，甚至于就连毁灭神等人也惊恐地望着武帝。这一股气息，一股令无数伪神忌惮的气息从武帝的体内涌现。武帝身上的伤势瞬间恢复，手中的魔剑更是闪耀着暗红色的光辉，将天穹之上的天阳都渲染成了红色。武帝望着漫天的伪神，大笑一声：“朕乃人间武帝，人间自无敌！这一剑伐天灭神！”武帝暴喝一声，手中的魔剑更是在这一刻瞬间呼啸而出，生命力疯狂的燃烧，规则之力不断的注入魔剑当中。猩红的剑芒犹如一条狰狞的猩红游龙，摇曳着自己的身躯，咆哮而出。不！无数的伪神望着这一幕，脸色狂变，纷纷暴退。然而游龙卷动，瞬间吞噬了80多位伪神。刹那之间，一尊尊伪神在游龙恐怖的力量之下，纷纷身躯瓦解。剩下的20多尊的伪神望着这一幕，面色震动。只是很快，他们的脸上就浮现出了笑容。哈哈，武帝，你不行了！毁灭神望着此刻气息萎靡至极的武帝，突然大笑一声：“这一剑很强，但是你也要死了。”
武帝面色苍白，魁梧的身躯在这一刻却变得好似落叶一般轻盈。但是面对着伪神的嘲讽，武帝的嘴角却是泛起了一抹笑容。他艰难地举起手指，指着剩下的伪神，缓缓开口：“你们说了。”一众伪神愕然，但是下一刻，他们的脸色狂变，一股可怕的压制力瞬间从四面八方涌来，好似要将他们挤碎一般。怎么可能？他们不解，为何世界之力会突然压制他们？但是苏雨却能够清晰地看到，伴随着诸多伪神的陨落，他们体内的规则之力也是彻底得到了释放。虽然说诡异世界现在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无法吸收这么多的规则，但是武侠世界不一样。武侠世界本来就是处于一种成长的状态之下，规则完整，在吸收了这些伪神的规则之后，也是瞬间成长了起来。丁，融合世界等级提升至4级，潜力上限提升为5级。系统的声音在苏雨的脑海之中响起。下一刻，苏雨便是看到画面之中，武帝终于是坚持不住，眼皮重重的垂落下来，整个人的身子狠狠地砸入了大地。而伴随着融合世界等级提升到了4级，恐怖的压制力瞬间爆发。在众多伪神难以置信的目光之中，大地开始崩裂，一些本就处于崩溃边缘的世界更是在这一刻彻底瓦解。整个世界仿佛在排出毒素一般，将那些本就坏死的部位彻底的粉碎。恐怖的压制力还在不断的爆发，下一刻，剩下的伪神的身子在这一股可怕的压制力之下瞬间崩坏，化作了齑粉，消散在天地之间。而崩坏的一块块巨大的陆地，在融合世界本能的驱使之下，逐渐融合在了一起，组建成了一个全新的大陆。看到这里，苏雨缓缓闭上了眼睛。定，恭喜宿主新剑带回4阶魔剑剑意。定，恭喜宿主新剑带回4阶极剑剑意。定，恭喜宿主新剑带回4阶伐剑剑意。定，恭喜宿主新剑带回300年内力。丁，因为宿主改变武帝的命运，造成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融合，奖励3万世界点。丁，因为宿主改变武帝命运，拯救融合世界，奖励融合世界全线提升。丁，因为宿主改变武帝命运，成功诸神，奖励出走栏位增加。一系列机械般的声音在苏雨的脑海之中响起。听着这些声音，苏雨心中微微叹了口气，从武帝的陨落之中回过神来，查看起了系统页面。栏位1，冷却中，冷却时间300天。栏位2，出走中，机械鲸鱼。栏位3，出走中，机械生命族群。栏位4，可出走。当前可选择世界：融合世界 LV4， 世界权限掌控 70%； 硅基世界 LV4， 世界权限掌控 5%。暂无世界可解锁。世界点 13W。 看着上面的系统页面，苏雨赫然发现1号栏位竟然冷却时间达到了恐怖的300天，而且此时的世界点积累已经达到了13万点。除了武帝的反馈外，还有硅基族群源源不断的反馈。不过想来也是，加上武帝之前沉睡的时间，光是武帝出走的时间都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冷却这么久也是应该的。不过最让苏雨惊喜的还是增加了一个出走栏位，出走栏位越多，苏雨就能够出走更多的目标，这样一来反馈也能够更多。苏雨看了一眼，便是将这一切都抛之脑后，盘坐在了床榻之上，感受着这一次武帝带回来的反馈。紧接着，苏雨赫然感觉自己的体内突然涌入了一股极其浓郁的气血之力，天人合一境界强大无比。虽然有世界规则增幅的原因，但此刻转化成气血之力后，依旧是海量。海量精纯的气血之力涌入了苏雨的体内，不断的增加着苏雨的肉身。苏雨分明感觉，伴随着这些汹涌的气血之力的流淌，自己体内的细胞好似在这一刻都变得饥饿了起来，疯狂的吞噬着四周的气血之力。肉身还在不断的强化，而体内原本的气血之力也在此刻不断的凝聚压缩蜕变。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铁身诀缓缓运转，操控着全身的细胞，尽可能的吸收如此浓郁的气血之力。大概过去了2-3个小时的时间，苏雨才是将体内的气血之力彻底的炼化。暗红色的血雾在苏雨的四周不断的弥漫着，散发着一股强悍的威压，一缕缕的金色光辉紧贴在自己的肌肤之上，看上去坚不可摧。苏雨默默地感受着自己现在的肉身之力。本来之前苏雨已经超越了金身的极限，使得自己的肉身已然堪比炼神2层的武者了，而现在伴随着转化而来的气血之力，更是使得苏雨的金身之体单单依靠肉身，不动用任何气血，已然堪比一般的炼神5层的强者。感受着体内的力量，饶是苏雨的眼神之中都不得不浮现出了一抹金光。现在的我仅仅只是依靠着金身之体，都堪比一般的炼神5层了。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武帝可以说是苏雨这么多次出走目标之中最久的一个了，当然成长的也是众多目标之中最可怕的一人。在陨落之前，赫然成为了融合世界的天命之子。如此人物带回来的反馈自然是恐怖的，而且不仅仅是气血之力的提升，在苏雨的脑海之中有着几枚小剑迸发出一阵阵的剑鸣，极剑、万象、魔剑、伐剑、醉剑在这一刻纷纷达到了4阶的层次，一股玄奥的感觉在苏雨的脑海之中流转着。他们凌驾于所有的小剑之上，散发着一股极其霸道的气息，震慑密密麻麻的小剑。苏雨的意识落在了这些提升到了4阶的剑意之中，感受着4阶剑意和3阶剑意的不同点。只是这一看，却是让苏雨整个人的心神都为之一震。苏雨的意识回归现实，缓缓睁开了双眸。就在刚刚，苏雨查看了一下4阶剑意和3阶剑意的不同点，苏雨倒是没有发现什么，但是苏雨却是在这些剑意之上发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一点：这些4阶剑意竟然隐隐约约之间和高武世界的规则之力似乎有着一种特别相似的特性。
如果说炼神武者炼化的神奇乃是世界规则碎片的显示的话，借助这神奇的力量掌控世界规则碎片的力量，那么四阶剑意就像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全新的规则一样。难道意境达到了4阶之后，就会开始朝着规则的方向转变？苏雨陷入了深思之中。从一开始，九州武者对意境的认知就是提升自己的战斗力，而到了炼神之后，意境仅仅只是用来压制神奇的工具。但是伴随着武帝死亡反馈之后，将这些剑意提升到了4阶，苏雨反而发现意境其实就相当于一种规则雏形，只不过这种规则是新生的，并没有神奇身上的规则那么的恐怖，还需要不断的培养。但是想到这里，苏雨的表情却是变得凝重了起来。苏雨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剑意特殊，还是其他的意境达到了4阶之后都是如此的。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苏雨甚至感受到了一个惊天的阴谋，一个笼罩了整个高武世界的阴谋。高武世界的道本应该是强化气血，从而强化自身，将自身的潜力开发到极致。在将自己的潜力开发到了极致之后，武者领悟意境，提升意境，将意境提升到规则层次，演变出全新的规则。而一旦成功，武者就成为了这一个全新的规则的掌控者，而不是沦为只能够借助神奇的力量才能够借用规则力量的外人。这个才应该是武者本来的道路，这才是真正适合高武世界的武道。甚至于这样成长起来的武者，在陨落之后，自身意境化作的规则还能够反哺整个世界，而不是如同炼神武者一样，借助神奇的力量强行从世界之中借用规则碎片的力量。这根本都不算是炼神武者本来的实力了，而是如同虚空生物一般，强行从世界之中剥离出规则占为己有。不过虚空生物是彻底的剥离规则，盗窃规则，高武世界的炼神金身武者便是借用规则，两者相似但并不相同。可即便是如此，炼神武者通过神奇获取世界规则的力量，同时还要依靠着意境压制来的规则的本能反抗，这样一来反而演变成了对抗，武者和世界的对抗。如此下去，高武世界就会处于一种不断的内耗之中。想到这里，苏雨的面色变得无比的凝重。这个幕后黑手的手笔简直大得离谱啊！通过武者和世界的内耗，甚至很大程度上还削弱了高武世界的力量。苏雨本来就还在纳闷，高武世界的等级明明远远超越任何的一个4级世界，但是偏偏最强者也就是金身境，也就是5阶水平，只比那些4级世界最强者高了一个档次。甚至于就连不朽境，整个高武世界从始至终也就诞生了一位，现在还消失了。合着在世界内耗的同时，也是使得这个世界无法诞生出更加强大的生灵了。当然，人类武者和世界之间的内耗，若是没有外敌的话，一切都还好说，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天资异禀之人发觉到其中的阴谋，从而摒弃这一条已经扭曲的武道。但是偏偏人类武者的外面可是有着众多虎视眈眈的海洋凶兽啊！而且从顾长歌的口中以及顾长歌给苏雨看的数据来说，这些海洋凶兽似乎将九州当出了一个试验场地一样。九州每多诞生一位炼神武者，那么外防线之外就会多出10头灾际凶兽，以10倍的差距让九州的武者疲于奔命。这样的局面之下，即便是有人察觉到了炼神境的不对劲儿，可是为了能够守护整个九州，却不得不踏上这一条已经扭曲的道路，难以改变。苏雨一时间感觉心情有些沉重，发现的不对劲儿越多，苏雨越是感觉整个九州的上空似乎都笼罩着一层厚厚的雾霭，根本看不到一丝丝的光亮。唉，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目光却是悠悠然地落在了窗外的天穹之上。突然之间，苏雨好似想到了什么一样。话说，九州已经将近100年的时间，没有不朽境的强者诞生了。如果说金身境的强者是通过神奇之力从世界之中获得一条完整的规则，那么不朽境的强者又是什么？苏雨呢喃着。虽然苏雨的武道境界比不上童天阳这样的老牌的武者，甚至对于不朽境也不是很了解，但是通过观察了诸多世界的强者之后，苏雨也是很清楚一点，就目前九州金身强者这样的状态，根本就无法突破不朽。其他世界的强者，哪怕是诡异世界，都是通过强化自身，要么感悟天地，融入世界之中，要么就是自己掌控一条规则。而九州的金身强者所掌握的规则，还是通过神奇之力借来的，根本就不属于自己的规则。这样的情况之下，又怎么可能突破不朽呢？但是偏偏在100年之前，空却走到了不朽境。要知道，100年前便是有着炼神境武者的存在了。可是，在这样的一条畸形的道路之上，空却是硬生生走到了不朽境。是因为他打破了某种桎梏，还是？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了，他感觉自己似乎抓住了什么，但是偏偏又不知道从何下手。苏雨不由得沉吟了起来，这里面怕是有很大的问题啊！苏雨眼神之中有着思索的光辉在闪烁着。随后，苏雨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通讯手表之上。苏雨想要通过自己的权限看一看当初关于关于整个第7军团的情况。2级权限不仅仅是武库的权限，同时还能够通过权限了解一些心秘，甚至是境界的秘密。比如炼神境的信息，就需要2级权限，甚至还要通过考核之后才能够知晓的。100年前，空为何会率领底气军团远赴海洋深处？是海洋之中有什么？还是说这一切都是空主导的？苏雨将一个个搜索词条打了出来，只是弹出来的信息仅仅只是一些粗略的信息，和苏雨现在知道的情况大差不差。看到这里，苏雨不由得眉头微微一皱。不过很快，苏雨便是在权限库里面看到了一个文件夹，而在那文件夹上面赫然写着第7军团远征计划的名字。苏雨眼睛一亮，点开了这个文件夹，只是画面之上却是弹出了一个信息：丁，
此文件夹需要1级权限才能够开启。1级权限，苏雨的眉头不由得紧锁了起来。自己为了拿到2级权限，也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想要成为1级权限，即便是苏雨现在已经提升了不少了，可是依旧还有很大的差距。至少目前短时间内自己是不可能拿到1级权限了。校长倒是有1级权限，但我若是将这个信息给校长说的话，反而有些不太合适。我表现出来的天赋虽然很妖孽，但也不至于妖孽到能够看到武道之路是扭曲的情况，搞不好就会受到一些怀疑和猜忌。苏雨微微眯起了眼睛，手指轻轻地敲打在床头柜之上，发出清脆的哒哒的声。校长自然是 pass 掉了，顾大哥和我一样只是2级权限，我不知道的，顾大哥也自然不可能知道。那么找谁呢？苏雨陷入了沉思之中。突然之间，苏雨的脑海之中浮现出了一个疯癫老者的身影。下一刻，苏雨整个人直接从床上跳了下来，脸色微微有些激动。是了，校长的老师不就是第7军团的后勤兵吗？也是唯一一个从那一场远征之中活下来的见证人。如果是他的话，自然能够知道一些关于第7军团的事情。苏雨欣喜地说道。不过很快，苏雨脸上的欣喜之色就消失了，反而变得有些无奈。只是可惜，老校长已经疯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记得关于一些第7军团的消息了。罢了，死马当活马医，若是能够知道一些有用的信息，说不定能够解决我的疑惑。苏雨站起身来，简单的洗漱了一番之后，便是走出了自己的房间。疯癫老者的家也是在星河大学之中，虽然人疯癫了，但终究还是星河大学的老校长，还是有资格居住在这里的。之前苏雨也是看到过疯癫老者走回家，所以也知道对方在什么位置。这一次苏雨并不打算让童天阳知道，所以并没有告知童天阳，毕竟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还是有点机密的，能不让童天阳知道就尽量不让对方知道。反正在星河大学之中也没有什么危险，即便是有，童天阳在察觉到了也能够第一时间赶到。很快，苏雨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一个院落之中。院落极其的破旧，院落中的一棵老槐树或许是没有人打理的情况，树枝之上的叶子已然落得差不多了，只能够看到干干净净的树枝，看上去多少有些萧瑟凄凉了。院落的大门并没有关上，苏雨透过院子的大门，依稀之间能够看到一个苍老的身影枯坐在院子的中央，坐在藤椅之上，目光眺望着海洋的方向，眼神之中带着一丝丝的痴呆。苏雨深呼吸一口气，走到了大门口，轻轻叩响了大门，轻声道：“前辈，在下乃是星河大学新生苏雨，特来拜见前辈。”声音落下，但是却并没有任何的回应。苏雨迟疑了一下，缓缓地推开了院子的大门，走进了院落。老者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苏雨的存在一般，自顾自地坐在藤椅之上，目光看向海洋的方向。苏雨恭恭敬敬地走到了老者的面前，对着老者一拜：“学生苏雨，见过老校长。”或许是苏雨走到了身边，老者缓缓地转过身来，一副苍老的面容之上突然浮现出了一抹嗤笑：“嘿嘿，你这个傻子，你是傻子。”苏雨见到过疯癫老者的模样，对于老者的话自然不会在意，只是轻轻地凝望着老者，轻声道：“学生不请自来，敢问前辈可还清醒？”然而老者依旧是痴傻地望着苏雨，缓缓抬起自己枯瘦的手指，指着苏雨，咧开嘴巴，笑呵呵地说道：“哈哈哈，傻子！”苏雨的眉头微微一皱，但是一想到对方的情况，心中叹了口气，深深地看了一眼老者：“前辈，我能知道你是因为什么缘故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吗？”苏雨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感觉，或许老者变傻的原因就是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只是苏雨也不知道眼前这个老者是真的傻了还是装疯卖傻，只能试探着问道。然而老者依旧没有什么变化。苏雨沉吟了片刻，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皮看向老者：“前辈可还记得第7军团？”此话一出，老者浑浊的双眸之中瞬间有着一丝丝的波动，只不过这一丝丝的波动很快便是被掩饰下去了，饶是苏雨站在老者面前都没有发现。嘿嘿，老者傻笑着，似乎只会说这一句话一样。看着老者一如既往痴傻的模样，苏雨心中也是有些无奈了，但还是有些不死心地问了一句：“前辈，您叫什么？”得到的还是老者疯癫痴傻的模样。看到这一幕，苏雨算是彻底放弃了。无论这老校长是装疯卖傻还是真的疯癫了，现在看来是暂时无法沟通了。苏雨叹了口气，再度对着老者微微一拜：“罢了，今日是学生唐突了，叨扰了前辈，还请前辈见谅。”说罢，苏雨缓缓转身朝着院子之外走去。只是就在苏雨转过身的一瞬间，老者的双眸之中却是浮现出了一抹清明的神色。看着苏雨轻轻地将院落的大门带上之后，老者缓缓低下了头，一抹苦涩的声音从老者的口中响起：“可惜啊，孩子是好孩子，偏偏……唉。”院落之中，老者的叹息声久久不绝。在走出了老者的院落之后，苏雨转过身来，再度深深地看了一眼老者的院落，最后头也不回地朝着星河大学的藏书阁走去。路上，苏雨给童天阳发了一个信息，告诉自己想要去藏书阁看看。既然无法从权限和老者的口中知道第7军团的信息，苏雨打算在藏书阁碰碰运气。藏书阁固然是存放武学功法的地方，但同时也有着大量的资料，或许能够给苏雨带来一些惊喜。很快，童天阳便是恢复了一个同意的讯息。苏雨收起目光，走进了藏书阁，直接走到了历史分类的位置，开始查看100年前九州第7军团的信息。只是让苏雨有些无奈的是，从第7军团那里，所有的信息都好似空白一样，而在那一段时间的前后，所有的事情都有所记载，甚至还极其的详细，仿佛那一段时间的历史被直接抛弃隔断了一样。看到这里，苏雨虽然没有什么收获，但是心中已然有了一个念头：当年的远征看来并不是我所学到的那么简单，只是为了扫清海洋凶兽，
恐怕还有一些其他我所不知道的原因。有问题啊？苏雨摇了摇头，索性离开了图书馆，回到了自己的宿舍之中。既然无法知道，苏雨再怎么使劲儿都没有地方供苏雨使劲儿，还不如好好提升自己，等自己实力到了，自然也就知道了。随后，苏雨的目光落在了系统页面之上。栏位1，冷却中，冷却时间299天。栏位2，出走中，机械鲸鱼。栏位3，出走中，机械生命族群。栏位4，可出走。当前可选择世界：融合世界 LV4， 世界权限掌控 70%； 硅基世界 LV4， 世界权限掌控 5%。暂无世界可解锁。世界点 13W。看着上面的页面，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世界掌控权限竟然还有进度条。融合世界已经 70% 了，若是能够提升到100%，不知道能发生什么。一时间，苏雨竟然有些好奇，当自己对融合世界的权限掌控到了100%之后，会发生什么。不过，让苏雨还有些惊喜的是，硅基世界竟然也有 5% 的掌控权了，或许是因为硅基生物带来的吧。思索了之后，苏雨便是将注意力落在了第4个出走栏位上面了。系统出走，系统出走。丁，您的基础剑法新剑，因您的资质太弱，选择了离家出走。丁，每一次出走只能选择一个功法，请宿主确定功法。新剑，苏雨最终还是选择了新剑。甚至于就连出走世界，苏雨也依旧选择的是融合世界。伴随着2个世界的融合，融合世界已经提升到4级了，甚至于还有着5级的潜力。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如今的硅基世界虽然能够给苏雨带来不少的惊喜，但却出走了整个硅基生命族群的苏雨，再次出走硅基世界意义也并不大。但若是能够将融合世界上限提升到5级的话，栏位会新增，并且之后出走得到的反馈也能够更多。而且如今的融合世界伴随着伪神和武帝的陨落，苏雨也不知道现在的融合世界如何了。而新剑自然是最稳妥的武学了。丁，新剑选择离家出走，请选择出走世界。融合世界。丁，此次出走需要耗费400世界点。丁，世界点扣除成功，您的新剑来到了融合世界，正在寻找交易目标。依靠着自身锐融合世界的权限，苏雨轻轻的挥手，便是直接中断了系统自己寻找交易目标，而是将目光直接落在了整个融合世界的画面当中。融合世界伴随着武帝和伪神一战，武帝陨落，无数的伪神也是被武帝斩杀，剩下的伪神也是在世界的压制力之下被彻底压碎了身躯，体内的规则之力融入了融合世界之中，使得整个融合世界的等级提升，天地之中的能量也变得浓郁了起来，甚至于武者的修行也变得更快了。只是那一战陨落的强者实在是太多了，光是4阶的天人合一的强者就足足陨落了5人，3阶的剑神不坏更是陨落了上百位。可以说当时整个融合世界3阶之上的强者已然全军覆没。而现在距离上一场大战并没有过去太久的时间，整个融合世界虽然在休养生息当中，但是强者的数量却并没有多少。苏雨的目光在整个融合世界不断的流转，最终落在了大夏皇都的一个广场之上。在那里，苏雨感受到了一丝丝熟悉的气息，顺着这一丝丝熟悉的气息，苏雨的视野落在了一处广场上。在广场的中央，一个身穿龙袍的中年人雕像静静地屹立在大地之上，虽然只是一个雕像，但是依旧能够感受到雕像之中散发出来的霸气。苏雨看着雕像，不由得恍惚了。武帝，人间武帝。武帝死后，无数的大夏子民为了纪念武帝在那一场战斗之中的壮举，纷纷在不同的位置建立起了武帝的雕像。不过让苏雨感觉熟悉的气息却并不是来源于眼前的武帝雕像，而是在武帝雕像面前一群人当中，只见的一个身穿青衫的瘦削中年人领着一群身穿破烂衣衫的孩童，面带笑容，轻声说道：孩子们，这就是我们整个世界的大英雄了，武帝。没有他，我们这个世界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是武帝给了我们新生，你们一定要牢记在心中，不能忘，知道了吗？中年书生的声音极其的温和。知道了。一群孩童稚嫩却整齐的开口。中年书生看着这一幕，脸上的笑意变得更加的温和了。老师，以后我也要成为武帝那样的人，我也要当帝王，我要成为新一代的武帝。突然，孩童之中一道女孩子的声音响起，众人纷纷看去，只是在看到声音主人的时候，纷纷哄堂大笑了起来。哈哈，老师，武姬她又开始做梦了。武姬，我听巷子里面的大人们说了，女孩子长大就是要找一个人嫁了就行了，不要要求太多了。就是，武姬等你长大，我娶你吧。一群孩童童言无忌地说着。中年书生也是无奈一笑，一双柔和的目光落在了武姬的身上。武姬站在孩童当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虽然是一样的身高，但是武姬的身上却是有着一股令旁人不敢靠近的气息。一双眸子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一丝丝坚毅。这个小妮子，苏雨的目光同样是落在了武姬的身上。之前苏雨感受到一丝丝熟悉的气息，便是从眼前的武姬身上察觉到的。依靠着对融合世界的权限，苏雨很快便是了解了武姬的过往，眼神之中露出了惊讶之色。这个小妮子竟然是武帝的后人。诚然，当初武帝沉睡，大周覆灭，一些武帝的血脉后人也是隐居山林之中。虽然在武帝宣布复出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大周的后人揭竿而起，投靠武帝，只是在那一场大战之中，大周子嗣也陨落的差不多了。但是在山林之间，依旧有着武帝的血脉后人，而武姬便是其中一人。而且通过系统的权限，苏雨竟然惊讶地发现，这个武姬的天赋竟然还算不错。就在苏雨通过权限了解武姬的时候，
广场上，中年书生却是温和一笑道：“武姬，你可知道，世界重组之后，即便是强如大夏，现在的威望也在不断的减退。当初那一战，陨落的强者实在是太多了。如今这个全新的世界已经纷纷被各大新生势力分割，根本没有皇权的诞生。即便是在以前的时代之中，也没有女子称帝的情况出现。”听着中年书生的话，大部分孩童的笑容变得越发的灿烂了。但是武姬的小脸之上却是浮现出了一抹执拗之色。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帝。中年书生一愣，再度莞尔，轻轻的挥了挥手：“好了好了，我们武姬以后一定能够成为女帝的。现在跟我回家吧。”看着中年人书生有些敷衍的话，武姬的小脸之上有些不悦，但还是乖乖的跟在了中年书生的身后，和一群孩童一起走向了一处小巷子当中。苏雨看着这一幕，心中对武姬的了解逐渐多了起来。或许是武帝后人隐退山林的原因，以往的辉煌不再，甚至于还有好几支武帝后裔一脉已经断绝了，而诸多武帝后人也放弃了原本的姓，改为他姓。武姬这一脉便是以武为姓，而武姬这一脉虽然还没有断绝，但是也只剩下武姬一人了。如今的武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孤儿院内，其他的孩童都是如同武姬一般的孤儿。至于那中年书生，则是孤儿院的老师了。今天是他们出来采风的日子，才有了之前苏雨看到的那一幕。苏雨轻轻的摇了摇头，也罢，既然相遇，终究是有缘分的。况且这小女娃的武道天赋也算不错，既然这样，就给你一个机会吧。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视线跟随着武姬的身边。说是孤儿院，其实就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院落罢了。院落很是破旧，但是瓦片之下勉强能够遮风挡雨。可对于这群孤儿来说，能够有这样的一处安家之地，已经很不容易了。月明星稀，蝉鸣蛙叫，漆黑的夜幕之下，武姬那小小的身子灵活地爬到了屋檐之上，一双小手撑着自己的下巴。从武姬的目光看去，刚好能够看到广场中央武帝雕像的模样。武帝吗？可是我也好像当帝王啊！武姬一双小眼睛之中有着一丝丝的羡慕浮现。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的。突然一道温和的声音在武姬的耳边响起。呀！武姬被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一跳，整个人更是直接跳了起来。紧接着，武姬便是看到自己的身边，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浮现出了一个淡金色的模糊身影。虽然被吓了一跳，但是很快武姬便是恢复了正常，好奇地望着眼前的身影，似乎并不害怕一般。你是谁啊？看着武姬不害怕的模样，苏雨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和武帝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当初的武帝也不怕自己，一阵唏嘘。我，苏雨的声音缓缓响起。他们称我为仙人。仙人？武姬更加好奇了。可是不是说武帝陛下将天下的伪神都杀死了吗？苏雨不由得淡淡一笑，那只是伪神，而我是仙人。当年武帝踏入见神不坏，也是在我帮助下才达到了的。诚然，那群虚空生物被称之为伪神，但是苏雨对于这群虚空生物可没有什么好感。一吹牛，谁知道听着苏雨的话，武姬却是露出了一抹嫌弃的表情。我不信，除非你能让我当皇帝。武姬的小眼睛之中露出了一抹狡黠的神色。苏雨一愣，望着眼前的武姬笑了起来。你这小女娃娃好生机灵，竟然算计到我的头上了。武姬眨了眨自己的大眼睛，无辜的说道：可是书上说仙人不都是无所不能的吗？难道我的这个小小的愿望，仙人还不能满足我吗？苏雨嘴角的笑意变得愈发的浓郁了。到底还是武帝的后人，或许是继承了武帝的性格和智慧，也许是因为孩童的天真，或者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武姬面对苏雨竟然显得一点都不害怕。你这小女娃娃还真的继承了你那老祖宗的性格。苏雨轻轻笑了笑，心中却是默默的念叨：系统开启附加交易。丁，正在进行第一次附加交易，扣除200点世界点。丁，扣除成功，开始附加交易。苏雨这一次直接选择了将铁身诀作为附加交易交易给了武姬，同时出走的星剑也是将武姬选择为了出走目标。一团乳白色的光辉以及一团银色的光辉轻轻地从苏雨的体内剥离了出来，最后没入了武姬的脑海之中。武姬那小小的身躯微微一颤，竟然不由自主地盘坐在了原地，消化起了星剑和铁身诀。同时，苏雨的声音也是缓缓在武姬的脑海之中炸响：小女娃娃，好生修行，希望你能如你那老祖一般，以武称帝。紧接着，苏雨的身影消散在了天地之间。大概过去了一炷香的时间，武姬缓缓地睁开了双眸，她冲着苏雨之前所在的方向眨了眨眼睛。仙人吗？老祖？武帝吗？武姬的小嘴露出了一抹笑容。虽然是孤儿，但是继承了武帝天赋和智慧的她，又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呢？相反，她不仅仅知道自己的身世，甚至还知道自己的老祖曾经接受过仙人的指点。当苏雨传法给她之后，她便彻底相信了苏雨是仙人。嘿嘿，老祖宗有仙人指点，我也有仙人指点，我也一定能够成为老祖宗那样的人间帝王。武姬的小眼睛之中充斥着一抹兴奋的神色。随后，武姬便是找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按照脑海之中新建的方式开始修炼了起来。到底还是武帝的后人，再修炼起来也是不要命的存在。很快，初升的太阳轻轻挥洒城镇，不少的孤儿孩童也是在阳光的催促之下苏醒了过来。只是当他们看到站在院落之中偷偷练剑的武姬，却是笑了起来。老师，武姬又开始了，他怎么还开始习武了？是啊是啊，老师，武姬好勤奋啊。一众孩童童言无忌。中年书生看着这一幕，依旧挂着温和的笑容。在他的眼中，武姬的举动不过是孩童的玩闹罢了。或许当那一天武姬没有兴趣之后，也便是放弃了。
对于他来说，孤儿院内的孩子只要能够健康的成长起来就行了，至于其他的，并没有过多的约束。苏雨透过系统画面望着日复一日练剑的舞姬，默默点头了。如今世界等级提升了，但强者数量却稀少无比。若是能够抓住这个机遇，让整个天下重新同意，以女子之身称帝，也未尝不可。在看着舞姬走上了修炼之路之后，苏雨也便是收回了自己的目光。盘坐床榻之上，苏雨的目光悠然落在了窗外的白云之上。现在我已经成为了不朽计划的核心之一，不用前往前线厮杀，甚至于还有童校长这样的金身强者护岛。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并且要探查100年前的真相，也需要足够的实力。苏雨思索了一番之后，便是将目光挪移到了通讯手表之上，打开了2级武库，开始在上面找寻着适合自己的武学。功法手段我有多种4阶建议，暂时不缺。防御方面，铁身诀提供的防御也是足够。苏雨的目光扫过了密密麻麻的2级武库的武学清单，最终目光落在了一本叫做《元磁天雷部》的武学的身上。现在苏雨不管是攻击武学还是防御武学都不缺，缺少的反而是身法武学。而眼前的这本《元磁天雷部》正好适合现在的苏雨。看着《元磁天雷部》的介绍，苏雨的嘴角泛起了一抹弧度。所谓的元磁天雷部只是一个断骨武学，但是和苏雨现在的情况来说极其的契合。修炼元磁天雷部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通过不断的吸收雷电的力量，将雷电的力量藏匿在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之中，在战斗的时候激活那些藏匿在细胞之中的雷电之力，从而使得自己突然爆发，在雷电的加持之下，身影如闪电一般极其的迅速。要知道苏雨可是有着磁场掌控能力的，而通过磁场掌控能够源源不断的创造出电流，从而注入到自己全身的细胞之中。更重要的是，苏雨的细胞强度在金身之体的加持之下，远远的超过了其他的武者，爆发出来的速度甚至能够超过元磁天雷部的极限。这门武学简直就是为了苏雨量身打造而成的。苏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兑换。自己现在的功勋因为血神冰以及气血分身的缘故，已经达到了一种极其惊人的地步了。再加上身为不朽机会的核心，星河大学的大量补助，不说能够兑换2级武库之中所有的武学，一大半也是绰绰有余了。很快，工作人员便是将元磁天雷部的踏本给苏雨带来了。苏雨在房间之中观摩着元磁天雷部的修炼方式，在彻底的搞懂了之后，才是开始修炼。10天的时间过去，苏雨也算是彻底的将元磁天雷部消化掌控了。因为金身之体以及磁场掌控的能力，使得苏雨对于自身的掌控极其的细致，上到全身的肌肉，下到精确到每一个细胞，苏雨都了如指掌，细致入微，甚至于还能够通过电流的力量控制单个的细胞。在这样细致入微的掌控之下，再加上苏雨的肉身更是超越了整个9州武者的肉身强度，使得苏雨在修炼这样的武学的时候，和之前刚刚修行武道的自己简直就是云泥之别，速度快得离谱。短短10天的时间就彻底的学会了。苏雨悄悄地走出了宿舍之中，来到了之前星河战团的测试场地。因为上一次童天阳给了自己权限，所以这一次苏雨轻而易举的便是进入了星河战团的测试场地之中。不过这一次苏雨并没有惊动任何的人，连童天阳都没有告诉，也不知道现在的我到底达到什么样的地步了。望着场地中央的测试仪器，苏雨的眼睛之中有着光亮闪烁着。伴随着武帝死亡反馈回归，苏雨的气血已经提升到一种极其恐怖的地步了。苏雨粗略的估计堪比炼神5层的武者，但具体达到了什么层次，还是需要测试一番的。紧接着苏雨一一测试了一番，当看着自己的数据之后，饶是苏雨都忍不住露出了震惊的神色。在元磁天雷部的加持之下，自己的速度甚至已经堪比炼神7层的武者了。甚至于万剑归一之下，苏雨的攻击强度也都是来到了炼神7层的范畴之中，可谓是战力极其的强大。虽然是在气血战甲的加持之下，但是现在苏雨的金身之体给苏雨的肉身强化到了一种极其恐怖的程度，即便是气血战甲的负荷放在苏雨的身上都无法造成太大的伤害了，可持续的时间大大的增加。虽然不至于永远穿戴上，但至少不会让苏雨在战斗的时候时间不够了。看着自己的数据，苏雨沉吟了片刻，最终还是选择将自己测试的数据彻底的删除了。之后苏雨又是一个人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宿舍之中，谁也没有惊动。盘坐于床榻之上，苏雨的目光悄然之间落在了龟姬世界之中。此刻伴随着10多天的时间过去，龟姬世界又是过去了10多年的时间。10多年的时间之中，龟姬文明的大探索运动因为其合法性不断的进行着，甚至于探索的岩层深长度也是达到了1万公里之外。无数的探索者联合起来，直接在距离地心世界1万公里的位置上建造了一个探索者基地。而伴随着探索者基地的建成，龟姬文明之中更是有着源源不断的探索者携带着空间来到了这里。看到这里，苏雨微微的惊讶了一番。探索已经成为了龟姬世界的主要趋势了，这是文明的本能，是无法抵挡的大事。随后将目光落在了龟姬文明当中，苏雨粗略的看了一眼，却是没有看到陈的身影。最后在一番的寻找之下，在政府地下的一处地牢之中，苏雨找到了陈的身影。此刻的陈整个人看上去极其的萎靡，一双机械眼此刻也是散发着暗淡的红光，仿佛行将就木一般。陈整个人蜷缩在地牢内，整个人的眼神没有任何的光彩，他悠悠地透过了地牢那狭小的窗户，看向了窗外的景色，脸上泛起了一丝丝的苦涩。我这一生当真如此可笑吗？陈微微的呢喃着，似乎在询问着自己的内心，但是幽暗的地牢之中却没有人回应着陈。陈陷入了恍惚之中。10多年前，他个人反对探索运动的合法性，
使得自己陷入了政府掌控者的孤立之中。即便这个政府是他率领着一众的反抗军推翻了元老院的统治创造出来的，但是当他触犯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时候，一切的资历、身份在他的身上都不再有任何的用处。就连此刻的他被困在了地牢之中，也是政府之中其他的掌控者做的。他已经好几年没有好好补充过一次能量了，若不是因为他有着2阶的实力，说不定现在的他已经死了。可即便是如此，在坚持了这么多年之后，陈依旧有些扛不住了。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那小小的窗户之中，他的眼神从恍惚逐渐变得不解，又是从不解变得暴躁起来，最后回归了平静。呵呵，可笑啊，可笑啊！陈惨笑一声，身子微微的颤抖着，有着细小的电流在他的身上不断的跳跃流淌着。下一刻，一缕缕的黑烟从陈的身子上飘了起来，一双本就暗淡的机械眼在这一刻彻底的没有了光辉。陈死了，死在了这个昏暗的地牢之中，无人知晓。苏雨默默地望着这一切，最后缓缓地将视线落在了探索者基地的位置。陈这一生真的可笑吗？正如风最后的生命之后，他触犯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被以陈为首的反抗军推翻，被处以自己发明的短路极刑。而现在陈同样是触犯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被遗忘在了地牢之中。苏雨悠悠地叹了口气，陈的死亡终究还是被知晓了，但真相仅仅只是局限于政府的几个掌控者当中知晓。对外宣称的是陈中了病毒，命丧黄泉。伴随着陈的死亡，只是现在的硅基政府的名望在整个硅基文明之中已经跌落到了极致，一如当年的元老院一般。只是这一刻，硅基文明之中的生物对于风的看法也是发生了变化。在他们看来，风的存在固然是一个暴君的模样，但是风带回来发现以及定论足以名垂整个硅基文明的历史。是他发现了密度递减和万有引力的理论，是他唤醒了硅基文明对探索的渴望，是他创造了整个硅基文明。而在探索者基地之中，探索者基地的首领名为张晨风，他的名字代表着整个硅基文明之中2任首领风和尘，而他的姓氏代表着他将要带领着整个硅基文明开启新的篇章，这是他为自己取的名字。在张晨风的率领之下，探索运动如火如荼，甚至于在短短的时间之中，已经朝着外面探索了17000公里的位置了。这里的密度已经是硅基文明之外岩层密度的1/20了。这样的发现更是让探索者们神情亢奋无比，仿佛已经看到了密度为0的天堂了。所以通过上帝视角观察了一番此刻探索者们距离地表的位置，发现此刻探索者们的位置距离地表仅仅只剩下最后的13000公里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伴随着他们越是靠近地表的位置，四周的岩层的密度也就更小了，挖掘起来也更加的容易。按照现在探索者的速度，恐怕要不到10年的时间就会突破地表，进入密度为0的天堂，那也才是真正的世界啊！苏雨的心中微微有些期待了起来。随后，苏雨又是将视野落在了机械鲸鱼的身上，伴随着数十年的流逝，此刻的机械鲸鱼已然彻底的称霸了整个海洋，成为了这一片海洋之中唯一的霸主，其实力也是达到了恐怖的4阶的程度。再加上机械鲸鱼庞大的身躯带来的优势，一般的4阶还未必是机械鲸鱼的对手。通过机械鲸鱼的视角，苏雨也是发现整个星球竟然是一个被海水笼罩了90%的星球，陆地极其的稀少。沉吟了片刻之后，苏雨也不再管硅基世界之中发生的一切，而是将目光落在了武侠世界之中。因为经过了10多天的时间，此刻的武姬也不再如同当年的孩童模样，年方28，亭亭玉立。而且苏雨还注意到，武姬的身躯虽然看上去瘦弱不已，但是只要武姬稍微用力，整个身躯便是会充斥着肌肉的线条。武姬的眉宇之间散发着淡淡的阴气，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武姬对星剑不是太契合的原因，使得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武姬的星剑依旧还是停留在星剑3层的层次，只是依旧没有领悟属于自己的星剑。这个小妮子看来不适合星剑啊。苏雨摩挲着自己的下巴，微微有些可惜。毕竟苏雨现在也知道了，意境的存在就是类似于一种新生的规则，而掌握的意境越多越强大，自己的实力自然也能够变得更加的强大。而武姬在星剑上面没有什么天赋，这无疑是让苏雨有些遗憾的。不过武姬虽然在星剑上面并没有太多的天赋，但是对于铁身诀却是有着极其强大的悟性。在修炼铁身诀上面，武姬的实力可谓是一路飞升，甚至于因为融合世界是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融合而来的，所以诡异世界的科技也是被运用到了武侠世界之中。一些在武侠世界之中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的矿山之类的东西，也是被逐渐开采了出来。在大量金属的加持之下，武姬一路修行，已然将铁身诀修炼到铜身，已然堪比炼脏境的强者，也就是宗师强者。伴随着武姬的长大，同时修行也需要大量的资源，武姬也是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孤儿院，在大夏黄豆旁边的一个小帮派控制的矿山之中挖矿。此刻的武姬整个人的脸上被漆黑的煤炭颜色覆盖，遮掩了武姬的容貌。武姬的手中握着一个破旧的铁锹，站在漆黑的矿洞之中，不停地挖掘着四周的矿石。在将今日最低要求的分量挖掘了出来之后，武姬便是一边挖掘着矿石，一边运转体内的铁身诀，吸收金属矿石的力量，偷偷的修炼。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数年的时间。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地方，武姬才能够将自己的铁身诀修炼到铜身，堪比2阶的层次。而且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之中，武姬也是发现自己对星剑并不感冒，反而更加喜欢自己的拳脚。虽然只是一个女孩子，但是武姬却倾向于拳拳到肉的感觉，那种刺激热血的感觉让武姬兴奋无比。只是融合世界的形势极其的动荡不安，
整个世界之中，大大小小的势力都在疯狂地争夺着地盘，大夏皇朝更是彻底地失去了对整个世界的掌控力。而在大夏的疆域之中，更是冒出了一个个不同的叛军，疯狂地吞并着大夏的疆域。这样动荡不安的局势，仿佛就像是湖面的涟漪一般，从一个点开始，不断地朝着四面八方波及而去。甚至于在大夏皇都能够微弱地感受到这一股动荡不安的时局。太阳缓缓垂落，橘红色的光辉照亮了整个矿山。武基等一众的矿工也是来到了下班的时间，只是这一次，一直不曾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矿洞负责人却是罕见地出现了。武基站在人群的角落之中，偷偷地观察着，随后便是听到矿洞负责人的声音响起：“来，你们都将今天挖到的金属都给我上交。从现在开始，这个矿洞我们黑虎帮抛弃了，愿意跟我们黑虎帮的就跟着，不愿意的就留在这里。这一处矿洞也算是我们黑虎帮废弃的，你们随意处置。只是再过些日子，城外也将彻底不安全了。”听着这一番话，武基的眼睛顿时一亮。黑虎帮不要矿洞了，这不是便宜了自己了吗？武基的内心一下子就变得火热了起来。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武基可是很清楚的，这里经常能够挖掘到一些稀有的金属，而这些稀有金属在吸收之后，对自己的铁身诀的提升更是极其的迅速。很快，黑虎帮便是带着一群愿意跟在黑虎帮身边的矿工离去，这一座矿洞也是彻底的被黑虎帮放弃了。武基见状，立马朝着矿洞之中走去。这么久以来，武基还从来没有和别人交过手，也不知道自己的实力到底达到了什么层次。但是武基估计自己应该打得过黑虎帮的矿山负责人。之前因为害怕实力暴露，遭到黑虎帮的忌惮和算计，现在黑虎帮没有了，自己可以尽情的吞噬矿山之中的稀有金属了。很快，武基来到了自己之前挖掘矿石的位置，依靠着铁身诀，武基也能够察觉到哪里的矿石最多。只是武基还没有开始挖掘，身后便是传来了一道声音：“喂，这里是我们兄弟的位置了，识相的就赶紧滚开，不识相的话，哼哼，小心爷爷我们的拳头不是吃素的。”听着这个声音，武基面无表情的转过身来，赫然看到三个身材魁梧的壮汉，一脸桀骜的看着武基。滚！武基暴喝一声，一拳狠狠地砸在了矿山的岩壁之上，强大的力量直接将岩壁直接砸出了一个拳印，甚至于整个矿山的岩壁都微微的颤抖了起来。这三人的瞳孔猛然一缩，脸色瞬间就变得苍白了起来，最后在武基那冰冷的眼神之中，屁滚尿流的离开了矿山。看着几个壮汉屁滚尿流的逃走，武基的眼神之中露出了一抹嘲讽之色。在这样一个时代之中，从来不乏有着仗着自己实力欺凌其他人的存在，但是偏偏动乱时代之中，弱肉强食就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武基盘坐在了自己之前挖矿的位置，现在没有了黑虎帮的威胁，武基自然也能够放肆的吸收四周的矿石了。说起来，武基还要感谢那三个壮汉，因为那三个壮汉的缘故，此刻的矿山之中只剩下了武基一人。铁身诀运转，一圈圈宛若涟漪一般的波动瞬间扩散了出来，四周的金属在这一圈圈涟漪的作用之下，竟然直接被融化成了金属液体，最后涌入了武基的体内。金属液体在接触到武基的肌肤的一瞬间，武基便是感觉一股火辣辣的感觉充斥在自己的全身，紧随而来的便是一股钻心的疼痛感。武基的面色变得狰狞起来，但是很快武基便是恢复了平静，他竟然硬生生的抗住了断体的疼痛。看着这一幕，饶是苏雨都不由得感慨武基的意志力了。很快，在铁身诀没有限制的吸收之下，越来越多的金属在铁身诀的炼化之下涌入了武基的体内，甚至于在武基的肌肤之上，已然能够看到一点点银色的光辉在闪烁着。银身，武基本就在童身境界卡了许久，如今得到大量金属矿石后，自然水到渠成的突破到了银身境。而苏雨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情也是有些惊讶。武基的武道天赋相比于剑法，似乎跟在炼体武学上。出走的铁身诀是有源自于的精深层次的感悟，只要正常修炼，不存在瓶颈，甚至可以极大加速修炼进程。理论上，只需要有足够的金属，就能够很快的抵达精深之境。但是想要修炼到这个地步，每天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甚至于承受的痛苦，都是普通铁身诀修行者的数倍。这个武基的毅力还真的恐怖啊！伴随着淡淡的银色光辉在武基的肌肤之上闪烁着，大量身体中的杂质被排出体外。武基睁开眼，身体轻轻一震，就将身上的污垢完全清除。原本用来掩盖容貌的涂的煤灰，也在这一刻被清理干净，露出了白皙的脸庞。白嫩的肌肤宛若白玉一般，令人移不开眼睛。差不多了，这里的金属已经快要被我吸收完了，也是时候该寻找其他的矿山了。武基呢喃着站起身来，便是准备朝着矿山之外走去。而与此同时，在矿山之外，一群身穿着劣质甲胄的反叛军也是来到了矿山的附近。为首一人一只眼睛上更是被狰狞的刀疤覆盖，他站在众人的最前方，手中拎着一柄残缺的战刀，身上更是散发着一股汹涌的煞气，赫然是宗师境的武者，也就是二阶实力。黑虎帮的人竟然这么快就跑回去了，看来是提前察觉到不对劲了。我呸！一群孬种！独眼对着地面就吐了一口唾沫。不过黑虎帮的这一块矿山可是很值钱啊，老子好早之前就盯上了，没想到他们跑了，正好将这一处矿山留给我们。兄弟们，把矿山给我控制住，以后咱们吃香喝辣，样样都行。独眼振臂一挥，身后的流寇叛军纷纷露出了炽热的目光，看向矿山的眼神就像是看到了稀世珍宝一样。而就在这个时候，三个壮汉匆匆忙忙地跑了出来，在看到这群反叛军的时候，也是脸色变得苍白了。哟，竟然还有矿工秒走！独眼的眉头微微一挑，咧开了嘴巴。拿下来，正好没有人帮我们开采矿石。话音落下，从独眼身后走出了几个魁梧的士兵，拿着长枪就朝着这三个壮汉走去。好汉饶命啊，好汉！
谁料3个壮汉甚至连反抗都不反抗一下，就直接跪倒在地上，对着眼前的反抗军就磕起了头来。军爷，我们不是黑虎帮的人啊，我们只是普通的矿工，上有老下有小的，还请军爷饶命。3个壮汉此刻更是宛若受惊的小白兔一样，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哼，老子看不出来你们是矿工吗？要你们说。独眼冷哼一声，大步走上前来，望着3个壮汉突然笑了起来。他将3人扶了起来，笑呵呵地说道：放心，我们可不会让你们白白去死，我们是清君侧的义军，对待百姓我们可是好得很啊。如今的大夏皇朝因为高端强者的空缺，外加伪神战争导致的民不聊生，导致皇权已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大夏疆域的各个地方都纷纷涌现出了不同的反抗军，而想要组建出一个反抗军，自然是需要一个名头的，而眼前的这一支反抗军的由头便是清君侧。3个壮汉在恍恍惚惚地站起身来，看向独眼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恐惧。现在矿山还有多少人？独眼漫不经心地问道。3人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人咬了咬牙齿，对着独眼便是开口说道：启禀将军，现在矿山就我们3兄弟了，但是在矿山之中还有一个恶霸占据了整个矿山，我们3兄弟也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就跑了出来。这3人赫然便是被武姬吓跑的3人了，刚刚出来就撞见了眼前这一伙反抗军。恶霸？独眼不由得一愣，随后面色就变得狰狞了起来。这一座矿山分明就是老子的地盘，竟然还有人敢抢占老子的地盘，老子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竟然敢对老子的地盘下手。独眼的身上涌现出了一股煞气，身为宗师强者，即便是在10多20年之前都算得上是一流的强者，更不用说现在的这个时代。3个壮汉听着独眼的话，脸色微微一喜。将军，我这就带你去。其中一个壮汉舔着笑容，宛若一只哈巴狗一样，说着就要将独眼带进去。只是还没有等他们动身，便是看到一个瘦削的身影缓缓从矿山之中走了出来。将军，就是他！看着那一道瘦削的身影，壮汉连忙开口说道，同时心中更是狰狞地嘶吼着：让你抢了我们兄弟3人的矿山，现在有你好果子吃了。独眼轻轻地眯起了仅剩的一只眼睛，看向了矿山，只是在看到走出来的人之后，那一只眼睛顿时就直了。只见的一个身穿着破旧矿工服的女子缓缓地走了出来，虽然衣衫破碎，但是却丝毫无法遮掩那令人着迷的容颜，白嫩如玉一般的肌肤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更是抓取了不少人的眼球。好一个漂亮的小娘子！独眼的眼神之中突然涌现出了一股贪婪之色。他成立反抗军这么久以来，也见过不少的良家女子，但是还从来没有见过眼前这般绝美的女子。独眼舔了舔自己的嘴唇，小腹之中隐隐约约有着一股泻火不断上扬。独眼深呼吸一口气，将那一股想要将眼前这个女子压在身下的欲望压制下去，大笑一声走上前去，眼神戏谑无比。小娘子一个人在矿山里面，难不成是寂寞了不成？听着独眼的话，刚刚走出矿山的武姬眉头微微一皱，看着独眼身后的一群反抗军，随后又是将目光落在了独眼的身上。流寇吗？武姬从小到大这么多年也见过不少的军队了，和武姬见过的军队之中，眼前的这群人无疑和流寇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这群流寇之中有着机兵火炮罢了。而眼前的这个独眼给武姬的感觉也就稍微比黑虎帮那负责人强大一些。之前的武姬都不把负责人看在眼里，更不用说突破之后的武姬了。武姬一双淡然的眸子落在了独眼的身上，一言不发。而独眼看着武姬的模样，心中不由得升起了一抹无名怒火，越发加重了他想要将眼前的这个女人压倒在自己身下的冲动。小娘子，一个人在矿山工作，想来身边人也不在了吧？要不要跟着我？我以后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独眼舔了舔自己的嘴唇，搓着手兴奋地说道。找死！武姬的双眸猛然一寒，肌肤之上有着淡淡的银色光辉瞬间闪烁而出。下一刻，在独眼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武姬已然冲了出来，一拳狠狠地砸在了独眼的小腹上，强大的力量疯狂地宣泄而出。独眼整个人的脸色猛然一变，怎么可能？这种速度，这是剑神步！独眼整个身子都被洞穿，身子微微一颤，整个人竟然直接就倒在了地上，生机瞬间流散。独眼身后的反抗军以及3个壮汉看着这一幕，瞬间变得安静了起来。老大死了！突然，反抗军之中传来了一道难以置信的喃声，随后整个反抗军都彻底的呆滞住了。大家快逃啊！老大死了，我们一定也不是对手，快逃！本就没有什么规矩可言的反抗军，在独眼死在了武姬手中之后，瞬间变得乱哄哄。武姬望着这一幕，美眸轻轻一锁，一步跨出，低喝一声：给我安静！或许是武姬击杀独眼的事情太过于震惊，这些乱哄哄的反抗军在听到武姬的声音之后，竟然直接安静了下来，纷纷将目光落在了武姬的身上。只是这些目光之中夹杂着一道道恐惧的情绪。而那3个壮汉此刻更是面色苍白，他们没有想到，身为反抗军首领的独眼，竟然还不是眼前这个女人的一拳之敌。他们看着武姬朝着他们走来，顿时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色。然而，武姬甚至都没有看他们一眼，只是将目光落在了反抗军之中，眼神之中有着思索之色浮现。片刻之后，武姬指着一个反抗军的小头目淡淡的说道：你给我说说现在整个大夏的情况。这个小头目明显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但是看着武姬那冰冷的面容之后，咽了咽口水，旋即便是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全部说了出来。听完之后，武姬整个人的脸上不由得愣住了。眼前的这一伙反抗军在自己的眼中宛若流寇一般，但是实际上却是足以在众多的反抗军之中算得上是不错的了。全因为自己杀死的独眼竟然是一尊宗师境的强者，
而大夏疆域之中众多的反抗军以及叛军之中，宗师强者更是少得可怜，唯有几支强大的叛军才拥有着剑神不坏的强者。那岂不是说，现在的我已经相当于剑神不坏的强者了，已经走到了这个世界一流的层次？武姬呢喃着，目光再度落在了整个反抗军的身上。武姬突然涌现出了一股强大的野心。小时候，父母还没死亡时，武姬蹒跚学步时，就从父母口中听来武家是源自那一位武帝的后人。听着父母口中武帝的睥睨，武帝的强大，武姬心中就有了一个想法。而当伪神战争打响时，父母身为宗师武者，自然也参战在其中。而武姬也因为那一场战争失去了父母，但武帝那最后斩断世界的一剑，深深印在了武姬心中。从那时起，武姬的心中一直都有着一个梦想，一个称帝的梦想。孩童时分，孤儿院的老师曾说过，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女子称帝的事情出现过，无疑是刺激到了武姬幼小的内心。身为武帝的后人，武姬自然是继承了武帝那一股不服输的心劲儿。从那一刻起，武姬便是在心中彻底坚定了自己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女帝的想法。而现在，伴随着这一伙反抗军出现在武姬的心中，犹如一个火把，彻底的点燃了武姬的野心。武姬望着眼前的反抗军，突然笑了。随后，在武姬那强大的武力之下，彻底的镇压了这一伙反抗军。其实也没有耗费太大的力气。对于这些反抗军来说，谁的实力强，谁能够给他们吃的，他们就跟着谁。现在武姬杀死了独眼，他们自然也就跟着武姬了。苏雨看着这一幕，嘴角也是泛起了一抹笑意。想要效仿武帝，统一整个武侠世界，进行称帝吗？有些期待啊。昔日的武帝追求的是武道的极致，而眼下的武姬追求的可不仅仅是武道，他所追求的更是帝王之位。苏雨的目光停留在融合世界的画面之中，伴随着武姬镇压了这一伙反抗军，成为了反抗军的头领，以绝对的武力开始镇压四周反抗军，收拢在自己的麾下。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眨眼之间便是7年的时间过去了。终于，在时间的摧残之下，大夏皇朝始终是无法继续保持自己的地位，在7年之后彻底的土崩瓦解。至此，大夏成为了融合世界的历史。而在这7年的时间之中，武姬依靠着那强大武力，收服了不少的反抗军，收服了不少城池。7年之间，更是成为了整个融合世界之中最强大的几支势力之一。能够和武姬抗衡的，整个融合世界也仅仅只剩下了最后2个势力。在大夏覆灭之后，于当初大周皇朝的旧址之上，武姬昭告全天下，以武帝后人的名义，于大周旧址建立全新的大周。大周金銮殿内，昔日的大周遗址，其实在武帝沉睡的时候便是覆灭了一次。可是伴随着武帝从沉睡之中苏醒，大周的遗址再度建造出了一个皇宫。不过，并没有真正的用于建立皇权，而是一种象征。伴随着武姬所率领的反抗军，成为了整个融合世界之中最顶尖的势力之一。如今的大周皇宫已然有了全新的用途。大周皇宫金銮殿内，武姬身穿淡黄色的衣衫，静静地坐在龙椅之上，而在武姬的下方，则是一众文武百官。武姬此刻的脸色微微有些难看，尤其是在看到一个老者的时候，眼神更是阴沉至极。老师为何反对朕称帝？老者的脸上似乎还留存着一丝丝的温柔，只是在看向武姬的眼神之中充满了陌生感。老者赫然便是当初武姬生活的孤儿院的老师莫长空。在武姬发迹之后，大夏崩溃，武姬念及旧情，将孤儿院的人都带到了大周当中。昔日的老师，如今也成为了武姬麾下的百官之中。莫长空看着眼前的武姬，举手抬足之间都充斥着一股霸气，和昔日孩童稚嫩的模样格格不入。他心中微微叹了口气。在没有被接到大周来之前，莫长空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昔日站在武帝雕像之下的小女孩的一句话，如今竟然已经快要实现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如今世界3大势力的首领。只不过莫长空知道，在天下人的心中，依旧不看好武姬能够坐在最后的那个位置上。在全天下的人看来，武姬终究还是一介女子罢了，甚至于就连莫长空心中也是如此想的。启禀殿下，当今世界还从来没有过女子称帝的事情，若是殿下一意孤行，怕是要和天下人作对啊。莫长空的声音之中带着一丝丝的悲切，甚至于都没有称呼武姬为陛下，而是称呼为殿下。很显然，在莫长空的心中，即便是武姬是自己的学生，但也万万不可称帝。听着这一句话，武姬的眼神变得越发的寒冷了。他注视着下方，一言不发。而四周的文官也是看到武姬没有开口，纷纷眼珠子转动了起来。是啊，殿下，当今世界上下数千年之间，尚未有女子称帝的事情发生。我等若是要在这个世界之中建立皇权，还请殿下万万不可称帝。此事只会让天下人所唾弃。一道道嘈杂的声音在金銮殿之中响起，仿佛是一柄柄刀子插入了武姬的耳廓当中。武姬的目光落在了距离自己最近的一个谋士的身上，声音淡然，听不出任何的情绪。方师如何看待？这个叫做方师的人，乃是跟随在武姬身边的一个谋士，据说得到了上古先贤的传承，对人心一套颇有心得。方师微微一笑，手中的羽扇轻轻的挥动。殿下，既然女子不可称帝，但垂帘听政未尝不可呀。在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方师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武姬的身上，似乎想要看到武姬的反应。但是让方师有些失望的是，武姬在听后依旧是面无表情，看不穿喜怒。无奈之下，方师也只能继续说下去。殿下乃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大周也是因为殿下的存在，才得以和其他的两方势力相互牵制。不过女子称帝终究有违祖训，难免会让另外两方势力从这个借口上面对我们下手，从而联合在一起。所以
不得不防。方师扇动着手中的羽扇，走到了舞姬的下方，对着舞姬恭敬一拜。诚然，大周能有今日，全因殿下的原因。若是换做其他的人称帝，难免会让大周众人心中不服。所以垂帘听政反而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方师的脸上洋溢着一抹自信的神色，看着舞姬依旧没有说话，以为舞姬听进去了自己的建议，索性将自己的计划讲开了。臣不才，但也有一个小计谋，不如殿下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当然，殿下乃是天之娇女，天底下如何有人能够配得上殿下？所以在下的建议是将帝位传给自己的血脉宗亲，同为武帝后人的孩童，也就是殿下的子侄一辈。殿下大可以垂帘听政，弄出一手凤在前，龙在后隐喻啊。帝位不过是一个傀儡，真正的主心骨依旧是太后您啊。在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方师更是直接将武姬称呼为太后了。他对自己的计划极其的自信，在他看来，武姬不外乎就是想要掌控绝对的权力。那么这样的话，垂帘听政是最好的办法了。虽然终究还是要落入一些口舌之中，但比起女子称帝，让另外两方势力利用要好太多了。而方师也很自信，自己的计划绝对会被武姬采用，正如之前好几次自己的计划被采用的那般。臣以为方师之法可行，臣附议，臣也附议。伴随着方师的话说完，身后更是有着好几个文官纷纷站了出来，对着武姬一拜。听着身后众多文官支持自己的计划，方师嘴角的笑容变得更加浓郁了，甚至于扇动羽扇的频率在这个时候也加快了几分。方师之法惊为天人，以此来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此乃最优解。有文官笑着附和道。然而听着下方一种文官的话，武姬的脸上却是突然露出了一抹笑容。哈哈，诸位还真的是为我考虑啊。听着武姬的话，方师的脸色微微一变，从武姬的口气之中，似乎武姬并没有采取自己的计划。他刚刚想要开口，但是却被武姬的话无情地打断了。天下人真的是天下人吗？你们口中的天下人到底是那些饿死在荒野之上的百姓，还是那些自以为读了圣贤书却终日无所作为的世家子弟？武姬冰冷的声音回荡在了整个金銮殿内，一些武官在这一刻都感觉金銮殿的温度明显降低了，肌肤之上冒起了一颗颗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武姬冰冷的目光扫过了众人，每一个被武姬目光扫中的臣子纷纷退避着武姬的目光。这一幕让武姬心中更加想笑了。天下人真的在乎坐在位置上的人是男是女吗？对于天下的百姓来说，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男子还是女子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能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武姬冰冷的声音回荡在了金銮殿内。天下乃是苍生黎民之天下，可不是那些世家之人，更不是你们这些所谓文人的天下。3年之前，我重建大周，励精图治，3年时间，大周终于安定。整个大周的疆域之中，哪一个百姓不称赞我的功劳？我能真真切切的给他们带来美好的生活，他们为何会反对我？我又何谈失去民心？方士的眉头紧锁，沉声道：殿下，治国方针是文人之才，又岂是那些大字不是一个的普通民众能够知道的？我之所言，乃是为了整个大周。殿下以大周后人的名义恢复了大周的名号，但是自武帝开创大周以来，从来没有女子称帝的事情发生。殿下此举乃是有违祖训，有违武帝陛下的理念，这对于大周来说极其不利，还请殿下三思。三思？武姬冷笑一声：你要我如何三思？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个天下不是你们这些世家子弟的天下。你们看不惯我称帝，无非便是女子称帝和你们所学的理念不合。与其说我违背祖训，那么我请问，武帝在世之时，可曾明确的说过女子不得称帝？与其说我失去民心，不如说的是失去你们这群世家子弟的民心吧。武姬的话犹如锋利的剑刃一般，刺入了方师等一众文官的心中，他们的面色逐渐变得苍白了起来。诚然，武姬说的话是将他们身上的遮羞布彻底的掀开了，将文人最为丑恶的一面暴露在了这堂堂金銮殿上。武姬没有在乎这些文人的想法，缓缓从龙椅之上站起身来。时代已经变了，这个时代个人的伟力超越了一切。我乃是当今天下最强者之一，如何不能称帝？称帝是我的野心，但同时也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胆敢忤逆我的人，今日就不要走出金銮殿了吧。森寒的声音回荡金銮殿内，大殿之中似乎都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甚至于一些武官更是将手放在了武器之上，虎目肃杀地望着那些文官。对于称帝而言，武官可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在他们的脑回路内，谁最强谁就能称帝。至于文人那一套什么知乎者也，他们不屑一顾，他们乃是最忠于武姬之人。这些文官似乎也察觉到了大殿之中气氛的变化，本就苍白的脸色变得更加的苍白了。武姬面无表情注视着下方，没有开口，但是大殿之中的气氛却是因为武姬一言不发越发的低沉了起来。称帝是武姬心中最想要做到的事情，同时武姬也想要举整个皇朝之力，使得自己能够如同当年的武帝一般，在武道之上走到更高的位置上来，统一整个天下，势在必行，而称帝也是必须的。突然，武姬缓缓一步跨出，一股冲天起的气势从武姬的身躯之中迸发出来。何须所谓的垂帘听政？何须所谓的凤在前龙在后隐喻？武姬看着一种不出声的文臣，只觉得好笑。凤，我可不是凤，朕便是真命天子，朕便是这江山社稷，朕便是真龙。女子称帝自古未有，那是朕尚未出现。今日我坐在这金銮之中，龙椅之上，朕便要开创史河，做那万古以来的第一个女帝。恢宏的声音回荡在金銮殿之中，夹杂着一股令人折服的霸气。
饶是苏雨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为武姬的气魄惊讶了。这个小家伙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昔日一方面是因为武帝后人的缘故，另一方是因为武姬的天赋确实不错。苏雨将第4个出走栏位用在了武姬的身上，但是让苏雨没有想到的是，这小家伙却是真的做到这一步了。那就让我看看你是如何一统这江山的。苏雨的眼神期待无比。武姬称帝的事情终究无法更改。那一日，武姬的雄心壮志想撤金銮大殿，没有人知道那些迂腐的文人是怎么答应下来的。只是能够看到那一日朝会之后走出的文人纷纷在大殿之外捶胸顿足，大叫着有辱斯文。数日之后，大周皇都中央，武帝雕像面前，文武百官站在雕像的左右，街道之上更是站着密密麻麻的百姓，他们纷纷伸着自己的脑袋朝着雕像的方向看去。武帝雕像不仅仅存在于大夏的旧都之中，大周的旧址依旧有着武帝的雕像存在。众人的目光汇聚在广场之上，眼神期待无比，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吉时已到，登基大典现在开始。一个拿着拂尘的宦官扯着宛若鸭子一般的嗓音大叫着：“来了来了！”四周街道的百姓听到这个声音，纷纷露出了激动的神色。而站在武帝雕像旁边的文武百官却是脸色不一。武官们都还好，一个个的脸上露出单纯的笑容，唯有一些文官面色阴沉，甚至还有人不断的嘀咕着，看起口型似乎在说有辱斯文之类的话语。不过众人的注意力都没有在这群人的身上，而是落在了广场深处的一道霸气的身影之上。一袭明黄色的龙袍，乌黑的长发竖起，头戴着冠冕，系着明黄色的冠绳，冠冕顶的终端镶嵌着宝石，细细的珠链流苏垂落在两边，举手抬足之间更是有着一股霸气外露的感觉弥漫在天地之间。武姬缓缓迈出了自己的步伐，就在武姬步伐迈出的一瞬间，那些在四面八方街道之上看戏的百姓纷纷跪倒在地，对着武姬所在的方向便是高呼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听着百姓的声音，饶是武姬想要维持自己严峻的神色，也是在这个时候露出了一抹笑容。武姬一步一步朝着武帝雕像的方向走去，这一走便是半炷香的时间。终于，武姬走到了武帝雕像面前，望着那充斥着威严的武帝雕像，武姬心中感慨万分。昔日，她只是一个小女孩，站在武帝雕像面前说出自己的决心。今日，她是大周新主，是有史以来第一任女帝，站在武帝雕像面前登基称帝。朕为大周朝宗亲，今日朕重建大周，朕便是大周第一任帝王。武姬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在了整个广场之上。紧接着，武姬缓缓坐在了武帝雕像之下，那象征着皇位的龙椅之上，双手轻轻荡漾之间，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瞬间扩散开来。一众的文武百官见状，纷纷跪在地上，高呼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即便是那些心中多有不甘的文官，在这一刻也不得不跪在地上，心口不一的高呼着。百官之中，一个老人缓缓抬起头来，刚好看到武帝雕像之下的武姬。他看着武姬，顿时愣住了。他乃是武帝时期的老人了，在两个世界融合的时候，就已经在大夏当文官了。昔日他曾经有幸见过武帝一面，之后便是只能在战场之上看着武帝的雄姿。如今头拜到了武姬麾下之后，再度被任命为朝廷官员。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感觉坐在龙椅之上的武姬，在这一刻突然和自己印象之中的武帝重合了起来。陛下两个字从老人的口中脱口而出，而就在这两个字响起的一瞬间，武姬身后的武帝雕像突然爆射出了一道金色的光辉，光辉直冲九天，化作了一条金色的巨龙虚影，盘旋在整个大周皇都的上空。吼吼吼！巨龙嘶吼着，仿佛在宣告整个天下大周朝的成立。下一刻，巨龙的身影逐渐缩小，但是却变得凝实了起来。金龙撞入了武姬的体内，刹那之间，武姬的身上涌现出了一缕缕金色的光辉。武姬一愣，随后便是感受到自己的身躯突然就变得暖洋洋了起来。不过这个时候，武姬的反应还是很快的，她猛然站起身来，振臂一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朕乃真命天子。”武姬的声音回荡整个大周皇都。这一刻，不管是百姓还是文武百官，纷纷露出了震惊的神色，随后他们齐刷刷的再度跪拜在地上，对着武帝雕像之下的武姬一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苏雨看着这一幕，也是不由得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因为苏雨赫然从那武帝雕像之中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一股属于武帝的气息。昔日武帝和伪神一战，虽然陨落了，自身的修为也是被系统捕捉，反馈到了自己的身上，但还是有很少一部分留在了这一片天地之间。伴随着武帝雕像被建造出来，那些留存在天地之间的武帝气息也是汇聚在了武帝雕像之中。如今武姬称帝，身为武帝后人，身上更是流淌着武帝的血脉，自然是吸引了武帝的气息。而这一幕，武帝气息被吸引，更是证明了武姬有资格坐在这地位之上。伴随着武姬称帝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天下，一时间整个天下都彻底的哗然了。而另外两个势力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是效仿武姬的动作，纷纷称帝，取名为南二国。一时间，整个融合世界呈现出了一种三国鼎立的局面。只是这一种局面还没有维持太久的时间，魏南二朝突然发布声明：大周之国，女子称帝，有违祖训，天下共讨伐之。此消息一出，瞬间传入了大周国之中。大周皇朝金銮殿内，今日的金銮殿突然变得极其的嘈杂。该死的，我就知道魏南二朝会用这个借口联合，从而率先攻击我们大周皇朝。这可怎么办啊？魏南二朝的实力不弱，其皇主都是见神不坏的强者，
他们一旦联手，我们大周朝根本不是对手啊！一些文官的脸上露出了焦急的神色，甚至于就连一些武官此刻也是面色阴沉无比。很显然，渭南二朝联盟的消息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龙椅之上，武姬淡然地望着这一幕，眼神平静无比。如果是自己称帝之前，渭南二朝联手，自己还要忌惮一番。但是自从自己称帝之后，这种困扰已然迎刃而解。之前的时候，武姬的铁神诀仅仅只是达到了银身巅峰，只是堪比3阶巅峰的强者，依旧还是件神不坏层次的存在。但是称帝之后，武帝气息撞入武姬的体内，帮助武姬彻底的跨出了这一步，银身之体进阶为金身之体，跨入了4阶的行列。更是因为武帝气息之中还隐藏着武帝给后人留下来的功法武学，其中甚至还有武帝自己的感悟。凭借着武帝留下来的功法武学，武姬已然跨入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对付渭南二朝不过是手到擒来。看着下方乱哄哄的场面，武姬淡淡开口：“这里是金銮殿，如此吵闹，成何体统？”说着，武姬缓缓站起身来：“传我旨意，集合大军，我要御驾亲征。”听着武姬的话，金銮殿内文武百官纷纷露出了震惊的神色。他们没有想到武姬竟然会做出这样的打算。只是现在武姬的威望实在是太大了，武姬的想法他们也无法撼动，只能乖乖的按照武姬的吩咐集结大军，准备对抗渭南二朝的入侵。数日之后，战场之上，3军对垒。只是大战还没有开始，武姬踏着虚空一步跨出，天人合一的气息瞬间激荡在了天地 H 之间。武姬凭借着天人合一的恐怖战力，轻而易举的便是将渭南二朝的剑神不坏强者击溃。没有了将领的渭南二朝的大军瞬间土崩瓦解。武姬乘胜追击，率领着大周的100万大军，一举攻破了渭南二朝的皇都。至此，渭南二朝3月之内彻底宣告灭亡，大周一统天下。武姬更是以武帝后人的名义吞并了原本渭南二朝的疆域，成立全新的大周皇朝，自己则是大周的第1任女帝，自称神圣皇帝。该国号为天授，国号天授，啧，这个小妮子的野心有点大啊。看着武姬彻底统一了整个融合世界，苏雨也是有些欣慰，不由得打趣的说了一句：“世界掌控进度提升到了80%。”伴随着武姬彻底统一整个融合世界之后，苏雨赫然发现自己对于融合世界的掌控程度提升了10%，在系统页面之上，从原本的70%提升到了现在的80%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伴随着掌控进度的提升，苏雨赫然的发现自己即便是不通过系统，自己也能够感受到融合世界的存在，仿佛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的感觉。甚至于当苏雨的目光通过系统页面落在融合世界之后，更是能够准确的察觉到融合世界本源的存在。那等我彻底的掌控了融合世界，我岂不是能够随意的看到这个世界发生的任何的事情？苏雨眉头微微一挑，微微有些惊喜。那我的这个系统的本质，岂不是就是让我得到世界的掌控权？苏雨的心中有着一个猜想，系统让我身上的武学出走，其实就是在培养世界之中的强者，从而通过这些强者提升世界的上限，而通过提升世界的上限，使得世界本源对我产生一定的亲近感，从而使得我获取这个世界的掌控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苏雨憧憬了一下未来，伴随着解锁的世界越来越多，而自己也能掌控更多的世界，那岂不是说未来自己达到了某一种程度之后，甚至能够拥有万千世界的权限，纵横宇宙寰宇？甚至于在彻底的掌控了世界之后，岂不是说这个世界的规则也能够为自己所用？到了那个时候，万千世界的规则汇聚在自己的体内，那该有多么的恐怖？其实从本质上来说，自己对于世界的掌控权和那些虚空生物有些相似，毕竟掌控了世界，自然就能够掌控这些世界的规则了。只是和那些虚空生物不同的是，虚空生物是通过盗窃这个世界的规则壮大自己，但是却会毁灭这个世界。而自己虽然通过提升对世界的掌控权，但是却通过提升世界上限，帮助世界本身，其本质不会被世界本源抗拒，反而会更加的亲近自己。毕竟自己的行为也是在提升世界的潜力上限，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手段。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苏雨的目光重新落在了融合世界之中。这一次，伴随着自己的掌控度提升到了80%，苏雨竟然隐隐约约的察觉到，在大周皇朝的大地深处，似乎有着什么东西正在一点一点的汇聚着。这是什么？苏雨的眉头轻轻一挑，来了兴趣，控制着系统的画面转移到了大地深处。只是苏雨虽然能够察觉到有东西在大周皇朝的大地深处汇聚，但是肉眼却根本看不见。这种感觉反而让苏雨觉得有些熟悉，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一样。苏雨眯起了眼睛，回忆着。很快，苏雨眼睛微微一凝，信念之力，或者说众生愿力。之前的诡异世界的各种教会之中，有着无数的信徒，而从他们的身上，那些虚空生物甚至能够获取诸多的信念之力。而眼下大周皇朝大地深处的这些东西，倒是和那些信念之力有些相似，只是和信念之力不同的是，这些东西是众生意志的聚合体，他们并不心念什么，而是承认。换一种话来说，就是气运，皇朝气运，亦或者说皇朝龙脉。一个皇朝想要长久不衰地坚持下去，皇朝气运是极其重要的东西，它们代表着天下众生对皇朝的归属。一旦皇朝气运开始退，甚至是消散，就说明皇朝已经不得天下众生的承认和信赖了。看似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是却决定着一个皇朝的兴衰。天下归一，气运汇聚，啧，当初的武侠世界可并没有诞生气运的能力，
而现在在融合了诡异世界的部分规则后，诡异世界被吸收的规则居然让现在的武侠世界演化出了王朝气运吗？苏雨看着这一幕，不由得咂巴了自己的嘴巴。昔日的武帝建立大周，但因为武侠世界只是3级世界，并没有能够演化出王朝气运的能力，而且对于武帝来说，王朝不过是追逐武道的工具罢了。而到了武姬这里，武道和帝王之位同样重要，二者截然相反，但正是因为如此，才能让武姬一统天下，汇聚皇朝气运。苏雨看着不断汇聚的皇朝气运，好奇驱心使着苏雨想要了解皇朝气运的情况，通过自己对融合世界的掌控权，一点一点琢磨着皇朝气运的情况。很快，苏雨便是了解到了气运是如何诞生的。所谓的皇朝气运，其实说白了，也是世界本能的一种体现。在上一次的神灵之战之中，融合世界的本能，也就是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两个本能融合在一起之后，也是吸取了教训。有了诡异世界的前车之鉴，再加上伪神降临留下来的深远影响，使得融合世界的本能未雨绸缪了起来。世界本能能够意识到外敌的存在，所以迫切的想要培养出一个顶尖的强者，正如当年的武帝一般。若是当年没有武帝，在诡异世界和武侠世界融合之后，武侠世界甚至会如同诡异世界一般，被那些虚空生物一点一点的盗窃完所有的规则，直至世界毁灭。有了前车之鉴，现在新生的武侠世界本能的也想要培养出一个足以代替当年武帝一般的人物，培养一个守护者。虽然伪神战败，300多头虚空生物陨落，但是新生世界的坐标也是被那些残余的伪神记住了。只要是被伪神盗窃过的世界，都会留下一种唯有虚空生物才能够察觉到的波动，而通过这个波动，就能够在茫茫宇宙之中定位到这个世界的坐标，从而驱使着更多的虚空生物降临。武侠世界虽然没有被盗窃过，但是伴随着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融合，留在诡异世界的坐标自然也是将武侠世界一并囊括在了一起。融合世界需要一个堪比武帝的人物出现，而大周的百姓也需要一个给他们安居乐业的帝王。武姬的出现重建大周，无疑是满足了这2点。虽然说在武道之上，武姬不如自己的老祖宗武帝，但是身为武帝的后人，世界本能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又是大周的重建者，世界本能和天下众生的意念联合在一起，也就有了现在的皇朝气运。只是伴随着皇朝气运的诞生，苏雨却是敏锐地察觉到了一点，皇朝气运的诞生是一个变数，这是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从未曾诞生过的东西。一旦能够把握住这个变数，即便是武姬不如当年的武帝，也未必不能跨入全新的境界。只是皇朝气运有利有弊，一旦接受了皇朝气运，武姬就会彻底的和整个世界绑定在一起。当世界达到了极限之后，武姬也无法踏入更高的层次，日后的上限也会因为世界潜力的缘故得到影响，就看武姬怎么选择了呀。苏雨呢喃着，诚然，皇朝气运的诞生是好处，能够帮助武姬彻底的掌控皇朝，甚至于还有世界本能的帮助，比起其他的人更能够掌控世界规则。但是同样的，武姬是世界本能扶持上来的，当武姬提升到了世界本能无法插手的地步之后，武姬的上限也就达到了。这和武帝那种依靠着自己创造出的2大武道境界的人不同，武帝的上限是远远超过了世界的。武帝的提升能够带动世界上限的提升，但是武姬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到底是成为如同武帝那般的人物，还是遵循自己的内心，就看武姬自己的选择了。大周皇宫深处，寝宫内，武姬身穿龙袍，盘坐在床榻之上，一双美眸轻轻的闭合，伴随着武姬跨入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身为大周之主，他也能够明确地感受到大周皇朝之中皇朝气运的诞生，只是没有苏雨那么清晰罢了。片刻之后，武姬缓缓睁开了双眸。皇朝气运吗？只是这个皇朝气运怎么看都还不完善啊。武姬的双眸之中露出了一抹疑惑之色，难道要我主动融合在皇朝气运之中，才能够完成最后一步吗？武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皇朝气运的凝聚，甚至于皇朝气运的完善程度也能够完全地感受到。武姬心中隐隐约约有着一个念头，如果自己不融合在皇朝气运之中，这皇朝气运就永远无法完善，除非下一个帝王的诞生。只是武姬也能够感受到，伴随着自己融合了皇朝气运之后，自己也是彻底的和整个大周，亦或者整个天下绑定在一起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融合了之后，朕这一生可就彻底和大周为一体了，和这方天地为一体了。武姬呢喃着，一双眸子之中罕见的有着一抹犹豫，只是这一抹犹豫很快就散去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抹坚定之色。朕没有先祖那般的魄力，也没有先祖那般的武道天赋，朕只想要做一个人间帝王，人间女帝。既然如此，朕为何不接受天下苍生的信赖？武姬呢喃着，伴随着武姬一句接着一句的话脱口而出，武姬双眸之中的坚定之色就变得越发的浓郁了。这气运，朕接下了又如何？武姬突然之间感觉自己的眼前一片的开阔，她的嘴角泛起了一抹微笑。那就让朕来帮你最后完成最后一步吧。伴随着武姬下定了下决心之后，一道消息也是从寝宫之中瞬间传遍了整个大周皇朝，整个天下。3个月之后，神圣皇帝将于天下第一山登天峰举办封禅大典。消息一出，犹如跳跃在棉花上的火苗一般，瞬间席卷了整个天下。天下震动，人人皆知。无数的江湖侠客、普通百姓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无不振奋，甚至还有人收拾好了盘缠，只为前往那天下第一山登天峰之上，观一观这人间女帝的风采。登天峰乃是融合世界第一山，高达9900米，直插云霄。因登临此山犹如登天，故而名登天峰。据说昔日武帝
就是在此领悟见神不坏之境的。虽然武姬知道那只是个传说，但依旧不影响登天峰在凡俗间的名气。而封禅大典更是天下最杰出的帝王才能够举办的仪式，只有在天下久乱之后，致使天下太平，才可封禅天帝，向天帝报告重整乾坤的伟业，接受天命，治理人间。诸神之战，伪神覆灭，天下人间分分合合，大夏皇室衰败，难以服众，战火纷乱。武姬以大周宗亲的身份，从草莽之中崛起，一统天下，光复大周，成就人间第一位女帝。此功绩足矣。3月之后，登天峰下，密密麻麻的人群安安静静地站在登天峰天梯旁边，即便是旁边没有士兵维持秩序，都极其的安静。他们的目光纷纷投向了前往登天峰的路上，眼神殷切，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突然在道路的深处传来了琵琶悦耳之音，丝竹响起，大珠小珠落玉盘。听着这些声音，四周的百姓纷纷表情一震，激动地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神圣皇帝到！宦官那公鸭一般的嗓音拖着音节响起。只见得一道充满威严的身影缓缓浮现，明黄色的长袍上绣着沧海龙腾的图案，袍角那汹涌的金色波涛下，衣袖被风带着高高飘起。乌黑的长发竖起，头戴着冠冕，冠冕之上一颗硕大的珠宝，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徐徐光辉闪烁。身后跟着当今大周皇朝文武百官，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无数的百姓看着武姬的身影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之中，纷纷跪拜在地上，恭恭敬敬地呐喊着平身。淡淡的声音从武姬的口中响起，他双手轻轻扶着空气，好似搀扶着众生一般。谢陛下！众人缓缓起身，他们的眼神之中充斥着一股激动的神色，而在那激动的神色之中，更是难掩恭敬之色。今日朕于登天峰封禅。话音落下，在武姬的身边走出了一个个身穿宫服的宫女，手中举着一根根红香，红香点燃，缕缕香烟轻轻地飘散天地。吉时已到，封禅大典起！有宦官扯着嗓子呐喊着。伴随着这一道声音的响起，众人无不屏住了呼吸，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武姬的身上。现场仅仅只能够听见众人的呼吸声。武姬一双充满威严的眸子落在了眼前的登天峰之上，随后一步跨出。伴随着武姬跨出了第一步，天地之间似乎有着淡淡的金色的气流，缓缓从大地之上升腾了起来。然而武姬就像是没有感受到一般，一步一步朝着登天峰之上走去。登天峰9999米，足足有着9999层台阶。伴随着武姬踏上的台阶越来越多，天地之间那淡淡的金色的气流也越发的浓郁。当武姬走到了9999层台阶的一瞬间，大地微微一震，吼吼吼！龙吟响彻，无数金色的气流瞬间汇聚在了登天峰之上，化作了一条鎏金巨龙。巨龙的鳞片在阳光的照耀之下，闪烁着一阵阵的金光。金龙的眸子落在了武姬的身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武姬见状，嘴角微微上扬，步伐不停，继续朝着登天峰之上走去。一步，两步，天地之间的淡金色气流逐渐汇聚在了金龙的身上，散发着可怕的气息。苏雨发现，伴随着武姬朝着登天峰之上越来越近，那金龙身上的气息就越发的恐怖。当武姬走到了8万多层台阶的时候，金龙的气息已然来到了4阶。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眼神之中带着一丝丝的期待。这众生之愿力和世界本能的力量汇聚在一起，不知道能不能达到5阶。5阶堪比高武金身。轰隆隆！当武姬的身影出现在9999层台阶之上的时候，天穹之上闷雷炸响，无尽的云层汇聚，一缕霞光穿透云层洒落，沐浴着武姬。好！金龙也是在这一刻怒吼一声，一头撞进了武姬的体内。武姬的身躯微微一颤，他分明感觉自己身上的气息开始不断的暴涨，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竟然直接从4阶初期提升到了4阶巅峰的层次。而这一刻，武姬的心中也是多了一份明悟，一个4阶之后的明悟。武姬轻轻地闭上了眼睛，感受着体内的气运之力。当武姬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一双眸子却是清澈无比。他看到了4阶之后的道路，一条直达5阶的道路。身负皇朝气运，他仅仅只需要将大周的国力提升上去，使得大周的平均实力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能抵达5阶。而这一切，苏雨通过自己对融合世界的掌控权，更是惊讶的发现，此刻武侠世界的等级赫然提升到了5阶，只是显得极为不稳定。之所以说等级不是那么的稳定，那是因为新生武侠世界的等级刚刚提升到5阶，再加上现在新生武侠世界的上限是因为气运的缘故才得以提升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旦武姬或者大周这里出了什么情况，新生武侠世界的等级还是会跌落的。不过这些并不影响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叮，恭喜宿主改变武姬命运，新生武侠世界等级提升至5级，奖励全新出走栏位。叮，恭喜宿主改变武姬命运，提升世界等级，可解锁新世界。苏雨的耳边传来了系统机械般的声音。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又多了一个出走栏位，还有全新的世界，新世界解锁，不知道这一次解锁的会是什么世界。苏雨点开了系统页面，栏位1，冷却中，冷却时间290天。栏位2，出走中，机械鲸鱼。栏位3，出走中，机械生命族群。栏位4，出走中，5姬。栏位5，可出走。当前可选择世界：新生武侠世界 LV5，世界权限掌控 80%； 归机世界 LV4，世界权限掌控 5%。解锁新世界所需 20W 世界点，世界点 23W。
这么多天过去，硅基世界因为探索运动的存在，每天都有着大量的硅基生物死亡。虽然单一硅基生命带来的世界点很少，但是数量累积下，也给苏雨带来了大量的世界点。只是看着系统页面，苏雨的瞳孔明显的收缩了一下。20万世界点，苏雨略微有些诧异了。苏雨其实也逐渐搞明白了系统的一些东西，比如这个新世界的解锁。如果新世界的解锁所需要的世界点越多的话，往往就代表着这个世界等级越高。而眼下这个全新世界的解锁竟然需要20万世界点，那么这个世界的等级难不成比起新生武侠世界还要高？虽然说新生武侠世界的等级还不是很稳定，但是好歹也是摸到了5级的边缘啊。而新世界竟然需要20万，苏雨沉吟了片刻，看着新增加的5号出走栏位，最终还是选择了解锁。世界点因为硅基生物的缘故，基本上可以说是源源不断了，想要更多的世界点，无非是时间问题罢了。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不管是出走武侠世界还是硅基世界，给苏雨带来的收益已经并不是很多了。硅基世界中已经有了硅基生命族群，武侠世界中也有了5级，若是再次出走这2个世界，收益并不能最大化。苏雨想了想，在心中说道：解锁新世界，丁，扣除20万世界点，世界解锁成功。丁，恭喜宿主解锁新世界堕仙魔界 LV6。听着系统的提示音，苏雨分明看到系统页面世界的选择之中多了一个叫做堕仙魔界的世界，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堕仙魔界的后缀竟然是6级世界，超越了自己掌握的任何一个世界。6级世界吗？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最终还是选择了出走。伴随着一系列的声音，苏雨选择了铁身诀进行出走。新剑现在给我带来的收益已经不是很多了，已经拥有了多种4阶剑意，除非能收获5级剑意，这还要考虑到对方是否有剑法天赋。但是铁身诀不一样，我现在身上的铁身诀几乎可以说是打破了极限的存在，并且铁身诀相对来说适配性更强一点。先看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吧。系统出走铁身诀，苏雨在心中默念道。伴随着系统的出走，眼前系统的画面顿时发生了变化。堕仙魔界，红色的光辉从天穹之上挥洒下来，照耀了整个都市。纵横交错的交通设施构成了城市的血脉和骨架，一片钢筋水泥的丛林屹立在苏雨的面前。如果抛开挥洒在天地之间的猩红光辉的话，整个世界看上去还是挺正常的。苏雨操控着系统页面落在了天穹之上，只见的一个红色的世界悬浮在天穹之上，取缔了日月的位置。看着天穹之上那血红色的世界倒影，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血红世界倒影似乎还在一点一点的朝着下方的世界不断的靠拢，两个世界就这样诡异的交融在了一起，并且血红世界的倒影远比下方世界更加庞大，犹如宇宙之中2个星系相互交错一般。虽然对堕仙魔界苏雨并不是很了解，但是苏雨好歹也是见证过世界融合的人，对于世界之间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只是在苏雨的眼中，眼前的这个血红色的世界投影并不是想要和下方的世界融合，而是吞并下方的世界。苏雨感受着下方这个世界的能量波动，眉头微微一皱，再度将目光落在了天穹之上的血红色的世界。下方世界的能量波动甚至都比不上2级世界，最多也就是和我第一次解锁的武侠世界一样，应该是一个1级世界。所以真正的堕仙魔界应该是那血红色的世界。苏雨微微有些诧异了，自己明明出走的是堕仙魔界，怎么视角却是转动在了下方这个普普通通的1级世界之中了？不过碍于自己对堕仙魔界并没有掌控权，苏雨只能够跟随着系统的脚步一点一点地观察着四周。很快，眼前的画面不断地游走，最终停留在了城市中的一个学校内。准确地说，是在这个学校的一间教室当中，一个棕色头发的少年正在乖巧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听着讲台之上老师的讲课。通过系统的视野，苏雨看到了少年胸口处的名牌，了解到了少年的名字欧姆弥赛亚。此刻的欧姆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听着老师的讲课。这一节课似乎是历史课，讲台之上，老师拿着教本讲解着整个世界的历史。苏雨也是被老师的讲解吸引了过去。同学们，我们一定要记住，那悬挂在天穹之上的血色世界是来自于宇宙之外的恶魔，他们贪婪地吸吮着我们同胞的血液，他们将我们当做了猪猡，啃食着我们的骨肉，他们是恶魔，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心，一起反抗他们。讲台之上，老师激动地诉说着，声音之中充斥着难以掩饰的愤怒。苏雨一愣，不由得继续聆听了起来。在听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苏雨默默地将这个老师讲解的历史消化了一番，重新编织在一起，终于是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大概也就是在100年之前，天穹之上突然出现了血色世界，也就是堕仙魔界。刚开始，这个世界的人们对于出现的堕仙魔界还很感兴趣，甚至派出了不少勇士想要一窥堕仙魔界之中的情况。只是还没有等到他们的人员选拔出来，从堕仙魔界之中突然降临了一群和他们一模一样的人类。只是在这群人类的口中，他们自称为修真者，听上去仙气飘飘的名字，但是当他们降临在这个世界之后，做的事情却是宛若恶魔。刚开始的时候，这群修真者在降临之后，反而和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有了密切的联系，甚至还从堕仙魔界之中带下来了不少这个世界所没有的资源，帮助这个世界的人们发展自身。只是后面或许是发现了这个世界并没有如同他们那般的修真者之后，也没有能够对抗他们的力量后，这群修真者终于是扯开了他们那道貌岸然的外衣，露出了狰狞的獠牙。他们开始肆意杀害这个世界的生灵，掠夺这方世界的资源，用大量生灵的性命用来修炼他们口中的功法。这个世界的人们自然是不愿意，准备反抗，只是这个世界的等级终究还是太低了。
在修真者那绝对实力之下，这个世界的人没有半点反抗之力，被修真者彻底的镇压。杀戮也是从那个时候彻底开始了。他们大肆杀戮着村落、小镇，乃至后面城池之中的人们，炼化他们的血液，啃食他们的血肉，壮大自身。整个世界处于一片绝望之中。只是不知道为何，杀戮在持续了半年之后，整个世界的人们都快要彻底绝望的时候，这群修真者仿佛受到了某种压制一般，退回了堕仙魔界。而正是因为这个情况，才是给了这个世界的人们休养生息的时间。并且因为堕仙魔界的出现，这个世界的本能似乎也被激发了，竟然诞生出了超凡者一般的存在。讲台之上，老师唾沫横飞的开口：同学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整个世界的人们，我们必须要壮大自己。那群恶魔还会降临此方人间，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听到这里，苏雨微微摇了摇头。以苏雨的经验，自然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世界现在的情况。如今堕仙魔界已经投影到了这个世界的天穹之上，代表着这个世界已经开始被吞噬大半了，只差最后一点就要被完全吞噬了。可以说现在的这个世界已经是堕仙魔界的一部分了。而这个世界之所以诞生出了超凡者，也并非世界上限提升，而是这个世界已经和堕仙魔界融为一体了，其上限就是堕仙魔界的上限，只剩下微弱的世界本能还在勉强抵抗。但是这样一个和刚开始的时候的武侠世界一模一样的世界，又怎么可能是6级的堕仙魔界的对手？说白了，这个世界之中的生灵不过就是堕仙魔界养的猪罢了。当猪成熟了，肉肥了之后，等到最后一点世界本能消耗殆尽，就是宰杀的时刻。而且伴随着这个世界的本能越发的削弱，恐怕要不到20年的时间，那群修真者就会再度降临这个世界，收割众生。叮铃铃，令人愉悦的放学铃声响起。欧姆背着自己书包，在经过了2条半的街道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在吃过了自己父母的晚餐之后，欧姆便是回到了自己的寝室之中，坐在书桌前，撑着自己的下巴，思索着今日历史老师讲解的事情。他悠悠地抬起头来，透过窗户看向了天穹之上，因为夜幕到来而显得更加猩红的堕仙魔界。那群修真者是住在天上的吗？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绝不是修真者的对手。而且修真者现在的举动有很大概率是在养猪。欧姆的眼神之中露出了好奇却厌恶的神色，他不知道为什么，心中总是隐隐约约的感觉，那9天之上的修真者们似乎在酝酿着什么。一旦酝酿成功，他们就会再度化作恶魔的化身，降临在他们这个世界之中。所以，你是想要拯救这个世界吗？勇敢的少年。突然，在欧姆的耳畔之中响起了一道温和的声音。这种声音，欧姆听到声音后并未有太多动作，而是站了起来，转过身目视着苏雨。只见得在他的身后，淡淡的金光开始慢慢的汇聚，紧接着出现了一道模糊的金色虚影。欧姆的眼睛之中充斥着警惕之色，只是在那警惕之色的深处，却并没有任何害怕，反而带着理性的光。你是谁？那个世界的修真者？不对，你的模样和气息完全和那些修真者不同，而且修真者也不会说这样的话。欧姆下意识地开始分析起眼前之人的来历，但很快他便发现眼前这人绝不是修真者，也绝不是超凡者。看着眼前的欧姆，苏雨淡淡一笑。苏雨心中对欧姆的模样很是意外，这种情况欧姆居然还是保持理性。我当然不是修真者，如果非要解释的话，我和那群修真者也算得上是一样的，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当然。苏雨扭过头看着欧姆平静的模样，微微一笑。我不吃人。而欧姆却完全没有任何表情，他冷冷地看着苏雨，似乎在分析苏雨的话是否可信。苏雨也不在意，自顾自地说道：你们这个世界100年之前遭遇了那群修真者的降临，若不是因为某种力量的存在，这个世界早就不复存在了。而且最重要的是，用不了20年的时间，他们就会再度降临在这个世界，到时候整个世界生灵涂炭。我说的没错吧？苏雨轻轻地看着眼前的欧姆，欧姆的心中微微一震，因为苏雨所说的这个正好就是他猜测的东西。不管是这个世界的大人还是老师都在说，修真者迟早会降临，但是降临的时间谁也不知道，唯有欧姆自己知道。每一次当他看到天穹之上的堕仙魔界的时候，他便能够知道修真者迟早会降临，并且欧姆根据修真者上一次降临的时间和修真者的行为数据，早已预测出了修真者将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再度出现。而苏雨说的这一番话，竟然和欧姆心中预测的修真者降临的时间基本吻合。你也是分析出来的吗？欧姆带着疑惑地望着眼前的苏雨。苏雨深深地看了一眼欧姆，心中淡淡一笑，不愧是系统选择的目标，果然有点东西。苏雨轻轻地摇了摇头，你不要管我怎么知道的，我只想要你的一个答案。你想要拯救你自己、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以及你的世界吗？听着苏雨的话，欧姆轻轻地低下了头。拯救吗？真的能够拯救吗？虽然这个世界诞生出了超凡者的存在，使得整个世界的战力提升了一个层次，但是欧姆却早已通过数据分析过了，即便是最强大的超凡者，在这群修真者的眼中，也不过是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正如他能够分析出修真者会再次降临一般。苏雨淡淡一笑，坐在了欧姆之前坐着的椅子上，轻轻地打了一个响指。反正再坏也没有别的结果了，不是吗？不妨试一试吧。说罢，从苏雨的体内涌现出了一团银色的光辉，瞬间没入了欧姆的体内。之前苏雨也观察了欧姆很久的时间，苏雨也发现，这个世界的人虽然看上去和高武世界、武侠世界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内部的构造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首先，这个世界的人们身体极其的弱小，甚至于没有经脉的存在，在这样的一个先天差异之下，就代表着他们无法修炼出气血亦或者内力一般的存在。如此一来，苏雨其他的武学就显得有些不合适了。
不过好在苏雨选择的是铁身诀。当然，高武世界流通的铁身诀的版本依旧无法提升欧姆的实力的，但是苏雨的铁身诀的版本可是不一样的呀。苏雨的铁身诀，准确的来说，可以划分为2个不同的版本。一种是出走给武技的金身肢体的版本，通过吸收金属强化自身的肉身，从而达到强化肉身的存在。而另外的一种版本，则是来自于硅基生物的反馈，磁场操控。这种版本则是通过吞噬金属，强化自己操控磁场的能力，从而能够做到控制磁力、电流等一系列能力，倒也和这个世界之中的超凡者有些相似。所以这个版本的铁身诀无疑是最适合欧姆的了。伴随着银色的光辉没入了欧姆的体内，欧姆仅仅只是感觉自己脑海一阵阵的眩晕，紧接着不由自主的就盘坐在了地上，开始消化脑海之中的信息。看着欧姆身上闪烁着淡淡的银色的光辉之后，苏雨挥了挥手，整个人的身影已然消失在了欧姆的房间之中。武学自己已经给了对方了，接下来就看欧姆这家伙自己能够走到什么程度了。况且苏雨能够看出来这家伙的心思很重，太多的干扰反而不好，也是一个独特的家伙，索性也不再关注了。散去了系统页面之后，苏雨观察了一下时间的流速，发现堕仙魔界之中的时间和高武世界的时间流速已经极其的接近了。高武1天，堕仙魔界1个月。果然，伴随着世界等级的提升，时间流速也逐渐靠拢。那么高武世界是什么等级的世界？7级还是8级？苏雨思索了一番之后，也便是没有在意了，反而选择了休息一会儿。长时间的观看各个世界之中发生的事情，饶是苏雨都有些疲倦了。只是还没有等苏雨休息太久的时间，在宿舍的房门之外却是传来了童天阳的声音：“苏雨在吗？”听着这个声音，苏雨微微有些疑惑，但还是快速的站起身来，打开了房门。童天阳果然出现在苏雨的房门之外，脸上带着一抹和蔼的笑容，抚摸着自己的胡须。本来不想要打扰你的，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和你说一下的。苏雨一愣，随后请童天阳进来，坐在自己的沙发上。随后苏雨给童天阳泡上了一壶茶水。童天阳见状，脸上的笑容越发的浓郁了，可真是个好孩子啊。说着，童天阳浅尝了一口茶水，这才放下了茶杯，看向了苏雨：“你可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不朽计划？”不朽计划？苏雨的眉头轻轻的挑起，点了点头：“自然记得。校长，出了什么事情吗？”对于不朽计划，苏雨还是比较在意的。这段时间正是因为自己成为了不朽计划的一员，整个星河大学的资源可以说是让自己随便使用，甚至于就连炼神武学也是可以随便的挑选。说实话，这样的待遇苏雨感觉还是挺爽的，至少不用为资源和武技发愁了。只是现在童天阳突然提起了不朽计划，让苏雨有些不解。哼，也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只是还有1个月的时间，1个月之后不朽计划就要开启第2阶段了。第2阶段？苏雨越发的疑惑了。童天阳似乎看出了苏雨的想法，淡淡一笑，轻声道：“不朽计划乃是整个9州最重要的计划，为的就是培养出继空之后的下一尊不朽境的强者。而不朽计划的人员都是从5大学府之中选取出来的，我们星河大学的名额自然是落在你的身上了。而不朽计划的第1个阶段便是各自学府培养自家学员，当到达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就会开启第2个阶段。第2个阶段则是5大学府交换培养，所以1个月之后，你将离开星河大学，前往其他的5道学府进行学习。”童天阳解释着。苏雨听着逐渐了然了起来。不过苏雨还是眉头微微一皱，5大学府都是顶尖的5道学府，难道去了其他的学府就能够变得更强吗？这是不是有些舍本逐末了？虽然说5大学府之中也是有着排名的，但是其实每年都在变化，但大致都是在5的行列之中。这里终究还是汇聚了整个9州最顶尖的师资力量和资源。在苏雨的眼中，5大学府其实都差不多的，不然若是按照实力划分的话，苏雨在高考结束之后就直接去排名第1的9州大学算了。童天阳自然知道苏雨的疑惑，脸上的笑容不变，解释道：“虽然说5大学府的实力和资源都大差不差，但是每一个学府所擅长并且侧重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你就好比那第1军校，他们侧重点就在于合击之术，他们的学生一般都是很少单个走出来的，在战场之上，他们的合击之术有着很大的成效。而我们星河大学则是擅长培养战团强者，基本上9州所有的优秀的战团之中，都或多或少有着我们星河大学的学生在里面。不朽计划要的是一个绝对的天才，要的是一个全方面的人才。”所以进入不同的5道学府，学习他们的长处，扬长避短，这样一来才能够培养出顶尖的妖孽。听着童天阳的话，苏雨逐渐明白了，原来如此。苏雨笑着点了点头。童天阳继续说道：“只是前往其他的5道学府交流，自然是要好好和其他的学府交流的。你身为我星河大学的学生，更是要在学府之间的交流之中打出我们星河大学的名声，甚至要和那些同为不朽计划的天骄们交手。”其实在之前，童天阳笑着开口，我还有些担心，毕竟那个时候的你仅仅只是断骨境的武者，但是现在连顾长歌都不是你的对手，我就放下心来了。所以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好好修炼，等去了其他的5道学府，好好给我们星河大学长长脸。童天阳激励着苏雨。苏雨的嘴角泛起了一抹笑容，望着童天阳轻笑一声：“放心吧，校长，我会的。”随后童天阳又是给苏雨介绍了一些其他4个5道学府天骄的信息之后，便是离开了。送走了童天阳，苏雨这才盘坐在床榻之上。第2阶段吗？其实之前顾长歌在说自己在不朽计划的5人之中仅仅只是最弱的一个的时候，苏雨还有些惊讶，甚至感受到了一丝丝的压力。
但是现在，虽然苏雨没有凝聚神奇，但是肉身和气血上限的被打破，再加上气血战甲的增幅，即便是炼神7层的强者，苏雨也有一战之力。如此战力之下，恐怕即便是面对着其他的不朽计划的种子，自己也能够正面应对啊！真是期待啊！苏雨淡淡一笑。原本苏雨还想要休息几天的，但是从童天阳的口中知道了不朽计划第2阶段即将开启之后，苏雨也懒得继续休息了，干脆再度将目光落在了系统画面之中。这么多天过去，在归基世界之中，也差不过去了将近10年的时间了。而按照苏雨的判断，10年的时间应该也足够归基文明冲出岩层，进入真正的世界了吧？苏雨心念一动，画面流转，顿时归基世界的画面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岩层圈在距离地心世界29900公里的位置，一艘庞大华丽的探索船静静悬停在这里。真理号，这是探索者基地首领张晨风亲自取名的探索船，同时也是整个归基文明之中最为先进的探索船。在此刻的真理号当中，指挥室内诸多的归基生物凝视着眼前的屏幕，而在屏幕之中，赫然便是真理号前方的岩层了。只是到了这个地步之后，在归基生物眼中的岩石，其实在苏雨的眼中就是普通的土壤罢了。张晨风静静地站在指挥台的位置，凝望着面前的泥土。他一次次地研究过风关于岩层理论的计算，按照风的理论计算，其实到了这个距离之后，已经快要抵达岩层的极限了。眼前的岩层密度更是跌落到了哪怕是依靠着单个的归基生物都能够轻易地钻开的地步。而只要将眼前的这一层软软的岩层打通，那么他们就能够亲眼见证到密度为0的天堂。一时间，整个真理号指挥室内的气氛都变得紧张了起来。他们不知道那密度为0的天堂到底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在将眼前的这一层软软的岩层打通之后，后面会不会还有岩层。这对于所有的探索者来说，甚至是对于所有的归基文明之中的生物来说，都将是见证历史的一刻。他们将会亲眼看见风的理论是被证实还是被推翻。一道道目光开始落在了张晨风的身上，他们似乎将一切的想法都寄托在了眼神之中。感受到四周传来的一阵阵炽热的目光，张晨风的机械双眼闪过红光，电磁波传递出信号，开启吧，让所有人见证这一刻。是，有归基生物快速地推动了几个按钮，顿时一圈圈的电磁波瞬间震荡而出，顺着厚厚的岩壁一直传递到了整个归基文明之中。在距离真理号19900公里的探索者基地当中，率先接收到了真理号传来的电磁波。一个个屏幕之上出现了真理号摄像头传来的画面。片刻之后，乃至整个归基文明之中都接收到了真理号传来的画面信号。无数的归基生物走到了屏幕前面，紧张地看着画面。有生物双手合十，淡淡的电磁波从他们的身上弥漫出，似乎在祈祷着什么。也有生物激动地望着画面，手舞足蹈。更是在城池的一个个街道之中，关于见证历史的游行不断诞生。首领，已经开启。听着手下人的回应，张晨风的一双机械眼轻轻地眯起，注视着眼前的岩层。最后，张晨风再度深呼吸一口气，抛弃了脑海之中的一切杂念，猛然挥手，前进。汹涌的电磁波从张晨风的身上激荡而出，回荡在了整个指挥室。前进，前进！指挥室内有操控着真理号的驾驶员狂热地嘶吼着，他们的眼神变得猩红无比；也有控制其他设备的成员激动地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断地低喃着。轰隆隆！真理号探索船被激活，浩浩荡荡地朝着眼前的岩层冲去。而这个时候，张晨风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双手之上。说是双手，但是实际上却是已经变成了2个巨大的钻头。作为探索者基地的首领，作为探索者，作为先驱者，张晨风已然将自己的全身结构都进行了改造，将自己全身都改造成了适合挖掘的形态。看着被电钻代替的双手，张晨风深呼吸一口气，猛然将自己的双手插入了前方的2个链接口当中。嗡嗡嗡，一缕缕的电流在张晨风的身上跳跃着，最后没入了整个真理号之上。轰隆隆，一道轰鸣声在这一刻瞬间炸响。只见得在真理号的最前方，船头竟然瞬间变化了起来，最终变化成了一个巨大的钻头。钻头旋转，释放出恐怖的力量，硬生生地将眼前的岩层钻动，依靠着真理号带来的恐怖的推进力，浩浩荡荡地朝着前方驶去。前进！张晨风再度怒吼了一声，身上的磁场瞬间震动，恐怖的磁力激荡而出，迸发出了更加强大的电流。身为探索者基地的首领，张晨风已然超越了风和尘，实力已经达到了3阶的层次。在张晨风那恐怖的实力的带动之下，真理号的速度再度加快，仅仅只是几分钟的时间，便是突破了1公里的位置。真理号还在不断的前进，被钻头钻出来的泥土也是被送到了船尾的位置。整个泥土圈之中都在不断的响彻着真理号的轰鸣声，泥土不断的被钻开，露出新鲜的泥土。最后，在不知道前进了多久之后，真理号缓缓停了下来，而张晨风也是将自己的双手从链接口中扯了下来，船头的电钻停止了转动，指挥室内的气氛再度变得有些奇妙了。此刻，真理号已经距离地心世界足足29999公里了，只差最后1公里的位置就能够突破泥土层，抵达全新的地带。指挥室内的目光再度落在了张晨风的身上，他们的眼神殷切无比，带着一丝丝的狂热，又带着一丝丝的担忧，甚至还带着一丝丝的恐惧。只不过，这一丝丝的恐惧并不是恐惧张晨风，恐惧的是泥土层之外的那未知的世界。张晨风仿佛没有在意四周的目光一般，只是将自己的眼神直勾勾地落在了前方的屏幕之中，望着屏幕外那新鲜的泥土，张晨风不由得有些恍惚了。张晨风也不知道，
在这距离地心世界3万公里的位置，他将会遇到什么，遭遇什么？哪里究竟是密度为零的天堂，还是足以毁灭整个硅基文明的地狱？对于未知，再过谨慎也不为过。开仓！最终，张晨风还是下定了决心，通过电磁波传递着自己的声音。伴随着一阵震气流的声音响起，指挥室的大门缓缓地打开，走过那一扇大门，刚好能够看见在大门之外的泥土。张晨风缓缓走到了门口，一双机械眼不断地打量着面前的岩层，随后他的身体形态开始发生转变。狂暴的磁力在张晨风的身上不断地涌动，电流在张晨风的身上不断地跳跃着。最终，张晨风的身体化做了一个巨大的电钻，轰隆隆，电钻钻动，强大的力量轻轻松松的便是将眼前的泥土钻开，硬生生的开辟出了一个通道。他要探索，他要一个人去探索。身为探索者基地的首领，一切的未知和危机，他首当其冲。在地心世界，探索者基地所有的屏幕之中出现了张晨风的身影。无数的硅基生物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纷纷屏住了呼吸，生怕自己的呼吸声音太大，会影响到屏幕之中张晨风的动作。化作钻头的张晨风开始在泥土层之中不断的前进着。很快，无数的泥土被张晨风化作的电钻硬生生的钻开，最终抵达了距离风的理论预测只差最后10米的位置。这一刻，整个地心世界、探索者基地以及真理号之中的硅基生物都变得紧张了起来，他们大气不敢喘地望着这一幕，甚至于就连在岩层其他方向不断探索的探索船，也是在这一刻纷纷停下了自己的步伐，连接到了真理号的电磁波，观看着画面之中的张晨风。张晨风望着眼前的泥土，眼神微微有些恍惚。突然之间，脑海之中浮现出了一道声音，一道温和的声音：去探索吧，探索那密度为零的天堂。这一道声音之中似乎蕴含着诸多的魔力，本来还有些恍惚的张晨风在这一刻眼神却是变得无比的坚定。他的身上再度涌现出了密密麻麻的电流，恐怖的磁力瞬间震动。他怒吼一声，朝着最后位置不断前进。然而苏雨看着这一幕，脸上却没有任何的表情。固然硅基生物能够冲破岩层的阻碍是使得激动的事情，但是别忘了，硅基生命所在的整个星球其表面90%的地方都是被海水笼罩的，而苏雨通过上帝视角更是能够看到，在张晨风这个位置一旦冲破了泥土的阻碍的话，张晨风将要面对的是他们整个文明都不曾看到过的东西。水！片刻，张晨风距离最后的位置只差最后的半米的距离了。这一刻，所有的硅基生物眼神之中都逐渐露出了一丝丝的激动之色，哪怕是张晨风也不例外。他的嘴角泛起了一抹笑容，他控制着自己的身子朝着最后半米前进。泥土破开，没有任何的光亮，张晨风的笑容逐渐变得僵硬。下一刻，大量的海水涌入，瞬间淹没了张晨风的身躯。海水缠绵着张晨风的身子，进入到了张晨风那机械身躯中每一处。张晨风被眼前突然出现的海水给打懵了。硅基生命眼中，世界是特殊的，在他们认知的世界之中，只有厚厚的岩层，固体的存在，从来没有液体的存在。而且在所有的硅基生物的认知之中，除开了那些他们当作食物的特殊金属之外，一切都是岩石。而眼前出现的海水，无疑是彻底的让张晨风的世界观都有些动摇了。这到底是什么岩石？为什么岩石还能够流动？一个个疑问在张晨风的脑海之中回荡开来，伴随着疑惑。他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全新的物体，这种和坚硬岩石完全不一样的流动的物体，是他从未见过的。流动岩吗？张晨风呢喃着，只是还没有让他有太多的思索。大量的海水缠绕着张晨风，整个身躯都传来了剧烈的疼痛感。硅基生物的身躯说白了其实就是机械生物，只不过他们刚开始只是一个机械单细胞，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硅基生物进化了很多次，逐渐使得自己的身躯变得强壮起来。但是机械的通病，遇到水之后都会短路，水对于硅基生命来说是致命的。此刻的张晨风感觉自己整个人的身躯都犹如有着一柄柄锋利的刀子在不断的刺入自己的体内，这种钻心的疼痛仿佛在经历着短路一般，甚至于在张晨风的身躯之中，更是有些部位开始冒出了一缕缕的黑烟。张晨风心中顿时慌乱了起来，不行，不能让这些流动岩继续包裹着我。张晨风面色逐渐变得狰狞，他疯狂运转着体内的磁力，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将四周的泥土抓开，填补海水涌入的洞口。最终，张晨风花费了9牛2虎之力，才是堪堪止住了不断涌入的海水。但是四周依旧还有海水包裹着他的身子。张晨风一边后退，一边抓来大量的泥土挡在自己的身躯前方，抵挡着海水的入侵。最终，张晨风艰难地回到了真理号的位置上，打开舱门，张晨风一个踉跄跌入了真理号内，整个人竟然直接昏死了过去。首领，有硅基生物连忙起身，带来了不少的器械给张晨风检查着身体。只是伴随着张晨风的回归，以及那连张晨风都无法阻挡的海水，使得整个真理号之中的气氛都变得有些微妙。他们沉默着，他们虽然没有亲眼见到海水，但是就从张晨风反馈过来的画面之中，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些流动的岩石能够轻易的给他们的身子造成巨大的伤害。本能的，这些硅基生命就对于那流动的未知物体产生了恐惧，那是能够轻而易举的取走他们的生命的东西。一时间，无数的硅基生物的心中不由得被恐惧填满。原来，在岩层之外是足以轻易覆灭他们的物质，这哪里是什么密度为零的天堂，分明就是毁灭一切的炼狱。这一刻，硅基生命的探索受到了重创。探索者基地，无数的探索者汇聚在一起，
望着那巨大的屏幕，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首领卷入了流动的岩石当中，生死未知。一时间，一股绝望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探索者基地。不是这样的，哪里？应该是密度为零的天堂，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东西？首领到底是死是活？谁来告诉我，探索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探索的尽头就是硅基文明的炼狱吗？广场之上，一阵阵的哀嚎响起，一阵阵的电磁波甚至都变得不再稳定。无数的探索者的双眸逐渐失去了光芒，一种名叫做希望的光芒。不仅仅是探索者基地，甚至于就连在地心深处的硅基文明当中，当一众的硅基生物看着张晨风狼狈地从那流动的岩层之中逃回了真理号之后，他们愣住了。他们不知道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知道的是，在岩层之后存在着一种能够轻易地毁灭他们生命的物质。在那里，不是什么密度为零的天堂，而是毁灭一切的炼狱。停止探索！突然之间，有着声音在一座座城池的角落之中响起，他们的眼神之中透露着憎恶之色，他们高举着自己的双臂，他们呐喊着：岩层之外是炼狱，我们应该停止探索，探索本就不应该合法，探索会让我们整个文明走向灭亡。这群探索者是整个文明的刽子手。一道道呐喊响彻开来，电磁波回荡在整个城池之中。他们是昔日晨最忠实的信徒，只是在探索的浪潮之下，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当现在探索的浪潮逐渐平息之后，他们的声音再度响起了。风也好，张晨风也罢，他们都是文明的罪人。他们不断的探索，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却是将整个文明推向火坑。就算岩层不是无限的，但是在岩层之外的流动岩却是对整个文明致命的东西。杀了他们，推翻他们的统治，一切为了文明。越来越多的声音响起，而那些原本支持探索运动的硅基生物，在这一道道声音的呐喊之下，眼神逐渐变得迷茫了起来。甚至于就连坚定的探索运动的支持者也在这一刻沉默了。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反对的队伍也越来越大，他们叫嚣着，唯有尝试挖掘开采岩层之中存在的金属，才是整个文明延续下去的唯一的办法。探索运动必须放弃，我们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这一刻，老旧的观念再度席卷了整个硅基文明。伴随着张晨风的失败，这些一直默默不语的硅基生物在这一刻大肆宣扬着陈的理念。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听着他们的声音，看着张晨风的失利，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之中。这些沉默的观念快速地笼络了诸多硅基生物的心。一场久违的内战即将打响，这又是一场理念的碰撞，正如当年的风和陈的理念的碰撞，这一次却依旧是全新的风的理念和陈的理念的碰撞。只是这一次，到底谁能够站在胜利天平的一方？一方是老旧观念率领的硅基世界，一方是失去了理念支持的探索者基地。怎么看，这一次都是陈的理念占据了数量和实力上面的优势。甚至于伴随着这一次流动岩的出现，无数的探索者的心中也逐渐产生了自我怀疑之中。苏雨看着这一幕，深深地叹了口气，可惜了，他们还没有找到对抗海水的力量。说实话，从自身的角度来说，苏雨是不想要看着硅基文明灭亡的，毕竟他们能够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反馈。而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苏雨同样不想要看见一个硅基文明这样独特的文明孤寂的灭亡在地心之中。硅基文明的探索史就是一场悲壮的牺牲史，而现在硅基文明剩下的资源已经越发稀少了。如果这一次老旧的理念再度战胜的话，这群硅基生物将会彻底被笼罩在老旧的观念之中，任何的新生理念都将会被彻底的抹杀。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硅基文明的未来只有一个：灭亡。苏雨轻轻地摇了摇头，在通讯手表上面调出了兑换清单，随后兑换了大量的放射性金属之后，便是操控着系统进入了硅基世界当中。探索者基地，真理号缓缓降落在了探索者基地，舱门打开，几个硅基生物抬着张晨风的身躯，在一个个探索者复杂的目光之中，将其安放在了一个房间之中。狭小的房间内，淡淡的金光轻轻地闪烁着，苏雨的身影降临在这个狭小的房间当中。苏雨的手掌轻轻地挥动，选择了附加交易，扣除了几百的世界点之后，苏雨兑换的那些大量的放射性金属顿时出现在了房间之中。伴随着这些放射性金属的出现，出走在张晨风体内的铁身诀缓缓运转，一圈圈能量涟漪扩散开来，震动着旁边的放射性金属，最终将其化作了液态，流入了张晨风的体内。而有了放射性金属的缘故，张晨风体内的磁力和电流瞬间得到了补充，甚至于还在不断的提升。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张晨风那已经暗淡了的机械眼，在这一刻开始闪烁着暗淡的红光。张晨风看着四周的一切，眼神之中带着一丝丝的迷茫。最终，他的目光落在了苏雨的身上，看着这突然出现的淡金色模糊的身影，张晨风的眼神之中也是露出了疑惑之色。你是什么奇特的生命体？电磁波传入了苏雨的耳畔，通过系统的同声传译，苏雨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苏雨缓缓走到了张晨风的身边，随后坐下。你可以把我当作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另外的世界。在听见苏雨的这一番话之后，张晨风那原本还有些暗淡的机械眼瞬间闪烁着明亮的光辉。难道在我们的世界之外，真的还有其他的世界吗？张晨风挣扎着站起身来，激动地问着。苏雨看着张晨风淡淡一笑，自然有的。我不就是吗？不过在此之前，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战争吧。听着苏雨的话，张晨风愣住了。战争？不过很快张晨风便是反应了过来。
身为探索者基地的首领，更是整个硅基文明昔日的精神领袖之一，尤其是见证了风和尘之间理念的碰撞，他自然很清楚，当自己失败之后，整个硅基文明将会面临着什么。今天发生的一切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现在的张晨风还没有完全的消化今天的一切。先是破开了岩层，见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海水、流动岩，又是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其他世界的人，以及即将到达的战争。张晨风沉默了，整个房间之中甚至都没有响起任何的声音。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张晨风突然笑了。原来风的理念没有错，我们的世界之外还有其他的世界，我们的世界不是孤独的，探索自始至终都没有错。张晨风缓缓看向了苏雨，轻声道：我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来到我们这个世界的，但是我想感谢你，感谢你让我知道了我们的世界之外真的还有其他的世界，让我坚定了我的想法。张晨风说着，缓缓从床上站起身来，身上涌现出了强烈的电流和磁力。本来张晨风的实力就达到了3阶的范畴之中，如今在吞噬了苏雨交易过来的放射性金属之后，实力更是上升了一个层次，变得更加的恐怖了。战争，我会亲自将它终结，探索也从来不会在我的手中停止。张晨风望着苏雨，坚定地说着。苏雨看了一眼张晨风的眼神，目光又是落在了张晨风的双手之上，那一双电钻双手。突然，苏雨笑了。苏雨缓缓站起身来，笑着开口：去吧，坚持吧，我希望有一天我能看到你的钻头突破天际的那一日。说罢，淡淡的金光缓缓消散，苏雨的身影也是消失在了张晨风的视野之中。天际，张晨风呢喃着，他不明白天际是什么意思，但是张晨风却将这个词语牢牢地记在了自己的心中。他微微一笑，推开了房间的大门。四周的硅基生物看着苏醒过来的张晨风，露出了诧异且震惊的神色。然而张晨风仿佛没有在意这些硅基生物的目光一般，只是轻轻地扬起自己的头颅。放心吧，我不会放弃的。流动岩罢了，又岂能阻拦我们整个文明探索的脚步？迟早有一天，我会亲自将流动岩攻破，带领我们的文明走向真正的天堂。说罢，张晨风缓缓看向了面前的广场，一圈圈的电磁波回荡在了整个探索者基地。诸位，准备迎战！就是这么一句淡淡的声音，却是给整个探索者基地之中的探索者打了一个强心剂一样。无数的探索者脸上露出了笑容，没有人说起失败2个字。从探索运动的开始，他们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中成长起来的。岩层之中有着不同的岩层，这密度为0的世界之中，不过是多了一个流动岩罢了。只要探索精神不灭，区区岩层唾手可破。流动岩的出现反而给他们带来了一个信息：岩层不是无限的，那么流动岩也不可能是无限的。只要能够找到攻破流动岩的方法，探索就能够继续进行，他们的脚步就能够继续前行。至于地心世界的对手，无非就是一场战争罢了。每一个探索者都是硅基生物之中的佼佼者，他们有何畏惧？出发！张晨风再度踏上了真理号，他振臂一挥。这一次，我们用武力来告诉这群老旧的思想，探索永不停歇。激荡的声音回荡在了整个探索者基地。一艘艘探索船从探索基地之上呼啸而出，跟随着真理号不断前行。不过这一次，他们的方向不是岩层，而是地心。阻拦硅基文明的不仅仅只有那些坚硬的岩层，还有那些顽固的思想。张晨风所率领的探索者基地的探索者和地心世界的顽固分子彻底的碰撞在了一起。2个理念的碰撞，在时隔数十年之后再度爆发，战争彻底的在整个地心世界之中打响了。只不过这一次的战争并没有上次那般摧枯拉朽，反而在不断的拉锯战之中你来我往。苏雨默默地观察着这一场战争的走向。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在战争之中，张晨风也没有停止对流动岩的研究，甚至命人突破岩层，用磁场操控能力强行带来了一些流动岩进行研究。在研究之中，张晨风赫然发现了流动岩的特点，这种岩石能够轻易地透过缝隙进入他们的体内，破坏着他们身躯。但是当密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这些流动岩就无法渗透进来，也就无法伤害到他们的身子。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处于一种密度很高的金属容器之中，外界的流动岩就无法给他们造成伤害。所以伴随着这个现象的发现，张晨风激动了。也就是说，只需要在硅基生物的外面组装一个高密度金属组成的外壳，就能够轻易地将流动岩隔绝在身躯之外，从而能够继续的探索。甚至于张晨风还发现了，在这些流动岩之中，似乎被流动岩之中存在着另一种力量，能够让密度低于流动岩的物体自发的上浮。这一项发现，张晨风将流动岩之中的这一股力量命名为浮力。10年的时间转瞬即逝，以张晨风为首的探索者大军疯狂地攻击着老旧的顽固思想分子。他们凭借着探索者对于应力和密度的熟悉，再加上储备的流动岩能够对硅基生物造成毁灭的打击，终究是以微弱的优势彻底横扫了整个硅基文明之中的顽固分子。这一刻，硅基文明彻底得到了新生。当老旧的思想被覆灭，新的思想深入人心，探索的精神再度回荡在每一个硅基生物的脑海之中。探索继续开始。伴随着老旧顽固的思想彻底被全新的探索精神磨灭，崭新的思想充斥在每一个硅基生物的脑海之中。探索运动再度开启。昔日的政府也是彻底被一个全新的组织所替代。探索者联盟。张晨风为探索者联盟第1任盟主，而张晨风在成为盟主的第一件事情，便是颁发了属于探索者联盟的第1个命令。
组建全新的探索者基地。尤其是张晨风在见到了苏雨这个外界人之后，更加坚定了内心的想法，在硅基世界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世界。只要突破了流动岩的阻碍，整个硅基文明都将迎来新生。很快，在一系列的命令之下，整个硅基文明的学者、科学家纷纷加入了对流动岩的研究之中。而张晨风作为第一个见到流动岩的存在，更是身先士卒。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密切的研究之后，通过核密闭容器以及流动岩浮力的研究，很快关于流动岩的一系列的数据都彻底的被研究出来。张晨风也是给流动岩重新命名，将其命名为水。而在对水的研究逐渐的加深之后，全新的探索船也是被硅基文明的一众学者科学家研究了出来。这种探索船是在原先的真理号的基础之上研发出来的，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探索船对水的抗性。这样一来，探索船在突破了岩层圈进入了水中之后，也能够继续的前行。甚至于在距离全新的探索者基地不远处的地方，张晨风凭借着自己的钻头硬生生开辟出来了一个空间，将之前收集到的水放置在其中，又是通过密闭容器组建了一个小型的水层。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一个方圆50米大小的水池。而水池的作用则是用来测试全新的探索船的机能和张晨风研发出来的笼罩在硅基生物身躯之外的外壳的强度。水池旁，真理号停在水池的旁边，整装待发。而在真理号的旁边，张晨风面色凝重，凝望着眼前的水层，身边还站着不少的硅基生物。只是和张晨风的面色不同的是，这些硅基生物的脸上都流露出了一丝丝的恐惧。即便是还没有进入这个小型的水层之中，这足以轻易毁灭硅基生物的物质，也是让这些硅基生物本能的瑟瑟发抖。盟主，我们真的要下去吗？在张晨风的身边，一个硅基生物小声地说道。张晨风甚至能够听见这个硅基生物声音之中的恐惧，声调更是颤抖着。即便是之前也经历过不少的测试了，但是如今最后一场测试还是让他们心生恐惧。一旦有任何的错误发生，迎接他们的只有死亡，因为那水池中的液体对他们来说是导致短路致死的毒药。张晨风能够明白他们的恐惧，即便是强如自己，在遇到了水之后，没有外壳的阻拦，全身都疼痛不已，犹如进行着短路疾行一般。张晨风深呼吸了一口气，沉声道：我们文明的未来就是在不断的探索之中，一旦停止了脚步，我们的文明只有毁灭一条路。不管是为了我们自己，还是为了整个文明的未来，水是我们所必需要进探索的东西，唯有探索才能延续我们的文明。诸位，张晨风缓缓转过身来，面色严肃地望着身后的一众硅基生物。眼前仅仅只是我们组建而成的小型水池，我们谁也不知道在突破了岩层圈之后水层有多少，但是如果连一个小小的水池都跨越不过去的话，我们和那些阻拦文明进步的思想有什么区别？听着张晨风的话，一众的硅基生物表情逐渐得到了放松，他们目光炽热地望着张晨风，正如当初他们坚定不移地跟在张晨风身后，拿起手中的武器和老旧思想战斗那般。盟主，我们明白了。一个硅基生物大声地说道。文明的延续在探索之中，哪怕是牺牲，我们也不能停下探索的脚步。听着他们的话，张晨风的脸上也是露出了柔和的笑容，他缓缓转过身来，望着面前的水池，一双机械眼之中带着一抹炽热的神色。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测试之后，整个真理号的外壳都是由高密度的金属打造而成，能够确保水不会通过缝隙进入到真理号内部。同时，不仅仅是真理号经过了改造，就连他们这些探索者的身躯也是经过了改造，将全身的改造再度加深了。他们的身体全都换成了致密金属，密封性绝佳，将原本导致短路的地方统统包裹了起来，统统换成了致密的金属。这样也就有着双重保险，即便是真理号外面笼罩的高密度金属有着水滴渗透进来，他们也能够通过自身附带的致密金属阻拦水的入侵。张晨风深呼吸一口气，望着眼前的水池，他站在所有的硅基生物面前，一步跨出，扑通！张晨风整个人直接跳进了水池之中。在跳入水池的那一瞬间，张晨风感觉自己整个人的神经再度变得紧张了起来。即便是他在面对着这个对硅基生物有着致命效果的毒药的时候，说心中没有恐惧是不可能的。但是张晨风不能退后，他是探索者联盟的盟主，一旦他都退缩了，整个探索者联盟就是一个笑话。身躯进入水池之中，张晨风紧张的情绪逐渐得到了舒缓，因为当水再度包裹着张晨风的身躯的时候，那第一次所承受的宛若钻心一般的疼痛竟然消失了。张晨风缓缓地睁开了双眸，他凝望着眼前的水，机械电子眼中闪烁的光芒代表他的惊喜。他成功了！这一次水并没有渗透到他的身躯之中，代表着他们的研究成功了。张晨风悬浮在水池之中，目光缓缓看向了水池的旁边。此刻伴随着张晨风率先进入了水池之中之后，那些硅基生物也是纷纷进入了真理号之中，驾驶着真理号缓缓朝着水池之中驶去。真理号指挥室内，一众的船员小心翼翼地操控着真理号，缓缓地朝着水池之中驶去。所有的船员神情都极其的紧张，他们目光严肃，看着指挥室内的屏幕上面传来的画面，甚至于他们的呼吸在这一刻都变得沉重了起来。一直到真理号进入了水池之中，这一刻所有船员的神色变得更加的紧张了。检查船体数据，船体并无泄漏；检查舱门数据，舱门并无泄漏。伴随着一道道声音在整个指挥室之中响起，所有人的心都仿佛提到了嗓子眼了。查看真理号位置，真理号正在上升中，目前距离水面100米、80米、70米。一道道声音在指挥室内响起，
众人在这一刻屏住了呼吸，他们死死地盯着指挥室内的屏幕，一直到了真理号的船体缓缓浮出了水面。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指挥室内瞬间爆发出了宛若海啸一般的呼喊，他们呐喊着，神情激动无比，甚至有些船员在这一刻直接跪在了地上，一双机械眼之中不断地闪烁着红光。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我们成功攻破了水！有人歇斯底里地呐喊着，宣泄着内心的情绪。伴随着一道道气流的声音响起，真理号的舱门缓缓被打开了，一个个船员缓缓地走到了舱门外，望着真理号之外的风景。此刻，张晨峰也是从水池之中漂浮了起来，他看着真理号之中的船员，露出了一抹笑容。水中的浮力大小取决于物品的密度，当物品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之后，就能够通过水的浮力的作用之下，不断地朝着上面漂浮上去。也就是说，当我们驾驶着真理号之后，进入了水层，我们就能够凭借着水层之中的浮力，最终突破水层。张晨峰的声音之中带着一丝丝的笑意。这一项发现对于探索运动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正如之前的风发现了岩层圈之中密度随着距离不断递减一般，使得探索运动变成了合法。而这一次，张晨峰发现了水中的浮力之后，更是让探索者联盟的众人看到了他们突破水层的希望。而在张晨峰看来，既然岩层是有限的，那么水层必然也是有限的，并且水的密度远比致密的岩层圈要低得多，这就使得探索船能够更加轻易地突破水的阻碍。一旦突破了水的阻碍，他们或许就能够真正的看到密度为零的天堂。苏雨通过上帝视角看着这一幕，心中微微叹了口气。硅基文明的起点实在是太低了，他们从刚开始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单细胞硅基生物，还是在自己的帮助之下逐渐进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是他们生活的环境也极其的恶劣，资源有限，使得他们不得不尝试探索。作为诞生于地心中的族群，他们就连生存的空间都是稀缺物品。而且硅基文明的探索史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牺牲史，在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之中，牺牲了无数的探索者，才换来了现在的这一幕。甚至于苏雨借助着系统能够清晰地发现，整个地心世界之中的资源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内战之后，已经消耗很大了，基本上只能够维持地心世界再坚持最后的50年了，甚至50年都还未必能够坚持到。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世界构造独特，地表之下大多数都是岩层。而且苏雨在一次出走硅基世界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世界曾经爆发过一次核战争，这个世界之中大多数的资源都已经被挖掘的差不多了，留给地心世界的资源本就不多，岩层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资源。也庆幸现在探索者联盟在张晨峰的带领之下，成功泯灭了老旧的顽固思想，否则若是在老旧观念的带领之下，硅基文明只有灭亡一条路。很显然，张晨峰作为盟主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结束了战争之后，便是马不停蹄地开始研究水，在短时间内成功研发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使得现在的硅基文明有了探索水的资格。盟主，我们现在一个个船员殷切的目光落在了张晨峰的身上，在测试过他们研发之后的真理号能够成功抵抗水的入侵之后，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激动，甚至那不得现在马上就探索水。张晨峰的嘴角泛起了一抹笑容，轻轻地挥了挥手，开始探索。张晨峰从水池之中爬起来，进入了真理号当中。他重新站在了指挥台的位置，面色严肃，一圈圈的电磁波从张晨峰的身上扩散开来。真理号第二次探索水运动立即开启。是，一众的船员神情激动，一个个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操控着真理号。同时，还有一批的船员走到了张晨峰的身边。他们和张晨峰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双手都如同张晨峰一般，改造成了电钻。在张晨峰的带领之下，众人纷纷将自己的双手插入了链接口当中，汹涌的磁力波动扩散开来，瞬间席卷了整个真理号。磁场护罩开启。张晨峰低喝一声，只见得在真理号之外，竟然直接浮现出了一层由磁力组建而成的护罩。虽然在水池之中测试成功了，但是水层的因素是未知的，为此张晨峰还准备了第二个计划。磁力护罩，依靠着磁力将四周的水逼退，从而打造第二道防护，使得水更难渗透到真理号当中。出发！张晨峰低喝一声，刹那之间，真理号瞬间从水池之中驶去，浩浩荡荡地朝着水层的位置冲去。船身前方的钻头在张晨峰等一众将自己的双手改造成了钻头的硅基生物的操控之下运转了起来。巨大的钻头疯狂地旋转着，爆发出强大的力量，无情地破坏着四周的岩层。同时，真理号的画面再度传播在了整个探索者基地之中，甚至于地心世界。无数的硅基生物一如10年之前那般站在屏幕面前，望着从真理号之上反馈回来的画面。他们的心中紧张无比，他们不知道这一次的探索是如同第一次那般无情地被摧毁，还是超越第一次突破水层的阻碍。不过伴随着老旧的思想被毁灭，此刻整个硅基文明的心都链接在了一起。加油啊！一定要成功啊！地心世界之中是不是有着呢喃的声音在各处响起？他们祈祷着真理号能够突破水层的阻碍。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真理号便是来到了之前他们所能够抵达的最远的地方，距离水层最后1公里的位置。钻头再度发力，爆发出强大的力量，轻轻松松的便是前方的泥土瞬间钻开。刹那之间，无穷无尽的水再度顺着真理号钻开的空间涌入进来，直接包裹着整个真理号。真理号之中的船员，包括张晨峰，都变得紧张了起来。张晨峰大吼一声，开始报告数据。报告，真理号船身正常。报告，真理号船舱位置正常。
报告，真理号磁力、护照正常。一个个振奋人心的声音响起，每一个正常的数据都让张晨风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的浓郁。现在开始上升。张晨风的声音颤抖着，发布了自己的最后一个命令。在颁发了上升命令之后，真理号内包括了张晨风在内的所有硅基生物都将目光落在了屏幕之中。依靠着水的浮力，真理号缓缓的上升。时间在这一刻都好似变得缓慢了起来，整个指挥室内甚至能够听见一个个硅基生物那沉重的心跳声。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整个真理号微微一震，屏幕之中的画面瞬间变换了。在一直上升了1万米之后，真理号彻底的浮出了水面，屏幕之中传来了海平面的画面。这是张晨风的瞳孔微微一缩，瞬间冲出了指挥室，来到了舱门前。他说道：“打开舱门，保持磁场防护。”滋滋滋，舱门被打开，张晨风和一众的船员缓缓走出了舱门。他们凝望着眼前无穷无尽的世界。海风轻轻的吹拂，带着咸湿的气息。张晨风的脖子微微一缩，海风让张晨风下意识地感受到了恐惧。只是很快，张晨风便是意识到，这些海风、这些气体对他们似乎并没有什么伤害。他缓缓地抬起头来，漆黑的夜幕之上，漫天的繁星轻轻地点缀在上面。这一刻，张晨风突然明白了苏雨口中的天际到底是什么意思。张晨风看了看自己双手的电钻，同时又是将目光落在了漫天的繁星之上。他的耳边回荡着苏雨的声音：“坚持吧，我希望有一天，我能看到你的钻头突破天际的那一日。”满天繁星映照在张晨风的双眼中，那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色。天际，他的电钻突破了致密岩层，突破了水层，突破了一切硅基文明的探索，最终还是迎来了最后的报偿。他看到了灿烂的星空，淡淡的星光从天穹之上挥洒下来，沐浴了整个真理号。张晨风带着所有的船员躺在真理号的甲板之上，他们凝望着天穹之上的繁星，一双双机械眼之中有着难以掩饰的激动之色。漫天的星光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新奇的东西，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海风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物质，是他们从来见过的物质形态。空气亦是如此。硅基文明从建立开始到现在，已经足足过去了上百年的时间了。他们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来探索，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来牺牲，终究看到了穹顶之上的星空，看到了天际，进入了密度为零的天堂。与此同时，地心世界的探索者基地和地心世界的城池之中，无数的硅基生物静静地站在屏幕前方，凝望着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灿烂星空。激动、震撼、兴奋，各种各样的情绪充斥在他们的心中。甚至于有苍老的硅基生物看着这一幕，难掩内心的激动，身上电光闪烁，电磁波信号都变得紊乱。地牢之中，那些被关押的老旧思想的硅基生物同样是看到了这一幕。这一刻，他们的双眸之中出现了迷茫之色。原来，在世界之外，真的有另外的世界，真的有密度为零的天堂。这一刻，他们心中的观念在不断的崩坏，这一刻，他们心中所信仰的信念在不断的被冲击着。原来，他们真的是错误的。真理号上，在短暂的欣赏了新奇的星空之后，张晨风收起了心中的激动，电磁波信号发出的指令传给了旁边的每一位船员们：“诸位，不要浪费时间了，开始收集这里的数据，做好反馈。”船员们点了点头，连忙动起了身来。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操控着一台台仪器，开始检测海面之上的数据，包括了星光。一台台精密的仪器被他们搬到了真理号上面，开始工作。片刻之后，有仪器传来了反馈，顿时有船员激动地说道：“报告盟主，天际之上的光源，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和我们所需要的放射性矿石所散发的能源极其的相似。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收集这些光源，当做我们新的能源使用。我们找到了我们文明延续所需要的资源了。”听着船员激动的反馈，张晨风愣了一下，心中也是有些激动。此话当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资源的问题解决了，不仅仅是资源，甚至于就连空间问题一样被解决了。眼前的这一片广袤的海面，放眼看去，都是远超整个地心世界的空间。也就是说，从真理号彻底浮出了水面之后，困扰着整个硅基文明的空间和资源的问题，在这一刻彻底得到了解决。伴随着这一道反馈传入了众人的耳畔，传入了画面之中，地底深处的探索者基地，包括整个硅基文明，都陷入了无尽的狂欢之中。他们耗费了太多的代价，他们很多人一生都在探索，甚至是死在探索的道路之上。但是硅基文明前仆后继，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中总结经验，从失败之中爬起来，终于是解决了困扰他们整个文的问题。空间、资源，现在一切都有了。欢呼声宛若海啸一般回荡在了整个硅基文明之中，回荡在整个地底深处，每一个硅基生物都在疯狂地呐喊着，宣泄着自己的兴奋。当真，最终船员确定了反馈。这一刻，张晨风感觉自己的眼眶都好似湿润了，可惜他们并没有泪腺的存在，不然这一刻的张晨风必然泪流满面。等等！突然之间，一个船员带着一丝丝慌张的声音响起。张晨风的眉头微微一皱，他刚刚还处于开心的情绪之中，如今听见这个慌张的声音，心中也是有些不悦的。慌什么慌？有话慢慢说。张晨风呵斥了一声，而说话的那个船员声音微微有些颤抖，他指着距离真理号很遥远的位置，在那里，海平面之上有着一个小黑点，正在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朝着真理号靠近。盟主，你看，那是什么？听着船员的话，张晨风也忍不住将目光眺望了过去，赫然看到了正在朝着真理号不断靠近的小黑点。而苏雨看到这一幕，却是不由得叹了口气。
作为上帝视角的苏雨自然很清楚，眼前的这个小黑点是什么了。机械鲸鱼。这个星球是特殊的，星球之中的资源，因为上一任生灵的过度的开采，已经彻底的耗费殆尽。同时，整个星球更是受到了无法挽回的污染。地壳之下的岩层之所以荒芜，正是因为所有资源都被开采了大半，而又是因为资源的问题，整个世界爆发了一场核战争。在这一场核战争之中，无数的生灵彻底泯灭。即便是能够活下来的少数的生灵，也是因为科技和核污染的缘故发生了变异。而机械鲸鱼便是这一场核战争和核污染之下所诞生的畸形生灵。昔日的机械鲸鱼仅仅只是一个濒死的生灵罢了，但是伴随着苏雨将铁身诀出走到了机械鲸鱼的身上。机械鲸鱼依靠着铁身诀疯狂地吞噬着四周的金属物品，不仅仅成功活了过来，更是成为了整个海洋之中霸主级别的存在。整个海洋之中原本因为核战争早就荒芜一片，而那所剩无几的生灵也是彻底被机械鲸鱼吞噬抹杀。它已然成为了海洋之中唯一的生灵，一身的气息更是已经达到了恐怖的4阶。4阶已经是炼神武者的层次了，甚至于因为机械鲸鱼那庞大的身躯，更是让机械鲸鱼的战力变得更加的恐怖。足足有100米长、50米宽的体积，使得真理号上面的硅基生物们，即便是和机械鲸鱼距离很是遥远，也能够看到它的影子。毕竟机械鲸鱼的体积可是比起整个真理号都要大出1倍的存在啊！这是什么？张晨风有些不解，同时快速的命令麾下的船员开始检测这头未知生物的信息。很快便是有着船员惊恐的声音传来：报告盟主，我们在这个未知生物的身上检测到了大量的放射性元素，甚至伴随有着高能辐射的存在，这种辐射极其的危险，申请撤退。诚然，在这么长的时间之中，机械鲸鱼依靠着苏雨出手的铁身诀，大肆的吸收着海洋之中的金属元素，将自己整个身躯都彻底的转化为了机械。尤其是在海底，机械鲸鱼大量的吞噬了核战之后的城市金属后，早已变成了移动的放射源。虽然说平日里面硅基生物都是以放射性元素为资源为食物的，但是对于硅基生物来说，少量的放射元素或许不是什么问题，但若是这个量大了，就变得很危险了。就如同人类喝水一般，摄取每日所需要的水分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一旦摄取的水分过多之后，将会水中毒。任何的东西只要过了量，哪怕是在安全东西，一样变得危险。正如眼前的机械鲸鱼一般，它身上散发出来的放射性元素，甚至是整个地心世界之中挖掘出来的放射性元素的数万倍。如此数量之下，哪怕是硅基生物也无法承受的呀。就在一众的船员的反馈落在了张晨风的耳畔之中的时候，终于张晨风看清楚了这头未知生物的模样。机械鲸鱼整个身躯都是被机械金属零件所覆盖，两双眼睛也都被改造成了机械眼，硕大的眼睛闪烁着猩红的光辉，硕大的尾巴疯狂地抽打着海面，溅起一阵阵的浪花。仅仅只是一个翻涌，竟然直接跨越了数公里的位置，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张晨风不由得愣住了，他还从来没有见过体积如此庞大的生物，尤其是感受到机械鲸鱼身上传来的气息波动，更是让张晨风感觉自己好似位于风暴的中心一般。回船返航。不过张晨风终究还是硅基文明第一人，反应力还是很快的，他当即下令让所有的船员返回舱内，关闭了舱门，同时坐在了各自的位置上，开始磁场。张晨风站在指挥台上，怒吼一声，同时体内的磁场瞬间震动，恐怖的磁力激荡而出，裹挟着一股汹涌的磁力波动，激发出强悍的电流，涌入了真理号当中。而其他的硅基生物也是学着张晨风的样子，将自身的磁场开发到了极致。在一个个硅基生物的操控之下，真理号就好似潜水艇一样，内舱直接开启，吸收着四周的海水，同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真理号朝着海水之下下潜。在出发之前，张晨风就已经做好了返航的准备了，所以才能够在如此迅速的时间之中操控着真理号开启返航。可即便是如此，在操控着真理号返航的途中，张晨风的脸色也是极其凝重。他自己不过是3阶的层次罢了，已经是走到了整个硅基文明的最前沿的位置。只是在机械鲸鱼那恐怖的身躯之下，张晨风能够感受到一股极其恐怖的压迫感。而在这样的压迫感之下，张晨风甚至感觉自己在机械鲸鱼面前犹如蝼蚁一般。这样的感觉让张晨风的心中再度升起了恐惧。下潜，整个真理号开始以极致的速度疯狂地朝着海底涌去。船头之上的钻头在一众的硅基生物的操控之下疯狂地旋转了起来，破开了前方的海水，增加了真理号下潜的速度。同时真理号的发动机也是瞬间开发到了极致，船尾之后爆发出了一股极其恐怖的推进力，带着真理号疯狂的下潜。在这一刻，之前看到星空的喜悦瞬间被机械鲸鱼的出现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紧张之色。张晨风的眼神极其的紧张，他知道他必须要回去，必须要带着真理号当中关于水层之外的数据回到硅基文明之中。现在的他是整个探索者联盟的盟主，是整个硅基文明的主心骨。诚然，他们是看到了水层之外的世界，看到了天际，看到了星空，也看到了硅基文明的未来，但同时也看到了未知恐怖的生物。张晨风不知道在自己死后会不会有如同自己一般的硅基生物再度成为硅基文明的领袖，带领着整个硅基文明继续探索和怪物对抗。他不敢赌，他不敢拿整个硅基文明的未来来赌博，否则整个硅基文明可就彻底无法摆脱困在岩层之下的命运了。然而真理号的速度是很快，但是机械鲸鱼的速度更快。
身为海洋的霸主，在海水之中，机械鲸鱼几乎没有任何的阻碍。机械鲸鱼的双眸之中闪烁着红光，瞬间就出现在了真理号的旁边。报告盟主，怪物出现在我们的船尾了。此话一出，整个指挥室内的硅基生物顿时变得紧张了起来，就连张晨风的脸色也变得有些不自然。咚！整个真理号传来了一道闷响。下一刻，张晨风仅仅只是感觉整个真理号好似受到了恐怖的冲击一般，竟然开始变得摇晃了起来。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赫然便是眼前的这头机械鲸鱼了。它晃动着自己那巨大的尾巴，狠狠地抽打在了磁场护罩之上。恐怖的力量更是将磁场护罩的光芒都撞得有些暗淡了起来，引得一众的船员不断的惊呼了起来。张晨风面色发狠，低吼一声：“不要慌，全力转动磁场。”话音落下，张晨风的体内瞬间爆发出了一股极其恐怖的磁场力量，刹那之间涌现出了无尽的磁力。这一刻，张晨风已然彻底将自己的磁场发挥到了极致，甚至于张晨风的双眸都变得猩红无比。他低吼着，身上的磁场爆发到极致，真理号船头之上的电钻更是疯狂的转动，发出了一阵阵的轰鸣声。我的钻头是要钻破天际的，现在好不容易看到了天界，我怎么能死去？张晨风在心中呐喊，咆哮着。探索船前方的钻头疯狂的旋转着，爆发出了强悍的力量，将四周的海水硬生生的分开，速度再度爆发。只是，即便是真理号将速度爆发到了极致，依旧无法摆脱机械鲸鱼的纠缠。而机械鲸鱼却并没有着急覆灭眼前的真理号，他的眼神就像是一个小孩子看到了好玩的玩具一样，充满了好奇。诚然，在机械鲸鱼将整个海洋之中的生物都彻底的吞噬抹杀之后，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新的生命了。所以在感受到真理号的存在之后，机械鲸鱼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只是这个全新的生命似乎对自己有着恐惧，还没有等自己靠近，就开始跑路了。这自然是让机械鲸鱼不爽的，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了玩具，又怎么可能轻易的放走？一直到了海底，机械鲸鱼那庞大的身躯依旧盘旋在真理号的身边，时不时还用自己那庞大的尾巴抽打一下真理号。恐怖的力量，哪怕是有着磁场护罩的保护，但是力量传递出来，却是让船舱之中不少的船员陷入了眩晕昏迷之中。固然每一个船员都是张晨风亲自挑选的接触的硅基生物，只是在机械鲸鱼面前，不要说他们了，即便是张晨风都宛若蝼蚁一般，只能任由机械鲸鱼摆弄。此刻，整个真理号的指挥室内只剩下了张晨风一人，还在苦苦的坚持着，身上的磁力转动到了极致，甚至于在张晨风某些部位还能够看见一缕缕黑色的硝烟缓缓升腾了起来，代表着现在的张晨风已经进入了超负荷的状态了。而机械鲸鱼似乎也看出来这个铁疙瘩想要从自己的手中逃走，一双硕大的机械眼之中闪过了一抹暴虐之色。他终究还是放弃了玩耍，挥动着自己的尾巴，恐怖的力量在尾巴之上汇聚着，最后狠狠地朝着真理号所在的位置抽打了过去。咚！可怕的力量疯狂地宣泄在磁场护罩之上，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那磁场护罩就好似薄薄的纸巾一样，瞬间就被那恐怖的力量摧毁。尾巴带着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继续朝着磁场护罩之下的真理号上狠狠地抽打过来。看着这一幕，张晨风整个人的双眸瞬间变得赤红不已。啊！我不能死在这里，我要活下去，我要带领整个硅基文明走向全新的世界！张晨风疯狂地呐喊着，刹那之间，一股可怕的力量从张晨风的体内瞬间爆发而出。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张晨风突破了，从3阶突破到了4阶。早在10年之前，张晨风就在苏雨交易过来的放射性金属的加持之下，达到了3阶的巅峰，只不过一直没有突破。而现在，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心中坚定的信念，生死的危机的催促之下，张晨风终于突破到了4阶。实力突破带来恐怖的磁力，刹那之间，在4阶力量的加持之下，真理号的速度突然暴涨，竟然硬生生的从机械鲸鱼的尾巴之下冲了出来，狠狠的扎入了海底的泥土层之中。真理号成功逃脱。伴随着真理号扎入了海底的泥土之中，机械鲸鱼看着眼前只剩下一个巨大的窟窿，但是真理号的身影已然不见了。因为探索船的特殊性，当前方的泥土被钻开了之后，就会自动的将那些泥土转移到船尾，所以在机械鲸鱼的面前，很快就只剩下了一个很小的坑。可机械鲸鱼分明能够感受到，在泥土之下，真理号还在迅速的朝着地心的方向不断的冲去。机械鲸鱼虽然实力达到了4阶，但因为海洋中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接触太多生物，导致其心智如同孩童。此时真理号的逃脱让机械鲸鱼的心中充满了愤怒，他感觉自己被眼前的这个新生的生命耍了，犹如孩童最喜欢的玩具消失了一般，这怎么能让他不愤怒？好！机械鲸鱼发出了一道怒吼，庞大的身躯疯狂地撞击着海底的泥土，强大的力量更是将海底硬生生地撞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可是偏偏真理号在地底实在是太熟悉了，速度更是恐怖，而且这还是张晨风突破了4阶之后全力以赴之后的速度，更是快得吓人。吼吼吼！机械鲸鱼不断地怒吼着，怒吼声在海底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波澜。下一刻，机械鲸鱼张开大口，在它的那血盆大口之中，有着恐怖的能量波动，赫然正在不断的聚集着。苏雨的看着这一幕，眉头微微一挑，不知道为何感觉有些熟悉，仿佛在哪里看到过一样。只见得无数的能量汇聚在机械鲸鱼的口中，一股极其可怕的能量波动瞬间弥漫而出，甚至于苏雨感受到，在这一股能量之下，即便是炼神7、8层的武者正面硬接，恐怕都难以抵抗。
诚然，机械鲸鱼是4阶的层次，堪比炼神，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凭借着庞大的身躯，轻轻松松的就称霸了整个海洋。再加上机械鲸鱼每天都在吞噬大量的放射性元素，这就使得机械鲸鱼体内的放射性元素的量已经达到了一种极其可怕的程度。而在大量的放射性元素的加持之下，汇聚的能量自然是可怕到了极致。下一刻，一道白色的光柱从机械鲸鱼的口中瞬间喷涌而出，能量光柱带着足以吞噬一切的威能，四周的海水在能量光柱那可怕的炙热威能之下，竟然直接被蒸发了。在能量光柱的四周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泥土被轻而易举的覆灭，裹挟着极其可怕的威能，一直蔓延到了地底数百公里的位置。这是原子吐息！苏雨惊呼一声，轰隆隆，海水翻涌，海底的大地更是不断的震动。即便是真理号再快，也不可能快得过这一道能量光柱。不过好在张晨风在突破了4阶之后，反应力也是大幅度的提升，凭借着对磁场的掌控，能量的波动在张晨风的眼中极其的敏感。在机械鲸鱼喷涌出那一道光柱的一瞬间，张晨风就反应过来了，硬生生的在短暂的几个微秒的时间之中，强行操控着整个真理号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歪去。可即便是如此，真理号依旧还有一半的船身被能量光柱直接吞噬。在可怕的力量之下，即便是经过了各种改装强化的真理号，一样是瞬间蒸发。而那些昏迷过去的船员，更是连同着真理号一并被融化。光柱洞穿了真理号，更是硬生生的朝着地心的方向前进了将近100公里的位置，才是堪堪停了下来。啊！张晨风的双眸在一瞬间就变得猩红无比，一股无力的感觉充斥在他的心中。明明都是4阶，但是张晨风这个初入4阶的存在和机械鲸鱼之间的差距明显还是太大了一些。他的目光落在了真理号中心位置，那里是储存着这一次破开了水面之后所有的数据，这也是这次探索的收获。看了一眼之后，张晨风悬着的心也是放松下来了，数据并没有受到损坏。张晨风扭过头看了一眼那硕大的深坑，深呼吸一口气，勉强操控着已经只剩下一半的真理号，快速的朝着探索者基地的方向掠去。刚刚到光波带来的恐怖威势，让张晨风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不过好在的是，在机械鲸鱼的尾巴撞击真理号的一瞬间，就导致了画面的中断，所以大部分的硅基生物甚至都还没有看到机械鲸鱼的存在，自然也没有看到那恐怖的能量光柱。这一幕只有张晨风一人看见了，而这一幕也是给张晨风带来了深深的震撼。没有看见，对于硅基文明来说，也算得上一件好事了。本来突破水层在硅基文明之中是一件极其振奋的事情，若是机械鲸鱼的恐怖被硅基文明看到了，无疑是给原本充满希望的硅基文明带来新的阴影。海底深处，机械鲸鱼看着被自己能量光柱洞穿的大地，看着自己眼中的奇特生命狼狈的逃走，机械鲸鱼的心中也失去了游戏的心情，无奈的离去了。即便是强如机械鲸鱼，也不可能横穿整个地心。在经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张晨风终究是带着残缺的真理号以及侥幸活下来的船员回到了探索者基地之中。他们一回来就受到了极大程度的欢迎，只是在这一场欢迎之中，张晨风无论如何都无法笑出来。诚然，他们已经达到了密度为0的天堂，但是在天堂之中却是有着一个极其恐怖的怪物。最终，张晨风将机械鲸鱼的名字命名为利维坦，同时更是召集了整个硅基文明的学者来到探索者基地，开始研究真理号带回来的数据。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推演盘算之后，张晨风和一众的硅基文明的学者通过对星空的数据和海洋数据的研究，赫然发现他们所处于的世界仅仅只是处于这一颗星辰的地心，在地心之上，海洋之上则是真正的世界，甚至于在这个星辰之外还有着密密麻麻的星辰，规律的悬停在宇宙之中。这个发现顿时整个硅基文明都彻底的震动了起来。他们在这一刻突然的意识到，他们的文明不过是茫茫宇宙之中极其渺小的一点罢了，哪怕是对于他们生活的这个星辰来说，他们都是极其渺小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整个宇宙了。可硅基文明虽然渺小，但是却给众多的硅基生物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原来空间资源都是近乎无限的，只是这些空间和资源都等着他们去探索。探索吧！一夕之间，张晨风仿佛又听见了风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轻轻的呢喃。这一刻，张晨风再度坚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终于在几日之后，张晨风准备将研究出来的消息全部公之于众。硅基文明大大小小的屏幕之中，赫然出现了张晨风的身影。这一刻，正如真理号突破水层那般，无数的硅基生物安安静静地站在屏幕面前，等待着张晨风开口。张晨风望着密密麻麻的摄像头，深呼吸一口气，缓缓地开口了：“诸位，经过这一次真理号的探索，我不得不告诉诸位，在水层之外是无边无际的空间，是无边无际的资源，那里是真正的天堂。”低沉的声音通过电磁波，刹那之间回荡在了整个硅基文明之中。欢呼声、呐喊声在这一刻瞬间响彻，无数的硅基生物激动无比。他们这个文明从一开始就被有限的空间和资源束缚住了，而现在无限的空间和资源就在他们的眼前，如何能不让他们兴奋？只是张晨风的话还没有结束，他的声音继续回荡在了整个硅基文明。但是我不得不告诉诸位的是，听着张晨风的声音，原本激动的硅基生物也不知道为何安静了下来，他们安安静静地望着屏幕之中的张晨风，等待着他的开口。在海洋之中存在于一头极其可怕的怪物，我将它命名为利维坦。利维坦的势力和实力极其的强悍，它会无情地抹杀着进入海洋之中的任何生物。而当硅基族群大规模迁移的时候，必然会遇上利维坦，无法躲避。
我们想要进入真正的天堂，突破天际，必须要解决利维坦。张晨风的声音逐渐变得低沉了起来，他的双眸之中闪烁着猩红的光辉。诸位，数百年来的探索，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密度为零的天堂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难道应该放弃吗？不应该！硅基文明之中有人怒吼着，他们同样是红着双眸。我们的文明的延续就在眼前了，不能因为一个怪物就阻拦我们文明的延续。杀了他！杀死利维坦！杀死这个怪物！硅基文明之中，无数的硅基生物彻底的疯狂了起来。他们生活在有限的空间和资源之中，整个文明的发展和延续都得到了阻碍。现在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难道一个怪物就能够抹杀他们整个文明的努力了吗？不能！听着一众硅基生物坚定的声音，张晨风严肃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的声音再度响起：诸位，我们的文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中成长起来的。或许我们面对着利维坦我们会失败，但是除开了失败之外，就只剩下成功了。文明的未来就在我们的眼前，文明的延续就在我们的手中。我的兄弟朋友们啊，我的同胞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彻底杀死利维坦吧！杀死眼前一切的阻碍，一切阻碍我们文明发展的不利因素，都将被我们文明覆灭。慷慨激昂的声音通过电磁波，准确无误地传递在了每一个硅基生物的脑海之中。杀死利维坦，杀死阻碍文明的不利因素，文明的延续在我们的手中，成功就在眼前。刹那之间，整个硅基文明之中都响起了一阵阵呐喊。硅基文明众志成城，蓄势待发。在见识过了星空之美的他们，又怎么可能忍受继续蜷缩在阴暗狭小的空间之中？看到这里，苏雨挥了挥手，轻轻地散去了系统的画面。一切正如苏雨所想的那般，硅基文明想要冲出地心，必然会和机械鲸鱼起到冲突，只是不知道最后谁能够更胜一筹了。可不管结局怎么样，这一场战斗必然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这一场战斗将会是硅基文明自创建以来最艰难的一场战斗，一场为了未来而搏斗的战斗。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意志逐渐变得清醒了起来。硅基文明看到了星空，而为了走到这一幕，硅基文明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而此时的苏雨意识已经不再关注硅基世界了。这些天，硅基文明的发展给苏雨带来了大量的死亡反馈。最重要的是，伴随着文明的进化，硅基生物平均的实力都得到了提升。也就是说，现在同样数量的硅基生物死亡，给苏雨带来的死亡反馈是远超之前的。轰隆隆，苏雨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体内的气血犹如那奔腾不息的河流一般，不断地冲刷着自己的血肉，自己的肉身竟然再度被强化了。苏雨连忙闭上了眼睛，感受着这一次硅基世界带回来的反馈，一点一点将其消化。终于，在过去了1个小时之后，苏雨将全部的死亡反馈都彻底的消化，肌肤之上更是有着淡淡金色的光辉在轻轻的闪烁着。金身之体已经堪比炼神9层的武者了。苏雨微微呢喃着，双眸之中有着兴奋之色。伴随着金身之体的提升，苏雨对磁场的掌控以及全身的气血的上限都得到了恐怖的提升。仅仅只是依靠着金身之体，独堪比高武世界的炼神9层的武者。果然，唯有强大自身，领悟属于自己的意境，诞生全新的规则，才是最正确的武道。炼神境问题太大了。苏雨轻轻的摇了摇头。虽然说自己现在仅仅只是肉身上堪比炼神，而炼神在规则之上却是苏雨远远所不能及的，但是自己有意境啊。在剑意提升到了4阶之后，苏雨分明察觉到，当意境提升到了4阶之后，和规则极其的类似，甚至于意境还是自己创造出来，运用起来更加的顺心一些。想到这里，苏雨的嘴角便是泛起了一抹笑容。突然，苏雨的心念微微一动，目光落在了系统页面上的堕仙魔戒上面。苏雨赫然感受到，在10多天的时间过去，堕仙魔戒之中的欧姆竟然将自己的气息提升到了2阶的层次。要知道，堕仙魔戒仅仅只是过去了1年的时间啊！最重要的是，欧姆他们那个世界的等级本来就低，能够在1年的时间之中做到这一步，已经极其不容易了。这么快的速度，自然是引起了苏雨的注意力。这个家伙还真的让人意外啊！苏雨淡淡一笑，心念微微一动，堕仙魔戒的画面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堕仙魔戒，一个宽敞的实验室内，实验室灯火通明，在实验室之中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机械一体，每一个机械一体都好似被当作艺术品一样，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透明的玻璃之中，只能够透过玻璃看到里面的机械一体。而此刻，在实验室最深处，欧姆坐在一个白色的床上，而在欧姆的面前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手术刀。这家伙想要干什么？苏雨的眉头微微一皱，他好似察觉到了什么，看向欧姆的眼神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这家伙对自己还真的很啊！苏雨微微的呢喃着。很快，欧姆坐在床上，右手拿起了一个小巧的手术刀，对着自己的左臂便是轻轻的划了下去。他甚至连麻醉剂都没有使用，就这样硬生生的用手术刀划破了自己的肌肤，划破了肌肉，最后没入了骨骼之中。很快，没有打麻醉剂的痛苦便是传入了欧姆的大脑，强烈的刺痛感在短短不到1秒的时间，瞬间侵蚀了欧姆的大脑。然而，让苏雨有些诧异的是，欧姆的脸色依旧平静无比。如果不是看到欧姆的身躯在微微的颤抖，以及额头之上那密密麻麻的冷汗的话，苏雨甚至都以为欧姆已经没有了知觉了。这个疯子！苏雨的心中对欧姆有了评价。虽然疼痛，但是欧姆的大脑却是冷静到了极致，有条不紊地运转着铁身诀，依靠着地磁力的操控，将旁边摆放着的机械一体吸引了过来。在彻底将自己的右臂斩断之后，趁着血液即将喷涌出来的一瞬间，欧姆瞬间将一体链接在自己已经断裂的胳膊之上。
凭借着铁身诀的作用，机械一体竟然和欧姆的肉身完美的链接在了一起。做完这一切，欧姆苍白的脸色才是渐渐的恢复了一些血色，最后面无表情的将自己的右臂扔进了垃圾桶内。如此熟练的动作，很显然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这个时候，苏雨才是通过欧姆挽起的衣服看到，欧姆竟然已经将其他的肢体全部改造为了机械一体。看到这一幕，苏雨心中也是有些错愕，这欧姆居然把铁身诀用这种方式修炼吗？诚然，苏雨给欧姆的铁身诀是通过吞噬金属矿石，从而提升自身对磁场掌控。但是欧姆竟然反其道而行之，竟然直接将稀有金属矿石直接打造成了机械一体，然后通过将机械一体移植在自己的身上，再以铁身诀将机械一体和自身融为一体，大幅度提升铁身诀进度。这样的修行方法，即便是苏雨都不由得佩服了起来。诚然，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大幅度的增加自身的修行速度，但是每一次更换躯体和器官的时候，所需要承受的疼痛却是极其恐怖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是大毅力者根本就无法忍受，而且还是要面对着稀有金属打造而成的一体和身体的不适应性。虽然说在铁身诀的加持之下能够更快的适应，但凡事都有一个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这家伙对自己还真的够狠啊！苏雨不由得感慨了一声，实在是欧姆对自己实在是太狠了，为了快速的提升自己，竟然用了这样一个偏执的方法。不过想来也是，堕仙魔界悬浮在他们世界的上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堕仙魔界之中的修真者就会降临，无情的收割他们这群侏罗。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偏执冷漠一些似乎也没有什么错。此刻欧姆结束了手术，简单的活动了一下，运转体内的铁身诀，使得自己能够快速的适应全新的机械一体。欧姆缓缓地坐在了实验室内的沙发之上，他的双腿竟然也已经被他改造成了机械一体。我成功了！欧姆平静地开口，脸上却是连丝毫的情绪都没有泛起，仿佛在诉说着一件和自己不相关的事情一样。吱呀！就在这个时候，实验室的门被缓缓推开了。只见的一个身穿西服的中年人，留着络腮胡，整个人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成熟稳重的情绪。他面色复杂地看了一眼欧姆，双眸之中也是带着一丝丝的惊喜。欧姆，你的想法终于实现了。中年人轻声地开口，此人赫然便是欧姆的父亲了。欧姆的父亲乃是这个世界数一数二的医疗一体制造集团的董事长，而这个集团名为弥赛亚集团。这个世界的科技极其的发达，甚至能够和现在的高武世界相比，而弥赛亚集团却是已经走到了这个世界科技的前沿，在一体方面有着很高深的造诣。在弥赛亚集团的研发之下，这个世界的一体技术已经是很成熟的一种医疗手段了。至于欧姆，在上一次得到了苏雨的出走之后，发现铁身诀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竟然和超凡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幸欧姆直接告诉了自己的父母，自己觉醒了超凡之力，成为了超凡者，同时选择了退学，在家安心修炼着铁身诀。欧姆的脑子很好用，仅仅只是短短的时间之内，就从铁身诀传统的吞噬金属壮大自身的修行方式之中，研发出来了更换一体加快修行进度的方法。当然，这其中也有欧姆家集团的缘故。通过一体改造的方式，迅速提升铁身诀的进度，并且通过对铁身诀磁场掌控的逆向研究，使得欧姆能够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达到了惊人的2阶层次，几乎可以算得上是这个世界之中顶尖的超凡者了。但是欧姆想要的可不仅仅只是这一点，他很清楚天穹之上的堕仙魔界的修真者是多么的恐怖，仅仅只是眼下的这点力量，根本无法和堕仙魔界之中的修真者抗衡，还要继续的变强。而在修行的同时，通过铁身诀的缘故，欧姆更是将自家的一体进行了多次的升级强化，使得现在弥赛亚集团的一体已经引领了整个世界。欧姆平静地看着自己的父亲，淡淡地说道：新一代的一体可以开始发售了，我要在3年的时间之中彻底称霸整个一体市场。说话的同时，欧姆的双眸深处竟然有着一抹金光在闪烁着。当然，如果可以更快的话，自然就更好了。听着自家儿子的话，中年人的眉头微微一皱，沉声道：为什么？我们已经是最大的医疗集团了，接下来只要慢慢发展，就可以逐渐占领整个市场。商场不是人能够决定的，市场的情况随时都在变，即便是我们掌握了最先进的一体，但也不可能说称霸就称霸，过于求成反而不好。欧姆淡淡地看了自己的父亲，平静地说道：那如果说一体的存在是帮助我们的世界唯一对抗修真者的力量呢？加上这个，难道也无法称霸整个市场吗？听见欧姆的话，中年人的瞳孔微微一缩，他的呼吸逐渐变得炽热了起来，他紧紧地盯着欧姆，似乎想要判断欧姆的这一番话是不是真的。此话当真？中年人的呼吸沉重无比。欧姆点了点头，平静地说道：这是我经过3个月的时间收集了整个世界超凡者的数据之后进行整理的，仅仅只是依靠着超凡者，我们永远无法对抗修真者，唯有将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变得强大，我们才有一线生机，而机械一体带来就是强大我们的唯一办法。听着欧姆的话，中年人深呼吸了一口气，随后眼神逐渐变得坚定了起来。既然如此，我立马召开新闻发布会，希望你的研究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世界。欧姆轻轻地喝了一口茶水，淡淡地说道：自然，抓紧时间凑齐资金吧，等资金凑够了之后，心脏一体也能研究成功，到时候……欧姆的眼神突然从平静变得有些疯狂了起来，将我的心脏也改造成机械一体，等到了那个时候，我的实力将会再度提升。听着欧姆的话，中年人的双眸之中浮现出了一抹心疼之后，最后他在心底深深地叹了口气之后，转身离去，开始准备新闻发布会了。
如果真的如同欧姆所说的那般，新一代的机械一体能够提升这个世界人们的实力，那么弥赛亚集团就能够彻底称霸一体的市场。数日之后，弥赛亚集团的新闻发布会彻底的召开，而名头自然是一体提升普通人战力的噱头。正是因为这个噱头，使得这一次弥赛亚新闻发布会的热度一度登上了互联网的热搜第一。堕仙魔界悬浮在他们这个世界的上空，每天抬头就能看见血红色的世界倒影，就像是一柄刀子悬停在他们的脖子上一样，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柄刀子就会落下，无情的收割他们的生命。而在刀子落下来之前，他们必须提升自己的实力，使得在刀子落下的时候，他们有着反抗之力。弥赛亚集团的这一次新闻发布会，无疑是彻底的击中了这个世界所有人的内心。无数的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甚至于还有着强大的超凡者密切的关注着弥赛亚集团的新闻发布会。弥赛亚集团后台，欧姆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身边站着的自然是他的父亲了。中年人看了看时间，随后将目光落在了欧姆的身上，轻声道：“时间差不多了，你该上去了。”欧姆点了点头，面无表情地从后台之上走到了新闻发布会的面前。面对着无数的聚光灯，欧姆的表情没有任何的变化。这一次，弥赛亚集团的新闻发布会打的名头是让普通人变得更强大。整个世界大大小小的新闻媒体都汇聚在了大厅之中。咔嚓嚓，闪光灯的声音不断的响起，紧接着还没有等欧姆在自己的位置上坐稳，下方的提问便是犹如狂风暴雨一般瞬间袭来了。请问欧姆先生，您作为弥赛亚集团的继承人，真的能够保证贵公司的一体能够让普通人变得更强大吗？请问欧姆先生，贵公司的这次宣传是否属于虚假宣传？请问欧姆先生，众所周知，一体都是给残疾人准备的，让他们能够享受正常人的生活，贵公司却说能够让普通人变得更强，是不是在人道主义上面有所残忍了？一系列的问题问得欧姆的眉头微微一皱。欧姆没有说话，而是缓缓地站起身来，身边有工作人员默契地推出来了一个力量测试仪器。在一个个摄像机、闪光灯以及记者的注视之下，欧姆缓缓地走到了力量测试仪器的面前，褪去了自己身上的衣服，露出了自己的机械四肢。诚然，欧姆的双腿、双手已然彻底被改造成了机械一体。众人看着这一幕，不由得瞳孔微微一缩，一时间整个发布大厅之中竟然变得安静了下来。他们的目光汇聚在欧姆的身上，等待着欧姆给他们答案。欧姆一边褪去自己的衣物，一边淡淡的说道：“机械一体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普通人的力量变得更加的强大。我知道，在我们的世界之中有超凡者的存在，他们是我们抵抗修真者唯一的力量。但是，欧姆的嘴角露出了一抹不屑之色。根据我所收集到的数据来看，我们世界的超凡者在修真者面前依旧不值一提。真正的想要抗衡修真者，不能仅仅只依靠着超凡者，还需要所有人的努力。而机械一体，欧姆的双眸之中突然爆发出了一抹火热，一拳狠狠的就朝着那力量测试仪砸去。咚！雄浑的声音瞬间在整个大厅之中炸开，一些人更是抱住了自己的耳朵，面色惊恐的看向了欧姆。只见得力量测试仪上面的数据开始疯狂的跳跃，最终停留在了10吨的数据之上。整个大厅再度变得安静了下来，他们的目光全部汇聚在力量测试仪上面，相机不断的发出咔嚓的声音，闪光灯不断的闪烁，能够让普通人在面对着即将到来的修真者的时候，也有着自保之力。欧姆淡淡的声音回荡在了整个大厅之中。伴随着弥赛亚集团的新闻发布会结束，一瞬间，弥赛亚集团的一体受到了无数人的追捧。诚然，正常人将自己的四肢改造成机械一体，有违人道主义，但是在种族存亡之下，人道主义算个屁，连人类都不存在了，人道主义还有什么用吗？对于这个世界的普通人来说，他们很多人都是亲身经历过那一场灾难的，甚至于每天无时无刻都悬停在天穹之上的堕仙魔界，更是给他们的心中带来了无尽的压抑。如今，机械一体的出现，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伴随着这一场新闻发布会结束，弥赛亚集团的一体一经发布，瞬间就得到了群众的哄抢，而欧姆所需要的资金也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收集成功。弥赛亚一体带来的收益，让欧姆对一体的研究更进一步，他成功研究出了小型核反应堆技术，一个能够取代自己心脏的东西。苏雨看着这一幕，嘴角微微一抽，好家伙，先是哥斯拉，现在又是钢铁侠是吧？还是赛博朋克版本的钢铁侠？昏暗的实验室内，欧姆将大门反锁，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不能有任何人打扰，一旦被打扰了，到时候迎接自己的只有死亡。他即将开始自己的心脏更换手术，将自己的心脏更换为自己研究出来的小型核反应堆。固然，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手术，稍微有任何的错误，都有可能让欧姆彻底的躺在手术台上，永久的沉睡下去。但是欧姆没有时间了，他清晰的认识到，在过去不久之后，整个世界都将要沦陷，血红世界之中的修真者将会化身恶魔，无情的收割着他们这个世界之中的生灵。没有人能够逃得过，也没有人能够反抗修真者。唯有提升自己，将自己强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才能够在修真者的手中活下来。所以他没有时间去慢慢来，他必须比所有人都快，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改变这个世界。而最快的办法就是通过对自身器官的改造，将自己的一切都改造成金属一体，通过自身的铁身诀强大自身的实力。呼！躺在手术台上，欧姆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胸口不断的起伏着。饶是欧姆已经进行过很多次手术了，但是这一次欧姆还是难免有些紧张。大概过去了10几秒钟的时间，欧姆整个人逐渐平静了下来，他的脸庞再度变得面无表情，呼吸更是平稳了下来。随后他拿起了旁边的手术刀，缓缓地朝着自己心脏的位置靠拢。这一次他依旧没有选择麻醉，
哪怕是局部麻醉也没有。他需要保持自身的清醒，唯有这样才能够增加成功的几率。对于欧姆来说，这场手术也只有他自己亲自做，才能保持最大的成功率。而且他对于磁场的掌控已经达到了一种极其精妙的程度，使得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中将小型核反应堆移植在自己的心脏上。欧姆右手拿着手术刀，锋利的刀刃轻而易举地划破了欧姆的胸膛，肌肤裂开，露出了血淋淋的肌肉。在肌肉之下隐藏着挑动的心脏，咚咚咚，心脏的挑动极其有节奏。疼痛再度蔓延到了欧姆的脑海之中，欧姆咬着牙齿，快速地挥动着手中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那些链接在心脏之上的血管。同时，体内的铁身诀也是在这个时候快速地运转，依靠着磁力的波动，瞬间将附近的小型核反应堆吸引了过来。心脏被欧姆直接扯了下来，快速地将核反应堆放置在心脏的位置。小型核反应堆上的线路和血管一一连接，铁身诀运转到极致。紧接着，快速地缝好胸膛上的伤口。咚！核反应堆在被放置在心脏位置上之后，突然一震，反应堆开始运转。欧姆运转铁身诀，将核反应堆以诡异的方式和身体共存。庞大的辐射开始一点点地净化欧姆的身体，就好似一根根血管一般，直接蔓延在了欧姆的全身，彻底地取代了心脏的作用，成为了欧姆体内的器官。完成到这里，欧姆也是松了一口气，最危险的地方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就是彻底适应了。铁身诀运转，带动了核反应堆，爆发出庞大的辐射之力，席卷了整个手术室内。顿时，在手术台的四周，早就被欧姆准备好的稀有金属开始一点一点地朝着欧姆的身上汇聚而来。欧姆没有时间休息，连忙继续运转着铁身诀，依靠着铁身诀的力量，开始炼化四周的稀有金属。手术的过程之中，欧姆的脸上甚至连任何的表情都没有表现出来，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人一样。在苏雨的眼中，欧姆的存在甚至比起硅基世界之中的硅基生物还要更像是机器人。硅基生物尚且都还有情绪的波动，而在欧姆这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却是看不到任何情绪的波动，仿佛只有绝对的理性。伴随着密密麻麻的稀有金属被欧姆炼化，化作了金属液体，涌入了欧姆的体内。欧姆体内的磁力也开始不断的暴涨，一缕缕的电流开始缠绕在欧姆的身上，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沐浴在雷江之中一般，充斥着一股可怕的能量波动。片刻之后，欧姆身上的气息逐渐稳定了下来，实力也是在这一刻提升到了3阶的层次。3阶已然堪比高5世界的断骨劲武者了。只是堕仙魔界可是6级世界，即便是3阶的实力，在堕仙魔界面前依旧宛若蝼蚁一般。欧姆自然也是知道这一点，即便是用小型核反应堆替换掉了自己的心脏，使得自己的实力得到了突破，欧姆心中也毫无波澜。他缓缓站起身来，伴随着修为的突破，在铁身诀的作用下，身上的伤口也是一点一点愈合，甚至于身躯和小型核反应堆也越发的融洽了。欧姆走到了一个电脑旁边，坐了下来，伴随着瞳孔扫描，电脑随之打开。通过欧姆的视角，苏雨能够看见，在这个电脑上面存放着一个文件夹，而文件夹的名称却是让苏雨的眉头为之一挑：机械飞升。看着这个文件夹，苏雨的表情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这一刻，苏雨终于知道了欧姆的计划，拯救这个世界真正的计划。机械飞升。望着电脑之中的文件夹，电脑的蓝光照映在欧姆的脸上，本就面无表情的欧姆，在电脑的光辉的照耀之下，显得更加的冰冷。他一只手操控着鼠标，点开了文件夹，一只手托着自己的下巴，目光注视着眼前的电脑。而在文件夹之中，赫然是欧姆关于堕仙魔界的数据的研究，以及他们这个世界超凡者的数据，甚至还有一大堆关于如何拯救他们这个世界的草纲，赫然列在这个文件夹之中。欧姆点开了关于堕仙魔界和超凡者之间的数据，苏雨看了一眼，发现在短短1年的时间之中，欧姆通过不断的收集数据，将堕仙魔界的修真者和他们这个世界的超凡者相互比较，发现堕仙魔界的修真者远远不是他们这个世界的超凡者能够抗衡的，哪怕是他们这个世界最强的超凡者，在修真者面前也不过是稍微强壮一些的蝼蚁罢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强者甚至都比不上我现在的实力，更何况即便是我现在的实力，放在堕仙魔界的修真者当中，也仅仅只是一个中等偏下的水准。哼，想要在20年的时间之中将我们的世界提升到足以和堕仙魔界相互抗衡的层次，还真的可笑啊。欧姆望着眼前的数据，脸上露出了无情的嘲讽。随后，欧姆创建了一个空白的文档，在上面开始写着什么，一边写着一边呢喃着：从一开始就不能用提升我们这个世界实力的方式来对抗堕仙魔界，真正的让我们这个世界的人能够在修真者无情的屠杀之下存活下来的方式只有一个，躲避。所以机械飞升的意义应该是用一种方式，使得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们能够躲避修真者的屠杀。欧姆呢喃着，最终在眼前这个空白的文档上面写下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计划。计划1：打造全新一代的异体，并且让整个世界的人都接受并且理解异体存在的意义，让70%以上的人都选择去将自身肢体更换为异体。快速的写下第一个计划，欧姆的双眸之中有着淡淡的光辉在闪烁着。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开始完成了，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异体了。而且从新闻发布会开始到现在，集团的异体的售卖几乎可以说得上是火热。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步了。欧姆的手指在键盘上面停顿了很久，最终才是缓缓敲出了几行字。计划2：创建钢甲铁拳计划，让人类之中已经改造了异体的人举办一场拳赛，通过拳赛向整个世界证明异体实实在在的能够增强他们的实力，并且通过比赛筛选一些天赋不错的选手，将其纳入我的麾下，进一步创建机械神教，
同时，大肆宣布一体的好处，让这个世界50%的人都更换器官一体，让机械一体逐渐取代人类90%的身躯。在敲完了这一段话之后，欧姆看了很久，最终嘴角泛起了一抹笑容。一体的存在不仅仅能够增强人的战斗力，甚至于因为器官被换成了机械，寿命远远超过了血肉，使得寿命也能够大肆的延长。唯有这样，才能够进行我脑海之中的第3步啊！欧姆呢喃着，他的声音在安静的实验室内，宛若恶魔的低语一般，带着一股诱惑人心的波动回荡开来。那么第3步就是最为重要的一步了。欧姆一边说着，手指一边在文档之上敲下了第3步的计划。第3步，让至少30%的人类选择将大脑之中的意识上传，用高集成机械芯片取代大脑。最后，通过后台的权限控制着30%的人类，逼迫整个世界的人都将自己的意识上传，所有人更换机械一体，最终机械飞升。在敲出最后4个字的时候，苏雨能够看到欧姆的双眸之中有着一抹狂热的神色，罕见的出现在了他那平静的脸庞之上。唯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整个人类的永生不死，机械飞升。欧姆望着自己敲出来的3个计划，冷静的脸庞微微泛起了一抹弧度。他摩挲着自己的下巴，在他的双眸之中有着一抹骇人的光辉，轻轻的闪烁着。不过很快，冷静再度充斥了欧姆的脸庞。这3个计划已经在欧姆的脑海之中存放很久了，直到全新的一体被自己打造了出来之后，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效果，欧姆才是将自己脑海之中的计划写了下来。机械飞升，永生不灭，这是欧姆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的推算，唯一能够拯救这个世界人类的办法。对抗修真者无疑是一个笑话。修真者来到这个世界上，掀起的一场场的屠杀，就是为了用这个世界的生灵的血肉修炼他们的功法，提升他们的实力。欧姆自然不可能让这群修真者如愿以偿，直接抛弃血肉，更换为机械一体。这样一来，彻底的断绝了修真者用人类的血肉来修炼的途径。固然，当修真者看着这一幕，是会恼羞成怒，还是放过人类，欧姆已经不在意了。通过意识的上传，整个世界的人的意识都上传到了云端之上，即便是死亡，也能够通过云端恢复意识，转入到全新的高集成芯片之上。这样一来，死亡也能够被逆转，死去的人也能够复活，这从根本上断绝而来修真者的利益，这是唯一一个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的办法。欧姆坐在椅子上，看着自己写下来的3个计划，久久不语。最终，他控制着鼠标关闭了文档，将其保存在了文件夹内。最后，点开了关机键，淡淡的光辉缓缓暗淡下来。欧姆整个人沐浴在黑暗之中，唯有实验室内的一些角落之中闪烁着绿色的光辉，却是让整个实验室变得更加的阴森了。第1步已经完成一半了，根据集团的数据统计，现在全球已经有将近30%的人更换了机械一体。那么接下来也是时候加快一些脚步了。欧姆缓缓站起身来，朝着实验室大门的方向走去。只是在走到了一个镜子的面前，欧姆停了下来。他望着镜子之中的自己，突然笑了。他对着镜子之中的自己，好似在自言自语，又好似在诉说着自己的心里。机械飞升是唯一的救世之法，我会带领整个世界的人类进行机械飞升。他们是否能够理解我已经不重要了，血肉苦弱，唯有钢铁才是永恒。明明是癫狂的蔑视之语，但是从欧姆的脸上却找不到任何的情绪，整个人的身上更是透露着一丝丝理性的光辉。这一刻，绝对的理性彻底的占据了欧姆整个人的身躯。苏雨默默地望着这一幕，心中也是震动无比。这家伙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情感在身上吗？苏雨忍不住的呢喃着。这家伙的计划实在是太疯狂了，这样的计划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够想出来的，简直就是一个疯子。但是苏雨也很清楚，短短20年的时间，想要让一个不过和以前的武侠世界差不多的世界提升到和堕仙魔界相互抗衡，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有着苏雨的出走，也很难做到这一点。欧姆的计划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个世界自我拯救的最后的办法了。欧姆从自己的实验室出来之后，直接回到了家中。在家里，欧姆的父母正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他们注意到了欧姆回来了。中年人笑着站起身来，回来了。我正想要跟你说一下，经过你改造之后的机械一体第1批已经完全售卖出去了，甚至还有数万人预定了我们第2批的机械一体。这一次，我们弥赛亚集团可以说是赚妈了。中年人脸上的笑容极其的浓郁，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在这个方面有着如此造诣。本来弥赛亚集团就是这个世界顶尖的集团，如今伴随着一体的市场彻底被弥赛亚集团称霸，使得弥赛亚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前3的集团了。身为董事长的中年人自然也很开心。我知道了。欧姆平静的点了点头，望着中年人，淡淡的说道：我需要更多资金，最近研究内脏一体资金有些不足了。中年人大手一挥，没问题，到时候我直接让秘书给你打款就行了。还有，欧姆在要到了资金之后，目光平静地望着自己的父母，你们最好也将机械一体换上吧，毕竟你们是弥赛亚集团明面上的掌权者。听着欧姆的话，中年人以及欧姆的母亲顿时一愣，脸上的笑容都变得僵硬了起来。他们望着眼前的欧姆，看着脸上甚至连一点情绪都没有欧姆，他们莫名感受到了陌生的感觉。而在这种陌生感的包围之中，甚至于还有一丝丝的恐惧爬上了他们的心头。最终，中年人还是听取了欧姆的建议，准备更换机械一体。正如欧姆所说的那般，他们是弥赛亚集团的掌权者，若是连他们都不更换的话，那么后面就不会有人再相信机械一体了。对了，再准备300亿的资金吧，我准备举办一个铁甲钢拳的比赛，让那些更换了一体的人进行比赛。听着欧姆的话，中年人的眉头再度皱了起来。300亿的资金可不是什么小数目，若是用来举办一个什么比赛的话，未免是不是有些太亏了？然而欧姆似乎看穿了自己父亲的想法，
淡淡的说道：“我们打的名头就是让普通人更换了一体之后变得更强，而比赛就是最为直观的表现。我看了集团的报表，如今整个世界也就30%的人选择了更换一体。这一次的钢甲铁拳若是能够举办的顺利的话，我有把握让70%的人都更换机械一体，到时候300亿不过是一个数字罢了。70%，中年人的眼睛一下子就直了。他是一个资本家，他对于实力、超凡能力什么的不感兴趣，唯一感兴趣的也就是钱了。所以在听了欧姆的包票之后，中年人也是同意了。300亿的资金仅仅只是过了几天的时间就打到了欧姆的账户之中。在得到了资金之后，欧姆开始大肆的宣扬钢甲铁拳的比赛。仅仅只是过去了3个月的时间，在宛若流水一般的资金的支撑之下，钢架铁拳赛很快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更重要的是，若是能够在钢甲铁拳比赛上面拿到第1名的话，甚至能够得到100亿的奖金。即便是现在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堕仙魔界的威胁，但是在100亿奖金的诱惑之下，甚至于连超凡者都出手了。而这正是欧姆想要看到的，他并没有阻止超凡者参加比赛，而他的目的其实也就是引出超凡者。唯有这样，全世界的人才能够看到机械一体的可怕，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更换一体，从而达成自己的第一步计划。很快，钢甲铁拳的比赛如期而至。在城市的中央，一个巨大的体育场内，欧姆静静地坐在贵宾室内，透过那透明的玻璃俯瞰着整个体育馆。此刻的体育馆内人山人海，密密麻麻的人头不断地晃动着，其中不乏有着气势出众的身影，夹杂在人群之中，赫然便是这个世界的超凡者。在无数资金的宣传之下，整个世界为数不多的超凡者终究还是被吸引了。看着这一幕，欧姆的嘴角微微上扬。这时，有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跑到了欧姆的身边，贴着欧姆的耳朵说着：“少爷，时间差不多了，该您上场了。”听着工作人员的话，欧姆轻轻地点了点头。他缓缓地走出了贵宾室，最终在无数的目光的注视之下，走到了体育馆中央的擂台之上。钢甲铁拳的第一场乃是表演赛，由欧姆亲自登场，展现机械一体的力量。欧姆站在擂台之上，手中拿着一个话筒，目光淡淡地扫过了四周的人群，随后声音响起：“这一场乃是表演赛，我将会亲自证明，一体才是拯救人类的唯一希望。至于超凡者，你们可以在今天挑战我。”淡淡的声音回荡在体育馆内，不少的超凡者的眉头微微一蹙。欧姆的这种语气让他们内心极其的不爽。我来！擂台之上有着一道雄浑的声音响起。只见的一个红头发的中年人直接从观众席之上一跃而下，整个人的身上瞬间燃烧起了一阵阵的火焰，赫然是一尊有着火焰操控能力的超凡者，竟然是贝吉大人。据说贝吉大人在超凡者之中足以排入前3的行列。贝吉大人出手了，欧姆少爷还有机会吗？一时间，整个观众席上传来了一阵阵骚乱的声音。虽然说他们见过了机械一体的强悍，但是超凡者的恐怖还是在这个世界深入人心的。如今前3的贝吉出手，瞬间将整个比赛导向了高潮之中。无数的媒体的摄像机都对准了擂台，只为了能够见证一个结果。小子，你的机械一体固然强大，但是在超凡者的力量之下，一切都是玩具。贝吉的脸上露出了一抹不屑之色，刹那之间有着火焰在他的双手之上燃烧着。下一刻，他直接化作了一道火焰残影，杀向了欧姆。欧姆平静地望着这一幕，双眸之中带着一抹早知如此的光辉。诚然，超凡者出手是欧姆喜闻乐见的，甚至于超凡者越强，欧姆反而更加的喜欢。欧姆轻轻地将自己的衣物扯开，露出了衣服笼罩之下的机械一体，小型核反应堆闪烁着幽蓝色的光辉。眼见着贝吉操控着炽热的火焰朝着自己杀来，欧姆的嘴角反而露出了一抹笑容。早就在等你了呀！淡淡的声音落入了贝吉的耳畔，让贝吉的脸色微微一变。什么？只是还没有等贝吉反应过来，欧姆的一拳已然狠狠地砸在了贝吉的腹部，可怕的力量瞬间爆发。贝吉整个人就如同是被一辆大货车直接撞击了一样，狠狠地被撞飞出去，最后扎入了墙壁之中，昏死过去。贝吉整个人被砸入了墙体之中，碎落的石块直接将贝吉整个人都掩埋了下去，生死不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整个体育馆都陷入了一片寂静当中。足足过去了1-2分钟之后，才有人颤抖地开口：“贝吉大人竟然败了！”听着这个声音，整个体育馆内仅仅只能够听见一阵阵粗重的声音。那可是贝吉啊，整个超凡者之中足以排入前3的存在，竟然被欧姆一拳击败了。一时间，无数的目光汇聚在了欧姆的身上。这难道就是机械一体的力量吗？人群之中有人呢喃着，眼神之中涌现出了狂热的神色。超凡者在这个世界之中地位很高，那是因为觉醒超凡者的因素很多，基本上1万个人之中能够诞生一个超凡者就已经很得不得了。大部分的人类都还是普通，而现在欧姆展现出来的力量却能够轻易的击败排名前3的贝吉，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他们普通人也能够拥有超凡者一般的力量。欧姆，欧姆，欧姆！渐渐的，体育馆的坐台之上有人低吼着欧姆的名字，四周的人也是被这一份情绪感染了，纷纷呐喊着。欧姆冷静地站在擂台之上，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苏雨却是微微摇了摇头，他很清楚，超凡者固然是强大的，但是这个世界的等级实在是太低了，即便是贝吉这般排名前3的超凡者，也最多无限接近于2阶的层次罢了。而在将心脏更换为了小型核反应堆之后的欧姆，已然达到了3阶的程度，这无疑是一场碾压。伴随着表演赛的结束，整个体育馆内都掀起了一阵阵的热潮，无数的媒体争相报道，各种各样的标题出现在了互联网上。惊！超凡者竟然不如机械一体！
人类的命运在机械一体上面。弥赛亚集团的机械一体让普通人拥有了超凡战力。诸如此类的标题瞬间在整个互联网之上席卷着，卷起了一阵阵机械一体的热潮。而钢甲铁拳的比赛也是成为了当今世界最为火热的比赛。在完成了表演赛之后，欧姆简单的宣布了一下本次钢架铁拳比赛的规则之后，便是离去了。钢架铁拳比赛只是一个引子，欧姆要的便是让这个世界的人们见识到机械一体的强大，让更多的人更换机械一体，从而在比赛之中筛选出一些天赋不错的人，招入自己的麾下，建立属于自己的机械神教。一切都是为了之后的机械飞升做着准备。很快，第一届的钢甲铁拳比赛圆满的落幕，在丰厚的奖金以及机械一体的刺激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订购弥赛亚集团的机械一体，甚至于就连政府在见到了机械一体的强大之后，也是纷纷开始帮助弥赛亚集团宣传。毕竟他们的实力能够增加一分，那么在面对着随时可能到来的修真者的时候，他们才能多出一些生存的机会。在第一届钢甲铁拳比赛结束之后，欧姆又是马不停蹄的开始举办第二届的钢甲铁拳，同时用从自己父亲哪里拿来的丰厚资金，不断的研究着机械内脏器官。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更换机械一体，最终在2年之后，整个世界70%的人都已经成功更换了属于弥赛亚集团的机械一体。至此，欧姆的第一步计划终究完成了。看到这里，苏雨收回了自己的意识，回到了现实世界之中。2年的时间，高武世界20天，苏雨的目光重新落在了硅基世界的画面之中。20天过去，在硅基世界之中，已经过去了20年的时间了。而在这20年的时间之中，也不知道硅基文明有没有击败机械鲸鱼，也就是硅基文明口中的利维坦。地心世界探索者基地指挥大厅之中，一个个强壮的硅基生物安安静静地坐在大厅之中。高台之上，张晨风望着手中的数据，眼神之中似乎闪烁着光辉。但是那些坐在大厅之中的硅基生物，每一个的身上似乎都弥漫着一股疲倦的气息，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一般。突然之间，有一个老迈的硅基生物站起身来，他对着高台之上的张晨风缓缓开口了：“盟主，大战持续了20年了，20年来资源消耗的速度是平日里的2倍，原本能够坚持50-60年的资源，到现在最多只能够坚持最后10年的时间了。”年迈的硅基生物的声音带着一丝丝的绝望。他是硅基文明之中一个资历很老的学者，从封建立元老院之后就一直工作在不同的研究方向之中，如今更是把控着整个硅基文明的资源去向。听着年迈硅基生物的话，其他的硅基生物的脸上犹如笼罩着一层阴霾一般。诚然，20年的时间过去了，硅基文明也正式宣布和利维坦开战。然而20年的时间之中，硅基文明每一次和利维坦的战斗都以失败告终，资源更是已经消耗到了警戒线了。10年，资源还能够维持硅基文明生活10年的时间，若是10年的时间无法解决利维坦的话，整个硅基文明只有灭亡一条路。可是，在20年的战斗之中，硅基文明对于利维坦也更加的熟悉了，而正是因为他们对于利维坦太过于熟悉，也导致了他们内心的绝望越发的浓郁。现在的他们连利维坦的防御都无法突破，更不用说击败利维坦了。高台之上，张晨风默默地听着下方学者的报告，一双机械眼更是有着一股无力的感觉油然而生。20年的战斗，张晨风更是发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事情，或许是硅基文明的出现竟然让利维坦感受到了威胁。而在20年的战斗之中，利维坦几乎每一次战斗之后都会有着不同的进步。原本只有100米长的身躯，在20年的时间之中，更是直接暴涨到了300米。依靠着坚硬的机械肌肤以及肌肤之下厚厚的脂肪，哪怕是同为4阶的张晨风全力以赴之下，竟然都无法破了利维坦的防御。张晨风站在高台之上，深呼吸一口气，眼神逐渐变得炽热了起来。他的内心是火热的，他亲眼见证过天穹的浩瀚，见证过星空的唯美，他不能放弃。现在，张晨风低沉的声音通过电磁波缓缓响起：更改计划，派出最精锐的探索者小队进入陆地，在陆地之上寻找文明所需要的资源。其余人依旧待命，时刻准备和利维坦交手。诚然，在和利维坦的战斗之中，硅基文明也不是没有收获，他们探索的面积更大了。虽然这个星球90%都被海洋笼罩，但依旧还有这个星球残存下来的陆地。陆地并不是很广阔，但却是这个星球之中唯一不是利维坦的领地。海洋之中大部分的金属都已经被利维坦吞噬了，硅基文明想要找到资源，只能够从陆地下手。更重要的是，因为利维坦的身躯太过于庞大，使得利维坦很难在陆地之上生活，这也极大程度地保证了探索小队的安全性。大厅之中，张晨风清点了几个强壮的硅基生物，对着为首的硅基生物沉声道：“灵，你为此次探索小队的队长，在陆地之上建立光能储集器，等一切建造完毕之后，立即通知我。在你们没有成功建造起来之前，万万不可将自己暴露出去，一旦被利维坦发现，我们的计划就彻底落空了，明白了吗？”张晨风的表情极其的严肃。灵，也就是这一次探索小队的队长，同样是露出了严肃的神色。他点了点头，知道了，盟主。说罢，灵直接带着探索者小队走出了基地的大厅，登上了一艘经过了改造的探索船，朝着地心之外掠去。很快，在灵的带领之下，探索小队的众人便是悄悄地操控着探索船，躲开了利维坦的感知，来到了这颗星球残存的大陆之上。他们钻开了泥土，来到了陆地，望着四周广阔的一切，灵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丝激动之色。但是身为张晨风钦点的队长，灵还是能够很好的把控自己的情绪的。他深呼吸一口气，快速的吩咐道：“找到隐秘的地方，将能源收集器搭建起来，我准备联系盟主。”是。在灵的吩咐之下，
探索小队的众人找到了一个山谷，他们在山谷之中将能源收集器搭建了起来。只是在山谷之中有着一块巨大的岩石，阻拦了大部分光线的进入。不过他们的任务就是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通过搭建能量收集器收集天穹之上的光能，用来缓解目前硅基文明能源不足的问题。天穹之上的光能源源不断，即便是被遮挡了一些，但足够硅基文明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了。而林则是进入了探索船之中，开始联系张晨风。大概过去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真理号带领着一众的探索船直接破土而出，来到了山谷之中。张晨风带着一众硅基生物从真理号之中走了下来，望着天穹，一些还没有走出过地心的硅基生物也不由得露出了痴迷的神色。这就是星空吗？和他们口中的一样美丽，一样震撼。有硅基生物不由自主地开口说着。张晨风也是深深地看了一眼星空，最后将目光落在了山谷之中屹立着的石头之上。张晨风的眉头微微一皱，这块石头太大了，阻拦了太多光线的进入，将它凿开吧。张晨风下令，顿时就有着硅基生物缓缓朝着石块走去，双手已然被改造成了电钻。他们运转着体内磁场的力量，爆发出强烈的电流，在电流的带动之下，电钻开始工作。然而让他们有些错愕的是，他们这一双足以轻易破开任何岩层的电钻，竟然在进入巨石一段距离后就再也转不动了。还没有等他们走近仔细观察一番，眼前的巨石突然震动了起来，紧接着一道道裂缝遍布在巨石之上，一块块石块从巨石之上跌落下来，狠狠地朝着附近的硅基生物砸去。张晨风见状，双眸微微一凝，旋即大吼一声，散开。然而张晨风的反应虽然很快，但终究还是迟了。一个反应不及的硅基生物瞬间被石块砸中，整个人的身躯都化作了一块废铁，淡淡的电流在身上跳跃着，冒着黑烟。该死的！张晨风的咬着牙齿，恶狠狠地望着眼前的巨石。只见得伴随着一块块的石块从巨石上面裂开跌落下来，终于硅基生物们看清楚了巨石之后藏着的模样，一头足足有着100米大小的穿山甲。吼吼吼！穿山甲出现的一瞬间，发出了一道震耳欲聋的怒吼，声波激荡而出，卷起一阵阵的风暴。快！所有人进入真理号内！张晨风望着眼前突然出现的穿山甲，纵使心中震撼无比，但是丰富的战斗经验还是让张晨风一瞬间反应了过来。带着清一色的3阶实力的硅基生物进入了真理号当中，剩下的硅基生物则是进入其他的探索船，朝着的新的方向逃去。穿山甲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可怕的波动，赫然也是一头4阶的怪物。这一刻，张晨风才知道为何利维坦不将陆地也化作自己的领地，而是因为陆地之上有着这样一头怪物的存在。虽然说这头怪物给张晨风带来的威胁远远弱于利维坦，但是在陆地之上，利维坦可无法爆发出全部的力量。在力量受限制的情况之下，饶是利维坦也不想要轻易的招惹眼前的穿山甲。穿山甲一双猩红的眸子落在了真理号之上，愤怒的情绪充斥在他的身躯之中。自己好好的在沉睡，竟然被眼前这群怪异的生物打扰了，换作是谁都不爽。一双锋利的爪子狠狠地朝着真理号抓去，运转磁场。指挥室内，张晨风望着眼前的穿山甲，面色凝重无比，大吼一声。顿时，指挥室内的一众硅基生物纷纷将自己的磁场爆发了出来，融入了真理号之中。而张晨风则是直接坐进了驾驶舱之中，身上同样是有着可怕的磁场波动爆发出来。和利维坦战斗了20年的时间，虽然没有成功过，但是也给张晨风带来了丰厚的战斗经验，尤其是面对着机械穿山甲这般的巨大体积的怪物。轰隆隆，伴随着一阵阵的轰鸣声响起，真理号迎着机械穿山甲那锋利的爪子，船头的钻头开始分裂，竟然直接化作了一个丝毫不弱于机械穿山甲的机甲。咚！机甲的双手化作了电钻，瞬间和机械穿山甲交手在了一起。一道道闷响瞬间在整个山谷之中炸响开来。山谷的岩壁之上，一块块巨石在强烈的冲击波之下坠落下来，狠狠地砸在了大地之上，将大的都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两道雄伟的身影疯狂地交手着。驾驶舱内，张晨风的双眸之中有着明亮的光辉。通过交手，张晨风赫然地发现，眼前的这个机械穿山甲虽然也是4阶的层次，但是和利维坦简直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若是在海洋之中，说不定早就被利维坦吞噬了。或许新的真理号的材料有着落了。张晨风呢喃着，操控着真理机甲疯狂地出手，电钻之上燃烧着一条条狰狞的电流，疯狂地攻击着机械穿山甲。吼吼吼！整个山谷之中都响起了机械穿山甲的惨叫声。地底深处，探索船之中的硅基生物则是默默地望着这一切。最终究还是真理号占据了优势，电钻裹挟着强悍的力量，直接洞穿了穿山甲的身躯。做完这一切，张晨风也是气喘吁吁地从驾驶舱之中走了出来。但是在看着穿山甲的尸体的时候，一双机械眼却是洋溢着灿烂的光辉。来人，将这家伙的尸体带回去，我要把这家伙的身躯打造成全新的真理号。张晨风的脸上带着笑意，双眸之中更是有着激动之色。用4阶怪物的身躯当做材料，自然是超越了其他任何的材料，或许能够击败利维坦。在做完这一切之后，张晨风也没有忘记能源的问题，指挥着众人将被穿山甲破坏的仪器重新组建完成。顿时，在山谷之中被建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光能收集器。苏雨看了一眼之后，又是将目光落在了利维坦的身上。经过20年的时间，此刻的利维坦身躯已经极其的庞大了，足足有着350米左右。虽然实力还是4阶，但是其体内蕴含的恐怖能量已经堪比炼神9层的武者了。再加上因为世界上限的缘故，本身利维坦的智慧就不是很高，无法突破5阶。
但厉维坦却是选择了另外的一个方式，不断的壮大自己的身躯，使得自己的身躯能够容纳更多的能量。只是这种办法在苏雨的眼中，固然能够让厉维坦成为4阶之中的霸主，但却断绝了突破5阶的希望了。苏雨轻轻的摇了摇头，意识回归了现实世界。只是苏雨的意识刚刚回归，就看到自己的通讯手表之上传来了童天阳的信息。苏雨，你在哪里？通讯手表上面传来了童天阳的信息。看着童天阳发送过来的信息，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这个时候，苏雨才是反应过来，距离上一次童天阳跟自己所说的不朽计划的第2阶段已经开始了。这段时间，苏雨的注意力全部都在龟姬世界和堕仙魔界之中，倒也忘记了这件事情。不朽界，划第2阶段嘛，正好也能够看一看其他武道学府的擅长之处，这样一来也能够增加一点经验。苏雨呢喃着，随后快速的给童天阳回了一个信息，告诉童天阳自己在宿舍。将信息发送完毕之后，苏雨将房间收拾了一下，坐在沙发上等待着童天阳的到来，同时心中也对于不朽计划的其他4个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能够让顾长歌都只能在里面垫底的天骄，又该是多么妖孽的存在。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心中越发的期待了。很快，宿舍门外传来了一阵阵敲门的声音，赫然是童天阳到来了。苏雨连忙将房门打开，同时将童天阳迎到了自己的宿舍的沙发之上坐下来。童天阳的目光落在了苏雨的身上，身为金身境的强者，感知自然也是极其恐怖的，仅仅只是看了苏雨一眼，便是察觉到了苏雨身上的气息似乎变得更加的雄浑了。又突破了。童天阳的脸上带着一丝丝的笑容。苏雨没有说话，但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你这小家伙。看着苏雨的模样，童天阳也是笑了笑，但也没有说些什么，随后正色的说道，这次我找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事情了吧？知道，第2阶段已经开启了吧？苏雨的眼皮轻轻的垂落下来，端起了桌子上的茶杯，轻轻的品尝了一口之后，轻轻的说道。童天阳的目光落在了苏雨的身上，在去之前，第2阶段的一些详细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你的。虽然1个月之前，童天阳就给苏雨说了一些关于第2阶段的事情，但是现在马上就要开启了，童天阳还是想要和苏雨说一说其中的利弊。第2阶段是对你们5个不朽种子的一个奖励，但同时也是一个筛选。童天阳的面色逐渐变得严肃了起来。在第2阶段之中，排名末尾者将会淘汰，而每一个不朽计划的种子都是5大学府精心挑选出来的妖孽。虽然说5大学府同仇敌忾，但是在这个时候反而是争夺自家学府名声的时候，谁也不想要自家的天骄第一个被淘汰。这样的话，在其他4大学府面前，可就有些抬不起头来了。至于如何滔天，之前我也跟你说了，第2阶段就是不朽种子的交换，去到其他的5道学府进行挑战，输了的人自然就要考虑是不是要被淘汰了。童天阳说着，表情极其的凝重。虽然他乃是9州金身强者，放眼整个9州都是顶尖的大人物，但是这第2阶段关乎着星河大学的名誉，他身为星河大学的校长，自然不愿意看到星河大学第一个淘汰。之前星河大学的人选是顾长歌，童天阳心中只是祈求着第1轮不要被淘汰就行了。但是现在苏雨的出现，让童天阳看到了希望。不朽计划是整个9州的希望计划，但同时也是关乎着5大学府5位校长面子的一件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一个校长都不会有任何的保留，不惜一切代价的培养自家的天骄，就是为了能够在不朽计划上面争一口气。但同时，一旦撑过了第2阶段，你们的武库权限将会被提升到1级武库权限。听着童天阳的话，苏雨原本低垂的眼皮瞬间上挑，有着淡淡的光辉在闪烁着。1级武库权限，整个9州最为重要的权限，通常只有金身境之中的佼佼者才能够拥有的权限，一般的金身强者还未必能够拿到1级武库权限。1级权限吗？苏雨玩弄着手中的茶杯，微微呢喃着。若是能够得到这个权限的话，说不定自己就能够找到关于第7军团的消息，从中知道当年的信息。而且最重要的是，1级武库权限不仅仅能够看到当年第7军团的消息，还能够找到关于不朽境的信息。苏雨心中其实一直都有一个疑惑，既然炼神境和金身境是从空那个时代开始就已经成熟了的武道功法，那么为何空能够从那么多的炼神金身之中脱颖而出，成就不朽的？这其中必然也有着一些秘密。苏雨缓缓抬起头来，看向了童天阳，轻声道：所以校长，咱们第1站去哪个学府？童天阳端坐在沙发之上，深深地看了一眼苏雨之后，吐出了4个字：云端学府。星河大学上空，黎明战舰在苏雨的操控之下缓缓上升，朝着云端学府的方向掠去。恐怖的轰鸣声之下，爆发出了强烈的推进力，带着黎明战舰于天穹之上化作了一道流光，消失在云层之中。云端学府的不朽计划的妖孽名叫云明，乃是炼神4层的妖孽，如今是云端学府大3的学生。操控室内，童天阳站在苏雨的身边，给苏雨说着关于云端学府的信息。之前我就说过了，每一个武道学府擅长的地方都不一样，而在云端学府，他们的学生在速度之上都有着一定的造诣，尤其是这个云明，虽然只是炼神4层，但是全力爆发之下，即便是炼神6层的武者都未必能够跟得上此人的速度，所以到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一些。童天阳将关于云明的信息全部告诉了苏雨。苏雨微微一笑，看向了童天阳，校长，那么等到了云端学府，咱们是礼貌一点，还是？童天阳笑着摸了摸自己的胡须，礼貌个屁啊！这个时候可是争夺面子的时候，到时候你能有多嚣张就多嚣张。当然，童天阳的话锋微微一转，嚣张的前提是你有一定的把握能够击败对方，否则要是输了，你还那么嚣张的话，咱们可就丢人了。听着童天阳的话，苏雨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的浓郁了。好的，校长。
童天阳狐疑地看了一眼苏雨，不知道为何他在苏雨的笑容之中感受到了一丝丝的不安。这家伙一会儿不会给我整点什么幺蛾子吧？云端学府的这个妖孽可不弱呀。童天阳心中忍不住地嘀咕着。黎明战舰的速度很快，远远超过了军用战斗机，瞬间冲出了南域的范围。云端学府位于九州的东域，乃是东域的第一学府。大概过去了一炷香的时间，站在黎明战舰之上，就已经能够看到不远处有着一座巍峨的城池，静静地屹立在大地之上了。云端城因云端学府在此建立而命名。和星河大学一样的是，云端学府也是建造在距离防线不远的位置，同时云端城附近的海域之中一样有着好几个海潮，散发着一股令人厌恶的气息。黎明战舰缓缓地悬停在了云端城的天穹之上，甚至都还没有靠拢云端学府的位置。咋不进去啊？童天阳有些不解地看向了苏雨。苏雨嘿嘿一笑，没有说话，只是一步跨出，瞬间出现在了黎明战舰之外。看着苏雨的身影，童天阳的心中顿时有着一丝丝不好的预感浮现了出来。随后便是听见苏雨的声音在气血的加持之下，瞬间震荡了整个云端城。星河大学大一学生苏雨，特来请教云端学府云明学长。还请赐教。雄浑的声音在气血的加持之下，仅仅只是一瞬间，就在云端城的每一个角落之中炸响了。听着这个声音，黎明战舰之上的童天阳面色瞬间变得僵硬了起来。卧槽！童天阳心中在咆哮着，他想象过苏雨会以一种嚣张的方式挑战云明，但在童天阳的想象之中，也就是在云端学府的大门口叫嚣。但是谁知道苏雨这家伙竟然直接对着整个云端城开炮了，这无疑是直接将云端学府的面子放在自己的鞋底板之上，疯狂的摩擦啊！我一定是醒梦了，要不再睡会。童天阳的心中也是微微有些发怵，他甚至已经能够想象到云端学府的那个老家伙震怒的模样了。果然，下一刻，在云端学府之中传来了一阵阵咆哮声。童天阳，你找死啊！声音之中夹杂着一股愤怒之色，声波激荡而出，散发着一股可怕的威压。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便是看到了在自己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两道身影。只见的一个瘦削的老者，举手投足之间更是有着一股仙风道骨的味道在里面。而在老者的身边，则是一个身穿白色衣衫的青年，青年剑眉星目，一张厌世脸，仿佛整个世界都不被他放在眼中一般。此刻白衣老者的脸色极其的难看，瞪了一眼苏雨之后，对着黎明战舰之中冷哼一声：“童天阳，既然来都来了，还躲着干什么？有本事做，没本事见人吗？”呵呵呵，那啥。童天阳搓了搓手，从黎明战舰之中走了出来，望着眼前的白衣老者，讪讪一笑：“老李，你听我解释。”“解释个屁！要打就打，难道我云端学府还怕了那不成？”老李明显也是一个急脾气，大骂一声，随后对着身边的青年说道：“云明，不用留手，他们的人都欺负到我们云端学府来了，真以为我们云端学府是软柿子吗？打！打死了我负责！”老李大袖一挥，声音之中带着无尽的愤怒。童天阳尴尬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站在苏雨的旁边，小声地嘀咕着：“你小子到底有没有把握呀？这么嚣张，要是输了，咱们星河大学可就彻底没面子了呀！”童天阳心里现在也有些慌，正所谓之前有多嚣张，现在就有多慌。苏雨看向了童天阳，咧开嘴巴，露出了雪白的牙齿：“放心吧，校长，我有数。”童天阳深深地看了一眼苏雨，最后点了点头：“你说啊，输了你回去之后，星河大学所有的厕所你都给我包圆了？”苏雨的面色不变，依旧带着一抹笑容，目光缓缓挪移到了云明的身上。“云明学长，请。”淡淡的声音在天地之间响起。而此刻，在云端学府之中，那些留守在学校之中的学子纷纷走出，望着天穹之上的两人。卧槽，这星河大学的人未免也太嚣张了吧！一个区区大一的学生，竟然也敢挑战云明学长了，找死啊！哼，竟然如此的猖狂，这是不把我们云端学府放在眼里啊！等着吧，一会儿云明学长就要教他做人了。奶奶的，要不是老子只是断骨，我都想要飞上去弄死这家伙了，太气人了！诸多的云端学府的学子义愤填膺地望着天穹之上的苏雨。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此刻苏雨已经不知道在这群学子的眼神之中死了多少次了。你不出手吗？等我出手，你就没有机会了。天穹之上，云明淡淡地望着面前的苏雨，面无表情。苏雨嘿嘿一笑，挠了挠头。可是我也怕我出手了之后，学长也没有机会了啊！找死！刹那之间，云明的双眸之中闪过了一道锋芒。下一刻，云明的身影犹如一道白色的鬼魅一般，猛然杀向了苏雨，身上有着汹涌的神力，瞬间波动了出来。而在旁边，李寻风，也就是云端学府的校长，看了一眼童天阳：“你这个学生还有点意思啊，这么嚣张，是真的有这个本事，还是哗众取宠？”童天阳笑了笑，没有说话。说实话，童天阳也就知道苏雨击败了顾长歌，但是从那之后，童天阳也仅仅只是知道苏雨突破了，但是苏雨现在的战力到底有多少，完全一片空白。心中虽然有些担忧，但是看着苏雨如此自信的模样之后，童天阳也是能心中暗暗的说道：“小子，你身上最好是有点东西吧？”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云明的身影已然瞬间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刹那之间，云明的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浮现出了一个短小的匕首，匕首之上有着青色的光辉闪烁着，刹那之间朝着苏雨杀去。云明的面色极其的平静，凭借着这样的速度，同境界之中基本很少有人能够接下来。然而下一刻，云明的面色就微微一变，太慢了！一道低喃在云明的耳边炸响开来，顿时云明整个人的汗毛顿时耸立了起来，身后有着一道青色的神奇虚影猛然爆发。
神力涌动之间，竟然硬生生的将原本的方向扭曲。下一刻，咚！只见的苏雨对着云明刚刚的位置一拳落下，可怕的气血之力瞬间爆发，掀起一阵阵的浪潮，震动虚空。好强的力量！云明的瞳孔微微一缩，他能够感受到，若是自己不躲开的话，仅仅只是一拳都能够让自己受伤。看到这里，云明也终于知道眼前的这个家伙之所以如此嚣张，身上是真的有点东西的。索性也不隐藏自己的实力，身躯微微一震，身后瞬间浮现出了4道神奇的虚影，可怕的神力波动宛若涟漪一般在天地之间散发开来。这家伙竟然能够让云明学长全力以赴，有点东西啊！云端学府内有人忍不住的开口道：“哼，那又如何？同境界之中，基本没有人是云明学长的对手。云明学长全力以赴，这家伙距离落败不远了。到时候我倒要看看星河大学怎么收场。”天穹之上，童天阳诧异的看了一眼云明，随后对着李寻风说道：“可以啊，老李，这个小家伙马上就要跨入炼神5层了吧？”嘿嘿，李寻风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得意之色。那可不，这可是我们云端学府的顶尖妖孽。童天阳看着李寻风嘚瑟的模样，心中有些酸，不由得冷笑一声：“呵呵，结果连我们星河大学妖孽的神奇虚影都没有逼出来。”此话一出，李寻风的脸色瞬间变得僵硬了起来。“你的神奇虚影呢？不召唤出来吗？”伴随着4道神奇虚影的浮现，汹涌的神力充斥在云明的体内，他感受到了无比踏实的感觉。只是眼前的苏雨依旧面带笑容，似乎并没有召唤神奇虚影的打算，这让云明眉头微微一皱，感觉自己受到了轻视。太狂妄了，可不是一件好事儿。云明冷哼一声，身后4道神奇虚影瞬间爆发出了璀璨的光辉，光辉没入了云明的体内。刹那之间，云明的速度在这一刻瞬间暴涨，竟然直接达到了黎明战舰2倍的速度，仅仅只是眨眼的瞬间就冲到了苏雨的面前。疾风！云明暴喝一声，可怕的力量瞬间汇聚在匕首当中，狠狠地朝着苏雨杀去。然而面对着云明的杀伐，苏雨仅仅只是缓缓地抬起了自己的拳头，汹涌的气血在苏雨的拳头之上汇聚着。下一刻，苏雨出拳，咚！天地之间传来一道闷响，只见得云明手中的匕首在接触到苏雨拳头的一瞬间，竟然直接化作了齑粉。紧接着，苏雨的拳头落在了云明的身上，可怕的力量疯狂地宣泄在云明的身上，硬生生地将云明从天穹之上砸入了下方的大地之中。在如此可怕的力量之下，云明瞬间昏死了过去。刹那之间，整个天地都变得安静了起来。李寻风看着这一幕，整个人的瞳孔忍不住微微一缩。别人或许不知道坠入大地的云明现在怎么样了，但是身为金身境的强者，李寻风可是知道现在的云明已然陷入了昏迷之中。一拳，仅仅只是一拳，堂堂云端学府的不朽计划的种子竟然就这样落败了。整个云端城都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云端学府之内，无数的学子望着这一幕，脸上全然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不可能，云明学长怎么可能会败？星河大学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的妖孽了？一拳啊，仅仅只是一拳，云明学长竟然落败了。有人云端学府的学生好像有些承受不了眼前的这个事实，不断的摇晃着自己的脑袋。他们很难接受自家的第一天骄竟然这么快的就被人击败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击败他的还是比起云明小2年的大一新生啊！死！天穹之上传来了童天阳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虽然他对于苏雨很有信心，但是也没有想到苏雨竟然能够这么快的击败云明。最重要的是，从头到尾，苏雨就出了2拳。第一拳的时候，云明躲开了，而第2拳，彻底的将云明击溃。不过，在短暂的震惊之后，童天阳瞬间恢复了平静，面带着微笑的望着李寻风：“嗨，那啥老李，我这个学生怎么样？这才大一哦，未来不可估量啊！”童天阳一边说着，一边摩挲着自己的下巴。说起来，我星河大学的这个小家伙，绝对是最后希望冲击不朽境的人。不是我说，其他的3个学府的天骄算个屁！在见到了苏雨的战力之后，童天阳也嘚瑟起来了。本来在5大学府的上一次排名之中，星河大学就垫底了，但是这一次，苏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瞬间击败云明，大涨星河大学的名声。这怎么让童天阳不开怀啊？李寻风吃味的看了一眼童天阳，冷哼一声：“老梆子，嘚瑟个屁！你这句话我记住了，等见到了他们，我一定1五1十的说出来。”此话一出，童天阳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变得僵硬了。李寻风没有继续理会童天阳，而是一步跨出，走到了云明的身边，看着昏迷过去的云明，李寻风终究还是叹了口气，带着云明回到了云端学府之中，同时甩下了一句没好气的声音：“小子不错，云端学府的图书馆为你开放。”天穹之上，苏雨望着李寻风消失的身影，微微一笑，对着李寻风一拜：“多谢李校长。”苏雨缓缓降落在了街道之中，朝着云端学府的图书馆走去。童天阳见状也没有在意，本来交流就是为了让不朽计划的种子们观摩其他5道学府的经验，增强自己。既然是经验，那么每一个5道学府的图书馆都是要去走上一遭的，毕竟这里可是汇聚了每一个5道学府最为精华的地方。步入云端学府之中，苏雨很快便是注意到有着一道道目光落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些目光之中带着不同的情绪，有不甘，有忌惮，也有一丝丝的愤怒。但是苏雨全然不在意，在一众云端学府学子好似要吃了苏雨的眼神之中，苏雨直接来到了云端学府图书馆的顶楼，直接要来了所有的炼神武学，开始查看了一遍。看了一番之后，苏雨便是收回了自己的目光。云端学府到底是5大学府，炼神武学也有20多本，而且和星河大学的炼神武学都不一样的。
只是无论苏雨怎么看，炼神这一条道路在苏雨的眼中都扭曲无比。苏雨刚刚准备下楼回到黎明战舰之中，心念突然一动，系统页面召唤了出来，武侠世界之中的画面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多日的时间过去，在武侠世界之中已经过去了20-30年了。咦，凭借着武侠世界的掌控权限，苏雨赫然能够感受到大周的国力竟然在以一种稳定上升的趋势不断的提升着。苏雨仔细的看了一番之后，才是发现，在多年之前，武姬竟然立法确立武道至高地位，以9年义务武道为核心，让每一个大周的百姓都能够进入学院之中学习。其实有点像武帝之前办理的武堂，只是和武帝不同的是，武帝创办的武堂是专门吸纳天下天赋异禀之人的，而武姬的9年义务武道教学却是让每一个寒门子弟都能够进入学院之中进行练武。而正是因为9年义务武道教学的普及，使得整个大周的国力不断的恢复。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大周的强者的数量也是如同雨后春笋一般不断的冒出，整个武侠世界的强者数量也开始一点一点的恢复。苏雨看着这一幕，脸上也是有着淡淡的笑意浮现。按照这个进度，怕是等9年之后，9年义务武道彻底一个流程之后，大量武者诞生，武姬怕是能够凭借着大周气运的提升，跨入武阶啊！苏雨的眼神之中带着浓浓的期待之色。武阶，那可是堪比金身层次的存在了。看了一眼之后，苏雨收回了自己的目光，缓缓朝着黎明战舰走去。片刻之后，苏雨回到了战舰之上。童天阳关心地问道：“如何？在云端学府之中有什么收获吗？”苏雨笑了笑：“云端学府的武学都是偏向于速度的，不过我现在的速度，云端学府的武学对我并没有什么帮助了。”苏雨说的是实话。元磁天雷步这本身法，或许在速度的增幅之下，未必能够比得上云端学府的一些身法，但绝对是最适合苏雨的身法了。凭借着磁场的掌控以及对于电流的掌控，苏雨已然将元磁天雷步发挥到了极致，甚至超越了元磁天雷步的极限，足以媲美云端学府顶尖的身法武学。童天阳点了点头，随后露出了一抹兴奋的笑容。既然如此，那就出发。后面还有几个学府在等着我们呢。在见到了苏雨刚刚的战力之后，童天阳的心中隐隐约约有着一个念头，或许这第2阶段苏雨能够将整个不朽计划的种子都给打穿。苏雨闻言笑了笑，随后操控着黎明战舰朝着下一个武道学府掠去。第一军校，星河大学大一学生苏雨，特来请教第一军校军战学长。还请赐教。星河大学大一学生苏雨，特来请教乾隆学府龙尘学长。还请赐教。短短9日的时间，苏雨已然击败了云端学府、第一军校以及乾隆学府的3个不朽计划的种子，而且这3个学府参与不朽计划的妖孽，甚至连苏雨的神奇虚影都没有逼出来，就已然在苏雨那恐怖的肉身之下都没有坚持过3招的。而这3人之中最强的一个，甚至都已经将炼化了7尊神器了，可在苏雨的面前依旧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天穹之上，密密麻麻的云层之中，黎明战舰化作了一道流光，划破了厚重的云层。苏雨盘坐在黎明战舰的休息室内，而在黎明战舰的甲板之上，却是站着4道苍老的身影，赫然便是童天阳、李寻风以及第一军校和乾隆学府的校长了。至于他们为什么跟上来，按照他们的话来说，他们想看看苏雨和九州大学的那一位到底谁胜谁弱。毕竟九州大学可是常年屹立在5大学府第1名位置的武道学府啊。而这一次九州大学的那位不朽计划的天骄，更是4年之前的高考状元，如今已然是九州大学大4的学生，更是早在1年之前就炼化了8尊神器，现在有没有炼化第9尊，谁也不知道。苏雨并没有管他们4人，而是盘坐在休息室内，眼前浮现出了武侠世界的画面。9日过去，武侠9年，武姬创建的9年义务武道已然经过了一个轮回，整个大洲的国力甚至是数十年之前的数倍之多。苏雨甚至能够感受到那弥漫在大洲疆域之中的气运都暴涨了好几倍的气势。大洲皇宫深处，武姬身穿龙袍，盘坐在蒲团之上。几十年的时间过去，岁月并没有在武姬的脸上留下丝毫的痕迹，依旧宛若一个青年女子一般，只是常年坐在龙椅之上，使得武姬的身上都透露着一股威严霸气的气势。此刻，一条金色的气运金龙盘旋在武姬的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震撼的气息。大地之中有着一缕缕金色的气流缓缓升腾了起来，最后没入了那缠绕在武姬身上的金龙之中。不知道过去了多久，金龙的身躯微微一震，一股可怕的能量波动从金龙的身上弥漫了出来。吼吼！密室之中传来了金龙的咆哮声，紧接着金龙摇曳着庞大的身躯，一头直接撞进了武姬的体内。顷刻之间，苏雨分明能够感受到武姬身上有着一股极其可怕的气息弥漫而出。在这一刻，武姬的身上涌现出了一股极其浓郁的规则之力的波动。武姬伴随着气运金龙的提升，和大洲气运绑定了的武姬，一身的修为也是凭借着这一股力量瞬间冲入了武阶的层次，堪比高武金身。苏雨看着这一幕，眼神明亮无比。终于武阶了吗？苏雨开始仔细观察着武姬身上的波动，赫然发现依靠着气运跨入武阶的武姬，从本质上和金身强者极其的相似。金身强者将9尊神奇融合为1尊神奇，掌握一种完整的规则之力，而武姬则是通过气运掌控了武侠世界的气运规则。气运越强，武姬越强，都是属于借助规则的力量，而不是自己掌握的。金身借助神奇的力量爆发规则的力量，而武姬则是借用大洲气运的力量爆发规则的力量。只是和金身不同的是，武姬即便是陨落了，大洲只需要再有一位4阶的皇帝，就能够继承气运的力量，再度达到5阶的层次。而高武世界的金身强者一旦陨落了之后，
其规则之力可就彻底的被扣了下来，无法继承，甚至也无法有另外的强者重新掌控这一块规则的力量。那么这一种规则的力量又去了哪里？或许便是进入了那幕后黑手的身上。想到这里，苏雨忍不住深呼吸了一口冷气，面色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九州100年以来诞生的炼神武者、金身武者很多，但大部分都陨落了，二者加起来足足有着10万位。如此恐怖的数据之下，如果所有的力量都被那幕后黑手掌控了的话，苏雨甚至无法想象现在的那位幕后黑手是多么的可怕。苏雨沉默了许久，最终关闭了系统的画面，足足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是堪堪将这个念头抛之脑后，不再去想它，索性盘坐在地上，将自己整个人都彻底的放空，什么事情都不去想。就这样，任凭着黎明战舰朝着九州大学的方向掠去。九州中部，九州城内，九州城乃是整个九州的核心之地，不仅仅有着当今九州第一武道学府九州大学，甚至于就连九州总部也是设置在这里，可以说是整个九州最为繁华的一座城池了。此刻，九州大学的一处高楼之上，一个身穿青衣的中年人嘴角似乎挂着一抹永恒的笑容，双手负背，目光缓缓眺望远方。而在中年人的身边，一个身穿黑衣的青年吊儿郎当的躺在藤椅之上，翘着二郎腿，抓着旁边的水果就塞进自己的嘴巴里面，一边吃着一边还在不停的说着：“我说老师，至于这么隆重吗？就是一个星河大学的种子过来吗？难道我还怕了他不成？”中年人脸上的笑容不变，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他头也不回的说道：“小心驶得万年。虽然我九州大学乃是当世第一武道学府，但是其他的武道学府也不差的。这一次星河大学出了一个妖孽啊，竟然横挑了其他3个武道学府，有点意思。”青年闻言不屑的开口：“我上我也行。”中年人缓缓转过头来看了一眼青年，淡淡一笑：“可是你已经大4了，人家现在才大1。说来也可惜，若是早知道这个小家伙的天赋如此可怕，我说什么也不可能让这个小家伙落入其他4个武道学府的手中。”中年人在说起这个的时候有些无奈，青年脸上的笑容缓缓的散去，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抹好奇之色。大1竟然就能够做到这一步了，嘿嘿，还真的有些期待啊。青年摩挲着自己的下巴，一双眸子之中闪烁着兴奋之色。等着吧，按照他们的速度也快到了。中年人缓缓看向天际，轻轻的呢喃着：“就是不知道在九州城，这个小家伙还敢不敢如同前面几次那般嚣张了啊！”中年人的话音落下，从天际处突然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小黑点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朝着九州城的方向快速的冲来。很快，小黑点的模样便是展现在中年人和青年的面前，赫然是一艘散发着恐怖气息的战舰。战舰悬停在九州城的上空，一道身穿白衣的身影缓缓从战舰之上走出，对着九州大学的方向缓缓一拜：“星河大学大一学生苏雨，特来请教九州大学陆长空学长，还请一战。”朗朗声音犹如闷雷炸响，回荡在整个九州城，如同前3次那般，在整个城市之中都掀起了一阵阵哗然。高楼之上，中年人脸上的笑容越发的浓郁了，他看向了陆长空，戏谑的说道：“果然还是这么嚣张啊，小子，咱们都被人打到家门口了，还不上去吗？”陆长空的身上突然涌现出了一股强烈的战意，缓缓从藤椅之上站起身来，脸上露出了一抹嗜血的笑容。他活动了一下自己的筋骨，身上的骨骼发出噼里啪啦犹如爆豆一般的声响。我倒要看看这个星河大学的学弟的本事有没有他这嚣张的一半。话音落下，陆长空一步跨出，身上瞬间爆发出了汹涌的神力，一尊尊的神奇虚影瞬间砸陆长空的身后浮现，每一尊神奇虚影都散发着可怕的能量波动，震荡天地之间。中年人，哦不，应该说是九州大学的校长见状微微一笑，同样是一步跨出，正好去见一见我的这群老伙计们。瞬间消失在了高楼之中。天穹之上，苏雨静静地站在天地之间，面色平静地凝望着九州大学的方向。只见得一个黑衣青年瞬间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足足8尊神奇虚影站立在黑衣青年的身后，仿佛拱手着青年一般，牢牢地将青年保护在里面。黑衣青年望着苏雨，一笑道：“九州大学陆长空。”听着陆长空的话，苏雨的眉头轻轻地挑动，缓缓伸出自己的手臂，做出了一个请的动作。“学长，请。”话音落下，陆长空的身影瞬间爆闪而出，没有给苏雨任何反应的时间，一尊尊神奇低吼着，散发着可怕的神力。大战瞬间爆发，瞬雷！陆长空淡淡的声音在天地之间响起。只见得陆长空身后第一尊神奇虚影闪烁着一阵阵紫色的光辉，紧接着陆长空整个人好似化作了一道闪电一般，猛然杀向了苏雨。速度之快，饶是苏雨都是打起了精神，才是捕捉到了陆长空的踪迹。规则神奇吗？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伴随着苏雨对于炼神境知道的信息很多，所以在面对着炼神武者的时候，苏雨能够准确的判断对方的规则之力到底是什么种类的。比如眼前的陆长空便是蕴养的规则神奇跨入的炼神境。正如之前所说的那般，不管是规则神奇还是传说神奇，其实都是规则的一种，并没有强弱之分。不然顾长歌炼化的是传说神奇，为何会是之前不朽计划人员的垫底？而眼前的陆长空却是第一，正好让我看看我现在的肉身极限到底达到了哪一步。苏雨咧嘴一笑，一步跨出，竟然精确地找到了陆长空的踪迹，一拳横推而出。浓郁的气血在苏雨的身上弥漫出，四周更是有着暗红色的血雾迸发，犹如一尊沐浴在血液之中的神魔一般。恐怖的肉身之力瞬间爆发，浓郁的气血之力包裹着苏雨的拳头，狠狠地砸向了陆长空。奔雷！陆长空的双眸有着电浆跳跃着，拳头之上瞬间被恐怖的电浆包裹，赫然和苏雨一拳对出。咚！
天穹之上传来了一道闷响，响彻了整个九州城。也就是九州城乃是九州总部和九州大学扎根的地方，不然仅仅只是这一道闷响，就足以引起很多恐慌了。而现在仅仅只是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罢了。黎明战舰之上，5大学府的校长汇聚在一起，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苏雨和陆长空两人的身上。这小子肉身之力竟然如此恐怖，能够和陆小子的雷霆神器抗衡。九州大学校长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诧异之色，他没有想到一个人的肉身竟然能够恐怖到这个地步。要知道，即便是他这样的金身强者，也不敢用肉身硬抗陆长空的神力啊。一旁的童天阳得意洋洋地说道：“那可不，苏小子可是将铁身诀修炼到金身之体层次的妖孽，肉身强悍的可怕。金身之体吗？怪不得。”九州大学校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也知道铁身诀这种断骨武学，只是整个九州还从来没有人能够将铁身诀修炼到金身层次，如今却是被苏雨打破了，有点意思啊。九州大学嘴角含笑地开口，看来陆小子也吃点小亏了，不过问题不大。九州大学的校长似乎对于陆长空极其的自信。天穹之上，陆长空那雷霆之拳狠狠地砸在了苏雨的拳头之上，竟然没有破开苏雨的气血之力。怎么可能？陆长空的眉头微微一皱，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恐怖的肉身，即便是灾级凶兽的肉身，面对着自己的神力，也只有被破开的下场啊。不过陆长空终究还是顶尖的妖孽，不管是天赋还是战斗经验，都是极其丰富的。眼见着自己的一拳并没有给苏雨造成太多的伤害，身躯微微朝着后方撤开了一步，右脚狠狠地朝着苏雨扫去。天雷，嗡！第3尊神器虚影闪烁着，雷电在这一刻从蓝色转变为了紫色，威能在这一刻都增加了好几倍，以至于四周的虚空在紫色的雷电之上都微微扭曲了。苏雨的面色不变，嘴角依旧带着一丝丝的笑容，身上同样是有着淡淡的电流在闪烁着。不错，能够让我动用此力。苏雨轻轻的开口，同时在苏雨的身后有着一道道模糊的身影瞬间浮现了出来。在苏雨动用自身的磁场掌控的时候，苏雨便是将神奇虚影模拟出来了。毕竟自己现在爆发出来的力量太过于强大了，肉身之力都还好解释，能够用金身之体来掩盖，但是磁场和电流的力量就只能够模拟磁力神的模样了。磁场转动，100万匹磁力，伴随着苏雨的低喃声在天地之间回荡而出。刹那之间，苏雨身后通过模拟出来的磁力神瞬间闪烁着一阵阵灰色的光辉，更是有着蓝色的电流在苏雨的身上缠绕着。嗡嗡嗡！蓝色的腕带之中，一柄柄长剑瞬间呼啸而出，在磁力的操控之下，仿佛就是被苏雨的双手握住一般，悠然自得。万象！苏雨淡淡的声音于天地之间垂落下来。在100万匹力量的加持之下，恐怖的力量瞬间涌入了万象剑当中。脑海之中4阶的万象剑意也是在这一刻瞬间爆发，一道锋利的剑气瞬间于天地之间凭空浮现，带着一股势如破竹的威能，狠狠地朝着陆长空杀去。陆长空的瞳孔猛然一缩，他在这一剑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以及危机。来不及任何的思考，在陆长空的身后竟然再度浮现出了一尊神奇虚影。第9尊，只是这第9尊神奇虚影和其他的8尊神奇虚影有些不同，似乎并没有被陆长空彻底炼化一般。陆长空的面色有些难看，这第9尊神器自己只是刚刚酝养出来，还没有来得及炼化。本来他以为自己只需要依靠着前8尊神器的力量就能够击败苏雨了，但是现在他感觉自己若是再不动用最后一尊神器的力量，那么下场只有一个败。竟然已经酝养出第9尊神器了，看来这个陆长空用不了多久就要跨入金身层次了啊！李寻风倒吸了一口凉气，明明都是大4的学生，陆长空都已经快要成为炼神9层的武者了，而云端学府的云明仅仅只是炼神4层的武者，这样的差距明显有些大。呵呵呵，侥幸！九州大学的校长脸上的笑容极其的浓郁，虽然说话的时候极其的谦虚，但是谁都能够感受到，在九州大学校长那谦虚的话语之中，隐藏着的一抹自豪之色。呸！童天阳心中不由得有些嫉妒，暗自吐了一口唾沫，随后看向了苏雨，心中呢喃着：“小子，你可要加把劲儿啊！”就在黎明战舰之上，5大学府的校长窃窃私语的时候，天穹之上的战斗再度爆发。啊呀！神雷！陆长空怒吼一声，第9尊神奇虚影瞬间爆发出了一缕金色的光辉。只见得在陆长空的手中，竟然有着一道淡金色的雷霆跳跃着。陆长空将手中那一缕金色的雷霆朝着剑气袭来的方向扔了过去。然而，面对着这一道淡金色的雷霆，苏雨的脸上却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只见得万象剑气裹挟着一股极其锋利的气息，瞬间杀向了陆长空。而那金色的神雷在接触到万象剑气的一瞬间，竟然直接被吞噬了。不，准确的来说，应该是被万象剑气同化了。万象乃是包罗万象之意。刚开始的时候，万象或许仅仅只能够融合其他的剑意。但是伴随着万象跨入了4阶之后，万象已然能够同化其他的能量了。毕竟武者的意境就是新生的规则，与其说是万象剑意，不如说是万象法则。怎么可能？陆长空看着这一幕，脑子一片的空白，他甚至都想不明白自己的最强一击竟然如此轻易的就被苏雨化解了，一时间竟然忘记了那恐怖的剑气朝着自己杀来。好了，我们认输。就在万象剑气即将落在陆长空身上的时候，天地之间传来了一道无奈的声音。只见得原本站在黎明战舰之上的九州大学校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陆长空的身边，他的手掌轻轻的一托，顿时有着一股玄奥的波动弥漫而出，
直接将万象剑气化解了。苏雨的眼睛微微一凝，他甚至都没有发现九州大学校长什么时候出现的。这就是金身境的强者吗？虽然金身境只是借助神奇的力量掌控完整的规则，但是也不妨碍对方的力量恐怖啊！哈哈，苏小子做得不错呀！黎明战舰之上传来了童天阳放肆的大笑声。看来这第二阶段也不用比了，第一就是我星河大学的人。童天阳大笑着走出，一把搂住了苏雨的胳膊，脸上的得意之色仿佛要冲出来一样。九州大学校长有些无奈地看了一眼童天阳，心中也是有些苦涩的。明明之前还在得意路长空的修为，结果瞬间就被苏雨吊打了。即便是九州大学校长的心态再怎么好，这一刻也是有些崩溃的。既然如此，九州大学叹了口气，面色逐渐变得严肃了起来。星河大学苏雨为不朽计划第一种子。听着这一番话，童天阳脸上的笑容越发的浓郁了。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的小家伙们一个个可都是不得了啊！我记得我20岁的时候连练神境都没有跨入呢。第一军校的校长叹了口气，可不是嘛，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下，苏雨这小子的肉身实在是太变态了吧。我依稀记得当年的空的肉身似乎也很强大，你们说苏雨不会是下一个空？乾隆学府的校长笑呵呵地开了一个玩笑。那必须的，我敢说整个九州谁最有希望突破不朽，那一定是苏雨。伴随着苏雨成为了不朽计划的第一种子，童天阳整个人的底气都多了一些，当即叫嚣着。就在童天阳开始吹牛皮的时候，苏雨却是注意到了乾隆大学校长的一个玩笑话当中，当年的空肉身也很强大。苏雨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就苏雨目前所知道的信息之中，炼神和金身其实在空的那个时代就已经成熟并且完善了。本来苏雨还在想空为何能够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跨入不朽境，但是现在嘛，难道说空也发现了炼神这一条道路不对劲儿？还是说……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苏雨越想越是感觉空的身上似乎有着很多的迷雾，等待着自己去揭开。看来还是要从第7军团的情报上面下手啊！苏雨叹了口气，很快便是振作了起来。自己现在成为了1号种子，那么自己也将解锁1级武库权限。等到了那个时候，自己自然就能够知道关于第7军团的事情了。想到这里，苏雨脸上的笑容变得越发的浓郁了。随后，在九州大学的邀请之下，5大学府的校长纷纷前往了九州大学校长的办公室内喝茶，而苏雨则是进入了九州大学的图书馆内。与此同时，在九州总部大楼的一个办公室内，办公室的窗户被厚重的窗帘遮住，使得阳光无法透过那厚厚的窗帘，整个房间极其的昏暗。一个中年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面，而在他的面前，笔记本电脑散发着幽幽的光辉，照耀在中年人的脸庞之上，使得中年人的面容看上去极其的阴森可怖。而在笔记本上面，赫然有着一个文件夹，不朽计划资料。中年人点开了文件夹，文件夹当中又是被分化了5个小的文件夹。若是苏雨在这里的话，必然能够看到这5个小的文件夹竟然都是用5大武道学府的不朽计划的天骄的名字命名的，而其中一个文件夹的名字赫然便是苏雨。中年人操控着鼠标点开了苏雨的文件夹，紧接着便是弹出了苏雨所有的信息数据。在看到苏雨的神奇标注的是磁力神之后，中年人的脸上泛起了一丝丝的冷笑。规则神奇吗？天赋是很恐怖，但是这又如何？中年人脸上的表情逐渐从冷下转变成了嘲讽。一旦走上了炼神这条路，到最后也不过是成为我等的养料啊！中年人低沉的声音回荡在了整个办公室内。中年人盯着苏雨的资料看了很久，最终关上了电脑，缓缓地走到了办公室的窗户旁。他伸手将窗帘拉开，阳光在一瞬间填满了整个办公室内，昏暗的房间重新变得明亮了起来。这一刻才能够看见中年人穿着一个黑色的衣袍，衣袍的胸口处更是有着一缕缕金色的丝线轻轻地点缀在上面。若是有人在这里的话，必然能够认出这件衣服赫然便是九州金身强者专属的服饰。在九州大学的图书馆，苏雨翻阅了诸多的炼神武学，心中也是忍不住叹了口气。炼神武学基本上都是存放在5大武道学府的，即便是九州总部的炼神武学，也不过是各大学府的踏本罢了。在看完了5大学府的炼神武学之后，苏雨对于炼神境这一条道路越发的肯定了，这就是一条被彻底扭曲的道路，根本就走不通。即便是跨入了金身，但是金身也都是极限了，根本就不可能继续晋升了。甚至于，当他们走上这一条路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被一种恐怖的存在彻底的掌控了。苏雨心中极其的凝重。苏雨摇了摇头，走出了图书馆，头顶之上的阳光轻轻地落在了苏雨的身上，将苏雨心中的阴霾驱散了几分。这个时候，童天阳笑呵呵地出现在了苏雨的身边，看着童天阳满脸红光的样子，看来这家伙在5大学府校长面前可是好好的嚣张了一番。哈哈，好小子，顾小子果然没有看错你，这下你可是给我们星河大学长脸了啊！你是不知道，在九州大学那老家伙办公室内，他的脸是多丑。爽，太爽了！九州大学的实力一直比我们星河大学要强一截，而那老家伙也每年都在我面前炫耀。现在你可是狠狠的给我长了脸啊！直到从九州大学校长的办公室内走出，童天阳还是忍不住的兴奋。行了行了，咱们也该回星河大学了。童天阳嘿嘿一笑，重重的拍了拍苏雨的肩膀。苏雨微微一笑，随手一挥，黎明战舰顿时出现在他们的头顶。两人走上了黎明战舰，战舰在苏雨的操控之下，瞬间化作了一道流光，朝着星河大学的方向掠去。甲板之上，苏雨和童天阳两人并肩而战，至于战舰则是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嘿嘿，你现在可是赚大发了，成为了1号种子之后，每年都有着500亿的资金支持，甚至于这些资金可以等价兑换成积分、功勋等等。
啧，即便是老夫一年都没有这么多的工资啊。童天阳咂巴了一下嘴巴，感慨地说道：“要知道，那可是500亿啊，可不是500万这么简单。即便是童天阳身为星河大学的校长，又是9州挂名的金身强者，每年到手的工资都没有这么多，甚至都不到500亿的一半。可见苏雨现在的待遇是多么的恐怖。不过，童天阳也很清楚，不朽计划对于9州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能不能培养出一尊不朽强者，对于整个9州来说极为关键。现在的9州太需要一尊不朽境的强者来帮助他们打破和海洋凶兽的平衡了。”苏雨微微一笑，刚刚想要说话，就听见自己的通讯手表上面传来了一道声音。苏雨抬起手看了过去，眼睛微微一凝，叮，恭喜您，您已成功解锁1级武库权限。在通讯手表之上，赫然传来了苏雨的权限被提升到1级的提示短信。苏雨的眼睛眯起，心脏在这一刻都加速了。1级武库权限，那可是唯有金身境之中的佼佼者才能够解锁的权限，一般的金身强者甚至都没有这个资格。而现在苏雨也解锁了，这也意味着苏雨能够探查到第7军团的信息了。苏雨深呼吸一口气，按耐住内心的激动，他很清楚，即便是自己想要查看第7军团的情况，也不能当着童天阳的面，至少也要等回到星河大学之后再说。黎明战舰的速度很快，但是从9州城到星河大学之间的距离也是很长的，相当于直接横跨了大半个9州。即便是依靠着黎明战舰，也是足足用了半天的时间，才是回到了星河大学之中。在和童天阳告别之后，苏雨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的宿舍之中，喘着粗气，随后点开了通讯手表，找到了权限页面，输入了几个关键字：第7军团空，第7军团后勤人员名单。只是在将这些关键字输入了进去之后，弹出来的页面却是让苏雨很是失望。只因为即便是在1级武库权限之中，很多的资料都是一片的空白，要么就是搜索不到，甚至于一些资料虽然还在，但也都是残缺的，根本就不完善。看到这里，苏雨的眉头皱了起来。要知道1级武库权限就已经是9州最为顶尖的权限了，只要是1级武库权限的拥有者，只要想知道的事情，基本上很难跳过他们的权限库的。但是偏偏关于第7军团的事情，在1级武库权限库之中竟然都没有展现太多，只有2个原因，要么就是在1级武库权限之上还有更高级的权限，要么就是关于第7军团的资料被人为摧毁过了，而且能够摧毁资料的人绝对身居高位，甚至于就是当年的空。想到这里，苏雨的面色更是变得有些凝重了。苏雨滑动着资料库，想要从这些零星半点的资料之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很快，苏雨便是注意到了其中一个板块的资料：第7军团幸存者。看着这个资料，苏雨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如果苏雨没有记错的话，童天阳曾经说过，那疯癫老者就是第7军团唯一的幸存者。而在这个上面，赫然记载着关于疯癫老者的信息。或许知道了老前辈的信息之后，就能够从老前辈的身上下手了。苏雨呢喃着，对于疯癫老者，苏雨的心中一直都有一个念头的：疯癫老者真的疯了吗？苏雨不知道，但或许在这个资料之中就能够得到苏雨想要的答案。很快，苏雨点开了资料板块，在通讯手表之上弹出了一节短小的资料：古云，战神空的7弟子，第7军团后勤部5队队长。看着这一段话，苏雨的瞳孔猛然一缩。疯癫老者，亦或者说古云，竟然是空的闭门弟子，同时也是空的最小的一个弟子。看着这个信息，苏雨的脑海之中仿佛掀起了一阵阵的浪潮。如果是这样的话，苏雨突然变得口干舌燥了起来。古云必然知道当初第7军团信息，不对，既然古云前辈是7弟子，那么在古云前辈之前，一定还有空的其他的弟子。苏雨呢喃着，随后快速的在搜索栏之中输入了空的弟子的关键字，很快便是弹出了一个旧新闻。而在那新闻之中，赫然描写着空率领着众弟子以及第7军团进入了海洋领域之中，除开了古云之外，没有任何人活着回来。所以除开了古云前辈之外，空的其他的弟子都已经跟随着空进入了海洋之中，生死不知吗？苏雨的手指有节奏的敲打在桌面之上，发出了清脆的声响。随后，苏雨关闭了通讯手表，同时闭上了眼睛。宿舍之中传来了苏雨平稳的呼吸声。苏雨仅仅只是感觉当初笼罩着自己的阴霾，在这一刻再度笼罩着自己，只是这一次阴霾变得更加的厚实了，以至于苏雨的手指都忍不住微微的颤抖了起来。片刻之后，苏雨猛然睁开了双眸，低着头握紧了拳头。看来还是要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啊。苏雨的声音带着一丝丝的迫切。诚然，自己现在仅仅只是依靠着肉身之力，就足以堪比炼神9层的武者了。再加上磁场掌控的100万匹力量的话，炼神境界之中自己足以无敌。但是别忘了，即便是9州诸多的金身强者，都也仅仅只是这个幕后黑手手下的试验品罢了。自己也不过是对方眼中稍微强大一些的试验品。自己现在的实力远远不够。只是现在，即便出走蓝卫都已经出走了，想要等到他们的反馈，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出走这一条路短时间内无法给我带来提升了，而炼神功法也不能修行，那么就只有……苏雨深呼吸一口气，再度看向了通讯手表，沉吟了片刻之后，找到了王宁的联系方式，最终拨通了过去。哇，苏雨，你小子挑选的时间还真的合适啊！你怎么知道我刚刚结束了今天的研究？很快，王宁那不修边幅的身影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看着王宁，苏雨微微一笑，这不是多日不见，想找你叙叙旧吗？王宁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狐疑之色。你找我叙旧？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说吧，想要我帮你搞些什么小玩意儿？王宁可是太了解苏雨了，
这不，苏雨刚刚开口就知道了苏雨的想法。被王宁戳破自己的想法，苏雨尴尬一笑，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之后，沉声道：“我想要让王宁，你帮我打造一台全新的气血战甲。”气血战甲，没错，这就是苏雨目前想到的能够提升自己战力的最快捷的东西。气血战甲本来就能够提升炼神武者的气血，只不过在九州之中，所有的炼神武者都认为神力远远超过了气血带来的增幅，所以反而变得有些鸡肋。但是苏雨却是知道，唯有淬炼自身，强化自身的气血和肉身，才能够走得更远，摆脱幕后黑手的控制。所以气血战甲绝对是最适合现在苏雨的东西了。现在的气血战甲经过了王宁的改造之后，降低了负荷，但同时也削弱了增幅能力，使得现在的气血战甲都有些跟不上苏雨的脚步了。所以苏雨才想象到让王宁重新将气血战甲改造一些。气血战甲那玩意儿不是对炼神没啥用吗？虽然不知道你现在什么境界了，但是以你的天赋已经能够晋升到炼神了吧？因为不朽计划的原因，苏雨的资料都提高了权限的非一级武库权限根本就不知道苏雨的底细，但是王宁是知道苏雨的天赋的，跨入炼神对于苏雨来说不过是一个过场罢了。苏雨点了点头，正色道：“虽然对其他的炼神没有什么用，但是王宁你也知道，我的肉身已经跨入了金身层次，若是能够增幅气血的话，对我来说作用很大的。再加上我现在炼化的神器是磁力神，若是和战甲配合的话，能够爆发出更加恐怖的力量。所以我准备投入500亿资金，以及后续的血神兵这些所有的收益，供王宁帮我研究一套全新的气血战甲。”即便是面对着王宁，苏雨说的也是自己炼化的磁力神。毕竟苏雨也不知道整个九州到底有多少幕后黑手的眼线，所以时时刻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再加上自己现在是1号种子，每年都有着500亿的资金支持，而对苏雨来说，星河大学的全力支持就已经让他不缺乏资源了。这500亿反正自己留着用处极少，不如用来研发气血战甲。500亿？你他妈疯了吧？王宁听着苏雨开出来的价钱，整个人都懵了，旋即倒吸了一口凉气，骇然的说道。不过很快，王宁的双眸之中就涌现出了一抹狂热之色。不过，王宁舔了舔自己的嘴唇，我就喜欢你这样财大气粗的样子，500亿是吧？等着，我现在还有一个项目，马上就要研发完毕了。等你的资金到账我这边空下来，马上着手于气血战甲的研发当中。王宁虽然不知道苏雨哪里来这么多的资金，但是身为朋友，王宁很清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只要两人之间的情谊不变，那就足够了。而且，王宁他自从进入星空研究所开始，就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了。虽然星空研究所不缺资金，但是也不可能每一个项目都调一大笔的资金过去，唯有那些得到了认可的项目才会继续注入资金的。哪里像苏雨这样，抬手就是500亿的？不要说只用研究一套了，就算是100套，王宁也要给他研发出来。随后两人又是商议了一些关于气血战甲的细节之后，苏雨关上了电话，同时也是松了一口气。其实还有一点，苏雨并没有说出来。苏雨想要改造气血战甲，并不是有的放矢的，而是因为硅基世界。自从上一次看到张晨峰他们将真理号改造成高达一样的机甲之后，苏雨的心中就一直有着一个念头，以自身的气血战甲为基本盘，通过硅基世界之中的一些经验，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足以适应苏雨那恐怖肉身之力的战甲。想到这里，苏雨的心念微微一动，顿时进入了硅基世界的画面之中。硅基世界伴随着上一次张晨峰操控着真理号机甲击败了机械穿山甲之后，无数的硅基生物见证了星空的震撼。再加上陆地之上没有利维坦的威胁，就连唯一的威胁机械穿山甲也被张晨峰击败。张晨峰直接在陆地上建造了一个全新的探索者基地，越来越多的硅基生物开始搬到了陆地上生活。在这里，他们的空间接近于无限，甚至于就连困扰他们的能源问题，也是因为白日的阳光和黑夜的星光解决了。此刻，在陆地探索者基地的研究室内，张晨峰和一众的硅基文明学者正在不断的翻阅着古老的资料，而这些资料赫然便是上一个时代的陆地原住民留下来的资料，里面记载着关于上一个时代所有的事情。从这些资料之中，张晨峰也终于知道了人类的存在，知道了其他动物生命的存在。张晨峰看着上面关于血肉生物的记载，最终在和其他的学者商议之后，将人类等一众拥有血肉的生物命名为碳基生物，更是知道了上一个时代灭亡的原因，同时将这一个信息彻底传入了整个硅基文明。碳基生物这个文明明明拥有这么多的资源和空间，竟然还灭亡了，还是灭亡在自己研发的武器之下。是啊，他们明明起点那么高，比起我们这种困在地心的生物来说，他们就是造物主手中的幸运儿，这么好的一张牌竟然被打得稀碎，可不是吗？他们明明可以探索星空，突破天际，却死在了自己的武器之中，太可惜了。当张晨峰将这一系列的信息告诉了整个硅基文明之后，不少的硅基生物议论纷纷，而听着众人的议论，张晨峰的脸上却是浮现出了一抹笑容。诸位，虽然人类文明灭亡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感谢一下这些灭亡的人类文明啊。听着张晨峰的话，众多的硅基生物纷纷停止了议论，目光疑惑地看向了张晨峰。只见的张晨峰手中拿着一个渺小的机械硬盘，他激动地说道：诸位，就在这个上面，我们找到了导致人类灭亡的武器。核武，这种武器足以将一个文明摧毁，也就是说，我们也能够通过核武的存在击败利维坦。众多的硅基生物听到这里，先是一愣，随后露出了狂喜的神色。虽然说他们现在进入了陆地，一时之间不用感受利维坦的威胁了，但是利维坦的威胁一直都在，他们始终无法接近海洋，
甚至如果利维坦发现他们在陆地上后，甚至可能会发动攻击。在他们的眼中，困在陆地之上和困在地心之中没有什么区别，唯有探索才是他们这个文明孜孜不倦的道路。利维坦这样的拦路虎，必然将会被他们消灭。张晨风看着一种硅基生物激动的样子，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了。虽然说核武拥有着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的力量，但是对于硅基生物来说，威胁就小很多了。核武之中最恐怖的不外乎就是核辐射了。但是别忘了，硅基生物就是通过吞噬那些带有辐射性的金属逐渐发展起来的。核武虽然强大，但是对于硅基生物来说，辐射并非剧毒，只要不超过硅基生物能够承受的极限，问题就不是很大。所以我决定。张晨风的声音通过电磁波再度传递到了整个硅基文明当中，他的声音在这一刻变得严肃无比。我以探索者联盟第一任盟主张晨风的名义下令，从现在开始，硅基文明即可研究核武，这将是我们硅基文明击败利维坦的希望。一众的硅基生物听着张晨风的声音，纷纷爆发出了一阵阵的欢呼。核武，希望！伴随着张晨风的命令颁发下来，很快就在硅基文明之中展开了一系列的关于核的研究。无数的硅基文明的学者奔走在研究室内，找寻着当年的资料，同时开始了一次又一的实验之中。因为硅基生物就是在放射性金属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再加上有着人类留下来的资料，他们研发核武的进度异常的迅速。苏雨静静地望着这一幕，随后关上了硅基世界的画面。现在不管是硅基世界还是武侠世界，亦或者是堕仙魔界，都已经走上了正规了。1号出走栏还在冷却之中，下一次想到得到反馈，就是硅基文明和机械鲸鱼之间的生死决战了。只是想要等到那一步，至少都还需要1周以上的时间。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脑海之中闪过了一个念头，或许也是时候再去见一见古云前辈了呀。苏雨呢喃着，随后快速的起身，准备朝着古云的院子走去。苏雨总觉得古云的疯癫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毕竟这位可是教出童天阳这样的精神强者的老前辈了，怎么可能突然说疯就疯？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古云发现了什么。苏雨的双眸之中有着金光在闪烁着，随后走出了宿舍。这一次，苏雨同样没有告知童天阳，甚至在去的路上都是躲着摄像头和其他人的。苏雨不知道古云是不是真的装疯，但是自己去找古云必然不能让人发现。很快，萧条的院落出现在苏雨的眼前，大门并没有关闭。苏雨轻声走到了大门之前，透过大门的缝隙，苏雨能够看到一个老者静静地躺在藤椅之上，轻轻地闭着自己的双眸。穹顶之上，银色的月光轻轻地挥洒下来，沐浴着老者，画面祥和无比。古云静静地躺在藤椅之上，浑浊的双眸缓缓地张开，整个人的脸上弥漫着一股迷茫之色，嘴角更是有着晶莹口水挂着，看上去和疯子没有什么区别。苏雨望着古云，沉吟了片刻，最终还是悄悄地推开了院落的大门，走了进去。只是在走进去之后，苏雨反身就将院子的大门轻轻地关上了，连带着那一道缝隙一同关闭。最后，苏雨转过身来，望着眼前的古云，面色微微有些复杂。星河大学大一学生苏雨，见过前辈。前辈，咱们又见面了。然而，苏雨的话并没有让古云的脸上泛起任何的波澜。古云艰难地转过头来，看着苏雨，眼神之中又是涌现出了那一抹痴呆之色。他吮吸着自己的手指，就好似退化到了婴儿时代一般。嘿嘿，傻子，嘿嘿，傻子又来了。看着古云的这个模样，苏雨的面色极其的平静。他淡淡的开口：“古云前辈，你难道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在听到苏雨将自己的名字说出来的一瞬间，古云的双眸之中出现了一道短暂的清明，只是这一抹清明之色很快就散去了。然而，依旧被苏雨捕捉到了。果然，古云前辈并没有疯，而是在装傻。也就是说，苏雨的内心突然变得激动了起来。在判断出古云并没有真的疯癫之后，苏雨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有些激动了。或许是自己的判断正确了，又或许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之中，自己找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看穿了炼神歧路的同类人。苏雨深呼吸一口气，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凝望着眼前的古云，声音甚至因为颤抖而发生淡淡的颤音。古云前辈，不，老校长，您当初废掉自己的修为，放弃了成为金身，是不是也发现了炼神和金身这一条路本就是一条扭曲的道路？伴随着苏雨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的传入了古云的耳畔之中。刹那之间，苏雨分明感受到了一股极其恐怖的气血之力从眼前这个瘦削的老头身上爆发了出来。下一刻，苏雨仅仅只是察觉到面前有着一道人影瞬息之间闪过，眼前的藤椅之上已然没有了任何的人影。突然，一道低沉的声音在苏雨的耳畔之中响起：“你到底是什么人？”听着这一道声音，苏雨的瞳孔微微一凝，他能够感受到一股极其恐怖的气势瞬间压住了自己，使得自己的身子都无法动弹，以至于连声音都无法说出。要知道，自己的金身之体可以已经堪比炼神90%了呀！眼前这个不过断骨境的古云，竟然能够凭借着气势就压制自己了。还没有等苏雨开口，古云的一只手已然搭在了苏雨的肩膀上，细细的感受了一番之后，古云的双眸之中瞬间有着一抹光辉之色浮现而出。你也没有跨入炼神。古云那诧异的声音响起，随后苏雨便是感受到那一股极其压抑的气息从自己的身上散去，苏雨的呼吸这才变得流畅了起来。古云从苏雨的身后走到了苏雨的面前，苏雨这才得以仔细地观察着眼前的古云。此刻的古云虽然依旧穿着褴褛的衣衫，但是整个人的身上却是有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这种感觉还是苏雨第一次见到童天阳的时候才有的感觉，不是金身，但却同样拥有媲美金身强者的气息。
古云的双眸不再浑浊，反而变得无比的清明。没想到九州之中竟然还有人能够发现炼神之路的问题，有点意思。古云淡淡一笑，缓缓转过身去，朝着小屋之中走去。跟我来。苏雨虽然不知道古云要做些什么，但还是乖乖的跟着古云走到了房间之中。在苏雨走进房间的一瞬间，身后的房门突然关闭，苏雨的眼前瞬间变得漆黑无比。房间中并无任何的光亮，饶是苏雨堪比炼神9层的金身之体，也仅仅只能够看到一个大概。不好意思，我这个人习惯在黑暗之中，房间内从来不喜欢留灯。坐吧。古云淡淡的声音响起，指着旁边的椅子。苏雨坐了下去，双眸之中有着一次次的电流闪烁着。凭借着磁场操控以及电流散发出来的微弱光亮，苏雨能够看清整个房间了。房间很是整洁，一点也不像是一个疯癫老者居住的地方。看到这里，苏雨的心不由得安宁了许多。随后苏雨将目光落在了眼前的古云身上，只见的古云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出了一杆烟枪，默默的点燃了。在抽了好几口的旱烟之后，古云才是缓缓的开口：你没有跨入炼神，是什么时候发现炼神境不对劲儿的？苏雨的心头微微一震，他自认为自己的隐藏很好，即便是童天阳，甚至是其他的5大学府的校长都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但是偏偏眼前的古云却是发现了。苏雨深深的望着古云，点了点头。苏雨其实也能够感受到古云没有跨入炼神，甚至于气血、肉身乃至是意境都远远的超过一般的炼神，甚至苏雨心中隐隐约约感觉古云掌握的意境甚至超过了苏雨，超越了4阶。只是苏雨感受到这些，还是刚刚从古云身上传来的气息之中感受到的。也就是说，只要古云不动手，即便是苏雨都无法察觉到。老校长，我记得您当初应该是炼神极限的强者，为何到头来却要废掉自己的修为？仅仅只是因为炼神的路错了吗？苏雨有一种直觉，古云的修为废掉，似乎其中也牵扯到了一丝丝的隐秘。古云深深地看了一眼苏雨，突然笑了。能够在这个时候遇到你这个有趣的小家伙，看来我这么多年没有白白装傻呀。你应该知道炼神武学吧？知道。其实炼神武学就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没有人发现。我后来也是为了能够彻底压制体内的神奇虚影，将自身的意境提升上去，才是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听着古云的话，苏雨心中微微一动。果然，意境极其的重要。即便是古云，也是在意外之中提升了意境，才是发现了炼神境的不对劲儿。老校长，苏雨顿了顿，沉声道：难道就没有想过将这一个错误指出来吗？这样一来，九州的武者也不会在错误的道路之上一条路走到黑了。指出？古云冷哼一声，露出了一抹似笑非笑的神色。你怎么知道我当年没有指出这一点来？但是没有人相信啊。还有，你以为我的修为是怎么没有的？突然，古云凑近了苏雨，苏雨甚至能够看到古云肌肤之上那皱巴巴的纹路，就像是干涸的树皮一样，极其的狰狞。那群人找上我了。低沉的声音回荡在了整个小黑屋之中。他们废掉了我的修为，不能说废掉，应该是吞噬了我的修为。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神奇虚影成为了他们的手中玩物，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修为一点一点流逝，甚至于流逝的还有我的生命。若不是紧要关头，我选择了装疯卖傻，再加上当时我的地位在整个九州都是顶尖的，我的突然消失势必引起整个九州的恐慌。现在的我已经死了。古云冷笑着，但是苏雨却能够在古云的冷笑之中感受到恐惧。古云的恐惧。古云缓缓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他抬起头看着漆黑的天花板。炼神功法就是那群人留下来的潘多拉魔盒，他们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武者修炼炼神武学，从而跨入炼神境。不管是炼神也好，还是金身也罢，从他们开始修炼炼神武学的开始，就已经成为了那群人的养料，成为了他们的眼睛。若不是老头子，我对他们已经造不成什么威胁了，甚至于整个九州的人都以为我疯了，对我的说辞从来不在意。数年之前我就死了。古云苦笑一声。苏雨默默地聆听着，最后苏雨开口了：老校长，您口中的那群人到底指的是什么？海洋吗？古云苦涩地摇了摇头，缓缓地指着上面漆黑的天花板。天上。苏雨的瞳孔微微一缩，准确的来说，应该是月亮。古云低沉的声音响起，犹如一个重锤，狠狠地砸入了苏雨的脑海之中。月亮。苏雨的呼吸逐渐变得急促了起来。是了，月亮。深海的潮汐便是月亮的阴力造成的，没有月亮，海洋是平静的。正如海潮和凶兽依托在海洋之中，而海洋却是潮汐起伏，却和月亮息息相关。苏雨的呼吸粗重无比，古云的声音再度响起。是的，他们站在月亮之上，他们俯视着九州，他们监视着我们所有的人。大概过去了10分钟之后，苏雨缓缓走出了院落之中。苏雨抬起头来，看向了天穹之上的圆盘。皎洁的月光轻轻地挥洒下来，犹如给整个九州披上了一层银色的轻纱。明明如此柔美宁静的月亮，但是在这一刻，苏雨的眼中却是变得如此的狰狞恐怖。苏雨没有在古云的院落之中待上太久，按照古云的话来说，即便是现在他们也监视着古云，苏雨若是在古云的房间之中待上太久的时间的话，会被怀疑的。而古云也是让苏雨10天之后再去找他一次，至于为什么，古云并没有说，只是在临走之上，古云嘱托了苏雨一句话：从现在开始，你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绝对不能在任何的炼神和金身强者面前暴露自己并没有修行炼神武学，不然会被他们看见的。苏雨重新回到了宿舍之中，不过苏雨并没有着急开始修炼或者进入系统的画面之中，而是在脑海之中将自己近段时间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开始盘算了一遍。
古云的话让苏雨对九州所有的炼神和金身都产生了警惕。炼神功法最主要的体现就是神奇虚影，而我通过磁场掌控，则是能够模拟出神奇虚影。在和五大学府的种子交手的时候，唯有陆长空将苏雨逼出了神奇虚影，殊不知那也是苏雨故意的。其实没有古云的警告，苏雨还是很谨慎的。苏雨依靠着磁场掌控，模拟出了7尊神奇虚影，每一尊神奇虚影都是和磁力有关的。之所以是7尊，也是苏雨不想要让其他人察觉到自己的修行速度太快了。7尊虽然也有些逆天，但总的来说还是在九州众多高层可以想象到的层次。再加上自己金身之体的存在，击败陆长空道也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毕竟炼神武者的肉身本来就比较弱，目前来说并没有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接下来只需要好好的熟悉炼神体系就行了。虽然每一个炼神和金身都是那群人的眼线，但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为了九州而奋战的武者，倒也不用畏惧。毕竟他们也不知道我要做的只是不引起那群人的怀疑就行了。况且我并不是古云前辈，他们对我没有什么怀疑，我只需要做好自己就行了。同时暗中提升实力。苏雨默默地将一切都进行了一次复盘，最后深呼吸一口气，将脑海之中关于那群人的信息暂时压制了下去。苏雨的心念微微一动，系统画面出现在苏雨的眼前。龟姬世界，虽然高武世界连1日都没有过去，但是在龟姬世界已然过去小半年的时间。凭借着人类留下来的资料和龟姬生物天生对于放射性物质的熟悉，核武终究还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中被彻底的研发出来了。实验室内，看着原子碰撞所产生出来的能量，张晨风等一众的学者欣喜万分。目前核武的研究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组建核武了。张晨风的机械眼之中有着兴奋的光辉。作为热衷于探索的文明，利维坦的存在就是整个龟姬文明前进的绊脚石，不将利维坦杀死，龟姬文明将永远无法进步。而现在他们拥有了对抗利维坦最好的武器。张晨风转过身来，目光严肃地开口：诸位，组装核武的事情刻不容缓，我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将核武组装完毕。利维坦虽然生活在深海之中，但是陆地在这一块星球之中太显眼了，利维坦迟早会发现我们在陆地之中，并且根据探索者小队的发现，利维坦的身躯每日都在增长，我们拖的时间越久，想要对于利维坦就越发的困难。能做到吗？能。一众学者的眼神之中透露着狂热之色。张晨风见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旋即离开了实验室。在核武组装成功之前，他还有事情要做。看到这里，苏雨忍不住感慨，这群渺小的龟姬生物简直太逆天了，在空间和资源都有限的情况之下，竟然能够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啊。苏雨的目光落在了深海之中的利维坦的身上。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利维坦的身躯已经达到了恐怖的400米。虽然无法突破5阶，但是利维坦绝对能够在4阶之中称之无敌了。即便是苏雨都没有把握能够战胜眼前的利维坦，就看龟姬文明怎么对抗了。苏雨深深的期待着。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核武被组装了出来。核武的组装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短短几天的时间就做到了。而张晨风也是在几天的时间之中挑选出了整个龟姬文明最顶尖的探索者，每一个都是3阶之中的佼佼者，甚至于还有几个已经无限的接近于4阶了。在张晨风的率领之下，他们走进了真理号中，随后又是驾驶着真理号在深海之中埋下了早就已经组装好了的核武。在做完这一切之后，张晨风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看着指挥室内的屏幕淡淡一笑。接下来就是引导利维坦来到核武埋放之地了。张晨风轻轻地说着，很快便是驾驶着真理号朝着利维坦生活的地方掠去。很快400米长度的利维坦出现在了真理号的面前，或许是察觉到了真理号之中的能量波动，利维坦那庞大的双眸瞬间睁开，猩红的光辉令人不寒而栗。张晨风面色平静无比，指挥着众人开始引导，按照计划之中的路线行走。说罢，真理号冲着利维坦发射了一个威力不大的导弹。导弹的威力虽然不大，但是却彻底的激怒了利维坦。吼吼吼！这头深海巨兽的咆哮声响彻了整个海洋，海水翻滚着。真理号瞬间朝着计划好的路线跑去。利维坦怒吼一声，朝着真理号的方向冲去，他要彻底捏碎眼前这个可恶的新生生命。很快，在真理号的引导之下，利维坦进入了核武埋放的区域。看着这一幕，张晨风的嘴角微微上扬，嘴巴微微张开。爆！轰隆隆！伴随着张晨风口中的音节被吐出，原本就埋伏好在旁边的核武，在龟姬生物的操控之下，瞬间引爆。无尽的轰鸣声瞬间回荡在了整个深海之中。原子碰撞所带来的恐怖能量，在这一刻被尽情的释放。这个足以毁灭一个文明的武器，在这一刻彻底的展现出了它的风华。一朵朵蘑菇水泡不断的升腾了起来，夹杂着一股足以毁灭一切的力量。炽热的温度在不断的灼烧着四周的海水，使得海水不断的冒出密密麻麻的水泡。这一次，龟姬文明为了以防万一，足足埋伏了10多枚核武。恐怖的力量甚至足以摧毁1/10的星球。狂暴的能量不断的在利维坦的身边冲击着利维坦那庞大的身躯。吼吼吼！利维坦不知道为什么这一股可怕的能量会在自己的身边释放出来，本能的发出了怒吼声。只是他的声音仅仅只是发出的一瞬间，就被恐怖的轰鸣声彻底的掩埋了。足足有着400米的庞大身躯，在这一刻也是彻底被核武那恐怖的能量包裹着。身上的机械肌肤在炽热的温度和狂暴的能量之下，一点一点被融化，露出了机械之下血肉。其实利维坦进化了这么多年，其身躯的70%都已经转化为了机械，但是在这一刻，10多枚核弹的爆炸之下，那外面厚厚的一层机械血肉已然彻底的融化。
甚至于能够看到机械之下的血肉了，还有那诸多的血肉器官。报告，检测到利维坦身上的辐射值在不断的减退。真理号当中传来了一个操控人员的声音。听到这一句话，张晨峰脸上更是露出了笑容。利维坦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和硅基生物很相似，也是通过吞噬有辐射的金属从而壮大自己的。只不过利维坦能够吞噬，那是因为有着苏语出走的铁身诀，而硅基生物即便是没有苏语出走的铁身诀，本身也是以放射性金属为食物的。而现在利维坦身上的辐射浓度正在不断的减弱，赫然代表着利维坦的生命值也在不断的下降。只是张晨峰的笑容并没有持续太久，就变得僵硬了起来。看着眼前不断暴虐的能量，真理号在不断的后退，但是依靠着屏幕依旧能够看到爆炸的景色。但是在张晨峰的脑海之中浮现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就在刚刚，张晨峰赫然的想到，利维坦的生命机能似乎和硅基生物相似，硅基生物能够承受一定的辐射，那么利维坦也能够承受，只要不超过自己可以承受的辐射的极限，那么利维坦就能够存活下来。这个可怕的念头在张晨峰的脑海之中回荡着，以至于张晨峰的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旦核武之中的辐射没有超过利维坦能够承受的极限，那岂不是说核武对利维坦无效？若是张晨峰有血肉的话，那么此刻他的脸颊一定是苍白无比。张晨峰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核武计划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希望10多枚核武的辐射已经超过了利维坦的极限了吧？一时间，张晨峰心中变得无比的恍惚了起来。利维坦的极限在什么地方？张晨峰不知道，但是从利维坦那恐怖的身躯也能够看得出来，利维坦能够承受的辐射极限绝对不是硅基文明能够比拟的，甚至于利维坦一人能够承受的辐射极限都超越了整个硅基文明。张晨峰的双手狠狠地撑在了指挥台之上，一双猩红的机械眼不断地盯着屏幕。不要，千万不要让他活下来啊！张晨峰的内心在不断地咆哮着。然而事情终究还是朝着他最害怕的方向发展过去了。在无尽的能量接触到利维坦的血肉之后，利维坦的身躯之上突然迸发出了一圈圈的涟漪，赫然是铁身诀的光辉。在铁身诀的加持之下，利维坦将吞噬之力释放到了极致，他竟然硬生生扛着辐射的威能，开始适应吸收四周的辐射之力，转而壮大自身。依靠着强大的身躯以及突破了极限的铁身诀，四周的辐射之力竟然开始被利维坦吸收了。一时间，一层层的机械血肉再度遍布了利维坦的身躯，仅仅只是几分钟的时间，利维坦的身躯竟然直接恢复了。报告！真理号之中，原先监测利维坦辐射值的硅基生物颤抖的开口说。张晨峰感觉自己的心脏突然一突，心中已然有了猜测，利维坦的辐射值正在不断的提升。轰隆隆！听着这一句话，张晨峰感觉自己的脑海之中犹如有着一道闷雷瞬间炸响开来，整个人的脑海都变得空白了起来。一时间，指挥室内的气氛低沉到了极致。张晨峰在用了几秒钟的时间之后，怒吼一声，撤退。张晨峰很清楚，现在的利维坦既然已经适应了辐射的能量，甚至于就连辐射值都在恢复，那就说明了对方已经开始吸收核武之中的辐射值，甚至已经开始修复自身了。核武之中所蕴含的辐射之力是多么的恐怖，张晨峰很清楚。一旦让利维坦成功将辐射之力全部的吞噬，利维坦的实力将会变得更加的恐怖。没有任何的犹豫，张晨峰当即下令，真理号直接不管身后的利维坦，开始快速的撤退，朝着大陆的方向。很快，真理号便是来到了地面之上。一众的硅基生物看着真理号回来，还以为他们成功击杀了利维坦，顿时整个探索者基地之中传来了一阵阵的欢呼。只是欢呼并没有持续太久的时间，便是戛然而止。只因为张晨峰的声音通过了电磁波传递了出来：诸位，即刻开始撤离，退回地心。张晨峰的话让整个探索者基地的众人都蒙圈了，他们茫然地望着张晨峰，不知道为什么张晨峰会让他们从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陆地基地之中退回地心。他们的心中充满了不甘，但是碍于对张晨峰的信任，他们也不得不开始搬离这一片美妙的陆地，开始朝着地心离去。深海之中，利维坦的一双眸子散发着一股暴虐的气息。吼吼吼！一阵阵的低吼声从利维坦的口中响起，这一次他的怒吼甚至掩盖了核武的声音。四周的辐射之力瞬间被利维坦吞噬，紧接着在苏语的注视之下，利维坦的身躯竟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疯狂的暴涨。仅仅只是1分钟的时间，利维坦的身躯竟然直接从之前的400米暴涨到了500米。死！苏语倒吸了一口凉气，400米的利维坦就已经可以在4阶之中无敌了，而现在500米了，又会有多么的恐怖？苏语一时间竟然有些担忧硅基文明了。在彻底将四周的辐射之力吞噬之后，利维坦的双眸看向了真理号离开的方向。虽然他的智慧并不是很高，但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搜寻和硅基生物一次又一次的挑衅之中，利维坦也是知道了，硅基文明就在陆地之中，那片对自己有着压制力的区域。固然在此之前，那一片陆地会使得自己的战力降低，但是现在伴随着自己的身躯提升到了500米之后，陆地对自己的削弱已经很小了。换一种话来说，就是削弱还在，但这一次削弱之后，自己能够爆发出来的力量更加的恐怖了。好！利维坦低吼一声，在深海之中化作了一道水柱，猛然朝着陆地的方向冲去。此刻的陆地之中，张晨峰还在指挥着众人开始搬离陆地，脸色焦虑无比，因为谁也不知道利维坦什么时候就会将辐射之力吸收完毕找上门来，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可是就在张晨峰脑海之中的这个念头刚刚升起的时候，突然感觉天穹之上的光辉似乎变得暗淡了几分。是天要黑了吗？不对，
张晨风瞬间警醒了起来，他猛然抬起头，赫然看到了一头极其庞大的机械鲸鱼瞬间冲出了海面，以一种极地恐怖的速度狠狠地冲向陆地。光辉之所以暗淡，那是因为利维坦遮住了太阳的光辉。张晨风的脸色狂变，怒吼一声躲避，只是他的提醒已经慢了。利维坦张开了狰狞的大口，对着硅基生物藏身的山谷便是狠狠地咬了下去。轰隆隆，坚硬的岩石在这一刻软糯的宛若豆腐一般，轻轻松松就被利维坦吞入了肚子之中。庞大的身躯狠狠地砸在了海面之上，掀起了一阵阵的惊涛骇浪，朝着陆地之上涌去，犹如海啸。啊！陆地之上传来了一道道惨叫声，很多硅基生物甚至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已然在这一场浩劫之中死亡。退！撤退！张晨风睚眦欲裂，怒吼着，同时率领着众多的硅基生物进入真理号内。只是就在他们刚刚登上真理号的一瞬间，利维坦的尾巴就狠狠地抽打在了真理号上，恐怖的力量轻轻松松就将已经经过了改造的真理号重创，船内的诸多硅基生物也是瞬间毙命。不！张晨风心中充满了绝望，但是内心的信仰还是在支撑着张晨风操控着重创的真理号朝着地心的方向掠去。伴随着这一场浩劫的开始，无数的硅基生物死亡，甚至不乏有着3阶的硅基生物。苏雨顿时感受到了丰厚的死亡反馈，肉身之力在这一场死亡反馈之中不断的提升，甚至于就连气血都变得更加的浓郁了。只是即便是在这诸多的死亡反馈之中，苏雨的肉身依旧还是停留在炼神9层的层次，并没有打破金身的上限。苏雨将所有的反馈都彻底的消化之后，缓缓睁开了双眸，紧接着眉头微微一皱，这么多的反馈竟然都没有助我的肉身提升到金身，看来想要让肉身达到金身境可没有这么容易啊。苏雨喃喃自语，他看向系统的画面，利维坦的屠杀还在继续，无数的硅基生物驾驶着探索船狼狈地朝着地心冲去，那些没有来得及的硅基生物便是死在了利维坦的手中。看来低阶的硅基生物对我的提升已经不大了，除非他们整个文明的实力都能够提升一个层次才行。那么我的肉身若是想要提升的话，最后苏雨将目光落在了庞大的利维坦的身上，眼神之中有着淡淡的光辉在闪烁着。或许你便是我的肉身突破金身上限的契机。利维坦的肉身极其的恐怖，一旦他死了，给自己带来的反馈必然是海量的，到时候或许就能够让肉身冲击金身层次了。想到这里，苏雨的呼吸逐渐变得炽热了。伴随着利维坦的屠杀，无数的硅基生物跟在了张晨风身后，从陆地再度搬到了有限的地心世界之中。不过这一次，他们从陆地之上开采的资源已经足够他们在地心世界生活100年了。只是在见识到了密度为0的天堂之后，又被迫回到了地心，使得每一个硅基生物的心中都极其的憋屈，但是偏偏又无可奈何。利维坦太强了！看到这里，苏雨默默地关闭了系统页面。就现在这个情况，硅基世界至少几十年内不可能再发生重大变故了。硅基文明需要提升，而利维坦也需要时间消化刚刚吸收的辐射之力。苏雨默默地盘坐在床榻之上，准备好好休息一番。只是还没有过去多久，王宁便是给苏雨打来了电话。苏雨拖着略微有些疲倦的身躯接通了王宁的电话。什么事情？苏雨的说道。你咋搞到？怎么看起来这么累？王宁疑惑道。苏雨打断了王宁的话，轻声道，说正事。这段时间苏雨的疲倦不是来自于肉身，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疲倦。观摩系统画面是极其耗费心神的事情，再加上从古云哪里知道了太多的新秘了，使得苏雨脑子之中的弦更是绷得很紧，所以这几天苏雨的状态并不是很好。这不是想着给你一个惊喜吗？王宁干咳了几声，随后拿出了一张巨大的图纸。当当当当，王宁将图纸直接摊开，苏雨的视线瞬间就被眼前的图纸所吸引了。只见得在图纸之上刻画着一个巨大的机甲，在图纸的下方标注着比例，通过比例的标注，苏雨赫然发现这一次的气血战甲竟然只有2米，比起第一次，这一次看上去都要灵活一些，甚至于上面标注的材质是苏雨都没有见过的。嘿嘿，看到了吗？上一次你给我打了电话之后，可算是勾起了我心中的一些想法，所以这段时间有空的时候，我就将想法画了下来，现在总算是将这个气血战甲的初步想法敲定下来了。王宁的笑声从图纸之后传来，随后王宁收起了图纸，看向了苏雨。按照你的要求，这一次气血战甲的负荷极其恐怖，我直接将负荷调整到了气血战甲最高层次，唯有你这样的肉身才能够驾驭，即便是其他的炼神武者的肉身都无法驾驭。但同对于气血的增幅也是很恐怖的，至于多少我还没有测试过，毕竟只是初步的一个想法。我想想哈，大概3个月的时间，我就能够将气血战甲的试验机打造出来，到时候你抽一个时间来星空研究所，咱们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听着王宁的话，苏雨疲倦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气血战甲若是能够研发出来，自己的战力也将得到恐怖的提升。只是我心中还是有一个问题。王宁突然开口。你说。苏雨轻轻地张开了嘴巴。王宁沉吟了片刻之后说了出来，耗费这么大的代价只研究出适合你的气血战甲，会不会太亏了？王宁摊开手道，其实气血战甲的研究已经快要结束了，之前的气血战甲都已经开始小规模实装了，和之前的研究相比，你这次的要求我总觉得有些不值得。不值得吗？苏雨心中苦笑一声。如果不知道炼神的扭曲，苏雨也会觉得耗费这么大的代价只研究出使得自己一个人的气血战甲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可是在知道了幕后黑手之后，苏雨很清楚，即便是让整个9州的武者都穿上气血战甲提升实力，海洋之中的凶兽也只会变得更强，让人族不断的内耗，就是那些幕后黑手想要看到的事情啊。与其提升整体的实力，让幕后黑手发现
不如偷偷的增加自己一个人的实力，等自己什么时候有了足以对抗幕后黑手的实力之后，整个九州才是真正的安稳。苏雨并不觉得自己是九州唯一的救世主，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整个九州知道幕后黑手存在的就只有自己和古云了。古云的经历已经说明了，炼神和金身境一旦踏入，就会因为功法缘故成为幕后黑手的眼线。纵使那并非武者本意，武道之路一旦踏入炼神武者的命运就不再受别人掌控。在苏雨看来，唯有提升自身实力才是唯一解法。而气血战甲虽然是外力，但也是短时间内快速提高的一种方式。当然，这个理由苏雨不可能告诉王宁。即便是王宁并不是炼神武者，但是在这样一个处处充满了危机的世界之中，任何暴露自己的地方都将让苏雨无处可逃。想了想之后，苏雨终究还是开口了：“我进入了不朽计划，需要足够强的实力，所以我需要快速的提升自己。”王宁看着苏雨凝重的样子，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我明白了。”王宁微微一笑，轻轻的打了一个响指，道：“行了，你发过来的资金我已经收到了，我马上开始研制第2版的气血战甲。等我什么时候研发成功了，我再给你打电话。这次资金这么充裕，打造出来的战甲性能估计会远超我的想象啊。”说完，王宁瞬间挂断了电话。王宁便是如此的一个人，他对于研究充满了狂热。或许刚刚他想要苏雨一个理由，但也只是为了心中的不解罢了。现在知道了，自然也懒得再关注什么了，索性开始研发气血战甲。看着王宁挂断了电话，苏雨这才松了一口气，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月亮，苏雨微微眯起了眼睛。当苏雨再度睁开双眸的时候，已然是翌日的清晨。缕缕的光辉轻轻地透过了窗户的阻碍，落在了苏雨的脸颊之上。苏雨醒来，简单的洗漱了一番之后，再度盘坐在了床上。经过一晚上的休息，苏雨此刻的精神状态也已经恢复到了巅峰。心念微微一动，堕仙魔界的画面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城市的一座最为高大的建筑之中，顶楼的办公室内，欧姆坐在沙发之上，翘着二郎腿，手中端着一杯咖啡。咖啡还很滚烫，冒着一缕缕的热气。他的目光透过了宽大的落地窗，注视着前方的一切。现在距离第2届的钢甲铁拳比赛过去已经快要1年的时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之中，欧姆组建的机械神教已经发展成了这个世界之中最为顶尖的组织。无数的人类为了变得更加的强大，抛弃了自己原有的肢体，更换了弥赛亚集团的机械一体。甚至于还有一些超凡者也是更换了机械一体，变得更加的强大。就连此刻的欧姆，全身上下所有的部位也已经有 90% 更换为了机械一体。其中此时的欧姆只剩下头部以上的部分没有更好为机械一体了。欧姆望着眼前的景色，轻轻地品尝了一口咖啡。虽然对欧姆来说，咖啡的提升功能已经毫无作用，但在欧姆看来，咖啡带来微微的苦涩是他为数不多的享受。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进！欧姆淡淡的开口。随后一个身穿着职场服饰的女性缓缓地走了进来，她的手中捧着一个文件夹。她走到了欧姆的身边，轻轻地附身，用着甜美的声音轻声说道：“董事长，现在一体的销售数量已经涵盖了全球 90% 的人口了，同时您最近让我们推进的云端网络也已经开始推进了，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字。”说着便是将一份文件交给了欧姆。欧姆短暂地看了一眼，发现是关于推进云端网络的资金要求，随后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诚然，在将一体推行了出去之后，欧姆开始了自己的第2步计划——云端网络的推行。想要机械飞升，就需要将自己的意识传送到云端网络之上，唯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真正的永生。欧姆淡淡一笑，站起身来，走到了电脑旁边，望着电脑之中的数据，陷入了思索之中。苏雨看了一眼，便是将视角转移到了这座城市之中，赫然发现整个城市之中，大街小巷之中，随处都贴着关于机械神教、关于弥赛亚集团、关于机械一体的宣传。甚至于就连学校之中都已经有很多的小孩子将自身的血肉改造成了机械一体，并且伴随着身体的发育会逐步更换新的一体。伴随着钢甲铁拳比赛的开始，到如今已经开始举办第3届了。整个星球的人类见到了机械一体的强大，纷纷将机械神教当做了唯一的救世主，他们大行其道。一时间，一体改造成为了全球最为狂热的事情。当然，机械神教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为之信服，依旧有着不少的人认为机械神教这是在让人类走向灭亡。这群人不肯接受一体的改造，更是偷偷的汇聚在了一起，在暗中形成了反抗机械神教的团体。而最让苏雨有些意外的是，这个反抗的团体的老大，竟然就是在第1届钢甲铁拳比赛之中输给了欧姆的超凡者贝吉，这位曾经全球前3的超凡者。只是没有经过一体的改造，这位曾经前3的存在，如今甚至已经很快就跌落到了20之后。看到这里，苏雨微微摇了摇头。苏雨不知道欧姆的决定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但一切的答案都将会在堕仙魔界的修真者降临的那一刻彻底展现出来。苏雨的心念微微一动，视角再度放在了欧姆的身上。只是现在的欧姆似乎从办公室内离开了，走进了独属于自己的实验室内。空旷的实验室之中，摆放着一个个极其精密的仪器，各种各样的连接线胡乱地摆放在地上，让人眼花缭乱。欧姆却极其熟络地将一根根的连接线放在了适应的连接口中，最后插上。他缓缓走到了一个巨大的电脑主机面前，望着上面的一块块硬盘，欧姆的双眸微微眯起，隐隐约约之间能够看到欧姆双眸之中的狂热之色。最后一步了啊！欧姆轻轻地呢喃着，最后收回了自己的目光，来到了旁边的一个床上，在床上摆放着一个机械头盔，头盔之上同样是有着密密麻麻的电线插在上面。欧姆将头盔戴在了头上，最后平躺在床上，双眸极其的平静，手中握着一个按钮。接下来开始意识上传。欧姆轻轻地呢喃着，这就是欧姆的最后一步。
将大脑之中的意识上传到云端之中。这样一来，就连自己最后的一个器官大脑也将会被高集成芯片替代，甚至于即便是自身的一切都泯灭了，自己的意识也能够存在于云端之中，哪怕身躯摧毁，也能重新创造新的身体。只要意识不消失，就永远不会磨灭。就在欧姆准备开始上传的同时，在实验室外面站着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目光狂热地望着实验室内躺着的欧姆。他们都是欧姆招揽到机械神教之中最为忠诚的信徒。这一幕是欧姆早就准备好了的，他将会将一众机械神教的信徒之中，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到云端，让他们亲眼见证真正的机械飞升。实验室的玻璃是单向玻璃，外面的人能够看到欧姆，但是欧姆却看不到外面的人。这是欧姆特意的，他需要让大脑保持足够的理性，不能让任何的因素影响到自己。实验室内平躺在床上的欧姆轻轻按动了手中的按钮，顿时一道道的电流缠绕在欧姆的身上，一股强烈的刺痛感在欧姆的脑海之中不断的浮现。欧姆的面色瞬间就变得狰狞了起来，他感觉自己的意识仿佛进入了搅拌机一样，不断的搅拌着。啊！强烈的疼痛饶使欧姆整个人已经冷静到了极致，可依旧能够感受到这种常人无法忍受的痛楚。只是伴随着这种痛楚越发的强烈，欧姆却是愕然的发现自己的意识在这一刻却是越发的清晰了起来。最后，痛楚的感觉也开始一点一点的消散了。当欧姆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眼前的景色已经不再是实验室了，面前的一切都是由一和零组成的世界。欧姆凝望着眼前的一切，目光狂热无比。这就是真正的云端吗？他微微呢喃着，心念一动，顿时眼前的一和零组建成了一行长长的代码，最终化作了一个画面。而画面之中，赫然是自己躺着的画面。我做到了！饶是欧姆理性至极，在这一刻也是忍不住的欢呼了起来。不过还没有结束，想要变得更加强大，就要更换大脑。欧姆的眼神一凝，凭借着自己对于云端网络的操控，欧姆瞬间控制了实验室内的机器。他操控着机器，当着所有人的面将自己的大脑切开，脑髓彻底的挖去，最后用高集成芯片彻底取代了自己原先的大脑。做完这一切，欧姆通过云端意识瞬间进入了集成芯片之中。实验室内，欧姆再度睁开了双眸。就在他睁开双眸的一瞬间，一股强悍的能量波动从他的身上扩散了出来。4阶，在将大脑彻底更换成了集成芯片之后，欧姆整个人都彻彻底底的被机械一体取代。这一刻，他的实力直接突破了4阶。望着突破的欧姆，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刚当欧姆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到云端之后，苏雨分明的发现，躺在床上的欧姆已经毫无生机了。但是系统并没有传来任何的反馈，也就是说，欧姆并没有死亡，而是成为了彻彻底底的新生命，也就是欧姆口中真正的机械飞升。这家伙还真的是一个疯子啊！苏雨摇了摇头，不由得感慨道。在感受到自己的实力再一次提升之后，欧姆的嘴角露出了笑容。不过他并没有走出实验室，而是坐在了床榻之上。他还有一个测试没有做。欧姆的意识从高集成芯片之中再度进入了云端，他畅游在云端之中，望着四周密密麻麻1和0的代码，微微一笑。欧姆的心念微微一动，眼前的代码再度变化，出现了一个画面。欧姆一步跨出，整个人竟然直接出现在了自己的办公室内。也就是说，通过云端，自己可以通过云端网络出现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想到这里，欧姆嘴角的笑容越发的浓郁了。片刻之后，欧姆的意识回归。实验室内，欧姆站起身来，缓缓打开了实验室的大门，顿时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目光狂热地望着自己。欧姆望着众人，淡淡的开口：“机械飞升，彻底成功。”此话一出，无数机械神教的信徒纷纷发出了狂热的欢呼声。而在这一阵阵的欢呼声当中，欧姆的声音缓缓响起：“接下来，我将会挑选机械神教最忠诚的信徒，开启机械飞升，成为真正的永生者。”苏雨望着眼前的画面，突然之间，系统传来了提示：“叮，恭喜宿主对武侠世界的掌控权限提升到100%，奖励世界本源。”听着这一道声音，苏雨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惊愕的神色。权限提升到100%了，奖励世界本源？世界本源是什么？苏雨的心中出现了一个个疑惑。沉吟了片刻之后，苏雨直接关闭了堕仙魔界的画面，将武侠世界的画面开启。顿时，武侠世界的模样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望着整个大洲，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伴随着气运的提升，整个大洲的修行环境都变得好了很多。以往可能需要100年才能够诞生出来的天才地宝，此刻竟然只需要20年甚至10年就能够诞生出来了。修行环境的提升，使得整个大洲的国力更是变得前所未有的鼎盛。再加上武姬创建出来的9年义务武道教育，更是使得大洲的武者的数量提升了上来。这个武姬做的还蛮不赖的嘛。苏雨摩挲着自己的下巴，微微一笑。只是这个世界本源有什么作用？苏雨心念微微一动，手掌之中竟然浮现出了一团金色的光晕。光晕之中，似乎隐隐约约之间有着一条金色的游龙在上面不断的盘旋着。这个赫然便是刚刚系统奖励的世界本源了。在将世界本源拿出来之后，苏雨分明的感受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那一枚枚剑意化作了的小剑，竟然突然发出了一道道清脆的剑鸣声，仿佛就像是一群小孩子看到了自己喜欢的食物一样，一个个的竟然嗷嗷待哺了起来。难道世界本源能够提升剑意？苏雨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旋即呼吸变得炽热了起来。自己的一部分剑意已经提升到了4阶了，按照强度的话，应该是堪比炼神武者的。若是世界本源能够提升剑意，将剑意提升到5阶的话，这岂不是说自己的剑意足以堪比一条完整的规则了？这样一来，自己岂不是能够堪比金身武者？想到这里，苏雨看向世界本源的眼神充满了狂热。没有任何的犹豫，苏雨心念微微一动，
脑海之中的万象剑意瞬间爆发出了一道璀璨的光辉。紧接着，在苏雨手掌之中的武侠世界本源似乎受到了某种力量的牵引，竟然一点一点地飘向了苏雨的眉心，最后直接透过了苏雨的眉心，进入了脑海之中。在进入脑海的一瞬间，世界本源直接撞在了万象剑意化作的小剑之上，万象小剑微微地颤抖着，一点一点地吞噬着世界本源。片刻之后，万象小剑瞬间迸发出了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好似吞噬一般，竟然直接将苏雨脑海之中所有的剑意化作的小剑一股脑地吸收了进去，包罗万象。伴随着所有的剑意都彻底被万象剑意彻底地包裹了起来，万象剑意发出了一道清脆的剑鸣声，枪！紧接着，万象剑意的力量瞬间提升，仅仅只是气息刚刚浮现。来，苏雨赫然明悟了，5阶。这一刻，万象剑意提升到了5阶。伴随着万象剑意跨入了5阶，顿时有着无数的感悟在苏雨的脑海之中浮现出来。苏雨连忙盘坐在床榻之上，开始消化着这一股感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苏雨缓缓睁开了双眸，双眸之中更是有着锋芒一闪而过。伴随着万象剑意提升到5阶，苏雨本以为万象吞噬了其他的剑意，自己就无法使用了，结果依旧能够使用，只不过他们此刻都融入了万象之中了，并且5阶的剑意果然如同我的猜想一般，堪比一条完整的规则。苏雨的双眸逐渐变得清冽，现在的我岂不是已经堪比金身武者了？苏雨微微呢喃着，金身武者便是借助神奇的力量掌握一条完整的规则之力，而自己的万象剑意提升到5阶，已经能够称之为万象规则了。这样一来，自己和金身强者之间的差距似乎已经没有了，并且伴随着意境提升到了5阶，我的肉身的上限似乎也提升了，能够变得更加的恐怖。果然，武道意境和肉身相辅相成，这才是真正适合高武世界的道路。苏雨舔了舔嘴唇，沉吟了片刻之后，苏雨缓缓看向了系统页面。在苏雨的操控之下，系统页面缓缓变成了硅基世界。硅基世界岩层圈，硅基文明的第一个探索者基地当中，陆地的探索者基地因为受到了利维坦的摧毁，已经不可用了，甚至于利维坦知道了硅基生物在陆地建造了基地，时不时的就会来陆地上看一圈，这就使得硅基生物不得不退回了地心，重新开始发育壮大。而此刻基地之中一个狭小的房间内，伴随着和利维坦的第2次交锋以失败告终，张晨风在带着仅存的硅基生物逃回了地心之后，便是将自己锁在了房间之中。已经很久了，他蜷缩在房间的角落之中，整个人好似失去了斗志一般。他足足用了2-3个月的时间，才是从失败的阴影之中走出。也就是张晨风突破了4阶，即便不吸收能量，也能够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可即便是如此，当张晨风从房间之中走出的时候，整个人还是虚弱无比。经过2-3个月的思考，张晨风终于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了。从一开始，因为见识到了人类文明核武的恐怖，足足毁灭了整个人类文明，张晨风便以为核武能够杀死所有的生物。但是张晨风却忘记了，不管是利维坦还是硅基文明，能够在核战争爆发之后，一个又一个的生物死去之后，还能够生活下来，并且发展壮大到如今的这个地步，本身对于核武就有着抵抗性。放弃硅基文明自身的优势，用人类文明的科技对抗利维坦，本身就是一条错误的想法。张晨风站在探索者基地上，望着四周的岩层，深呼吸了一口气，眼神逐渐变得坚定了。利维坦必须死，为了整个硅基文明。张晨风的心中在咆哮着，似乎在宣泄着这2-3个月以来自己内心的愤懑。他的双手，不，应该说是钻头，轻轻地旋转着，有着淡淡的电流在钻头之上不断地跳跃着。张晨风的目光缓缓地落在了自己的钻头之上，刚刚有些坚定的眼神却是又变得有些恍惚了。钻头吗？张晨风微微呢喃着，一息之间，仿佛有着一道熟悉的声音在张晨风的脑海之中缓缓地回荡了出来。加油，你的钻头是要突破天际的。温和的声音带着一丝丝的鼓励。张晨风笑了，笑容驱散了张晨风内心所有的阴霾。他眺望着前方，目光好似穿越了坚硬的岩层，好似穿越了致命的海洋，好似穿越了利维坦那庞大的身躯，直达天际。是啊，这钻头不就是我们的优势吗？张晨风笑着，轻轻地呢喃着。硅基文明最大的优势不是什么科技，也不是什么数量，更不是他张晨风4阶的实力，而是探索。探索的精神。他们足足探索了数百年的时间，数百年之前，他们的文明甚至连4周的岩层都无法钻开。数百年之前，硅基文明的第一人风也不过就是2阶巅峰的实力。数百年之前，他们甚至还在为了探索而爆发了内战。但是探索是硅基文明生存的精神，是他们的宿命。如今，探索的道路之上，不过是多了一个强大的利维坦罢了。硅基文明的钻头能够钻破长达3万公里的岩层圈，能够轻易的钻开足以让整个硅基文明覆灭的海洋。难道还钻不开500米的利维坦吗？能够突破3万公里岩层圈的钻头，本身就是硅基文明科技的最高结晶。张晨风的眼神再度变得坚定了起来。是啊，钻头才是我们整个文明最高科技的结晶，才是我们最佳的武器啊！张晨风轻轻的呢喃着，声音回荡天地之间。很快，张晨风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快步的走到了探索者基地的研究室内。4周的硅基生物看着张晨风的身影，纷纷打了招呼：“盟主，盟主，您怎么来了？”听着4周的硅基生物的声音，张晨风仅仅只是点了点头，整个人的身上透露着一股自信的神色。他快速的进入了实验室，让实验室之中的研究人员将硅基文明所有的探索船的资料都拿了出来，同时又是将硅基文明探索到的利维坦的资料也一并拿出来。4周的研究人员虽然不知道张晨风想要干什么，但是他们对张晨风有着一种无条件的相信。很快，密密麻麻的资料就出现在了张晨风的面前。
望着眼前的资料，张晨峰深呼吸了一口气，轻轻地说道：“现在你们可以出去了，实验室就交给我吧。一个个研究人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张晨峰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可最终，他们还是按照了张晨峰的吩咐，一个个离开了实验室内。待到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彻底的离开了研究室之后，张晨峰望着眼前的资料，眼神逐渐变得锐利了起来。他拿起了关于利维坦的资料，一点一点开始研究了起来。既然要突破利维坦那庞大的身躯，就必须要找到他的弱点，一个足以让钻头轻易破坏利维坦身躯的弱点。这一研究就足足研究了数个月的时间。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实验室内响起了张晨峰的电磁波信号。终于，在废寝忘食的数个月的时间之中，张晨峰发现了利维坦的弱点。在张晨峰的面前摆放着一个巨大的图纸，图纸上面是整个利维坦的身躯。张晨峰这数个月的时间之中，几乎是将利维坦整个身躯都用放大镜一点一点的看去。终于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探索之后，结合这几次战斗收集的数据，张晨峰发现了利维坦的弱点——出气孔。诚然，利维坦也能够通过吞噬放射性的金属强大自身，同时也是将自己的血肉改造成了机械，使得自身变成了一个拥有着极其恐怖放射性的、拥有强大生命力的金属造物。但同时，因为原有的生活习性，利维坦并没有将全身的肉身都改造成机械，反而是有着血肉的。而这同样也是利维坦最为脆弱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将攻击落在这些血肉之中，就足以将利维坦杀死。只是如何让攻击落在这些肉身之中呢？张晨峰又是经过了漫长的研究，赫然发现通过利维坦的出气孔就能够将他们的攻击直接落在利维坦的血肉之中。这一点其实张晨峰在第一次和利维坦交锋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只是利维坦的出气孔都是被一层厚厚的金属覆盖着，而这一层金属极其的坚硬，即便是张晨峰操控着真理号，也未必能够破开这一层金属。不过张晨峰并不在意，他还有另外的发现。利维坦因为并非完全的机械造物，身上还保持着鲸鱼的生活习性，使得利维坦在每一次进行换气的时候，都会将自己的出气孔暴露出来。虽然说以利维坦4阶的实力不用进行换气呼吸了，只是因为他的习性还是会如此的。而这个时候就是硅基文明的希望，击杀利维坦的希望。张晨峰大口大口的呼吸着，眼神逐渐变得炽热了起来。接下来就是组织硅基文明击杀利维坦了。张晨峰的目光落在了硅基文明所有的探索船信息上面，发现如今的硅基文明还能够用的探索船足足有着1700艘，数量并不是很多，但也差不多了。张晨峰深呼吸一口气，心中默默的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只是这个计划或许会让整个硅基文明彻底的覆灭。张晨峰将所有的资料都整理好，最终走出了实验室内。只是在走出了实验室之后，张晨峰的脚步并没有停留，而是直接来到了探索者基地的广播站之中。广播站能够将张晨峰的电磁波彻底放大无数倍，使得不管是在地心世界哪一个位置的硅基生物都能够轻易的听见张晨峰的声音。广播站内，张晨峰举起了放大电磁波的仪器，闭上了眼睛，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之后，才是缓缓的睁开了双眸。诸位，我是张晨峰。电磁波回荡在整个地心世界之中，这一刻，不管是在做什么的硅基生物都纷纷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他们抬起头来，仔细聆听着张晨峰的声音。即便是因为张晨峰的计划导致了陆地上的探索者基地遭到了利维坦的破坏，但是他们并不怨恨张晨峰，因为是张晨峰让他们看到了密度为0的天堂，让他们看到了绚烂的星空。随后，他们便是听到张晨峰将自己这几个月以来研究到了利维坦的弱点说了出来。一时间，不少的硅基生物露出了欣喜的神色。只要能够找到弱点，那么就能够凭借着弱点击溃对方。所以，我会在此将我的作战计划彻底的公布于众。张晨峰低沉的声音回荡在了整个文明之中。这一刻，整个硅基文明都变得极其的安静，唯有他们的呼吸声能够被人听见之外，再无任何的声音。我硅基文明现在掌握1700艘探索船，我会让硅基文明的研究员将这1700艘的探索船改造为战舰，让其拥有作战能力。同时，整个文明90%的人员即刻出战，操控战舰在利维坦进行换气的时候即刻出击，最终攻破利维坦的出气孔，彻底杀死利维坦。张晨峰沉重的声音回荡在整个文明，无数的硅基生物被张晨峰这极其胆大的计划吓了一跳，他们骇然地望着天穹。90%的硅基生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一旦全军覆没，整个硅基文明都将受到重创，甚至彻底的灭亡。诸位，利维坦时时刻刻都在成长，我们没有时间了。它成长的速度远比我们硅基文明的提升速度要快得多。一旦当利维坦成长到我们无法匹敌的地步，我们的文明将会彻底的覆灭。张晨峰的声音继续响起，声音之中带着一丝丝的悲怆。而现在的我们失去了对能源的收集，陆地之上，利维坦虎视眈眈，我们只能背水一战，唯有这样，硅基文明才能永存。听着张晨峰的声音，越来越多的硅基生物的眼神之中逐渐涌现出了一丝丝的火焰，这是文明延续的火焰。战！当第一个硅基生物吼出了这一句话之后，越来越多的硅基生物嘶吼了起来。战！战斗！杀！杀了利维坦！一切为了文明！嘶吼声响彻了整个地心世界。不要什么90%了，一起上！赌上整个硅基文明的尊严和文明的延续。即便是最后失败了，剩下的人能独活吗？不能，那就杀！一道道的嘶吼声回荡在整个硅基文明之中，以至于在探索着基地的张晨峰也听到了这一句话。他微微一愣，他没有想到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渐渐的，张晨峰露出了笑容，他用广播站的设备颁发了自己的命令，或许也是最后一个命令。
即刻起，硅基文明所有人进入战备状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打造足够整个文明的战舰，赌上我们整个文明的尊严，赌上我们文明的未来，杀死利维坦，为文明的延续而战。张晨风的声音刹那之间回荡在文明当中，伴随着命令的下达，整个硅基文明都动了起来，全员备战。硅基文明本来就没有老弱妇幼之分，也没有男女之分，在硅基文明全员备战之下，仅仅只是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彻底打造出了2000艘战舰，足够整个文明的人战斗。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张晨风独自一人进入了真理号，看着身后浩浩荡荡的2000艘战舰，张晨风咧嘴一笑，出发！海平面上，利维坦庞大的身躯浮出了水面，在阳光的照射之下，机械肌肤闪烁着一阵阵的寒芒。头顶之上，那硕大的出气孔缓缓地打开，宛若喷泉一般的水柱瞬间喷涌而出，挥洒在天地之间。利维坦的双眸微微眯起，享受着难道的安逸。只是突然，利维坦的双眸猛然睁开了，他的目光看向了前方。只见得在利维坦的前方，有着一艘艘的战舰，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吼吼吼！利维坦的双眸顿时有着嗜杀的光辉闪烁着，他低吼着，瞬间进入了战斗状态。头顶之上的出气孔瞬间被机械覆盖。该死的，反应竟然这么快！真理号内，张晨风望着利维坦的动作，暗骂了一声，深呼吸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变得冷静了下来。一队出发，攻击出气孔；2队佯攻，辅助1队抵达出气孔位置；3队远程攻击。剩下的队伍等1队抵达了位置之后，即可出发，用你们的生命给我打开出气孔。张晨风几乎是咆哮着开口。是。这一刻，整个硅基文明变得极其的统一，一道道炮弹瞬间从一艘艘的战舰之上弹射而出，狠狠地攻击在了利维坦的身上。紧接着，200艘战舰瞬间出动，目标赫然是利维坦的出气孔。四周还有着零零散散的战舰辅助着战舰进入出气孔的位置。吼吼吼！利维坦怒吼着，心中有着无尽的愤怒。这群渺小的生物一次又一次的挑衅自己，已经让利维坦愤怒到了极致。他疯狂的攻击着，只是战舰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即便是他疯狂的攻击，甚至吐出了一道又一道的死亡射线，将一艘又一艘的战舰击毁。可是剩下的战舰依旧不依不饶地冲向他。终于，当2000艘的战舰被损坏了70%之后，出气孔的位置终于被硅基文明的战舰打出了一个缺口。机会来了！张晨风的双眸之中瞬间闪过了一道金光，他瞬间操控着真理号冲了过去，在即将落在出气孔位置的一瞬间，真理号瞬间变化了起来，竟然直接化作了一个巨大的钻头，钻头之上裹挟着极其恐怖的威能以及肆虐的电流，疯狂地爆发着，直接冲入了出气孔之中。正如张晨风猜测的那样，出气孔直达利维坦的血肉。张晨风的身上有着恐怖的磁力瞬间迸发而出。啊！张风怒吼着，磁场转动，100万匹磁力，杀精霸权，电流疯狂地在张晨风的身上跳跃着。这一刻，张晨风好似化作了沐浴雷霆的神奇一般。张晨风不顾一切地将自身磁场运转到了极致，哪怕自己的身躯受到了巨大的负荷也不管不顾。恐怖的力量疯狂地破坏着利维坦的身躯，直达血肉。吼吼吼！利维坦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疼痛感，这种感觉让利维坦彻底的发狂。他好似陷入了疯狂一般，不断地攻击着四周的战舰，一艘艘战舰，一个个硅基生物，在利维坦的攻击之下彻底的毁灭。快，再快点！张晨风还在奋力地嘶吼着。这一刻，他将自身彻底开发到了极致。区利维坦，岂能阻挡硅基文明的探索？我的钻头能突破天界！伴随着张晨风的怒吼，巨大的钻头一瞬间洞穿了利维坦的血肉，直到贯穿了整个利维坦的身躯。钻头的余力让张晨风彻底冲上了天空。这一刻，他突破了大气层，突破了天际，突破了大气层，直达太空。张晨风身上的电流缓缓退去，整个人仅剩下了睁开眼睛的力气。他望着眼前漆黑的宇宙，一颗颗星辰的光辉照耀在了张晨风的脸上。张晨风迎着星光，嘴角艰难地露出了一抹笑容。这便是天际吗？好美！丁，恭喜宿主铁身诀带回300年肉身修为。丁，因为宿主改变机械鲸鱼命运，奖励3万点世界点。系统的声音在苏雨的脑海之中响起。一瞬间，一股极其雄浑的能量波动在苏雨的体内，刹那之间涌现了。轰隆隆！在苏雨的耳畔之中，甚至能够听见一阵阵的轰鸣声炸响，犹如那奔腾不息的河流一般冲刷在苏雨的体内。一丝丝漆黑的液体从苏雨的身上缓缓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硬生生的给逼了出来。苏雨闭着眼睛，整个人的身上涌现出了暗红色的血雾，汹涌的肉身之力在苏雨的体内不断的冲刷着，甚至能够看见在苏雨的身躯的四周，那暗红色的血雾竟然一点一点的朝着鲜红色转变过去。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仅仅只是从苏雨的肉身之上都能够感受到一丝丝的压迫感。而在这一丝丝的压迫感之中，苏雨的气息开始不断的提升，隐隐约约之间，甚至能够看到在血雾笼罩的四周，空间都好似开始扭曲了。不知道过去了多久，苏雨四周的血雾全然变成了鲜亮的红色，看上去竟然有着一股纯洁的感觉。而这便是最为纯净的气血之力。虽然说利维坦的肉身之力乃是通过吞噬不同的放射性的金属，从而强化自己的肉身，这样的肉身之力未必适合苏雨，但是别忘了，死亡反馈可是经过了系统的进化的，转变成了最适合苏雨的肉身之力。枪！在苏雨的脑海之中，万象剑意发出了清脆的剑鸣声，欢快轻盈。这种感觉犹如一个孩童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般。苏雨缓缓睁开了双眸，在感受着体内的变化之后，苏雨的脑海之中有一个念头了。
那就是完美。没错，就是完美，完美的肉身之力。苏雨的嘴角缓缓露出了一抹笑容，总算是将肉身真正的达到了金身啊！此金身非彼金身，之前苏雨口中的金身乃是铁身诀最后的一个境界，金身之体，而现在苏雨口中的金身乃是实打实的将肉身强化到了金身的地步，这才是真正的金身境界啊！苏雨缓缓地发出了一道感慨声，而且最重要的是，5阶的万象剑意的气息竟然和我肉身的气息极其的契合。苏雨的突破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仅仅只是在宿舍之中散发着淡淡的气息，和其他的金身强者的突破并不一样。即便是童天阳都未必能够发现苏雨的修为已经突破了。可即便是如此，在古云的院落之中，萧瑟破败的老槐树之下，古云痴傻的躺在藤椅之上，嘴角更是溢出了一滴滴的晶莹。他的眼神茫然无比，嘴角挂着痴傻的笑容。突然之间，一抹金光在古云的双眸之中一闪而过，这一股气息，古云的内心在这一刻瞬间活络了起来。他的余光猛然看向了星河大学的深处，在那里赫然是苏雨宿舍的方向。这股气血，这股力量，难道是……古云顿时激动了起来，眼神之中的痴傻之色瞬间消散了，有的仅仅只是激动之色。他的胸口不断的起伏着，若不是因为他现在还在院落之中，不知道哪里就有着那群人的眼线，现在的古云怕是要跳起来了。可即便是如此，也是很难掩饰古云内心的激动。这是以气血之道突破的金身，这才是我九州武者应该走的武者之道啊！古云的内心在咆哮着。虽然说苏雨的突破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但是别忘了，古云在意境的掌控之上已经极其的恐怖了，甚至很有可能达到了超越5阶的层次。而凭借着意境之间的感悟，古云自然而然的能够感受到苏雨突破的气息，这才是古云激动的原因。要知道，即便是他这位空的亲传弟子，在废掉了自己的修为之后，足足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是堪堪将自己的气血修炼到了堪比炼神的层次，也就是依靠着自身的意境，才能够勉强的堪比金身强者。而这也是古云一直不敢将真相曝光的原因。诚然，古云的战力堪比金身，但是在那群人的眼中，即便是金身，也不过是稍微强壮一点的虫子罢了。所以，古云选择了蛰伏。而苏雨，明明几天之前自己见到苏雨的时候，苏雨也仅仅只是走到了炼神的极限啊，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成功走到了真正的金身之路上，这让古云如何不激动？这种将意境和肉身完美融合的道路，不就是古云一直苦苦追求的最完美的金身之路吗？一时间，古云突然感觉天地的阴霾好似被吹散了几分，这让古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数十年来的装疯卖傻，为的不就是这一幕吗？在经过了短暂的激动之后，古云再度恢复了之前那般痴傻的状态。他和那群人斗智斗勇了数十年了，很清楚那群人的手段，但凡自己露出丝毫的破绽，都会被那群人无情的杀死。所以，看来还是不能让苏雨这小子和我的接触太过于频繁了。我一个装疯卖傻的老头，和当今星河大学的第一天交往如此的频繁，实在是有些可疑。1、2次还好，毕竟我是星河大学的老校长，但是次数多了，难免会让那群人察觉到。古云的心中默默的呢喃着，同时也有些无奈。看来只能够等苏雨这小子来找我的时候，再好好的询问一番了。想着想着，古云缓缓闭上了自己的双眸。虽然他现在巴不得马上就出现在苏雨的面前，好好询问一下真正的金身之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理智却告诉他，绝不能这么做。自己几十年的装疯卖傻都等过来了，难道都还等不了这点时间吗？索性，古云耐住自己的性子，脸上再度露出了痴傻的模样。宿舍之中，苏雨盘坐在床榻之上，伴随着肉身跨入了金身层次，配合着5阶剑意，苏雨分明感觉自己的体内充斥着一股极其汹涌的力量。金身已经算得上是9州的顶尖战力了，那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天花板的存在了。而苏雨的金身甚至远超普通的金身强者。苏雨曾经见过童天阳的神奇虚影，这种借助神奇虚影掌控完整规则的手段，或许在炼神武者面前看上去极其的强大，但是在现在的苏雨面前，似乎也并不算那么回事了。现在的我，一般的金身可以轻易战胜，但若是遇到了如同校长那般的老牌金身，亦或者是顶尖的金身强者，还是要差一些的。更重要的是，我还不能在这群金身和炼神面前暴露我全部的实力，否则一旦被察觉到就麻烦了。苏雨微微呢喃着，虽然突破了金身，跨入了9州顶尖的行列，但是苏雨的心中对于那群人依旧忌惮无比。要知道，整个9州的金身和炼神只不过是幕后黑手放出来的陷阱罢了，幕后黑手的手段不可谓不强大。自己或许走到了9州的顶尖行列，但是在幕后黑手面前，不过是能够掀起一层层浪花的烧大石块罢了，还是不够，实力还需要继续的提升。蛰伏，继续蛰伏，等实力足够了，一切自然迎刃而解。苏雨深呼吸了一口气，随后调出了系统页面。栏位1，冷却中，冷却时间230天。栏位2，冷却中，冷却时间100天。栏位3，出走中，单细胞机械族群。栏位4，出走中，欧姆。当前可选择世界：武侠世界 LV5 100%，归基世界 LV4 50%，堕仙魔界 LV6 5%。暂无世界可解锁。世界点20W。100天嘛，和5D 比起来，利维坦的冷却时间倒也不算很多。苏雨望着系统页面，摩挲着自己的下巴，双眸之中似乎有着淡淡的光辉在闪烁着。还有归基世界，掌控度达到了50%。伴随着苏雨对于归基世界的掌控度达到了50%之后，苏雨也是发现了归基世界的极限。归基世界的极限就是4级世界了，它和武侠世界不同，武侠世界一开始只是1级，潜力的极限虽然是3级，但是却通过和诡异世界融合，提升自己的世界潜力。而归基世界
一开始便是4级世界，但潜力上限也是4级，这也导致想要在龟姬世界中突破4阶，难度如同登天。怪不得利维坦宁愿壮大自己的肉身，也不愿意突破5阶。这哪里是他不想啊，分明是他已经走到了极限，后面已经没有路了。苏雨淡淡一笑，摇了摇头。诚然，在走到了4阶之后，利维坦也遇到了和武帝一模一样的困难，看不到身后的道路了。和武帝不同的是，利维坦选择不断的强化自己的肉身，使得自身能够达到4阶的极限。若是肉身无限制的长下去，利维坦的实力到最后也会达到恐怖的程度。这样一来，凭借着庞大的肉身，即便是有着5阶的存在出现，利维坦也能够有着一战之力，甚至是将其击败。而武帝当初选择的却是不惜一切代价提升世界上限，看一看武道的风景。突然之间，系统的声音在苏雨的脑海之中响起：丁，龟姬世界掌控权限已达到 50%， 可进行世界融合。丁，检测到堕仙魔界和龟姬世界可以融合，请问是否融合？听着这个声音，苏雨思考了片刻之后，还是没有选择融合。现在的龟姬文明已经有超过了70%的人口都因为和利维坦的一战之中彻底的灭亡了。若是现在融合的话，无疑是让龟姬世界走上绝路。等什么时候龟姬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苏雨或许会选择让2个世界进行融合，但不是现在。苏雨挥了挥手，关闭了系统页面，算了算时间之后，距离再去见古云的时间还有2天。所幸苏雨短暂的休息了2天，用了2天的时间，好好的巩固了一下自己的修为，同时对于自己的肉身的掌控变得更加的熟练了。2天之后，苏雨从宿舍之中走出，没有惊动任何人，熟练的来到了古云的院落之中。一走进去，就看到痴傻的躺在藤椅之上的古云。苏雨心有默契，笑呵呵的走上前去：“老校长，您怎么又自己一个人出来了？学生推您进去吧。”古云缓缓睁开了双眸，双眸之中依旧是一副痴傻之色。他举起自己那枯瘦的手指头，颤抖着，傻笑着开口：“嘿嘿，傻孩子，你又来了。”苏雨淡淡一笑，温和的开口：“好好好，老校长，咱们先回屋好吗？”说着，苏雨便是将古云推回了房间之中。在进入了房间之后，苏雨当即便是将房门关上了。古云也是一瞬间露出了清明且激动的神色：“你真的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武道体系？”古云看向苏雨的眼神之中多了一丝丝的期待，期待之中又带着一丝丝的紧张。苏雨微笑着，在古云那期待的目光之中点了点头，随后开口道：“只是我目前所修行的武道还并不是很成熟，目前应该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修炼。铁身诀对于普通武者来说太过耗时了。”听着这一番话，古云眼神之中的期待依旧，虽然还不是很成熟，但至少苏雨做到了，这让古云看到了曙光。而苏雨这么说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考量的。诚然，自己的肉身已经真正的跨入了金身了，但是想要将肉身修炼到金身实在是太难了。也就苏雨有着系统，凭借着出走目标的死亡反馈，才能够这么快的修炼到金身的层次。要是换做了其他的9州武者，恐怕终其一生都未必能够做到。从整个9州除开了苏雨之外，没有一人能够将铁身诀修炼到金身之体的境界，就能够看得出来，我的这个体系虽然不是很成熟，但应该是这个世界之中真正的武道，而不是炼神功法之下已经被扭曲的武道。苏雨缓缓地开口着，望着苏雨，古云眼神之中的激动之色逐渐的褪去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久久的沉默。最终，古云还是轻轻的叹了口气：“我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你竟然能够走到这一步。本来我还想着等你什么时候成长起来，再将这个事情告诉你，但是你的成长出乎了我的意料。”听着古云的话，苏雨不由得有些好奇了：“什么事情？”古云缓缓抬起头来，直视着苏雨，开口道：“当年远征的真相。”听着这一番话，苏雨的瞳孔猛然一缩。远征的真相，这个苏雨一直想要找寻的东西，竟然在古云的身上。自从知道了炼神的扭曲之后，苏雨一直想要知道当年空带领着整个第7军团远赴深海，到底是什么原因，至今渺无音讯。海洋之中的凶兽到底是什么被创造出来的？还有海洋之中的海潮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创造出来的？无数的疑问，最终都是归结于其中一点：远征。或许唯有知道了远征的真相，自己就能够明白一切了。还是当事情的真相就摆在苏雨的面前的时候，苏雨突然之间又有些彷徨了。知道的越多，可未必是一件好事啊。古云似乎看穿了苏雨心中的想法，也不着急，静静的等待着。片刻之后，苏雨捏紧了拳头，最后又是突然放松了下来。自己已经走上了炼神之外的另一条道路，真相自己迟早会知道的，不过是快慢罢了。即便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苏雨也希望自己清醒的死去。前辈，请讲。苏雨嘶哑的开口。古云深深的看了一眼苏雨，缓缓的开口了：当年师尊远赴深海，至今渺无音讯，并不是因为深海太过于强大，也不是什么天灾的原因，而是因为一场背叛。闻言，苏雨的瞳孔猛然一缩。背叛？谁背叛谁？到底是空背叛了整个人类，还是人类之中有人背叛了空？苏雨的呼吸逐渐变得炽热了起来，他没有说话，只是将自己的目光落在了古云的身上，等待着古云接下来的话。古云继续开口道：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背叛，我的师尊，也就是当年9州第1位，也是唯一一位突破了不朽境的存在，战神空被其他的军团长背叛了。苏雨的瞳孔再度震动了一番，当年竟然是9州其他的高层背叛了空，可是怎么可能啊？那可是9州的第1战神啊，整个人族的顶梁柱，这样的人竟然会有人选择背叛，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明明当时都还有海洋凶兽的威胁啊，人族尚未彻底的完全，竟然有人会背叛空。苏雨心中大大的不解，或许是看出了苏雨心中的不解，古云呵呵一笑：
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杆烟枪，用火点燃之后，重重地抽了一口旱烟。烟雾从古云的口中吐出，在昏暗的房间之中浮起一阵阵的氤氲。小子，你可知道什么是狡兔死，走狗烹吗？当年大陆上的凶兽已经被人族绞杀的差不多了，人类并没有意识到海洋凶兽的可怕。在当时的人类看来，整个世界已经和平稳定下来了。古云默默地抽着旱烟，缓缓地说着。当外患被解决的时候，一个文明的内忧也就开始了。大陆上的和平让九州之中的一些高层萌发了争夺权力的想法，只是当年师尊乃是一介平民崛起，成为了九州第一战神。只要老师在，这群高层想要拿到那至高无上的权柄，无疑是在痴人说梦。所以他们开始怨恨师尊的存在。师尊的存在阻碍了他们夺取权柄的道路，师尊的实力也是威胁到了那群人的统治。所以当师尊发现星球之中不仅仅只有大陆的威胁，还有海洋之中的威胁之后，率领着自己的第7军团想要远赴深海的时候，让这群人找到了机会，一个抹除师尊的机会。面对着师尊的要求，他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固然第7军团当中有着九州精锐的战力，但是在他们的眼中，人族已经没有了威胁，而那些精锐同样是成为了他们统治人族的绊脚石，他们想要一并抹除。所以在师尊带领着第7军团进入了深海之后，遭到这群人的背叛。只是到底是遭到了什么样的背叛，我也不清楚。古云的双眸逐渐变得暗淡，整个人笼罩在香烟的氤氲之中，看不清脸色。苏雨沉默了，听着古云所说的话，苏雨莫名地想到了硅基世界，那里同样是生活着人类，但是人类为了争夺地盘和资源，巩固自身的权利，启动了核武，葬送了整个人类文明。而眼前古云所说的一切和那硅基世界的人类何其的相似啊！虽然很不愿意相信，但是听到这里的时候，苏雨已经相信了一大半了。或许这真的就是当年的真相吧。其实关于当初的事情，我也知道的并不完全，我能够知道的都是从师尊留给我的东西当中看出来的。古云突然站起身来，在昏暗的房间之中摸索着。片刻之后，苏雨看到古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了一张老旧的碟片。古云将碟片插入了电视之中，伴随着电视上面一片片的雪花飘落之后，缓缓出现了一道模糊的画面。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注视着眼前电视之中的画面。深海一片的幽深昏暗，一个瘦削的身影对准了镜头，但是却看不到此人的面容，仿佛被一股力量遮掩住了一般。这就是师尊了。就在苏雨思索此人是谁的时候，古云缓缓开口了。古云的师尊？空。苏雨骇然地望着眼前的画面。苏雨虽然听说过空的事情，但是却从来没有在九州的任何地方看到过空的照片，犹如被抹去的远征真相一般，就连空的照片都在九州当中被彻底的抹除了。苏雨凝望着电视之中的画面，只见德空艰难地举起手中的镜头，整个人好似受到了重创一般，就连气息都变得有些不稳定了。老七，当你看到我留下来的这个碟片之后，你就知道我失败了，彻底的失败了。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竟然会被人族背叛，会被九州的高层背叛。空那断断续续的声音从电视之中响起，竟然从侧面证明了当年的空真的是被九州的高层背叛了。在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苏雨突然感觉自己整个人的身子都隐隐约约有些冰冷。为了人族付出一切的战神空，到头来只是为了肃清整个人族的危难，竟然被九州的高层设计陷害了，这是何等的讽刺！空的声音继续从电视之中传来，或许是摄影机在深海之中的缘故，使得空的声音变得有些模糊。虽然远征失败了，但是我也找到了人族最大的敌人。人族最大的敌人一直都不是生活在这一片星球之上的凶兽，而是虚坤。在空的最后一句话的声音落下之后，电视之中的画面顿时戛然而止。苏雨一愣，虚坤？苏雨疑惑一时间有些疑惑了，这两个字是人名吗？虚坤？一时间，苏雨将目光落在了古云的身上，谁知道古云却是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我在收到了师尊留下来的影像之后，我便是利用我星河大学校长的身份调查了整个九州叫做虚坤的人，可是一直都没有任何的收获。古云缓缓地看向了苏雨，浑浊的双眸之中隐隐约约之间能够看到淡淡的金光在闪烁着。这些便是我所知道的全部的真相了。至于事情究竟如何，人族最大的敌人到底是什么，这些只能靠你来调查了。现在的我，古云苦笑了一声，不过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疯癫老头子罢了。我只是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带领着整个人族揭穿那群人丑恶的嘴脸。我们两人这段时间接触太过于频繁了，2个月内咱们还是不要见面了，毕竟我们谁也不知道那群人在我这里留下什么眼线。我可以出事，但是你千万不能出事了，毕竟你已经是这个时代最后的希望了。苏雨走出了古云的院落之中，脑海之中一直回荡着古云的话，以及画面之中空的话。虚坤，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是一种生物的名字，还是说是人族某个人的名字？最后的画面断断续续的，不仅仅画面模糊不已，甚至于就连声音都很难听清楚，这使得苏雨的心中充满了疑惑。片刻之后，苏雨回到了宿舍之中，盘坐在床榻之上。最终，苏雨叹了口气，罢了，先不管这些了，不管人族真正的敌人是谁，努力的提升自己才是王道。苏雨轻轻的挥了挥手，目光落在了武侠世界之中。经过了这段时间，武侠世界又是发展了许多。此刻的大周，因为气运诞生和武技的培养，孕育出了大量的武者，甚至于在武技之下，更是有着10位借助着大周气运提升到4阶天人境的将军。至于在天人合一之下的剑神不坏和宗师强者，更是数不胜数。苏雨观察着整个大周，赫然的发现，整个大周显现出了一个极其特殊的修炼体系。气运武道，武者可以凭借着气运提升自己的修为，通过武考获得在大周的官身，而通过官身更是能够吸收大周的气运，从而帮助自己加快修行，抵达更加强大的境界。
虽然说还是有一小部分的武者选择了独自修行，并没有依靠着大洲气运的力量，但是整个武侠世界大部分的武者都是将自己并入了气运之中，从而让整个大洲的气运变得更加的强大。只是这样的提升虽然速度很快，但是却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们已经将自身和整个大洲彻底的绑定了。一旦大洲出现了什么变故，使得气运震荡，他们的修为也会随着气运的削弱而不断的削弱。若是大洲覆灭的话，气运彻底的消散，这些绑定了大洲气运的武者，轻则废除全身的修为，重则身消道陨，只能说有利有弊，有舍有得。只是目前的大洲气运隆昌，恐怕数十年乃至100年的时间之内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故发生。至于以后，那就不好说了。而此刻，在大洲皇城的城墙之上，身穿龙袍的武姬站在城墙上，整个人的身上透露着一种不威自怒的气息，这是唯有上位者才能够培养出来的气息。几十年的帝王生涯，早就让武姬的身上孕育出了一种威严。只是坐在帝王之位上的武姬，掌握了整个武侠世界的一切，此刻的眉宇之间却是带着一丝丝的凝重之色。武姬缓缓抬起头来，目光瞬间穿过了9天之上厚厚的云层，突破了天际，抵达了世界之外。在绑定了大洲气运之后，武姬可以说对武侠世界也有着一定的掌控权限了。而如今，正是因为武姬对于武侠世界的这种掌控权限，使得武姬分明能够感受到，就在此刻，武侠世界之外有着一头头狰狞恐怖的生物，它们形状各异，什么模样的都有，但是每一头生物的身上都散发着一股极其邪恶且贪婪的气息。它们俯视着下方的武侠世界，猩红狰狞的目光之中，有的仅仅只是垂涎之色。伪神、邪神，亦或者是虚空生物？武姬轻轻的呢喃着，目光落在了9天之上。身为武帝的后人，在统一的大洲之后，武姬也是知道了不少关于武帝诸神驿站的信息，也知道了那群伪神的真实面目。虚空生物，本来武姬以为在那一战之中，大部分的虚空生物都死在了老祖的剑下，应该不足为惧。但是现在，这群曾经给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造成了生灵涂炭的幕后黑手，竟然再度降临了，甚至给武姬带来了强烈的威胁感。这也让武姬的面色变得凝重无比。诚然，现在的大洲因为气运的原因，不管是底蕴还是强者的数量之上，都远远超过了武帝那个时代。但是同样的，武姬也能够感受到武侠世界附近的虚空生物同样是散发着可怕的气息，其中甚至有着足以和武姬的气息堪比的武阶生物。不仅仅是武姬注意到了这一幕，苏雨通过对武侠世界100%的掌控权，同样是注意到了这一幕。尤其是苏雨对于武侠世界的掌控权远远的超过了武姬，更是能够感受到这群虚空生物的气息极其的恐怖。尤其是其中领头的一尊虚空生物，身上的气息竟然已经达到了惊人的6阶，6阶超越了精神层次的存在。这一刻，就连苏雨的眉头都忍不住皱了起来。6阶的虚空生物吗？苏雨微微呢喃着，目光落在了武侠世界之外。武侠世界之外，一个宛若人类一般的虚空生物静静地站在一众的虚空生物面前。这头虚空生物的模样和人类极其的相似，唯一的区别可能便是此人的额头之上长着一根锋利的触角，整个人的肌肤之上更是被暗紫色的纹路覆盖着，这些纹路就好似呼吸一般，不断的闪耀着。而苏雨感受到的那头6阶的虚空生物，赫然便是眼前的这尊类人形的虚空生物。通过这群虚空生物之中的对话，苏雨发现其他的虚空生物竟然叫这头类人形的虚空生物为灾厄魔王。灾厄魔王一头飘逸的黑色长发，目光冰冷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头头狰狞的虚空生物，缓缓开口了。这么长的时间，你们竟然连一个小小的4级世界都没有解决，不仅仅没有解决，竟然还让这个世界自发的和别的世界融合，还让这融合后的世界提升到了5级。母河对你们很失望。冰冷的声音回荡在虚空之中，四周的温度自这一刻都好似降低了许多。在灾厄魔王的前方，一头头虚空生物瑟瑟发抖，在灾厄魔王的面前，他们似乎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说话！灾厄魔王的声调突然提高了几分，前面几头虚空生物那庞大的身躯微微一颤，随后苦涩地说道：灾厄魔王，我们也不想啊，眼看着就能够将这个世界吞噬了，但是谁知道这个世界竟然和其他的世界融合了，而且还诞生出了武帝那样的人物，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听着这群虚空生物的话，灾厄魔王的眼睛微微眯起，脸上竟然浮现出了一丝丝的追忆，仿佛想到了什么。只是很快，这一抹神色就彻底的被掩盖了下去，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片冰冷之色。被世界选中的人吗？可惜，在母河的面前，无论如何的反抗，最终也只有被卷入母河，堕入虚空的下场。苏雨凭借着世界权限，仔细的观察着这群虚空生物。很快，苏雨就发现了一个信息：这群虚空生物形态各异，仿佛是来自于不同的种族，仿佛是来自于不同的世界一样。但是在这群虚空生物的身上，却是有着一个共同点：气息。这群虚空生物的身上都弥漫着一股堕落腐败的气息。苏雨看到这里，忍不住眯起了眼睛。难道这群虚空生物都是来自于不同的世界？只不过在他们的身后，有着一个神秘的存在，将这群虚空生物都彻底的组合在了一起。只是这个存在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那灾厄魔王口中的母河吗？就在苏雨还在思索着这群虚空生物的来历的时候，那类人形的灾厄魔王在这一刻却是转身看向了眼前的武侠世界了。灾厄魔王的身上突然涌现出了密密麻麻的黑雾，黑雾之中似乎有着一股极其强悍的腐蚀性的力量，瞬间朝着武侠世界涌去。只是就在黑雾即将接触武侠世界的一瞬间，一道回荡在虚空之中的龙吟瞬间响彻。好！伴随着龙吟响起，在武侠世界之外，一头金色虚幻的巨龙瞬间浮现，睁开了血盆大口，一口竟然直接将那密密麻麻的黑雾瞬间的吞噬。金色的光辉在巨龙的身上不断的闪烁着。
竟然将那些浓郁的黑雾给炼化了。灾厄魔王望着这一幕，眉头微微一挑，肌肤之上暗紫色的纹路更是闪烁着幽暗的光辉。气运武道吗？倒也有点意思。只是，灾厄魔王脸上的笑容逐渐散去。这样的世界，我已经毁掉了3个了啊！下一刻，灾厄魔王抬起了自己的手指，对准了下方的武侠世界，一缕宛若利剑一般的黑雾瞬间爆射而出，竟然直接破开了武侠世界防御，降临在了武侠世界。做完这一切，灾厄魔王的嘴角微微上扬。现在就等着这个世界的壁垒一点一点被摧毁吧。淡淡的声音轻轻的响起，在灾厄魔王身后的一众虚空生物对视了一眼，看向灾厄魔王背影的眼神充满了恭敬以及畏惧。黑雾突破世界壁垒，降临在了整个武侠世界之中。只是这一道黑雾极其的隐秘，除开了苏雨之外，即便是拥有着一部分世界掌控权限的武姬，都不曾察觉到这一种变故。苏雨看着这一幕，眉头微微一皱，这是什么手段？这个家伙到底想要做什么？苏雨的目光缓缓地落在了灾厄魔王的身上，眼神微微有些凌厉。伴随着黑雾降临了武侠世界，并没有立刻让武侠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反而像是一种慢性毒药一般，一点一点地侵蚀着武侠世界。刚开始的时候，武侠世界并无任何的异常，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武侠世界之中竟然发生了许多荒诞怪异的事情，整个世界都好似发生了一种极其隐秘的变化。大周皇朝各地竟然传来各种妖魔鬼怪的传闻，不少百姓都深受其害。为此，各种源于鬼怪之事的奏折宛若漫天的雪花一般飘向了大周金銮殿内。武堂成员即刻出动，诛杀妖邪。短短的时间之中，武姬的命令传遍了整个天下。不得不说，武姬的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虽然以他的世界掌控权限，并没有察觉到灾厄魔王的魔气偷偷地潜入了武侠世界之中，但是武姬早就察觉到了虚空生物的存在，而这些诡异的怪事的发生，也是让武姬不由得想到了虚空生物的存在。所以没有任何的犹豫，武姬当即下令所有武堂的成员行走大周疆域之中，诛杀妖邪。武堂乃是9年义务武道之中的最高学府，里面汇聚了整个大周最为精锐的武者，其中不乏有着宗师强者，甚至是剑神不坏的存在。可是明明这么多的武者出动，大周各地诡异的事情不仅仅没有得到控制，甚至于隐隐约约之间还冒出了越来越多的怪事了。一时间，整个大周皇宫之上都好似笼罩着一层阴霾。苏雨的目光停留在武侠世界的画面之中，凭借着对武侠世界100%的掌控权限，苏雨能够清晰地看到武侠世界各地发生的诡异事件。大周边境的一座城镇之中，深夜，漆黑的夜幕之上，就连繁星都好似只有1-2颗稀疏的点缀在上空。整个城镇之中一片的漆黑，唯有家家户户门口之上挂着的灯笼冒着昏暗的光辉。而此刻，在一座农户的家中，农户刚刚想要将蜡烛之中的火焰吹灭，门外却是传来了一阵阵敲门声，咚咚咚，敲门的声音似乎还带着一些节奏。农户的眉头微微一皱，这么晚了，还有谁会来敲响自家的房门？再加上本来就已经是黑夜了，农户正想要不理会，门外却是传来了一阵阵可怜兮兮的声音：“房子的主人，您行行好，在下实在是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了，如今夜半3更的，在下有些害怕，能不能大发慈悲，让在下在您家借宿一晚？”外门的声音带着一丝丝的悲怆之色，或许是因为太过于害怕了，以至于这声音听上去都是颤抖的。农户听到了这个声音，心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一丝丝的同情心理，双脚竟然不听使唤的想要走到门前开门。只是还没有等他走到房前，一双手就直接拉住了农户，同时响起了一阵惊恐的声音：“老头子，不要开门！”听着这个声音，农户转过身来，赫然看到自己的妻子一脸惊恐地望着房门。农户的眉头微微一皱，怎么了？外面那个人怪可怜的，让他借宿一晚，又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谁知道妻子听见了农户的话，反而变得更加的惊恐了。他连忙拉过农户，走到了大厅之中，借着蜡烛的光辉，才驱散了内心的几分恐惧。他贴在了农户的耳边，用着他那颤抖的声音说道：“老头子，你难道没有听隔壁老王的婆娘说吗？数十年前，有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路过我们这里，想要借宿，却没有人理会，最后被发现死在了街道之上，头颅也是不翼而飞。而那书生死后，怨念极重，灵魂留在此处，不愿堕入轮回，徘徊在街道之上。每当夜半3更的时候，就喜欢找到一家门户之前敲门，一旦房门打开，无头书生的鬼魂就会显现出来，杀人夺命。”听到妻子的话，农户的心中也是不由得浮现出了一丝丝的害怕。而就在这个时候，房门之外又是传来了那悲怆颤抖的声音：“我好可怜啊！”听着这一道瘆人的声音，农户和妻子两人顿时尖叫了一声，连忙躲在了房间之中，随后将房门反锁，竟然不敢出来了。而此刻，在苏雨的视角之中，赫然能够看到，在农户的房门之外，有着一道漆黑的虚幻身影，静静地漂浮在房门之外。正如农户妻子所说的那般，这一道漆黑的虚影，竟然真的是一个无头书生的模样。而且最重要的是，当农户和妻子两人听到了无头书生的话之后，内心也是彻底的相信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两缕黑色的气息从两人的头上漂泊了出来，最后没入了无头书生的体内。伴随着黑色气息的涌入，无头书生的身影都好似变得凝视了一些。最后在苏雨的注视之下，无头书生缓缓地离开了农户的家，来到了另一处屋子面前，继续开始了敲门。咚咚咚，刺耳的敲门声在寂静的黑夜之中回荡在这座小小的城镇当中。上帝视角，苏雨看着这一幕，眉头紧锁。这一刻，苏雨算是知道灾厄魔王那遁入这片世界的魔气到底是为了什么了。气运，大周气运，武侠世界的气运。正如灾厄魔王所说的那般，这个世界的武道体系是气运武道，而气运的存在，正是因为大周百姓的信仰之力，
再加上这个世界的本能汇聚而出的龙脉。只是一个人的信仰有正面，那么就有反面。武姬将战乱的天下重新恢复，变得和平起来，百姓信仰武姬，这就是正面的信仰。而这些诡异事件的出现，让百姓的心中充满了恐惧，这就是反面的信仰。如今，在灾厄魔王的手段之下，不断地收集着武侠世界百姓的负面信仰，将其汇聚在一起。当这些负面信仰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那么这些负面信仰也将会如同气运一般，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显现出来。而现在，苏雨的视角落在了整个大周疆域之中，整个大周疆域各个地方都开始出现了不同的诡异事件。这些诡异事件有的很强大，有极其的弱小，甚至于随便一个武者就能够将其击溃。但是别忘了，即便是现在大周全民上武，可是依旧无法做到让整个大周疆域的百姓都拥有武者的力量。所以，不管是弱小的诡异还是强大的诡异，只要能够在大周百姓的心中种下恐惧的种子，那么这些负面信仰就会不断的被灾厄魔王收集，从而让这些鬼怪之类的存在变得更加的强大。当这些鬼怪强大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这些通过负面信仰具现出来的诡异将会彻底的击溃整个大周的气运。而到了那个时候，便是武侠世界沦为虚空生物口中食物的时刻，这才是那6阶虚空魔王真正毁灭世界的方法。正如灾厄魔王口中所说的那般，在武侠世界之前，他已经毁灭了3个气运武道的世界了呀。这可不是什么阴谋诡计，而是真正的阳谋。即便是武姬通过对气运的掌控，发现了其中的不对劲儿，也不可能彻底放弃大周的气运。毕竟在武侠世界之外，虚空生物可是虎视眈眈啊！一旦武姬胆敢放弃气运武道，走其他的手段，那么虚空生物就会瞬间降临，将浩劫再度降临这片人间。如此一来，气运武道根本就无法更换。而在气运武道之下，负面信仰越发的强大，迟早有一天，武侠世界的气运将会彻底的被冲垮。看着这一幕，苏雨深呼吸一口气，眼神突然变得有些寒冷。这种利用世界原本的体系去对抗世界本能，再施加威胁的手段，苏雨可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啊！简直就是高武世界的翻版。高武世界现在的情况，又何尝不是被人利用了世界的体系对抗世界本能啊？苏雨缓缓闭上了眼睛，意识回归了现实。盘坐在床榻之上，苏雨的目光透过了窗户，看向了那9天之上。回顾整个蓝星的历史，数百年前灵气复苏，凶兽纵横，这何尝不是高武世界的本能自对抗着虚空生物的威胁？武者的诞生便是高武世界的本能创造出来的，只是在武道之后的境界被幕后黑手彻底的扭曲了，从而使得武者无法掌控规则之力，更是无法反馈这一片天地。不管是炼神和金身，他们所掌控的规则不过是借助着所谓的神奇的力量，借用高武世界的规则。一旦他们陨落，这些神奇将会带着这些规则落在幕后黑手的手中。这样一来，世界的规则落入了虚空生物的手中，成为了他们的粮食。世界失去了规则，开始被削弱，而虚空生物吞噬了规则，开始变得更加的强大。苏雨的眼神变得极其的凝重。难道说，在高武世界之外，同样是有着虚空生物虎视眈眈，同样是有着如同灾厄魔王一般的存在，俯视着下方的高武世界？月亮。苏雨通过观察武侠世界的虚空生物，能够明显的发现，这群虚空生物的背后，应该是有着一张巨大的手掌，将他们牢牢的控制着，腐蚀着。或许便是那灾厄魔王口中的母核。整个宇宙之中，或许并不仅仅只有武侠世界之外的那一批虚空生物，或许在浩瀚的星河之中，都有着那么一些虚空生物于9天之上俯视着世界生灵，而被他们俯视着的世界之中的生灵，犹如侏罗。等等，突然之间，苏雨的脑海之中灵光一闪，苏雨赫然的回想起在古云的房间之中看到的空留下来的画面。虚空，虚空，不，真正的那2个字应该是虚空。一瞬间，苏雨分明感觉好多地方都瞬间链接上了，原本一些不明所以的地方，在这一刻豁然开朗。所以，苏雨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天穹，盯着9天之上。在高武世界之外，真的有虚空生物利用自身的手段，在和高武世界的本能抗衡着。顿时，苏雨对于之前灾厄魔王口中的母合上了心。苏雨虽然不知道自己猜测的到底对不对，但是8九不离十了。苏雨深呼吸一口气，艰难地将自己的目光从9天之上转移到了宿舍之中，心中微微地叹了口气，最终还是点开了武侠世界的画面。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距离灾厄魔王的魔气落入武侠世界已经过去了10年的时间了。而在10年的时间之中，武堂派出去的精锐虽然斩杀了不少的诡异，但是诡异依旧存在于大周这片疆域之中。甚至于在不久之前，皇城之外更是诞生了一尊堪比天人境的诡异，武姬更是瞬间出手将其镇杀。可是这种现象依旧没有断绝，反而变得越发的频繁而来起来。金銮殿内，武姬端坐在龙椅之上，身穿龙袍，整个人的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止不住想要膜拜的感觉。如今的武姬已经70多岁了，但是因为跨入了5阶的原因，使得武姬看上去依旧如同青年女子一般，保养得很好，肌肤犹如羊脂玉一般，眉心之处的一抹朱砂更是彻底的将武姬那绝美的面容释放了出来。此刻的武姬眉宇之间却是带着一丝丝的忧愁之色。下方有着大周重臣激动地说道：“启禀陛下，臣等也有意扼杀这些传闻的存在，可是官方出面越是不让他们传，可是这群百姓越是相信，而百姓越是相信诡异的存在，这些诡异的数量就一直不曾减少，甚至于已经开始上涨了。陛下，臣以为当建立一个组织，但凡有任何人胆敢传播怪异传闻，即刻抓捕，让这群愚民无法搅乱我大周气运，万万不可。虽然不知道这些诡异到底是如何诞生的，但是百姓乃是我皇朝之根基，若是因为这件事情乱杀无辜，这才是动摇我大周根基的事情。”一时间，整个金銮殿宛若菜市场一般吵闹了起来。
武吉听着大臣们的声音，心中止不住的烦躁。在听了一段时间之后，武吉更是无奈的离开了金銮殿，以至于正在争吵之中的大臣们谁也不知道武吉离开了。回到了寝宫之后，武吉盘坐在床榻之上，脑海之中全是关于诡异的事情。这10年以来，武吉可谓是心神憔悴，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诡异的存在，可是偏偏找不到任何的突破点。明明是武阶的存在，可是武吉感觉这段时间自己的身体都好似变得虚弱了几分。就在武吉心神交瘁的时候，在武吉的寝宫之中，一缕缕金色的光辉轻轻的闪烁着。苏雨终究还是现身了。仙人，武吉瞬间就察觉到了金光的存在，猛然看向了金光所在的方向，赫然看到了苏雨的存在。一时间，眉宇之中竟然流露出了一丝丝的惊喜之色。这个在自己幼年时期降临，传授自己仙法的存在，终究还是在自己困扰的时候再度现身了。仙人是为了怪异而来。武吉望着苏雨，一双美眸之中竟然带着一丝丝的期待。苏雨看着武吉，不由得笑了笑。果然，这个小妮子还是如同当年那般聪慧，仅仅只是现身就知道了自己的想法。你这丫头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慧啊！苏雨不由得感慨了一番。武吉眨了眨眼睛，抿嘴一笑，一如当年一般狡黠。苏雨面色一正，缓缓开口：“或许你已经发现了，在世界之外，虚空生物，也就是当年的伪神，他们再度降临了。”此话一出，武吉的脸色也是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如今的虚空生物已经不再是如同当年你先祖那般遇到的虚空生物了。如今最强的一尊虚空生物，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现如今的你，达到了恐怖的6阶，是比你如今的境界还要高一个层次的存在。武吉脸上的凝重之色越发的浓郁了。他也知道自己现在的实力是苏雨口中的5阶层次，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虚空生物的存在竟然有着一尊6阶。一时间，饶是武吉这么多年养成的镇定都不由得动摇了。苏雨继续开口，而诡异的存在便是这群虚空生物的手段，他们利用气运武道的特殊性，创造出了这群诡异，不断的蚕食着大洲的气运。而这群诡异根本无法杀死，或许你也发现了，即便是你出手将其镇杀，可是要不了多久，这群诡异便会在另外的地方以另外的一种形式诞生出来。除非放弃气运武道，可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你真的敢放弃气运武道吗？苏雨的声音悠悠地落在了武吉的耳畔之中。武吉听着，娇躯微微一颤，心中越发的动摇，最终他还是忍不住的开口问道：“敢问仙人，这些诡异可有解决之法？”武吉实在是想不到这群诡异到底如何解决了，杀又杀不死，但是又不能阻止，一旦放任他们成长起来，大洲的气运将会彻底的崩坏。气运一旦崩坏，不仅仅自己会身消道陨，甚至于世界也将没有了抵抗虚空生物的能力，从而让这群虚空生物再度降临凡间。这是武吉万万不想要看见的。面对着武吉的询问，苏雨淡淡一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苏雨也是发现了这些诡异的一些特性。此次出现在苏雨的心中，自然是有了对付这群诡异的一个办法了。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望着武吉轻轻的开口道：“既然这些诡异无法被击杀，为何不选择将其封印呢？甚至于我们也能够人为的将其控制啊。”苏雨意味深长的望着武吉，而武吉却是愣住了。封印、控制，武吉睁着那茫然的眼睛望着苏雨。封印武吉还能够理解，不外乎就是依靠着气运的力量将这些怪异封印下来。但是控制，怪异真的能够被控制吗？整个大洲诸多的臣子10年的时间之中，想过很多的办法控制，亦或者是遏制怪异的出现，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手段能够做到。反而因为大洲朝堂大范围禁止怪异传闻的传播，更是让这群百姓对于怪异的存在深信不疑，导致了现在怪异事件变得越发的频繁了。很多的武堂精锐都因为频发的怪异事件更加的疲于奔命了。封印我就不说了，你应该明白的。至于控制，苏雨似乎看穿了武吉的茫然，淡淡一笑，解释道：“所谓的控制，便是在源头之上控制怪异的存在。我问你，怪异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什么？鬼怪传说。”对于怪异事件，武吉知道的还是很全面的，瞬间就回答了上来。苏雨嘴角的笑意变得更加的浓郁了。既然怪异事件的存在是因为鬼怪传说的存在，那么源头便是这些鬼怪传说了。我们只需要控制好鬼怪传说，那么就能够一定程度的控制好怪异。听着苏雨的话，武吉双眸之中的迷茫之色反而更加的浓郁了。他苦笑一声：“可是仙人，关于鬼怪传说和传闻，我们想要将其遏制，使得无法流传出来。可是正因为官方的出面，反而让百姓信以为真。朕如何不知道怪异的源头是鬼怪传说？可是这控制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控制法呀？”武吉实在是有些不解。苏雨淡淡一笑：“不要着急，我话还没有说完呢。人们对于怪异的恐惧，来源于鬼怪传说的恐惧。在大部分的鬼怪传说之中，鬼怪都是吃人、杀人的代表。但是，我们要是将鬼怪传说改一改呢？”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抹令人着迷的弧度，就好比大人哄骗小孩说，只要不吃饭，晚上就会有鬼怪找上门来将你吃掉。那么我们只要改成鬼怪找上门来，看着你吃掉才会离开，根本没有性命之忧。这样一来，百姓对于鬼怪的恐惧是不是减少了？并且，怪异的行为本质上也是受到传闻的限制，一旦从源头改变怪异的传闻，就能限制怪异的行为。听着苏雨的话，武吉的双眸逐渐变得明亮了起来。人们对于鬼怪均是处于一种恐惧的心理，而正是因为这种恐惧的负面情绪，导致了他们畏惧鬼怪，从而让鬼怪变得更加的强大。诚然，这样或许并不会减少怪异事件的发生，但是这些怪异的实力却被控制到了一定的程度。武吉的双眸越发的明亮，听着苏雨的话，他好似找到了解决怪异的办法一般。武吉顿时欣喜起来：“仙人，不愧是仙人，朕的文武百官却是不如仙人的一番话。”武吉激动地说道。苏雨淡淡一笑，面色平静。
苏雨能够借助世界掌控权限，观测整个大洲世界，对于怪异的行为自然有所了解。伴随着苏雨将办法告诉了武基，武基也是瞬间将苏雨的办法付诸行动，专门找来了一群翰林，让他们编著一本名叫做《大洲怪谈》的鬼怪传闻，更是找来了专门的说书人，将大洲怪谈之中的事件通过各大说书的场合讲解给普通的百姓，并且对怪异的行为进行改变，限制怪异对百姓的伤害，尽可能的弱化百姓心中对于鬼怪的恐惧。当然，10年的时间，大洲各地也是诞生出了不少强大的怪异。武基更是当即下令，让好几位天人境的将军出手，将这些强大的怪异彻底的封印。一道道命令从武基的口中响起，整个大洲皇朝就好似一个庞大的机械一般开始运转了起来，事情变得井井有条。苏雨望着这一幕，脸上也是露出了笑容，意识开始回归了现实之中。诚然，削弱怪异实力的计划已经开始了，但是怪异终究还是灾恶魔王的手段，人们心中的固有想法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轻易的改变的。这件事情终究还是一个耗费时间的事情。当这个计划开始实施之后，至少虚空生物对于武侠世界的影响已经开始降低了。短时间内，武侠世界是不会出现什么变故的。所幸苏雨也不再关注了，而是将自己的意识落在了堕仙魔界之中。堕仙魔界，欧姆的实验室内，一个全身都被机械覆盖的身影静静地站在试验台上，一双猩红的机械眼闪烁着渗人的光辉。这一道身影足足有着2米高大，整个身躯呈现出玄黑色，更是有着一股肃穆寒冷的气息，从这一道身影之中弥漫了出来，仿佛整个实验室的温度都因为这一道身影的出现变得寒冷了几分。此人赫然便是将全身都改造成机械的欧姆了。在将自己的意识长传到了云端之后，欧姆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自身的改造，成功的将自己整个人的身躯都改造成了机械组织。因为铁身诀的特殊性，使得欧姆改造的身躯所使用的金属越发的高端和稀有，欧姆的战力就变得更加的恐怖。如今，欧姆的实力已经堪比一些老牌的4阶强者了。欧姆望着实验台上的一个个机械身躯，猩红的双眸之中露出了满意的神色。试验台上的每一个躯体，一旦接受了欧姆的降临之后，虽然无法让欧姆保持4阶的战力，但是却能够爆发出3阶巅峰的实力，放眼整个世界还是极其恐怖的。更重要的是，欧姆的目光落在了附近的电脑之中，下一刻，欧姆的双眸的光辉逐渐散去，紧接着欧姆的意识进入了云端。云端世界之中，无数透明的幽灵在云端世界之中不断的穿梭着，每一个幽灵都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气息。欧姆的身影出现在云端之中，这群幽灵就好似看到了帝王一般，纷纷恭恭敬敬的来到了欧姆的身边，半跪在地上，目光狂热的望着眼前的欧姆。主教！这群幽灵面色狂热的望着欧姆的存在。欧姆淡淡的看着下方的一众幽灵，这些都是机械神教当中欧姆挑选出来将意识传入云端的信徒。若不是因为云端世界最多只能够承载1000人的意识，此刻在云端之中的幽灵数量还会暴涨。而这群被欧姆将意识上传到了云端的机械神教信徒，更是被欧姆称之为传教士。传教士乃是整个机械神教的中流砥柱，每一个都是堪比3阶的存在。而在1000个传教士之下，还有10万个机械神教的强者。这群机械神教的强者身上的机械改造程度远远超过了自身血肉的程度，更是被称之为护教军，普遍都是1阶2阶的存在。因为机械一体的存在，护教军的实力远远超过了普通的超凡者，甚至于只有超凡者之中的佼佼者才能够堪比机械神教的护教军。现如今的机械神教已经发展到了一种极其恐怖的存在，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欧姆改进过后的机械一体。只是机械神教的不断发展，终究还是遇到了巨大的难关。因为机械神教在整个世界之中不断的发展壮大，其核心的理念更是机械飞升，让所有人类的意识都上传到云端，使得人类成为真正的永生者。这样的理念无疑是让很多的人类无法接受的，更是触犯到了这个世界上不少人的利益，甚至于就连机械一体的改造都受到了人道主义者的攻击。当本来就敌对机械神教的超凡者们将机械神教的理念彻底的传播在了这个世界当中，并且加以抹黑之后，机械神教受到了不少人的抨击谩骂。如今在城市之中，随处能够看到有妇孺孩童高举着旗帜，口中不断的说着机械神教的谩骂之语，更是有人冲入了弥赛亚集团线下的实体店之中，开始疯狂的砸毁机械一体，就连警方对于这一幕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显然受到了上头的指使。更重要的是，弥赛亚集团在各地打造的云端基地也是受到了一些超凡者的破坏，即便是有着护教军的守护，但是超凡者觉醒的能力五花八门，饶是护教军都未必能够100%的防住这群超凡者。一时间，弥赛亚集团的股份开始暴跌，甚至于原本信仰机械神教的信徒也开始纷纷远离，不想要让自己和机械神教扯上关系。对于这一切，欧姆的心中甚至都没有掀起丝毫的波澜。云端世界之中，欧姆望着眼前的一个个幽灵，淡淡的开口：“准备实施计划吧，让这个世界的人类实现真正的永生。”欧姆缓缓地张开自己的双臂，仿佛在迎接着永生的到来。下方的一位位传教士目光炽热地望着欧姆，嘴巴之中不断地呢喃着：“机械飞升，人类永生；机械飞升，人类永生。”片刻之后，弥赛亚集团的最高层的顶楼之上，欧姆的身影缓缓浮现。他走到了落地窗旁边，居高临下地俯瞰着整个城市。街道之中，随处能够看到残破的旗帜挂在钢筋水泥之中，旗帜之上赫然书写着反对机械飞升的字样。甚至于不少的弥赛亚集团的线下实体店更是被砸成了一片废墟，看上去狰狞无比。只是面对着这一切的一切，欧姆的脸上甚至都没有泛起丝毫的波澜，就这样静静地观望着。在将自己的大脑转化成了高集成芯片之后，欧姆也是赫然地发现自己的情绪似乎都被隐藏了，
理性更是被不断的放大，情绪更加不容易被外界影响了。此刻的欧姆全身都是被机械组织代替，唯有外表一层薄薄的人皮组织能够让欧姆看上去更像一个人形罢了。没过去多久，办公室的大门突然被一脚踹开，只见得一个身穿西装的中年人，身边跟着一个泪流满面中年妇女。中年人的脸上被愤怒的情绪充斥着，一进来就死死地盯着欧姆。欧姆，你瞧瞧你干的好事儿，什么机械飞升，什么人类永生，你究竟还是不是我的儿子？中年人怒吼着，歇斯底里。这两人赫然便是欧姆的父母了，还是说你已经摒弃了一切人类的情感了？父亲望着眼前冷冰冰的欧姆，整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一种愤怒但是却又痛苦的神色。你还是一个人吗？父亲质问着欧姆。如果人完全被机械组织替代，那么和机器有什么区别？意识上传到底是上传那个人的意识，还是说复制了那个人的意识数据代码？面对着父亲的质问，欧姆依旧是一片云淡风轻的目光，淡淡的望着自己的父母，缓缓开口道：人的定义从来都不是由血肉定义的，一个人最重要且最尊贵的不外乎就是他的灵魂，他的意志了。意志才是一个人的一切，一个人的根本。当意志永生的时候，人为什么不能永生？机械的存在让我们摒弃了终究会苍老的血肉，让我们实现真正的永生，这有何不可？意识上传的确是无奈之举，但是修真者时刻会降临，他们的降临将会是我们世界的末日。机械飞升只会是这个世界唯一的救世之法。父亲、母亲，随我一起进行机械飞升吧。冷冰冰的言语从欧姆的口中响起，父亲的面色明显冷了一下，但是很快愤怒的情绪再度充斥在父亲的脸上。你个畜生，我怎么生了你这样的一个儿子？我要取消你弥赛亚集团董事长的身份，我要阻止你机械飞升的计划。我告诉你，只要我还在的一天，你就不可能将机械飞升的计划彻底实施。在父亲的眼中，自己的孩子已经陷入疯魔了。他妄想整个人类都存活在那虚无缥缈的云端世界之中，他妄想自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救世主。然而欧姆却是轻轻地摇了摇头，面无表情。可是飞升已经开始了呀！话音落下，欧姆的胸膛突然打开，露出了机械身躯之中的机械组织。他迈着怪异的步伐，露出了怪异的神色，张开双手，缓缓朝着父母走去。甚至欧姆的面孔也打开，露出了那高级程度机械芯片。父亲、母亲，一起来飞升吧，让我们一家人都幸幸福福地生活在一起，在一个没有修真者威胁的世界之中，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您看啊，现在的我已经变成了完美的艺术品，不是吗？父母被眼前欧姆的怪状彻底的惊吓住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父亲护着母亲缓缓的后退，只是在他们靠在了大门的时候，大门却是突然被人打开了。只见得两个庞大的身影站在了房间门的位置，挡住了他们两人的身影。那是两名完全改造成机械的传教士，机械身躯更是足足有着3米高大，散发着一股令人胆战心惊的气息。你们！父亲和母亲望着两个传教士，面色瞬间变得苍白了起来。欧姆望着自己的父亲，脑海之中闪过了一丝丝失望的情绪，只是这一抹失望的情绪很快就被欧姆消除了。作为机械神教的领头人，他不能让任何的情绪影响到自己的理性，任何情绪上的波动都有可能导致失败。既然如此，欧姆望着眼前的两人，轻声的开口道：那么机械飞升就从弥赛亚集团开始吧。父亲、母亲，等你们飞升了之后，自然就会理解我了。这一刻，欧姆的声音极其的温和，但是落在了父母的耳中的时候，却是极其的刺耳。不，你个疯子，你就是一个畜生！欧姆的父亲还在怒吼着，但是在传教士的手中，他是那般的无力，直接被传教士带到了弥赛亚集团的顶楼的一个巨大的房间之中。此刻在这个房间内，整个弥赛亚集团的员工竟然都被传教士抓住，困在了这个房间当中。欧姆的父母被抓住之后，自然也是被扔到了这个房间里面。房间内，弥赛亚集团员工的神色茫然且恐惧。突然，房间的一面突然被可视玻璃代替，透过可视玻璃，他们能够看到哪里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而在实验室内，欧姆面色冰冷地望着他们，犹如看着一群羔羊一般。在旁边有着一根根数据线链接在欧姆的身上。欧姆很清楚，云端不可能储放所有人的意识，1000人已经是云端世界的极限了，短时间内又不可能将设备进行升级。毕竟留给欧姆的时间不多了，修真者降临的时间还在不断的削减。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想要让这群人机械飞升的话，那么办法只有一个，将所有人的意识和自己的意识融为一体，保留传教士的意识，让传教士维持机械神教的运转，同时防止那群反抗者的反击，而自己将会用自己的意识承载所有人类的意识，一即万物，万物即一。一切的开端便是现在的弥赛亚集团。实验室内，欧姆静静地站在玻璃前，凝望着房间之中一个个弥赛亚集团的员工，其中还有他的父母。他们在传教士的手中就好似被人丢弃的垃圾一般，随意地扔到了房间之中，四肢都被缚住，根本无法有任何动作。不少心理薄弱的员工在这个时候更是哭泣了起来，可是声音稍微大一些就会遭到传教士无情的殴打。久而久之，这群员工也只能默默地流着眼泪，却不敢将自己的声音暴露出来，生怕遭到下一顿的毒打。他们看向玻璃后的欧姆，眼神之中充满了绝望、无助、恐惧、愤怒，各种各样的情绪充斥在这群员工的脸上。而欧姆望着这一切，有的仅仅只是麻木到了极致的冰冷之色。开始飞升！欧姆冰冷的声音在整个房间之中响起，仿佛是给这群弥赛亚集团的员工颁发了死刑一般。整个房间之中顿时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啊！我不要上传意识，我不想死啊！欧姆，
你个恶魔，这哪里是什么就是知道，这分明就是取死之道啊！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啊！伴随着欧姆的声音响起，无数的员工开始了哀嚎，只是他们的哀嚎并没有影响传教士的动作。传教士拿来了一个个钢铁头盔，头盔之上绑定着密密麻麻的电线，电线缠绕在上面。他们将一个个的员工固定在位置上，同时将头盔安置在了他们的头顶，哪怕是欧姆的父母也没有躲过这一劫。弥赛亚集团的员工有很多，哪怕是传教士都是足足用了10多分钟的时间，才是保证每一个员工的头顶之上都被安置了上传意识的头盔。主教，可以了。玻璃之后，一个传教士缓缓地走来，半跪在欧姆的旁边，目光狂热地说道。欧姆轻轻地点了点头，深深地看了一眼房间之中绝望的人们，呢喃着：这才是真正的就是知道，这是为了整个人类的未来啊！当话音落下的一瞬间，欧姆彻底地将内心的情绪扼杀，取而代之的仅仅只剩下了绝对的理智。开始吧！淡淡的声音从欧姆的口中吐出，原本跪在欧姆旁边的传教士微微的点头，走到了实验室的旁边，将一个红色的按钮按下。吱吱吱吱，刹那之间，伴随着按钮被传教士按下，一道道电流顺着电线瞬间涌入了头盔之上。啊！惨叫声在整个房间之中回荡开来，一些意志稍微薄弱的员工在这一刻更是大小便失调，身子也是跟随着痉挛了起来。而一旁的传教士却是面色冷漠地注视着一切。意识的上传伴随着极大的痛苦，这些都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而在他们的心中，能够将意识上传到欧姆的体内，那是对他们的恩赐。紧接着，一个个传教士盘坐在地上，目光狂热，嘴巴之中纷纷吐出了一个个音节。这是属于机械神教的教义。从思想的平庸中，欧姆弥赛亚拯救我们；从异教徒的谎言之中，电流护佑我们；从野兽的愤怒之中，钢铁保护我们；从肉糜的诱惑之中，龟石净化我们；从这个身躯的糜烂牢笼之中，万机之神让吾等自由。伴随着祷告声的响起，这些声音好似带着一股魔力一般，原本还在电流的刺激之下不断痉挛的员工，在这一刻面色变得麻木了起来。他们呆滞地凝望着前方，意识却是伴随着电流一点一点地涌入了欧姆的体内。实验室当中，欧姆盘坐在地上，每当有着一道电流通过了连接线，进入了他的脑海当中之后，欧姆的身躯便是会颤抖一番。而这些电流赫然便是每一个员工的意识。当意识涌入了欧姆的脑海之中，欧姆竟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些员工的情绪：恨意、爱意、后悔，种种情绪在欧姆脑中闪过。欧姆就好像是看了一个电影一般，这个电影是每一个员工的人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夹杂在这一个电影之中，最后沉寂于欧姆的脑海。只是不管多么丰富的情绪在欧姆的脑海之中浮现，最终却都是被欧姆那绝对的理性彻底的抹杀。最终在欧姆的脑海之中仅仅只剩下了最后的理性。伴随着意识的融合，原本鬼哭狼嚎的房间突然变得寂静了起来，仅仅只能够听见传教士的祷告声不断的在房间之中回荡开来。礼赞万机之神，礼赞欧姆弥赛亚，欧姆弥赛亚。血肉中没有不变的真理，只有腐朽；血肉中没有恒久的力量，只有软弱；血肉中没有永恒的稳定，只有朽烂；血肉中没有必然的确定，除了死亡。血肉只是限制灵魂的枷锁，唯有钢铁才是真正的永恒。理解是通往领悟的真理之路。祷告的声音也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薄弱，最终消散在了房间之中。而此刻的实验室内，祷告的声音消失的一刹那之间，欧姆醒了，他缓缓地睁开了自己的双眸，一双猩红的机械眼当中没有夹杂着丝毫的情感，有的仅仅只是绝对的理性。他站起身来，足足有着3米高大的机械身躯，好似要将整个实验室的穹顶都撑破一般。整个身躯之上散发着一股冰冷霸道的气息。现在的欧姆乃是2万多人意识的聚集体，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还留存着这群人的意识，只是在以自己为主体的脑海之中，这群人的意识已然陷入了沉睡之中。只要欧姆想，随时都能够将这群人的意识彻底的剥离出去，只是现在还没有到剥离的时候。欧姆缓缓地走出了自己的实验室，进入了房间之中。一个个盘坐在地上的传教士在看到欧姆的一瞬间，纷纷站起身来，有的仅仅只是无尽的恭敬之色。主教！他们低着头，却无法掩饰越发狂热的神色，仿佛面对着自己所信仰的神奇一般。欧姆注视着所有的传教士，目光明亮，缓缓张开了自己的双臂。我将以绝对的理性、绝对的唯物，克服一切人类的情绪，从对错和利弊上出发，带领人类走向真正的机械飞升之路。现在，机械飞升正式开始。伴随着欧姆低沉的声音响起，一个个传教士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头颅，机械覆盖的脸庞之上露出了一抹诡异且冰冷的表情。下一刻，一个个传教士纷纷走出了房间之中，机械神教正式开始运转。苏雨看着堕仙魔界的画面，沉吟了许久。苏雨不知道欧姆做的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欧姆的这个计划究竟是救世之道还是灭世之道，苏雨不知道。究竟是加速了末日的到来，还是给人类带来的新生，苏雨也无从知晓。但是苏雨知道的是，悬浮在人类文明之上的血红世界的降临越发的迅速了，只剩下最后10年的时间了。不管结局如何，若是无法在10年之后修真者降临的时候组织实力对抗修真者，人类终究只有灭亡一条路。或许欧姆的计划有些激进，但也有可能是这个世界唯一的救世之路。苏雨的内心深深的叹了口气，再度观察了起来。与此同时，就在弥赛亚集团前方的大楼的顶端，一个瘦削的身影躲在天台之上，手中捧着一个高精度的摄像机，摄像机对准的赫然便是弥赛亚集团房间之中的情况。他身上覆盖着一层隐形力场，赫然是这个世界原本的超凡者。疯子，简直就是疯子！欧姆彻底疯了，
这个机械神教是要让整个人类文明灭亡，或许是眼睁睁地看着整个弥赛亚集团的员工都死在了欧姆的手中，此人的身上涌现出了一股悲愤的神色。最终，他挣扎地站起身来，快速地离开了天台。我要将这个画面传给组织，让整个人类文明都见识到机械神教的丑恶。欧姆就是一个刽子手。此人内心咆哮着，快速地离去。很快，就在当天夜晚，弥赛亚集团会议室内发生的一切被人拍了下来，直接上传到了互联网之上。这一幕，即便是欧姆都没有想到。等欧姆想要通过云端的意识彻底地将这些视频扑灭的时候，基本上世界之上70%-80%的人类都看到了这个画面。这一刻，对于机械神教的恐惧彻底地充斥在了每一个人的脑海之中。打倒机械神教，我们不能成为机械的奴隶。超凡者联盟，也就是机械神教敌对组织的领袖，在这一刻开口了。就在超凡者联盟发话的下一刻，人类文明最高组织议会也是发布了自己的声明。机械神教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们企图推翻整个人类文明，他们口中的永生不过是毁灭文明的借口罢了。他们是修真者手中的刀刃，他们是收割人类的罪魁祸首。即刻起，议会将和超凡者联盟联手覆灭机械神教。这一刻，议会和超凡者联盟彻底的联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瞬间对机械神教发起了进攻。只是以欧姆为首的机械神教终究是将意识上传到了云端的存在，在如今这个什么都无法逃脱网络的时代，机械神教占据了最大的优势。他们时时刻刻地掌握着议会和超凡者联盟的情报，他们有着最强大的战力。呼叫军更是有着顶尖的力量。传教士战斗瞬间在世界之中爆发。只是机械神教的战力固然很强大，但是议会已然在整个世界扎根很深了，他们有着层出不穷的手段，更有着能够将全世界毁灭的最终武器，这也导致机械神教一方不敢有大动作。而超凡者联盟的手段更是令人意想不到，甚至有些超凡者的超凡之力还专门克制机械神教的强者，这使得双方之间的战斗在开始之后就陷入了僵持之中。3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弥赛亚集团，昔日世界上最大的机械一体的公司，如今已然成为了机械神教的总部。欧姆站在顶楼，居高临下地望着整个城池。3年的时间，欧姆率领的机械神教已然占据了这个世界10%的疆域了。凭借着科技上的优势，即便是议会和超凡者联盟的手段层出不穷，可以就免不了机械神教的精准打击，只能够被迫承认机械神教在人类文明之中的合法性。此刻，一个传教士恭恭敬敬地走到了欧姆的旁边，轻声地问道：“主教，教会已经具备了覆灭议会和超凡者联盟的实力，为何我们还不出手？”诚然，机械神教不管是科技还是实力，都远远超过了议会和超凡者联盟。只是让这些传教士不解的是，欧姆竟然一直都没有开始下一步的计划。欧姆看了一眼传教士，缓缓将目光落在了天穹之上的血红世界。不是不消灭，而是我想要尽可能的保存整个人类的实力，毕竟我们的敌人是修真者啊。传教士闻言，身躯微微一颤，将自己的头颅埋得更低了。不愧是主教，属下惭愧了。看到这里，苏雨轻轻地摇了摇头，心念一动之间，直接关闭了画面。堕仙魔界只剩下最后几年的时间，欧姆的计划，即便是苏雨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只能看最后的结局如何了。这么长的时间过去，武侠世界应该也有所成果了吧？苏雨轻轻地呢喃着，随后武侠世界的画面也是出现在了苏雨的视野之中。武侠世界，如今距离上一次苏雨降临，武侠世界已经足足过去了30多年的时间了。而在30多年的时间，因为苏雨的点拨，武姬召集了诸多的翰林，以最快的速度编撰了一本《大周怪谈》，通过怪谈淡化百姓对怪异的恐惧，从而大大的改善了怪异对大周的影响。同时，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周百姓对于怪异的适应程度也大幅度的提升了。因为强大的怪异已经被大周的武者封印，剩下的都是一些实力并不是很强的怪异。为此，武姬更是趁热打铁，编撰了一本怪异图册，将整个大周怪异的规则都吸纳在了怪异图册之中。而因为怪异图册的编撰，武姬更是发现了怪异若是想要通过自身的力量击杀百姓亦或者武者的话，只能逼迫着他们违背怪异本身的规则。而不同的怪异规则也是不同的，而这一点武姬同样是注入了怪异图册当中。有了怪异图册普及，哪怕是普通人遇到了怪异，但是只要稳住自己的心神，不违背怪异的规则，这样一来，即便是怪异实力超然，也不会出手伤害到普通人的性命。一时间，整个大周原本消散一部分的气运，竟然再度回到了龙脉之中。对于这一点，身为气运的掌控者，武姬自然是最敏感了。伴随着气运的回归，世界的壁垒再度变得坚固了起来。虚空之中，灾厄魔王自然也是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点，他的目光缓缓地落在了下方的武侠世界之中。瞳孔之中竟然也有着紫色的纹路遍布在上面，紫色的光辉忽明忽暗，好似看破了虚妄一般。原来如此，灾厄魔王的嘴角泛起了一丝丝的戏谑之色。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五级世界，竟然有人能够想到这样的办法，缓解本王的负面之力，倒也有趣。只是戏谑之色只是一闪而过，转而代之的则是一抹冰冷之色。只是这样又如何？灾厄魔王冷笑着，旁门小道罢了，治标不治本。负面情绪乃是人心中最为本质的负能量，纵使你有着万般的手段，也不可能压制人心中的负面情绪。气运之道一日不消失，怪异也就不会消除，无非就是让本王多浪费一些时间罢了。本王于母河之中重生，不死不灭，有的是时间，就让本王给你们加一把火吧。灾厄魔王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病态般的笑容，他轻轻地挥了挥手，身后的虚空生物顿时发出了一道道刺耳的叫声，紧接着他们晃动着庞大狰狞的身躯，开始疯狂地腐蚀着武侠世界的世界壁垒。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之后，
终于在哪世界壁垒之上，硬生生的被这群虚空生物腐蚀出了一道极其细微的裂缝。灾厄魔王淡淡一笑，身上紫色的纹路轻轻的闪烁着，紧接着分化出了2道漆黑的身影。这2道身影出现的一刹那之间，竟然直接钻入了那细微的裂缝之中。武侠世界的本能似乎察觉到了灾厄魔王的动作，瞬间一道光辉在世界壁垒之上闪烁着，直接将裂缝愈合了。只是已经晚了，灾厄魔王分化出来的2道身影已然进入了武侠世界当中。只是在2道身影进入武侠世界的一瞬间，就被苏雨察觉到了。苏雨的目光落在了2道身影之上，轻轻的感悟了一番之后，眉头微微一皱，因为这2道身影每一道都有着5阶的实力。5阶，2道身影的气息赫然都达到了5阶的层次。这个东西，苏雨的面色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在苏雨的注视之下，2道漆黑的身影，一个直接来到了大周皇都的上空，最终直接化作了一道漆黑的黑气，没入了大周皇都的大地之中。而在大周皇都的大地之下，赫然便是大周的龙脉之地。所以这一道黑气最终的目的是大周的龙脉。另外一道黑影则是来到了天穹之上，化作了灾厄魔王的身影，嘴角带着一抹轻蔑的笑容，分化成了一道道漆黑的黑气，瞬间分散在了天地四方之中，没入了一个个寻常百姓的身上。苏雨看着这一幕，瞬间跟随着一道漆黑的气流来到了一处城镇之中。此刻在一个农户的家中，一个年过半百的老者抱着一个中年人的大腿，声嘶力竭地说道：大人，你行行好吧，家中5口人，如今只剩下了老农1人了，能不能就留给我点粮食？老农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啊。在老农声嘶力竭的时候，一个个身穿下人衣衫的人则是粗暴地撞开了老农的家中，尽可能地收刮着老农家里最后的一点余粮，最终还是让他们从老农的家中收刮出了最后的2两粮食。看着这一幕，老农整个人的面色都变得苍白了，他拼命地抓住了锦衣中年人的裤脚，好似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一般。大人，就当老农求求你了，如今老农已经没有了田地，若是连这最后的一点粮食都被你们拿走了的话，我可就真的没有活路了呀，大人。然而老农的声嘶力竭换来的仅仅只是锦衣中年人满眼的嫌弃，他一脚踢开了本就没有什么力气的老农，冷哼一声：我可怜你，谁他娘的可怜老子？你们家欠我们的实粮食，如今这一担连利息都算不上，妈的，还要让老子挨骂？去你大爷！说着，锦衣中年人好似不解气一般，狠狠地踹了一脚老农的腹部，强大的力量又岂是一个枯瘦老者能够承受的？仅仅只是一脚，就让老农整个人口吐鲜血，蜷缩在地上，痉挛了起来。看着这一幕，苏雨的面色突然变得有些寒冷。诚然，武姬这么多年在控制怪异的手段之上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也正是因为怪异，让武姬焦头烂额，反而对于大周的掌控被削弱了很多。因为怪异的存在，整个大周的百姓生活无疑是变得更加的困难了。但是那些豪绅地主们的生活不仅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变得更加的滋润了。他们压榨着百姓，官府却没有任何的作为，甚至于在某些地方更是出现了官府亲自带头压榨百姓的事情发生。而因为怪异的问题影响了武姬对气运的掌握，再加上地上豪强的相互包庇，使得武姬对于这一切全完不知。眼下发生的这一幕，仅仅只是整个大周疆域之中稀疏平常的一幕罢了。在苏雨面色冰冷之中，一缕黑色的气流从天穹之上缓缓地没入了老农的体内，刹那之间，在老农的肌肤之上竟然浮现出了紫色的纹路。苏雨看着这一幕，眼睛微微一凝，这是……苏雨赫然地发现，出现在老农肌肤之上的紫色纹路，竟然和灾厄魔王身上的紫色纹路一模一样。伴随着纹路的浮现，老农整个人的双眸散发着幽幽的紫色光辉。突然，一股强悍的气息从老农枯瘦的体内迸发而出，下一刻，老农好似充满了神力一般，猛然冲了出去，一把抓住了锦衣中年人的衣领，面色狰狞地望着眼前的锦衣中年人：都是你，要不是你，我的妻儿也不会死，就让你的命来偿还我的妻儿吧！老农怒吼着，身上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淡淡的黑色气流，瞬间一拳狠狠地砸在了锦衣中年人的面容之上。咚！恐怖的力量使得锦衣中年人甚至都还没有反应，瞬间整个人的头颅直接炸开，犹如烂掉的西瓜一般，红白之物瞬间滴落在大地之上。啊！杀人了！怪物！这是怪物！四周的下人看着这一幕，纷纷惊慌失措了起来。他们终究只是仗势欺人的狗腿子罢了，什么时候见过这一幕？顿时吓坏了，甚至有心智不坚定之人，双胯之下更是滴落出了黄白之物。死！狗地主！狗豪绅！你们都该死！老农嘶吼着，犹如一只歇斯底里的恶魔一般，他眼中似乎没有其他的人，一步一步朝着地主家中走去。片刻之后，地主的豪宅内传来了一阵阵凄惨的声音，瞬间惊动了整个城镇。甚至于就连官府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纷纷派遣了武者出来查看情况。只是当他们赶来的时候，地主的全家已然被杀死，各种各样凄惨的死法一一降临在这群地主的家眷身上，鲜血铺满了大地。一些没有经历过生死的武者看着这一幕，更是忍不住作呕了起来。而在城镇的郊外之处，老农的身影缓缓浮现，伴随着地主一家被他杀死，复仇的快感充斥在他的脑海之中。他面色冰冷地望着这一座城池，脑海之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一个念头：官官相护，豪绅作恶，这朝廷却是连一个屁都没有。这皇位一介女流做的，为何老农我做不得？一时间，奇异的念头开始在老农的脑海之中浮现出来。他缓缓看向了大周皇都的方向，而在老农的头顶，隐隐约约之间，有着一条极其渺小且漆黑的小蛇虚影缓缓地浮现。而这一幕不仅仅只是在这一座城池之中发生，整个天下，整个大周的疆域，如同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发生。一时间，整个大周都好似乱了套一般。
望着整个天下的情况，苏雨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变得冰凉无比。这一刻，苏雨算是知道灾厄魔王到底想要干什么了。这分明是要让整个大洲都彻底的乱套，让各地崛起的起义之人化作蛟龙，蚕食大洲的龙脉，让大洲的气运跌落下来，从而降低武姬的修为。一旦武姬的修为从5阶跌落下来的那一刻，便是虚空生物大举进攻的时候。而且最重要的是，伴随着战乱的产生，全国各地的怪异也将会吞噬生灵内心之中的负面情绪，从而不断的壮大。等到了那个时候，才是大洲的末日。一时间，饶是苏雨都感觉自己的身躯变得寒冷了起来。这样的手段简直就是恶毒啊！让武侠世界的生灵不断的内耗，当内耗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便是他们降临收割一切的时候。等到了那个时候，整个世界都将覆灭。苏雨的呼吸逐渐变得急促了起来，他轻轻地挥了挥手，视角落在了大周皇宫的金銮殿上。启禀陛下，蓝玉平定城有乱军崛起，号称黄龙，已经连续攻破大周2城，还请陛下定夺，派遣军队镇压。启禀陛下，东部平兴城同样有乱军崛起，号称天方，已经连续攻破大周3城，还请陛下定夺，派遣军队镇压。启禀。一道道声音在金銮殿之上响起，一时间，整个金銮殿内的气氛突然变得很低。武姬坐在龙椅之上，面色阴晴不定。当一个个消息都传入了武姬的耳朵之后，武姬第一时间是不相信，毕竟自己兢兢业业，甚至为了解决怪异付出了太多了。然而，却是得到了有叛军崛起的消息，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一处乱军，而是全国上下的各个位置都有着乱军出动。这让武姬察觉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这些乱军仿佛都是约定好了的，在同一时间崛起，发动了起义。不过，即便是有些不对劲儿，武姬现在也只能快刀斩乱麻，先将大周平定了之后，才能够继续想其他的。毕竟，一旦让这些叛军成了气候，届时大周的气运可就要被削弱了呀。在和气运绑定之后，武姬和大周气运那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存在。气运万万不可出事！镇南王，臣在。有身披甲胄的将军一步跨出，半跪在大殿之上，沉声道：“朕命令你即刻前往南域镇压叛军。”臣接旨。镇北王，臣在。同样是有着一位将军半跪而出：“朕命令你可前往北域镇压叛军。”臣接旨。一道道命令从武姬的口中响起。这一刻，武姬再度成为了那个杀伐果断的神圣皇帝。同时，镇压叛军之后，犒劳百姓，减轻徭役，一定要尽最大的可能安抚民心。是。做完这一切，武姬大手一挥，退朝。这一次，武姬派遣的将军都是有着天人境修为的大将，镇压叛军不过是挥手之间罢了。只是在回到了寝宫之后，武姬的面容却看不到任何的轻松，反而露出了凝重的神色。他揉着自己的眉心，忍不住的呢喃着：“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何大周各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一刻，武姬突然变得有些迷茫了起来。嗡嗡嗡，金色的光辉在武姬的寝宫之中浮现。武姬的眼睛一亮，连忙站起身来，凝望着那一道金色的虚影。仙人，仙人可是来为朕指点迷津的。苏雨的身影缓缓浮现，他看着武姬，没有说话，而是伸出了手指，指了指天穹之上。看着这一幕，武姬脸上的茫然之色缓缓消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片凝重。又是虚空生物吗？这群该死的家伙竟然如此恶毒！武姬的脸上有着愤怒之色浮现，他大袖一挥，一群宛若老鼠一般的家伙，有本事和朕来一场生死厮杀啊！武姬在明白了这一切都是虚空生物的手段之后，愤怒无比。可是偏偏愤怒也是无能的表现。虚空生物的手段层出不穷，尤其是这一手釜底抽薪，甚至有可能覆灭整个大周的龙脉。正当武姬想要从苏雨的口中知道一些办法的时候，却是愕然的发现苏雨的身影已然消散在了寝宫之中。无奈之下，武姬思索了片刻，随后传来了宦官发布了一条条平定民心的命令之后，传遍了天下。只是这终究还是延缓之举，无法彻底的根除灾厄魔王所带来的影响。苏雨的意识回归了现实。说实话，面对着灾厄魔王的手段，苏雨一时间也想不到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毕竟灾厄魔王这一手就是冲着气运武道的根来的。正如灾厄魔王所说，他已然覆灭了3个气运武道的世界，对付这样体系的世界实在是太熟悉了。而不管是苏雨还是武姬，却还是第一次遇到灾厄魔王这般的对手。苏雨心中深深的叹了口气，目光缓缓地落在了硅基世界之上。硅基世界，如今距离硅基文明杀死利维坦已经过去了50年的时间了。伴随着利维坦死在了硅基文明的手中，在这一颗星球之中，已然没有了硅基文明的天敌了。整个星球的资源都被硅基文明所占据。这段时间之中，硅基文明的发展可谓是坐火箭一般，极其的迅速。在没有天敌、外力的限制，硅基文明以一种爆发式的发展，飞速的进步。仅仅只是50年的时间，硅基文明已然从星球之中脱离了出来，占据了整个星系，开始了向外探索的脚步。探索乃是硅基文明的精神所在，同时也是硅基文明进步的根源所在。50年的时间，硅基文明甚至已经探索到了宇宙的边缘。苏雨观察着硅基文明所在的位置，赫然的发现硅基文明所处于的宇宙竟然是一个星系宇宙。所谓的星系宇宙，便是整个宇宙如同一个星系一般，这样的宇宙是有着距离的限制的，也是有着边缘的存在的。只是硅基世界只有4级，注定着这个宇宙并不会太大。硅基文明处于的星系宇宙大小仅仅只是苏雨记忆中太阳系的1/10，半径大概是在15光年左右。甚至于整个宇宙之中，能够让硅基文明生活的星球仅仅只有7个。在硅基文明科技飞速的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在资源可以算得上是无限的情况之下，
整个硅基文明的数量更是来到了恐怖的70亿。而且在这样的一种时期之中，硅基文明的正常死亡的情况已经很少发生了。怪不得我最近感觉肉身提升起来这么的慢，原来是你这里出了问题啊！苏雨嘀咕着。本来苏雨还以为是因为硅基文明经过了那一战之后，数量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原因，但是谁知道，短短的时间之中，硅基文明发展的如此的迅速，导致了硅基文明死亡率都降低下去了。而在张晨峰的带领之下，硅基文明迅速的在7颗供硅基文明生活的星球之中开始繁衍生息。太空的探索对于硅基生物来说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太空之中没有任何阻拦物的阻挡，再加上硅基生物又不用通过呼吸进行生存，哪怕是太空之中的辐射，对于硅基生物来说都是最好的补给品。可以说，太空绝对是整个硅基文明探索路程之中最好走的一段路了。不仅仅没有坚硬的岩层，也没有致命的海水，简直就是硅基文明的天堂。这也是为什么硅基文明能够在短短50年的时间之中发展的如此顺利的原因。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阻拦着硅基文明进步，自然也就发展得更快了。宇宙之中可以供硅基文明生存的7颗星球之中，原始世界成为了硅基文明的主星。此刻，主星的基地内，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内，张晨峰紧皱着自己的眉头，望着手中的地图。这一张地图乃是整个硅基文明耗费了极大的代价，将整个星系宇宙走遍了之后绘制下来的宇宙地图，包含了整个宇宙的面积、空间以及路线，极其的珍贵。而正是因为这一张地图，却成为张晨峰眉头紧皱的罪魁祸首。因为张晨峰赫然地发现，整个宇宙实在是太小了。或许是文明发展的原因，或许是内心对于探索的渴望，亦或者是内心对于空间的渴求。任何有限的空间，任何阻拦探索的因素，都将成为张晨峰内心野心的滋养物。他的野心渴望着有着无限的空间，有着无限探索的可能。张晨峰望着面前宇宙地图，望着整个宇宙的轨迹，望着整个宇宙的模型，突然之间，张晨峰变得有些恍惚了起来。他看着眼前的宇宙地图，仿佛有着一个错觉在张晨峰的内心不断的浮现。这个宇宙怎么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更大的地心世界？嗡嗡嗡！伴随着张晨峰这一句话从他的口中吐出，一阵阵耳鸣在张晨峰的脑海之中响起。实验室内，一个个硅基生物也是身躯微微一震，茫然地站起身来，走到了张晨峰的身边，看向了张晨峰面前的宇宙地图。可是越看，一个可怕的念头也是逐渐在一众硅基文明学者的脑海之中浮现。这个宇宙竟然真的和地心世界有些相似。一众的硅基文明的学者望着这个巨大的宇宙地图，眼神之中露出了骇然之色。星系宇宙难道就是一个更大一点的地心世界？难。他们硅基文明发展到了这一步，只不过是从一个小的地心世界走到了更大的一个地心世界之中。一个个可怕的念头在硅基文明一众学者的脑海之中浮现了出来。张晨峰默默地站在原地，望着自己身前的地图，脑海快速地运转着。一颗探索之心似乎在张晨峰的胸膛之中再度跳跃了起来。张晨峰缓缓地闭上了双眸，在张晨峰的世界之中，一切都好似变得静止了。片刻之后，张晨峰睁开了自己的双眸，一双猩红的机械眼在这一刻爆发出了璀璨夺目的光辉。探索！张晨峰大吼一声，声音回荡在实验室内，彻底将一众的硅基文明的学者都彻底的惊醒。他们看向了张晨峰。张晨峰的声音缓缓响起：我们的文明是探索的文明。既然这个宇宙不过是大一点的地心世界，但是那又如何？不要说是一个两个地心世界了，就算是整个宇宙的一切都是一个地心世界，迟早有一天，我们的文明能够彻底的突破一切的阻碍，突破一切坚硬的岩壁。探索是我们的精神，是我们的宿命。我们要看到宇宙之外的一切，我们要探索宇宙之外的一切。诸位，张晨峰的声音逐渐变得激动了起来。现在，探索的时间又到了。张晨峰的话在一个个学者的脑海之中响起，他们缓缓看向了张晨峰，眼神逐渐变得明亮了起来。张晨峰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进入了主星的广播站之中。伴随着硅基文明的高速发展，如今哪怕是在主星的广播站内，都能够将张晨峰的声音传递到其他的6个星球之中。诸位，我是张晨峰。张晨峰的声音在整个星系宇宙之中响起，无数的硅基生物茫然地抬起头来，看向了天际。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随后，张晨峰那略微显得激动的声音响起：诸位，经过我们的密切研究，我们发现整个宇宙是有尽头的，并非是无限的空间，而是一个更大的地心世界。也就是说，我们不过是从一个小的地心世界之中走到了一个更大的地心世界之中罢了。这个宇宙虽然范围极大，但是终有一日也会和地心世界一样，面临着资源匮乏的情况。身为探索的文明，探索是我们的宿命，也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事情。我决定从现在开始，硅基文明开始探索宇宙之外。正如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从地心世界之中探索出来一样，我们也将会探索宇宙的边缘，发现宇宙外面的世界，直到走遍整个宇宙。张晨峰那慷慨激荡的声音回荡在宇宙之中，但是大部分的硅基生物却是默默地听着张晨峰的话，对于张晨峰的建议却是没有半点的波澜。他们心中不解，明明现在的空间已经无限大了，明明现在的资源都已经足够硅基文明没有限制的发展了，为何还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探索宇宙？现在的这个情况，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自足了。一时间，一个个反对的声音在硅基文明之中响起，哪怕是在主星之中，一些联盟的高层都发出了反对的声音。我们现在的宇宙有着足够我们整个文明生活的空间，有着我们整个文明发展的资源，我们为何要耗费巨大的代价？难道盟主你不知道，每一次的探索都会造成我们文明巨大的损耗吗？是啊，盟主，探索我觉得还是算了吧。反对。
听着这些声音，张晨峰脸上的兴奋之色逐渐褪去了。他望着这些反对的联盟高层，最终沉默了。诚然，对于现在的硅基文明来说，星系宇宙已经足够硅基文明不断的发展了，甚至几百万年、几千万年都未必能够将整个宇宙的资源都彻底的消耗殆尽。如此漫长的时间，为何不好好的休养生息，享受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探索固然是精神，固然是宿命，但是探索的道路之中充满了曲折，一不小心便会坠入无尽的深渊。在享受了几十年的安逸的生活之后，一些探索者的热情已然在安逸之中彻底磨灭了。张晨峰很清楚这一点，若不是因为自己发现了星系宇宙和地心世界极其的相似，张晨峰也不愿意探索了。可是现在，明明宇宙之外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若不能亲眼见一见，在张晨峰看来，这和当年困在地下世界没有任何区别。张晨峰不愿意，他深深地看了一眼联盟的高层，沉声道：“你们可以不探索，但是也不要反对探索的合法性。我们的文明自古以来便是在探索之中进步生存的，你们大可以享受探索之后的一切，但是探索不容反对。”说完，张晨峰没有理会这些联盟的高层，而是召集了自己的心腹，踏上了真理号。如今的真理号已经经过了很多次的改进了，现在的真理号已经能够在星际之中随意的航行了，整个战舰的躯壳都是由利维坦的身躯打造而成的。这样的战舰不仅仅具备着星际航行的作用，甚至于还能够爆发出极其强悍的力量。苏雨估摸了一下，真理号的攻击力若是全力爆发的话，甚至能够勉强的接触到5阶的边缘，已经极其的恐怖了。在无数的改造之中，真理号依旧保留了船头的钻头的存在，能够更快的流窜于星际之间，使得自身的速度变得更加的恐怖。足足有着600米的真理号在张晨峰的操控之下缓缓启动。轰隆隆，恐怖的轰鸣声从真理号的后面响彻开来，掀起了一阵阵巨大的气浪，瞬间朝着星际涌去。主星之中，一个个反对探索的硅基生物面无表情地望着这一幕，甚至没有任何的表情浮现。在他们看来，现在的生活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浪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继续探索了。探索精神似乎已经在一些硅基生物的心中逐渐磨灭。苏雨透过系统画面看着这一幕，硅基世界的整个星系宇宙的半径很小，只有15光年左右。看着整个星系宇宙，苏雨也不由自主地回忆了一下自己出走的几个世界。不管是武侠世界还是诡异世界，都是天圆地方的大陆型的世界，而硅基世界却是星系宇宙。而堕仙魔界则是属于一种多个星系宇宙的结合体，本质上来说也是属于星系宇宙的。至于苏雨所在的高武世界，也是属于星系宇宙，只是相比于硅基世界，无疑是大了很多的。仅仅只是苏雨还在中小学的时候，在教科书上面就看见过，灵气复苏之前，可观测宇宙的半径就达到了200亿光年的长度，其中的星系更是宛若沙滩上的沙子一样，数都数不过来，极其的庞大。那要是按照这么算的话，高武世界的等级恐怕已经达到了一种极其高的维度，甚至超越了堕仙魔界。堕仙魔界都是6级世界了，那么高武世界最少也是7级世界，甚至还有可能是8级乃至于9级世界。按照不同的世界都有着不同等级的虚空生物来看的话，等级越高的世界遭遇到的虚空生物的强度也就不同。诡异世界之中，虚空生物最强也就是4阶极限了，而伴随着现在武侠世界和诡异世界融合之后，世界等级提升上去，现在出现的虚空生物更是达到了恐怖的6阶。苏雨的眼神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高武世界既然是一个星系宇宙，那么这个世界之中除开了蓝星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星球。现在蓝星都已经受到了腐蚀，说明了整个高武世界都已经开始被虚空生物腐蚀了。而能够腐蚀高武世界的虚空生物又有多强？8阶、9阶，甚至是超越了9阶。一个可怕的念头在苏雨的脑海之中滋生了出来，一时间苏雨的面色变得有些难看。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高武世界将要面对的虚空生物未免也太恐怖了一些。即便是那些腐蚀蓝星的虚空生物都已经让整个九州陷入了内耗之中，更不要说那腐蚀整个高武世界的虚空生物了。蓝星对于这群恐怖的虚空生物来说，仅仅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点罢了。在苏雨的心中，对于虚空生物的警惕性已然提升了一个档次。实在是这一次的发现太过于惊世骇俗了。苏雨本以为高武世界就是整个蓝星了，但是直到硅基文明探索了整个宇宙，整个宇宙都是星系宇宙之后，系统上面的显示还是属于硅基世界的时候，苏雨才是发现，世界不仅仅只是单指的是一个星球，有的世界或许只是一个天圆地方的大陆，但是有的世界却是整个星系宇宙。而蓝星同样是一个星系宇宙，也就是说，高武世界对应的是整个宇宙，蓝星不过是高武世界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一点罢了，都已经遭到了腐蚀，说明高武世界之外，已经有着更加恐怖的虚空生物对整个高武世界都开始了腐蚀。这些虚空母核之中的虚空生物的实力，简直就是难以想象啊！一时间，苏雨感觉自己身上的压力骤然增加了。他深呼吸一口气，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是将内心之中的杂念彻底的驱逐了出去，最后回归了系统的画面当中。此刻的张晨峰驾驶着真理号，在驾驶室内则是跟随着张晨峰的心腹，内心对于探索都是无比狂热的存在。真理号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化作了一道流光，快速的穿梭着。只是硅基世界纵使只有15光年，哪怕是真理号的速度已经能够超越光速了，但依旧很长。不过在50年的时间之中，硅基文明的科技发展可不仅仅只是掌握了超越光速那么简单，他们甚至已经做到了虫洞跃迁，一个能够利空空间的扭曲，从而使得他们的位置瞬间出现在另外一个空间的技术。这是50年来整个硅基文明技术的瑰宝，也正是因为这个技术，才能够让硅基文明在不同的星球之中生活。开启虫洞跃迁，指挥室中，张晨峰望着眼前的电子屏幕，
淡淡的开口：“虫洞跃迁准备中，准备完毕，开始跃迁。3、2、1，开始跃迁。”一系列的声音回荡在整个驾驶室内，刹那之间，在真理号面前的空间瞬间扭曲了起来，竟然直接化作了一个巨大的黑洞。黑洞之中带着一股强大的引力，瞬间将真理号吞噬。一时间，整个真理号都开始剧烈摇晃了。真理号船身闪烁着淡淡的光辉，阻止了四周那恐怖的撕裂力。片刻之后，真理号逐渐恢复了镇定，眼前的电子屏幕也是逐渐恢复了正常。报告盟主，此次跃迁移动了3光年的距离，距离下一次跃迁还需要10个月。听着手下的报告，张晨风微微的点头，面色严肃，继续前进。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理号朝着宇宙的边缘快速的掠去。可即便是掌握了冲动跃迁技术的硅基文明，张晨风他们在抵达硅基世界的边缘的时候，也是足足花费了10年的时间。也就是硅基生物寿命太过于漫长，不然仅仅只是一次星际旅行，就足以让很多人自然老死了。真理号缓缓出现在了硅基世界宇宙的边缘，而当他们看着宇宙边缘的时候，不管是张晨风还是真理号当中的探索者，纷纷瞳孔一震。透过电子屏幕，他们清晰地看到了宇宙边缘的景色。黑暗，在宇宙边缘似乎有着一道分界线一般，越过了分界线，有的仅仅只是无尽的黑暗，无尽的虚无；而在分界线内，却是有着明亮的星光。2个截然不同的画面碰撞在一起，强烈地冲击着张晨风等一众硅基生物的视觉。边缘之外，乃是绝对的虚无。不同于太空的真空状态，太空之中还有陨石，还有星辰，还有光线，甚至还有辐射。但是在宇宙之外，没有声音，没有任何的实体，甚至于就连细微的元素都不存在于那虚无之中。哪怕是光线抵达了虚无，也只有被吞噬的下场。真理号在张晨风的驾驶之下，缓缓地走到了宇宙的边缘，最终还是在边缘的位置停了下来。这绝对的黑暗虚无，哪怕是张晨风的内心对探索的无比狂热，也逐渐冷却了下来。张晨风走到了屏幕前方，望着眼前的虚无，一言不发。突然之间，张晨风的目光注意到了一块闪烁着银色的斑点。靠过去！张晨风指挥着船员将真理号朝着那银色的斑点的位置靠过去。最终，张晨风看到了那银色斑点的真正面容，那是一块银色的墓碑，一块插在宇宙之中的墓碑，一块足足有着星球大小的墓碑。张晨风的目光落在了墓碑之上，只是在看到了墓碑上面的信息之后，张晨风整个人的瞳孔却是震动了起来。不仅仅是张晨风，就连视角一并转移到墓碑之上的苏雨，在看到了上面的信息之后，也是彻底的震动了。原来，创造这个墓碑的乃是一个已经覆灭了很久的文明，唤作母树文明。母树文明乃是一个霸主级别的文明，他们称霸了足足10万光年的宇宙，足足占据了10多个星系，可最终还是在虚空的腐蚀之下覆灭了。至于是如何覆灭的，墓碑之上并没有记录，而是记录了一些其他的信息，就好似是一个人的话语一般。我们是母树文明最后的幸存者，在虚空的腐蚀之下，为了保全母树文明最后的火种，为了躲避虚空黑暗的侵蚀，我们抛弃了一切，放弃了一切的体系。宇宙被我们割裂，强行从虚空黑暗的腐蚀之中逃走，最终我们选择了以胚胎的方式开始孕育生命，重新从原始时期开始发展，重新开始发展。仅仅只是留下了几个文明的看守者，还在原来的宇宙之中苦苦坚守着。看到这里，上面还标记他们发展的那个星球的坐标。只是在看到那个坐标的时候，张晨风的面色突然变得有些怪异了，因为那个坐标赫然是现在属于硅基文明的主星。看到这里，不管是苏雨还是张晨风都明白了，他们也就是墓碑上面记载的母树文明，就是硅基文明主星的原住民。只是虚空黑暗终究还是找上了我们，虚空黑暗的强大是无法想象的，找到我们的虚空黑暗仅仅只是虚空之中很小的一部分，可即便是如此，我们也是耗费了整个文明的一切，才是堪堪将他们挡在了宇宙的外面。看到这里，张晨风明白了，主星之所以还能够幸存，完全是因为母树文明付出了一切。一时间，张晨风的内心突然变得有些低沉了。所以硅基文明的主星没有了人类的踪迹，不单单是因为他们滥用核武的力量，而是虚空生物的手笔吗？甚至母树文明最后的守护者也死在了虚空生物手中。苏雨看着上面的信息，微微的呢喃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年的那一场战斗未免也太惨烈了吧。整个母树文明哪怕连一个火种都没有留下来，只是为了能够将虚空黑暗挡在宇宙之外，甚至于都无法将其击杀。虚空黑暗难道就真的如此恐怖吗？苏雨的目光再度落在了银色的墓碑之上。后来人啊，如果你们看到了这个墓碑，千万要谨记，永远不要去招惹虚空。虚空的力量不是任何一个文明能够比拟的，一旦招惹的虚空，不管是多么恐怖的文明，最后的下场只有一个，死。或许是书写这个墓碑的人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最后的一个死字看上去极其的潦草，即便是苏雨都是耗费了巨大的力气才是判断出来这个字是死字的。一时间，苏雨沉默了。虚空真的如此的强大吗？如果仅仅只是武侠世界之外的虚空生物的话，倒也不至于无法抗衡，毕竟最强者也不过就是6阶的层次。可是虚空很弱吗？不，一点都不弱。强如母树文明这样的存在，都被虚空黑暗腐蚀的不得不抛弃了自己占据的宇宙，割舍了现在的硅基世界出来，才从虚空黑暗的手中躲避了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的时间。可最终还是被虚空黑暗找到，并且覆灭了。母树文明究竟有多么的恐怖，苏雨不知道，但仅仅只是从母树文明记载的他们占据了10万光年的宇宙，甚至还有数十个星系，就能够看出来母树文明的恐怖。毕竟，即便是高武世界，目前蓝星能够可观测到的也仅仅只是200亿光年，看似比起母树文明更大一些，但母树文明也绝对是超过了现在的蓝星的。一股压力感再度落在了苏雨的肩膀上，苏雨沉默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系统的声音却是在苏雨的耳畔之中响起：叮，恭喜宿主硅基世界掌控权限提升 20%， 硅基世界掌控权限提升到 70%。机械般的声音在苏雨的脑海之中响起，苏雨的眉头不由得微微一挑，紧接着心念微微一动。刹那之间，苏雨发现自己竟然瞬间远离了银色墓碑的位置。很快，银色墓碑在苏雨的眼中就好似沙滩上的一颗沙粒一般的。片刻之后，苏雨的瞳孔微微一震，整个硅基世界的模样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整个硅基世界的模样就好似一个玻璃球破碎了之后留下来的一块极其渺小的玻璃碎片一般，极其的不完整，甚至就连边缘都是充斥着粗糙的感觉。这一刻，苏雨算是了解到了银色墓碑上面的那一句话：现在的硅基世界仅仅只是母数文明从他们的宇宙之中强行割裂出来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硅基世界就是从一个巨大的星系宇宙之中被隔离出来的一小部分的宇宙。或许它现在已经在母数文明的幸存者的发展之下，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星系宇宙，但终究还是不完整。怪不得硅基世界的潜力都已经耗费殆尽了。原来硅基世界本就是不完整的一个世界，连世界都不完整，又怎么可能还有继续提升的潜力呢？苏雨苦笑了一声，所以母数文明做的这一切真的是正确的吗？苏雨不由得怀疑了起来。一个生灵的强大取决于他所在的世界的强大，纵使武帝这般天纵之资，也是因为武侠世界的等级困在了一个境界很久，无法提升。母数文明将宇宙割裂了，或许短暂的躲避了虚空黑暗的侵蚀，但同时也彻底的断绝了这个宇宙提升的可能。因为硅基世界是从一个巨大的星系宇宙之中割裂出来的，在割裂的那一刻，硅基世界的潜力就已经达到极限了，无法继续提升，除非重新融入星系宇宙之中。而一个世界的潜力达到了极致，即便是母数文明彻底的躲开了虚空的侵蚀，他们也无法发展到原来的地步了。所以在那一场苏雨本以为是内战的战争之中，母数文明终究还是在虚空黑暗的侵蚀之下覆灭了。虚空，苏雨出走的所有的世界，除开了堕仙魔界之外，所有的世界都出现了虚空的身影，甚至于就连蓝星同样也是出现了虚空的影子。虚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不断的侵蚀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吗？当所有的宇宙、所有的世界都被虚空吞噬了之后，又会是什么样子？一个个疑惑在苏雨的脑海之中浮现了出来。只是这一切，苏雨也找不到答案。片刻之后，苏雨的视野再度回到了张晨风的身上。张晨风透过了屏幕，望着眼前的银色的墓碑，整个人的面色变得极其的严肃。他缓缓地对着眼前的银色的墓碑拜了一拜，最后转过头来，看向了已经被银色墓碑上面信息震撼到的硅基生物。张晨风低沉的声音回荡在整个真理号当中：银色墓碑的事情绝对不能暴露出去，既然他们让我们不要轻易的招惹虚空，那就暂时停止探索。同时，张晨风环顾了整个真理号当中的船员，沉声道：三缄其口，不得将墓碑上面的半个字透露出去，明白吗？明白。这个时候，船员们也回过神来了，听着张晨风的声音，缓缓的点头。张晨风闻言点了点头，再度深深的看了一眼银色墓碑，最终在心中叹了口气，摆了摆手：回城吧。银色墓碑的信息实在是太惊世骇俗了，虚空黑暗的存在绝对是一个文明的宿敌，可偏偏这个宿敌实在是太恐怖了。一旦这样的消息传入了硅基文明之中，绝对会引起巨大的恐慌，甚至是爆发出第三次内乱。这绝对不是张晨风想看到的。既然虚空不可招惹，探索的脚步就暂时的歇一歇吧。在张晨风的率领之下，真理号缓缓地朝着家园掠去，而苏雨的视角却是停留在了银色墓碑之上，望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体，苏雨的内心极其的沉重。虚空生物的手笔未免太大了一些，竟然能够侵蚀如此之多的世界，甚至于很少能够有世界从虚空的侵蚀之中存活下来。哪怕是武侠世界，也是在苏雨的帮助之下，才是勉强覆灭了虚空生物。可是没过去多久，虚空生物又是卷土而来，甚至变得更加的强大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虚空已经是苏雨最大的敌人了。不管是出走的世界也好，还是苏雨本身所在的高武世界蓝星也罢，虚空的存在都是悬在苏雨头顶之上最锋利的刀刃。一旦某天这个刀刃落下，苏雨若是还没有成长到一定的程度的话，这把锋利的刀刃足以轻易的带走苏雨的一切。不管是出走世界提升世界上限获得反馈，还是高武世界的阴谋，苏雨所做的一切都将和虚空正面对上。迟早有一天，苏雨会正面面对这一柄锋利的刀刃，拼个你死我活。苏雨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平静了下来，最后心念微微一动，回归了现实之中。床榻之上，苏雨缓缓地睁开了双眸，刺眼的阳光使得苏雨不得不适应了一会儿。拉开窗帘，温和的阳光照耀在苏雨的身上，驱散了苏雨内心的几分阴翳。嘟嘟嘟嘟。就在这个时候，苏雨手腕上的通讯手表突然传来了一阵阵急促的声音。苏雨低头一看，赫然发现是王宁的来电。苏雨疑惑地接通了电话，王宁的画面出现在了苏雨的面前。此刻的王宁依旧顶着他那宛若鸡窝一般的头发，双眼充斥着密密麻麻的血丝，但整个人的脸上却是弥漫着一股激动的神色。苏雨，我成功了！第二版的气血战甲我已经制作出来了。这么快？苏雨略微有些诧异。不过苏雨算了算，自己这段时间不断的出走在各个世界之中，现实世界也是过去了2个多月的时间了，和王宁约定的3个月也就只差1-2周的时间罢了。哼哼，我是谁？我王宁注定要成为整个9州最为出色的学者。王宁臭屁的说道。苏雨淡淡一笑，如果没有知道太多的隐秘，苏雨或许还会吹捧一下王宁，但是短时间内发掘了如此之多的信息之后，苏雨也没有太多的心情了。长话短说，你要是有时间，马上来星河研究所一趟，咱们抓紧时间把性能测试了，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漏洞。苏雨微微的点头，王宁那边瞬间就挂断了电话。苏雨笑了笑，
走到了卫生间，简单的洗漱了一番之后，就开始准备收拾行李。只是在行李收拾好了之后，苏雨沉吟了片刻，最终还是放下了手中的行李，走出了宿舍。方向赫然是古云所在的院落之中。在看到了虚空生物的一次又一次的手笔之后，苏雨越发觉得自己的修为还是太弱了。如今的自己虽然跨入了金身，但金身对于虚空生物来说，或许只是宛若蝼蚁一般的存在。而金身之后便是不朽了，整个九州跨入不朽的只有战神空一人，如今空不知所踪，能够知道不朽境的心秘的，可能就只剩下古云一人了。所以苏雨打算从古云的口中知道一些关于不朽境的信息。苏雨悄悄地来到了古云的院落，以苏雨现在的修为，只要苏雨想，哪怕是童天阳也发现不了苏雨的踪迹。苏雨走进了院落之中，发现古云依旧躺在衰败的老槐树之下，脸上露出了一抹痴傻的神色，嘴角滴落着一颗颗的晶莹，看上去和一般的痴呆老者没有什么区别。苏雨嘴角带着一丝丝的笑意，轻轻地走到了古云的身边，温和地开口：“老校长，你怎么又一个人出来了？学生这就推你回去。”“嘿嘿，傻子，你又来了。”古云痴傻地笑着，但却没有拒绝。苏雨轻车熟路地将古云推到了昏暗的房间之中，没有了光线的阻碍，古云再度恢复了正常。古云看着苏雨，嗔怪一声：“你小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之间还是尽可能的减少见面的时间吗？这才多久，你就把老夫的话当作耳旁风了吗？”言语虽然看似在责怪苏雨，但却还是能够听见古云发自内心的开心的。说到底，古云也仅仅只是一个老人罢了，装疯卖傻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遇到了苏雨这样的天骄，自然是想要多和苏雨说说话的。只是幕后黑手的存在让古云不敢这么做。苏雨嘿嘿一笑，这不是想起一些问题了吗？这些问题整个九州怕是只有老校长您能够给我答疑解惑了。古云还是比较吃这一套的，笑了笑，从怀中抽出了一杆旱烟，狠狠地抽上了几口之后，吐出了一圈圈的氤氲。说吧，什么问题？只要是老头子我知道的，都给你解释清楚。苏雨的眉头微微一挑，询问道：“老校长，当年的战神空到底有多强啊？还有不朽境到底是如何突破的？”听着这一番话，古云的眉头微微一皱，不过很快便是舒展开来了。师尊当年是如何突破不朽境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师尊身上的意境和气血都极其的恐怖，甚至于即便是你小子现在身上的气血和意境，也不如当年师尊给我的感觉。说起来，也正是因为从老师身上感受到了强大的意境和气血，我才能够及时发现炼神之路的不对劲儿，及时修改了过来。现在想想，或许是老师在保佑我吧。一时间，古云竟然有些唏嘘了起来。当初整个人族之中，师尊的气血绝对是整个人族的第一，当然也有可能老师也发现了炼神和金身的不对劲儿。至于不朽境这个境界的来源，也是师尊命名的。古云再度狠狠地抽了一口旱烟之后，缓缓地说道：“按照师尊的说法，当达到了不朽境之后，即便是肉身受到了强烈的损坏，也能够快速的恢复，甚至于即便是只剩下了一滴血，也能够滴血重生。”听到这里，苏雨微微有些愕然，不朽境真的能够做到这一步吗？即便是苏雨现在的肉身已经极其恐怖的，但是苏雨感觉自己想要滴血重生，绝对不可能。古云呵呵一笑：“你小子不要怀疑，这可是我亲眼所见的。”所以，古云脸上的笑容缓缓的褪去，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片凝重之色。我怀疑老师不仅仅只是遭到了背叛那么简单，想要杀死老师，整个九州没有人能够做到。我怀疑老师根本就还没有陨落，而是被某一种东西困在了一个地方，这才一直没有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听着古云的话，苏雨的眼睛微微眯起了。被困住了吗？很快，苏雨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多谢老校长了，小子明白了。古云摆了摆手，行了行了，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再来找我吧。记住，不到万不得已，最好还是不要来找我，他们无处不在。星河大学，苏雨将黎明战舰取出，在给童天阳报备了自己的行程之后，苏雨驾驶着黎明战舰浩浩荡荡地朝着星空研究所飞去。毕竟童天阳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修炼炼神功法之后，也算得上是幕后黑手的眼线，自己还是老老实实报备一下，免得引起那群人的注意。哪怕是已经跨入了金身，但是在见识过了虚空生物的手段之后，苏雨越发的谨慎了。将黎明战舰调整到自动驾驶的模式之后，苏雨盘坐在了黎明战舰的甲板之上，迎着凌厉的劲风，苏雨的双眸轻轻的眯起，脑海之中全然是关于古云口中不朽境的信息。滴血重生，这一点饶是苏雨现在的肉身都已经达到了5阶了，堪比金身，但是想要做到这一步困难无比。但是在5阶的意境，还有5阶磁场掌控以及5阶肉身的配合之下，苏雨只要不伤及要害，基本上都能够快速的恢复。这也使得苏雨在战斗的时候有着更加强大的恢复能力，甚至于哪怕是断肢，也仅仅只需要1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完全恢复。这也是苏雨为何能够笃定自己超越了九州大部分金身的因素之一。九州金身凭借着神奇之力掌控规则，肉身脆弱无比，一旦晋升之后，苏雨感觉即便是童天阳这样的老牌金身，自己也能够一战。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或许滴血重生就是苏雨目前要努力的方向了。一旦做到了，或许就跨入了战神空口中的不朽境。想到这里，苏雨的嘴角微微上扬，缓缓抬起头来，看向了天穹。苏雨眯起了眼睛，凝望着9天之上的太阳。战神空，不朽境吗？